夜深了，看着屏幕上的失败提示，许飞无能狂怒，狂喷队友。就在刚刚，他经历了人生又一次3连败，而且还是败得非常惨，全程被虐的那种。哥就不信这个邪，再来最后一把。许飞信誓旦旦，赢一把就睡觉，但有些发干的喉咙让他暂停了单排的想法。算了，还是先来瓶肥宅快乐水吧。嗤的一声，冰箱前，许飞拧开瓶盖，仰头灌了一大口饮料。碳酸可乐冰镇后的独特味道让他精神一振。虽说账号只有白银段位，但这一刻许飞觉得他的操作和意识能跟王者段位媲美。奈何队友们太坑，实在带不动。坑！就在这时，隔壁忽然传来一声沉闷的声响，在寂静的深夜十分刺耳，听着像是桌椅翻倒在地板上的声音。正畅饮可乐的许飞吓了一跳，险些因此被呛到。没等他咳嗽出声，隔壁紧接着响起了因为过度激动而略显嘶哑的声音：“我没死，这里是重生。”哈哈，竟然从10年后回到了神器之地手册开启的前一天。刚开始时，声音还有点疯疯癫癫，像是突然犯了羊羔疯的病人，让许飞听得一头雾水。但很快，隔壁的人便再也控制不住情绪，不仅嗓门越来越高，语气也充溢着满满的中二气息。黄卫、赵天，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我等着！还有嘲讽我、打压我的人，那些账我一笔笔都记着呢。这一世，我必将成为圣者，镇压一切诡异怪绝，杀尽负我之人，逆转灭世结局。哈哈哈哈！随后便是无限邪魅狂狷的大笑，像极了电视剧中一招得势的人。啥玩意？许飞眨巴了一下眼睛，被隔壁租户深夜整得火惹笑了。这是写网络小说写魔怔了吧？真当你是先帝重生度世呢？先前连跪3局，他本就有些烦躁，再被隔壁这神经病般的动静一刺激，顿时大为光火，抡拳用力砸了砸墙，没好气的嚷道：“深更半夜发什么疯呢？还让不让人睡了？”笑声戛然而止，隔壁就像是一只被掐住脖子的鸭子，再也没了动静。许飞侧耳听了片刻，再没听到任何声音，这才满意的坐回电脑前。这套4室1厅的房子是许飞父母留给他的遗产，由于面积很大，许飞自己一个人住有些浪费，打扫起来也麻烦，于是便考虑将其中一间卧室租出去，分摊一下水电网费的同时，也能稍微赚点零花钱。刚萌生这个念头时，他的第一想法是找个妹子租户，最好还是很萌的那种，毕竟动漫里不都这么演吗？可惜出租广告挂出去1个月，虽然的确有妹子来问过，可一听房东是年轻的单身男性，无不是立刻摇头回绝。迫于无奈，许飞最后只能租给了一个网络写手。对方虽然有点宅，经常几天不出门，吃饭全靠外卖，作息时间颠倒，稍微有点不修边幅，但除此外还算是一个比较好说话的人。一直以来从没出现过刚刚那种事态，也不知道究竟是受什么刺激了。说起来，上周对方出门逛超市时，似乎沮丧地说过自己的新书扑了，莫非是这个原因？许飞眨巴了一下眼睛，算了，管那么多干什么，速开下一局才是正事。很快将这件事抛到脑后的他，重回电脑桌前，信心满满的开始了新一局匹配。中单让我，这把看我绝活亚索。然后他就通宵鏖战到了天亮。看着屏幕上一长串的红色战绩，许飞一瞬间怀疑起了人生。8连败，尼玛，这游戏能玩？明明只是想赢一把就睡觉而已，太过分了。虽然咽不下这口气，想再来最后一局证明自己的实力，但精神实在撑不住了。再加上空空如也的肚子，最终让他打消了这个念头。罢了，夜里菜逼太多，本神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还是先下楼吃个早饭，睡一觉养精蓄锐，然后再把掉的分冲回来吧。换了一件外套，许飞晃晃悠悠地推开门，没想到隔壁卧室的门也恰好推开，租户林夜宵几乎同时走了出来。看到他出现，许飞有些意外。印象中，这位网络写手的作息非常有规律，一般是深夜2、3点睡，上午10点多起床，稍微洗漱一下，直接外卖点午餐。这天才刚蒙亮，按说正是睡熟的时候，怎么经得起这么早？早啊！虽然但是许飞还是打了个招呼，但无意间投过去的一瞥把他吓了一跳。林夜宵仿佛熬了一整夜，头发乱糟糟的，脚步虚浮，双眼遍布血丝，精神却十分亢奋，一副随时可能猝死的模样。你没事吧？犹豫了一瞬间，许飞还是决定关心一下自己的租户。租金不租金的无所谓，主要是怕麻烦，万一出了什么问题，被对方家属赖上门，那可真是有理也得让3分。然而林夜宵脸色淡漠，似乎没有回应他的意思。但很快林夜宵又觉得这个反应有点不正常，于是勉强挤出几分热情，多谢关心，我没什么事。哦，许飞点点头，没再说什么。他总觉得今天的林夜宵有点奇奇怪怪的，当即自顾自地穿鞋开门下楼。
但对方也做了相同的动作，弯腰穿鞋出门。就很巧，许飞的家在12楼。趁等电梯的时间，觉得就这么干站着有些尴尬的他，随口问道：“你也下楼吃早饭？”林叶宵似乎在思索着什么，心不在焉的点点头，气氛又尴尬了下来。叮的一声，电梯抵达了12楼，一起进了电梯。许飞按下1楼按钮，等待电梯门关闭的同时，他顺口问道：“昨晚？”林叶宵对这2个字似乎格外敏感，身体瞬间便绷紧了。沉默几秒，他眼神闪烁，略带着一点试探意味地说：“昨晚我在推敲小说情节，一时投入，不小心吼了出来，打扰到你休息了吧？实在抱歉。”许飞心道，果然跟新书有关，没想到我许某人还有名侦探的天赋，一下就猜到了真相，当即露出理解的神情。没啥，反正当时我还没睡。说罢，他斟酌了一下用词，小心翼翼地安慰道：“我知道你这本新书刚发不久，读者的留存率不是很稳定，压力有点大。不过没关系，只要沉住气慢慢写，等字数起来，成神是迟早的事。”第2章，重生者没活过。第2章，新书上架，读者留存率不稳，压力有点大。有那么一瞬间，林叶宵露出茫然之色，脸上写满了6字真言，这个逼在说啥？但很快，他从尘封的记忆中想起了什么。对哦，老子这个时候还在番茄写网络小说呢，看来自己的秘密应该没暴露。也是，毕竟谁能想到世上会有这种事发生呢？心下松了口气之余，林叶萧顺坡下驴：“哎，别提了，新书的日收益只有10几块，这个月的饭钱都不够，希望能借你吉言吧。”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什么？吃饭的钱都没了？许飞立刻瞪大了眼睛，一边从楼道里往外走，一边拐弯抹角的道：“那马上就月底了呀。”林叶萧毫无反应，似乎根本没听出他的言外之意。无奈，许飞只能明示：“下个月的那啥，是不是该交一下了？”那啥是啥？林叶萧很明显又懵逼了一下，被许飞再次提醒了一遍，他才意识到说的是租金，心中一动，这倒是个借机搬离的机会。毕竟自己身上的秘密太多了，实在不适合继续跟人同住。于是装模作样的想了想，说：“哦，是这样，我不打算续租了，最迟明天就搬出去，不租了。”懊悔的许飞恨不得抽自己一个嘴巴。对方很明显有临时起意的迹象，自己若是不嘴贱，是不是还能多蹭1个月的租金？这下好了，又要考虑寻找新租户的事了。不知道这回能不能找个妹子回来。无忧无虑的电竞王者突然就有了心事。一起前往附近早点店的路上，林叶萧同样在思考什么，偶尔还露出令人心里发毛的冷笑。不经意间目睹这一幕的许飞，不由暗暗替他担忧，这病怕是有些严重啊。董家煎包店，这家老字号的胡辣汤和水煎包的口味，在整个定阳老城区都是数一数二的，甚至有不少外地人慕名而来，专门为了品尝他家的美食。哪怕天色还很早，老店的大堂已经坐满了人，员工们更是忙得飞起，但依旧接待不过来。我要1碗胡辣汤，6个水煎包，1个茶叶蛋，1份小菜。点餐之后，许飞只能先拿号牌在2楼占座，然后再下来排队取餐。董家煎包，我怎么跑这里来了？林叶萧这才从心不在焉中回过神来，不由微微一愣。他本想在楼下附近的小吃摊随意吃碗馄饨就上去的，没想到下意识被许飞带到了这里。但来都来了，好像也没必要专门再跑回去，于是同样点了早餐，占座，再跟着许飞下楼取餐。只是整个过程中，林叶萧依旧分心思考着什么，不时自言自语着一些莫名其妙的词汇，偶尔回过神来，又会一脸感慨：啊，这就是普通人的日常，懵懂无知何尝不是一种幸福？没救了！多看了他几眼的许飞忍不住给林叶萧的病情判了死刑。这个悲催的扑街写手真的是写书写魔怔了。就在2人一前一后下楼时，意外突兀发生。林叶萧恍惚间一脚踏空，身体猛地失去平衡，从陡峭的楼梯上滚了下去，脑袋狠狠磕在坚硬的地板砖上，鲜血直流。没来及伸手拉住他的许飞傻眼了。短暂的死寂后，拥挤的早餐店一片哗然，还响起了几声女士的尖叫。怎么回事？有人踩滑摔伤了，快报警！先打120急救。看到接连有人掏出手机拨号，许飞这才回过神，赶紧跑了下来。楼梯虽然有些陡，但终究只有10几阶，应该不至于摔得太惨吧。事实似乎跟他想的并不一样。躺在地上的林叶萧气息微弱，一手捂着胸口，露出痛苦的神情。看到许飞靠近，他嘴唇动了动，想要说点什么，但一个字都没能说出来。很快便头一歪，看上去没了气息，半睁着的眼中只有不甘。与此同时，一张灰色气息凝聚成的神秘符箓从林叶萧身上悄然凝聚，随后犹如有实体一般飘落到许飞脚下。这是什么？一片混乱中，许飞下意识地伸手拾起这张符箓，打量了一下，准备还给对方。
但让他大吃一惊的一幕出现了，这张符箓竟然重新化作虚影，融入到自己的掌心中。整个过程没有任何异状和预兆，就仿佛这张符箓从未存在过一般。赶来施救的店员刚好也看到这一幕，下意识地揉了揉眼，以为自己看到了幻觉。但让许飞更惊讶的还在后面。当闭上双眼时，他很快觉察到脑海中多了一样东西，只需集中精力去回应那若有若无的联系，就能看到先前那张灰色符箓正悬浮在自己脑海中的空间。漆黑无垠，仿佛亘古不变的精神空间中，古朴的符箓屹立虚空中，周围萦绕着灰蒙蒙的气息，看起来神秘不凡。这是什么玩意？许飞呆住了。人生20多年来，头次见到这么不科学的事，一时间有种三观都被动摇的震撼。直到急促的脚步声惊醒了他，让开，都让开，急救车来了，早饭是吃不成了，人也没能救回来。许飞半天后才知道，原来抬上救护车之前，林叶宵就停止了心跳。经过鉴定，从楼梯上摔下来，撞破头只是诱因，真正的死因在于常年熬夜、缺乏运动等一系列亚健康生活方式带来的心律不齐，再加上昨晚的整夜通宵以及精神的极度亢奋，最终导致了林叶宵的猝死。这个结果让许飞内心的些许内疚彻底放下。若真是因为意外摔死，许飞觉得没能及时拉住他的自己，多少也有一点责任。既然真正的死因是对方作息不规律，那就跟自己没啥关系了。但这毕竟涉及到一条人命，后续还有不少麻烦。身为房东兼同行者，当天就有警员登门询问，还临时封存了林叶宵的遗产。登门的年轻的小警察告诉他，林叶宵父母双亡，自小在孤儿院长大，除了一个大学时候谈的女朋友外，没有其他亲朋好友，所以必须要等他女友来才能处理后事吗？许飞有些疑惑地说，法律上女友这种关系也能继承遗产吗？警察耸了耸肩，这并非遗产继承，而是债务清偿。啥意思啊？林先生的女友向我们出示了一张欠条，欠款的数额高达100万，经过验证，确实是林先生生前亲笔所写。第3章好像哪里不对，100万？许飞有点难以置信。不是小看林叶宵，就他这个扑街写手，点个外卖都要凑满减，泡面都不舍得加肠，看女主播从不送付费礼物，也没听说在炒股赌币，他凭啥欠人100万？小警察没回答，但脸上也有些显而易见的怀疑。奈何人都死了，也没有其他遗产继承者，警方自然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好在林叶宵的女友在这件事上很积极，很快便找上了门。随行的还有一个相貌颇为英俊的男子。这就是林叶宵的房间吗？也太邋遢了吧！穿着打扮还算时髦的网红脸女人站在房间门口挑剔地打量着，她的脸上看不出有多少伤感，反倒有显而易见的倨傲，甚至轻视。随行的男子则不以为然地说，小薇，姓林的就是个写小说的死宅，你能指望他的房间有多干净？好了，赶紧配合警官先生走一下流程，把值钱的东西都清点了，咱们晚上还有约，还有正经事要干呢。天哥，都听你的。女人撒娇地说着，走进屋里开始收拾东西。阿威，天哥，这有点耳熟的名字，以及两人那明显有些不太对劲的关系，让许飞想起了什么。片刻之后，他忽然一拍巴掌，小姐，你叫黄薇？正忙着翻东西的女人扭头看了许飞一眼，不满地说，骂谁小姐呢？你这人怎么说话的？许飞无奈，赶紧道歉，改口姑娘。对方这才不咸不淡地说，我是叫黄薇没错，你是这里的房东吧？怎么，林叶宵生前还跟你说过我的事？还是说他欠了你的房租没交？那倒没有。许飞笑了笑，转而看向略显娘娘腔的男子，那你就是赵天喽？那名男子一愣，如果说许飞知道黄薇的名字还情有可原，但自己又没来过这里，跟黄薇的关系也是最近才勾搭上的，相当隐蔽，这房东又是怎么知道自己名字的？难道是先前说漏嘴了？他一边回忆着黄薇进屋后说的话，一边疑惑的道，不错，我是赵天。许先生有事吗？得嘞，还真是您二位。许飞嘴角一抽，看向这对男女的眼神顿时有些微妙。话说回来，林叶宵这家伙的身世也够惨的，父母双亡，打小孤儿院长大，大学谈的女朋友也跟人勾搭上了，这人生际遇也是没谁了。咦，为什么这些遭遇看着有种莫名的既视感？没什么朋友，平日里也极少出门的林叶宵，又是怎么提前发现女友劈腿的？还有那张从他身上掉落的神秘符箓，一连串的奇怪之处让许飞忽然陷入思索。林叶宵其实没多少值钱的东西，随身携带的手机已经在早上摔坏了，稿费存在支付软件或者银行卡的账户中，估计也没多少，剩下的无非是一台笔记本电脑以及一个现代几乎用不到的钱包。至于剩下的生活用品、衣物等等，黄薇根本看不上，统统当成垃圾扔在了地上。陪同的年轻小警察看着这狂野的举动，
只觉得自己心里有100头草泥马呼啸跑过，但最终还是懒得说，全当没看见。正规的清偿过程当然不可能这么随意，但谁叫林叶萧连一位家属都没有呢？早点完事，大家都省心，回去还要忙别的案子呢。半个小时后，年轻的警官和黄威、赵天3人离开了。本就凌乱的房间被黄威翻找之后，简直乱得犹如猪窝。唯一还算整齐，被林叶萧重视的，大约是电脑桌旁边的一个书橱，上面整齐地摆着一些大神写的小说，还统统都是盗版的大部头合集。此外还有一些他自己写的小说大纲、剧情之类的设定集，分门别类的放在书架上。可惜这些东西黄威看都不看，在他眼中恐怕连那些当成垃圾的杂物都不如。哎，最后还得麻烦哥。许飞无奈地摇了摇头，提着扫帚和垃圾篓入场，开始清理剩下的垃圾。一番忙碌后，腰酸背痛的许飞看着焕然一新的房间，满足地吐了口气。打扫房间真不是人干的活，可该我休息一会了。这样嘟囔着，许飞扶着腰坐在电脑椅上，满意地打量着四周，目光无意间落在了电脑桌上方墙壁上贴着的一张便签纸条，上面孤零零地写着一个日期和时间：28日上午10点。林叶萧似乎非常重视这一天，特地用红色的中性笔在上面画了一个圈，还加了一个大大的感叹号，唯恐自己忘了。许飞下意识地看了一眼自己的手机时间，发现刚好是明天，前提是这个时间在本月内。明天上午。说起来，早上下楼吃饭的时候，林叶萧也说过，最迟明天搬离。这会是巧合吗？盯着这张便签看了片刻，许飞闭上眼睛，不出意外，再度看到了那张灰色的符箓。如果没有它，就算再多几十个巧合，许飞都不会相信那个荒诞的可能。可这张符箓真真切切的存在，并非他的幻想。有这个不科学的证据，结合林叶萧昨晚突然发神经闹出的动静，今早下楼时的反常举止，许飞能够合理的得出一个推测：林叶萧从未来重生到了现在。尽管这个推测一点都不科学，甚至堪称荒诞，但不得不说，在这个前提下，上面许多疑点都能说得通了。而这张灰色符箓多半就是林叶萧重生后的金手指，要不就是导致他重生的缘由。咦，这不就很多是网文小说主角的常见套路吗？先前的强烈既视感此刻再度浮现。林叶萧是孤儿院出身，所谓父母祭天，法力无边，再加上一位劈腿的前女友，说不定过2天还能买1送1，附赠一波退婚流，最后3年之期已至，恭请龙王归位。啊，这有那位了。就在许飞忍不住想吐槽点什么的时候，他的脸色忽然变得古怪起来。这位重生的男主角叱咤风云的人生还没开始就出师未捷，一脚踏空从楼上滚下来，摔死了，死了，最终便宜了自己这个只活在第1章充当背景的房东家。第4章，看来这是一本重生游戏文。淡定，现在还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林叶萧真的是重生者，只能说看起来有这个可能。那么假如这一切只是自己的臆测，那该如何证伪呢？另外，如果这一切不是自己的臆测，那这位主角拿到的剧本又是啥？鼓舞异能、灵气复苏、末世降临，又或者就是常规的都市文娱流？许飞又陷入短暂的沉思，但一时半刻并没有什么思路。对了，昨晚林叶萧刚重生的时候，激动之下似乎脱口而出喊了几句话，好像提到了什么游戏手册，名字叫某某之地的，总之是4个字，还提到了什么圣者、邪物。他绞尽脑汁地回忆着昨晚的话，虽然没能全想起来，但大致还是记了个七七八八。来自10年后重生到游戏手册的前一天，看来这是一本重生游戏文。许飞姑且做出了一个阶段性结论，而且这款未知游戏的手册时间可能就在明天上午10点。但这就有点奇怪了，从常理推断，能让一位重生者如此在意的游戏，必然是一款有轰动影响力、划时代技术的大作。但许飞自认也算一个游戏爱好者了，却没听到最近几天有任何大作要开测的消息。莫非这款游戏的开发商准备搞突然袭击？之前一直秘密研发，然后突然宣布开测，给玩家一个惊喜？感觉可能性不大。联想到自己脑中的那张灰色符箓，许飞又有了一个猜测，也许它不只是一款单纯的游戏。好在是真是假，1天后就能验证，这点等待的耐心还是有的。不过在这之前，他觉得自己有必要先去一趟医院。虽说那张不知道有啥用的符箓看起来并没有危险性，可能还是一位重生者的金手指，但它毕竟是一个未知的神异的玩意。这样一个东西飘在自己的脑海里，如果不做些必要的检查，许飞实在是放不下心。一场突如其来的小雨过后，天色黑了下来。去医院折腾了一个下午，白白扔掉了几千大洋后，做完了全套体检的许飞并没发现任何异常，他的头部和身体内不存在任何可疑的东西。而检查期间，许飞几次尝试用意念跟灰色符箓沟通，也都没得到任何回应，
仿佛符箓只是一个死物。对这个检查结果，该说是不出意外，还是不出意外呢？从医院走出来的那一刻，许飞呼了口气，甚至不知道自己该失望还是该庆幸。拖着疲惫的身体返回家中后，他没有打开往日里最喜欢玩的王者联盟，而是开始认真思考林叶宵这位疑似重生者的事。首先，经过一个下午的考量，许飞越发认为自己的推断是正确的，即林叶宵是一位重生者。其次，不管是想把握住未来先机，还是搞清楚精神空间内灰色符箓的来历，自己也都应该重视林叶宵透露的信息。抱着这样的想法，许飞打开了几个常去的门户网站和游戏论坛，开始寻找疑似林叶宵提到的游戏。但如同他先前所知的那样，一直找到深夜，也没看到任何符合条件的大作会在未来几天内开测的新闻。至于一些垃圾小作坊推出的换皮氪金手游，或者不知名的独立游戏，许飞不觉得他们会让一位重生者如此惦记，而且游戏的名字也无法完全对上号。失望之余，他知道自己只能等待了。一个辗转难眠的夜晚，上午9点50分，稍微有点黑眼圈的许飞早早坐在了电脑前，打开了能找到的几乎所有主流游戏网站和论坛，不停刷新着页面。虽说神色还算平静，对自己的推测也很有信心，但事到临头还是不免有些患得患失。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终于墙上的时钟指向了10点整。来了！就在许飞心中悸动之时，他听到自己的手机疯狂震动起来。不管是否有通知权限，所有的 APP 都犹如事先约好一般，一齐向他发出推送。电脑上登录的社交、杀毒软件、输入法和浏览器等等，也齐刷刷弹出一大堆弹窗广告，让他才买没多久的新电脑都出现了瞬间的卡顿。10年磨一剑，近乎完美的真实世界，全球首款虚拟游戏大作，真实度 99%。万年之前，世界大变，一个存在超凡力量的永夜世界。神器之地今日开启手册，戳此处链接进入虚拟网游神器之地官方论坛，点击预约即可获取限量手册资格。瞬间弹出的无数广告让许飞有些懵逼，他的第一想法是卧槽，这哪家的游戏厂商疯了吧？这得花多少钱啊？但下一刻，许飞猛然醒悟，不管是游戏名字和长度、时间节点，还是这夸张到超乎常理的宣发，都让他意识到这款神器之地极有可能就是林叶宵刚重生时提到的游戏。意识到这一点，他立刻顺着链接点进了游戏的官方论坛。游戏论坛的背景是不知从哪找来的图片，背景是一座被灰色雾气遮掩，看起来阴森诡异的村庄，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预约按钮。除此外，论坛界面没有任何多余的信息， UI 布局什么的更是超乎想象的简陋。如果不是有阵势庞大的宣发，说是某个独立游戏开发者的个人主页，都有人信。或许是这广告来得太多太突然，再加上许飞早有心理准备，反应神速，此刻预约人数一栏还是光秃秃的0。论坛下方的留言界面也近乎空白，孤零零地置顶着一个帖子。帖子的标题是神器之地手册相关事项说明，发帖者的 ID 是一片空白，不是4个字，而是真一片空白，什么都看不到。顾不上点开帖子查看具体内容，许飞眼疾手快点击了预约。系统提示：你已获取神器之地手册资格，当前预约人数1/50人，请尽快进行账号注册和资料完善。看到弹框出现，许飞松了口气，抢到了就好。但他仍旧不敢拖大，立刻点击确定，跳转进了账号注册界面。第5章，您也是985策划。注册界面出乎预料的简洁，只有账号、密码2项内容。许飞用单身25年的手速光速填完，选择提交，随后进入了最后一个环节，填写收件地址和联系方式，免费获取官方赠送的专属虚拟游戏仓。官方免费送游戏仓，许飞这时才注意到重点，这款神秘的游戏居然是传说中的虚拟游戏。卧槽，牛逼大发了！许飞惊了。虽说最近2年几家国际游戏巨头公司一直在嚷嚷，说是虚拟游戏技术取得突破，即将投入应用，但终究只是噱头，从没出现过哪怕一次实际演示，更不用说开放性测试了。很多玩家乃至业内人士都认为，距离真正意义上的虚拟游戏问世，起码还要5到10年，而且技术还未必成熟。可这款神器之地却，传说中的虚拟游戏时代，真就这么毫无预兆的降临了。难怪林叶宵对这款游戏如此重视。全球首款虚拟网游，影响力想不爆炸都难。至于仿真人工智能、真实度 99% 之类的宣传词，有没有可能是噱头？如果没有林叶宵重生，许飞肯定是不相信的。毕竟从端游、VR 游戏毫无预兆的一步跳到虚拟游戏，而且起步就是真实度 99%， 不管怎么看都不可能，除非是得到了什么外星黑科技。但人都能重生，自己脑袋里还有一张符箓，区区一款虚拟游戏，好像也就没啥大不了的了。
许飞当即填写了自己的地址和手机号，选择提交。恭喜，您已完成全部预约流程，快递发货中，神器之地将在今晚8点准时开服，欢迎体验。许飞缓缓打出了一个问号。上午10点开始宣传，当天晚上8点就开测。这家游戏宫的狗策划和宣发员工，莫非也是985毕业的？感觉多少沾点 NT。退一步讲，就算你们赶时间，非要当天宣发当天开服，你好歹先把游戏仓给我发过来啊！没有游戏仓，拿头玩你家的虚拟游戏。许飞一边吐槽着，一边点击确定，重新跳转回了官网论坛首页。虽然这款游戏看起来谜团重重，但无论如何，手册资格他已经抢到，可以不必着急，慢慢浏览论坛。由于全网宣发实在太过轰动，这么短短半分钟，官方论坛就从空无一人变成了人山人海。不仅预约按钮变成不可点击的灰色，下方留言区的帖子更是犹如瀑布般不断往下翻滚。眼神稍微差一点点的人，可能都看不清刚才刷过去的帖子究竟写了什么内容。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就冒出来一款虚拟网游？真实度 99%， NPC 全部拥有 S 级人工智能。这要是真的，我直播倒立吃奥利给。楼上的又来骗吃骗喝了。不会吧，不会吧，不会真有人相信一家默默无闻的游戏公司突然能研发出虚拟游戏的技术吧？呵呵，就连大名鼎鼎的动力风暴和 A 社对虚拟网游技术的研发也才停留在实验室阶段，这宣传就是在骗傻子呢。肯定是赚钱游戏，想想都知道不可能是真的。我点了预约，不是想知道游戏有多好玩，就是想知道花了这么大钱宣发的游戏究竟能烂到什么地步。真假且不论，游戏公司的宣传人员先死个马。正看着小电影呢，突然跳出来一堆破广告，差点没把我的3通小霸王卡死。大部分被引流进来的人都在对宣传中的虚拟游戏表示怀疑，但也有很多玩家在吐槽其他方面。这广告也太丧心病狂了吧！10点整的那一刻，我手机差点没变成震动器。啧，这宣发保守估计得几个亿吧？哪家公司这么有钱？操，你们手速怎么这么快？我就慢了几秒，点进来就只剩下10几个名额了，然后花了1秒看了一下论坛界面，最后10几个名额也没了，简直就是牲口。谢邀，刚下飞机，人在国外。这游戏的广告貌似不止在国内，而是全球同步宣发。没错，刚刚翻墙出去看了，西方社交媒体也刷屏了。一帮老外哪见过这阵仗，一个个都惊呆了。哈哈，预约资格很难抢吗？这玩意不是有手就行？截图，谁愿意转让资格？我可以出钱买，我出200，求够一个手册资格，有号的私信，骗子勿扰。还真有傻子愿意信啊！200块拿去吃顿好的，不比打水漂强。看着这些刷屏般的帖子，许飞越发理解林叶宵为什么对这款游戏如此重视了。才开始宣发就这种热度，等开服了，怕不是瞬间爆炸。就在他饶有兴致地浏览着论坛时，忽然想起什么，回头查看起官方唯一的置顶帖《神器之地手册相关事项说明》。点进去之前，他本以为里面的条款可能会跟其他网游的注册须知一样长篇大论，但进去后才发现条款超乎想象的简单。须知1，手册为不删档测试，共50个玩家名额，持续时间待定，期间不开放充值渠道。须知2，每个账号同时仅能创立一个角色，每个角色仅有5次复活机会，用完后再次死亡，当前角色将永久删除。须知3，手册玩家将免费获赠虚拟游戏仓和新手礼包1个，新手礼包仅玩家账号的首个角色可获得。虚拟游戏仓目前还未量产，是游戏公司给予手册玩家的特殊福利，因此不允许转让交易，否则后果自负，请务必注意。须知4，最终解释全归本游戏公司所有，一共4条，其他3条先不谈。许飞一眼便看到了须知3，不许转让游戏仓。想起刚刚看到的那些嚷嚷着收号的玩家，许飞不由替他们心疼了 0.1 秒，同时不免有些庆幸，幸好自己注意到了林叶宵的异常，并给予了足够的重视，不然的话他还真没有信心能抢到仅有区50个的手册资格。至于须知的其他内容，基本没啥可说的，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游戏对复活机制的限制，每个角色仅有5次复活机会，可以说是相当严苛。自己稍后玩游戏时，看来要尽可能小心一些，不能像其他网游那样随心所欲的冒险。第6章，传说中的手册开启。在许飞暗存的时候，他的手机忽然再次震动起来，收到了一封物流邮件。尊敬的许飞先生，您预约的神器之地手册奖励专属虚拟游戏仓目前已经配送完成，放在您的门外，请尽快查收。什么？送到了？许飞随意看了一眼短信，差点没从电脑椅上跳起来。从填写地址到快递上门，貌似还不到半小时吧？怎么可能这么快？带着几分不敢置信，
许飞3步并作2步冲到门前，果然看到了一台天蓝色的、充满了未来科技感的全虚拟游戏舱。足足愣了几秒，他才回过神来，试着推了推，发现这游戏舱还挺重，真不知道快递小哥怎么搬上来的。对了，快递小哥人呢？许飞顺着楼道的窗户往下看去，根本没看到任何人，也没在附近看到疑似快递小哥的配送车。就这么短短一会的功夫，人就不见了。而且这游戏舱一看就价值不菲，难道运送中不需要包装和泡沫板之类的减震材料吗？但现场却没看到任何多余的东西，有古怪。许飞脸色凝重下来。其他抽取到测试资格的玩家或许不会想太多，只是吐槽一下，但结合林叶萧重生出现在自己精神空间内的灰色符箓等情况，他确信这款神秘游戏大有问题，而且是天大的那种。神色变幻后，许飞最终还是决定先把游戏舱推进屋内再说。片刻之后，费了9牛2虎之力的许飞将这台沉重的游戏舱推到卧室墙角，插上了电源，确认指示灯已经亮起。他迟疑了几秒，决定先进游戏舱体验一下。掀开天蓝色的舱盖，许飞跨入游戏舱内，躺在了用料讲究、做工精细的真皮软垫上，还蛮舒服的。稍微调整了一下姿态，许飞满意的点点头，随后按照游戏舱内贴着的示意图按下了旁边的启动按钮。散发着柔和光芒的游戏舱顿时一片漆黑，许飞只觉得似乎有股无形的电流通过身体，旋即眼前亮了起来，五彩斑斓的颜色斑块不断浮现，几秒后幻化成了一道背景纯黑色的恢宏登录界面。站在登录界面的巨大门扉前，玩家显得格外渺小。同时，一连串的提示飞快从眼前闪过：人脸识别通过，精神频率验证通过，灵魂绑定完成，高维信息映射中，检测到服务器尚未开启，请耐心等待。伴随着提示，许飞面前出现了2个悬浮的选项框：退出游戏，官方论坛。果然还没开服吗？许飞也不失望，伸手轻触第2个按钮，在虚拟游戏舱内浏览起官方论坛，倒也是另一种新奇的体验。全球宣发的影响力果然够轰动。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多的玩家涌入论坛，注意到了这款横空出世的游戏，怀疑的、指责的、假意收号骗钱的、支持游戏公司的、呼吁官方发放更多预约资格的，以及大量看热闹不嫌事大的吃瓜玩家，在论坛里疯狂争吵，各种搞事。一时间，官方论坛里一片群魔乱舞的景象，甚至有人公然开车，而且车速极快，但官方却熟视无睹，根本没有任何管理人员出面。这不得不让玩家们对这家神秘的游戏公司感到奇怪和怀疑。但论坛的风向很快出现了变化，陆续有预约到手册资格的玩家像许飞这样收到了游戏舱，开始在网上炫耀：卧槽，竟然真收到了！发图发图，感谢策划爸爸，感谢快递小哥。一个论坛 ID 叫39天选第一个的玩家最先晒出了游戏舱的照片，炫耀意味溢于言表，隔着屏幕都能感觉到。也就几分钟后，又有一个 ID 位都是大鹏的瓜的玩家也发帖道：游戏公司效率啊，我提交了身份资料才1个小时，竟然就收到了货，这什么神仙速度？这2个帖子顿时在论坛中引发了狂澜。不是吧，你们真收到了？我现在再去预约还来得及不？老子真是草了！一帮人嘴上喊着是骗子，预约起来一个比一个快，总共50个内测名额，你们倒是留1个给我啊！尼玛，这么大动静的宣传，手册资格却只有50个，真的不是把玩家当猴耍吗？敢不敢多放几个玩家进游戏？实名羡慕，我也想要。好家伙，这科幻感十足啊！公测发售的价格怕不是几千大洋起步。游戏好不好玩先不说，就冲着游戏舱抢到资格的手册玩家都赚大了。我酸了，你们呢？上面发言的几位真的不是游戏公司的托吗？反正我不信，除非官方亲自给我发一个。狗头点 JPG。 随意浏览着这些沙雕网友的发言，不时回复几句，许飞只觉得时间流逝的飞快，不知不觉间天色便黑了下来。随意点了份外卖当晚餐，见墙上时钟的指针终于接近8点，许飞带着期待和一点忐忑不安进入了游戏舱。几次提前登录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后，在8点整的那一刻，恢宏的大门终于打开，欢迎进入角色登录空间。伴随着提示，他发现周围的风景开始急速演变，天空是灰蒙蒙的，看不到阳光，哪怕看上去是白天，整个世界依旧一片昏暗，仿佛褪了色的黑白老照片。透过枯萎诡异的树叶缝隙，可以看到不远外半山腰上的一座村寨。村寨入口前浸透了油脂的火把熊熊燃烧，火光照亮了昏暗。几名提刀背剑的武者正警惕地在四周巡逻，视线极远处的深色背景蒙着一层淡淡的雾气，什么都看不清。但不知道为什么，看得久了总给人一种莫名诡异的感觉，仿佛雾气深处有什么可怕存在似的。
站在这无比真实、让人心神震撼的背景前，许飞不由发出惊叹。纵然早就想象过所谓的99%虚拟现实会是怎样的感受，此刻亲身体验到，还是远远超乎了预期。平复一下心情，许飞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不能再登录界面待得太久，要早点进去抢占先机。他伸手轻触了面前悬浮的全新选项框，创建角色。随即系统弹出了一个新手引导说明。许飞仔细阅读了一遍，发现跟市面上的网游比起来，神器之地的角色创建过程相当简单。第7章登录。首先，虚拟游戏舱扫描一下玩家现实的身体数据，直接导入游戏角色，但允许玩家在一定范围内修改。然后确定姓名和初始降生点，就算创建完成了。对于外形，许飞有自己的想法。普通游戏肯定是越帅越好，但这款神秘的虚拟网游却未必如此。俊男美女的外貌在游戏世界里固然能获得一些优待，但太过俊美漂亮的话，可能会招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他仅仅是在自己原本的相貌上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平移，又整体下调了10%，然后便有了一副看起来陌生但又隐隐有些眼熟的英俊相貌，就很有代入感。姓名的话，许飞本想沿用王者联盟中的几个搞笑 ID， 但稍加考虑后，最终还是决定尽可能正式一些，于是用了一款手游中用过的赵一。赵是百家姓的首位，再配上1这个数字，寓意不言自明。接下来就是初始降生点了。手册期间，游戏只开放了一个新手村怀庄寨，所以初始降临点是默认的。许飞尝试了一下，确定无法变更后，就直接跳过了这个步骤。恭喜，角色创建完毕。随着系统提示浮现，许飞面前多了一道光幕，照映出刚刚创建完的角色。哪怕容貌下调了10%，身上穿着一件土里土气的布衣，依旧还是那么帅。不愧是我。稍稍欣赏了一番后，许飞不再迟疑，进入游戏。差不多同一时间，其他手册玩家也相继创建了角色，进入游戏中。坐落于白离河谷深处的怀庄寨，数十年来的平静自此被打破。短暂的黑暗后，许飞有了一种双脚踏上实地的感觉。环顾四周，他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座荒山的山脚下，周围则是一片枯萎的不知名树林。只可惜天色晦暗，山间又充斥着浓郁阴冷的灰色雾气，任凭许飞如何远眺，也只能勉强看清附近一小片空地上的情形，稍远一些便只能看到隐约的轮廓。这鬼天气！许飞忍不住抱怨了一声。这时，伴随着不断亮起的白光，其他手册玩家也陆续降临在空地上，让这片空旷的区域热闹起来。欢迎玩家登录神器之地。当前是手册 1.0 版本，一人降世。作为手册玩家的专属福利，在开始自由探索前，你将获得一份新手礼包和无碍交流功能，请注意查收。提示：默念系统或自定义关键词，可以打开虚拟游戏界面。许飞瞥了一眼同样在抱怨天气的玩家们，略一沉吟，决定先熟悉一下游戏的基本操作。当即按照提示默念了一声系统。下一刻，眼前浮现出一面半透明的光屏。光屏从左到右依次有4块界面，其中最左侧是玩家的角色面板。角色姓名：赵一，游戏年龄25岁，实力境界凡俗，体质 1.0 点，精神 1.1 点，掌握魔药无，当前状态正常，可复活次数5%次，压根没有什么攻击、防御、闪避、暴击等常见属性划分，整个角色面板就只有这么孤零零的几行数据，简洁到了近乎简陋的地步。许飞稍微扫了2眼，便掌握了面板上的所有信息。居于光屏中央偏左的，则是游戏的任务界面，目前空荡荡的，仅最上面有一个金黄色的任务：新手引导任务第1环，加入怀庄寨。任务内容：在天黑之前进入方圆40里内唯一的村寨，并获得怀庄寨的收留。任务奖励1点生命源。失败惩罚无，没有失败惩罚。许飞瞥了一眼这荒郊野岭，以及远处不时响起的令人心神不宁的野兽吼声，心道新手引导任务确实不需要失败惩罚，因为完不成任务的，就算不饿死，渴死在外面，夜里也要被野兽吃掉。宝贵的复活机会，如果开场第1天就浪费在这种日常小事上，传出去怕不是要被其他玩家笑死。居于光屏中央偏右的功能是系统的背包，背包的容积极小，仅有4×2共8格，下方还有一个醒目的负重条限制，显然太重的东西是没办法收进去的。此刻背包里已经有了一个用蓝色粗布包起来的包裹，仅仅是这个新手礼包就占据了其中4格容积。许飞轻触布包，选择了使用，得到了一把防身用的短刀，2包止血用的药粉，1摞巴掌大小不知道用什么粮食制成的灰色面饼，以及一个精致的长方形木盒。这就是玩家开局能够获得的所有物资，感觉有点吝啬的样子。
许飞尝试了一下背包的快速存取功能，心念一动，手上便多了一把短刀，再一动，短刀又瞬间消失，出现在背包中，看起来就像魔术一般神奇。进进出出，玩得不亦乐乎。好一会后，他才心满意足地停止尝试，查看起系统界面的最右侧。这里集成了一些辅助选项，其中最常用的有物品鉴定、好友栏、区域聊天栏、退出游戏等等。就在许飞初步掌握了系统用法时，旁边空地上不少手册玩家也大致熟悉了基本的游戏操作方法，正跟其他玩家交流着自己的发现，或者上蹿下跳地尝试种种丧心病狂的行径。头上顶着仗剑江湖4个绿色字样的男玩家就是其中之一。他努力破坏着附近一切能破坏的东西，包括不知名的植物乃至地面，似乎在试探这款游戏的物理引擎究竟能达到何种极限。名为汤师爷的玩家好奇地看着仗剑江湖的行动，顺带抒发着自己亢奋的心情。啊，这光，这草，这建模，什么才叫99%真实度的虚拟游戏啊？战术后仰。狂徒张三则满脸羞愧，收到游戏仓后我都还有疑虑，认为虚拟游戏是游戏开发商的噱头，万万没想到小丑竟是我自己。在游戏主播圈内小有名气，直接沿用了真人相貌的美少女玩家小西今晚吃啥，一边用系统附带的截图功能拼命截图，准备回去发到微博上，一边感叹我有预感，今天过后其他游戏公司可能全都要倒闭了。但最离谱的莫过于老哥传火部。第8章脱裤党永不缺席。这位健壮的肌肉男3两下脱掉了身上的布衣，随后努力想将仅存的4角内裤也脱下，可惜任凭他用了9牛2虎之力都没办法撼动那条单薄的内裤，坚韧程度堪比传说中的碳锡之壁，这让传火哥大感失望。游戏很完美，可惜无法脱裤。果然，就算是天顶星的黑科技也要受到这些约束。如此辣眼睛的一幕，自然少不了引来其他玩家的吐槽。出现了传说中的脱裤党，卧槽，变态！传火哥脸皮厚得像城墙，根本没有半点不好意思，反倒振振有词，连这都不能随心所欲，也配叫超高自由度的虚拟游戏？震声，脱裤党头顶青天！他的大声嚷嚷似乎惊动了灰色雾气中的什么存在。一株黑色的有点像芦苇叶子的草茎悄无声息地从雾气深处飘了出来，落在传火哥身前。还要开口说什么的传火哥表情突然僵住了，身体一动不动地停在了原地。怎么不动了？掉线了？狂徒张三疑惑地看着对方，不明白传火哥怎么突然没动静了。如果是传统网游，或许还可能是卡了，或者突然有事挂机，但这可是传说中的虚拟网游，难道也会卡？但下一刻他就知道传火哥为啥不动了。那株貌不惊人的黑色草茎突然活化过来，以异常锋利的叶茎边缘割破了传火哥的肌肤。接触到血液的那一刻，黑色草茎犹如一条黑蛇刺入传火哥的血管，飞快游到心脏部位，最终破胸而出。吸满了血液的黑色草茎看起来比先前略微大了一些，颜色也多了一抹妖艳的暗红，持续散发着邪异的令人心悸的气息。被这不可名状的气息冲击，玩家们恍惚间陷入了幻觉，只觉得自己眼前的一切都在扭曲撕裂，身体也失去了控制。几名意志比较薄弱的玩家甚至忍不住双腿一软，跌坐在地上，发出凄厉惊恐的惨叫。游戏做得太真实，让人忘我的沉浸其中，显然也不是全是好处。好在手册玩家中不乏胆大心细之辈，虽然同样受到惊吓，但很快便适应了这种精神冲击。别怕，这只是游戏。刷怪了，小心！咱们人这么多，怪却只有一个，怕毛线？大家一起上啊！他们的大声提醒让恐慌的玩家们稍稍冷静下来。没错，这只是一款游戏罢了，再恐怖的怪物也不会让他们真的受伤死亡。话虽如此，可黑色草茎展现出的种种诡异，还是让玩家们一时间无人敢动手，都只是观望。在现实中是职业电竞玩家，业余爱好也没少玩恐怖游戏的荧光，算是50名手册玩家中心态最稳的一个。见黑色草茎再次飘起，有发起新一轮攻击的迹象，当即招出系统赠送的短刀，挺身而出。大家先后退，让我试试。荧光自信地说道。之所以敢第一个站出来，一方面是对自己的意识和反应有信心，另一方面，除非游戏公司的策划乱来，否则新手村里的怪物能强到哪去？那黑色草茎再诡异，再怎么秒杀玩家，也必然有致命弱点。荧光老哥加油，小心啊！看到有人勇敢站出来，其他玩家松了口气，纷纷给他加油。那株黑色草茎似乎也感觉到了荧光的敌意，在空中无风自动，朝荧光飘了过去。有传火哥的前车之鉴，荧光可不敢放任这玩意靠近。他紧盯着草茎的动向，身体向左侧轻巧横移2步，刚好躲过他的袭击，并在黑色草茎从身边掠过的同时，举起武器反手就是一刀。
荧光的闪避和追加攻击的时机非常到位，有种行云流水般的流畅丝滑。然而，那黑色草茎看起来很单薄，用力一扯就会断裂，实则异常柔韧结实。荧光的短刀劈在草茎上，仅仅只切开了一道不起眼的口子。被激怒的黑色草茎顺势缠绕住荧光的武器，然后顺着刀身向他的手掌蔓延而来。这么硬，荧光以为他跟一些经典魂系游戏里的小怪一样，高攻脂肪，一刀就能劈死，完全没料到会是这个结果，不由愣了一瞬。就是这瞬间的错愕，让他没有立刻弃刀，也由此错过了仅有的一线生机。黑色草茎切断了他的手指，顺着伤口再度钻入血管中。短暂的僵直后，职业玩家荧光步上了传火哥的后尘，胸口犹如被利刃切开，绽放出血花，迅速失去生机。不到10秒时间，先后2名玩家阵亡。而再度吸满血液的黑色草茎并未收手，反倒意犹未尽地盯上了更多的猎物。还在为荧光的躲避而欢呼的玩家们，没想到瞬间就被逆转了局面，顿时一片死寂。无形的恐惧再次在人群中蔓延开来。这种诡异的怪物，真的是手册新人玩家能对付的吗？就在玩家们越发恐慌，甚至有人想强行下线的时候，半山腰上的怀庄寨终于有了动静。当当当，洪亮的警钟声中，寨门大开，一队全副武装的巡村队员拱卫着一盏用白纸糊成的灯笼，在一名中年壮汉的带领下，沿着陡峭的山坡迅速向山脚下赶来。领队的壮汉名为赵天歌，乃是怀庄寨巡村队的3大副队长之一，也是村寨里为数不多的一阶超凡者。凭借远超普通人的感知和听力，他最先听到了玩家们的尖叫。隔着数百步山路，又有灰色的雾气遮掩，赵天歌自然看不到山下发生了什么，但从声音中隐含的恐慌就能想象到，山脚下的人类应该是遇到了什么危险。若是往日遇到这种事，赵天歌不会轻举妄动。脱离村庄的庇护，灰雾之中危险重重，不仅游荡着无数诡异怪绝，就连时空都被灰雾的力量搅乱。昨天还是一片沼泽的地方，可能一夜过后就变成了一片危险的乱坟岗，亦或凭空出现一座几百年前离奇消失的城池，并在短暂现世后再度失踪。能发出人声的，未必就一定是人类。更不用说怀庄资源匮乏，地势也偏僻，方圆数十里内没有其他村落。平日里除了数月一趟的商队外，几乎没有外乡人出现。但这次情况不同。第9章超凡之力。出村之前，赵天歌已经提前得了谕令，知道村外有一批异人，所以才奉命下山迎接。莫非是遇到了灰雾中游荡的诡异怪绝？不好！想起谕令中的再三叮嘱，须得好生招待那些异人，赵天歌顿时心中一沉。坐不住的他当即示意手下尽快跟上，随后催动超凡之力，一个人率先从山上冲了下来。远超人类极限的身体素质，让他每一脚都能踏出数米，强大的力道甚至在坚硬的山路上留下一道细微的脚印。转瞬间便犹如离弦的箭，冲到了坡下的空地上。到了这里，他终于看清了场上的情形。数十名异人正惊恐地四下逃窜，地面上躺着2具正在缓缓消散的尸体，尸体在化作光点消散。换个时候，赵天歌或许对此很感兴趣，但此刻他的关注点几乎全放在自己来迟一步，2名异人已死的事实上。懊恼之下，赵天歌悍然开启了自己的超凡能力黑石化。这个能力来自黑石魔药，是怀庄掌握的2大下品魔药之一，也是怀庄在这片荒山野岭上的立足之本。只见他双臂、双脚和胸口部位同时被一层黑色的能量包裹，随即表面便多了一层硬度堪比钢铁的黑色石肤。若能将魔药完全消化，进阶到2阶超凡者，不只是四肢和胸口，全身每一处部位都能化作黑石，宛若传说中有金刚不坏之躯的罗汉。仗着这种强横的防御，赵天歌在玩家们最惊恐惶然时，犹如神兵天降般闪身入场，拦住了肆虐的黑色草茎。感觉到超凡者的威胁，黑色草茎立刻放弃了弱小的玩家，朝赵天歌发起攻击。然而看清草茎的真面貌后，赵天歌不仅没有闪避，反而神情狰狞地咧嘴一笑。只见他主动伸手迎向那黑色草茎，一把将它抓在手里。感受着铁钳般的压力，黑色草茎立刻卷向赵天歌的手指，但那锋利如刀的草茎却根本无法划破黑石化后的肌肤，反倒是赵天歌的五指用力一攥，那根在玩家眼中几乎无法匹敌的黑色草茎便被碾碎成了无数黑色残渣。回头看向呆滞震撼的玩家们，赵天歌嘴角微翘，随手将细碎的残渣扬到空中，傲然道：“我还以为是什么恐怖邪物，没想到区区陆星草也敢在我怀庄寨外杀人，找死！”这番霸气的话，碾压般的姿态，让玩家们一时竟然失言。直到一队急促的脚步声响起，才打破了寂静。随行的巡村队员们堪堪赶了过来，刚好看到自家队长负手望天的姿势，一个个不由狂翻白眼。哎，自家副队长啥都好，
就是时不时喜欢在外人面前犯病。认识的知道您只是一阶超凡者，不熟悉的看您这霸气外露的姿势，说不定还以为是哪位人族圣者亲临了呢。但玩家们不懂啊，见这位突然现身救援的 NPC 超凡者如此生猛，秒杀了能够秒杀他们的怪物，眼中不由异彩连连。高手啊！刚才那是过场动画吧？我就说新手村 BOSS 怎么这么变态，原来是有剧情杀。手撕了那个怪物可还行，这 NPC 太猛了！一群玩家们兴奋地叫嚷着，不知道谁先带头跑了上去，众人一拥而上，将完全没反应过来赵天歌团团包围。事实上，如果不是赵天歌没感到任何危险，也没从玩家们身上感觉到诡异怪绝特有的癫狂气息，说不定已经有玩家因为他们的轻率举动滚回去复活了。但即便足够镇定，赵天歌仍旧心怀迷惑。NPC 是什么意思？新手村鲍斯又是啥？赵天歌确信自己从没听过这种奇怪的语言，而且眼下这些艺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崇拜自己这很好，但举止未免也太放肆了吧。他甚至感觉到有几名热情的女玩家在动手动脚，关键很快摸向了自己的重点部位。困惑和羞恼之下，赵天歌忍不住看向手下，但10余名巡村队员心里的惊奇比他只多不少。忍无可忍后，赵天歌终于开口道：你们这些艺人究竟从何而来？然后他就看到将自己重重围住的玩家们又发出了一阵欢呼。哇 NPC 说话了，这哥们果然是个精英 NPC， 身上搞不好有任务链。咦，我居然能听懂他的话，而且毫不费劲。这就是系统提示里的无碍交流功能吗？我去，黑科技啊！这要是出个应用 App， 感觉现实里的翻译人员全都要失业了。没想到自己短短一句话居然让玩家更加混乱，头都被炒大的了。赵天歌被迫动用了超凡力量。都给我闭嘴！一声大喝，伴随着气势的外放，那种有若实质的威压顿时让玩家们感觉到强烈的压迫，连呼吸都有些困难。吵杂声瞬间消失了。推开身边的玩家，赵天歌这才松了口气，沉声说：接下来我问你们，选出几个领头的人回答，不许人人都插嘴，明白了吗？看到玩家们小鸡啄米般的连连点头，赵天歌收起气势，再次问了先前的问题：你们从何而来？又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但赵天歌显然还是太不了解玩家了。失去了气势压制，短暂的安分后，玩家们眼瞅着又骚动起来。他们争先恐后的想回答赵天歌的问题，博取 NPC 的好感度，浑然没将他的话放在心上。眼看情况不对，赵天歌一瞪眼，再度放出凌厉的气机，久久不收。这下玩家们彻底老实了，但嘴上说不出话，不代表区域聊天栏也不行。一些反应快的玩家早已默念系统，招出聊天栏，开始疯狂打字。这副双手食指对着空气抽风般点个不停的模样，落在对面的巡村队员眼里更加可疑了，一个个面色如土，简直就像是看到了一大群人形诡异。刀刀烈火，龟龟！被 NPC 眼睛一瞪，我就有种身体不听使唤的感觉，这游戏的体验也太真实了。狂徒张三，少废话，眼下咋办啊？ NPC 不让说话，仗剑江湖，还不是你们太过分了，把 NPC 给吓到了呀？钱多多，这个带队的 NPC 不可能一直这样，待会肯定还是会让说话的。当务之急是推出一个人，代表咱们跟他交流。都是大鹏的瓜，我来吧，我现实里就是做翻译的，感觉专业对口。仗剑江湖，那行，就瓜哥你出马吧。就说咱们是从外面逃难过来的外乡人，来这里寻求庇护，作为回报可以帮他们做事。王五，可以，我觉得这个说法不错。第10章灰色符箓的异动。看到玩家们连连招手示意，赵天歌有点不放心的继续等了片刻，直到有玩家都翻白眼了，才再度收起气势。呼！玩家们不约而同的长出了一口气。自告奋勇要代表大家交流的都是大鹏的瓜，站出来说道：我们从极远的地方而来，流落到这里，想要加入怀庄寨。他说的明明是汉语，但出口之后自动变成了口音极为标准，语法却很生硬的陌生语言，正是赵天歌他们使用的白离河谷区域的通用语。而后者似乎完全没注意到这些细微的不协调，继续跟大鹏的瓜交流了片刻，终于对这些突兀出现的艺人有了一些基本的了解。来自极远之地，尸体会消失是因为拥有特殊的复活能力，一些特别强大的诡异能够复活，这点赵天歌是知道的。但真的有人类也能复活吗？又或者艺人的名字里虽然有人字，看起来也跟普通人一样，但实际上已经不是人了。赵天歌对都是大鹏的瓜的说辞将信将疑，但不管怎么说，这伙艺人主动提出加入怀庄寨，对自己都是一件好事，此行的任务可以圆满完成了。当即对玩家们道：现在虽然是正午，灰雾的力量处于最低谷，但村外依旧有危险重重，不可久留。有什么问题，咱们还是尽快回村再说吧。说着，
他对身后的巡村队员们做了一个手势，10余名巡村队员奉命行动起来，很快分成3组人数相仿的小队，其中一队继续拱卫那盏不起眼的白色纸灯笼，仿佛它是什么无比贵重之物。另一队一字排开，从身上的布包里掏出一张张黄纸裁成的符箓，余下的成员则手持刀剑，在第2组旁边负责压阵。期间，玩家们在看稀奇的同时，也注意到了赵天哥刚才的话，现在居然是正午。开玩笑吧，这灰暗的天色，说是隆冬时的下午5点我都信，怎么可能是正午？灰雾的力量处于低谷又是什么意思？难道这山间的雾气有什么特殊之处？这个游戏的背景设定看来不简单啊。议论声中，10余名巡村队员们完成了准备。见状，赵天哥大声说道：“此符名为测鬼符，可以检测目标是否有被诡异附身。只要离开过村庄的人，返回时都必须接受检测。请各位依次上前，将符箓贴到身上，随便哪个部位都可以。通过测试者才有回村的资格。玩家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自觉地走上前来，开始排队。”见他们居然如此有序，正准备亲自弹压的赵天哥有些惊讶。这些来历神秘、能惊动青木寨3屠司的艺人，明明先前还毫无尊卑概念，现在却因为自己一句话就遵从秩序，不争不抢的上来排队，实在是让人有点费解。罢了，到底如此安排这些艺人，稍后自有上面的村长和队长操心，我这个副队长何必操那个闲心？想到这里，赵天哥又镇定下来，耐心等待检测结果。由于同时有4、5名巡村队员负责检测，期间又没有任何突发状况，很快在场的48名玩家就测完了大半。位于检测队列中间的许飞也终于从前面的玩家手中接过了测鬼符。他并没急于检测，而是先佯装观察了一下这张用黄纸和朱砂绘制成的符箓，同时暗中招出系统，使用了鉴定功能。在他的视线中，一团只有玩家能看到的氤氲光芒从符箓上浮现，上面有大量细小的文字。测鬼符，基础符箓之一，品相中品。同类符箓由于制作材料、手法不同，以及法力流逝程度等因素，其品相和威能也有相应差异。从低到高共分4个品级：下、中、上、极品。贴在身上可以检测目标是否遭到诡异、怪绝的附体和操控，仅对常见的低级诡异、怪绝有效。若测鬼符没有变化，证明目标无恙，否则燃烧的越快，代表附体操控的诡异和怪绝实力越强。注：由怀庄寨供奉的符师陈长老制作，蕴含的法力至多可存留2月。就在许飞手持着这张鉴定后的符箓，正查看属性说明时，他现实身体的精神空间内一直安静悬浮的灰色符箓似乎感应到了什么，微微震动起来，散发出神秘的波动。灰蒙蒙的气息一闪而逝，仿佛并未带来什么肉眼可见的变化。可游戏中许飞的角色却受到了真切存在的影响。橘黄色的符箓在他眼前仿佛瞬间被放大了10倍、100倍，每一处字符、花纹都被还原成最原始的密文，每一笔绘制时采用的技艺和手法也都了然于心，就仿佛他曾经1000万次绘制过一般。但这个过程实在太耗神，整个解析过程才完成了不到1/5，许飞就感觉头痛欲裂，有种连续通宵几天后的透支感。这种疼痛和虚弱迫使他从解析和感悟中退了出来。系统提示随即浮现：你掌握了基础符箓测鬼符的部分绘制方法，当前进度 17.3%。你触发了复制记忆符师的前置任务，若想获取该记忆，请在怀庄寨内自行探索相关任务线索。与此同时，许飞角色面板中的精神属性从原本的 1.1 点变成 1.1 点、0.9 点，临时降低了 0.2 点。系统的状态栏中也多了一个负面 buff： 精力虚弱，当前处于精神力透支状态，持续时间7小时15分钟。下线挂机休息或服用某些药剂可以加快恢复过程。注意到许飞的突然异常，旁边紧盯着他的那名巡村队员变得异常警惕起来。他握紧刀把，试探问道：“你没事吧？”被对方的话惊动，许飞赶紧强压下不适。他知道现在不是深究的时候，勉强做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将测鬼符贴到手臂上以作证明。等待了5秒，符箓没有任何变化。那名巡村队员这才放下心，握刀的手松开了一些，点头道：“可以了，下一个。”片刻之后，48名玩家全部通过了检测。测鬼符无意燃烧。虽说测鬼符仅仅只能检测常见的低级诡异，稍微特殊、强大一些的诡异和怪绝都有可能瞒过测鬼符的检测，但这个结果还是让赵天哥安心不少。他示意下属们收起符箓，护送玩家们回村。第11章，新手村初见闻。不知道是赵天哥展现的实力让玩家们很有安心感，又或者另有缘由，跟在队伍中，他们身体都有种淡淡的暖意，就连不远外的灰色雾气都少了几分阴冷压抑之感。逐渐放松下来的玩家们开始化身为好奇宝宝，
缠着赵天歌追问各种问题，其中尤其以先前袭击他们的那种黑色草茎最被大家关注。哦，那个叫陆星草，是怪蕨的一种。赵天歌一边走一边随口解释道，一旦被陆星草划破皮肤，接触到血液，它就会钻入人的身体，在心脏中重新炸出。除非是实力强大的超凡者，否则普通人一旦中招，必死无疑。那这种怪物实力强吗？有玩家忍不住追问道。强。赵天歌脸上露出古怪的神情，说陆星草在怪蕨之中算是最好对付的一种了，只要对它有一些了解，普通人遇到都有很大机会逃生。这玩意在志怪图鉴里是被标注为不入品级的。何谓不入品级？太弱了，没有特地评价的必要。什么？旁边竖起耳朵偷听的玩家们惊了。陆星草只是新手村外最弱的怪物，这玩意跟其他游戏里的史莱姆一个级别，难道真的是我们太菜了？感觉这游戏的难度有点离谱啊。人群中，许飞一边听着玩家们的话，一边分心琢磨刚刚的异常。一张鉴定后的符箓，为何会让自己突然领悟了部分绘制方法？是游戏手册还未完善，触发了什么 bug， 还是另有缘由？短暂的迷惑后，许飞想到了自己精神空间内那张灰色的符箓。不管从哪方面看，侧鬼符都没办法跟它相提并论。但除此外，两者在大小、指示乃至一些花纹和符号的特征上都有相当程度的近似，这不得不让许飞产生一些联想。或许这东西还真是林夜宵的金手指。不过现在它是我的了。就在旁边的玩家还在锲而不舍地追问赵天歌先前展现的超凡之力时，有玩家闲得没事，对着队伍中乱丢鉴定，忽然有所发现，心中一惊，在聊天栏里疯狂发言，提醒其他人快看那个白纸灯笼，居然还是个宝贝。被他提醒，包括许飞在内的玩家们下意识地看向那盏普普通通的白纸灯笼，并依言发动了鉴定。符灯，特殊物品，以符箓为灯芯，以特制的新柴为灯油，用出火祭坛的火焰点燃，可以一定程度阻绝灰雾的侵蚀，火光照耀下的人将不受时空错乱影响。注：荒野之上，灯亮人活，灯熄人亡。出火祭坛，灰雾侵蚀，时空错乱。这盏符灯透露的信息量实在有点大，让玩家们对神器之地世界多了一些了解的同时，也不由平添了更多的疑惑。尤其是手册玩家中的几个剧情党和设定党，更是两眼发光，心中的探究火焰熊熊燃烧。如果不是现在实在不适合下线，说不定已经有人把进游戏以来的经历编辑成帖子，发到官方论坛上，收获无数人的吹捧了。片刻之后，在寻村队员们的护送下，玩家们平安无恙地抵达了怀庄。到了这里，无处不在的灰色雾气终于消失了，仿佛被一道看不见的空气墙挡在了村外。这鲜明的界限让每一个玩家都印象深刻。通过大开的寨门进入村内时，不管是许飞还是其他玩家，还在恍惚中看到了一座古老的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祭坛。这换是一般的画面，只持续了短短一瞬间，随即便从玩家们视线中消失了。但身上那种愈发明显的暖意，却让玩家们意识到，刚才他们看到的恐怕未必是幻觉。你们都感觉到了吧？走在前面的赵天歌忽然开口，刚刚那个火焰祭坛叫做出火祭坛，可以驱散灰雾，庇护我们村庄，阻止诡异怪蕨入侵。但这仅限于正常情况下，一旦他们附体寄生到人类身体中，便有了瞒过出火祭坛感应的可能。所以在进入村庄前，每个外出的人都必须用测鬼符检测。可即便如此，依旧不足以保险。待会你们每个人都要在出火祭坛旁边待上1刻钟，以最大限度确保没有意外发生。诡异怪蕨究竟是什么？从进入游戏以来，玩家们已经多次接触到这个词，但始终没有一个具体的解释。此刻终于有玩家忍不住问了出来。这个问题让赵天歌脸上多了几分忌惮和凝重。他没有直接回答玩家的问题，只是谨慎地告诫道，不要随意谈论这个话题，陆星草之类的低级怪蕨也就罢了，一些不可知的存在，仅仅是念出，甚至是知晓他们的名字，都有可能被凭空招来。这么可怕？玩家们被赵天歌的话吓到了，但也有人将信将疑，觉得这位是在危言耸听，反驳道，可咱们现在在村子里应该没那么危险吧？你刚刚不是还说村里有出火祭坛庇护吗？村里？赵天歌冷笑道，青木寨的出火祭坛夜间火焰高10丈，一天消耗的新柴便足够咱们村1月用度。他们尚且不敢夸口无惧那些可怕的诡异，何况咱们一个小小村落？你们这些异人能复活，可能真的不怕死，但不要连累村里的其他人。这番厉声告诫还是起到了不少效果。玩家们虽然号称第4天灾，无所畏惧，但眼下毕竟刚进游戏，1枚装备2枚技能，复活次数也只有5次。知道 NPC 的态度，大家便从心的放弃了继续追问的打算，只是打定主意日后再暗中调查。小小的插曲过后，
队伍中的气氛略微有些僵硬。玩家们沿着碎石子铺成的小路，沉默地穿过一排排茅草屋和破败的院落。沿途偶遇的 NPC 村民也大都面黄肌瘦，神色愁苦。虽然暂时还不知道具体的游戏背景，但从进村后的见闻就能推测出，神器之地世界的生产力应该相当落后，可能还不如现实中的封建时代。再度绕过一片民居后，玩家们抵达了村子中央的空地上。空地面积很大，足以容纳1-2千人，地面用石碾压得平平整整，俨然犹如一座小广场。而这片空地的最中央，就是玩家们先前恍惚间看到的出火祭坛。第12章，能复活的艺人。祭坛用不知名的黑色石材构筑而成，不知道采用了什么粘合材料，又或者某种超自然的手段，让这直径超过10米的八角形祭坛浑然一体，就仿佛是整体开采雕琢的一般。祭坛的底座分别雕刻着象征天地玄黄的符号，以及大量玩家们辨认不出的奇异字符。而祭坛上方的方鼎之中，燃烧着终年不息的火焰。这火焰乍看上去就是一团普通的火红色篝火，在大鼎之中安静地燃烧着。除了不需要添加燃料外，并没有什么稀奇之处。可当玩家们下意识地多看几眼时，却发现那红色的火焰猛然间散发出一股奇异的吸引力，似乎在不断吸引他们的意识，让他们跟篝火融为一体。只是另有一股伟力牢牢保护着他们，让他们的意识始终没有真正离体。卧槽，这什么鬼？包括许飞在内，所有被吸引的玩家都又惊又怒。好在赵天歌及时注意到了玩家们的异常，动用了些许超凡之力，大喝道：醒来，不可再看！赵天歌的喝声打断了火焰的神秘吸引，让玩家们受到的影响迅速消散。直到这时，他们才感觉到强烈的危险和后怕。这出火祭坛上的火焰果然够邪门，不愧是能让灰雾和诡异都不敢靠近的存在。见玩家们双眼酸涩流泪，赵天歌知道他们应该无大碍，松了口气之余，忍不住责备道：非超凡者不可直视原初之火，否则必遭反噬。你们这些艺人不知道其他常识也就罢了，连这点都不知道吗？但玩家们还真就不知道，也难怪护送他们的巡村队员要么直视空处，要么干脆低头看地面，没有人敢肆意打量祭坛方向。注意到这个细节的许飞，先前还以为这是出于敬畏，没想到竟然另有原因。他心中一动，追问道：赵队长，若是直视这火焰久了，究竟会有何种后果？赵天歌见这帮艺人似乎真不知晓，皱了皱眉，解释道：故老相传，原初之火有着非凡之力，普通人胆敢直视火焰，时间稍久，轻者双目失明，重则神魂离体，迷失在天地间，变成白痴。神魂迷失，玩家们下意识地想起刚才那种邪门的感觉，愈发后怕之余，也不由多了一点怀疑。在他们的感觉到自己的意识明明是被牵引着飘向出火祭坛，就像是飞蛾扑火，只是被另外一股不知名的力量给定住了。这跟赵天歌所说意识迷失在天地间似乎有点微妙的差别，让人细思极恐。但不管怎么说，吃过一次小亏后，暂时没有玩家敢乱来了。你们就在这里待着，不要走动，更不可乱来，我去就回。见状，仍旧有些不放心的赵天歌再度叮嘱了一声，又跟手下交代几句，匆匆离开了。没了赵天歌的镇压，玩家们顿时松垮了下来，当即就有人不顾形象的往地上一坐，盘腿休息起来。也有玩家继续动用鉴定功能，好奇鉴定着附近的 NPC， 甚至是那座有些诡异的出火祭坛。当然，这次他们可不敢盯着一直看了，偶尔瞟一眼后便立即移开目光。只可惜鉴定出火祭坛得到的信息十分有限，绝大部分都是一堆问号。见鉴定功能不好使，有玩家蠢蠢欲动，试图直接上手，亲自感受火焰的温度。虽然赵天歌说了普通人不能直视这火焰，但他又没说不能闭着眼上去摸。这肆意妄为的举动，看得几名负责卫戍祭坛的武士眼角抽搐，忍不住想抽刀砍人。就在玩家们逐渐显露混乱本性的时候，出火祭坛的旁边突然亮起一道白光，随即一个熟悉的人影从白光中冒了出来，不是别人，正是最先被陆星草干掉的玩家老哥传火部。嗨呀，这新手村旁边的小怪也太强了，害老子啥都没干就掉了一条命。复活机制也很操蛋，居然还要等10分钟才能再次登，这是哪里？传火哥骂骂咧咧地打量着四周，发现上线的地点很陌生，不由疑惑地看向四周。短短几秒后，又一道白光冒了出来，荧光也在复活间隔结束后第一时间重新上线。不过他的意识比传火哥厉害多了，四下扫了一眼，立刻猜到这里是在新手村内。哟，终于复活了！虚拟游戏里被干掉到底啥感受啊？看到两人再次上线，几名玩家热情地招呼起来。荧光一边礼貌地回应，一边随口答道：能有啥感受？游戏系统削弱了痛觉，感觉心口一凉，然后就被系统踢回了登录空间。传火哥的说法也大同小异。然而
角色复活上线，在玩家眼中是稀疏平常的行为，不值得大惊小怪。但这一幕落在几名武士眼中，就是非常恐怖的事情了。凭空出现在村庄内，这是什么能力？难道是新出现的诡异种？出火祭坛居然没有反应！糟了！负责守卫祭坛的武士脸色惨白，双手死死握住武器，神经绷紧到极点。如果不是重任在身，不得离开祭坛半步，上线的荧光和传火哥看起来又跟正常人没啥差别，在那里有说有笑，没有丝毫要害人的迹象，他们说不定已经在恐慌之下溃逃了。这倒不是几名武士胆小，而是连出火祭坛都检测不出来的诡异，至少也是院级以上，根本不是他们能对抗的。留下也不过是白白送死。先前护送玩家们回村的巡村队员也注意到了这一幕，由于路上就得知艺人们能复活，有了心理准备。此刻他们虽然同样惊讶，但还能保持起码的镇定。这时终于有玩家发现了几名武士的异状，指着他们哈哈大笑：荧光老哥，快看 NPC 被你们的复活吓到了啊！各位别怕，我们艺人都是能复活的，每个人都有好几条命呢。放心，他俩不是怪物。在玩家们你一言我一语的解释下，武士们终于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最初的恐慌过后，他们看向玩家们的眼神很快变成了艳羡，甚至是热切。这些艺人居然人人都有复活能力，而且不止一次，简直闻所未闻。在这个人族衰微、诡异、怪绝大行其昌的时代，能复生的优势实在太大了。只要在修炼上小有天资，迟早都能踏足超凡，成为这方世界的人上人。如果自己也能成为艺人就好了。这一刻，不管是卫戍祭坛的武士，还是巡村队员们，忍不住都这样想到。第13章，新手引导任务。略显漫长的等待后，赵天歌的身影终于出现，身边还多了几个人。看到这位超凡者折返，等待的有些不耐烦的玩家们总算重新安分下来。江村长、周队长，他们就是那些艺人了。赵天歌指了指玩家，向其中2名随行者说道。说话的同时，他目光一转，刚好注意到了人群中刚上线的传火哥和荧光。果然能复活。赵天歌脸色虽然没变，但心里的翻江倒海可一点都不少。先前的将信将疑，这一刻被亲眼所见的奇迹彻底打消。随行者中身穿青色长袍、发须有些花白的老者，就是赵天歌口中的江村长。他眯着眼看着面前的50名玩家，自言自语道：先前老朽还怀疑他们为啥能惊动青木寨用出火传讯，原来是有能复活的神异之处。可青木寨远在几百里外，又是怎么知道这些异人降临的？奇哉怪也！出火祭坛除了有隔绝灰雾、抵御诡异入侵的作用外，还能跟一定距离内的其他出火祭坛共鸣，继而隔空交换一些简短的信息。只不过这种共鸣对出火祭坛的损耗极大，每开启一次都要消耗足够出火祭坛燃烧数月的新柴，而且这还是最低限度的代价。倘若开启时间稍长，消耗还会大幅增加。正因为有如此严重的限制，除非遇到什么生死存亡的大事，否则没有哪个村庄势力会随意通过这种方式交换情报。这次异人将士，青木寨可谓是破例了一回。对村长的问题，赵天歌也不知道如何回答。他将先前救援玩家们的经历赘述了一遍，然后说：情况就是这样，咱们该怎么安置这些艺人？周队长看着这些举止跳脱、看向自己的眼神中毫无敬畏的玩家，心里本能的有些不喜，故作沉吟道：安置3、5人不难，可一下来了这么多人，就不太好办了。咱们村的粮食向来不太够吃，盐也全靠买，眼下突然多了几十张嘴，只怕……江村长想了想，说：粮食方面不用担心，青木寨那边在传讯中说了，会额外安排一支商队，月底前就能赶来，所有艺人的吃穿用度都由他们承担。周队长一愣，还没说话，赵天歌反倒先开口了：当真？太好了！作为提供庇护的代价，青木寨每年都要向怀庄摊派一大批物资，让条件本就艰难的怀庄寨村民雪上加霜，必须缩衣节食才能勉强凑齐。没想到这一次青木寨竟然如此大方，欣喜之余，赵天歌也不由大感意外。周队长则勉强点点头，道：好吧，可就算吃穿用度不成问题，那住处呢？江村长继续说：老朽记得咱们村里还有几座闲置的旧院子，挤一挤的话，安置20、30人应该不成问题。至于剩下的人，这位发须花白的老村长还在思索。玩家仗剑江湖已经从人群中钻了出来，嚷道：我们对住所没什么要求，打地铺都行，实在不行的话，给我们工具，让我们自己盖，在虚拟游戏里自己盖房子。这个提议瞬间引得不少玩家动心，尤其是一些喜欢建造、经营类游戏的玩家纷纷出言赞同。对，我们自己来，不劳各位，只要发个任务，借点工具就行了。鄙人不才 ，MC 10年骨灰玩家最拿手的就是建房子了。江村长没料到
这些艺人们如此好说话，怔了怔，便顺水推舟答应下来。既然如此，那便这么说定了。不嫌弃条件简陋的，可以自建房屋，村里给提供工具和木料。其余艺人可以先去旧院子将就一下，日后有条件再换新房。这番话立刻引来了玩家们的欢呼。好耶！进游戏当天就免费分房，这就是虚拟游戏吗？爱了爱了！狗策划今天晚饭加鸡腿。当然也免不了有人吐槽，卧槽，现实里当土木狗，进虚拟游戏还要重操旧业，爷吐了。但吐槽归吐槽，那家伙的神色同样跃跃欲试，显然并不是真的不爽。见玩家们似乎很兴奋的样子，赵天哥和旁边的巡村队员们虽然难以理解他们的情绪，但多少被艺人们展现的活力感染，一个个面露微笑。江村长更是趁势宣布道：入村到现在，出火祭坛还没示警，看来你们的确无恙。各位远道而来的艺人，欢迎你们加入怀庄寨。话音落下，在场的所有玩家收到了新手引导任务完成的通知，恭喜你成功加入怀庄寨，获得任务奖励1点生命源。阵营系统开启，当前声望怀庄友善。注：生命源是一种精粹的能量结晶，可用于快速提升人物属性，加快魔药的消化，掌握速度。可通过任务奖励、击杀诡异怪绝、使用某些特殊道具等方式获得。没等玩家们看完通知，他们紧接着又收到了新任务：新手引导任务第2环，修建个人房屋。任务内容：在2天内修建获取一座个人房屋，充作休息和下线点。任务奖励1点生命源。失败惩罚5。居然还是连环任务。本就对此颇为热衷的玩家们，在任务的激励下，顿时更加劲头十足，当场就嚷嚷着要村长给提供工具，划分宅基地。江村长对此自无不可，于是很快命人安排起来。怀庄寨位于半山腰上，空余的土地并不多，好在有1/3的玩家对住处并不是太介意，选择去旧院子落脚。而另外2/3玩家的要求也不高，有个单独的房间就行，不需要独门独院。初步统计后，江村长发现仅仅村西头的一块荒地就足以满足玩家的需求。随着工具、木料的就位，很快怀庄寨变成了一片热火朝天的建筑工地。许飞算是那1/3玩家中的一员。自建房屋听起来好像很有趣，但仓促间修建的茅草屋，居住条件多半不会太好。旧院子或许脏乱一些，但打扫干净后，住起来反而会更舒适。何况在意识到神器之地不简单后，许飞早就不将它当成普通游戏看待了，而是更加严肃认真的对待。相比于将时间浪费在这些小事上，他更在意如何快速提升实力，继而尽快从新手村毕业，探索这个世界的真相。第14章木盒中的道具。1刻钟后，许飞跟另外3名玩家在一位名为沈灵的 NPC 少年领路下，来到了村西南一处略显破败的院子前。透过结了蛛网的门缝往院子里看，可以看到里面杂草丛生，应该是有些年头没住人了。但别管表面有多荒废，院子的布局和规模可不小。光青砖盖成的堂屋就有3间，还有东西厢房和柴房。不管怎么看，都不像普通村民能住的。看来咱们的运气不错啊。许飞打量几眼，脸上有些意外之喜。他虽然对住处不怎么介意，但能分到一处条件好的，何乐不为呢？几位的运气的确不错。身材精壮的引路少年忽然插口道：这里之前是村里一位超凡者的家，可惜5年前不幸牺牲。他本人没有子嗣，之后村里又一直没有新的超凡者诞生，这院子才闲置下来。都是大棚的瓜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问道：是因为遇到了诡异怪绝吗？超凡者也会牺牲？这个问题让沈灵苦笑一声，说：在普通人眼里，超凡者可能非常强大，但在那些无解的诡异眼里，超凡者也无非是大点的蝼蚁。过去10年中，我们怀庄最多同时有7位超凡者存在，可即便算上期间相继新进的2位，如今也只有5位超凡。也就是说，10年里9个超凡死了4个。如果刨除游戏的因素，这个牺牲比例还是蛮吓人的。另外2名玩家中，名为玄冥三老的男玩家忍不住感叹道：超凡者原来是这么危险的职业吗？沈灵叹气道：其实最近这10年，灰雾的力量还是相对沉寂的，主要是5年前那次出了意外，结果一战就牺牲了2位，且重伤了1位超凡。唉，说到这里，他似乎被勾起了什么惊惧的回忆，再也没有了说话的兴致。帮4人分了房间，又安排人送来了被褥、桌椅和清理工具后，便闷着头离开了。目送对方身影消失，大棚的瓜忽然开口道：听这位的意思，灰雾的力量还是有周期的，有些年份沉寂，有些年份活跃，我开始替这个世界的 NPC 们担心了。他的话虽然没说完，但几名玩家都理解他的未尽之意，很快笑了出来。玩家们第4天灾的名号可不是白叫的，他们一来，不管原本多和平的世界，恐怕都要遭难了。什么战争、
瘟疫、邪神、上古魔物、深渊恶魔、异星虫族、虚空生物，非得把能整的版本轮番来上一遍，元气大伤、满目疮痍的游戏世界，恐怕才能迎来最终的和平。同理，放到神器之地，玩家们不来，灰雾力量可能会继续沉寂下去。但从手册开启的那一刻开始，距离灰雾活跃期到来，恐怕就进入了倒计时。没办法，套路虽然老，但正义的玩家们就吃这一套，并且乐此不疲。替 NPC 们操那个心干啥？左右不过是一堆数据罢了，就算这是虚拟游戏也一样。玄冥三老大大咧咧地说着，从他的轻松神色就能看出，这无疑是他的真实想法。许飞知道，在意识到这款游戏的特殊前，这个想法或许代表了绝大多数玩家的主流观点。游戏吗？不就是给玩家们玩的吗？大鹏的瓜倒是微微挑了下眉头，似乎并不完全认同玄冥三老的话。但大家毕竟不熟，他也没争辩什么，只是招呼起几人，准备先将院子打扫清理一番。手册期间，这里多半就是他们的家了，太脏乱的话，住着也糟心不是？无论如何，随着许飞等人各自确定自己的房间，第二环新手任务宣告完成。再度领到一点生命源的同时，四人紧接着收到了新手引导任务的第三环，也是最终环。新手引导任务中，生存和起步。任务内容：你已经加入了怀庄寨，这里的村民愿意为艺人们提供吃穿用度。然而，仅仅满足最低的生存需求，对玩家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尽快在怀庄内找到一份工作，获得立身之本。提示：完成此任务有战斗和生活类两种方式，玩家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做选择。任务奖励1点生命源，失败惩罚无。之前2环任务都有明确的时间限制，再加上陆星草袭击等事件，让玩家们莫名有种紧迫感，急于去完成任务。最终环任务就不同了，一方面玩家们已经在怀庄寨内落了脚，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另一方面，这个任务没有实现，玩家们可以不受约束，完全根据自己的意愿行事。这种情况下，许飞跟大鹏的瓜、玄冥三老等人随意讨论几句，便不为所动，继续打扫起自家的宅院。一番忙碌之后，陈旧的院子总算焕然一新。看着大扫除告一段落，自己分配的任务也完成了，玄冥三老和另外那名玩家红烧排骨迫不及待地丢下扫把和抹布，兴冲冲地去探索这座新手村了。他们挨个骚扰看到的每一位 NPC， 尝试能不能触发任务和剧情，同时偏执地打开，破坏着任何找到的箱子和罐子。一时间，整个怀庄都被搞得鸡飞狗跳。都是大鹏的瓜则趁机下线，将游戏中的见闻和截到的图片整理之后发到微博、神器之地官方论坛上，很快吸引了无数没抢到手册资格玩家的关注，狠狠掐了一波流量。许飞也想出去探索这座灰雾中的村庄，只可惜他身上还挂着精力虚弱状态。为了不被强制下线，他只能在自己的房间里挂机休息，顺带盘点一下进入游戏以来的见闻和收集到的零碎情报。情报方面，由于见闻有限，其实没太多可整理的。不过许飞很快注意到一件事，系统发的新手礼包中，除了防身用的短刀、止血药粉和食物外，其实还有一个精致的木盒。由于打开礼包后，很快就发生了陆星草袭击、赵天哥赶来救援等一系列事件，他到现在还没来及查看那个木盒呢。想到这里，许飞当即将木盒取出，打开之后，里面出现了一张黑色符箓和一个墨水瓶大小的暗红色瓷瓶。又是符箓。许飞先将瓷瓶拿起，打量几眼后放到一旁，然后小心地观察起盒底的符箓。第15章，对金手指的验证。这黑色符箓不知道用什么墨水绘成，散发着一股混杂了血腥味和辛辣草药的味道。符箓的正面绘着一只许飞不认识的怪物模样，头部有点像龙，下半身却有点像牛，背面则印着大量古怪的花纹和字符，充满了神秘的意味。多打量几眼的话，还会隐隐有种头晕的感觉。许飞正准备鉴定这张符箓，忽然想起什么，停下了举动。先前解析测鬼符的后遗症，到现在还没消失呢。万一这次也出现异常，该怎么办？正迟疑时，许飞忽然回想起一个细节，触发解析的因素或许并非只有鉴定这一个举动，手持那张测鬼符可能也是因素之一。如果自己鉴定一张符箓，却不亲手碰触它，还会触动现实精神空间里的那张灰色符箓吗？还有一点就是，这种解析掌握符箓绘制方法的能力，如果真是林夜宵的金手指赋予的，那他没道理不受控制，只能被动触发。或许自己可以冒些风险，尝试主动掌控这种能力的开关，大不了就被踢下线一次，反正现在挂机休息也干不了什么。想到这里，许飞下定决心，他将这张黑色符箓放到桌上，退后几步，隔空使用了鉴定。氤氲的光芒中，符箓上浮现出了一段属性说明：仪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特殊符箓。符箓中封存了一种简化版的超凡仪式，普通人也能使用。品相：上品。
在暗夜和白夜交接之时，将固化符箓贴于胸口，并服下蛮牛之血，可以激活仪式，获得堪比一头蛮牛的体质。由于该仪式经过大幅简化，玩家获得的强化效果将拥有较大限制。限制一：仪式仅对非超凡者有效，但玩家成为超凡者后，已获得的强化效果依旧保留。限制二：仪式的强化效果无法突破凡俗的极限，10点体质。注：手册玩家专享福利。果然没事。鉴定完成后，许飞凝神等待了几秒，什么都没发生，心中顿时一松。但仅凭一次不完善的尝试，还不能贸然下结论。毕竟先前的异常可能只是游戏手册不完善导致的 bug， 也可能自己脑中那张灰色符箓刚好跟侧轨符对应，对其他符箓无效，甚至不排除灰色符箓的解析能力是一次性的，只能解析一种符箓。原因可能有很多，还必须再做更进一步的确认。这样想着，许飞深吸一口气，一边集中精神，努力感应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一边走到桌边，伸手触摸到了那张黑色的仪式固化符箓。轰！伴随着一道无形的精神层面的轰鸣，异象再次出现。跟先前的侧轨符一样，这张仪式固化符箓也被放大到极致，每一个符号都清晰可见。但这一次，许飞早有准备，在异常出现的瞬间，精力开始急速消耗前，就主动向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传递了暂停解析的意念。下一刻，微微震颤的灰色符箓恢复了平静，许飞眼前的异象也随即消散，恢复了正常。你掌握了特殊符箓仪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的部分绘制方法，当前进度 0.28%。你主动中止了解析过程，检测到你已经触发了复职记忆符师的前置任务，请在怀庄寨内自行探索相关任务线索。由于停止的及时，状态栏中的精力透支虽然被加重，但只额外延长了16分钟，比直接被踢下线的最坏结果好很多。检视着新出现的系统提示，许飞心中大喜。这次试验后，他可以确定脑海中的灰色符箓就是重生者林夜宵的金手指，而且它是可以被主动控制的。有了在游戏中崛起的依仗，许飞自觉底气大增，将仪式固化符箓重新收进木盒。它的属性中明确写着，必须在暗夜和白夜交接之时发动。许飞暂时还不确定所谓的暗夜和白夜跟自己想的意思是否一致，但这个仪式有严格的时间限制，不能乱来，这点是毋庸置疑的。至于那个墨水瓶大小的暗红色瓷瓶，里面装的想必就是配套的蛮牛之血了。稳妥起见，可以等其他星级的玩家先举行仪式，从他们那里获得经验心得，顺便将这张符箓的绘制方法一并解析了，再亲自使用也不迟。这样想着，许飞将蛮牛之血一并放回木盒，重新收入背包中。接下来继续挂机休息，期间下线吃了顿午饭。在进入游戏近8个小时后，许飞终于等到了面板的精力虚弱状态结束。坐牢结束的他欢呼一声，当即也迫不及待离开房间，在村内自由探索起来。怀庄寨的面积并不大，或许是出于便于抵御诡异入侵的考虑，房屋之间修建的普遍比较密集。但正因此，这座新手村的实际人口比很多玩家的第一印象要多，估计能有个300-400户。考虑到游戏的背景和怀庄落后的生产力，压根没有什么计划生育的说法，一户有6-7口，甚至10几口人都是有可能的。这样算下来，新手村保守估计有2-3千 NPC 村民，堪比现实中一些偏远地区的小镇，但能拿得出手的数据也就只有人口了。除此外，怀庄的其他各方面都惨不忍睹。整个村仅有一个小卖铺性质的商店，出售的商品数量十分有限，主要以日常用品为主，而且几乎没有货币流通，都是以物易物。这里的物主要指的是硬通货、粮食。而除了这家小卖铺外，村里就再没有任何其他商铺，作坊了，更没有任何娱乐和消费场所，诸如酒楼、茶馆、旅店、钱庄、布店等等，想都不要想。仅仅是走马观花的逛一遍，许飞都能想象得到怀庄村民的日常生活究竟有多单调枯燥。除了干活就是吃饭睡觉，搞不好比中世纪的农奴还惨。农奴们被压迫了，至少还能逃亡，能在外面当强盗。但这可是诡异怪谲横行的世界，脱离村落的保护，陷入灰雾中，只有死路一条，想逃都没法逃。除了观察一番村里的民俗状况外，许飞还有一些其他发现。第16章符师复职，大有可为。怀庄中绝大部分地方都是民居，少数有火光照耀的地方开辟出了一些菜田，种了一些不知名的蔬菜，只是产量很低。但除了这些民居和菜田外，还有3处区域是有 NPC 巡村队员严密守卫的，纵然是不受拘束的艺人，也不许随意进入闲逛。其中一处是村里的公库，存着粮、油、食盐等生活物资，事关所有村民的命脉，不许玩家靠近，倒也很好理解。另一处禁区位于村北面，面朝山下，这里是巡村队的驻地，里侧还有一片数百平米的空地，充作训练场。跟昏暗的民居区域比起，
这里很奢侈的点着10多根火把，甚至还有2个大火盆，噼里啪啦燃烧着木炭，由此成为怀庄寨里最光明的区域之一。隔着木质的栅栏往里眺望，许飞还在训练场上看到了6、7位普通巡村队员，正卖力地修炼着武学。其中一人精赤着上身，浑身的古铜色肌肉充满了爆炸性的力量，轻易地将几百斤重的石锁上下抛举，疑似是这些巡村队员中最厉害的一位。那举重若轻的姿态，看得许飞眼睛发直。若没猜错，玩家获取超凡力量的路子就在这巡村队的驻地中了。除了许飞外，其他玩家显然也注意到了这里。光在附近观望等待机会的玩家就有不下10人。不过巡村队驻地在3处进入区域中还不是最神秘的，最后一处禁区位于村庄中央，距离出火祭坛不远，占地面积足有整个村庄的1/10，却仅仅只修建了2座跟怀庄画风严重不相符的奢华宅院，以及一座看不到门窗的奇怪2层石楼。许飞试图靠近看个究竟，不出意外被守卫的武者直接拦下了，并被厉声告诫前方是2位符师长老的住所，普通人未经允许不得过去打扰。符师，几乎是立刻，许飞就想到了测鬼符属性说明中的那条备注，由怀庄寨供奉的符师陈长老制作，蕴含的法力至多可存留2月，以及自己先前触发的符师复职前置任务。从这超乎规格的待遇来看，符师的地位在怀庄寨很高啊。村长、周队长等人的家虽然占地面积同样不小，明显比普通村民豪华许多，但也没夸张到这种地步，更不至于专门划出一大片禁区。种种优渥待遇让许飞有些异动。符师复职大有可为啊！那位重生者林夜宵是不是也准备利用灰色符箓的特殊能力，走符师这条路线呢？神器之地手册的第一个白天就在玩家们熟悉怀庄、收集各种情报中悄然度过。而神器之地那蛮不讲理的全球宣发，以及首款虚拟游戏展现出的恐怖技术实力，也在第一时间惊动了很多游戏乃至相关产业的互联网巨头。他们疯狂调动各种资源，试图找到这款游戏的开发商。就连一些大国的官方势力都被惊动，开始关注这款横空出世的游戏，甚至秘密展开调查。但无论他们如何调查，都没能发现一丝一毫的线索。别说确定服务器的地址了，就连入侵游戏官方论坛都做不到。似乎这家游戏公司的黑科技已经远远超越了人类当前的技术，达到了匪夷所思的水平。这注定是一个让很多人失眠的夜晚。当天深夜下线之前，许飞特地再度拿出了蛮牛之体仪式固化符箓。先前精力虚弱的状态栏中有说明，下线期间也计算时间。为了充分利用游戏时间，他自然不会错过这个机会。很快，异常再现。这一次，许飞没有再阻止灰色符箓的解析过程。你掌握了特殊符箓仪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的部分绘制方法，当前进度 7.8%。检测到你已经触发了复职记忆符师的前置任务，请在怀庄寨内自行探索相关任务线索。强忍着熟悉的头疼和恶心感觉，许飞检视着系统提示。同样是耗尽精力，仪式固化符箓的单次解析度只有 7.8%， 远低于测鬼符，想来绘制的难度也更惊人。不过这也正常，一个是直接赋予力量，一个仅仅只有检测效果，哪个品阶更高可谓一目了然。此外，他的状态栏中也重新出现了精力虚弱这个负面 buff， 而且这次持续时间更长，高达8小时20分。刚好是一个夜晚的时间吗？许飞轻揉着太阳穴，确认没有新变化后，当即退出了游戏。游戏中消耗的精力似乎对现实中也有同样的影响。过度的疲惫让许飞退出游戏后，就直接在舒适安静的游戏舱内陷入了深度睡眠。天色大亮，习惯了熬夜并拥有轻度失眠症状的许飞，久违的睡了一个好觉。简单的洗漱后，自觉很有精神的他动身前往了常去的董家煎包店。2天前的林夜宵之死似乎并未对这里的生意造成影响，依旧是座无虚席。用花生仁、面筋、豆皮、海带等烧成的胡辣汤，加上1勺香醋，再滴上几滴香油，味道绝赞，让人看着就胃口大开。炸得金黄酥脆的油条和水煎包，吃起来也酥香可口，搭配着清脆酸爽的腌黄瓜和切成细丝的小咸菜，许飞美美饱餐了一顿。随后溜达着回到家中，不急着登录游戏，先浏览了一下官方论坛。经过1天的发酵，今天的游戏论坛热度更加吓人，不知道有多少玩家关注。好在拥有手册资格的玩家，论坛账号后面会有标识，筛选机制中也有相关标签。但实际上无需许飞主动筛选，但凡手册玩家发布的有一定干货的帖子，下面都有大量玩家回复，导致这些帖子始终处于被人工置顶的状态，一眼就能看到。花了些时间浏览后，许飞果然获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结合昨天自己的探索，他对游戏背景和世界构架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据说神器之地的世界辽阔无边，幅员不知几百万里，但这方天地却在万年之前
因为一场可怕的灾难陷入了永夜时代。自此以后，灰色的雾气终年笼罩着大地。第17章，原石矿。灰雾之中，危险重重，常有时空错乱发生，更有诡异怪绝游荡。纵然实力强大的超凡者，也难以在其中长久生存。唯有出火祭坛的力量，才能隔绝灰雾，抵御诡异怪绝的入侵，让人族得以苟延残喘。由于看不到日月星辰，自然也就没有普通意义上的白天和黑夜。但人类终究还是要有作息的，于是便将永夜时代按照原本的白天、黑夜对应划分成了白夜和暗夜。对买不起计时工具的怀庄村民而言，唯一可以判断时间周期的就是村子中央终年不息的出火祭坛。如果是白夜期间，灰雾的力量消退，火焰会平静不少；若是暗夜到来，灰雾处于活跃期，这个大火堆就会燃烧得更加猛烈，放出的火光连村子边缘都能勉强看到。此外，游戏里的时间流速跟现实大致相仿，白夜和暗夜交替的间隔也跟现实中的一天相差无几。看来其他手册玩家很给力嘛，不到1天时间就探索出了这么多东西，不错，值得勉励。发了条留言，对发帖者的无私分享行为表达了感谢后，许飞关掉论坛，登录了游戏。远处的火光透过窗户缝隙照映进来，稍稍驱散了屋内的黑暗。虽说经过昨日扫除，屋内依旧有股淡淡的霉味，而且空荡荡的，只有几件简陋家具，但它终究是属于自己的房间。许飞满意的转了一圈，这才想起什么，打开系统面板。不出意外，经过一夜的下线休息，精力虚弱状态再度解除。对他来说，这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利好。以后在用金手指解析符箓时，他都可以放到下线前，在线期间则正常游戏，继而将时间利用率最大化。这样想着，他随手关掉面板，从房间中走出。微凉的空气迎面扑来，让他精神为之一振。同一座院子里的其他玩家都不在，也不知道是还没上线，还是已经跑出去撒欢了。许飞也不在意，径自看向村子中央出火祭坛的方向。比暗夜期间平静了许多的火光，让他大致确定了此刻的时间，应该是暗夜已经结束，新一天白夜刚到不久，刚好错过了发动蛮牛之体仪式的时间。说归说，许飞其实并不怎么失望，他对这张符箓的解析度才刚到 7.8%， 离掌握它的绘制方法还有很长一段路。倘若现在就急着发动仪式，固化符箓必然要用掉，后续的解析也就无从下手。这玩意毕竟是新手礼包送的，实取绑定，而且仅限手册玩家的头个角色。万一是游戏中无法通过正常渠道获得的绝版道具呢？那样的话，许飞就要跟这种符箓的绘制方法失之交臂了。至于说此举是否会耽搁他的前期发展，导致错失先机，许飞觉得可先观望一下再说。有必要的话，再临时改决定也不迟。今天的首要任务还是要放在获取超凡力量、推进符师复职的前置任务这2件事上。打定主意，许飞再度动身前往寻村队驻地。但这一次，他在寻村队驻地旁边的空地上看到了不少手持工具、自带午饭的 NPC 村民，旁边还有不少玩家正围着一名 NPC 要说法。许飞好奇地走上前去，拉住一名玩家问过才知道，这些 NPC 村民将在一队寻村队员的保护下，前往山下不远的一处矿坑，开采一种名为原石矿的矿藏。经过处理的原石矿是一种低级浮墨的制作材料，可用于绘制多种常见基础符箓。它的开采难度不高，但伴生的杂质很多，100斤矿石里可能有70-80斤都是杂质，因此开采后需要进行初步提纯，期间要耗费大量的人力。村里所必需的一切物资，包括粮食、食盐、配制魔药的材料等等，几乎都是靠原石矿换来的。可惜原石矿需求量虽然不小，但分布也很广，所以并不怎么值钱。但即便如此，它依旧是怀庄唯一能对外出售的商品。在这之前，村里每个月都会抽几天时间，组织人手冒险下山采矿。但这一次，他们才刚集合，还没来及出村，就遇到了一点小小的意外。玩家们出现了，看到 NPC 村民们有这么大的行动，足足几十人要出村，被惊动的玩家自然不肯错过这个突发剧情，纷纷围了上来，嚷着要跟着寻村队一起下山。这些热情无比的玩家让带队的超凡者魏金鹏十分头疼，他面无表情，以危险为由，接连拒绝了玩家的要求。许飞来得很巧，刚好是玩家们围着魏金鹏尝试让他改变心意的一幕。让我去，我们一人不怕危险，俺也想为村里挖矿，不要报酬都行，只求发个任务。玩家们的死缠烂打让魏金鹏倍感无奈，眼瞅着玩家人数越来越多，只能说道，不是我不许你们出去，而是浮灯能照亮的范围有限，矿坑里的地形又非常狭窄，现在出动的人数就是多次尝试后的最佳人数了，就算让你们跟去也提高不了多少效率，反而可能好心帮倒忙。魏金鹏给出的理由听起来似乎很有道理，
就在玩家们面面相觑时，许飞忽然有了一个想法，在人群中说道：“我们下去不一定非得帮忙挖矿，还能帮忙保护村民啊！”这话落到魏金鹏耳朵里，让他忍不住嗤笑出声：“保护村民？你们一个个气血羸弱，脚步虚浮，明显没进行过任何修炼。下山后真遇到什么危险，连自保之力都没有，拿什么保护村民？”那言语间不加掩饰的轻视，让在场玩家们的脸色有些不爽。刀刀烈火老哥当即站了出来，反问道：“气血羸弱，你确定？”见有人不服气，魏金鹏循着声音看了过去，脸色顿时微微一变：“你们一人不是都没进行过修炼吗？你的气血是从何而来？”今天早晨掐着时间上线，已经发动了蛮牛之体仪式的刀刀烈火，闻言得意的一笑，说：“不懂了吧？这不过是我们一人的小小手段罢了。”魏金鹏微微皱眉，仔细感应片刻，点评道：“好吧，我收回先前的话。你的体质不错，气血也很旺盛，堪比修炼过2-3年的正式寻村队员。可惜太过散乱驳杂，你连最起码的控制都做不到，不像是自己苦修来的，更像是借助了外力。”第18章加入寻村队。略微停顿后，魏金鹏又说道：“真要是遇到诡异，你这样的跟普通人没啥区别，都是照面就死。”刀刀烈火没料到对方一下子就猜到了真相，还点出了走捷径的后遗症，原本想好的话顿时被噎了回去。许飞对魏金鹏的话却早有准备，不慌不忙的道：“赵薇副队长，您的意思，只要我们的实力修炼到一定程度，就可以跟你们一起行动了吗？”魏金鹏一愣，他隐约感觉许飞在挖坑，但似乎又没什么问题，最终还是说：“没错。”等到了自己想要的答复，许飞露出计谋得逞的笑容：“既然如此，那麻烦魏副队长派个导师指点我们如何修炼吧。早一天修炼有成，我们也好早一天给村里帮忙。”其他玩家闻言眼前一亮，这才明白许飞的真正意图，一边给他暗暗叫好，一边大声附和。魏金鹏没料到许飞在这里等着他呢，闻言微微一笑，居然没有反对，而是说：“昨天白夜就有一人找寻村队，想要成为超凡者，只是当时我们有顾虑，没有立刻同意。经过周队长、村长他们的连夜讨论，最终觉得同意此事，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条件？”许飞立刻追问道。魏金鹏说：“想要获得修炼的功法和资源，就必须加入寻村队，为村庄的安全出力，除非为村里立下足够的功劳，否则不可退出。若有违背，轻者受到应有的惩戒，重则逐出怀庄，生死自负。”这……玩家们对视一眼，脸上露出古怪神色。他们倒不是觉得魏金鹏的条件苛刻，而是刚好相反。这种口头上的协定，对一群无法无天的玩家有个屁的约束力啊！或许其他 NPC 村民世代生活在村里，为了一家老小，必须要答应寻村队的条件。但天性混沌恶的玩家们会在乎这个？手册期间不开新地图也就罢了，只要开新地图，保证一个个全拍屁股走人。就算有什么惩罚，也无非是新手村的阵营声望清零，对玩家们来说不痛不痒。就这，你早说啊！这条件我们答应了。放心，我们发达了，肯定不会亏待村里的。所以现在可以教我们修炼了吗？见玩家们答应的如此爽快，甚至还有人带着点嬉皮笑脸，一副不当回事的样子，魏金鹏有点绷不住了。显然 NPC 和玩家截然不同的思维回路，让他难以理解玩家们为什么会在这种大事上如此轻率浪荡。为此，他再次强调了一遍：“听着，这可不是在跟你们开玩笑。寻村队负责保卫村庄，经常会跟诡异、怪谲打交道，死亡率极高。真要是遇到必须解决的危机，就算明知有去无回，寻村队也得硬着头皮上。你们做决定前，可千万想清楚了，将来后悔了，别怪我没跟你们说清楚。”见魏金鹏如此严肃，玩家们不由稍稍认真了一些。想起昨天遭遇陆星草时的恐怖，部分玩家心中有些动摇，但一想到赵天歌这位超凡者轻松将其碾压的画面，他们又马上坚定了想法。只要能成为超凡者，诡异有啥可怕的？何况这终究只是一款游戏。于是在场的玩家们异口同声地表达了自己的坚定态度。居然还真有人想主动加入寻村队的。围观的 NPC 村民们忍不住用看傻子般的眼神看着玩家，怕不是脑子有病？寻村队是那么好进的吗？哪年不得死上好几个？去年我邻居家的小子加入寻村队才3个月，就在灰雾中失踪了。听说他们都是些从外地来的艺人，跟咱们不一样的，估计还是群没见过世面的小年轻，等吃过亏就知道怕了。这些议论落到玩家们耳朵里还没什么，魏金鹏反倒先不满意了。寻村队员常年缺人，就算待遇和抚恤颇为优厚，依旧有大量村民不愿让自家人进。遇到一些灰雾活跃的年份，甚至可能要通过抽签的方式强行招人，每次都是哭声一片，搞得寻村队好像大恶人一般。现在好不容易有一群不怕死的艺人愿意加入，魏金鹏求之不得，唯恐这些村民泼冷水，
把这伙愣头青给吓回去了，赶紧瞪了村民一眼，喝道：“都闭嘴！你们给我少说几句！”超凡者的威严让村民们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没人敢说话了。魏金鹏这才转过头，挤出几分笑容，对玩家们说道：“既然你们已经打定主意，那我也没什么可说的了。这就通知周队长，给你们准备一场入队仪式。”说着，他招来一名心腹队员，耳语了几句。随后那名队员便点点头，快速朝村中央的方向跑了过去。还有欢迎仪式？狂徒张三挠了挠头，不好意思地说：“村里这么客气的吗？”刀刀烈火也说道：“没必要搞这些繁文缛节的礼节，我们艺人一般都是实用派，不兴这个，直接叫职业导师过来就行了。”天真，你们以为这一世只是欢迎的？魏金鹏嘴上不说话，只是拿眼睛斜了斜这帮懵懂的玩家，心中嘿嘿一笑。10分钟后，玩家们昨天见过面的周队长赶到了现场，这里交给队长你了。魏金鹏跟周队长简单说明了一下情况，然后带着早已集结好的队员护送村民们继续下山挖矿去了。周队长也很干脆，再次确认玩家们要加入寻村队后，便迅速开始筹备。来寻村队的路上，许飞还在思考获取超凡力量的具体步骤，没想到才抵达就如此顺利地等到了契机，不由心中暗喜。寻村队的干事效率还是很高的。玩家们没等多久，训练场上便多了一张小小的供桌，上面摆了一些简单的祭品，一个香炉和一尊无字牌位。随后现场陆续又来了一些不当值的寻村队员和村里有些威望的老人，甚至连江村长本人都到了，看来是要充当见证人。直到这时，玩家们其实还没感觉到异常，心态还是看热闹。但片刻之后，随着一位发须花白、脸上有些愁苦之色的老者到来，一些敏锐的玩家开始意识到不对了。第19章契约的限制。这紫袍老者气质出尘，但穿着打扮并无特殊之处，身上唯一的装饰也不过是腰间系着的古朴青铜铃铛。但他的出现却引起了在场 NPC， 包括周队长和江村长的巨大反应，不约而同的快步迎了上来，神色恭敬，像是在拜见自家老祖宗。一时间，在场玩家心里只有一个疑问：这最后出场的紫袍老者究竟是谁？陈长老，您来了。最终，周队长的恭敬问候让玩家们明白了这位紫袍老者的身份，原来他就是怀庄仅有的2位服侍之一。老者点点头，双目扫过玩家，却并没说什么，只是默默站到了供桌的一旁。他的眼睛虽然有些浑浊，但目光却依旧锐利。但凡被他目光扫过的玩家，无不是心中一凛，不自觉地侧开头。见这位负责主持仪式的关键人物到来，周队长不再迟疑，当即宣布入队仪式开始。经过这段时间的等待，聚集于此的手册玩家已经超过20人。在周队长的要求下，有意加入寻村队的玩家列队来到供桌前，在香炉中上香，依次向那尊无字牌位行礼。玩家们虽然有点好奇这无字牌位代表什么，但气氛这么肃穆，他们也不好贸然开口询问。随着简短的礼节完成，陈长老从供桌一旁走了过来。是！只听一声轻喝，他一拂衣袖，打出一张青色符箓，符箓轻飘飘地飞到供桌上方，仿佛有自主意识一般，精准无误地贴在无字牌位上。下一刻，牌位上面亮起2个玩家们不认识的篆字，随后青光大盛，犹如一口无底洞，长鲸吸水般汲取起香炉中的香火烟气。在玩家们惊奇的注视中，他们先前供奉的线香开始急速燃烧，转瞬间就彻底燃烧殆尽，化作一撮香灰。随着最后一缕香火烟气被吸入牌位中，陈长老打出的那张符箓也无风自燃，化作飞灰消散。弃城！伴随着陈长老的宣告，在场玩家们顿时一阵心悸，他们模糊地感觉到自己跟一个不知名的存在遥遥建立了某种密切的联系。不，与其说是联系，不如说是一种约束，甚至是枷锁。与此同时，系统提示接连出现：恭喜，成功加入怀庄寻村队，成为预备寻村队员。新手引导任务中，生存和起步完成。你跟青木寨的圣物签订了契约，契约内容为获得寻村队应有待遇的同时，也必须为怀庄安危而战，除非立下足够的功劳，否则不可解约。违约者将被圣物剥夺所获超凡之力，重新打入凡俗。注意，除非山号重建，否则玩家的复活亦无法清除该契约的效果。突如其来的提示让玩家们愣住了。先前魏金鹏警告他们，违背契约会受惩罚，大部分玩家都没当回事。谁曾想，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超凡契约这种东西，而且就连复活都无法解除。这帮 NPC 也够阴的，居然不把契约的事提前说清，摆明了要坑他们一手。感受着那种若有若无却真实存在的约束，不少玩家的脸色变得很难看。寻村队的 NPC 让他们去死，他们就只能乖乖去死，这还是玩游戏吗？确定不是被游戏玩？一群玩家
开始在心里疯狂问候狗策划的亲人。但周队长显然不知道玩家们心里在想什么，一下子多了这么预备队员，而且还是能复活的艺人，他心情很好，对着玩家们侃侃而谈。既然定下契约，就是自家人了。各位可以放心，寻村队虽然危险，但待遇绝对优渥，不仅可以获得修炼法门和资源，每月还能获得粮食和浮现的补贴。上位者的心态让他习惯性的拿出了这套说辞，给新加入的艺人们画饼许诺。但效果吗？就连没见过什么世面的普通 NPC 村民都知道寻村队十分危险，轻易不会加入。发现自己被套路了的玩家又怎么可能会给他好脸色？少废话，赶紧教修炼功法。喜欢签契约是吧？给等着瞧。别扯那么多没用的，直接说这游戏有几个职业吧。那个青木寨的圣物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们确定不是在坑人？这些不满的叫嚣甚至是质问，让周队长又是一阵恼火。他本以为签了契约后，这些玩家知道厉害就会老实一些了，没想到有了圣物的约束，他们还敢对自己这个顶头上司如此放肆，真以为超凡者是好欺负的吗？周队长眼中闪过一抹厉色。青木寨虽然有谕令要求好好招待这些艺人，但申请加入寻村队的可是他们自己，我也是按规则办事。之后若是接了巡查任务，在外面遇到什么诡异怪谲，出现了损失，可不能怪我没尽责。艺人能复活又如何？你们的命又不是无限的。眼下姑且让你们嚣张几天，等复活次数用完的时候，我看你们还敢不敢再嘴硬。这样想着，周队长换上一副虚伪的神情，放低姿态，继续安抚起这些艺人。没人注意到训练场上不知何时悄然少了一名艺人。事实上，在主持完仪式，玩家们发现自己被算计时，完成了任务的陈长老就提前退场了。一直在关注这位符师的许飞见状也不管什么契约的事了，立刻追了过去。先前他试图接触两位符师，却被守护的武者直接拦在外面。此刻难得碰到对方主动现身，正是最佳的接触时机。错过这次，天知道还要再等几天。小子，你不是加入寻村队了吗？为何不留下，而是特地跑来找我？从寻村队出来后，陈长老很快注意到追上来的许飞，停下脚步，疑惑问道。在陈长老身前站定，许飞模仿着周队长等人的举动，恭敬地行了一礼，说起自己的来意。来怀庄之前，我们一人中的强者曾经说过我有符师的资质。之前接触符箓时，我眼前也曾出现一些神异的画面，继而直接掌握符箓的绘制之法。他的话还没来及说完，就看到陈长老平静的脸色骤然激动起来。他打断了许飞，确认道：你刚才说什么？你有符师资质？第20章诡异物品。许飞点点头，理直气壮地跟陈长老对视。这可是重生者林叶霄的金手指赋予的能力，已经得到系统的承认，还触发了复制记忆的前置任务，没有半点虚言。如此底气，他自然是有恃无恐。见许飞神色坦然，陈长老打量他几眼，也相信了几分，面色和蔼了不少。既然这样，你且随我做个验证。说罢，他再度动身，只是这一次脚步急促了许多，心中的迫切溢于言表。见这位符师长老如此反应，许飞心中一定，知道自己的复制任务应该是十拿九稳了，当即小跑着跟了上来。快到进入区域的时候，几名守卫这里的武者远远看到陈长老归来，立刻恭敬行礼。陈长老态度倨傲的微微颔首，就算是回应了。几名武者不仅没有被轻视的想法，反倒有种理所当然的感觉。这可是村里的长老，是符师，地位比超凡者还要尊贵得多。陈长老正要继续往里走，忽然想起什么，伸手一指许飞，对几名武者道：这位艺人有可能成为我的弟子，你们记住了，日后不得阻拦。几人一惊，赶紧齐声道：谨遵长老一旨。奉命的同时，他们看向许飞的眼神不由又是意外又是羡慕。能成为符师的弟子，这人怕不是祖坟冒青烟了吧？其中一人昨天刚好也在，对来过一次的许飞有些印象。当时他还指着许飞的背影，嘲笑这位艺人不自量力，居然想打听如何成为符师。谁曾想，仅仅1天后，对方就得到了陈长老的赏识，一步登天。人生之际遇，莫过于此。越过这些守卫的武者，许飞跟陈长老回到了村里专为符师长老修建的大宅中。这间大宅蓝瓦白墙，更有山石池塘点缀，客厅内则飘着若有若無的熏香，装潢的更是雍容华贵。4盏银质的灯架上点满了高大的蜡烛，把屋子照得白昼般透亮。说真的，放到现实中，这样的装潢其实算不上什么，甚至可能被嘲讽成土财主、暴发户。但放到灰雾背景下，放到怀庄这个破败穷苦的村庄里，这样的装饰就显得奢华的过分了。陈长老看到2人回来，4名年轻貌美的侍女立刻迎了上来，一边侍候陈长老，一边也不由好奇地看向许飞。除了村里的几位超凡者和村长等人外，
他们很少见陈长老会带别人回自己家。我有事要谈，你们先下去吧。陈长老挥手示意，让几女退下。待偌大的客厅内只剩下2人，他从看似普通却似乎另有玄机的衣袖中抽出厚厚一叠符箓，在其中翻找片刻，最后拈出一张奇怪的空白符箓。只见陈长老往空白符箓中注入一缕法力，随后往许飞面前一拍：“凝神静气，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话音才落，空白符箓光芒大放，许飞的视线顿时不受控制地沉浸其中。第一眼看过去，似乎还是一片空白，但下一刻，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感应到什么，轻微震颤起来，更有朦胧的神光亮起。几乎是立刻，许飞发现眼前的世界变得不同起来，一个又一个的神秘符文凭空出现，不断扭曲，变换着形状，甚至就连颜色都在缓慢的改变。看得久了，这些符文莫名的变得诡异起来，犹如蚊虫般爬动着，让人莫名有种恶心、烦躁的感觉。许飞不敢怠慢，赶紧将看到的一幕如实说了出来。他的答复让陈长老满意的点点头，再度注入一缕法力。现在符文还有几个？随着陈长老的提问，许飞看到眼前的符文又是一阵变换，最终迅速定格。还有9个。许飞继续实话实说。略一迟疑后，他又补充了一句，其中一个符文似乎有些特别，跟其他8个符文不太一样。检测完成。收起废弃的符箓，陈长老的语气带着掩饰不住的惊喜，连这种细微处都能感应到。很好，看来你不仅有符师的资质，而且资质还很高。这么多年来，怀庄寨终于要诞生一位新符师了。说着，他目光灼灼地看向许飞，带着勉励和期许。老夫姓陈，单名一个木字，是青木寨派来坐镇怀庄的符师。你可愿拜我为师，学习符师之道？还真是师徒模式。许飞先前还以为所谓的复职技艺跟传统网游中的复职业一样呢，找到复职业导师，做个任务，然后叮的一下就万事大吉。没想到也是来真的。不过亲眼见到符师的地位后，该怎么选还用问吗？许飞没有迟疑，立刻行礼道：“弟子赵一，角色 ID， 愿拜陈老为师。”系统随即弹出提示：“符师的前置任务完成。”好，好。陈木莲说了2声，显然心情极好。在这方世界，超凡者的传承已经相当困难，可谓百里挑一。再加上常跟诡异怪绝打交道，死亡风险很高，因此实际的比例只会更低。但拥有符师资质的人才是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自己跟张晨2人在怀庄坐镇了5年多，都没发现一个有资质的人。没想到在已经不抱希望的时候，反倒收到了一个1人徒弟，而且天资绝佳。这莫非是天意不成？此念一出，陈木心中顿时生出些许波澜。再看向许飞时，也不免多了几分亲近感。他略一沉吟，拿出一枚锈迹斑斑的银戒指。即为无图，那为师也不能没有表示。这件鬼物是为师数年前无意中所得，别看它卖相不好，负面效果也很严重，但用好了还是能保命的。今日便赠予你了，不仅有了一位靠山，还有礼物可以收，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啊！许飞也不矫情，谢过老师后，美滋滋地收下戒指，顺便鉴定了一下它的属性。锈蚀的银戒，诡异物品，一阶。一枚锈迹斑斑的银戒，由某只游级诡异死后所化，以佩戴者的鲜血涂抹后，可以短暂释放出生前的气息，惊退附近不高于游级的诡异怪绝。代价是身体将受到银锈侵蚀，持续时间和侵蚀程度将随着使用次数急剧增加。注：使用超过3次，佩戴者将受到不可逆转的永久侵蚀，但玩家的复活可以完美解除该状态。第21章，他给的太多了。诡异物品，游级诡异，使用它的后果居然如此严重。这些新出现的，看着就有种不祥意味的名词，让许飞心中微微一沉。陈木显然不清楚，许飞通过鉴定得知了锈蚀的银戒的完整属性，殷殷叮嘱道：“这件鬼物的用法，为师已经初步摸索出来。以鲜血涂抹，可以放出诡异的气息，吓退其他诡异怪绝。但切记，以你的实力，最多只能用2次，即便是遇到绝境，也绝对不能超过3次，而且不可连续使用，否则就算侥幸存活下来，也是生不如死。”对此，许飞佯装不知，认真感谢了老师的提点，之后才询问其诡异物品的真正定义。鬼物又被称为诡异物品，绝大部分都是诡异怪绝死后所化，它们大都拥有一些神奇的能力，但同时也有着极为严重的负面效果。为师给你的这件银戒的能力，在诸多鬼物中算是很常见的一种。简单解释了2句后，陈木又拿出了自己腰间系着的那个古朴青铜铃铛。这个镇鬼铃也是诡异物品的一种，摇动之后可以镇压定住周围的诡异，威能强大，负面效果也更小，在低阶鬼物中算是数1数2的了。
当初为了争到这件鬼物，为师着实费了不少心思。提及自己的心爱之物，陈木脸上明显有些得意。许飞很识趣的跟着吹捧了几句，话锋一转，又问道：“老师，我听闻除了鬼物外，还有一种道具叫做圣物，这两者有何不同？”陈木微微一怔，有些疑惑地说：“你连鬼物都不知道，又从哪听到圣物这个词？”许飞心道：“自然是系统提示的，可惜这个回答不好跟 NPC 说，他只能编了个理由。无意中听我们异人族的一位强者提到过。”陈木也不是真的在意这个，见许飞给出回答，便点点头道：“圣物的来源，就算是很多超凡者，可能都不知道。不巧，为师身为符师，又出自青木寨，刚好知晓真相。你算是问对人了。圣物本质上也是鬼物的一种。”他认真的说道。“圣物也是鬼物？”许飞眨了眨眼，知道陈木的话应该还没说完，继续耐心听。一般而言，圣物的前身大都是某件威力巨大或有特殊能力，但使用后的负面效果又极其恐怖的高阶诡异物品，经过人族圣者亲自出手，以无上威能将该鬼物的负面效果镇压，或者扭转成其他不那么致命的负面效果，最后所成。懂了，鬼物是有严重减益效果的白板装备，圣物则是经过洗炼，几乎没有减益效果的神装。而人族的圣者们就是人形自走圣物制造机。收起了这个有点冒犯的念头，许飞问道：“既然圣物如此不凡，那我人族圣者为什么不多洗炼一些圣物呢？”闻言，陈木哑然失笑。他说道：“这个问题，当初我也问过别人。首先，有潜力成为圣物的高阶鬼物不是那么好找的，数量没你想的那么多。再者，你该不会以为洗炼圣物是没有代价的吧？”原来如此，许飞心中的又一个疑惑得到了答案。至少在超凡层面的情报收集上，他觉得自己可能已经走到了手册玩家的前列。说起来，青木寨就有一件圣物，自200多年前获得后，就被当作是立寨之本。你们先前加入寻村队的契约，就借助了那件圣物的威能。见许飞对这个问题似乎很关注的样子，陈木又透露了一条他自以为独家，实际上系统已经提示了的消息，并顺带安慰道：“放心，那个契约的约束力虽然很高，但执行与否还是看人。就算没有为师，单凭你有符师资质这一点，寻村队里的那几位也绝对舍不得把你派出去冒险。”其实，除却契约的强制效力这点令人不爽外，许飞对寻村队的任务并不抗拒。除非是纯休闲类游戏，否则有哪个玩家不期待战斗环节呢？许飞在意的是另外一点，可这样的话，寻村队的契约岂不是一直无法完成？他可没想过一直待在新手村里不出去。陈木不以为意地说：“普通寻村队员或许是这样，九死一生才能达成契约的要求，但对咱们符师来说，根本不是难题。你将来画的每一张符箓都可以记作一功，很轻易就能满足契约的条件。”说到这里，他略一沉吟，又道：“其实，如果你早一点告诉我资质的事，我根本不会让你签这种契约。罢了，我这就派人通知村里，说明收徒的事，如此可保万无一失。”见陈木替他安排的如此周全，许飞还能说啥？只能再度感谢了老师。将来有机会的话，这份关照肯定会加倍还回来的。半个小时后，周深风风火火地从外面跑了进来，直到门前，他才想起什么，赶紧收住脚步，整了整有些凌乱的衣袍，随后敲门请示起来。得到陈木的许可后，周深才推门而入，迫不及待地确认道：“陈长老，您真的找到了一位有符师资质的弟子。”面对许飞，陈木的态度是相当和蔼的，但面对周深这位寻村队长兼超凡者，陈木又是另外一副神情了。虽然没有先前对普通武者的倨傲，但也依旧保持了高冷的态度，略带一点不悦的语气，淡淡说道：“怎么？难道你觉得老夫会在这种重要的事上骗你不成？”“不敢，不敢！”周深赶紧连声道歉，但脸上喜色反倒更盛。身为寻村队长，他太清楚一位符师能给怀庄带来多么巨大的利益了，当即热情地看向许飞，眼中浑然没有了先前看待艺人的那种轻视和不爽。“你就是陈长老新收的弟子吧？果然是一表人才。”接踵而来的就是不要钱一般的夸赞和承诺，诸如绝对不用担心会被派出村执行任务，马上就会修建的豪宅，一对美貌的侍女，村内所有的超凡资源和魔药完全开放，以及其他符师应有的大量福利。而且这次绝对不是画饼，所有待遇都是立刻安排上的那种。许飞对这个 NPC 超凡者本来没什么好感，可他给的太多了。好吧，多谢周队长的关照，我就却之不恭了。第22章，不可替代之理由。关照是应该的，对于符师，村里向来给予最大的尊重，有任何其他需求都可以跟我们提，你只需要安心跟陈长老学习符箓之道即可。周深笑眯眯地说着，那种过度的亲切热情，甚至让许飞有了少许不适感，胳膊上都起了鸡皮疙瘩，下意识地往一旁挪了2步，
拉开了一点距离。与此同时，许飞心里也不由生出一些疑惑：符师这个副职业到底有什么特殊之处，能让超凡者们如此看重？如果不是神器之地太特殊，许飞都要怀疑这是狗策划的职业设计和平衡出了问题。待周深离开后，许飞忍不住向陈木问出了自己的疑惑，然后马上得到了答案。符师得重要，或者说不可替代，主要体现在2方面。说起自己的老本行，陈木语气充满了自信。第一方面跟诡异、怪绝的各自特点以及现有超凡体系的固有缺陷有关。现有的超凡体系是构架在魔药基础上的，但超凡者每晋升一阶，只能多消化一份魔药，期间还有重重限制，不能胡乱服用。这注定超凡者们都是偏科的，擅长的能力有严重的局限性。就拿怀庄拥有的黑石魔药来说，这是一种侧重于强化自身防御的魔药，几乎无法给超凡者带来直接的法术杀伤能力。绝大部分怪绝都拥有实质性的身体，可以被物理伤害灭杀。遇到他们，黑石魔药路线的超凡者自然无惧。可诡异这种存在，纯粹的物理打击几乎无效。一些千奇百怪的诡异，更是连一般意义的身体都没有，可以是一段声音、一个诅咒、一片鬼域，甚至纯粹是概念上的存在。面对这种无影无形的对手，很多魔药对应的超凡道路都十分乏力。不幸遇到后，要么设法逃脱，要么只能坐以待毙。鬼物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但适合自己超凡道路的鬼物不是那么容易找到的，而且往往还有着严重的负面效果。这种情况下，相对容易获得的符箓就是超凡者们最佳的，有些时候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了。这段话蕴含的信息量是非常惊人的，除了回答了许飞的部分疑惑外，还让他头一次搞懂了诡异、怪绝的区别。虽说他还没实质性接触到神器之地的超凡体系，但并不妨碍先将自己老师的话记下，将来早晚能用到。至于第二个方面，你知道怀庄现在有几位超凡者吗？陈木忽然问了他一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不巧，这个问题的答案许飞刚好知道，是昨天给他们引路的那个 NPC 少年说的。他答道：据我所知，有5位。陈木肯定了这个数字，还更详细的说明了一下，3位寻村队副队长加周深队长，这就4位了。还有1人其实是村里另一位符师张晨带来的，你可以把他当成张晨的追随者，除非村里遇到什么麻烦，否则轻易不会出手。如此稍加说明后，他继续问道：你觉得面对灰雾中无穷无尽的诡异、怪绝，就凭这4、5名超凡者真的够用吗？那肯定是不够用。许飞毫不迟疑地说道：偌大一个村庄，足有好几千人，就凭区几名超凡者，怎么可能守护得过来？不然的话，寻村队里也不至于还有近100名普通队员了。咦？联想到普通寻村队员，许飞大概明白陈木想表达的意思了。看来你已经想到了。陈木轻笑着说道：我们绘制的一些基础符箓，可以用最廉价的方式，让这些普通人也有伤害到诡异、怪绝的手段。虽说没有超凡之力护身，他们的伤亡可能会非常惊人，但这终究提供了一种可能，用最低的成本让普通人也能伤害到诡异，这才是符师地位不可代替的根本原因，甚至可能比第一点更关键。到了这一刻，许飞才彻底明白符师这个副职的重要，不由再次想起了某出师未捷的重生者。你是个好人点 JPG。 随着心里的疑惑基本都得到解答，已经被充分吊起积极性的许飞有些迫不及待地对陈木说道：那我现在可以开始学习符箓之道吗？不要心解。陈木不慌不忙塞给了他3本线装的手抄书。许飞有点不明所以地接过书，挨个查看起来。第一本是《志怪图鉴》，名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白骊山历851年第47次修订版。这也是3本书中最后的一本，少说有几百页，收录了白骊河谷常见的诡异、怪绝以及一些应对的方法。部分中低级的怪绝还附带了模糊不清的插画，光是这大部头的重量就让许飞有些头大。第2本名为《魔药之理》，这本的页数就少多了，连志怪图鉴的1/5都不到。最后一本书的名字叫《符箓初解》，只有薄薄10多页，堪称是3本书里最薄的一本。许飞随意翻了翻，还在里面看到了大量的字迹不同的注释。第1本不着急，可以拿回去抽空慢慢看，最好是能都记下，对你有百利而无一害。剩下2本都很重要，务必要熟读。大约是担心许飞更侧重符箓，忽视了超凡和魔药，他特地解释道：画符对精神的消耗很大，没有合格的身体和强大的精神力，根本撑不住消耗。所以超凡者未必是符师，但一名优秀的符师必然是超凡者，绝无例外。很多高阶符箓也都需要达到一定的超凡阶位才能绘出，明白了吗？等你看完这2本，对超凡体系的常识有起码的了解，并且开始了断体术的修炼后，就可以来找我了。许飞最终还是没享受到村里提供的豪宅和那对美貌侍女，
倒不是周深反悔了，而是他主动拒绝了这2项福利，只接受了其他方面的待遇。一方面，所谓的豪宅美女只是游戏中的数据，下线后就会被打回原形。与其在这上面浪费时间，不如利用手册抢占的先机，努力提升自己的实力，以后有的是享受的机会。另一方面，他也不希望太招摇，以至于引来其他玩家的嫉妒，甚至是敌视。对许飞的话，周深是有点难以理解的。符师和超凡者，难道不应该天生高人一等吗？有特殊待遇是理所应当的。谁敢不服，直接武力镇压，为啥要担心这种问题？但许飞既然这么说了，他自然也不好违背对方的意思，只能表示之前的承诺一直有效。如果许飞改变了想法，随时可以来找他。第23章，游戏官方的6字真言。在闭门读书志怪图鉴中各种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载大开眼界后，略显漫长的手册第2天结束了。当天下线前，许飞再度动用金手指的能力，一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进行了解析，一举将解析进度推进到了 16.1%。 而现实中的游戏官方论坛不出意外被寻村队契约的事引爆了。已经签了契约的玩家固然是在骂，收到消息还没来及签契约的另一半玩家也在骂。在他们的带动下，无数连游戏都进不去的云玩家也跟着义愤填膺，疯狂问候游戏的策划。除了契约的问题外，一些手册玩家还就2天来的游戏体验提出了涵盖多个方面的改进建议，其中一部分固然有待商榷，但也的确有不少极具有可行性，能让玩家的游戏体验更好。前提是神器之地真的只是一款纯粹的游戏。然而官方的态度一如既往的高冷，没有任何回应就是最明确的回应。开玩笑，全球首款真实度 99% 的虚拟游戏，最高级别的人工智能，游戏仓都是免费送的，会怕没人玩？一天的抗议下来，没见到任何效果，手册玩家们不免有些郁闷。但不满归不满，游戏还是要玩的。甚至由于接触到了超凡修炼法门，能明确感觉到自己气血体质在一点点变强，手册第3天到来后，急于上线修炼的玩家反而更多了。限时天刚亮，寻村队的训练场上就多了20多名玩家，其中大部分人已经使用了新手礼包中送的蛮牛之体仪式，体质暴涨了好几点，又用了新手任务赠送的3点生命源，他们的修炼效率可谓1日千里。这一个个绝代天才般的表现，再度震惊了寻村队的几位队长。一时间，周深、魏金鹏等人的心情十分复杂。稍晚些的时间，许飞姗姗上线，继续待在房间里看书。开服2天来，不少聪明的玩家都意识到，神器之地跟那些快餐类的网游完全不同。如果一进来就想着跑图做任务或者打怪升级 PK， 那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先躲在新手村这个安全点里，挖掘游戏中的超凡知识，努力提升自己实力，才是最重要也最正确的选择。对继承了灵夜宵金手指，得到了符师复职的许飞来说尤为如此。昨天初步看了志怪图鉴，虽说只是开头一部分，依旧受益良多。不过这玩意看多了，实在太掉理智了，害我昨晚做了一夜的噩梦。陈木说的果然没错，这东西不必急于读完，还是缓几天再看吧。这样暗忖着，许飞抽出了第2本《魔药之理》。这本书虽然名为魔药，实则内容相当宽泛，完全可以换个更贴切的名字，比如超凡概论、超凡百科全书、入门篇什么的。仔细的阅读之后，许飞很快对这方世界的超凡体系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原来普通人想要成为超凡者，必须先通过断体术打熬气血，将体质修炼到凡俗境界的极限，便可借助魔药的辅助踏入超凡境界。超凡者们并没有所谓的职业划分，突破超凡时吞服的魔药种类，决定了成为超凡后能获得何种能力。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服用魔药，是因为魔药的污染太过霸道，普通人根本承受不住，要么直接爆体而亡，要么被魔药的力量感染失控，成为失去理智的畸变体和怪物。然而即便将体质修炼到凡俗极致，突破超凡境界的成功率依旧很低，至多不过1-2成。为了改善这种情况，历代人类圣者通过苦心研究，又创造了能在晋升时辅助突破的仪式。通过魔药和配套的仪式双重辅助，才将突破超凡的成功率提升到勉强可以接受的地步。至于超凡者的后续晋级方法、更高品级魔药的搭配和选择等内容，书上也略微提了一些，只是对现在的许飞来说还有点遥远，暂时无需赘述。花了1天时间将《魔药之理》看完一遍后，许飞马不停蹄查看起最后一本书《符箓初解》。由于内容实在太少，只有寥寥10多页，与其说是书，倒不如说是一本小册子。只花了1个小时，许飞就看完了里面讲的东西。虽说初解中的内容大都是理论方面的概述，不涉及具体的绘符手法，但至少让他对一些符箓的专用术语以及大致的绘制流程和注意事项有了一个全面的认识。
哎，玩个游戏居然比考研还累。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后，许飞起身伸了个懒腰，发现又到了下线时间，随意吃了点游戏中的食物，解决饥饿度的问题。他顺带整理了一下接下来几天的规划：一是继续阅读《魔药之理》和《符箓初解》，将这2本书吃透；二来从明天起要正式开始断体术的修行。从论坛上的攻略贴来看，如果不用蛮牛之体仪式直接上手断体术的修行，貌似效率还是很低的。好在我身为符师，有足够的特权和优待，可以借助一些超凡资源加快修炼的进程，这样既能保证解析不被扰乱，又不至于游戏进度被其他玩家甩开太多。对了，既然有老师，明天可以找陈木问问。如果蛮牛之体的仪式固化符箓并不稀有，不可能是手册绝版道具，甚至陈木自己就会绘制，那自己就无需纠结此事了。手册第4天，游戏时间，白夜刚刚到来，许飞早早登门来到了周深家中。其他玩家学习断体术是巡村队安排队员统一传授的，许飞既然有符师资质，又是陈木弟子，待遇自然不同，可以直接得到周深这位村里最强的超凡者亲传。大约是来得有些早，许飞登门时，周深的晨练还没结束，正在自家院子里演练一套拳法。见他沉浸其中，暂时没注意院门外的自己，许飞也不打扰，先在周围旁观了一会。对方打的拳法招式并不繁复，但却发力刚猛，大开大合。动静之间，满院子都能听到呜呜的拳风声，充满了力量感。从周深身上的汗水和头上微微的白气来看，已经演练了相当一段时间，显然起得比许飞还要早得多。第24章木灵之碑。约莫数分钟后，不知道是一套打完，还是注意到许飞到来，周深吐了一口浊气，缓缓收工。他拿起一旁武器架上的毛巾擦了擦汗，热情地招呼起许飞。许飞对没营养的社交和商业互吹不感兴趣，寒暄2句便表明了自己的来意。原来是要学修炼之法，好说。周深一副毫不意外的样子，从屋内拿出一套早就准备好的崭新的练功服，示意他换上，随后站在院子中央的空地上，先给他讲起一些断体术的常识。所谓断体，简单来说就是3个词：炼精化气，强筋断骨，熔炼肉身。唯有将身体从内到外修炼到人类极限，才能承受魔药的改造，进而获得超凡之力。据说最初之时并没有统一的境界之说，但一代代传承下来，超凡者们还是慢慢总结出了一个粗略的划分方法。气血、体魄达到普通成年男子的3倍，大致是断体初期的上限；4到6倍约是断体中期；7到9倍气血凝练，浑圆如一，便是断体后期。再继续修炼，气血和体魄接近普通人10倍，达到近无可近的地步，便到了凡俗极限，无限接近超凡境界。如果不依靠魔药，修炼到这个地步，基本就算到头了。就算有人天生气血雄浑，也难比这高出太多。不同的势力、村落手中流传的断体术也不同，其特点和效率有高下之分，但总的来说差距并不大，更多的是侧重点不同。说到底，断体术只是一个引子，后续掌握的魔药才能真正决定一个超凡者的实力上限。具体到咱们怀庄掌握的断体术名为苍元断体术，修炼有成，不仅体质强横，气血雄厚，身体的灵活度和奔跑、弹跳力也会有额外提升。在各种断体术中，虽然算不上第一流，但也绝对不差。这是咱们村搬迁之后传下来的为数不多的好东西了。说到这里，周深似乎回忆起什么，脸上露出些许唏嘘神色。怀庄搬迁过？周深无意中透露的信息让许飞心中一动，莫非这个不起眼的村子祖上也曾阔绰过？好像不是不可能，毕竟能被选为新手村，总归要有点特殊之处吧。不知咱们村子之前为何搬迁？许飞试探着问道。周深随口一叹，还能是因为什么？挥物之潮呗。但他很明显不想深入谈这件事，马上便摇了摇头，转移话题道：毕竟是几十年前的老黄历了，当时我才几岁，此事不提也罢。他收拾起有些低落的情绪，正式开始教授。苍元断体术有一套复杂的断体姿势，通过模仿万年前灾变还未发生时一种名为苍元的异兽得来，共有36个动作，由易到难，循序渐进。这些姿势可以通过牵动身体各部分肌肉、筋骨乃至内脏来起到反复锻炼强化的效果，期间还要配合站桩、拳脚套路和药浴等多种手段。按周深的说法，10年内能练到大成的就算资质优秀，5年内能练到大成的就是天才。至于更短的，那都是绝世天才，起码怀庄从没出现过。仅限 NPC， 一人不算。这苍元断体术的姿势有点反人类啊。凝神看周深完整演练了一遍，又将36个动作拆开逐个讲解后，开始亲自尝试的许飞很快就叫苦连天。前6式虽然别扭，但不怕肌肉酸痛的话，还是能勉强为之的。
但从第7个姿势开始，难度就急剧上升。比许飞早一天开始修炼的其他手册玩家，若不是用了蛮牛肢体仪式将体质强行提到断体中期，就算把肌肉拉伤、把腰扭了，都难以继续做下去。偏偏断体术的修炼对于姿势的标准要求极高，细节处稍微有一点变形，修炼效果都会大打折扣，甚至可能给自身留下不易察觉的暗伤。这种严格甚至是严苛的要求，让从没练过武的许飞很吃力。注意到他的窘迫，一旁耐心指点的周深笑了出来。苍元断体术36个动作，每6是一组，每过一组，难度都会急剧提升。你一个从未修炼过的新人，想第一次尝试就做完，这怎么可能？就算是村里有史以来最好的记录，第一次修炼也不过做到第3组罢了。说是这么说，但许飞可不想被一个 NPC 看笑话，咬着牙继续坚持。在一旁默默旁观片刻，周深暗暗点头，转身走进屋内。再出来时，他手里已经端着一个刷了木漆的托盘，托盘上面放着一个颜色有些发黄的墓碑，里面盛着半杯气味恶臭、颜色也很可疑的墨绿色液体，其中还漂浮着一个不知名生物的眼珠。那眼珠似乎还活着一般，不时眨动着，用充满恶意的目光看向四周。来，喝下这个再修炼吧。说着，周深将墓碑递了过来。许飞本以为他端来的是先前承诺的超凡资源，还挺欣喜的，结果看了一眼，顿时一阵恶寒，赶紧屏住了呼吸。这是什么鬼东西啊？如此恶臭诡异的玩意，说是诅咒别人的毒药他都信。周深有些无奈，解释道：你是陈长老的弟子，又是将来的符师，村里怎么可能害你呢？请不要怀疑，这真的是非常珍贵的资源，只半杯就足以抵得上1年苦修之功。当真？许飞心里还是有些怀疑，纠结了几秒，决定先鉴定一下再说。氤氲的光芒从墓碑上亮起，木灵之碑，诡异物品3阶，一个特殊的墓碑，由怨及诡异死后所化，静置于无光的暗室中，可以缓慢渗透出木灵的汁液，每3年方可渗满一杯。此汁液蕴含有恶毒的诅咒，可以让饮用者不可逆转的化为数减，玩家的重生可完美解除该诅咒。但若是以圣魔之眼珠加以调和，反而可以驱除诅咒，成为可以大幅提升体质、气血的超凡灵药。注：每人终生只能饮1杯，不可多饮，否则必遭横祸。看到属性的第一眼，许飞差点没跳起来，想的是：好啊，常威你还说自己不会武功。不过看完了完整的说明，又鉴定了液体内飘着的那个眼珠，的确是圣魔之眼珠。许飞不得不承认，周深没有骗自己，这恶臭而又诡异的液体，还真是超凡灵药。第25章，苍元断体术。这只是一杯抹茶饮料，臭味是旁边的臭豆腐摊传来的。只要我喝得够快，臭味就追不上来。为了尽快成为超凡者，干了！端着手中的墓碑，许飞闭上眼，再三给自己做了心理建设，随后拿出小时候喝黄连的那股气势，吨一口气将杯子里的恶臭液体喝光。冰冷粘稠的液体划过喉咙，让许飞有种说不出的难受和呕吐感，但他最终还是强行忍住了。这种难受的感觉持续了差不多10几秒，随后开始出现变化。喝下的超凡灵药迅速化作一股股热流，在他身体内乱窜。许飞有了一种体内变成火炉的感觉，仿佛下一秒就要被烤熟。立刻进行断体术的修炼。旁边的周深很有经验，及时给出提醒。眼看着自己肤色都快变成烤熟的龙虾，许飞不敢迟疑，演练起苍元断体术。很快，体内的热流找到了一个宣泄口，随着他的动作涌入了每一块被调动的肌肉、筋骨乃至脏腑中。不经意间，他角色面板上的体质属性开始飞涨。在这股热流推动和不断强化的体质加成下，原本到第7个动作便难以维持下去的许飞，有了一种突然除去枷锁、轻装上阵的感觉。原本困难的断体术动作变得轻而易举就能完成。第8个、第9个、第10个，木灵之液的效果比许飞预计的还要好。短短10分钟，许飞的体质就从1.0点冲到了1.8点，体内的气血也雄浑许多，让他有种实力暴涨，可以一个打10个的错觉。直到超过1.8点后，急速增长的体质和气血才逐渐放缓下来，而体内不断滋生的力量也让许飞一举将苍元断体术的动作推进到了第13个，接近了当前的极限。目睹这一幕，周深羡慕中带着些许嫉妒，道：行了，过犹不及，今天就先到这里吧。第一次便能做到这个地步，纵然是在艺人中也算不错了。许飞却并没有就此停手的想法，他有种模糊的直觉，受限于普通人的体质，木灵之液的效果并没有完全发挥。若是就此停手，剩余的部分药力有一些可能会沉淀在身体中，日后随着修炼缓缓生效，但还有一些可能会随着时间推移慢慢消散，这无疑是一种浪费。所以许飞将目光投向了系统界面中新手引导任务奖励的3点生命源。目前来看，怀庄内的 NPC 们都是吝啬鬼，几乎从不发任务，外出击杀诡异、
怪诀暂时也不可能，因此生命源的获取难度还是很高的。几乎所有玩家的生命源都只有任务送的这3点，故而不管在论坛还是在游戏中，都有玩家认为前期使用生命源应该更慎重一些。但许飞心里有自己的考量，早一天使用就能早一天突破超凡，有了出村猎杀诡异的实力，还怕没有源源不断的生命源点数？系统加点3点生命源被许飞尽数投入到了苍元断体术的修炼中。随着这种类似经验值的点数化作纯粹的生命能量本质，凭空灌注进许飞体内，原本已经难以为继的修炼进度，仿佛凭空被人推了一把似的，开始再度加速。1点生命源转化为苍元断体术的修炼进度，大致对应着 0.1 点体质的提升。但这个过程中，无形带动了木灵之液残存药力的进一步消化，并解锁了苍元断体术的更多动作。而每多推进一个姿势，修炼的效果都会更明显一分，形成了1+1大于2的良性效果。如此几方面加在一起，让许飞的体质再度暴涨了一波，直至 2.3 点才趋于停滞。这不可能！感受着许飞节节攀升的气势，周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一切。木灵之液的效果不是明明已经作用完了吗？怎么突然又涨了一波？虽说没能一举进入断体中期，但这种违反常理的突破已经让周深搞不懂了。异人们的资质当真是恐怖如斯。短短2天内，他忍不住再次发出感叹。半个钟头后，完成了首次修炼，又顺便在周深家里蹭了一顿早饭的许飞，心满意足的离开，手里还提着2大包活血壮骨用的药膏和药浴用的药粉。见附近没人，他将2个药包收入系统背包中，随后拐向了陈木的家。途中，他花时间对比了一下村里给予的超凡资源和系统新手礼包送的仪式符箓。根据在论坛上看到的以及跟其他手册玩家的交流，基本可以确定仪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的效果可以帮玩家直接突破到断体中期，也就是说体质达到 3.0 点以上。个别现实中就身强体壮，在武道上小有天赋的玩家更是能将体质突破到 3.5 点。相比之下，木灵之液这种连周深都无法随意用的超凡资源，却仅只将许飞的体质推到了 2.3 点。考虑到他喝的木灵之液只有半杯，基本可以认为新手礼包送的仪式符箓堪比一份完整的超凡资源，可以说是价值惊人了。这样看的话，狗策划还是很大方的嘛。许飞一边走一边暗暗点头。不过这样一来，玩家首个角色的重要性无疑大大提高了，毕竟新手礼包只有首个角色可以领。若是随意挥霍掉5次复活，剑的星号没有了蛮牛之体仪式的强化，那前期发展势必要吃不小的亏，甚至可能一步慢步步慢，再也追不上其他玩家。大人！几名武者略带讨好的招呼声让许飞回过神来，注意到自己已经到站，他朝几人笑了笑，随意说了几句话，随后走进奢华的大宅中。我嗅到了木灵之液的气息，看来你已经开始修炼断体术了。正在客厅中悠闲品茗的陈木抬头看了许飞一眼，稍稍有些意外。他一边示意旁边的侍女给许飞斟茶，一边问道：你该不会是来找我学习符箓绘制之法的吧？魔药之理和符箓初解吃透了吗？如果许飞回答是，他说不得就要考校一下新收的弟子了。若是结果不能让他满意，哼哼，对于不把老师教诲放在心中的弟子，小小的敲打一番是必不可少的。第26章不存在的异人族强者。然而许飞的来意跟陈木想的并不一样。弟子已经将那2本书出读了一遍，不过里面的许多内容还没吃透，需要更多时间仔细研读。此行前来也并非是找老师学具体的画符之法，而是有一事想请教老师。陈木微微一怔，放下手中茶盏。哦，不知是何事？老师可曾听说仪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蛮牛之体仪式，为师当然知晓。陈木回忆了一下，继续说道：据说举行之后可以让普通人凭空获得一头蛮牛之力，不过此仪式布置起来颇为繁琐，需要的超凡材料足有10几种，蛮牛的心血也相当难找，就连青木寨都没有。偌大的白离河谷，方圆数千里内唯有白离山城上有少量产出。把自己知道的内容说了一遍后，他强调道：关于仪式本身，为师知道的就这么多，但你说的什么仪式固化符箓，为师却从未听说过，连你这个符师也不知道。许飞心里顿时嘀咕起来，是自己这位老师太水了，还是新手礼包送的这玩意真的那么高端？见许飞神色有异，陈木的眉头微微一皱，问道：怎么，有什么不对吗？许飞迟疑了一下，拿出了新手礼包中的符箓，老师一看便知。陈木看了看他手中的符箓，伸手想拿，却发现许飞不肯松手。他疑惑地看着许飞，不明白自己这个弟子在搞什么名堂。许飞无奈解释道：老师有所不知，此符箓上有我一人族强者下的禁制，只许我等一人自己使用，他人不仅无法使用，甚至连单独碰触都做不到。竟有这种事？
陈木将信将疑，见对方不信，许飞索性当场演示了一番。除非自己手持符箓，陈木才能接触到，否则只要一松手，符箓自动从手上消失，直接回到他的系统背包中。没办法，绑定道具是这样的。别说陈木只是一个 NPC 符师，就算是传说中的人族圣者亲临，也难敌系统的规则。还真是这样。接连尝试了几次，亲眼看着脱离许飞之手后，符箓一次次消失，陈木不得不接受了这个神奇的事实。他只能任由许飞手持，随后才轻触符箓，凝神感应起里面的纹路来。不过眨眼的功夫，陈木就脸色大变，怀疑起了人生。还真是蛮牛之体仪式，没道理啊！这种繁琐的仪式也能简化到如此程度，封印到一张符箓中。纵然是白离山城的那位符箓之道的大师，恐怕也难以做到这种程度吧？咦，居然采用了这种叠灵手法，妙妙妙！陈木的神情就像是开了染缸，忽而狂喜，忽而疑惑，忽而兴奋，纵然川剧大师也要自愧不如。沉浸了一盏茶的功夫后，他才勉强回过神来，收回捏住符箓的手指，一边轻揉太阳穴，一边对许飞道：“这张符箓你从哪得来的？”许飞能咋回答？肯定还是往那位根本不存在的异人族强者身上推呀。而且据他所知，其他手册玩家遇到类似问题时，基本也都这个说辞。而 NPC 们不知道是被某种无形机制约束，还是他们本就觉得很合理，反正几天下来，没见谁对这个答案表示过怀疑。眼前的陈木果不其然也相信了，一脸钦佩地说：“你们异人族的那位强者，定然在符师的道路上沉浸多年，是真正的符道宗师。能将蛮牛之体仪式简化不难，但能简化到这种程度，已经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我远不能及也。”听陈木这么说，许飞大概明白系统送的这张符箓到底牛逼到什么程度了。他对自己还没来及问的问题也有了答案。完整版的蛮牛之体仪式虽然难找，但还是能在游戏里获得的，但固化成一张符箓却是近乎绝版的程度。能掌握它的绘制之法，绝对不亏。看来自己还是老老实实等2个星期，把这张符箓的绘制方法彻底解析掌握了再使用吧。就在许飞暗暗做出决定时，陈木忽然露出一点不好意思的神色，请求道：“这张简化符箓虽然难度不算高，但其中的种种设计却妙到巅峰，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不知能否在我这里小住几天，让我好好观摩其中奥妙？”啥玩意？一个男 NPC 让我跟他同居？许飞差点没忍住喊出3个字：“给爷爬！”如果是一位漂亮的女 NPC 符师，他或许可以考虑帮对方一个忙。可惜没有如果，那原则问题自然是不能动摇的了。于是忙不迭地摇头。无奈之下，陈木只能退而求其次，那每天来为师家里待几个时辰如何？只需10天，不，5天即可。话说到这份上，许飞不好再拒绝了。没想到原本只是想问一个问题，最后居然给自己招来一个麻烦。但就在要同意老师的请求时，许飞心中一动，借喝茶的掩饰，故意拖延了几秒。如果按正常的网游套路，这明明是一个很经典的道具需求类任务，可以借这个机会薅系统的羊毛，说不定就能多赚一点生命源。可惜的是，直到许飞放下茶杯，系统都没有任何动静，更没有触发任务的迹象。只能说神器之地果然是很特别。有些失望的许飞这才给出肯定的答复：“好，若能有所参悟，为师在符箓之道上必然能更进一步。”陈木神情大喜，慷慨允诺道：“你可以放心，此事之后，为师会立刻传授你符道的真谛，届时还会有一份额外的好处给你。”还有额外好处？许飞心里的小小怨念立刻烟消云散。看来今天这趟是来对了。于是乎，接下来几天的游戏体验就从上线修炼断体术，在自己屋内看书，变成了修炼完断体术后，跑到自己老师的家里单手看书。隔一段时间手麻了之后，还得换个姿势，换只手接着来。就在许飞以为这样的生活还得持续几天的时候，一个小小的意外发生了。所谓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往老师家里跑的次数多了，终究还是被其他玩家看到了他从一位符师家里出来，几名守卫的武者跟他谈笑风生的一幕。当天深夜，官方游戏论坛小小的炸了锅。第27章，寻村队死人了。最先在论坛上爆料这件事的老哥，是手册玩家中小有名气，也是迄今为止唯2挂掉过的老哥传火部。震惊！居然有人能跟 NPC 谈笑风生。这个标题有股浓浓的 UC 震惊体味道，但后续的描述却堪称中规中矩。开测以来，咱们一人在怀庄虽然得到了一些优待，但真正能赢得 NPC 尊重的好像还没出现过。但传火哥，我今天路过村中央的那片进入区时，却意外有了一个大发现。下面则是2张游戏中的截图。截图的手法相当高明，刚好捕捉到了几名 NPC 武者脸上的恭敬和讨好，而且还能清晰看到背景中的奢华宅院和那座奇怪的2层石屋，可谓证据确凿。
或许是手册玩家人数不多，又都汇聚在新手村内，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缘故，身为爆料者的传火哥显得颇为谨慎，仅仅只是描述了客观事实，并没有发表任何主观的论断。但被标题吸引进来的其他玩家可就没那么顾虑了。卧槽，牛逼！照片里的地方我曾经去过，不过被外面守卫的 NPC 拦下来了。为啥帖子里的这位老哥可以进去？这哥们不会是触发什么隐藏任务了吧？有可能，不然的话，那几名 NPC 就算允许他进去，没道理这么客气。这位难道就是传说中的 GM 亲儿子？黑幕实锤了！最开始的几十楼水贴后，下面很快出现了大量云玩家的叫嚣和猜疑，直到数百楼后，终于有真正的手册玩家现身，在下面评论道：村中央的禁区好像是2位符师长老的家吧？传火哥截图里的那位玩家可能是触发了副职业。不得不说，这个名为王牛奶的玩家推测还是很准确的，几乎完全猜对了真相。但几分钟后，跟许飞同住一个院落的都是大鹏的瓜，下线睡觉前刚好注意到这个帖子，对此表示了怀疑。这位因为连续分享了好几篇游戏情报和攻略而出名的玩家，先明确了许飞的身份，然后在回帖中写道：为什么我会质疑王牛奶这位玩家的猜测呢？因为据我的调查，符师这个副职业，神器之地这款游戏中好像有特殊的地位。在这段话之后，他又给予了一些更详细的说明。大约是2天之前，我曾就相关的问题询问过魏金鹏这位巡村队副队长，但对方明确告诉我，符师不是谁都能当的，必须要有资质才行，而且概率万中无一。万中无一是什么概念？手册期间只有50名玩家，出现一位有符师资质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相比之下，我倒更倾向于赵一这位玩家是触发了什么隐藏任务。王牛奶和大鹏的瓜的说法看起来各有道理，也各自得到了一批支持者。两方因为进不去游戏而闲得蛋疼的云玩家，为真相爆发了一场争论，让一直低调的许飞在论坛里小小出了一次名。当许飞第2天早上起来，照例登上官方论坛浏览情报的时候，这才发现自己一夜之间成了名人。如果不是他早早设置了屏蔽，不允许未经关注和非测试玩家私信 edit 他，否则光是成千上万的信息和红点提示就能让他的电脑直接死机。这就被发现了吗？许飞稍微有点意外，但仔细想想，自己好像也没刻意保密过。而怀庄寨又是一个封闭的村落，被其他玩家撞到只是迟早的事。沉吟几秒后，他拟定了一个帖子，准备对这件事进行简单的说明。金手指什么的肯定是不会公布的。许飞只推说自己运气好，刚好有符师资质，又通过线上蛮牛肢体仪式符箓引起了 NPC 符师注意，这才得到了出入禁区的权利。而帖子的后面，许飞还公布了一些自己从魔药之力中收获的超凡知识，算是对其他手册玩家的无私分享的回馈。长达1000余字的帖子分成2部分打完，又检查了一遍，确认没有错漏，这才选择了发布。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很快引来了大量的关注，他的帖子转眼间就被大量回复人工置顶。稍微留意片刻，又挑了几名热情玩家的评论给予了回复后，许飞便不再在意这起小小的意外，径自登进了游戏中。但他没想到的是，出现波澜的不仅仅是现实中的游戏论坛，从手册开始后一直平静如死水的怀庄也发生了大事。进入游戏后，许飞照例跑到了周深家里，准备跟着对方一起晨练，顺便蹭一顿游戏中的早餐。没想到的是，才刚到就被对方家中的仆从告知，周深在不久前暗夜即将结束的时候被人匆匆叫走了，不在家，那多半是在巡村队驻地了。许飞稍加推断，当即改变主意，也朝巡村队驻地赶去。巡村队长连夜被人叫走，多半是村里出现了什么紧急情况。身为一名玩家，这种热闹自然是不能错过的。就在半途中，区域聊天栏里忽然有了动静，刀刀烈火发言道：兄弟们，出大事了，巡村队昨晚死人了。大清早在线的玩家人数并不是很多，即便神器之地是首款虚拟游戏，热度爆炸，前景无限光明，但大部分玩家依旧是将它当成游戏看待的，不会因为一款游戏好玩就把生活和工作的时间全部投入进来。一大早就能上线，一玩一整天的玩家顶多只有手册玩家的一半，但此刻这半数玩家几乎尽数被刀刀烈火的发言给炸了出来。狂徒张三刚上线，什么情况？干饭人死人了？游戏主线终于要开始推进了吗？仗剑江湖已经在往巡村队驻地赶了。烈火，先说一下大概情况呗。王牛奶，乱起来，乱起来！天天上线就是练武，想出村还不让，我快无聊死了。你搁这呢，烈火老哥，快说说究竟咋回事？一连串的催促下，刀刀烈火很快再次发言，说明了情况。第28章，薛老师。原来昨夜负责巡视村庄的巡村队员
在最后一轮巡视的途中遭到了诡异袭击，死伤惨重。具体情况，刀刀烈火也不清楚，还在进一步的了解中。这番说明在聊天栏里再次引起一番喧哗。毕竟玩家们进游戏的第一天就从 NPC 那里知道村里有出火祭坛，无惧寻常诡异怪谲的入侵，但现在居然有不知名的怪物趁夜发动了袭击，还杀伤了不止一名巡村队员，这可是个大新闻。要么村里的出火祭坛根本没有 NPC 们宣称的那么厉，要么就只有一个可能，昨夜袭击村子的怪物非常强，超过了出火祭坛的压制范围。不管哪一点都能触动玩家们的神经和兴奋点。而就在其他玩家还在往巡村队驻地赶的时候，先行一步的许飞已经抵达了目的地。跟往日相比，今天的巡村队驻地戒备森严，空气中的氛围也十分压抑凝重。数十名巡村队员簇拥在这里，不时偏头看向训练场空地上被麻布盖着的几具尸体，似乎在等待着一个结论。他们的神情有淡淡的悲伤，更有几分漠然，显然是见多了生死。只有几名新进的预备巡村队员的脸上才能看到比较明显的悲戚。除了这些普通队员外，村里的4位超凡者，包括周深、赵天歌、魏金鹏在内，也都已经到场。其中，许飞还头次看到了最后那位名为钱高雄的副队长。此刻，这个人如其名，健壮的如同一头黑熊的男人，正蹲在其中一具相对最完整的尸体前，检查着留下的痕迹，不时还跟神情严肃的周深等人交流几句。稍远一些的空地上，刀刀烈火等几名玩家也在附近观望着情况，不时在聊天栏里发言几句，给还没赶到的玩家现场直播。注意到许飞抵达，刀刀烈火还朝他招了招手，大约是认出了这位昨晚才刚出过名的人。在玩家们和巡村队员们的关注中，经过片刻的调查和讨论，4名正在检查尸体的超凡者似乎终于达成了一致。只见周深代表其他3位超凡者走了出来，向汇集在这里的众人做出了具有官方定性的发言。各位，经过我们的一致鉴定，可以确认袭击小梁、冯黑虎、程山他们的凶手是一只游级上位的诡异血老师。对于如何对付这只诡异，村里已经有了主意，很快就会付诸行动，大家放心回去吧。接下来几天，大家夜间巡逻时注意加强戒备即可。同时，在铲除谢老师之前，暂停一切出村活动。见周深这么说，看起来又很有信心的样子，多少有些惶惶不安的 NPC 巡村队员们也慢慢镇定下来。不知道谁先带头离开，大家在低低的叹息声中三三两两的散去了。少了这些围观的 NPC， 在场的玩家们就很扎眼了。周深抬头看了一眼，对刀刀烈火他们并没有什么表示，唯有看到许飞时有些意外，随后朝他招手示意。这明显的区别对待果然引起了刀刀烈火他们的特别关注，一道道莫名的目光当即就朝他看了过来。许飞今天登陆前已经在论坛上做了解释，估计刀刀烈火上线太早，没来得及看。对此，许飞也没什么好掩饰的，大大方方走了上去。你也收到了消息吧？周深勉强露出一点笑容，说：放心，只是一只游击诡异而已，威胁不到咱们村。在刚开服的头几天，许飞对什么游击、怨疾之类的诡异划分还一直不太清楚，毕竟 NPC 们对他们的存在颇为忌讳，轻易不愿提及。不过翻阅志怪图鉴后，许飞对他们的划分就有了一个明确的认知。按此方世界通行的规则，诡异怪绝根据实力和可怕程度共分为4级，从弱到强依次是游、怨、凶、灾。游击最为常见，但他们的威胁反而是最小的。实力稍强一些的超凡者携带了符师的符箓，都能独立击杀。怨级的诡异怪绝就有点难对付了，好在仍旧能被绝大多数村庄的出火祭坛克制。凶级算是一个质变，超出了大部分中低阶超凡者对抗的极限。不过他们的数量也不多，一些灰雾相对不活跃的区域，可能几十年都未必能遇到一次。而灾级诡异，顾名思义，每出现一次都是一场灾难，稍微应对不利，就可能有一座甚至多座城市因此覆灭。据说在这4级之上，还存在更高的不可知级。这种传说中的级别已经强大到了人类无法理解的地步，就算圣者亲临都难以抵挡，因此才会有不可测、不可知的说法。而每一个级别之中又有下位、中位、上位的细分，以便人类超凡者更好地衡量他们的实力。正因为有了清楚的了解，得知只是一只游击上位诡异后，许飞心里才并不紧张。他很清楚，以怀装超凡层面的力量，完全可以应对这只诡异。我并不担心这个。他对周深说道，就是想问问，有什么是我们一人可以帮村里做的？收到消息后专门跑过来，可不是为了看热闹的。说几句慷慨的话，刷一波好感度也只是其次，关键还是想看看能不能触发个任务什么的。但很显然，只是一次诡异袭击，还不足以让巡村队的几位超凡者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周深摇了摇头，说：你们一人虽然一个个天赋异禀，但终究是刚加入村里，就算现在给你们安排任务，你们也帮不上什么忙，
反而可能白白送死，让那薛老师变得更强。有些诡异怪绝，倘若杀死足够多的人类，是能够借此提升实力的，而薛老师很不巧就是其中之一。见周深态度坚决，许飞也就不再说什么，只是问道：那村里打算怎么消灭这只诡异？周深想了想，大约是觉得许飞不算外人，便如实说道：薛老师这种诡异在暗夜期间出现的较多，而且对大量的鲜血比较敏感，我准备加强夜间防御，同时安排一个陷阱，看能不能把他诱出来杀掉。许飞翻阅志怪图鉴时，还没看到邪老师的部分，不过见周深已经有了一个看起来可行的计划，他也就没再多嘴。毕竟在对付诡异这件事上，人家 NPC 超凡者才是专业的。第29章，出火祭坛出问题了。片刻之后，在寻村队驻地继续逗留片刻，见这里确实触发不到任务，免费的早餐也蹭不着了，许飞当即准备闪人。不出意外的，他被刀刀烈火、王牛奶等玩家给叫住了。一众老哥们的态度热情无比，许飞也不好一点面子都不给，只能把刚刚周深的话给他们透露了一二，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这才成功脱身，转而前往老师陈木的家中。对不久前发生的诡异袭击事件，身为服侍的陈木显然也收到了消息。他对这件事本身并没发表什么评论，只是在继续揣摩蛮牛之体一式符箓的时候，提醒了许飞一句：夜间小心，不要到处走动，万一遇到不测，就立刻动用为师赠予你的鬼物，往出火祭坛或者为师这里逃命。陈木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不起眼的小事，但他语气里的隐藏意思却让许飞心里一惊。听老师的意思是觉得袭击还会再次发生？陈木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头也不抬地说：你可知那薛老师为什么能伤害村子里的人？这个问题的确是许飞和其他玩家所疑惑的，聊天栏里现在还有人在讨论呢。大部分玩家的看法是这可能是个意外，也有人猜测遭到袭击的几名寻村队员可能因为某种原因主动离开了出火祭坛的保护范围，这才给了薛老师可乘之机。但陈木却告诉许飞一个让他大为意外甚至是不安的理由，原因很简单，出火祭坛可能出问题了。什么？这个消息要是传出去，可是能撼动整个新手村的大新闻。许飞忍不住追问道：老师何出此言？陈木沉默了片刻，说道：要维持出火祭坛的火焰，就必须消耗大量新柴。但1周前，你们这些异人刚降临的时候，青木寨发起过一次共鸣，向怀庄远程下达了一份谕令。这种出火祭坛间的共鸣，同样会消耗大量的新柴储备。青木寨家大业大，耗得起，怀庄却根本没有多余的新柴。再猛烈的火焰，如果没有了燃料，又怎么可能持久呢？被陈木的话提醒，许飞这才想起先前赵天歌等 NPC 好像的确透露过只言片语的信息，只是这些模糊的线索太过零碎，才没有玩家第一时间联想到一起。如果自己老师没弄错的话，那薛老师袭击事件搞不好还真不是孤立。就算几位超凡者设法铲除了薛老师，只要出火祭坛的新柴问题不解决，就还会有新的诡异继续袭击村庄。似乎是不希望许飞为此担忧，陈木忽然又说道：你也不用太担心，出火祭坛的力量只是有所衰弱，并不是已经彻底耗尽。若我所料无误，不久后青木寨的商队到来，自然会帮怀庄补上亏空的新柴。真正的危险期顶多只有月底前这1周左右的时间，只有1个星期左右，那还好。闻言，许飞放下心来，自己有老师送的鬼物防身，本身就已经比村里大部分人安全，而周深、魏金鹏等超凡者也让寻村队加强了戒备，只要不出什么大的意外，想必新手村能安然度过这1周。不过这次袭击事件也给许飞提了个醒，对于修炼的事必须要更加上心了。好在这几天下来，他对一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的解析已经接近了 50%， 等彻底掌握了这种符箓的绘制之法，许飞就可以消耗掉这张符箓，进一步强化自己，一举进入断体中期，实力大涨。届时或许仍不足以对付薛老师这种级别的诡异，但再次对上陆星草之类的怪绝，就能有一定的自保之力了。一个略显漫长的白夜过后，由于寻村队遇袭事件已经在村内转开， NPC 村民们在暗夜降临后，比以往更早地躲入了自家房间。村里一片死寂，除了寥寥几个熬夜修仙的夜猫子玩家外，看不到任何人影。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从黑暗的村内往外看，荒野中的灰色雾气比往日更加深沉阴冷，雾气深处更是不时传来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怪声，似乎有种无形的恐怖在逼近这个半山腰上的村落。值守暗夜的寻村队员也嗅到了这种危险的气息，只能收缩力量，躲在出火祭坛的火焰能辐射到的警戒区内，依托几处专门开辟的坚固哨所，拱卫村子的安全。只在午夜和黎明时分，才会沿特定路线外出巡视一番。由于昨夜的薛老师袭击缘故，为了不至于再出意外，也是为了稳定人心，几位超凡者不辞辛苦，各自选了一处哨所坐镇。其中，周深等人负责下山的方向，
夜间还会尝试设下陷阱诱杀血老师。魏金鹏则负责相对安全的村子南侧哨所，这里背靠山腹，一般不太会有诡异从这个方向入侵。在附近几名警惕的巡村队员眼中，魏金鹏此刻正端坐在木桌前，身体一动不动，但他们很清楚，这位副队长看似已经睡着，实则却在闭目养神。一旦有个风吹草动，随时能爆发出雷霆般的力量。他的存在给了几位巡村队员很大的安全感。时间一点点推移，灰雾深处的动静一直没停，但村子却始终还算安稳。期间，魏金鹏带队出去巡视了一次，也没出现任何意外。再次返回哨所后，几位巡村队员脸上虽然看不出来，但心中是有些暗暗庆幸的。照这样下去，他们或许能平安度过一个危险的夜晚了。距离白夜到来还有不到1个钟头时，去年才加入巡村队的小高觉得肚子有些胀，虽然有心憋住，等天亮下职后再解决，但人有3急，有些事不是想憋就能憋得住的。硬挨片刻后，他只能苦着脸叫了一位关系还不错的队友。安全起见，巡村队对于夜间轮值时离开哨所有严格的要求，哪怕只是小小的方便一下，半分钟就回来，也必须2个人结伴行动，绝对禁止1个人外出。都说了，晚饭时别喝那么多咸汤。被小高叫的公安一脸不情不愿，小声抱怨了2句，但还是无奈的跟他离开了哨所门。第30章，首个日常任务。说是离开，其实也没走多远。哨所附近10几步外的墙角就有一处专门修建的旱厕。如果是天最热的时候，待在哨所内甚至都能闻到令人不爽的味道。很快，旱厕内传来淅淅沥沥的声音。门外，公安一手提着灯笼，不耐烦地催促着队友，另一只手按在腰间的剑柄上，警惕地打量着四周。虽说黑暗中根本看不清远处的情形，但这种警惕仍旧能给他一点安慰，仿佛真要有诡谲从黑暗中冲出来，自己就能因此躲过一次死劫。阴冷的风似乎忽然大了一些，远处传来风吹过怪石发出的呜呜声，水声不知何时停住了，旱厕内一片死寂。公安最初的时候并没意识到这点，直到这种平静持续了2、3秒后，他才猛然惊觉，身体瞬间绷紧，一边转身缓步后退，一边试探着喊道：“小高，你还在吗？”没有人回答他，就仿佛从没有人进入过这间旱厕一般。公安的心立刻沉入了谷底，只觉得身体发寒，张嘴就要大声示警。但下一刻，他就看到黑暗的旱厕中亮起一抹红光，有若实质的恐惧气息笼罩过来，耳边也悄然响起悉悉索索、令人几欲发狂的呓语，让公安忍不住陷入了癫狂。不好！几乎是同时，在哨所内闭目养神的魏金鹏脸色大变，他的身体一跃而起，旋风般冲了出来。双臂上的肌肉也飞快膨胀了一圈，在魔药的作用下完成了黑石化。从起身、冲出、开启魔药能力到飞奔至旱厕前后仅仅用了不到2秒时间，这个反应效率极为惊人。但他仍旧还是来迟了一步。冰冷的地面上满是鲜血，公安的腹部不知被什么剖开，内脏不翼而飞。但更令人恐惧的是，公安的脸上的惊恐神情不知何时消失了，反而凝固着一种诡异的笑容，令人毛骨悚然。这种笑容果然还是薛老师。几名紧随其后冲出来的普通巡村队员目睹这一幕，脸色大变。那东西已经离开了，该死，他居然没有被周队长他们的陷阱诱惑。魏金鹏神色铁青，仔细感应片刻，半愤怒半失望地摇了摇头。戒备解除后，众人在旱厕内找到了小高的尸体，死状跟公安完全相同。比昨日更加压抑的氛围开始在沉默中蔓延。巡村队又死人了！这个噩耗在白夜到来后很快传遍了整个怀庄。虽说 NPC 村民们对巡村队死人早已麻木，每年都能听到几次，但短短2天连续死伤好几人，而且还是在副队长亲自坐镇的哨所附近，性质就相当严重了。随着流言开始发酵，村民们不可避免地出现了骚动和恐慌。出了这种不幸的事，村里自然不可能没有反应。一方面将2名巡村队员的尸体焚烧后下葬，并发放了丰厚的抚恤；另一方面紧急调整了轮值方案，再次加强值守的力量，并请2位符师长老出手，临时制作了一种符箓——辟邪符。辟邪符跟测鬼符一样，同为基础符箓。一旦有诡谲靠近，或是被什么阴邪的力量影响，附身辟邪符就会立刻自燃，同时在使用者身体周围形成一道微弱的屏障，起到稍稍保护使用者的效果。相比于后者，辟邪符的制作工艺更加复杂，又需要几种怀庄没有的超凡材料，且保护效果很鸡肋，所以村里才舍不得常备。毕竟符箓一旦制作出来，里面的法力就会随着时间推移流逝，倘若期间没用上，就等于白白浪费了。这种加强守备力量加发放辟邪符的双重保险，过去遭遇危险诡谲袭击时，村里也曾用过，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效果还是挺不错的。
就连第一线的巡村队员在拿到了新鲜出炉的符箓后，浮动的心思都踏实了许多，哪怕他们自己也清楚辟邪符的效果其实未必护得住他们。然而人心是再次稳住了，但另一个问题却还在。一直以来巡村队的人手就没宽裕过，平日里没什么危险还好，眼下连死4、5人，还要加派双倍的人手，这个问题顿时变得越发严重起来。即便缩减白夜期间的巡查队员，将其临时转为巡夜，再将几名预备巡村队员提前转正，依旧有些捉襟见肘。无奈之下，周深跟魏金鹏等3位副队长商议后，终于把注意打到了艺人们身上。虽说青木寨发布谕令要好好招待这些艺人，但眼下诡异作祟，村里实在没有别的办法，把艺人们拉上去顶缸也是不得已而为之，谁来都无法指责。何况他们也不是强迫艺人们这么干，而是艺人们再三主动要求的。退一万步讲，就算真的遇到什么不测，艺人们还能复活，只是死一次的话，应该不算什么大问题吧。如同周深他们预料的那样，允许艺人出村执行任务的消息一出，玩家们果然没有异议，反而为之欢呼雀跃。在村里无聊了1个多星期后，他们终于有了出村和参与战斗的机会。诡异虽然可怕，但玩家们也不是1周前刚进游戏的新人了。再加上巡村队并非安排他们巡夜，而是去相对安全的白夜巡查，还有其他 NPC 巡村队员同行，遇到危险的概率其实并不高。何况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因素，这次玩家们终于接到了任务。日常任务：巡视村庄。任务内容：在 NPC 巡村队员的带领下，完成巡查怀庄的任务。注意，该任务可能触发危险程度未知的战斗，请自行考虑其风险性。任务奖励：白石币3枚天，生命原点数1点，仅在遭遇诡异的情况下可获得该项奖励。失败惩罚是未完成的后果而定。虽然奖励看起来很吝惜的样子，也不知道那所谓的白石币究竟有啥用，购买力如何，但这终究是玩家们大面积触发的第一个任务，看样子还是能反复完成的日常，自然在玩家群体中引发了轰动效应。就连一些原本没打算趟浑水的玩家，都在任务的吸引下改变了主意。一时间，人手紧缺的巡村队凭空多了30、40名不怕死的艺人，不仅完全解决了问题，甚至还有了一点人满为患的迹象。这让巡村队里的几名超凡者不知道该怎么形容自己的心情。第31章录文。就在玩家们触发了首个日常任务的当晚，周深等超凡者再次布置了陷阱。这一次，血老师没有了先前的好运气，再次现身袭击村庄的他，被陷阱内的大量鲜血吸引，落入了伏击之中。早已暗中埋伏的周深、赵天歌等超凡者不约而同地杀了出来，他们手中的刀剑全都贴着一种用深红色浮墨绘制的符箓。这种符箓名为赤焰符，一旦激发，便可让武器上燃起烈焰。这烈焰自然不是凡火，而是跟符灯一样，附带了少许原初之火的力量，可以对中低阶诡异造成有效的杀伤。血老师虽然飘忽不定，身上还能冒出血色光芒，消解赤焰符的伤害，但终究难敌几人的围攻。短短几轮攻击，便遭到了重创。然而，诡异之所以难缠，除了几乎不受物理伤害影响外，还在于他们往往有着千奇百怪的手段。遭到重创后，血老师身上红光大盛，那种诡异特有的癫狂气息冲击，顿时猛烈了好几倍。无形的一语声也骤然尖锐高亢起来，让周深等人烦躁痛苦的机遇发狂。原本默契无间的围攻，顿时出现了一个转瞬即逝的缺口，而血老师便抓住这个机会，飞快化作红光远去，转眼间便消失在灰雾中。可惜，就差一点点。看着翻腾的灰色雾气，周深十分遗憾。如果能请动陈长老出手，摇动他的镇鬼灵，定然能在最后时刻镇压这只诡异，让他无法逃脱。只是使用鬼物是要付出代价的，他们自认为有一定把握，舍不得替陈木出这个代价，所以才抱了一点侥幸心。奈何结果不尽如人意。这血老师倒是果断，哪怕慢半秒，咱们都将他留下了。赵天歌缓缓收起黑石魔药的力量，脸上同样有些遗憾，没能一举将他消灭，对村里来说无疑是个隐患。望着血老师消失的方向，几名巡村队长心情沉重，久久才收回视线。几个时辰之后，暗夜结束，一个好消息迅速传开，血老师昨夜被几位队长重创，村里暂时安全了。至于这只诡异可能还会卷土重来的隐忧，自然是被压下不提，以免让村民们人心惶惶。而接下来2天时间，血老师果然没有再次出现。不要说村民了，就连一些乐观的巡村队员都暂时放下担忧，觉得那血老师多半是慑于几位超凡者的力量，被吓跑了。也正是在这2天内，陈木终于吃透了一世固化符箓蛮牛之体中的种种精妙之处，得知自己不需要再天天往这里跑，许飞心情大喜，有种终于解脱了感觉。而自己这位老师也没食言，在许飞收走符箓后，当场就宣布正式传授他符箓之道。
所谓符箓，本质是一种将超凡力量以某种载体和特定形式封存的技术，以便需要时随时可以激发。能够承载超凡之力的载体箓文，因此成了符箓之道最关键的核心。这种古老的文字和纹路能够引动特殊的力量，又被称为秘文。想要绘制符箓，首先就要掌握常用的箓文，随后才是具体的绘制手法和调动精神力的技巧。然而，所谓的符师资质就体现在这里，唯有有资质的人才能掌握并运用箓文，没有资质的人，即便照猫画虎将箓文描摹出来，也只是分毫不差的普通图案，并不具备任何神异之处。从明日起，你每天抽一个时辰来我这里学习常用的箓文。这样说着，陈木又递过来一本无名的小册子，里面记载了8种常用符箓的绘制之法，其中前7种连基础符箓都算不上，都是些小光明符、清洁符、避水符之类的日常生活用符箓。只有最后一种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超凡符箓，神器之地中流传最广，玩家们也最熟悉的侧轨符。而前7种符箓占用的篇幅加起来才堪堪抵得上侧轨符一种。许飞随意翻了一下，看到那繁复无比的多层构架和密密麻麻的箓文，按符箓初解上面的说法，还必须是一笔完成，还不能出任何错漏，顿时不由一阵头大。如果是纯靠自学和反复临摹，天知道要花多久才能掌握侧轨符的绘制方法。而且侧轨符还只是基础符箓，就这么复杂了。若是更高级的符箓，许飞简直不敢想会困难到何种地步。也难怪符师这个复制会如此金贵，现在看来不仅仅只有资质因素，它本身的技术门槛也高得吓人。万幸自己有捡来的外挂，依靠灰色符箓的解析能力，直接掌握对应的画符之法，跟正常的学习流程比起来，效率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如此感叹着，许飞谢过老师，将小册子收起，随后想起什么，故作迟疑地向老师提出申请。你也想加入巡村队的白夜巡查？陈木沉吟了几秒，却出乎预料的没有拒绝许飞的申请。符师虽说无需跟诡异正面厮杀，但必要的经历还是要有的。你愿意体验一下，这很好。参加白夜巡查本是许飞自己的私事，但周深心里顾虑比较多，担心许飞吃亏后陈木会有所不满，所以一口咬定许飞必须请得老师同意才允许他参与巡查。为此，许飞今天来之前还特意准备了一套说辞，可惜陈木答应的太爽快，让他的精心准备没有了用武之地，以至于不知道该高兴还是该郁闷。外出遇到诡异的话，不要逞强出头。陈木还在尽责地叮嘱他一些注意事宜。你们的任务不是跟诡异正面厮杀，而是拖延预警，真正的战斗让周深他们几位超凡者来。对了，之前我曾许诺，研究完蛮牛肢体的仪式符箓后会给你一份好处，正好借这个机会送与你，也好让你多几分自保的把握。说着，陈木向一旁的侍女使了个眼色，只见那侍女亭亭袅袅地走了下去，很快用托盘端上来一件白色锦袍。锦袍的样式有点像武侠小说中大侠们常穿的侠客衫，缝制的手艺精湛，极为贴合许飞的身形，应该是以他的身材数据量身定做的。但怎么说呢，这件锦袍帅是很帅，许飞一眼就喜欢上了，但好像没什么特殊之处啊，就是一套普通的衣物。第32章铁甲符还没完呢，别急。陈木似乎看出了许飞的想法，不慌不忙地从袖中抽出2张带有淡淡浮沫气味，应该是新绘制没多久的符箓，随后分别将它们塞到锦袍的前后胸口部位，衣襟内预留的符袋之中。示意许飞穿上后，陈木忽然抬手用力一拍，被掌力触动，锦袍内的2张符箓立刻激活。摇向响应下，一层微弱的荧光浮现在衣衫表面，让这件普通的锦袍瞬间变成了一件足以抵挡刀剑劈砍、弩箭传射的超凡装备。至少许飞用新手礼包送的那把防身短刀，全力劈砍下去都没能撼动锦袍的那层微弱荧光。荧光持续了3-4秒，才重新暗淡了下去。当许飞继续尝试时，不出意外再度激发了他的防护。显然，陈木给予他的符箓采用了某种特殊的设计，并非一次性物品，而是可以间断多次的激发。怎么样，喜欢吗？见许飞连连点头，陈木笑了起来，道：这是2张铁甲符，在符力耗尽之前，就算断体后期的全力一击都未必能击穿它的防护效果。不过铁甲符制作不易，你平日里穿的时候还是仔细一些，若是符力用完来找为失换，下次可就不是免费的了。正常情况下，陈木说的没错，但许飞心道：不好意思，哥有挂，等蛮牛肢体符箓解析完，下个目标就解析这铁甲符。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神器之地中，新的白夜降临。出火祭坛上，方顶内翻腾的火焰逐渐平静下来，收敛了大半光热。刚刚登入游戏的许飞，终于如愿以偿地接了到日常巡查任务。站在巡村队空地上的他，穿着帅到有点骚包的白色锦袍，带着巡村队配发的赤焰符、火把，遇到诡谲时求援的信号弹，
以及装着常见驱虫药粉的小瓷瓶，倒也有了几分骁勇精干的侠客模样。片刻等待后，陆续又有几名玩家和 NPC 巡村队员赶来。因为需要常年面对危险，再加上伤亡率很高， NPC 巡村队员之间的关系普遍比较淡漠。除了心理压力大的因素外，某种程度上也是不希望频频承受好友牺牲的悲痛。一起巡逻的队友尚且如此，他们对待许飞等一人自然就更冷漠了。只有寥寥一两位 NPC 队员见过周深等超凡者对许飞的热情态度，知道他可能有些关系，才显得热情许多，擦肩而过时会主动打招呼。就在这时，负责巡查暗夜的小队完成了任务，在副队长钱高雄的带领下相继返回，跟许飞他们进行了交接。顾不上最近连轴转的疲惫，刚刚赶到的赵天歌环视众人一眼，开始进行具体的巡逻安排。跟暗夜期间的聚守村内哨所不同，白夜期间的巡逻范围要大很多，不仅要主动出村，还要到出火祭坛笼罩范围之外的地方巡视。其中最主要的巡视区域为灰面草田，其次是山下的小沙河和开采原石矿的矿坑。神奇之地，世界没有日月星辰，普通植物难以存活，唯有适应了环境的变异植物才有可能存活下来。灰面草就是一种特殊的变异植物，它的根茎部有点像小麦，结出的果实像一长串切开的海带丝，采摘并晾干后可以磨成面粉食用。虽说口感不好，产量也不高，但胜在周期短，一年可以收获4季，是怀庄村民几乎唯一的主粮。最重要的是，灰面草只要种植在有灰雾的地方就能存活，无需阳光照耀，也不需要精心耕种刺弄，顶多定期浇点水即可。为此，村里在山下开辟了大量荒地，专门种植这种作物。范阳，你继续带一队艺人巡查山脚西侧的灰面草田。石头、王铁，你们带另一队艺人巡查山南的那块灰面草田。赵一，你就先跟着王铁和石头吧。第一次外出巡逻，切记不要妄动。2位老队员怎么做，你跟着学就好，遇到危险立刻发信号。如此叮嘱几句后，赵天歌很快将剩余巡查任务一并安排完毕，他自己则坐镇全局，随时准备增援。石头的年纪在巡村队中算是比较大的，起码27、8岁。一般来说，这意味着他修习苍元断体术的时间更长，实力会更强，而且运气也不错。运气差的巡村队员早早碰到诡异死在灰雾里了，根本活不到这个岁数。王铁则是2年前才加入巡村队的，习武的资质一般，但凡用过蛮牛之体仪式的玩家，实力可能都比他强，但在出村巡视的经验上，他比玩家要老道得多。你们几位跟上吧。2个巡村队老人中，石头人如其名，沉闷的一句话都没说。王铁则提着符灯，朝许飞微微颔首，又朝小队内的其他几名玩家招呼一声，率先离开了巡村队集结点。灰暗的天色中，小队拱卫着符灯，在沉默中抵达了出村的大门前。看到巡村队员要外出，几名守门的 NPC 武者赶紧打开寨门，放下了吊桥。8米长的吊桥下面是一条深深的壕沟，壕沟底部倒插着一些锋利的木刺、断剑、瓷片。或许无法阻止诡异怪蹶，但对付那些被诡异气息感染、失去理智的野兽还是有效的。最不济，心理上总能给人一些安全感。而一旦通过吊桥离开了这里，就等于正式脱离了村子和出火祭坛的保护，进入了无比凶险的灰雾中。随着几支小队相继出村，吊桥在哗啦啦的铁环碰撞声中被重新拉起。村子内外仿佛凭空多了一条深深的隔阂，里面是可以放松休息的安全之所，外面则是危险无处不在的地狱。纵然是自视能复活的玩家们，心态都认真了许多，交流都用聊天栏代替。走了，各位早归。分配到不同巡查区域的 NPC 队员互道一声祝福，然后沿着各自的方向离开了。短短1分钟不到，其他人就消失在茫茫的灰雾中。一片死寂的天地中，仿佛只剩下了许飞他们小队。手册刚开启的时候，玩家们还没什么特别的感受，但这1周多以来，习惯了出火祭坛终日不息放出的无形光热，骤然来到荒野，居然有种格外的寂静和阴冷。尤其是头次出村的许飞，这种差异感尤为明显。幸好王铁提着的符灯还在持之以恒地散发出微弱火光，驱散灰雾的同时，也稳固着附近的时空。第33章，时空错乱之景。顺着逐渐放缓的山势下行，一行6、7人走走停停，领队的石头每隔一段距离都会停下，观望一下附近情况，确定没有危险后才会继续前进。这期间，王铁的声音便会从他们身后传来，趁机传授几条巡村队前辈用血总结出的经验。有老巡村队员愿意言传身教，许飞肯定是用心记下。即便其中有几条看起来似乎很可笑，但既然能被对方郑重其事地告诫他们，想来自然有其道理所在。至于其他几名玩家有没有用心，这就不好说了。就在小队抵达山脚下，即将拐过一片低矮的灰树林时，一直闷不作声的石头忽然停下脚步，
压低声音道：“停！”随即他谨慎地蹲下身体，侧耳倾听起什么。见状，许飞有学有样，蹲下身体打量起四周，但哪怕是白夜，小队中又有浮灯和好几个火把，仍旧看不清太远的情形。至于声音，除了风吹过树叶的沙沙声和偶尔的虫鸣，许飞也并没听到什么可疑的异响。小队的最后，王铁的动作比许飞还快，在石头停下脚步的瞬间，他就做出了跟石头同样的举动，并连连对几名没反应过来的艺人示意。紧张的氛围一下子弥漫开来。石头，你听到什么了？片刻观察后，没发现什么危险的王铁用微不可闻的声音问道。石头没说话，只是继续凝神分辨着什么。半分钟后，他才解除警惕，缓缓起身道：“没事了，刚才应该是一只路过的露水鸠。”露水鸠这个名字好像在《志怪图鉴》中看到过。许飞略一回忆，便想起了一些信息。这是一种不入品级的怪蕨，实力比陆星草还要弱一些，以露水为主要食物，算是为数不多的无害怪物。虚惊一场之余，许飞也不由有些好奇，石头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志怪图鉴》中的记载只大致描述了这种怪蕨的特别，可没说如何隔着灰雾辨别。叫声！王铁代替石头给出了答案。露水就在吸食露水时，不时会发出一种有韵律的声音，虽然乍听上去有些像虫鸣，但熟悉了就能分别出其中的细微差别。这也能听出来？小队里的另一名玩家3年之期已至，又是惊讶又是佩服。他还以为石头是像超凡者一样有什么特殊能力呢。一个无关紧要的小插曲后，小队继续前进。不知何时，灰暗的天地间多了些光怪陆离的景色。向灰雾深处眺望时，偶尔还能看到斑斓的色块闪烁其间，共同构成一幕幕抽象魔幻的画面。虽说是第一次见到这种奇异的宛若油画般的景色，但如今的许飞对神器之地已经有了不少了解，知道那就是传说中的时空错乱之征兆。就算是超凡者误入其中，只要没随身携带浮灯，都会深陷时空乱流中，再也难以脱身。正因此，遇到这种情况的最佳应对之法就是立刻远离。石头、王铁两人深知时空错乱的可怕，暗暗加快脚步，直到再也看不到那些奇景，才彻底放下心来。随着地势彻底放平，眼前的小道逐渐开阔，隔着灰色的雾气，隐约可以看到不远外出现的篱笆墙。篱笆墙附近人为种植了一种会发光的有毒苔藓，用以阻挡普通的虫蚁和野兽。山南的灰面草田终于到了。虽然不知来过这里多少次，但看到一片片的灰面草犹如海带丝般迎风飘舞，石头和王铁两人脸上还是露出感触之色。他俩下意识地放慢脚步，沿着田地之间预流出的小道往里走着，不时低头查看一番。上个月赤黄牙的影响已经基本消除，看来没有卷土重来的迹象。篱笆墙也都完好，附近没发现可疑脚印。昨夜应该没有体型较大的野兽靠近。花了相当久的一段时间，将灰面草田巡视了一遍后，石头和王铁带着玩家们来到了田地中央的石屋前。这里是预留给轮值巡村队员休息躲雨的地方。在这个灰雾世界，下雨天是非常危险的。雨水中蕴含的阴寒之气，若没有出火祭坛压制，就连修炼苍元断体术的巡村队员都未必扛得住。一个不小心，轻则大病一场，重则直接丧命。不仅如此，雨天会威胁到火把和浮灯，让巡村队员的安全进一步降低，甚至冒出平时不会出现的危险种。有这样的因素在，专门给巡村队员修建一座坚固的小屋就很有必要了。对这座石屋进行了例行检查后，确认没有混入危险，石头和王铁从出村以来一直绷紧的神经终于放松了一些。石头从附近搬来了一块石头，蹲坐在门外，不知道在低头思索什么。我做我自己。王铁则从腰间拿出一个盛水的小竹筒，慢慢喝了起来。受两人情绪感染，玩家们也稍稍放松一些。这时，一路忍着没说话的女玩家魔界人肥宗忍不住问了个问题：王铁大哥，村里的灰面草田为什么开辟在好几个区域，弄得这么分散啊？这2天的巡视中，我分明看到附近还有不少荒地啊，完全可以利用起来。这个问题其实不止肥宗一人注意到了，其他玩家也有所察觉。当即就有人附和道：对啊，田地不是集中到一起，才更方便打理收割吗？闻言，王铁露出几分苦涩神情，他放下盛水的小竹筒，说道：你们一人有所不知，村外有灰雾的地方，时空随时可能出现不稳的状况。若是灰面草田全种在一起，结果不幸被错乱的空间转走，只留下一片荒地，那我怀庄上下几千口，怕不是全部都要饿死。出火祭坛和浮灯倒是能驱散灰雾，稳固时空，但没有灰雾，灰面草又长不成，无解。而且村里也根本承受不起如此多浮灯的消耗。原来如此，几名玩家都不傻，立刻明白了这是一种分散风险的策略。说白了，鸡蛋不放在一个筐子里。没想到外面居然这么危险，
这个世界的 NPC 也太难了。幸好我们只是玩家。不知道谁小声庆幸道，让几名玩家心中都有些凄凄然。第34章巨型怪绝。在女玩家肥宗有些感同身受时，玩家3年之期已到，悄摸摸的来到许飞旁边，戳了戳许飞神色的锦袍，问道：“赵毅兄弟，你这套时装从哪弄的？老好看了，我也想整一套。”许飞耸了耸肩，这是一位 NPC 送的，一般人想弄到可能有点难。3年已至，大概也猜到了是这样，闻言踌躇几秒，说道：“卖吗？我出200大洋，现实中转账。200就想买我这衣服？”许飞忍不住缓缓打出一个问号。很多氪金手游中的皮肤都不止200了，这可是全球首款虚拟游戏，手册期间绝版限定的锦袍，200就想买？哥们，你是认真的吗？就算不考虑2张铁甲服的缘故，许飞也不可能同意啊。见许飞摇头，老哥一咬牙，再加50大洋。好家伙，这可就250了。你咋骂人呢？不卖。许飞再次回绝了对方。哎，不买算了，反正迟早能弄到。3年已至，似乎觉得有点没面子，丢下一句话，本着脸离开了。许飞也不跟他计较，从背包中抽出志怪图鉴，借着火把的光芒继续翻读。可供寻村队员们中场休息的时间就这样慢慢过去。随着白夜下半段到来，石头、王铁各自拿出干粮，就着清水吃了起来。被他们的动作提醒，许飞和其他几名玩家也开始就餐。普通玩家的食物就是灰面草做成的面饼，除了加了点粗盐和一些菜叶调味外，并没有其他馅料，甚至还掺杂了少许没剔除干净的木屑和可疑杂物，让吃惯了现实世界食物的玩家们实在有些难以下咽。用玩家钱多多对一句话来形容，就是这玩意他家的狗都不吃。游戏论坛里对此抱有怨念的手册玩家起码发了几10个倡议帖，希望官方能稍微改善一下口粮的味道。可惜不出意外，还是没得到任何回应。许飞自从拜了陈木为师后，伙食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但限于落后的物资基础，他吃的也不过是灰面草面饼的 Plus 版本，顶多是里面没有可疑的木屑，和面时加了几滴菜油，又加了一大块肥瘦相间的卤肉。将午饭对付着解决后，继续休息片刻。5名玩家在石头和王铁的带队下，前往旁边的灰树林。他们需要收集一些枯树枝，以填补村内的燃料用度缺口。当每人身上都多了一捆柴后，整个白夜的巡视工作也就基本完成了。但玩家们没想到的是，从出村开始到现在都没遇到什么情况，反倒是在准备回村时遭遇了一个巨大的惊吓。砰！远处的大地在轻微的震动。地震了！许飞下意识地想到这个可能，但还没等他开口，紧接着就又响起了一声震动，然后是第3声、第4声。听起来那声音的源头似乎在朝这边快速接近，地面的震动也越发明显，就仿佛有一个巨人在以看似缓慢实则惊人的步速朝这边移动一般。石头和王铁毕竟经历的多，联想到什么，脸色顿时大变。应该是某种巨型怪绝。那来历未知的怪绝体型是如此庞大，以至于每迈出一步，地面都在震动，就连空气中的灰色雾气似乎都受到了影响，不断翻滚起来。随着距离进一步拉近，小队众人更是听到了一连片树木被踩踏、栽倒时发出的轰隆声。那声势简直骇人！卧槽，这什么怪物？3年已至忍不住低声爆了句粗口。王铁这位 NPC 的反应更明显，隔着幽深的雾气，他根本看不到怪物的样子，甚至难以判断那巨型怪绝跟他们的具体距离，但身体还是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这片荒芜的土地上，怎么可能会毫无预兆地出现体型如此惊人的怪绝？怀庄，难道要遭遇灭村之劫了吗？怎么办？要不要躲躲？女玩家魔界人肥宗小声问道。躲？能躲到哪里？石头忍不住开口，他的脸色也终于不复淡然。但万幸的是，那头巨型怪绝似乎并非直奔怀庄而来。在许飞模糊的判断中，对方离他们最近时应该只有数百米距离，但之后那隆隆的脚步声不经意间绕了个弯，往远离他们和怀庄的方向稍稍偏转了1线角度。浩荡的声势和脚步重新变得轻微起来，直至微不可闻。失去了影响的源头，灰色雾气也逐渐停止翻滚，恢复如初。危险暂时解除了，但小队众人心中受到的震撼却丝毫没有消散。快，立刻回村！出了这么大的事，别说今日的巡逻已经完成，就算还没完，石头和王铁也没有了继续下去的心情，匆匆招呼几名一人一声，加快了返回的脚步。被那未知怪绝惊动的巡村队员似乎不止他们一队。快返回村口的时候，王铁和石头险些跟另外一组人在灰雾中撞到。虽然按照惯例，在外巡视的各组队员不能贸然接近，但并不妨碍他们隔着一段距离用语言交流。许飞听得出来，两边的 NPC 队员心情都很沉重。
按照规章，依次使用测轨符后，检测无误的小队顺着重新放下的吊桥返回村内。出火祭坛的温暖并没能让王铁等 NPC 的神色放松，他们暗暗加快脚步，直奔出火祭坛旁边。一是在这里继续待上片刻，以防意外；二来，周深队长和江村长等人已经在这里等着他们了，神情严肃而忧虑。显然，不只是外出的巡村队员，就连村里也被那头巨型怪绝的动静惊动了。没多久后，外出的机队巡村队员尽数回归。见人到齐了，江村长迫不及待地问道：“刚刚从村子附近路过，奔向东方的那只怪绝，有没有人亲眼目击到？”在场的巡村队员，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起摇了摇头。那头怪绝的体型虽然巨大，但荒野外有着浓郁的灰雾，除非有谁敢接近到他身边，否则很难看清真正模样。没有吗？蓦人回答，让江村长苍老的脸庞有些失望。但这也不打紧，不知道几百万里的神器之地虽然广阔无边，体型巨大的怪绝也不知道几千几万种，可具体到白离河谷这片小小的地域，那种在几里外都能被觉察到的怪绝却并不多。待会只要派超凡者去调查一下那巨型怪绝途径留下的痕迹，多半就能确定了。第35章灰雾之潮。不过话说回来，没人看到未必一定是坏事。若是有人被那巨型怪绝盯上，反而可能给村里招来一场灾祸。这个世界上，体型小的怪绝不一定弱，但体型大的怪绝却一定很厉害。能造成如此大动静的巨型怪绝，起码也是院级起步，甚至可能是怀庄根本无法对抗的凶级。一片缄默中，周深见没有人要发言，便开口定论道：“如无意外，那巨型怪绝应该是绕过咱们怀庄，朝东面去了。但谁也不能保证他是否会掉头折返。接下来几天，各巡村小队务必提高警惕，任何动静都要第一时间上报。”是。一众巡村队员都知道事情的严峻性，齐声应诺，随后忧心忡忡地各自散开了。对他们这些普通人来说，不需要想太多，只要老老实实按上面的命令办事即可。但对于村里的超凡者来说，那只巨型怪绝带来的冲击才刚开始。在亲自出村侦查一番后，周深跟其他几人一起再度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没办法，尤其上品的薛老师连续袭击村庄的事还没有结果，紧接着又冒出来一只巨型怪绝，两件事一起发生，容不得他们有任何的大意。现场的情况太可怕了，想起不久前出村探查看到的一幕，饶是周深见多识广，身体都忍不住颤抖了一下。他端起茶杯，一连喝了3杯热茶，才稍稍稳住心态，描述起之前的见闻。原来那神秘怪绝途径之路，不管是大地、草木，亦或是没能及时逃开的野兽，统统都被某种恐怖的力量变成了灰色的岩石。周深仅仅因为冒险接近到遗留痕迹的3丈之内，都被残存的些许气息侵蚀。说罢，他抬起左脚，依稀可以看到靴底的一抹淡淡灰白之色。若非足够谨慎，反应也够快，说不定一只脚已经废了。事实之灾。脸色难看的江村长从周深的描述中很快联想到什么，缓缓说出了那巨型怪绝的名字：凶极中位鬼绝。不要说他们怀庄了，就算青木寨想要铲除他，都必须倾尽全力才行，甚至可能还要付出不小的代价。但更可怕的是，这种怪绝白离河谷内原本是没有的，要往西北方延伸千里，越过横断山脉，在荒无人烟的黑山域中才有这种怪绝出没。要么是别处发生了时空错乱，将这只怪绝卷到咱们附近，要么……赵天歌顿了顿，说出了另一个令人心悸的猜测，那就是黑山域中发生了什么变故，将这种巨型怪绝驱赶到了横断山脉这边。当然，也不能排除这只是个意外的可能，但常理来说，石之灾这种级别的怪绝是不会随随便便跨越千里往其他地域游荡的。赵天歌的话让在场的几人脸色又是一变。受邀参加会议的陈木忽然说道：“如果事情可能比黑山域出了变故还要可怕呢？比如这是下一次灰雾之潮在酝酿。”听到灰雾之潮4个字，在场的超凡者下意识地想起村里流传的那些秘密记载，心中顿时一阵绝望。先前的猜测将村长还能忍得住，但听到这4个字，他终于忍不住了，惊慌的道：“陈长老，您可不要乱说，不过是2次独立事件凑巧在一起发生，怎么就成灰雾之潮了？不可能的！神器之地中的灰雾力量，除了白夜、暗夜的小小波动外，将时间拉长到几十、上百年，还会有更大周期的起伏。处于大周期的低谷时，灰雾中的高阶诡异怪绝的数量相对罕见，普通人类村庄也能较为稳定的存在。而处于活跃期，就会自发汇聚大量的诡绝，从人类未知的界域外成群结队的涌来，所到之处生机断绝，一片废墟残垣。根据以往的经验，这种灰雾之潮出现时，并不会立刻引爆，而是会有一个酝酿期。2次灰雾之潮之间的间隔越长，酝酿的越久，
爆发的规模也越惊人。怀庄曾经的那次搬迁，就是遇到了灰雾之潮，且刚好位于他们前进的路线上，才迫不得已逃离原地。这时，魏金鹏悠悠地开口道：“算算时间，其实也差不多了。难道真的是前兆？”在场众人中，唯有最长寿的江村长在儿时亲身经历过上次灰雾之潮，想起当时的一幕幕情景，他整个人越发不好了。花白的眉毛拧成了一团，看起来失魂落魄，勉强说服其他人，也是在说服自己道：现在还不好说，也许只是一个意外，也许正如赵副队长所言，是黑山域那边出现了动荡，咱们不要自己吓自己。头次见江村长如此失态的几名超凡者面面相觑，最终还是没能讨论出什么有用的结果。好在灰雾之潮的爆发不是说来就来的，就算预兆真的出现，起码也要酝酿个1年半载才会全面爆发，他们还有足够的时间做准备。何况天塌下来有个高的顶着，怀庄上面不是还有青木寨吗？譬如那石之灾，若真是肆意祸乱，自然会有青木寨三屠司的高手处理。对眼下的怀庄来说，那只下落不明的邪老师的威胁反而更加实际。毕竟谁也不知道石之灾的路过是否会对邪老师造成什么影响和刺激。出火祭坛的火焰燃烧的猛烈起来，辐射出的火热笼罩了整个怀庄。暗夜到来了，跟其他玩家结束了关于巨型怪绝的讨论后，许飞暂且关掉聊天栏，但并没有立刻下线休息的意图。一方面他在回想白夜期间的巡逻经历，另一方面也在想那只神秘的巨型怪绝。直到最后，村里的几位超凡者都没对外透露任何消息，哪怕许飞找机会偷偷问了陈木，他也只说这是超凡者才有资格处理的事，让许飞不要操闲心。但这个姿态显然没办法满足许飞的好奇，那只怪绝的实力究竟有多强？像这种级别的恐怖怪物，在神器之地中究竟还有多少？如果当时那只巨大怪绝没有转身，而是径直朝怀庄方向赶来，那怀庄是不是已经被毁灭了？一连串的问题涌上许飞心头。第36章，有效又不完全有效。随着这些问题一起出现的是深深的思绪。虽说接触神器之地的时间还不长，但许飞已经不止一次地感受到这个游戏世界的危险。看似平静淳朴的怀庄，在这种难以预料和提防的危险面前，就像海啸中的孤舟，随时可能被一个大浪颠覆。能延续下来，超凡力量的保护只是一方面，怀庄的运气一直不算坏，恐怕才是决定性的原因。到底还是实力太弱啊！许飞长叹一声，心中对于成为超凡者的愿望变得前所未有的急切。当天临下线前，他照例解析了蛮牛肢体符箓，眼瞅着进度终于超过了 90%， 许飞的心里不由冒出几分火热。最迟后天就能彻底掌握这张符箓的绘制方法了。接下来就是铁甲符，受限于蛮牛的稀有，或许他掌握了这种仪式符箓的绘制方法也没什么实际意义，但若是能绘制出更实用的铁甲符，一切就不同了。他在怀庄的地位定然会大大提升，继而获得更多的修行资源。回到现实后，许飞依旧是一觉睡到天明，以至于起床后才发现昨夜外面居然下了一场大雨，地面湿漉漉的。不过天亮之前雨就已经停了，取而代之的是晴空万里，唯有空气中多的几分湿润水汽，比往日凉快了几分的温度，无声证明了昨晚那场大雨的存在。对以往的许飞来说，天气晴雨不过是很普通的自然现象，早已习以为常，不会有任何多余的感触。唯有见多了神器之地的黑暗和绝望，对比之后才能体会这种日常的美好。站在楼上窗户前往外眺望几眼，许飞换了一身宽松衣物，来到了楼后面的一小片空地前。昨天下线前，他冒出了一个想法，打算在线时也一并修炼苍元断体术。如果没有林叶霄这位重生者，以及自己精神空间里的那张符箓，许飞肯定不会有这个念头。毕竟将游戏中的技能拿到现实来练习，未免有些荒唐。传出去的话，多半会被别人当成神经病看待。但经历了昨天的事件后，他莫名有种紧迫之感，觉得自己可以试试，万一有效呢？深吸一口气，两腿微曲，沉身抬肘，双臂向前探出，做出了苍元断体术的起手式，然后提膝挠腰，接金猴偷桃之势。第一组6个姿势依次完成，许飞成功感受到了游戏中修炼时肌肉被拉扯的酸痛感，以及随之而来的酥麻，体内的气血似乎也活跃了一些。只是这种酥麻感比游戏中要微弱太多了，而肌肉拉扯的酸痛反倒强烈了好几倍，好像有用，又好像哪里不太对。在第7个动作被迫停下来时，许飞皱了皱眉，片刻后决定继续尝试。第一遍时，他的动作明显还有些生疏，但随着修炼继续，许飞很快找回了在游戏中的熟悉感。随着动作变得更加连贯标准，修炼的效果似乎有了些许提升，气血的活跃程度也更加明显了，但仍旧远远无法跟游戏中相比。最终一连演练了5遍之后，许飞终止了尝试。有效，但又不完全有效。
如果把苍元断体术当成一种强身健体的养生套路，无疑是有用的。可若是想在现实中靠它修炼到人类极限，触摸到超凡的门槛，那是想都不用想。哪怕只尝试了一次，许飞依旧对自己的判断很笃定。果然是我想多了吗？游戏终究只是游戏，还是说神器之地世界跟现实世界有某些本质上的不同，导致游戏中的修炼之法在现实中无法生效？思索片刻，暂时没有头绪的许飞决定搁置这个问题。他觉得以神器之地的真实，有类似想法的玩家应该不止一个。之后有空，或许可以跟其他玩家交流一下心得，说不定能有所发现。抄近路来到董家煎包店，吃了早餐后，许飞慢悠悠地返回了楼上，冲了个澡，换了身衣物，躺进游戏舱中。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照例先浏览一番官方游戏论坛。由于开服已经1周多，一些常规的情报基本都已经被玩家收集。今天的浏览，许飞不出意外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新情报。论坛内的主要关注点集中在昨日的巨型怪绝身上，但除此外，许飞还发现了一部分跟现实有关的帖子。有几名云玩家发帖声称，从今天早晨开始，现实中的各国官方力量和互联网巨头正在对神器之地相关内容进行删除、屏蔽。贴吧论坛、微博、视频网站等等都已经找不到任何内容，新发的话题也会立刻被删除或者遭到审核，永久无法通过的那种。直接用搜索引擎搜索的话，跳出来的一堆结果会全部指向一款新出现的同名垃圾页游，就仿佛这款不久之前还发动了全球宣传攻势，吸引了无数玩家关注的虚拟游戏压根不存在过一般。也只有在神器之地的官方游戏论坛里还能不受任何影响的讨论。现实中的官方力量在观望了一阵后终于出手了吗？许飞心里顿时有了明悟，这应该只是一次试探，如果神器之地背后的神秘势力没有反应，接踵而来的可能就是更进一步的举动了，比如直接在现实中调查获得手册资格的玩家，尝试逆向破解虚拟游戏舱的技术。想到这里，许飞不由有些好奇起来，如果这款游戏背后真有一个神秘莫测、能力通天的黑手，会对此做出什么应对？强硬的反击，还是说根本不在意凡人们的挑衅？好在不管是哪一个，许飞都不是很担心。他从一开始就知道这款游戏很特殊，在论坛中偶尔发帖的时候也会特别注意用词，绝不会有任何暴露身份的信息。而且在现实中他也格外注意保密，没有任何人知道他获得了手册资格的事。受现实官方的举动，许飞甚至开始考虑要不要将游戏舱秘密托运回乡下的老家，或者干脆挖个秘密地下室之类的，这样就算有爱心人士来社区送温暖或者查他的水表，也有机会瞒天过海。但许飞没想到的是，神器之地背后力量的肆无忌惮，或者说有恃无恐，远远超出玩家甚至是所有人的预料。第37章版本更新。你们今天看论坛了没？咱们这款游戏好像要被和谐了。为啥呀？难道是其他游戏公司输不起再联手打压？不排除有他们的影响，但应该还有更多原因，毕竟各国官方都加入了。哦豁，完蛋！白光闪过，再次出现在游戏中。许飞注意到聊天栏里正有玩家在不断发言，瞥了几眼，他发现其他手册玩家也在关注游戏相关信息被屏蔽的事。除了寥寥一两人对此表示无所谓外，大部分都有担忧。跟云玩家比起来，他们亲自体验过这种划时代的游戏，倘若再退回去玩曾经的 VR 游戏，恐怕根本无法接受巨大的技术落差。参与聊天的玩家中，貌似还有几个比较天真的家伙，没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在那里嚷嚷着实在不行就用代理换到海外区去玩，浑然没发现在封锁消息这件事上，各大国的官方力量和国内外互联网巨头已经在暗中达成了高度一致。就在这种焦虑氛围中，现实世界上午10点，游戏内忽然弹出了版本更新提示。这个突如其来的提示先是引起了玩家们的小小惊喜，随后便犹如一颗威力惊人的炸弹，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版本升级公告。亲爱的玩家们，经过手册以来对玩家反馈和建议的总结，我们决定在今夜12点整对游戏进行一次版本更新。本次更新为停机维护更新，持续10分钟，期间玩家将无法登录。更新之后，游戏版本将升级到 1.1 版本。主要更新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游戏平衡性和 bug 维护。新版本对游戏平衡性做了一些细微调整，并修复了若干 bug， 以更好地提升玩家们的游戏体验。第二部分，游戏新增了商城。应部分玩家的强烈请求，本次版本更新将加入商城系统，并新增若干商城道具，目前仅支持生命源作为兑换货币。第三部分，游戏登录方式拓展。版本更新之后，除了用游戏舱登录游戏外，玩家也可以使用在商城中购买的接引符，不依赖任何硬件支持，直接在睡眠状态中登录游戏。本次停机维护结束后，
所有玩家将收到1声点命元的维护补偿。祝各位游戏愉快！版本更新的3方面内容，第一部分基本就是凑数。这个游戏种种细节完善的可怕，不管是许飞还是其他手册玩家，迄今为止尚未发现过任何真正意义的程序性 bug。至于说游戏难度高，任务触发几率极低，玩法过于硬核，这种算不算 bug 就仁者见仁了。第二部分内容看上去也没什么问题，但第3部分中看似不起眼的一条内容，在许飞心里掀起了惊涛骇浪，也是这次更新在玩家群体中引发巨大震动的主要原因。接引符不依赖游戏仓，直接登录游戏。许飞当即就看傻了，愣住那里10几秒钟没回过神。狗策划这是什么意思啊？演都不演了，直接摊牌承认我们这游戏特别的狠，可以在现实中超凡显现。现实中的官方势力才刚做了一点试探，屏蔽游戏信息，你们就直接放王炸是吧？这也太莽了吧！这时短暂的震惊后，聊天栏的提示疯狂闪动起来，在线的所有玩家都炸了。什么情况？是不是版本更新提示描述出问题了？在游戏里购买接引符，在现实中可以直接登录游戏，难道是我理解错了？还是说这只是个恶劣的玩笑？但今天也不是愚人节啊！哈哈，我就说吧，这游戏真实的离谱，摆明了有问题。现在看来，果然是有真正的超凡力量存在。妖兽了，游戏开发方的反应也刚猛了吧？你敢屏蔽信息，我就直接摊牌。好耶，这下不用怕被查水表了。啊，这该不会这个游戏世界不是虚拟的，就是真实存在的吧？咱们也不是在玩游戏，而是灵魂穿越了。我傻了，不行，这消息也太震撼了，我这就截图下线。不用了，我刚下线看过了，狗策划已经在论坛同步发布了版本更新提示，论坛里的云玩家现在也疯了。卧槽，是个狼面，都已经实锤超凡了，你还敢骂狗策划？不怕人家顺着网线敲爆你的狗头吗？呵呵，我觉得疯的可不止玩家，如果是真的，现实中的各国官方恐怕才是要疯的。一夜之间，世界就从唯物变得魔幻了。大家先别激动，到底是不是这样，现在还不好说呢。说不定是狗策划跟老板闹得不开心了，跑路前给大家开的一个玩笑。等今晚版本更新后，真正证实了，大家再讨论这些也不迟啊。对，我也觉得这件事尚且存疑。退一步讲，就算超凡真的存在，游戏开发方这么高调的搞事，为的又是什么呢？闷声发大财不好吗？有深信不疑的，有将信将疑的，也有压根不信的。己方玩家已然吵疯，连原本接的巡村队巡逻任务都没人在乎了。不过得益于神器之地展现的划时代黑科技，以及今夜12点后就能验证真伪，大部分玩家还是倾向于是真的。毕竟如果是一个拙劣的玩笑，官方完全可以把版本更新时间定得更久一些，不至于当天就被拆穿。见玩家们还在纠结于超凡，没注意到真正危险的东西，默默吃瓜的许飞联想着重生者林夜宵当初的只言片语，在聊天栏里发言道：兄弟们，我忽然有个不好的预感，假如超凡力量真的在现实中存在，那游戏中的诡异怪绝是不是也能在现实中存在呢？这句话就像是极地吹来的冷风，瞬间将沸腾的聊天栏冻结。玩家们不约而同地推敲起这个假设的可能，然而他们越想就越是惊恐，甚至是绝望。足足半分钟后，才有玩家弱弱的发言：应该不可能吧，你们别吓我啊。这条发言让其他玩家又沉默了4、5秒。终于，职业电竞玩家荧光的发言再度打破缄默：如果是假的最好，如果是真的，我不敢想了。第38章超凡现世的端倪。在荧光之后，陆续又有玩家说了一些话，但许飞能感觉到其他玩家的心态乱了，一团巨大的阴霾笼罩在所有手册玩家的心头，久久不能散开。跟许飞提到的可怕未来相比，很多玩家甚至宁可希望游戏的版本升级公告是假的，就算再也玩不到这款游戏，他们也不想看到那个最可怕的可能变成现实。接下来的一天就在手册玩家们心不在焉的状态中度过。很多已经初步熟悉艺人们风格的 NPC 还很惊讶，他们发现今天的艺人们跟平日里很不一样，不仅一点都不闹腾了，还莫名其妙的有着亢奋、焦虑、沮丧等种种情绪。搞不懂。终于，现实时间晚上12点，得到了系统警告的玩家大多选择了早早下线等待，少数几个头铁的家伙也在12点整的那一刻被强行踢下线。由于停机维护时间不长，手册玩家们几乎没人选择直接休息等明天再上线，而是不约而同的先去官方论坛消磨一下时间，等10分钟后再上线。不弄清超凡显现的真相，根本没有人能睡得着。得益于官方论坛中的同步公告，大量云玩家也知道即将版本更新的事情。对此同样或震撼或怀疑的他们，同样守候在论坛中，准备见证一个足以影响人类文明走向的时刻。
无数的帖子在瀑布般的刷屏，让许飞看得目不暇接。令人心焦的等待中，12点10分姗姗到来。50名手册玩家几乎在同一时间选择了上线。随着白光亮起，许飞出现在自己的房间中，没有迟疑，他立刻招出系统面板，一道虚拟光幕随之弹出，上面的内容主要是这次版本更新的内容以及一些细节上的说明。许飞扫了一眼，发现跟先前的更新预告没什么区别，便关掉了光幕，看向系统面板最右侧那个醒目的商城按钮。深吸一口气，许飞稳住砰砰跳动的心脏，打开了商城。里面的内容出乎预料的少，仅仅只有3件道具孤零零地摆在商城的货架上。其中第一件道具正是版本更新公告中提到的接引符。接引符，特殊符箓，品相上品，购买之后可以接引玩家的意识，无需依赖游戏仓，直接登录游戏。兑换价格1点生命元。注：该符箓只需兑换1张即可终生有效，多换无用。兑换价格1点生命元。许飞立刻想起了这次版本更新的补偿，刚好也是1点，恐怕这不是巧合啊！他甚至有点怀疑，所谓的版本更新不过是狗策划随意找的发补偿借口，为的就是确保每人都能换得起。然而，第一件道具虽然令人震撼，但跟第2件比起来又算不上什么了。超凡符箓，限时，特殊符箓，绑定道具，无法交易，品相上品，购买之后下线可以带回现实中，该符箓仅可在现实中使用。激发超凡符箓后，玩家可以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临时继承游戏中角色的所有力量，包括但不限于魔药、符箓、鬼物乃至部分特殊状态等等。在现实中使用的消耗性道具在游戏中亦会消失，现实受到的某些伤势同样有可能影响到游戏中的角色。警告：在现实中激发超凡力量可能会对你本人和世界造成深刻的不可逆转的改变，使用前请慎重考虑。兑换价格5点生命元，仅限前3次优惠，超过3次后，玩家实力境界越高，兑换次数越多，价格就越高。注：一念为善，一念为恶，遵从心声做出选择，然后一切后果自负。可以直接带入现实，让超凡力量显现的符箓。许飞还能说啥？神器之地得幕后势力，是真的想要搞事啊？这是唯恐天下不乱吗？在许飞看到这里时，外面也依稀传来其他玩家的惊呼和喧哗，想来也是发现了商城道具的震撼效果。现实世界恐怕要起风了。至于林夜宵之所以重生，难道真的是因为……许飞暗暗叹了口气，将末世、毁灭等词汇暂且抛到脑后，转而看向最后一件道具——2册玩家资格邀请书。拥有此道具者，2册开启后可以邀请一位玩家，让其直接获得登录资格。每个玩家限定兑换1次，兑换价格5点生命元。注：想好送给谁了吗？居然是论坛上无数云玩家心心念念的2册资格。许飞眼前顿时一亮，一旦神器之地这款游戏的特殊被证实，那它必然会为整个世界所瞩目，2册资格的价格恐怕也会随之水涨船高，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价值连城。但瞬间的惊喜后，他马上又有些郁闷起来。一来，许飞并没有关系特别好的亲友，值得他去赠送一个测试资格；二来，若是拿去卖掉，如何交易又成了一大问题，一个不小心就会暴露他现实的身份。何况许飞现实中过得不算差，又没什么野心，向来认为钱够花就行。这种情况下，就算卖了2册资格，一夜暴富又能如何？也罢，反正离2册开放应该还有一段时间，暂时不用着急，还是先把接引符换了吧。这样想着，许飞心念一动，眼前立刻弹出一个兑换确认界面，确定兑换。下一刻，商城内的接引符化作一道流光，从系统界面上飘入他手中，随后由虚转实，凝聚成一张金灿灿的符箓。由于这张接引符的功效本就是鉴定过的，此刻许飞刚碰到，便感觉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有了异动。伴随着精神力量的急剧消耗，眼前的接引符被瞬间放大无数倍。惊鸿一瞥中，许飞看到了无数的路纹和玄奥图案。已经开始跟陈木学习符箓之道的他，从中看到了不止一个熟悉的基础路纹。而这张符箓的结构似乎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复杂，可能也就比蛮牛之体符箓稍难。反应过来后，许飞立刻终止了解析过程，心中极为喜悦。重生者林夜宵的金手指果然强大，连商城里的特殊符箓都能解析。当然，只考虑接引符的话，倒也不至于如此开心，因为这种符箓1张就够用，多换也无效。但解析背后隐藏的意义是，既然能解析接引符，那么没道理不能解析同为商城道具的超凡符箓。现实第39章蛮牛之体仪式。虽说不用想也能知道，超凡符箓现实的绘制难度必然超乎想象，但这终究给了许飞一个可能。或许有一天，
他可以不受系统商城的制约，直接依靠自己的力量绘制出超凡符箓。甚至于，如果能研究透彻超凡符箓的原理，许飞便可设法将游戏中角色的实力永久跟现实同步，继而在现实中成为真真正正的超凡，而不是一次只能坚挺10分钟。稍稍畅想了一下将来，许飞收回目光，看向了手中的接引符。那么最关键的一步确认来了，他捏碎了符箓，任由这符箓化作金光涌入自己身体，随后果断选择了下线。1分钟后，许飞躺到了卧室中的床上，闭上双眼的他最初还想着怎么才能快速睡去，没想到身体才刚放松，便看到眼前出现了登录空间那扇恢宏的大门。这接引符的效果比描述的还给力。推开那扇门，再度进入游戏的那一刻，许飞知道一个新的时代降临了。也正是在同一个夜晚，官方的安全部门彻夜未眠，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会议讨论，一个前所未有的秘密机构成立了，它便是挂靠在安全部门下的特殊事项调查5处，简称特事处，还是日后大名鼎鼎的超凡调查局的前身。不只是许飞所在的国家，其他国家纷纷成立了自己的超凡机构。看不见的战线上，一场明争暗斗也随即拉开。一场小雨过后，清晨到来。闹钟声中，只睡了不到5个小时的许飞翻身从床上爬了起来。昨夜亲自验证了接引符的效果后，他便连夜将自家的虚拟游戏舱给暴力拆解了。曾经充满未来科技感的游戏舱，现如今沦为了一堆塑料片和废铁皮，任谁看到也难以将它跟虚拟游戏舱这种高大上的东西联系起来。接下来他只需要再花点心思，将这些残骸分批处理掉，就能彻底清除这个小小的可能暴露他玩家身份的隐患。简单洗漱了一番后，许飞起身下楼准备去吃早餐，但这次单纯的吃饭已经是次要目的，更主要的是想借机观察一下神器之地中超凡力量真实存在的事对现实造成的影响和冲击。得益于这个高度发达的信息社会，以及神器之地当初蛮不讲理的全球推广，知道这款游戏的人数量多到超乎想象。本来在各国官方力量的默默打压，以及手册规模太小的双重影响下，很多对游戏不关心的人已经逐渐挪开了注意力。但昨夜的风波无疑又在平静的湖中投下一块巨石。虽然一路走来，现实中还能维持表面的平静，沿途看到的任何传统网络媒体也都对神器之地和超凡力量的事只字不提，但私下讨论这件事的人数着实不算少。许飞仅仅是出去吃个早餐的功夫，就听到5、6伙人在神秘兮兮、欲言又止地谈论着。这还只是经过一夜的发酵，许飞有理由相信，随着时间推移，这件事的影响会更深远、更惊人。不过短时间内也只是私下讨论罢了。踏入超凡境界前，玩家只有蛮力，没有任何法术。就算他们真的舍得耗费5点生命源，在现实中人前险胜一次，也很难引起什么大的关注。许飞估计，超凡的影响力真正达到质变，起码要到2册开启以后。带着这样的判断，许飞回到自己房间，再度登录游戏。经过昨天下线前的努力，他已经将蛮牛之体仪式符箓解析到了 98% 左右，只剩最后不到 2% 的进度，就能彻底掌握这种符箓。不想再拖一天的他，趁此刻状态正佳，直接发动金手指。随着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微微震颤，眼前的符箓再度被放大。终于，随着残缺的最后一块拼图被补全，许飞脑海中从无到有的一点点构建起了一个完整的、充满了神秘美感的符箓模型。系统提示当即响起，恭喜，解析度达到 100%， 你完全掌握了仪式固化符箓、蛮牛之体的绘制方法。游戏开服10余天来，几乎所有玩家都已经用过仪式固化符箓，踏入了断体中期。如今，许飞也终于等到了这一刻。稍加等待后，笼罩这片天地的深沉夜色稍微消退了一些，村子中央的熊熊火光悄然变得平淡起来。暗夜即将结束了，算好时间，专门定了闹钟的许飞，等的就是暗夜和白夜交替的时机。当即一鼓作气，直接开始仪式。按照说明，将黑色的仪式固化符箓贴到了胸口。神奇的一幕出现了，就在他做完这个动作的同时，黑色符箓上印着的字符仿佛有了生命一般，从符箓上悄然脱落，清晰地印到了他的肌肤上。伴随着一股火辣辣的热流，这些神秘复杂的字符和花纹彼此呼应，绽放起微弱的亮光。许飞只觉得自己的身体变成一口烧红的铁炉，体温开始不断上升，他的血液急速流动，心脏也越跳越快，在安静的茅草屋内清晰可闻，宛若肋骨。这个过程持续了半分钟后，许飞莫名浮现一个灵感，暗夜和白夜的精准分界点来了。他不再迟疑，拿起那个墨水瓶模样的瓶子，将里面的液体一饮而尽。苦涩呛喉的气味弥漫开来，许飞的身体犹如在久旱的沙漠遭遇甘霖一般，拼命地吸收起蛮牛之血散发的能量。身体各处的肌肉、血液、筋骨乃至五脏六腑
都在这种燥热的能量作用下得到强化。原本狂暴的气血慢慢平缓下来，但却更加雄浑。快速跳动的心脏也逐渐恢复了正常。随着强化逐渐结束，贴在胸口处的符箓彻底失去能量，自燃后化作飞灰消散。而已经转印到他身体上的符文，也在短暂的亮起后彻底暗淡隐去，完美融入身体中。仪式蛮牛之体成功，共提升体质 2.4 点，精神 0.1 点。第40章断体中期。有了系统的确定，头次发动超凡仪式的许飞心中踏实下来，拉起衣襟打量起自己的身体。从表面上看，他的身体除了肌肉更加健壮结实外，并没有其他明显的变化。但唯有驾驭这具身体时，才能在举手投足间爆发的力量和咔咔作响的骨节声中，感受到什么叫做真正的蛮牛之体。这就是断体中期吗？感受着这股充沛的力量，许飞招出系统界面，直观查看了自己现在的强大。角色姓名赵一，游戏年龄25岁，实力境界凡俗断体中期，体质 4.8 点，精神 1.2 点，掌握魔药无，复职技艺符师，当前状态精神轻度疲惫，可复活次数5/5次，接近普通人5倍的体质和气血，就算是古代战场上的猛将也不过如此了。随着时间推移，许飞还很快发现了这次强化和服用木灵之液强化的不同之处。神器之地中，体质属性涵盖的范围非常全面，囊括了网游中常见的力量、体力、防御、生命恢复速度等等属性。但这次蛮牛之体仪式后，许飞发现自己的抗打击能力也提高了许多。或许表面上看不出来，但只要他一发力，原本柔软的皮肤立刻变得坚韧如牛皮，一拳捶上去几乎没有明显的痛觉。就算是传说中的硬气功也不过如此了。或许除了直观的属性提升外，蛮牛之体仪式还有一些隐藏效果。虽然没有明确证据，但许飞觉得自己的猜测大概率是对的。另外，由于这次体质属性暴涨的太多，而精神属性跟体质属性的差距又越来越大，这种短时间内的急速失衡，让许飞隐隐有了一种身体和意识不协调的感觉。孱弱的精神难以驾驭强大的身体。许飞在论坛上看过其他玩家的帖子，其中有些也提到过这点。只需要多活动一些，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错觉便会自然而然的消失。在院子里稍稍活动片刻，眼看着又到了巡村队交接的时候，许飞带好外出巡逻必备的物品，轻车熟路地赶往了巡村队的集结点。每参与巡查一次，都能拿到一次每日任务的奖励。若是运气好，遭遇到诡异怪绝袭击，还能获得一点生命源。如果说在版本更新之前，生命源还仅仅只能加快修炼速度，收益和风险相比没那么诱人，那这次版本更新之后，尽可能的获取生命源已经成为所有玩家心中的头号大事。许飞自然也不例外，所以今天的日常巡查任务他肯定不会错过。抵达目的地时，集结点附近已经有7、8名玩家和 NPC 巡村队员，石头赫然也在其中。或许是之前合作过的缘故，有了一些交情，石头表现的比前天要热情一些。用游戏化的术语来说，就是好感度从中立变成友善了。有一搭没一搭的闲聊中，职业的巡村队员从几处哨所返回，跟他们进行了交接。今天负责安排任务的人是3位副队长中的钱高雄。或许是巧合，许飞仍旧被分到了石头、王铁他们这一队中。有过外出的经验后，今日再度出村巡逻，许飞显得淡定许多。趁小队还没离开村庄，跟2名 NPC 交换起了先前出现的那头巨型怪绝的消息。事关整个村子的安危，王铁和石头对这件事也很关心，小声说着自己最新打听到的情报。很快，吊桥放下，一行6、7人在浮灯庇护下再度进入了灰色的雾气中。刚离开村庄的几百米，他们并没遇到什么意外，但就在小队逐渐抵达山脚下，接近前日遭遇露水鸠的地方时，附近的灰树林中忽然传来了一股异常阴冷的气息。远处的灰雾瞬间凝滞，四周变得一片死寂，就连几名玩家手中的火把都摇晃起来，光芒一下子暗淡了许多。唯有王铁提着的浮灯还能不受影响，散发着仿佛亘古不变的火光。在这之前，荒野上的灰雾中虽然寂静，但至少还有风声，不时还有1、2声奇怪的吼声。但这一刻，周围是真真正正的死寂，没有任何声音，甚至可以听到他们自己的呼吸和心跳。很快，一股包含着浓郁恶意的视线看了过来。小心！石头跟王铁经验丰富，意识到他们是被危险盯上了。2人立刻朝空中打出信号弹，并默契地抽出巡村队发放的赤焰符，啪的一声拍在手中的刀刃上。轻微的碎裂声中，橘红色的火焰无声浮现，迅速沿着刀刃蔓延开来。这蕴含有少许原初之火的火焰，经过特殊的处理，不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却可以有效烧伤大部分低级怪绝。村里的增援很快就会抵达，再加上附魔刀剑在手，
让石头跟王铁多了几分底气。面朝灰树林，严阵以待。刷怪了！几名玩家既紧张又兴奋，纷纷也跟着抽出赤焰符。可惜2名 NPC 交代过，村里每一张符箓都来之不易，玩家们又缺乏经验，不能轻易浪费。在怪绝尚未现身，战斗未必一定会爆发的情况下，有王铁和石头2人先使用符箓就够了。等诡异怪绝现身发起攻击，援军又暂时未到，他们再视情况动用符箓加入战斗也不迟。短暂的死寂中，草茎被践踏的细微沙沙声响起，附近的灰色雾气急速翻滚。那一刻，玩家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只见一道棕色的身影闪电般分开雾气，朝最前面的石头冲来。滚开！石头大喝一声，修炼苍元断体术多年的力量，这一刻尽数爆发开来，化作一道招式，平淡无奇，但却力道惊人的重劈。只见一道橘红色的火光划过，扑来的棕色身影几乎被从中间劈成了2段。裂开的尸体窗口处，被火符的力量灼烧的焦黑，散发出了一股难闻的气息。竟然一刀就被解决了！许飞有点惊讶，又有点失望。是那只棕色的怪物太弱，还是石头太强？但石头本人却没有丝毫喜色，反倒心中一沉。被他斩杀的并不是怪绝，而是一头被某种力量操控，甚至是寄生的普通猎狗。这只猎狗很明显是用来吸引他们注意的炮灰。那真正的攻击又来自哪里？第41章，别动，放着我来。就在石头忽然意识到什么，收刀急退时，那只狡诈的怪绝暴起发难。他从被斩成2段的猎狗尸体中突然弹了出来，仿佛一支黑色的短剑直刺向石头的咽喉。如果一开始就面对这样的攻击，凝神应对的石头完全来得及应对，最不济也能闪开要害。但被猎狗骗掉了蓄势的攻击，再遭到出其不意的突袭，石头的动作便不可避免地慢了一拍。不好！王铁大惊，试图救援，但已经来不及了。生死关头，一个人影飞扑上来，一脚将石头踹开。正是许飞。如果2天前遭遇这一幕，他多半跟王铁一样，也是来不及支援的。但接连使用了木灵之液和蛮牛之体仪式后，断体中期的实力在玩家中已经是最顶尖的，跟很多 NPC 巡村队员相比都不差。更重要的是，许飞早有一颗抢怪的心，有铁甲符，有鬼物锈蚀的银戒，让他不用太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站位也由此更加靠前一些。石头一刀斩落，不仅没有欣喜，反倒开始后退时，许飞就意识到出状况了，然后就有了这飞起一脚。本来必死的石头被许飞踹飞后，刚好避过了这一击，但许飞却替代他成为了那黑色怪绝的新目标。万幸的是，锦袍符袋中的一对铁甲符尽责地为许飞提供了保护。那层微弱的荧光看似一碰就碎，实际上却异常坚固，堪比真正的铁甲，硬生生将黑色怪绝的攻击给挡了下来。机会！本来心都凉了的王铁看到这出乎预料的转折，顿时眼前一亮，趁那黑色怪绝一击未能得逞，抓住这转瞬即逝的机会，一步踏前，燃烧着火焰的武器凌空斩落。黑色怪绝还没来及逃开，便被奔雷般的刀光斩成2段。然而受了这致命一击，那怪绝居然还没死，游子在地面挣扎。停！让我来，让我来！看到补刀机会近在眼前，刚从地上爬起来的许飞急了，赶紧叫住了王铁和石头。2名 NPC 有点不明所以，暗暗猜测也许是想借实战锻炼一下自己，于是便给了他一个面子，停下了手中的攻击。为了尽量节省赤焰符，许飞索性借来王铁的武器，对着重创的黑色怪绝砍出了最后一击。断体中期的力量加赤焰符的伤害，对付一只已经被重伤的不入品怪绝，可以说没有任何悬念。黑色怪绝这下死透了，伤口沾染着赤焰符的橘红色火焰，迅速燃烧起来。此刻许飞才真正看清它的形状，有点像是一根黑色的铁线虫，又有点像一条蚯蚓。你斩杀了黑线绝，获得了 0.4 点生命源。及时出现的击杀提示让许飞心中一喜，这毕竟是他登入游戏以来获得的第一份杀怪收益，甚至可能是所有手册玩家的第一例击杀。唯一可惜的就是奖励少了点，杀一只才 0.4 点，而光是直接的成本就用掉了2张赤焰符，这还没算符灯的消耗和期间的种种风险。看来想靠击杀怪绝的收益来兑换超凡符箓和2册邀请书，恐怕远比玩家想象的要难。随着战斗彻底结束，王铁走了过来，你的腿没事吧？刚才那黑线绝好像有伤到。黑线绝实力虽然不强，但却有寄生能力，他不得不仔细一些。放心，我没有受伤。且不说那鬼绝没有突破铁甲符的防御，就算真的突破，寄生到许飞体内也瞒不过系统的状态栏。对此，许飞很有信心。那就好。见他双腿确实没有任何伤势，王铁这才放下心来。一旁险些从死亡边缘走了一遭的石头也不复以往的沉闷，他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走过来感激地对许飞道：今日之事，
我欠你一命，这个恩情我记住了。许飞若无其事的道：客气啥，都是应该的。在怪绝面前，救人就是自救，何况他是玩家，就算真出了意外，也不会真正死亡。唯一让他心疼的是，承受过刚才那一击，铁甲符的光芒暗淡了一些。初步估计，符箓中的力量被消耗了1成有余。当然，跟成功救人比起来，这点代价显然又算不上什么了。这个时候，小队里的其他几名玩家也终于回过神来，意识到自己错过了一个刷 NPC 好感，顺带收获生命源的良机。赵一，你反应好快啊！刚刚是不是我花眼了？为啥你衣服上在冒光？这补刀抢得溜啊，怕不是早有预谋哦？有人暗暗懊恼，但也有人对许飞的果断感到惊讶和佩服。但他们话音还没落，就看到一个人影飞掠而来，分开挥舞，赶到了战场上。正是今天负责坐镇的钱高雄。神色焦急的他环视一眼，见战斗已经结束，又确认了一下人数，见也没有死伤，这才松了口气，用询问的眼神看向王铁和石头。两人当即将先前的情况简单汇报了一遍。原来如此。听完说明，钱高雄微微颔首，用似责备实则担心的语气说道：石头，你也是巡村队的老人了，遇到怪绝，难道不应该更加谨慎一些吗？这种轻敌冒进的失误，有点不应该。石头没说话，只是闷不吭声的点点头。他也知道自己的应对稍微有点问题，若非是运气好，被玩家救了，大概率人已经没了。见石头的反应，钱高雄便知道这句话足够了，转而看向许飞，眼中有些赞许，敢飞身救队友，勇气可嘉。这次回去，巡村队会给你记一次贡献，可以从村里兑换一些资源和武学。这个承诺顿时让几名玩家又掐了一颗柠檬，属实是有点酸，但没办法，谁叫许飞动作够快，他们自己又没反应过来呢？几人只能暗暗下定决心，下次再有机会，宁可要冒一点风险，也要表现得更加积极一些。大不了就挂一次，玩家还怕这个？表扬了许飞之后，钱高雄看向地上那滩黑线诀遗留的灰烬，走过去用树枝扒拉了几下，从中找到一粒米粒大小的半透明珠子。打量着掌心中的珠子，钱高雄不由微微皱眉。第42章获取生命源的高效方式。黑线诀跟陆星草一样，都是不入品级的怪诀，被消灭有后一定几率凝结出最低等的超凡灵性材料。但这份超凡灵性材料是不是有点太小了？跟他记忆中同类怪诀的掉落相比，起码小了好几成，有点奇怪。不过怪诀的存在本身就是难以捉摸的，钱高雄也没多想，只当遇到了某种比较少见的情况。这是啥玩意？怪物掉的战利品吗？包括许飞在内，几名玩家都注意到了他手上的东西。有人好奇问道，但更多的玩家不等钱高雄回答，就直接丢起了鉴定。氤氲的光芒浮现，上面出现了鉴定出的小字：黑线诀的一退，品质低劣的超凡材料，经过处理后可以转化为出火祭坛的新柴。注：3、2、1，好，烧完了。出火祭坛的新柴，关于所谓的新柴到底是什么，玩家们好奇已久，在游戏论坛上也有不少人在猜测讨论，没想到原来是诡异怪绝死后凝聚的东西。当然，目前尚不能排除新柴有多种来源，上面所说只是其中之一。钱高雄的回答也进一步证实了这个猜测。他说，那个米粒大的珠子是黑线诀死后残留的超凡灵性一退，也叫超凡结晶。不只是黑线诀，绝大部分诡异怪诀被杀后都有几率凝聚出类似的遗留，其中有些可以用来配制魔药和符末，剩余用不到的可以处理成出火祭坛的新柴，或者留着跟外村交换物资。小小的意外过后，钱高雄给他们补足了赤焰符，便迅速离开了。万一期间其他方向出现问题，少了他这个超凡者坐镇支援，是非常危险的。掉落的黑线诀一退，也被顺手带走。没办法，村里为巡村队员提供赤焰符，相应的击杀后的掉落自然也要上缴，完全靠个人力量击杀获得的超凡灵性一退，才归队员们自己支配。许飞他们则在重整队形后继续了巡查任务，一直到抵达灰面草田，都再没出现什么问题。时间缓缓来到白夜的后半段，期间小队驱散了一群啄食灰面草的尖嘴怪鸟，然后再度去灰树林拾了柴火，正式完成本日的巡查。返回的途中同样没遇到危险，也没发生巨型怪绝的剧情复刻，平平安安回到村内。提交了日常任务后，小队里原本满心期待的玩家全都傻眼了。按任务说明，日常巡查任务可以获得白石币奖励，若遇到诡异怪绝袭击，还有额外的一点生命源可以拿。几名玩家还以为人人有份来着，但结算时才发现，系统的判断标准似乎跟他们想的不太一样。那黑线诀虽然对小队发动了袭击，但从头到尾其余4名玩家都没有遭到攻击，也没有以任何形式参与到战斗中，所以还是只拿到了3枚白石币奖励。生命源？不好意思，跟你们无关。
反倒是参战补刀一气呵成的许飞，不仅拿到了任务奖的1点生命源，还因为救下了 NPC 的缘故，被评价为表现优异，得到了20%的 MVP 奖励。换句话说，实际得到了1.2点生命源。杀怪才拿0.4点，结果任务一下就给了1.2点，3倍的悬殊让许飞陷入沉思。他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获取生命源的最高效方式了。日后对付那些强大的诡异怪绝，或许击杀奖励远高于日常任务给的奖励，但至少在手册阶段，果然还是任务为王。就在许飞等出村的玩家在出火祭坛附近待满了1刻钟，没出现异常，准备各自散去的时候，最后一支姗姗晚归的小队带来了一条打破平静的消息。他们在归来的途中遭遇了血老师的报复式袭击。万幸的是，当时暗夜还没完全到来，那只血老师的伤势似乎也没痊愈，面对浮灯显得有些迟疑。而巡村队员们又第一时间发射了信号弹，这才以1人被杀的代价撑到了钱高雄的再次来源。听到又有人牺牲，在场的 NPC 队员们脸色都有些沉重，但他们很快发现祭坛附近亮起白光，死掉的那名玩家一直穿云箭活蹦乱跳的回来了，甚至还笑嘻嘻的朝2个同队的神情最伤心的 NPC 队员做鬼脸。擦！ NPC 们虽然没人爆粗口，但从他们精彩无比的神情就能看得出，这些 NPC 一定是满心卧槽的。汇报消息的家伙，你倒是把话说明白了啊！死的原来是个不死的艺人，白瞎了他们的情绪。但纠结的事情出现了，虽说一只穿云箭活得好好的，但他的确为了对抗血老师英勇就义了一回。那村里定的抚恤金是不是要一视同仁的落实呢？还是说只对 NPC 适用，一人另算？这个之前没人想到过的问题，突然摆在几名闻讯赶到的超凡者面前，一时间引起无数关注。一个搞不好，就可能让50名艺人离心离德。但如果全然按照原先的政策来，乍看上去倒是公平了，可实际上也不太行。同样是死，艺人能比 NPC 多领好几次抚恤金，甚至还能自己花自己的抚恤金， NPC 队员又怎么可能没想法？何况为了安抚人心，抚恤金向来是很优渥的，50名艺人多死上几次，村里还真未必出得起。周深、赵天哥他们倍感头大的商量了一会，最后宣布会专门为艺人制定一套奖惩规则。大致想法是，如果艺人用尽复活次数彻底死亡，那抚恤金可以跟其他巡村队员同等规格，否则肯定会有所缩水。不过今天头一回情况特殊，暂且按原有的规矩来。哈哈，发财了！看着到手的大把白石币和贡献值，一只穿云箭大喜过望，而他也成功收获了无数羡慕，一跃取代许飞，成为第2个大出风头的艺人。当即就有玩家开始琢磨，要不要故意死上几次，拿到丰厚的抚恤后直接换号重来。更有一些早就按捺不住体内氪金之魂，只是现阶段玩家人均穷逼，实在没什么可买的土豪，缠住穿云箭，争相要求用现金收游戏币，并且很快演变成一次让人血压飙升的报价竞赛。第43章，夜间来客。穿云箭兄弟，白石币卖不？50大洋一个，大量收。不多说了，先加个好友。白石币81个，有多少要多少。各位先别争了，我只收20个，总价2000，支持转账和现金交易。余下的你们分，我保证不跟你们抢。我出150大洋一个。激烈的竞争下，后续的叫价很快涨到了最初的几倍，而且还在继续攀升。穿云箭已经被突如其来的幸福给砸晕了，根本不知道该卖给谁。足足几分钟后，有土豪玩家喊出了天价，终于打退了其他竞争对手。随着双方商量妥当，很快穿云箭晕乎乎的下线收钱去了。在高额的数字面前，他选择了卖出所有的抚恤收益，一下子赚了小半年的工资。然而这笔钱对真正的土豪玩家来说不过是毛毛雨罢了，甚至可能还不如他们在其他重氪游戏中的一笔充值。尤其是神器之地已经在现实中展现了自己的超凡，在这个前提下，游戏中的货币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有的是玩家愿意为之一掷千金。若非白石币的用途目前来看十分有限，在怀庄内几乎没有花销的地方，其在游戏中的购买力也不明朗，最终达成的交易价格还能再高个几倍。随着玩家阵亡抚恤的事初步搞定，出火祭坛旁边的 NPC 们开始继续讨论血老师报复袭击的事，要不再次停止白夜期间的出村巡逻。有巡村队员提出了被动保守，但却永远能得到一批支持者的应对方法。但周深、钱高雄等几位超凡者想的却是主动出击。这之前受伤的血老师在暗，他们在明，再加上这种诡谲很少在白夜期间活动，杀了人后就立刻消失，村里拿他没什么好办法。但这只血老师自己按捺不住，再次跳了出来，等于暴露了受伤期间的躲藏位置。或许这是一个彻底铲除他的机会。可是青木寨的商队应该马上就要来了，说不定就这1-2天的功夫。等他们到了，咱们再动手，会不会更稳妥一些呢？魏金鹏提出自己的想法。
周深有些不认同的道：“青木寨在上次谕令中只说会在月底前抵达，没说具体哪天。这种模糊的行程，因为一些事情或者意外，临时有所变动，实属正常。如果他们到的比预期晚，难道咱们就一直等下去不成？何况若拖得久了，那薛老师游荡到别的地方怎么办？村子外面那么大，稍微偏一点，都犹如大海捞针，咱们很难再定位他。除了这2个因素外，周深还有一条理由没说。魏金鹏的想法显然是想借用青木寨商队护卫的力量，但请他们出手，难道就不需要表示一下吗？这……魏金鹏脸色变幻，被说服了。几名超凡者再次商议片刻，很快有了决断，在出火祭坛前宣布道：“各位，经过集体讨论，巡村队和村里已经有了决断。考虑到暗夜期间行动过于危险，我们准备在下一个白夜到来后主动出击，争取将薛老师找到后一举消灭，永绝后患。”铿锵有力的宣言让在场的巡村员发出热烈的欢呼声。见士气可用，钱队长继续道：“届时村里会出动至少3位超凡者，同时为了能尽快搜索到薛老师的行踪，也为了防止他逃窜，需要一批巡村队员随行协助。有谁愿意自告奋勇参加吗？需要一批人协助战斗。”在场的 NPC 巡村队员脸色一僵，顿时迟疑起来。有3位队长带队，又是在白夜行动，一只伤势未愈的游级上品怪绝，按理掀不起风浪。但万一呢？毕竟他们这些普通队员在薛老师面前可没什么还手之力，更不像异人那样能复活。稍微一个意外，就是9死1生的局面。但这些 NPC 有顾虑，玩家们可没有。一听3位超凡者带队，有不小概率还能再度触发任务，在场的玩家们一个个踊跃举手，争先恐后的想抢一个随行的名额。这鲜明的对比让周深暗暗叹了口气，但他知道人性如此，无法责怪他的手下，只能手一挥，将所有站出来的玩家招入了随行名额中。然后他不出意外的看到玩家们一个个兴奋不已，口中蹦出了大量的奇怪词汇。哈哈，果然有任务，只要参与就有1点生命源，参战者根据表现还有更多奖励，这可比巡村任务爽多了。好耶！2册邀请书，超凡符箓，能否换到就指望这一波了。对玩家们跳脱风格已经逐渐适应的周深，再次跟赵天哥他们交换了一个眼色，脸上均闪过几分无奈。当天暗夜，巡夜的队员们在超凡者坐镇下继续缩在几处哨所，警惕着由于出火祭坛新柴不足，导致可能在夜间渗透的诡异怪绝。尤其是不久前才袭击了他们，击杀了1名异人的薛老师。暗夜的上半夜期间，一切还算平静，那只薛老师并没有现身。但下半夜刚到来后，村外深沉的灰雾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提着浮灯的人影。对方行色匆匆，从山下直奔上来，由于对路途并不熟悉，还差点走到了岔路。好在上山的主要山路只有1条，对方走错几步后很快反应过来，重新做了调整，这才堪堪找到了怀庄寨。在拉起的吊桥前站定，看着前面村内的火光，这名风尘仆仆身上还有残留血迹的超凡者松了口气，用力敲了几下吊桥旁边的铃铛，清脆的声音惊动了最近哨所中的巡村队员。夜间村外突然来人，这种事几年都未必能遇到一回。出来探查的几名队友惊讶之余也不由十分警惕。对方虽然看似人类，又能说话，还提着浮灯，但未必就真的可信。一番仔细的审查确认后，随着怀庄寨的几位超凡者到场，总算是确认了来者的身份。原来是青木寨3屠司的上使，请随我等来。热情招待的同时，周深等人心中却远没有表现的那么开心。这位超凡者夜间独自到来，身上也颇多战斗留下的痕迹，不管怎么看似乎都不太妙。第44章遇袭的青木寨商队。距离最近的哨所内，夜间独自赶来的青木寨超凡者白远之坐在温暖的哨所内，连喝了好几杯热茶，有些苍白的脸色总算恢复了一些血色。他看着几名怀庄寨超凡者，用尽可能轻松的语气说：“青木寨临时安排的商队在距离怀庄60里外的晋北坡遇到了一些麻烦。”果然，猜测得到确认，周深等人心中顿时一沉。有人甚至已经想到了最坏的结果，前来送粮的商队遭遇诡异怪绝袭击，其他人全灭，只有这位2阶超凡者独自突围。看着几人的神情，白远之就猜到他们在想什么，敲了敲桌子，安慰道：“放心，虽然出了一点意外，商队也损失了一些人手，但那簇食人火还是被我们用随行携带的鬼物给消灭了。食人火，怨极中位诡异，犹怨凶灾。对怀庄来说，这是远比血老师更可怕的存在，必须依靠出火祭坛的主场之力才能击退对方。”这个不坏不好的消息让周深、赵天哥他们心情依旧有些沉重。先是石之灾这种巨型怪绝，又有铁线诀、血老师、食人火，这些怪物出现的频率明显比往年高出许多。黑山域中可能的异动、灰雾之潮的前兆，
两个令人不安的猜测不由再度浮现在心中。周深定了定神，勉强收拾心情，问道：“既然已经消灭了食人火，那白上使为何还要连夜前来呢？随车队一起行动，岂不是更加安全？”这话让白远之露出略显尴尬的神情。他叹了口气：“那毕竟是食人火，虽然我等将它消灭，但损失还是不小的。不仅有半数车辆和拉车的牲畜被烧成灰烬，随行的商队护卫也有好几人重伤，急需治疗。然而，商队里的随行医生在战斗刚爆发的时候就被袭击了。另外，携带的清水也损耗严重，已经不够商队人马的用度。”随着白远之的说明，周深他们很快明白了商队面临的困难。车队走不动了，又有伤员急需救治，谁也不够喝。好在他们遇袭的地方离怀庄已经不算太远，这才让白远之这位最强者孤身连夜赶路，冒险前来寻求援助。放心，我们这就组织人手，暗夜结束后立刻出发。周深还是相当果断的，当场同意了白远之的要求。青木寨的商队毕竟是给他们送粮食的，现在遇到危险，于情于理，他们都要出手帮忙。多谢了。对方如此识大体，让白远之暗暗松了口气。虽说他不认为对方真的敢回绝，但也做好了故意推脱或者借机谈一些条件之类的准备。现在如此轻易的谈妥，倒是让他途中想的一些说辞失去了意义。但白远之没想到自己高兴的有点早。周深这个队长代表怀庄的脸面，不好在这种事上贸然提条件，但并不妨碍其他人站出来当这个黑脸。他给钱高雄使了个眼色，后者很快便会意过来，假装迟疑的劝阻道：“队长，咱们真的要派人支援吗？万一你们走了之后……”他吞吞吐吐，一副为难的模样，顿时让白远之眉头一拧。见这位青木寨三屠司的上使似乎有些神色不愉，周深赶紧呵斥了钱高雄几句，这才给白远之陪笑道：“白上使，您别介意，他也不是不想帮忙，只是村里最近遭到一只邪老师袭击，已经死了好几人，我们也很为难。”血老师？听说只是一只有几诡异，白远之顿时不放在眼里，不屑的道：“以你们的实力，总不至于连他都对付不了吧？”周深无奈辩解道：“之前我们设下陷阱又杀过一次，虽然将他重创，可惜只差一点，还是被他逃掉了。幸好我们的人在半天前再次发现他的藏身处，正准备在明天主动出击，没想到……”听到这里，白远之已经明白他们打的什么主意了，似笑非笑的看着周深说：“既然各位愿意帮忙，等商队返回怀庄后，我也不能对此坐视不管，理当出手助你们一臂之力，这样总可以了吧？”村里5位超凡者全都是一阶，最强的周深虽然已经将魔药消化，但受限于没有后续魔药和仪式，所以没法进阶。而眼前这位白远之却是2阶超凡者，掌握了2个下品魔药能力，多半还有鬼物傍身，战斗力远比他们强大。有这位愿意出手，拿下血老师可谓易如反掌了。多谢上使。得到了想要的承诺，周深他们面露喜色，开始连夜调度起来，征调牲畜，准备马车，准备足够的水和草药，还有随行的车夫、护卫、村医。提到护卫2字，周深立刻想到了那些才加入怀庄2周，但已经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艺人。此次出村支援商队，就算有白远之坐镇，也少不了会遇到危险。这种行动，那些不怕死又热衷于战斗和探险的艺人，岂不是最好的选择？虽说周深并不知道工具人这3个字怎么写，但此刻玩家们在他的眼中，无疑就是此行最佳的工具人。考虑到这次增援的规模，最少需要10人，需要15名艺人，这也是他为什么要坚持白夜后才出发的原因。除了有安全因素外，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因为艺人们暗夜期间大都会消失。询问他们，这些艺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甚至直接开始胡言乱语。几次之后，周深他们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别问，就是一人族特殊，生来就这样。接下来的几个小时，血老师没有现身袭击，这让周深他们有些失望。好不容易碰到白远之这位2阶超凡者坐镇，若是那薛老师主动送上门，那就完美了，省得他们再多费一趟功夫。只能说有点可惜。终于，随着白夜到来，大量玩家蜂拥上线。毕竟昨天下线前，寻村队里就已经宣布了，今天要外出搜索邪老师。有这样的大任务在，玩家们肯定很积极。谁都没想到，他们才刚上线，就发现任务变了。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让出村搜索血老师任务暂时搁置了，取而代之的是出村60里增援青木寨的商队。短暂的惊讶后，随之而来的就是更加的兴奋。这个任务貌似比搜索邪老师更有料啊，而且还涉及到了新地图和大量的新 NPC。弄清了情况后，玩家们瞬间燃起了12分的热情。第45章，背后的水很深。半个小时的筹备后，怀庄的吊桥放下，寨门大开，一支由数十人规模和多辆马车组成的队伍，在4位超凡者的护送下驶出了村庄。下山的这几百步路，
出村做巡查任务的玩家已经较为熟悉。但随着车队抵达山脚，沿着一条还算平整的青色石板路绕向东方而去，沿途的环境便迅速变得陌生起来。短短10里路不到，玩家们就先后看到了嶙峋的石林，阴森如鬼影的灰树丛，漂浮着无数幽蓝色荷叶和银色水母的小溪，开着大片利齿状花瓣的半人高花田。虽说碍于灰色雾气的遮掩，玩家们只能看到路边的一点景色，但即便是这惊鸿一瞥，仍旧让玩家们大开眼界。村外的风景也太炫了吧！这美工，这建模，我特么吹爆！啥时候能自由出来冒险就好了。除了风景外，也有一些合理党们在吐槽，探究着沿途看到的一切。没有太阳，只靠灰雾，居然也能衍生出这么神奇的生态，感觉有点不可思议。现实中肯定不行，但神器之地是有超凡能量存在的，连诡异这玩意都有，还有什么不可能的？不管怎么说，我还是觉得有些地方不合理。就比如这青色石板路，以怀庄的那点人力，就算没有诡异危险，我都想不出他们是如何修筑的，更不用说还要定期维护。哥们，较真到这个份上就没必要了吧，毕竟只是游戏而已。玩家们自顾自的争论，原本也没指望能得到回答。没想到白远之这位2阶超凡者一直在有意无意的关注着玩家们，忽然开口道：靠人力自然是很难办到，这连接白离河谷各村庄的道路，其实是靠白离山城一件圣物的力量直接化泥为石塑成的。为此，白离山城的高阶超凡者们足足耗费了数十年时间才完成这个浩大的工程。圣物？数十年？玩家们惊讶于超凡力量无所不能的同时，也不由关注起了这位突然回答他们问题的外来超凡者。听说对方来自青木寨，如无意外，很可能就是新手村毕业后的下一阶段组成。一时间，随行的大半玩家围了上来，试图从白远之这里套来更多的情报，或是尝试触发隐藏任务。这突如其来的热情让白远之一阵错愕，有点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周深他们倒是初步习惯了玩家们的风格，对此见怪不怪了，笑着给白远之解释道：这帮艺人就是如此，整天嚷着要什么任务，我等对此也十分无奈。白上使若觉得头疼，直接冷言回绝即可。得到周深提点，白远之本着脸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态度，表示自己没有任务。已经逐渐适应，知道该如何跟 NPC 打交道的玩家们果然没有再继续纠缠，很快三三两两的退了回去。见这些玩家们散开，白远之默默观察片刻，忽然对周深道：他们就是那些艺人吧？周队长对他们有什么看法吗？白远之的话让周深微微一愣，听对方的意思，似乎之前并没接触过艺人。不过周深转念一想，青木寨那么大，超凡者也为数不少，有人没接触过倒也不足为奇。当即说道：这些艺人行事风格殊为怪异，不仅性格跳脱，目无尊卑，还对很多常识一无所知。最初的时候，我对他们颇为不喜，但很快便发现这些艺人个个天资不凡，而且拥有死后复活和突然消失再出现的神秘能力，实在令人震惊。什么？能死而复生？白远之大吃了一惊，忍不住打断了周深的话。您不知道？周深心道：没接触过倒也罢了，总不至于连这么鲜明的特性都没听说过吧？白远之瞪了他一眼：青木寨又没有艺人，我也是第一次见，怎么可能知道？周深这下越发迷惑了，可接待这些艺人的谕令不是青木寨下达的吗？白远之摇了摇头道：你有所不知，这个谕令是直接从白离山城下达的，经由我们转达罢了。事实上，对于艺人的事，我们也很好奇，消息居然来自白离山城。周深心中又惊又奇，他本以为见到青木寨的人后就能得知艺人们的真正来历，但现在看来情况远比他想的要复杂。是否有这样一种可能，白离山城也不是第一个预言到艺人降临的势力，他们下发的谕令其实也是转达？如果真是这样，这些艺人背后的水似乎很深啊。周深心中忽然一惊，有点不敢再往下想了。白远之也陷入了短暂的思索，片刻之后他又有了想法，环视一圈，朝后面那辆马车上一名正探头朝这边观望的艺人招了招手。被点到名的玩家，老哥传火部。发现自己被外来的 NPC 超凡者翻了牌子，传火哥大喜过望，屁颠屁颠的跑了上来，用热情到有点谄媚的语气道：英明神武的超凡者大人，你有啥吩咐？这语气让白远之稍稍有点恶寒，他按捺住给这家伙一拳的冲动，问道：你们真的能死而复生？能啊。传火哥点点头，确认道：这个问题您是问对人了，我刚到怀庄的第一天就死过一次，被陆星草杀的。白远之神色不变，又问道：这种复活难道没有什么限制吗？这个问题村里的 NPC 也问过，传火哥也没什么想法，大大咧咧的道：限制肯定有，死后复活起码要10分钟，而且每个号最多只能复活5次。纵然经过系统的无碍翻译，白远之也没明白每个号是什么意思。
但传火哥想表达的主要内容，他还是听懂了。不是无限复活就好，否则也太可怕了。他稍稍松了口气，又问道：“你们先前缠着我说的任务，隐藏任务又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让传火哥有点垂头丧气起来，因为真的很难跟一个 NPC 说明白。挠了挠头后，他苦恼地说道：“所谓的任务，一般就是你给我们下达一个命令，比如杀几只怪物，或者给谁跑腿送信什么的，完成后我们能获得一些奖励。隐藏任务就是比较特殊的任务，不是每个人都能接到，一般来说奖励更丰厚。”第46章青焰魔药。白远之微微眯眼，好像听懂了，又好像没懂，当即说道：“那么我现在命令你给周深队长送一封信，这样就算发布任务了吗？”这怎么可能算？传火哥无奈，连笔带划的说道：“光口头没用，得通过系统认可。系统你明白吗？要任务栏中能显示的，能接取的那种。”白远之确实听不明白，甚至觉得对方越说自己就越糊涂。他扭头看向周深，希望他能解释一下，只看到对方投过来一个爱莫能助的眼神。见状，传火哥急了：“哎，我跟你们 NPC 说不清楚。”然而他不急不要紧，这一急却似乎无形中触动了什么。10几米外，浮灯照耀范围的边缘处，灰色雾气一阵波动，忽然凭空出现了好几只七彩的蘑菇。这几只巴掌大小、散发着莫名气息的蘑菇，围着浮灯绕了一圈，忽然抱成一团，变成一只超大号的蘑菇人。随后无视浮灯，朝传火哥飞扑而来。七情菇！白远之脸色微微一变，催动超凡力量，抬手打出了一团青色火焰。这是青木寨掌握的下品魔药青焰魔药。这种特殊的青色火焰可以燃烧敌人的生机，越是气血旺盛、实力强大的怪物，被攻击后受到的伤害越重。虽说攻击的手段相对单一，但威力颇为惊人。更重要的是，有了这个，基本就无需赤焰符了，每年光剩下来的符箓都能帮青木寨节省大笔开销。正因此，青木寨内晋升的超凡者中，起码有1/3都选择了这种魔药。那七彩的蘑菇人似乎也知道青焰的厉害，飞向传火哥的身形忽然一转，堪堪躲过了青焰，随后再度扑向了传火哥。不过白远之的攻击虽然没命中，却争取了更多的时间。周深已经开启了黑石化，化作一尊金刚不坏的黑石人，一闪身来到传火哥身前，蕴含千钧之力的拳头带着爆鸣般的声响垂下，强横的劲力将没能躲开的七情菇狠狠砸在青色石板路面上。该说不愧是圣物制造出来的路吗？这恐怖到让大地都微微震动的力量，居然没能摧毁这路面，仅仅只是在坚硬的石板表面留下一道浅浅的印记。不等七情菇挣扎，白远之的后续攻击接踵而至。只见他手指间不知何时多了一枚竹叶，下一刻，细小的竹叶凌空幻化成一把3尺长的锋利竹剑。随后，这竹剑犹如仙侠小说中的飞剑一般，脱离了白远之的掌控，凌空朝七情菇斩落。这是青焰魔药之外，他掌握的第2种魔药斩木兵。此魔药的效果是斩木为兵，将任意草木化为利刃，可以手持近战，也可催动当作飞剑隔空杀人，更能跟青焰魔药配合，让木兵的杀伤力大增。若将魔药完全消化后，据说可以同时幻化出2把木兵，可一攻一守，也可同攻同守，战力惊人。怀庄的几位超凡者中，可能也就周深这位全身黑石化的最强者能跟白远之交手片刻，其他几人多半还没接近白远之10步内，就被对方的木兵加青焰隔空斩杀了。七情菇虽然有些特殊之处，可以短暂突破浮灯的庇护，但就其实力，不过是普通的游击怪绝。吃了周深全力一拳，已经受到不小的伤害，又如何挡得住白远之追加的攻击？锋利如同神兵的木兵带着一道寒光，轻而易举地将他切成2段，随后被木兵上附加的青焰烧成了灰烬。这电光石火间的战斗说起来似乎挺长，但从头到尾不过短短1-2秒。传火哥还没从突然出现的七彩蘑菇中回过神来，就看到2名超凡者出手，然后战斗就瞬间结束了。不愧是大佬，牛逼！不知道该说啥的他，只能在旁边尴尬地喊起了666。白远之嘴角抽了抽，伸手一招，木兵重新化成竹叶落入他的手中。随后他看着与其说毫无惧色，倒不如说蛮不在乎的传火哥，没人叮嘱过你们吗？一旦远离村庄，到了旷野深处，不能有大喜大悲之类的剧烈情绪变动，否则有可能会招来一些特殊的怪物。刚刚的七情菇就是如此，哪怕有浮灯都无法抵挡他的侵袭。若非你就在我们身边，此刻已经是个死人。传火哥无辜地看着白远之，没有人叮嘱过我们啊。白远之后面的话顿时被噎住了，他黑着脸看向周深。周深脸色也有点茫然，问道：我不是安排村里的巡村队员传授你们一些常识了吗？传火哥再度挠头，是有这么回事，但那个 NPC 说了，先教一些你们常用的。这之前我们除了在怀庄附近做巡查任务，
没有其他处村冒险的机会，所以这不是还没学到吗？白远之跟周深再度无语，沉默了几秒，白远之说道：“总之，在远离村落的旷野上，心态尽可能平稳一些。如果做不到，就不要胡思乱想，尽量放空思绪。”这条消息很快在整个队伍的玩家中传开，让随行的15名玩家对野外的危险又有了一些新认识。由于路况比玩家们预想的要好，玩家和 NPC 们又都是身强体壮的修炼者，因此整个车队行进的速度很快。期间，虽然车队也数度遭遇了诡异怪绝的袭击，但至多不过游击中尉，不足以对他们构成威胁。中午不到，他们就赶到了车队遇袭的晋北坡，就在前面的背风处了。眼瞅着即将会合，途中一直有点担忧的白远之稍稍松了口气，打出信号弹，准备通知留守的商队护卫。这种看似多此一举的行为，其实很有必要。一是为了进一步确认位置，二是为了防止可能出现的误会。毕竟谁也不知道灰雾中突然接近的究竟是友军还是怪物。轻微的爆炸声中，信号弹升空，放出特定的超凡波动。按照约定，商队留守的护卫马上也会做出回应，但白远之他们足足等了半分钟，也没感应到任何动静。几名超凡者的脸色迅速变得凝重起来。第47章，鬼境，出事了！当第二发信号弹发出，同样没得到回应后，周深缓缓说出了所有人都已猜到的那个可能。白远之的神情尤为难看，往返途中他已经尽可能的节省时间了，没想到紧赶慢赶，还是发生了不测。见状，赵天哥开口安慰他道：“还是先过去打探一下情况吧，未必就是最坏的结果。探查是肯定要探查的，但如何探查，几名超凡者却有了一点分歧。有人提议让大伙停在原地，只派1、2名高手过去看看情况，但也有人觉得商队出事的地方可能会有危险，这种情况下分兵有被诡异分头击破的可能。考虑到留守青木寨商队的实力并不弱，最终白远之还是拍板，所有人一起过去。说白了，就是宁可普通人在战斗中被波及，也不能让超凡者冒风险。但这个决定在神器之地的大环境下倒也无可指责，毕竟商队已经深入荒野中，危险无处不在。若随行的超凡者出事了，普通人几乎不可能平安返回。于是，在凝重的氛围中，怀装队伍缓缓接近了青木寨商队留守的位置。不管是 NPC 队员还是15名玩家，都做好了随时遭遇战斗的准备。100余步后，随着浮灯光芒照耀，前方的灰色雾气逐渐散开，露出了商队露宿的营地栅栏。到了，几名超凡者心头一跳，远超普通人的属性让他们感觉到了强烈的危险。白远之迟疑了一下，抽出一张特制的符箓，激发之后朝营地中心方向打出。轰！只听一声沉闷的爆炸声，一道炽热的火环朝四周扩散开来，居然将方圆100米内的灰雾驱散开来。借着这短暂的真空，玩家们看清了营地中的情形。不管是帐篷、栅栏、货物，亦或是已经熄灭的篝火，都保存完好，没有明显的战斗遗留痕迹。但商队中的所有生物，包括人和牲畜，却都犹如睡着一般，横七竖八地躺在地面上。其中大部分人已经在梦境中永久地失去了生机，余下的商队护卫还有一些微弱的气息，但恐怕也难以支撑太久。唯有3人还能保持盘腿而坐的姿势，虽然一动不动，但神情却在不断变换，有震怖、惊恐、迷茫、绝望，似乎在经历一场最深沉的噩梦，又似乎在跟某种无形的力量在对抗。如无意外，他们3人应该就是商队留守的超凡者了。其中2名男子看起来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但另一名身上有多处烧伤的中年女子，气息只比那些商队护卫稍强，只怕要不了多久也会。看着这令人心惊的一幕，众人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唯恐不小心也被卷入危险中。难道是不梦鬼？思索着眼前的一幕，魏金鹏很快提出一个猜测：这种诡异可以潜入人的梦境，通过引导吸食人的噩梦，不断壮大自己。成长到极致的不梦鬼，甚至可以将现实拖入梦境中，或者化虚为实，让噩梦中的种种在现实显化。到了这种地步，纵然是高阶超凡者，也难以与其对抗。盯着营地内的一幕看了片刻，白远之缓缓摇了摇头：不是不梦鬼。白上使如何判断的？魏金鹏疑惑道。白远之说道：寻常的不梦鬼，一次只能潜入1人梦境。当他成长到能够同时吸食多人梦境时，实力已经非常强大。普通商队护卫被盯上，恐怕转瞬间就会死亡，根本不可能支撑到现在。如此简单解释后，白远之似乎有所猜测，忽然从兜里摸索出了一个黑盒。盒子里面装的是一面只有巴掌大小的铜镜，表面打磨得异常光滑。乍看上去似乎没什么特殊的，但铜镜背面偶尔睁开又闭合的一只眼珠，证明了它绝非凡物。鬼物！玩家之中，许飞反应最快，立刻意识到什么，啪的一下丢过去一个鉴定。鬼镜，诡异物品，3阶。
一面特殊的铜镜由某只游击诡异死后所化，借助镜面的倒映，可以看到一些肉眼难以看到的虚妄之景。但除非将它放置在密闭的黑盒中，否则每隔10分钟，它将反噬一次，随机抽取持有者的部分灵性，并将其封在镜中。运气好者仅永久损失一些灵性，运气差者将直接被抽干灵性而亡。注：高阶超凡者5阶起步，可以豁免该负面效果，但抽取灵性失败后，该鬼物将自动失效。更换持有者并加倍抽取灵性后，方可重新生效。居然跟木灵之杯一个级别，都是3阶的鬼物。许飞有点惊讶，这个叫白远之的超凡者，看来不仅实力强横，身家也很丰厚。不愧是青木寨这种大地方出来的超凡者。在玩家们的注视中，白远之拿起鬼镜，斜对着营地观察起来。但才看了一眼，他脸色就骤然一变。周深、赵天歌等超凡者凑上前来看了几眼，也都神情大变。看到这一幕，玩家们不由好奇起来，他们究竟在镜中看到什么景象？好在看完之后，白远之并没有立刻将鬼镜收起，便给了玩家们绕过去偷窥的机会。然后玩家们一个个也脸色煞白了起来。借助铜镜中倒映的画面，玩家们看到了略显虚幻，但却跟现实截然不同的惊悚一幕。死寂的营地中，不知何时多了一棵奇诡的黑色巨树，那巨树足有10丈高，树冠笼罩了整个营地。树冠下垂落了一条条犹如血管的暗红色细线，那些细线缓缓飘曳，下端蔓延开来的根须深深扎入昏迷的人和牲畜头部，不断的蠕动吸食着，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个被遥控垂吊着的傀儡。除了伤队的人和牲畜外，一些血色细线还垂吊着别处的野兽、怪蕨，甚至是各种难以名状的生物。这令人散直狂掉的画面，让看到的玩家无不手脚发凉，难以呼吸。偏偏只有鬼镜中倒映的画面，才能看到这些虚幻的东西。玩家们肉眼看到的仅仅只是普通的昏睡，根本没有什么巨树、血色细线、各种被操纵的怪物傀儡。这种直观的对比，将恐惧、惊悚的感觉越发放大。甚至有一名玩家接受不了这种恐惧，因为精神剧烈波动，被直接踢下了线。第48章对阵树魁。我没看错的话，应该是黑级树魁。先后在心中否决了4、5个可疑选项后，白远之终于确认了眼前这种诡异的来历。黑级树魁。赵天歌重复了一遍，他确定自己从没听过这个名字。这是一种很少见的怨极诡异，本身实力不强，但肉眼难以看到的特点，让他变得极为可怕。一旦遭遇，人们很容易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被他接近，然后在梦境中被操控，最终沦为他的树魁。白远之把自己好不容易才回想起的一些信息说了出来。这时，一直默默旁听的许飞看着2盏挂在马车上的早已熄灭的浮灯，忽然插口问道：“留守的商队不是有浮灯吗？难道也发现不了这种诡异的接近？”白远之摇了摇头，浮灯的力量来自出火祭坛，虽说同样可以驱散灰雾，但毕竟比出火祭坛要弱，发现不了黑级树魁也是有可能的。当然，不排除还有一种情况，这只黑级树魁的梦境操控范围比想象的更大，在浮灯效果之外影响了商队的人。原来如此，不管是许飞还是在场的玩家都暗暗点头，自觉又长了一些见识。日后出村执行巡查任务，看来还是要多小心一些，不能太相信浮灯效果。既然确定了这诡异的来历，那接下来咱们怎么办？周深忍不住问道。如果动手救人，那就尽快，再拖下去，恐怕除了那2位男超凡者，其他人都要死光了。若是实力不足，也好早做决断，在附近继续停留只会徒增风险。肯定要救人，白远之想也不想地说道。这些商队和随行超凡者可是他从青木寨带出来的，若是全死了，回去后他怎么跟青木寨3徒司交代？就算先后遭遇食人火、黑级树魁，情有可原，只怕也难免吃瓜啦。更不用说黑级树魁虽强，但更多在于诡异难防，本身的战力却很有限。一旦提前发现它的存在，只要避开梦境操控的范围，唯一可用的手段就只剩下那些树魁了。在场众人，1位2阶超凡者，3位1阶超凡者，还有近30名携带了符箓、有一战之力的普通武者，对付一群顶多游击的树魁，还是有不小把握的。说句诛心的话，就算这些普通人全部拼光，只要能救回那3名超凡，对白远之来说都是赚的。周深他们几个自然是不那么情愿，但白远之来自青木寨，不管是实力、背景都是他们无法忤逆的，更不用说本身对方还占了道义，因此再怎么心有疑虑，也只能咬牙同意。战斗命令下达，气氛一瞬间紧张起来。纵然是可以复活的玩家们，面对进入游戏以来的首场大战，也不由紧张万分。一声令下，5名携带了弓箭的随行 NPC 队员将赤焰符贴到了箭矢上，激活之后，在白远之的引导下，朝空无一物的营地中央发起攻击。5道燃烧着熊熊火焰的箭矢划破空中，几乎整根没入某个无形的物体中。
剑上附着的火焰迅速蔓延开来，灼热的伤害迫使虚无的黑棘树葵显出了身形。下一刻，这棵黑色巨树愤怒地摇起树冠，放下了一个又一个树葵，向他们下达了攻击命令。几乎是转瞬间，树冠下多了数十头人形兽形的树葵，如同出笼的犬狼，重重叠叠朝他们杀来。大战立刻爆发。白远之面色冷峻，幻化出木兵，遥控他隔空劈落，辅以上面附着的青焰，仅仅一剑便消灭了最前面的一只树葵。但这些被操控的傀儡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害怕，毫不受影响的蜂拥往前冲，眼瞅着就杀出了营地。关键时刻，周深、魏金鹏、赵天歌站了出来，三位超凡者一同动用了黑石魔药，或双手双脚笼罩了一层黑色石肤，或整个人都化身为一尊黑色金刚，凶悍地挡在了最前面。两名副队长由于还有防御不到的脆弱部位，跟树葵厮杀的时候多少还有些顾虑，但周深已经全身黑石化，堪称刀枪不入，面对蜂拥而来的树葵，选择只攻不守，只一拳就将一只试图撕裂他的树葵锤到地面下，随后轻而易举地将一只树葵擒住，炮弹般抛飞了回去，顿时让后续的树葵一片大乱。他们三人的力量便牵制住了一半树葵，剩下的树葵在黑棘树葵的控制下绕过了三人，朝后续的 NPC 和玩家们涌来。面对这些造型可怕的树葵，严阵以待的 NPC 们纷纷激活赤焰符，依托马车结阵跟他们对抗。相比之下，玩家们的阵型就散乱了许多。虽说能复活的底气，再加上整体断体中期的实力，让他们不至于被一冲就溃，但毕竟没什么实战经验，形不成有效的配合，大都是各自为战。短短几秒时间，一名惊慌失措的玩家就被一只狼形树葵咬住了右腿，失去重心摔倒在地。眼瞅着他要被拖入树葵中，旁边的玩家赶紧出手救援。只可惜他一刀落下，固然砍伤了那只狼形树葵，自己却因此出现了明显的破绽。后续的荆棘兽形树葵抓住机会，突然喷出数枚尖刺，那锋利的尖刺穿刺力不亚于钢针，瞬间射穿了那名玩家的心脏。断体中期的玩家本质上还是凡人，要害被伤到，也无非是凭借雄厚的血气多支撑那么几秒，随后便迅速失去生机。而这名玩家的牺牲仅仅只是一个开始。随着战斗的继续，更多的人变得险象环生起来。如果说玩家的伤亡，周深他们还能不在乎，那当 NPC 队友也出现伤亡时，一直分心关注这边的几人便坐不住了，对白远之喊道：“白上使，您的募兵能否直接斩杀那黑棘树葵？如果能擒贼先擒王的话，他们又何必跟这些树葵挨个缠斗？”一边用步法腾挪，一边不断遥控募兵斩杀树葵的白远之，闻言露出踌躇神情。他的斩募兵魔药消化的程度还不算太高，能隔空攻击的距离也有限，想要直接攻击黑棘树葵，必须要冒一点风险接近。虽说以他二阶超凡者的实力，有信心抵抗黑棘树葵的梦境操控，但短暂的精神恍惚却难免。万一期间被他操控的树葵攻击，稳妥起见，还是将这些树葵消灭一些再说吧。第49章，黑袍人。白远之选择的保守策略，让周深等人有些不满，但又无可奈何。好在这黑棘树葵能操控的傀儡终究不是无限的，在大半被他们和玩家们拖住后，围攻白远之的树葵数量在不断降低，很快便被锋锐的募兵消灭到只剩下4、5只。见压力越来越小，白远之骤然停下身形，全力催动超凡之力。幻化出的募兵得到超凡之力的加持，不由发出轻微的铮鸣声，剑上附加的青焰更是从原本单薄的一层迅速膨胀外放到足有1尺。从这惊人的气势就能想到，下一击必然石破天惊。去！白远之低喝一声，操控募兵闪电般斩落。只见一道青光划过，带着肉眼难以看清的弧线，瞬息之后，剩余4、5只树葵居然被一剑斩灭，尽数化作了飞灰。就连黑棘树葵都似乎被这一击的威力吓到了，繁茂的树冠忍不住摇曳了一下。不过催动这一剑的消耗对白远之来说还是挺大的，脸色都不由稍稍苍白了一些。但效果也非常明显，黑棘树葵终于没有多余的傀儡能牵制他了。稍稍缓了口气，白远之看向营地中央的黑棘树葵，眼中杀机凛然，随后一步步向前，5步10步。在他即将走到营地前，眼瞅着就要进入募兵的有效攻击范围时，黑棘树葵的梦境操控毫无预兆的降临了。白远之只觉得一股令人昏昏欲睡的感觉突然涌上心头，随后就看到周围视野变得恍惚模糊起来，原本轻若无物漂浮在身前的募兵也骤然变得沉重如钢铁，一点点朝地上落下。但早有防备的白远之立刻集中起精神力量，跟这种昏昏欲睡的感觉对抗起来。以他2阶超凡者的实力，只需顷刻间就能将这种感觉暂时压下，然后发动雷霆一击毁灭黑棘树葵。周深、赵天歌、魏金鹏3人也知道关键时刻到来，
一个个全力以赴，拼命拖住了眼前试图回原的树葵。但就在白远之压下梦境的力量，眼神逐渐恢复清明时，不远外的灰雾中，一名神秘的黑袍人突然现身。没人知道这个神秘人的来历，也不知道他是刚到还是早就埋伏在旁边。就连几名怀装超凡者和白远之事先也没发现任何异常。等周深的感知终于发现不对，回头看到黑袍人时，一切已经来不及了。那名黑袍人冷冷看着场上情形，随后伸手一指白远之，发动了自己的魔药能力。霍乱几乎已经压住梦境力量，随后干掉黑级树葵的白远之被霍乱魔药的丝丝黑色气息缠绕，体内的超凡之力顿时变得空前虚弱，而且不受控制的混乱起来。更可怕的是，尚未完全消化的斩木冰魔药的超凡灵性也受霍乱影响，在他体内不安躁动着。白远之原本平稳的气息迅速变得癫狂扭曲，身体表面也隆起了一个个可怕的肉瘤，隐然有了失控堕化的迹象。不好！白远之大惊失色，赶紧集中力量镇压失控的迹象。但分心两用之下，原本一度被压制的令人昏昏欲睡的能量却重新占据上风，将他一点点拖入梦境中。这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一边是立刻失控，一边是被拖入梦境，被控制后沦为树葵。白远之无奈，只能两害择其轻，通过拖延待变，或许能等到周深等队友的救援。但若是没有变数的话，无非是晚死片刻。要不了多久，黑级树葵就能多出一位2阶超凡者化身的树葵。这个结果让黑袍人露出满意的笑容，转而看向周深这边。你是谁？敢对青木寨的超凡者出手？不怕遭到三屠司的追杀吗？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周深心中震惊不已。他一边报出来历，试图吓阻对方，一边暗暗拿出了自己的底牌。那是一节洁白如玉的指骨，同时也是一件效果强大，但却有着极为严重后患的鬼物。使用之后，可以让自身骸骨化，拥有近乎不死之身，以及远超正常形态的力量。但负面效果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这种骸骨化将不可逆转的被固化，成为永久的活死人。而且这个固化的速度还很快，并且极难消除。正因此，若不是遭遇到生死威胁，周深是绝对不想用的。注意到周深的小动作，黑袍人脸上微微一变，似乎是知道周深这件鬼物的效果。他的反应也不慢，默念了一个奇异拗口的音节，抢先一步激活了提前握在手中的充满不可名状气息的无面神像挂坠。迷幻的光芒以黑袍人为中心，朝四周急速扩散开来，几乎辐射到了整个营地。被这朦胧的光扫中，不管是3位超凡者还是玩家们，都瞬间停下动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幻境中。几乎是同时，黑衣人的身体一个踉跄，整个人险些晕厥，双眼中更是流出血泪。显然，越阶放出这种大范围的法术，纵然是借助了某种高位格存在的力量，也不是毫无代价的。即便如此，这种取巧的法术依旧有着严重的弊端。被困在幻境中的人，只要遭到任意程度的攻击，甚至仅仅是流露的杀意，都有可能从幻境中挣脱。但黑袍人似乎跟黑级树葵有什么联系，在他借助无面神像挂坠发动幻术的同时，他就控制剩余的树葵同步停止了攻击。原本激烈的战场骤然变得安静下来。但黑袍人知道，胜负在这一刻其实已经分出，只需短暂维持现状，白远之就会不可避免地沦为树葵。届时，剩下的这些怀庄人一个也逃不掉，全都会丧生于此。除掉了这个碍事的家伙，我交在青木寨谋划的大事就能又少一个绊脚石。可惜，此人虽是2阶超凡者，却迂腐顽固，不识大事。人类是迟早要灭亡的，唯有主动拥抱诡异，完成进化，才是人类从灭亡命运中超脱的唯一希望。这样默默想着，黑袍人的神色露出几分狂热。片刻后，稍稍冷静下来，他的目光落到玩家们身上，忽然想起了一条消息。第50章挣脱幻境。白远之这次临时护送商队来怀庄，起因据说跟一批突然出现的异人有关。先前我暗中观察，这些普通人中的确有10余人明显不同，彼此私下交流，偶尔还会使用一种陌生的语言。莫非他们就是传言中的那些异人？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特殊之处啊。黑袍人打量片刻，见实在看不出什么不同，也就不再关心。异人也好，普通人也罢，只要不信奉他的教派，又不是超凡者，就统统都是没有价值的蝼蚁，唯一的用处就是成为教派献祭的材料。然而，就在他冷酷地想着这些念头时，黑袍人注意到周深的身体居然微微摇晃起来，有从幻境中挣脱的迹象。不愧是怀庄的巡村队长，只要有合适的魔药，随时能进阶的人，还是有点难对付的。黑袍人微微皱眉，见除了他以外，其他人尽在掌握中，没有任何挣脱的可能，当即坐到周深面前，伸手虚按在周深头顶。借助无面神像挂坠的力量，他将精神主动探入周深的幻境中，进一步压制住了这位除白远之外最强的超凡者。至于为什么不直接杀掉，
自然是因为这人还有拉拢的价值。当然，若是之后周身不识趣，不肯为教派出力，那就不要怪他不给机会了。总觉得哪里有点不对。平静却又模糊的战场上，看着轻松赢得的胜利，许飞站在原地，神情有些疑惑。他依稀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战斗还是很激烈的，不管是 NPC 巡村队员还是玩家们，都死伤了好几人。但究竟是从哪一刻起，战斗就忽然一边倒了呢？眼看着被轻松解决的树葵，以及开始打扫战场准备返回的超凡者们，许飞努力想要回想起一些细节，但有股无形的力量阻碍了他的想法，让他强行忽略了这些异常。算了，想来也不是什么关键的事。于是许飞便放弃了深究的想法，跟其他人一起护送粮食返回了怀庄。时间的流速似乎出了点问题，转瞬间天色便黑了下来。到了该下线的时候了吗？许飞招出系统界面，准备下线返回现实。一切似乎很顺利，但就在下线前，他忽然想起自己忘记了一件事，还没解析铁甲符呢。于是从锦袍的符袋中取出了铁甲符，并沟通了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什么也没发生。预料之外的异常让许飞一怔。从重生者林夜宵那里得到的金手指怎么没反应了？难道是出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让许飞心中有些不安起来，努力尝试着沟通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但任凭他如何尝试，都没有得到任何回应，甚至连这张符箓本身的存在都感受不到了。不对劲，先前那种异样感，甚至是违和感，再次浮现心头，并且越发强烈起来。一定是哪里出问题了。青木寨商队遇险，白远之孤身求援，商队留守的人员全灭，利用诡镜发现黑棘树葵，大战爆发，神秘黑衣人突然现身。咦，哪冒出来的黑衣人？许飞跟那股无形的力量对抗着，绞尽脑汁回忆着先前发生的情况，终于想起了一个先前被忽略的环节。当他意识到这点，被蒙蔽的灵性瞬间清醒过来，完全想起了先前遭遇的一切。但清醒归清醒，周围的幻境却依旧存在，许飞不知道该如何挣脱。要不下线试试？许飞尝试着招出系统界面，下线返回了现实，成功出现在自己的卧室中。但他能清楚地意识到，眼前的一切仍旧是虚假的，不过是潜意识的映射，自己其实还在幻境中。不妙啊！虽然不清楚外面的情况究竟怎样了，幻境中的时间流速又是如何判断的，但许飞心中清楚，他每被多困1秒，危险就会越大1分。虽说玩家不会真的死亡，但他可不希望这么轻易就交代掉人生的第一次复活。可是到底该如何破局？心中焦急的许飞在原地转来转去，最终还是只想到了一个指望。先前自己的灵觉被蒙蔽，无法感应到精神空间里的灰色符箓，但现在自己已经清醒过来，意识到处于幻境中，再次尝试的话，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想到这里，许飞闭上双眼，精神力量空前集中，再次尝试起来。这一次，先前无论如何也感应不到的灰色符箓，果然有了微弱的回应。尽管那感觉仿佛隔了厚厚的屏障，又仿佛是处于信号严重不良的山腹隧道中，断断续续的网络延迟味道十足。但无论如何，他终究是跟灰色符箓取得了联系。下一刻，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感应到什么，微微震颤起来。明明只是极轻微的摇晃，但反映到许飞身上，却仿佛晨钟暮鼓一般，在他耳边轰然炸响。电光石火间，眼前的虚妄烟消云散。再次睁开双眼，许飞发现自己重新回到了游戏的战场中。自己的周围横七竖八的躺着其他玩家和 NPC， 周身等3位超凡者也被幻境困住，暂时无力脱身。那名神秘的黑衣人则端坐在周身身前，不知道究竟在干什么。至于黑棘树葵本身，似乎在全力操控梦境，侵蚀白远之。不知道是已经进行到最紧要的关头，无力分心操控其他，还是另有什么原因，残存的树葵都被他召回到身边，一动不动地停在原地，停止了一切攻击行为。这怪异的一幕让许飞有点不知该如何是好。换成普通 NPC， 挣脱幻境后，看到暂时没有人顾及到自己，很可能会在惊慌下下意识地先跑为上。但许飞可是玩家，他小心翼翼地挪动了一下身体，见仍旧没有谁注意到他，终于大着胆子站了起来。那黑衣人先出手迷晕了所有玩家和超凡者，又端坐在周身旁边一动不动，不管怎么看都像是在对周身不利啊。虽然不清楚为什么有人会帮诡异对付人类超凡者，但眼下的情况已经十分明了。想要翻盘，必须要设法除掉黑衣人和黑棘树葵，并想办法唤醒己方的3名超凡者。第51章翻盘。先杀掉黑棘树葵，无疑是釜底抽薪之举，但对许飞来说也是最难的。他并没有远程攻击手段，贸然靠近会被梦境控制不说，还有可能惊动附近残存的树葵。那么可选择的无非就是剩余2个了。先尝试唤醒赵天歌、魏金鹏，然后伙同2位超凡者一起杀掉那名神秘的黑袍人。
或者先尝试干掉黑袍人，救下周深，然后再唤醒赵天歌和魏金鹏。第一个选择看似更加稳妥一些，但许飞不确定自己的行动是否会惊动黑袍人和黑吉树葵。一旦黑袍人和黑吉树葵反应过来，赵天歌、魏金鹏两名超凡者可未必是他的对手，否则先前也不至于被人家瞬间控住全场。何况许飞对超凡领域的了解还十分有限，他甚至不确定自己能否快速唤醒两人。这种情况下，梭哈一把出其不意的直接干掉黑袍人，反而成功率更大一些。毕竟他很可能只有这么一击的机会。打定主意，许飞在心中模拟了一下如何出手以及可能出现的后果，然后抓住掉在地上的短刀，用尽可能放轻的动作靠向了盘坐在地上的黑袍人。如果能抱起发难，一举干掉此人，许飞觉得自己有很大把握能够逆转局势。但他没想到的是，才刚动身没两步，黑吉树葵就觉察到了什么，分出一线注意，对召回的树葵下达了命令。残存的近20只树葵再度化身风犬，潮水般朝他扑了过来。操！就不能反应迟缓一些吗？许飞暗骂一声，也顾不上隐藏动静了，瞬间发力，以最快的速度朝黑袍人狂奔去。但那些凶残树葵的速度比他更快，很可能会在他杀掉黑袍人之前，先一步将他撕成碎片。许飞可不敢保证老师送的铁甲符能撑住这么多树葵的围攻。抉择之际，他一横心，用短刀割破了手指，将鲜血染在了老师送的鬼物之上。血液沾染到这枚锈石银戒的那一刻，这枚平凡的戒指仿佛突然间拥有了生命。有那么一瞬间，许飞甚至感觉到戴在他手指上的这枚戒指正在蠕动，然后疯狂的、不可名状的气息从戒指上扩散开来，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在复苏。几乎已经扑到许飞身前的树葵们似乎看到了天敌，不仅立刻停止了攻击意图，甚至想掉头四下逃窜。但与此同时，那股恐怖的气息也在侵蚀着许飞的身体。佩戴着戒指的那根手指最先被银锈感染，随后快速蔓延到了整个手掌，开始向小臂上方扩散。即便经过游戏痛觉系统的削弱，这种被银锈侵蚀的感觉依旧令人难以承受。如果换一个娇生惯养、意志薄弱的玩家，一旦情绪波动过大，可能会被系统直接踢下线。当然，在上线的时候肯定已经免费回城复活了，但许飞在关键时刻还是很有担当的，强忍住这种痛楚，扑到黑袍人面前，全力挥刀。这种无异于当面挑衅的行动让黑吉树葵生气了，他黑色的繁茂树冠再度晃动起来，甚至就连扭曲的树根都从地下拔起，愤怒地拍打着地面。在这只强大诡谲的命令下，逃走的树葵被迫停下脚步，转身重新朝许飞发起攻击。黑吉树葵毕竟是怨极诡谲，其位格比锈石的银戒要高，但短暂的爆发仍旧给许飞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2秒钟。手起刀落，黑袍人怀中的一张护身符箓感应到敌人的攻击降临，自动激发。只见一道辉光激射而出，径直打在许飞的刀刃上。明明只是一道虚无的能量，却发出了金铁交击的清脆声响，以不可思议的锋锐将系统赠送的新手短刀切成了2段。余光威力不减，继续向后延伸，蓦然撞上了许飞身着的锦袍。铁甲符的微弱银光亮起，但这道护身辉光的威力太过惊人，一瞬间就耗尽了符箓的灵力，这才堪堪替许飞挡住了伤害。除了护身符箓外，受到许飞的攻击，黑袍人手中握着的无面神像挂坠也骤然升温，犹如烧红的烙铁般烫手，似乎在通过这种方式向黑袍人示警。受此影响，原本一动不动的黑袍人身体摇晃了一下，眼皮也动了动，眼瞅着就要醒来。干！局势到了这一步，已经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许飞根本没有任何后退的余地，握紧了只剩半截的断刀，大喝一声，用尽全力朝黑袍人的头颅砍了下来，连身后重新涌上来的树葵都不管不顾了。如果黑袍人还有其他护身手段，许飞也只能认了，一次复活机会而已，他还交得起。万幸，黑袍人并不是什么大人物，而能够自主激发护身保命的道具，也不是随便就能弄到的大白菜。黑袍人睁开眼的那一刻，断刀完成了绝杀。如果是状态完好之时，黑袍人或许还有余力挣扎一下，或者临死反扑拉许飞垫背，但为了发动那个强大的幻境法术，已经受到严重的反噬。此刻的黑袍人远比许飞想象的更虚弱，而许飞体质好歹已经接近 5.0， 全力一刀，就算薄钢板照样能砍成2段。此消彼长，最终的结果只有一个：死。你击杀了一名2阶超凡者，拜鬼教黑衣教徒，获得了28点生命元基础奖励，越阶杀敌奖励将获得额外加成，最高不超过 100%。 恭喜，你获得了合计56点生命元。及时出现的击杀提示足以让眼下任意一名手册玩家陷入狂喜，但眼下的许飞可没有闲心去关注这个，仓促一瞥便收回注意力，因为距离他最近的几头兽形人形的树葵
已经狠狠撕咬住了他的腿脚，甚至是肩膀。而锈蚀的银界爆发的恐怖气息也已经过了巅峰期，正在不断衰弱。若失去了他的保护，这些树葵会变得更加疯狂，瞬间将他撕成无数块。还想再抢救自己一下的许飞拼命挣脱了树葵的撕咬，但不管怎么看，这都是垂死挣扎，逃是肯定逃不掉的，强行下线也不现实。神器之地中玩家下线有一个化作白光缓缓消散的过程，并非像传统游戏中的瞬间消失。难道真的没什么办法了吗？第52章大丰收。生死关头，许飞福临心智，冒出了一个念头：黑级树葵似乎跟黑袍人有某种无形的联系，那这种联系是靠的某种魔药，还是某件身份令牌之类的道具呢？在联想到树葵们扑上来时，有意识地绕过了黑袍人的尸体，许飞觉得或许自己发现了真相。在锈蚀的银界效果结束前一刻，他挣扎着捡起了黑袍人手中的那枚无面神像挂坠。刚一入手，许飞便感觉到一股混乱的情绪在滋生，但不得不说，这玩意的效果比老师送的鬼物还要好。几乎是立刻，树葵们再度停止攻击，主动向后退开，就连黑级树葵也迟疑了起来，不再强行施压。有效！死里逃生的许飞松了口气，他不确定手中这玩意的效果究竟能维持多久，顾不上喘息，拖着伤痕累累的身体来到周身面前，用力推攘起来，尝试叫醒这位超凡者。在黑袍人死前一刻失去了他的压制，周身就已经有再度挣脱幻境的迹象。此刻被许飞推攘，便立刻清醒过来，环视一圈，他迅速明白了场上的情形。虽然心中充满震惊和疑惑，不明白许飞是怎么挣脱幻境，又如何击杀黑衣人的，但眼下的情况无疑对己方十分有利。伸手抓住许飞，不等他反应过来，就像丢沙包一样轻松抛到赵天歌、魏金鹏身边，用力唤醒他们。如此叮嘱的同时，周身顾不上自己状态同样不佳，扑向了情况已经危急到极点的白远之。这位青木寨出身的2阶超凡者幻化出的木兵不知何时已经重新变回了竹叶，原本跌坐在地上的姿势也难以维持，变成了仰倒在地面上，气息忽而微弱，忽而增强，十分邪异。距离被彻底吸食沦为树葵，恐怕只剩下一步之遥。这还是许飞的动作惊动了黑级树葵，迫使他稍稍分心的缘故。而周身想做的很简单，就是将他从原地拖回来，彻底拉到黑级树葵的梦境范围外。这个举动不出意外再度激怒了黑级树葵，但一位想拼命的超凡者，尤其是全身黑石化后近乎刀枪不入，让那些疯狂的树葵根本无法拦截，只能眼睁睁看着周身冲到白远之旁边，拖着他往外逃。无奈之下，黑级树葵只能强行扩大梦境操控范围，奋出精力将周身也拉入梦境中。但以他的力量，想压制白远之一人就很吃力了。此刻再加了一个周身，顿时有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距离万劫不复只剩一步的白远之，感觉到压力骤然减轻，本能的重新反抗起来，居然开始将局势一点点扳回。而这个时候，许飞用破岩拳将赵天歌、魏金鹏两人也相继唤醒。相比于周身，两人的实力的确差了一个档次。从幻境挣脱后，第一时间居然没能反应过来，而是有一点点茫然。好在这不重要，两名超凡者的加入让局势得以彻底盘活。似乎意识到已经没可能将白远之掌控，黑级树葵气急败坏了。如果怪绝也有这种情绪的话，既然得不到，那就将它毁掉。他彻底放开了对残存树葵的约束，让他们冲向了游自陷入幻境中的玩家和 NPC 队员，准备大开杀戒。同时抽出扎于地下的树根，狠狠刺向了白远之的胸膛。不，赵天歌跟魏金鹏急眼了。青木寨商队在送粮的路上2度遭到诡异怪绝，近乎全灭，对怀庄已经是巨大的打击了。若是连白远之这位带队的2阶超凡者一并折损，青木寨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即便怀庄并没做错什么，恐怕也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但两人吞服的黑石魔药，这种情况下只有自保之力，没有办法能在电光石火间救下白远之。就在两人正绝望的时候，被刺穿了胸口，瞬间濒死的白远之身上突然冒出浓郁的青色光芒，一枚埋在他体内的青色玉石缓缓漂浮出来。在两人惊奇的注视中，青色玉石化作一枚奇特的鹿纹，将白远之的身体和伤势定格，化作一尊栩栩如生的青玉雕像。这青玉雕像坚固异常，黑级树葵再度尝试攻击，却没能在上面留下半点痕迹。这莫非是青木寨给予的某种底牌？心情大起大落的两人仿佛瞬间从地狱回到天堂。只要白远之这位2阶超凡者不死，就还能想办法给青木寨一个令他们满意的交代。这时见自己奈何不了白远之化成的雕像，黑级树葵转而攻击起被梦境控制的周身。他不想补充损失惨重的树葵了，只想杀人泄愤。但周身身上的黑石化暂时还未解除，
他的攻击同样无法伤及对方。你想办法把周哥拉出来，我先干掉那些树葵。放下心来的赵天歌这样说道，转身朝正在四下杀戮的树葵出手。魏金鹏点点头，左右瞄了一下，想起马车上携带的绳索，当即行动起来，取出一根长麻绳，做成绳套，朝周身抛了过去。身为超凡者，对力道的控制远超普通人，隔着10余步距离丢绳套，不过是轻而易举的事。黑棘树葵眼睁睁看着梦境中的周身被拖了出去，然后魏金鹏故技重施，将青玉状态下的白远之也拉了回来。一场致命的危机终于解除了。1分钟后，场上残存的10余只树葵被消灭，但怀庄付出的代价也相当惨重。前后共有5名 NPC 队员，8名玩家被树葵们击杀，余下的几乎也人人带伤。好在3位超凡者安然无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顾不上向许飞道谢，周身3人从地上抄起 NPC 队员们抛下的弓箭，贴上了赤焰符后，开始对死光了树葵，只剩下光杆司令的黑棘树葵发动了报复攻击。这只怨极怪绝给怀庄和青木寨造成如此大的损失，眼下又恰好处于最虚弱的状态，心里憋着一股气的3人怎么可能放过他？一发发燃烧着橘红色火焰的箭矢呼啸射出，狠狠钉在了黑棘树葵的树干上，造成的物理伤害无足轻重，但迅速蔓延开来的火焰却足以对黑棘树葵造成毁灭性的打击。这株罕见的怪蕨似乎也知道末日来临，强行拔出根系，试图逃窜。可惜植物系的怪蕨想要移动起来终究太慢了，转眼之间便陷入了穷途末路。停！最后一击放着我来！眼瞅着黑棘树葵要完蛋，早已盯上了这只怪物的许飞赶紧喊了出来。若是能将这只怨极怪蕨也一并干掉，许飞觉得自己应该能五虎起飞了。第53章双杀。许飞的话提醒了队伍中幸存的玩家们，这可是远超新手村难度的 BOSS， 若能干掉他，想起商城内的2册资格邀请书、超凡符箓，玩家们激动起来，纷纷跟着请战。我们也想帮忙。加入怀庄以来，我还没做过什么贡献呢，最后的收尾让我来吧。几位队长放心，只要交给我们，保证杀人放火，收尸扬灰，一条路服务到位。玩家们突然展现出的热情，让周身3人有点不解。不就是杀个黑棘树葵吗？又没有什么特殊的好处，为何这些艺人如此热衷？看出了几名超凡者的疑惑，许飞小声解释道，跟能够复活、突然下线消失一样，这也是我们艺人的特殊能力之一。只要参与击杀诡异怪蕨，就能在战斗中磨练自己，快速提升实力。他没有直说生命源的事，而是用了一个便于 NPC 们理解的说法。周深脸上露出恍然之色，对许飞道，那之前你们急着外出参加巡查任务，莫非也是因为这个缘由？许飞点点头，类似的话其实之前有玩家跟 NPC 们说过，只是当时他们对艺人还不熟，再加上其他玩家不像许飞这样有符师身份，因此几位超凡者还真没怎么重视。但今天不同，许飞的身份够高，先前又力挽狂澜救了所有人，他的话自然是足以取信周深3人的。既然如此，那就让你们来好了。对周深来说，只要黑棘树葵被干掉就行，至于是谁杀的无所谓，艺人们愿意代劳更好，还能帮他们省一点力气。见周深同意了，许飞赶紧再度喊停。他瞥了其他玩家一眼，无奈对周深道，是这样的，这种击杀怪蕨快速变强的特性存在一定的限制，参与的人越多，效果就越差，所以周队长，你懂我意思了吧？还有这种奇怪的限制？周深将信将疑，不过考虑到艺人们的存在本就没有常理可言，他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转身对玩家们道，各位不要急，按申请的顺序挨个来。赵一，你第一个开口，就由你先出手吧，其他艺人且替他压阵，若赵一解决不了，再换其他人上。这话乍听起来还是挺公平的，但在场的玩家们可不傻，分明看到了许飞跟周深的暗中交易。操，有黑幕， NPC 居然也能被私下收买，服了。赵一，你这过分了啊，居然用这种手段。 Why GM 吗？我要举报有人不公平游戏。对，还是那家伙。然而玩家们嚷嚷归嚷嚷，但实力不如人，又不敢真的得罪几位 NPC 超凡者，毕竟手册期间他们除了新手村外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这种情况下只能乖乖退后，同时羡慕嫉妒恨地看着许飞出手，并暗暗在心里画圈圈叉叉，诅咒他失手。有一说一，许飞之前还真没射过弓箭，尤其是一只手还被银锈侵蚀，用起来十分不便。好在断体中期的力量摆在这里，再怎么不是，开弓还是没问题的。而黑棘树葵体型那么大，近乎静止靶，距离也不过20-30步，想射中真没那么难。许飞先用2支普通的箭矢找了一下感觉，顺便校验了一下力道和准头，便接连3发贴了赤焰符的箭矢，对已经被重创的黑棘树葵打出最后的攻击。快熄灭的火焰重新蔓延开来，
让这棵黑色的巨树彻底化作火海。剧烈的燃烧中，黑棘树葵停止挣扎，以骤然间加快了100倍的速度，被焚烧成了灰烬，随后化作飞灰被吹散，原地只留下了一块半米见方，表面长满了树瘤的树皮。看到有超凡灵性一退凝结，周深脸上总算露出一抹喜色，快步走了上去。许飞已经得到了自己最想要的，对这张树皮自然没有想法，他只是美滋滋地看着系统再度刷出的击杀提示：你击杀了怨极怪绝黑棘树葵，获得了17点生命源，基础奖励。越阶杀敌，奖励将获得额外加成，最高不超过100%。恭喜，你获得了合计34点生命源。才34点？许飞有点意外，虽说这个数字已经非常惊人了，但跟先前击杀黑袍人的奖励比起来，就显得不够劲了。在他的个人感觉中，黑棘树葵的挑战难度应该是比那个黑袍人更强的。若非白远之刚好有能够克制他的鬼物，别说击杀了，说不定到现在玩家们都不知道真正的凶手究竟是谁。但事实却是击杀黑袍人的奖励更高。为什么会这样？短暂的疑惑和思索后，许飞想到一个可能，奖励的减少应该跟战斗贡献有关。黑袍人虽然受了伤，但并非别人造成的，而是他自己越阶施法受到的反噬。之后许飞抓住时机杀他时，贡献了全部的伤害。但击杀黑棘树葵时就不同了，几位怀装超凡者才是主力，许飞顶多只是参与。另外，在他查看奖励的时候，其他玩家脸上也因转晴，收获了意外之喜。咦，我居然因为参与战斗拿到了1点生命源，我拿到了 2.8 点，其中1点是参与奖励，另外 1.8 点是击杀树葵的奖励，而且还有100%比加成。我也有。难道系统将先前击杀树葵的伤害也算到击杀黑棘树葵的战斗力了？有玩家的无心之言猜到了真相。咱们只是参与击杀普通树葵，都能拿到1-2点生命源，赵一这家伙岂不是发财了？搞不好起码能拿5点。格局小了兄弟，我猜起码10点。有人酸了，是谁我不说。无论如何，有了参与奖，幸存的玩家们心里总算舒服了一些。当然，如果他们知道许飞究竟得到多少生命源，恐怕会再次化身为打破的醋炭。随着黑棘树葵被杀，这场给怀庄和青木寨带来了巨大损失的意外终于结束了。简单给伤员们处理了伤势后，如何善后成为困扰3名超凡者的难题。一方面要尽量将双方战死者和黑袍人的尸体带回去，并将青玉雕塑状态下的白远之尽快运回村庄抢救。另一方面，他们还得想办法接手青木寨商队带来的大量物资。本来怀庄的队伍跟青木寨商队留守的人员汇合后，人手足以将所有物资运回，但青木寨商队被全灭后，就凭他们现存的10几、20名伤员，恐怕连1半物资都带不走了。这就势必要进行一番令人肉痛的取舍。第54章遭遇时空乱流。对于生活在灰雾中的怀庄村民来说，生活困苦，各种资源缺乏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也因此养成了凡事精打细算的优良作风。他们从没想过有一天自己竟然会因为丢弃掉哪些东西而犯愁。关键是要抛掉的东西还不是1点半点，而是足以装满近10辆马车的货物，其中有粮食、油盐酱料、布匹、皮革、打造农具的铁锭、武器防具，各种基础超凡资源。如此琳琅满目的货物，看得一众 NPC 们既兴奋又惆怅。无论何时，超凡资源肯定是必须带走的，粮食也必须带走一部分，至于其他的货物就仁者见仁了。一番争吵之后，周深他们总算做出了决定。忙碌的装车后，幸存的 NPC 护卫们兼职驾车的车夫带着缩水了大半的货物和战死者们的尸体开始返程。由于玩家们被许飞唤醒的时候，黑袍人已经被他击杀，3位超凡者也已经醒来，因此他们并不知道大逆风的局面究竟是如何翻盘的，只能在回程的路上讨论推断起前因后果，同时猜测那名黑袍人的身份。说什么的都有，但只有亲手击杀黑袍人的许飞才从系统的击杀公告中获得了一些线索。拜鬼教，黑衣教徒。许飞拿这个问题询问周深3人，很快得到了答复。从黑袍人手上的无面神像挂坠来看，他应该是拜鬼教的人。周深对拜鬼教了解有限，更不清楚什么黑衣教徒是什么级别，因此只说了他知道的一些情报。所谓拜鬼教，其实就是一群疯子，他们觉得人类要完，所以必须要接受诡异怪绝的存在，并且信奉了一尊据说是不可知极的诡异，认为是他们的天赋和救主。这样说着，周深露出不屑的沈笑，并用自嘲的语气道：幸好咱们怀庄太小，拜鬼教是看不上的。听说青木寨和白梨山城这种大地方，他们要相对活跃一些。许飞默默记下周深的话，又问道：既然拜鬼教的人看不上咱这边，为啥会出手袭击咱们呢？另外，诡异真的能回应拜鬼教的祭祀吗？周深不确定地说：那人应该是冲白远之来的，咱们只不过是运气不好被牵连到了。当然，也不能排除他们收到了异人降临的消息，
专门为你们而来。这个推测还是很有说服力的，无限接近真相。至于那尊传说中的诡异是否会回应拜鬼教的祭祀，这可就难说了。周深眼中露出忌惮，不愿讨论这个话题。诡异千奇百怪，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更不用说是不可知极了。不过在周深看来，最大的可能还是拜鬼教教徒一厢情愿的行为，毕竟是一群神经病，没法用常人思维去推断的。接下来的路途就在许飞跟周深的闲聊，偶尔请教一些修炼和超凡方面的知识中度过。或许是遭遇黑棘树葵已经用掉了他们所有的霉运，返回的途中，除了2只不入品的怪蕨外，他们再没遇到其他威胁。白夜下半段快结束前，行色匆匆的队伍经过了漂浮着幽蓝色荷叶和银色水母的小溪。玩家们对这里的景色印象深刻，知道这里离怀庄已经不足10里，可以说是近在咫尺了。但就在大家心态普遍比较放松时，新的意外发生了。就在他们前方不远的灰雾中，光怪陆离、抽象犹如油画般的色块悄然浮现。打头驾车的 NPC 队员对这种景色并不陌生，赶紧停了下来。前方出现了时空错乱的征兆，消息传开， NPC 们顿时紧张起来。这时空错乱降临的地点好巧不巧，刚好卡在了他们回去的路线上。虽说暂时还未完全降临，冒一些风险，有借助浮灯之力强行冲过去的可能，但即便是早上启程时，周深等人都不会拿他们全队人的命冒险，更不用说现在大家状态都不佳了。快，后撤！撤退100步，驻扎观望。一声令下，一辆辆满载货物的马车当即掉头，依言向后退出100步，只多不少的那种，然后警惕地观望起来。前方的灰雾中，时空乱流的斑驳光芒越发浓郁，明显至多几分钟内就能完全成型。但等待他们的究竟是什么，谁也说不清。也许时空乱流仅仅将一片荒地带走，也可能会抛过来一些可怕的怪物，甚至可能从埋没的历史长河中刷出一座古老的遗迹。至于维持的时间，同样没人能预知，短的也许只维持几分钟就散去，长的可能会持续几月、数年，甚至是永久的改变。这种对未知的不安让周深心中越发忐忑。他想了想，吩咐手下道：再后退50步，将马车围成车阵，多打火把、浮灯，小心戒备。就算是人有3级，也给我憋住喽，谁都不许外出半步，听到没？这份谨慎看似有些多余，但不怕1万，就怕万一。玩家和 NPC 队员们也知道有备无患的道理，纷纷拖着疲惫的身体行动起来。就在他们忙碌的同时，远处的灰色雾气似乎受到了某种无形的震动和冲击，猛然间翻滚起来。降临发生了！先前浓郁的抽象的色块以及时空乱流造成的五彩斑斓，在浓郁到极点后变得稳固下来，并且开始以一种缓慢的速度重新消散。好！目睹这一幕，周深脸上露出喜色。他们这次运气不错，碰到的时空乱流貌似存在不了太久，也许只有几个时辰，甚至更短。最理想的情况下，他们甚至有机会在白夜结束前返回怀庄。赵天歌、魏金鹏也轻吁了一口气，在经历了黑棘树葵的意外后，他们已经承受不起更多风险了。但树欲静而风不止，3人本想就这么慢慢等待，直到时空乱流重新消失。没想到的是，才片刻之后，灰雾深处，时空乱流出现的方向传来了隐约的喊杀和打斗声。很快，那声音竟然在顺着青石路朝这边快速移动。周深的脸色顿时难看下来，眼瞅着这货是避不过去了，他用力一拍马车的车厢，叫道：全体注意，准备迎战。第55章，数百年前的来客。快快快！不好，那些院士快要追上来了。咦，是不是我花眼了？前面有火光。灰雾深处，随着脚步声的接近，还响起了刻意压低的喊叫声，似乎唯恐声音稍大，就会引来更多的怪物。而这些声音也让严阵以待的周深等人和玩家们惊讶不已。荒野之外，时空乱流中，哪来的活人？队长，要不要先射上几轮箭矢？几名挎着弓箭的寻村队员小声向周深请示起来。先等等。周深迟疑了一下，决定再观望片刻。时空乱流中出现迷失人类的情况虽然少见，但也不是绝对没有过。说话间，前方的灰雾中已经出现了隐隐绰绰的人形轮廓。车队这边毕竟点着多支火把和浮灯，辐射出大量的光热。从灰雾中冲出的人比许飞他们更早确定了对方的人类身份，不由大喜过望。绝处逢生的他们当即喊道：我等也是人类，并非诡异怪绝，请前面的朋友看都是人类的份上，拉我们一把。喊话的同时，他们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同时也表示没有恶意，主动放慢了速度，给车队里的人留出足够的判断时间。赵天歌蹲在马车顶部，眯着眼睛观望了一下，点头道：好像确实是人类。周深的判断也是如此，虽说接纳这些来历不明的人意味着要跟后方追杀他们的诡异怪绝发生冲突，但双方的距离已经很近了，
这些人又明显在慌不择路的逃命，即便你不接纳，他们绝望之下也可能会选择强行冲阵。届时，那些诡异怪绝还是会被引来。与其先内讧一波，还不如直接接纳对方，共同对抗后面的怪物。打定主意，周深朝对面大喊道：“你们可以过来，但不可以越过马车。”多谢了。听到前面的车阵愿意收留，几人连忙道谢，冲了过来。呼呼呼！急促的喘息和脚步声中，弥漫的雾气被几道人影撞开。随着距离接近到20步内，许飞终于看清了这些人的情况。他们年纪不大，普通在20-30岁之间，身上的衣着、兵刃的样式跟怀装 NPC 们有些相似，但又有些微妙的差异。大约是刚经历过一番激战的缘故，几人披头散发，或多或少都带着伤，看起来十分狼狈。给他们测鬼符！周深再度下令，几乎是立刻，几名早有准备的 NPC 队员将备用的测鬼符抛了过去。从灰雾中闯出来的几人倒也晓得规矩，见状各自捡了一张符箓，用力贴到身上。那一刻，气氛稍微有些凝重，所有人都在等待结果。冲出来的4人中，3人都没有任何异常，只有落在最后面的那人。测鬼符才刚贴上2秒，就迅速燃烧起来。张小秋！另外3人身体一震，眼中闪过悲痛之色。叫张小秋的那人看到这一幕也微微颤抖起来，绝望地自语道：“我被诡异附身了。”他不愿相信这个结果，忍不住上前一步，会不会是误会，或者这张符箓出了问题？但才刚动一步，另外3人就一起后退，抽刀，眼里的悲痛变成了戒备。测鬼符是一种基础符箓，因为结构相对简单，所以尤为可靠。面对高阶诡异怪绝，检查不出来很常见，可但凡测出来，几乎从不会错。见状，车阵内的怀装 NPC 们也警惕起来，几张弓箭立刻指了过去。见状，张小秋苦笑一声，一咬牙，抽刀抹向了脖子。与其被转化成怪物，他宁可自杀。但就在脖子上的皮肤已经见血之时，不知何时寄生在他体内的诡异悄然湮灭了他的心智，完成了对这具身体的掌控。黑色的不祥气息从张小秋体内涌出，迅速将他化作一具腐败的尸体。院尸！几乎是同时，后续追杀这3人的怪绝也从灰雾中冲了出来，同样是一具活着的尸体。妈耶！亡灵天灾！什么亡灵天灾？分明是闹生化危机了！卧槽！行尸、僵尸、丧尸，还是卡巴内？看着这些影视中常见的尸体，有种强烈既视感的玩家们炸锅了。周深倒是依旧冷静，下令道：“还愣着干什么？攻击！”由于院尸们已经很近，几名队员只来得及用弓箭射了一轮，便到了近身接战的距离。担心这些院尸破坏马车，赵天歌、魏金鹏2位超凡者一马当先，从车阵后面翻了出来，开启黑石魔药，杀了上去。超凡者！3名逃过来的男子看到这支车队中居然有不止1位超凡者，顿时心中大定，对视一眼，居然主动蛇身跟着杀过来，倒是有几分血勇。目睹这一幕，周深暗暗点头，对几人多了几分好感。周队长，要不要我们帮忙？有玩家跃跃欲试，试图请战。不必。周深摆了摆手，拒绝了他的请求。只是一群怨尸而已，对普通人来说，不畏疼痛、力大无穷的他们或许有不小威胁，但在超凡者面前，这种没有特殊能力的怪绝，完全就是一堆活靶子。2位超凡者加上3名逃过来的幸存者，短短几轮攻击便将追杀来的怨尸尽数消灭。看到前方灰雾中暂时没有了异常动静，赵天歌和魏金鹏有些意犹未尽地折返了回来。多谢各位救命大恩！3名幸存者来到车阵前，当着周深的面齐齐拱手道谢。同为人类，遇到怪绝，施以援手是理所应当的，何必客气？周深微微一笑，示意3人起身，随后问道：“不知3位是何方人士？” 3名幸存者中，身材最为魁梧的男人说道：“我等是长青镇的镇兵，奉命跟随2位超凡者外出剿灭一支作乱的诡异。大人可以叫我段喜武，这2位是我同袍弟兄，名为崔富、丁海。”长青镇，赵天歌、魏金鹏脸上都露出茫然之色，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就连周深一时间也没想起他的来历。好在队伍里一名 NPC 队员刚好有些印象，失声道：“长春镇不是青木寨重建之前的名字吗？我听祖上说，起码也是几百年前的事了。”什么？不仅仅怀庄的人和玩家们大为震撼，3名幸存者脸上也露出惊讶和错愕。几百年前？第56章救援。对了，我们跟诡异交手时，携带的符灯不慎被打灭，所有人失陷在了时空乱流中。被几百年这3个关键字提醒，段喜武想起了一度被忘却的记忆，脸色顿时一白。崔富、丁海2人也回想起了意识停滞前的事，露出难以接受的神情。仅仅是一睁眼一闭眼，就被时空乱流放逐到了几百年后。
熟悉的长春镇已经没了，所有的家人亲友也都早已化作尘埃，消失在了历史中，没有任何人还记得他们。就算侥幸苟活下来，也不过是无家可归之人。三人心里的悲戚溢于言表，哪怕是身为外来者的玩家们都能感受到。还请节哀。周深同情地说道。活了这么多年，他也是第一次见到从历史长河中重现的迷失者，一时间难以描述自己的复杂心情。这时，或许是记忆被逐渐唤醒，段习武又想起了什么，焦虑地说：“我们几个被卷入乱流活了下来，当初一起出来的其他人，说不定也……几位大人，能否带我们杀回乱流区域？或许还能救下一批人。”崔父、丁海有学有样，一起恳求道：“请大人救救我等同袍。”周深没料到失陷的迷失者不止这几人，不由一愣。不要急，先喝点水谢谢。他没有直接答复对方，并对赵天歌使了个眼色。后者立刻会意，跟着说道：“对，好不容易杀出来，先休息一下，不然就凭你们现在的状态，立刻回去就是送死。”时空乱流降临的区域内危机四伏，贸然答应进去探查，天知道会遇到什么情况。周深今天已经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危机，实在不想拿自家人再冒一次可以避免的风险。段习武能感觉到周深的不情愿，但救与不救，终究是人家说了算，他也无可奈何，只能在浮灯范围内坐下，默默接过递来的水、食物和伤药，简单的包扎后大口吃喝起来。趁这个机会，周深也在询问一些具体的细节，比如时空乱流区域内可能还有多少幸存者，里面的地形如何，催生出大量怨尸的源头又是什么等等。段习武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将直接影响对方的最终决定，打起精神一一回答起来。很快，众人就对当时的情况有了起码的了解。段习武等人当初跟随2名异阶超凡者去增援一座被诡异袭击的村落，并设法剿灭那只诡异。同行的阵兵共有30人，实力在断体中期到断体后期之间。可以确定的是，其中1名超凡者已经阵亡，另1名也被重创，之后队伍就被怨尸的尸群冲散了。被重创的那名超凡者究竟是生是死，段习武也不确定。不幸中的万幸是，那只诱发怨尸群的诡异被2名超凡者死前的反扑重创，怨尸们的攻击也由此失去指挥，变得杂乱无章，这才给了段习武他们突围的机会。至于其他被冲散的阵兵，估计还能有1半左右的幸存者。当然，这是段习武4人逃出来时的情况，若是再拖延个一时半刻，还能救活几个可就不好说了。一番话听完，周深跟赵天歌、魏金鹏交换了一个眼色，都看出彼此的迟疑。如果时空乱流里确定有超凡者存活，他们还愿意冒一些风险，凭借救命之恩，说不得便有机会将其招揽。可听段习武的话，只怕2位长春镇的超凡者大概率都凉了，而那只被重创的诡异到底死没死还不好说。如果冒险救援，只能救下寥寥10来名普通武者，甚至可能更少。周深觉得这份收益和风险实在不成正比，他沉吟着开口，有意回绝对方。注意到周深神色变化，段习武心中一沉，但他不想放弃这个机会，努力思考着能说动周深改变想法的理由。很快，段习武想到一件东西，当即开口道：“大人，有一件事容在下汇报。牺牲的那名超凡者中，已经快要触摸到2阶，之前也一直在收集第2份魔药的材料。他随身的行囊中很可能携带了搜集到的魔药主材。除此外，那位大人身上还有1件异阶鬼物。普通人不想救也就罢了，但若是加上魔药主材和鬼物呢？魔药主材？你确定？”周深的脸色果然变了。他为什么迟迟没能进阶？不就是一直得不到合适的魔药吗？虽说段习武提到的魔药主材也未必适合他，但终究是一个机会。何况就算用不到，也可以拿去交换，或者给村里的其他人用，增加底蕴。段习武微微低头，再次恳请道：“在下不能100%确定，但这件事的确很有可能，还请大人三思。”周深的确动心了，就连赵天歌、魏金鹏2人也露出异动神情。村里如果能多出1位2阶超凡者，对他们的好处实在太大了。如果不是担心影响周深的判断，2人甚至已经有开口劝说的意图了。担心犹豫不决只会错失良机，周深仅仅在原地踱了一圈，便下定决心。他看向段习武3人：“好，我们可以救人，就是不知道你们3位敢不敢跟着一起？”“当然呢。”段习武知道这是一种激将，也是一种考验，唯有同意才能真正取得对方的信任。崔父、丁海2人也知道自己别无选择，纷纷咬牙应声。短暂的准备后，一支10人小队打着浮灯，主动杀向了时空错乱降临的区域。10人中，除了段习武3人和周深、赵天歌外，剩下的5人均为异人，其中自然少不了许飞。就算最坏的情况发生，他们小队也失陷在乱流中，异人们好歹还能将消息传回去。至于为何不出动更多人，是因为车队这边必须要有人留守。
那些粮食、超凡资源倒也罢了，关键是白远之的所画的青玉雕像绝对不容有失。跋涉100余步后，这支救援小队逐渐接近了降临区域。嗅到活人气息，几头游荡的怨尸朝他们涌了过来。急于救人的周深根本没有让玩家们出手慢慢解决的想法，一个人接连出手，便将他们轻而易举的解决。随后，小队迎着抽象的色块和斑斓，逐渐深入了灰雾越发浓郁的降临区域中。跨过某道无形隔阂的那一刻，玩家们都有种瞬间失重的错觉。随后，眼前的情况骤然变化。第57章断体后期。原本的青石板路在跨过无形隔阂后变成了松软的灰色土路，而道路两侧的灰树林、溪流也被残垣断壁所取代。这里赫然是数百年前长青镇周围那座遭受诡异攻击的村落。尽管对失陷其中的人来说，几百年时间可能也只是一瞬，但再度现实之后，时光乱流对这座破村的影响，青石却在急速演变。明明是才被怨尸攻破的村落，看起来却仿佛废弃了几十上百年一般，各处都是陈旧不堪。一些房屋间隙的空处生长着许多扭曲的植物，甚至是不知名的巨型孢子，其中不乏鲜艳透亮的颜色。那松松软软的絮状孢子群看起来就让人毛骨悚然。当然，破旧的建筑也好，古怪的巨型孢子也罢，都不过只是点缀的背景。那些腐朽而又凶残的怨尸才是这座破村如今的真正主人。似乎是感觉到了生人的气息，又或者被许飞他们打着的火把、浮灯吸引，这些游荡的怨尸很快掉过头来，在阵阵嘶吼哀嚎声中朝小队发起了攻击。一进来就遇到怨尸，让周深脸上闪过几分晦气之色，身先士卒地站了出来，随我杀！两名超凡者犹如两只锋利的箭头，一左一右冲了上去。其后是段西武等3人，后面则是5名既兴奋又紧张的玩家。跟恐怖而又陌生的怪绝战斗，他们多少有点心虚。倘若怪绝的模样是他们熟悉的丧尸，能力也没什么特殊之处，那玩家们可就自信多了。类似的打丧尸 VR 游戏里多的是，几乎人人都体验过，现在也无非是更加逼真一些罢了。杀杀杀！几名玩家一边喊杀给自己壮胆，一边加入了战斗。许飞先前用的新手武器已经在战斗中被破坏掉，此刻他手里的武器是周深赠予他的，从青木寨商队押送货物中精挑细选出的一把百断钢刀。由于其中掺杂了少量神器之地特有的灵性材料，导致这把刀不仅强度和锋锐度远超普通钢刀，甚至还能对诡异怪绝造成少许附加伤害。按往日的定价，想要购买它，起码需要200-300枚白石币。若非许飞力挽狂澜，干掉黑袍人，救下几位超凡者，周深还真舍不得送出这么好的武器。此刻利刃在手，许飞冲杀起来自然底气更足。以他断体中期的力量，配合百断钢刀，对付怨尸基本就是2-3刀一个。你斩杀了一只怨尸，获得 0.3 点生命源；你斩杀了一只强壮的怨尸，获得 0.5 点生命源。系统提示接连不断的浮现，虽说远远没法跟先前的大丰收比，但架不住积少成多。不只是许飞，其他4名玩家或多或少也都有斩获，一个个笑逐颜开。随着战斗的继续，许飞也在抽空不断用生命源强化自己的体质属性。先前说过，生命源点数需要在断体法修炼过程或者高强度的运动中使用，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而不是像很多传统网游中的一键加点那样瞬间完成强化。所以尽管返回途中许飞就有点急不可耐，但始终没有妄动，直到此刻加入战斗才开始了强化过程。顷刻间10余点生命源先后化作纯粹的生命能量，从虚空中灌注进许飞体内，不断强化起他的体魄。随着战斗的继续，许飞外放的气势也在不断增强，体质属性如同坐火箭一般，很快便冲上了 6.0 点。就连前面的周深都感觉到什么，忍不住分心回望了一眼，神情有掩饰不住的惊诧。断体后期，如无意外，许飞应该是手册玩家中第一个达到断体后期境界的玩家。跨入这个境界后，许飞明显感觉到想要继续强化属性变得更加困难。原本1点生命源大致就能强化 0.1 点体质属性，现在差不多要 1.5 到 2.0 点生命源才能带来相同幅度的提升。强化的消耗居然不是固定的，看着近乎翻倍的价格，许飞稍微有些失望。不过转念一想，这个规则其实还算合理。现实中的健身锻炼也是刚开始见效快，达到一定程度后，每进一步都无比困难。用生命源强化身体跟前者异曲同工，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幸好我的生命源还有很多。就在许飞想一鼓作气继续强化时，附近一片区域内的怨尸被他们近乎全灭。看着零散分布在周围已经不成气候的几只怨尸，周深懒得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挥手道：“不必理会他们了，救人要紧，随我来。”小队10人开始加速向村内进发，沿途陆续干掉了10余只拦路的怨尸，
众人逐渐听到了村子祠堂方向传来的喊杀声。在那边，听到喊杀声还在，段喜武三人露出激动神情，但周深和赵天歌却依旧保持警惕。毕竟这座破村里可能还隐藏着一只诡异，哪怕他已经被重创，仍旧不是他们能小视的。绕过一座被焚毁的谷仓，前方地形骤然开阔起来，半坍塌的祠堂围墙外面，少说也有上百只怨尸被打斗，喊杀声吸引过来，将这里堵得水泄不通。而残存的长春镇镇兵正借助相对坚固的祠堂对抗进攻的怨尸，但即便有地利优势，这些镇兵们的情况依旧十分危急。周深只看了一眼，便笃定的道：“他们撑不了多久了。”大人，段喜武生怕眼下的危急情况让周深改变主意，忍不住再度出声恳求。周深朝他点点头，示意不用担心。趁怨尸们还没注意到自己这些人，他仔细观察几眼，确认没发现诡异的气息，这才抽刀一挥，杀！10名生力军从怨尸后方突然插入，顿时打了这些怪物一个措手不及。凭借着2名超凡者的打头，这支人数不多的小队很快便撕开一个缺口，让这些腐朽的怨尸一片大乱。更重要的是，从天而降的援军以及队伍中朝他们招手示意的段喜武等3人，让祠堂内的长春镇镇兵们看到了希望。本来已经是强弩之末，全凭一口气撑着的他们，一时间士气大振，凭空爆发出一股力量，奋力厮杀起来。第58章，没有谁不能死。怨尸的数量虽多，但没有那只转化他们的诡异指挥，只不过是凭借本能在战斗。在怀庄众人和祠堂内的长春镇镇兵们内外夹攻下，很快便打穿出一条生路，双方在祠堂内成功会合。战斗虽然还没结束，但肉眼可见的危险已经基本解除。见大局已定，段喜武抽空介绍道：“这2位是怀庄的超凡者大人，我们几人也是得到他们救助，才侥幸存活下来。”听了他的话，幸存的9名镇兵不顾伤势，纷纷欲行大礼以示感激。周深拦住他们，从随身带的行囊里拿出伤药、侧鬼符递了过去。这一次9名镇兵的运气不错，没有人被击伤。见状，周深暂且放下戒备，目光看向段喜武，隐隐有询问之意。而后者也很明白周深想问什么，在祠堂内环视一圈，没发现想找的人，只能看向9名同袍，问道：“各位，先前统领咱们的队正呢？齐大人最后的情况又如何？”这个问题让9人露出悲伤之色。其中一人答道：“在你们被冲散后，队正带领我们逃往祠堂这里，但路上就不幸被怨尸围住。至于黄、齐2位大人，黄大人当场战死，你当时应该也看到了。齐大人身受重创，丢下我等逃向了村子东边，具体生死我也不知晓。”段喜武点点头，随即来到周深面前，小声道：“东西就在齐恒大人身上，看来还需要再往村东头搜查一番。”周深微微皱眉，随后道：“各位，既然还有1位超凡者可能没死，我等自然不能坐视不管。各位接下来是随我杀出去，先到外面的安全地方歇歇，还是找到齐恒后再一起返回？”9人商量几句，当即说道：“这位大人，我等还能再战。”好，周深也不废话，当即就将9人单独编了一队，让赵天歌暂且统领，随后从死守的祠堂内再度杀出。外面剩余的怨尸数量本就不多，根本阻挡不了他们的行动。很快，2队人马冲出祠堂，径自奔向了村子东方。一直到此刻，那只可能存在的诡异都没有现身，甚至没有任何动静，不由让他们愈发少了几分警惕。那位生死未卜的齐姓超凡者，也许已经将其斩杀。当然，对周深本人来说，最好的情况无异于同归于尽，这样他可以白捡一份魔药主材和鬼物，同时又无需再担忧诡异的潜在危险。行进的途中，地面上有比较明显的战斗痕迹，还有段喜武同袍等人的指引，倒也不用担心会走错方向。片刻之后，他们便来到了齐恒被重伤的现场。灰色的泥地上还残留着大片残留的血液，虽说时间没过多久，但这些血液已经干涸发黑，隐隐融入地面，不仔细看很难发现。有血迹！周深眼前一亮，这下追踪起来就更方便了。被重伤的齐恒似乎并没跑出太远，众人循着断断续续的血迹追出不过100余步，就在一座屋门半掩、主体结构勉强保持完整的青砖大屋中找到了齐恒的尸体。他斜倚在墙角一侧，胸口处多了一个血肉模糊的窟窿，神情惊恐，遥遥看向屋门方向，似乎看到了什么恐怖的东西。一个内里贴着符箓，用上好丝绸精心做成的，只有巴掌大小的储物行囊，安静地系在他腰间，瞬间吸引了周深的注意。他的呼吸在那一刻明显急促了不少。新的魔药主材，他在一阶超凡者的境界上已经卡住数年，实力没有半点寸进。天知道他心里究竟有多烦躁。看到周深按捺住激动走了过去，赵天歌也不由多了几分期待。另一边，随后进来的段喜武看到齐恒的尸体，脸色再度暗淡了一些。
但来之前他就已经有了心理准备，所以很快便收拾心情，识趣地站在一旁，等待周深上前接收齐衡的遗物。这是两人先前达成交易的关键筹码。就在这时，后排看热闹的许飞无意间看向浮灯，忽然发现浮灯的火焰似乎有些异常，正在不安地摇曳着，只是幅度很微弱，才没有引起其他人的注意。赵队长，许飞下意识的有些不安，叫住赵天歌，指了指浮灯。注意到浮灯的微弱异样，赵天歌先是一怔，随后脸色骤变，脱口而出：“老周，小心！”话音未落，一团稀疏的黑影从齐衡尸体下面飞了出来，径自冲向周深胸口。而这个时候，刚好是周深来到齐衡面前，正要俯身解下储物行囊。黑影跟周深的距离至多只有大半米，如果是提前有所警惕，周深或许能反应过来，但此刻他的注意力大半都放在行囊中，根本没想到那只是否还活着都存疑的诡异就藏在齐衡尸体的下面。一边是抱起发难，一边是猝不及防，结果可想而知。周深甚至来不及开启黑石化魔药，也没来及动用充当底牌的那一截手指，就被那团黑影狠狠撕裂了胸口，然后直接没入他的身体中。如果是其他类型的诡异，就算被重创，周深也还有自救的机会。偏偏这种诡异有操纵、寄生的能力，可以将人转化成怨尸。被钻入体内的瞬间，周深身体的生机虽然还未绝，但人已经死了。这惊天变故让所有人都呆住了。玩家们还没反应过来，就看到突然僵住的周深身体被黑气笼罩，随后开始急剧变化，像先前的张小秋一样沦为了怨尸。但普通人变成的怨尸，跟一位触摸到2阶门槛的超凡者变成的怨尸，而且还被那头诡异亲自寄生操控，显然是2个概念。只见周深化成的怨尸扭了扭脖子，略显僵硬地活动了一下四肢，随后露出一个诡异而又狰狞的笑容，一步步朝他们走了过来。老周！赵天歌忍不住大叫出来，脸上有不敢置信，也有悲痛欲绝。他怎么也想到，先前遭遇黑级树魁、拜鬼教徒双重杀局，周深都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现在因为一份魔药主材临时起意的冒险，却就这么栽在了一只被重伤的诡异面前。这个结果让他无法接受，但玩家们心中的震动更大。第59章争夺。周深死了。在玩家们眼中，周深可是怀装最强的 NPC， 这样的超凡者身上肯定有背景板，有各种故事，有任务链可以深挖。或许公测后的某个版本，他可能会死在一次史诗般的剧情中，顺带赚足玩家的眼泪，但至少手册期间应该有剧情主角般的气运，无论怎样都不会出意外。谁能想到一次带队外出就这么轻易的栽了？是他们想错了，还是说这个危险的世界根本没有任何定数，谁都有可能会死？但人死灯灭，现在纠结这个还有什么意义呢？被转化成怨尸的周深才是迫在眉睫的危机。看着周深僵硬的步伐变得轻快起来，赵天歌知道那只诡异对周深身体的控制正不断加深，留给他们反应的时间也越来越少。最先冷静下来的他一咬牙，大声道：“撤出村庄！”在诡异面前，最忌讳的领队者意气用事。尽管赵天歌心中悲痛，很想替周深报仇，但他知道眼下的当务之急是避免更多的牺牲。由于场面上只有他一人是超凡者，不管是段西武等人还是许飞等玩家，对他的指挥都没有意义。众人立刻开始撤退，而这个举动刺激到了怨尸周深，他的喉咙发出骇人的怪声，黑色的石肤从双手双脚浮现，迅速向躯体蔓延，随后整个人都进入了黑石化状态。在那只诡异的操控下，他用狂猛的姿态朝赵天歌扑了过来。为了给其他人撤退争取时间，同时也有一点尝试复仇的想法，赵天歌没有避让，同样开启黑石魔药对攻起来。砰！两只黑石化的拳头狠狠撞在一起，惊人的力量碰撞产生的冲击让附近空气都出现了一圈肉眼可见的涟漪。随即赵天歌被恐怖的力道震得踉跄倒退，脸上露出痛楚和惊骇之色。他没想到周深被转化成怨尸后依旧还保留了如此惊人的实力，甚至于肉体的力量似乎比生前更强。失策了！眼看着周深的身体微微一晃，随即便若无其事般再度扑了上来，赵天歌不敢硬接，只能飞身撞破窗户，从跟玩家们撤退的相反方向冲出，随后且战且退，很快便没入灰雾中。跟在人群中往外跑的许飞刚好听到了破窗声，虽然隔着雾气看不清身后发生了什么，但大概还是能想象到那个画面的，不由心中一动。那只诡异在控制了周深的身体后去追杀赵天歌了。如果是这样，那齐衡尸体上的那个储物行囊，异动的许飞不由飞快衡量起收益和风险，但有同样想法的显然不止他一个。许飞还没做出决定，就看到至少2名玩家悄悄放慢脚步，随后转身朝青砖大屋中冲去。干！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其他玩家都敢赌一把，
自己还有什么可迟疑的，果断也跟着转身冲了回去。另外2名玩家虽然早行一步，但架不住许飞已经断体后期，全力爆发之下，速度明显比2人快了1线。短短几十步后，他就从落后迅速变成领先。在这之前，由于神器之地的特殊性，手册50名玩家不说相处的多么愉快，至少从没发生过恶性的冲突。但今日从2名玩家身边越过时，许飞首次从他们眼中看到了想 PK 的冲动。那毕竟是让超凡者都动心的魔药主材和鬼物，甚至可能还附带一件有额外储物能力的空间类装备。不管是留着自用，还是转手卖给玩家中的土豪，都能获得巨大的利益。在这种利益面前，玩家间的一点点表面和气又算得了什么呢？然而许飞实力更强，又有利刃在手，纵然以1敌2，心里也完全不虚。只是为了抢占道义的制高点，他才没有选择先下手为强，但暗中的防范可一点都没少。第一个重返屋内，许飞看向齐衡的尸体，依旧还停在原地没动，而那个诱人的行囊同样系在他腰间，看着格外诱人。许飞迅速冲了上去，手中钢刀一挑，便将系着行囊的细绳割断，随后俯身将行囊捡起，准备收入储物背包中。但意外的事情发生了，系统居然弹出提示，这件储物行囊本身已经储存了道具，无法收入系统背包中。就这么一犹豫，2名玩家已经飞快追了上来，默契的一左一右，分别堵住了房门和赵天歌撞破的窗户方向。随后名为黑乌鸦的玩家不怀好意的道：“哥们，见者有份，独吞不好吧？”旁边的猛犸不上班贪婪的目光在许飞手中的钢刀上停留了1秒，随后也恶狠狠地说：“都是手册玩家，低头不见抬头见，不想闹得难以收拾，就懂事点，主动放下东西离开，否则别怪咱们不客气，杀人之后连你装备一起爆。我若是不给呢？”许飞挥了挥手中的刀，根本没把2人的威胁放心上。那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说着，黑乌鸦大喊一声：“一起上！”率先冲了上来。见状，猛犸不上班也抽出系统送的新手短刀，从右边包抄过来。如果老师送的铁甲服没有在先前战斗中耗尽灵力就好了。许飞心中暗叹了一声，有那个防身的话，他完全可以硬抗2人的攻击，然后一刀一个小朋友。不过就算铁甲服失效，许飞依旧不慌，主动后退2步，突然伸手抓住齐衡的尸体，用力朝猛犸不上班抛了过去。以他断体后期的力量，这全力一抛不亚于一块数百斤的大石头砸过来。猛犸不上班被吓了一跳，赶紧向一边躲开。这个避让的举动让2人原本设想的左右夹攻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偏差。早有准备的许飞立刻抓住这个机会冲了上来，猛攻黑乌鸦。周身送他的百段钢刀比系统赠送的短刀要长，有攻击距离的优势，再加上许飞这势大力沉的一击下劈，黑乌鸦同样有点怂，没敢硬接。毕竟他跟猛犸不上班只是临时合作，彼此都希望对方跟许飞火拼，自己坐享其成，而不是牺牲自己成全别人。这种心态给了许飞可乘之机。第60章齐衡的遗物。许飞并没忘记这里处于时空乱流区域，那只操纵了周身身体的诡异也随时可能返回，所以他并没有一定要在这里跟2人分出胜负的想法。趁黑乌鸦畏惧后退的时机，许飞不依不饶，做事继续猛攻。实际上这只是虚晃一枪，他真正的动作是趁机从2人的缝隙中闯了出去，随后直接往外冲，出门后还不忘顺手捡起一根先前遗落的火把。东西都已经到手了还不走，难道留下来跟2人拼死拼活，结果便宜了那只诡异吗？真想 PK 的话，回怀庄后有的是机会，想杀多少次都行。站住，有本事别跑！发现自己被耍了的黑乌鸦大为羞恼，赶紧追了上来。但2人之前就跑不过许飞，现在被许飞先跑一步，自然更加追不上他了。而且2人的喊打喊杀还惊动了附近游荡的怨尸，眼瞅着许飞越跑越远，逐渐消失在灰雾里，而附近又响起怨尸的嚎叫，黑乌鸦和猛犸不上班不得不放弃了追杀。都怪你，一刀就被他吓退了，也太怂了吧！都怪我，亏你还有脸说，如果不是你先躲开抛来的尸体，又怎么会给他可乘之机？呵呵。2人一边往外走，一边由自彼此指责争吵，但他们没发现附近的灰雾不知不觉变得浓郁起来，空气也变得阴冷起来。仅仅只有断体中期实力的他们，很快便迷失了方向。这个破败的村庄在失陷于时空乱流中数百年后，竟似乎也拥有了一些特殊的力量。没有了超凡者带队，没有了浮灯镇压后，先前不敢露面的邪祟之力便悄然扩散开来，影响起了失陷其中的落单者。咦，总感觉灰雾好像变浓了一些。同一时间，摆脱了2名追兵，正在往村外赶的许飞也注意到了这点。不过他的实力比黑乌鸦、猛犸不上班更强，受到的影响也更微弱，
所以暂时还没觉察到不对，只是一边按着记忆中的进村路线往外走，一边美滋滋地查看起刚获得的战利品。起初他还担心这储物行囊会类似小说中的储物袋，有什么神念认主之类的设定，这样的话想得到里面的东西还得费一番周折。好在借助火把的光芒查看后，他发现没有想象的那么麻烦。这储物行囊跟老师陈木送他的锦袍一样，都是伪超凡装备。行囊本身只是一件普通绸带，真正让它具备储物效果的是里面的那张品质非凡的符箓。为了不触发金手指的解析效果，许飞隔着绸带进行了鉴定。小储物符，中阶符箓之一，品相下品，放置袋子、盒子等物实中，激活后可让其拥有储物功能，最多可容纳1尺见方的物品。储物符箓的灵力耗尽或其依托的袋子、盒子被毁后，里面收纳的物品会掉落出来，并有小几率出现损毁。注：由青木寨的徐符师制作而成，每开启一次都会额外消耗少许符箓灵力。小储物符，许飞眼前一亮，这是他进入游戏以来见到的第一种中阶符箓，一看就知道非同小可。没什么可说的，这张符箓也被许飞列入了必须要解析的对象之一。玩家们的系统背包虽然绝对安全，比这玩意高级了很多，但能收纳的物品同样不多，只有8个格子，根本不够用。这种可以额外提供储物空间的符箓，就像是很多传统网游中的氪金背包，在玩家群体中有无穷大的市场。日后光靠卖这个，许飞都能挣钱，挣到手抽筋。将注意力从储物符移开，许飞查看起行囊里的其他物品，里面的东西并不多，主要有一块紫色的酷似果冻状的不知名胶体，一枚铜钥匙，2本蓝皮书籍，几份形状各异的超凡灵性材料，此外还有一套替换用的普通衣物。2本蓝皮书籍，其中一本大部头许飞很熟悉，正是超凡者人手必备的志怪图鉴。不过这本是几百年前的老版本，内容比老师陈木手里的那本要少一些，可以说价值同样不高。但另一本仪式通术就非常有用了，它记载了超凡体系的另外一部分仪式相关的内容。许飞在《魔药之理》这本书中也看到过一些，只不过《魔药之理》中记载的比较基础，只涉及一些浅显的理论，而这本仪式通术似乎要深入得多。许飞粗略翻了几页，发现这本书后半部分全是大量深奥复杂的图案，显然是涉及到了真正的仪式布置之法。根据他对超凡体系的浅显理解，基础的理论知识价值不算很高，可但凡涉及到能直接获得超凡力量的知识，无疑不是千金难求。好东西！许飞赶紧将这本书从行囊里抽出来，转而存到自己背包里，准备回去后慢慢研读，唯恐不小心出了一点意外，导致它受到损坏。随后许飞又鉴定了那几份不知名的超凡灵性材料，这次得到的信息就比较有限了，只包括名字和来历。不过从鉴定的描述和许飞的感觉来判断，这几份超凡灵性材料应该是比较基础的东西，价值不高。那么真正值钱的东西应该就是那块紫色的果冻状的胶体了。迷雾之树的树胶，某种下品魔药的主材，击杀油及上为怪绝迷雾术，有小几率获得。注：掌握了特定方法，击杀后才是小几率，若不知道对应法门，不管杀多少次都无法获得。果然，这玩意就是周身心心念念，甚至间接害死了他的魔药主材。可惜鉴定得到的属性同样有限，许飞甚至连它对应着什么魔药都无法确定。稍作观察，将它一并转入系统背包里。最后剩下的就是那枚铜钥匙了。如果回到几百年前，这钥匙或许还能打开某个密室暗格什么的，但放到现在，长青镇都没了，许飞想不出它有什么用。咦，不对，段习武说过齐衡身上还有一件鬼物的。先前的观察中，许飞并没发现齐衡尸体上有可疑的装饰品，要么那件鬼物在齐衡死前遗失了，要么段习武在说谎欺骗他们，要么就只有一种可能，这枚不起眼的铜钥匙居然也是一件鬼物。差点把它当无用之物丢掉的许飞赶紧扔了一个鉴定过去。第61章下线大法万岁。无序之钥，诡异物品一阶，一枚来历不明的铜钥匙，可用来打开任意门锁，每天仅可使用一次。开门之后有 50% 概率无异常，另有 50% 概率出现随机事件。警告：每使用一次，无序之钥都会随机收取使用者身上一件道具，若使用者身上没有携带任何外物，将改为收取使用者身体内的任意器官。注：这是一枚既被诅咒也被祝福的钥匙。无序之钥。看完它的属性，许飞有点失望，又有点好奇。失望的原因是他眼下更想要一件能增强战斗力或生存能力的鬼物，但这枚钥匙显然跟这两者不沾边。好奇的原因是它有 50% 的概率出现随机事件，不知道究竟能触发什么呢？门后通往一个宝库，亦或者走出一只强大的诡异。如果是欧皇级的玩家得到它，
能不能触发什么毁灭天地的大事件？好吧，考虑到这件无序之药只是一阶鬼物，毁天灭地什么的估计不现实，但肯定会很有意思。如果不是环境不合适，许飞真想现在就试试运气。环境不合适，念及这个，已经盘点完收益的许飞回过神来，忽然感觉到不对。自己一边查看行囊，一边往外赶路，也算走了很长一段距离了，怎么到现在还在村里晃悠？这村内的灰雾怎么也越来越浓了？如果说最开始他们冲入村内的时候，里面的可见度还跟正常的白夜期间差不多，那到了现在，灰雾的浓度和可见度已经快接近暗夜的水准了。纵然手持火把，也只能看见很小一片范围内的情形。不妙，在这个诡异怪谲横行的世界，任何一点反常之处都很可能意味着危险。许飞可不敢大意，重新对照了一下记忆中的路线，他深吸一口气，加快了出村的步伐。这一次，许飞全程集中精力，试图发现任何可能出现的异样，并在沿途中每隔一段距离留下一个醒目的记号。但让他不安的事情出现了，短短几分钟后，只觉得周围恍惚了一下，自己便重新回到了先前的原点。到底是哪里不对？许飞暂且停下脚步，脸色阴晴不定，思考着可能的问题。根据已有的情报推断，这村落中仅有一只诡异，就是那只已经被重创的可以将人转化成怨尸的家伙。先不说他是否注意到自己，就算是，应该也不具备这种类似鬼打墙的能力。其他的怨尸就更不可能有这种能力了。难道这座破败的村子里还隐藏着第二只，甚至更多诡异？还是说另有什么未知的危险？受限于实力，许飞一时间也不知道哪个才是正确的，亦或者都不是。打开系统界面，状态栏中没有显示异常，证明他并未受到直接的干扰。有点麻烦。话说，我毕竟是玩家，如果直接下线，过段时间再上，会发生什么？思索破解之法的许飞当即冒出一个念头。届时是安然无恙地出现在青石板路上，还是随着消失的时空乱流，不知道跑到哪个鬼地方，亦或者直接免费回城，顺带少一条命的那种。算了，先试一下再说。系统下线。按照很多网游小说中的道路，大概率会冒出什么特定区域无法下线之类的规则，但区区时空乱流显然还无法影响到神器之地的游戏系统。他很顺利地返回到了登录空间中。那么大一个人凭空在白光中消失了，让附近萦绕的灰色雾气迷茫了一下，不知道怎么突然失去了目标。这些受村庄本身影响的灰雾在原地不甘心地积聚了片刻，随后才缓慢散去。如此过了10分钟，白光一闪，许飞龙王归来。再次登录，他发现自己依旧出现在村内，但先前留下的标记不知何时已经消失，仿佛被什么无形的力量给抹平了。与此同时，他注意到一度浓郁的灰雾居然再度恢复了正常。果然，这番试探的结果让许飞确定，他先前被某种无形的力量给针对了。在他下线暂避后，那股力量不明所以，已经离开了。那么，自己应该趁他的注意力还没回来，抓住时机离开村庄。许飞的双腿比他脑子转得更快，撒腿就往村外冲。这一次情况似乎正常了，原本遥不可及，怎么走也到不了的村口，很快便出现在眼前。顷刻后，他就能闯出这片危险的区域。但就在这时，许飞注意到周围的雾气正在以一种远超先前的速度重新汇聚，俨然有将他再度困住的迹象。又来了吗？许飞故技重施，再度祭出下线大法。对不起，我们玩家就是这么不讲武德。又是10分钟后，许飞2度归来。如果那暗中针对他的力量有一定的智慧，也许会有所防备，在原地守尸。但许飞再度上线时，赫然发现一切跟先前一样，雾气又重新散开了。这下他大概明白了，针对自己的很可能是某种死板的机制，或者来自没有智慧的怪物。虽说想到这一点并不能给他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但这毕竟是许飞凭借自己的判断总结出的第一种应对超凡危险的方法。从长远来看，这种经验上的成长远比一张符箓、一件装备更有价值。许飞一边暗暗总结经验，一边拿出100米冲刺的速度，沿着进来时的路线旋风一般冲了出去。再度穿越了那道无形屏障后，眼前的景色骤然一变，重新回归了正常。身后是正在加速消散的五彩斑斓的时空乱流征兆，脚下是圣物铸就的青石板路，道路两侧则是景色瑰丽的小溪和灰树丛。破败的村落，横行的怨尸，仿佛只是一场梦。确认自己脱身的许飞，直到这一刻才松了口气，往怀庄的车镇方向赶去。150步后，他看到了车镇前面严阵以待的 NPC 和玩家们。许飞目光在人群中一扫，没看到先一步离开的段希武等人，也没看到赵天歌的踪影，心中顿时一沉，居然一个都没回来。留守的魏金鹏等人此刻早已等得心焦，看到许飞一个人出现，他们既惊喜又戒备。
第62章，余波，老规矩，一张测轨符抛了过来，顺利通过检测，许飞这才被魏金鹏他们放了进来。没等站稳，众人便将他团团围住，追问起里面的详情以及周深等人的下落。周队长他看到这些人紧张的神情，许飞张了张嘴，居然有点不忍心告诉他们这个噩耗。对玩家来说，一名 NPC 超凡者死了也就死了，虽说有点出乎预料，但真没了那就那么回事。但对这些生活在怀庄的 NPC 来说，周深之死不亚于半边天塌了下来，他们少了一个最可靠的安全保证。但在众人无声的催促下，许飞还是将自己经历的一幕幕事情说了出来。周深被偷袭死亡，化成怨尸，赵天歌主动将周深引走，如今生死未卜，其他人在撤离的路上下落不明。当然，具体到齐衡的遗物上，他做了一点遮掩，早在回来的路上就已经将东西收好，全程也没有提及自己偷偷返回捡了便宜的事，只说自己落后了几步，不慎跟段喜武他们走散了。以上每一条坏消息都让魏金鹏他们的脸色白上一分。被三连之后，魏金鹏的身形都有点摇摇欲坠，他用力抓住许飞的肩膀，带着一点期待，甚至是祈求的意味。不，一定是你弄错了。但许飞平静的脸色就是最好的回应。魏金鹏的身形又是一晃，整个人仿佛瞬间苍老了好几岁。其他人都没出来，你是怎么一个人出来的？这时有 NPC 守卫发现了盲点，许飞耸了耸肩道，你知道的，我们一人有一些神奇的能力，比如突然消失，我就是利用这种手段暂且摆脱了无形的干扰，这才顺利逃了出来。这个理由勉强说服了他们，但许飞能感觉到仍旧有人将信将疑。好在尝试下线摆脱危险对玩家来说是很基础的操作，就算惊慌中暂时没想到，只要时间久一些，迟早会找到破局的办法。比许飞稍晚一些，段喜武等人狼狈地逃了出来。果不其然，也是在被雾气困住后，通过玩家上下线这个思路解决的难题。只不过他们人多，下线后其他人必须继续移动一段距离，然后再汇合，具体操作起来要比许飞一个人更加复杂。也正因此，他们摸索出来可行的办法，用时比许飞更久。期间还遭到怨尸的攻击，导致人数减员到只剩下7人。但不管怎么说，终究比全部失陷在里面好了太多。段喜武他们的说辞也进一步印证了许飞的说法，算是彻底打消了几名 NPC 对他的怀疑。又过了几分钟，玩家猛犸不上班，一个人狼狈逃了出来。刚通过测轨符的验证，他就对许飞怒目而视。但一想到自己才是最先动手的人，而且同样在图谋魔药主材，行为见不得光，他只得忍住了找 NPC 告密的冲动，给许飞一个等着瞧的眼色。现在只剩了赵天歌一人未归，损失了周深这员大将，魏金鹏还能勉强接受，毕竟过去这么多年，怀庄牺牲的超凡者远不止一位。但若是连赵天歌也死了，一天之内连折2人，就是怀庄难以承受的了。若非车队里还有更重要的人，他甚至有了冒险闯入接应赵天歌的冲动。眼瞅着时间一分一秒推移，时空乱流区域有彻底结束的迹象，魏金鹏越发焦急。就在众人几乎不抱希望的时候，一个全身半数部位化为骸骨，看起来骇人至极的怪物踉跄地朝这边逃了出来，唯有上半身的半边脸上还能看出赵天歌的模样。回来了！魏金鹏的心情瞬间迎来了一场大起大落。虽然赵天歌还没开口，但根据许飞他们先前说的，以及赵天歌此刻的模样，他就已经猜到了大概的经历。赵天歌应该是用了某种手段，从怨尸周深身上夺走了他的鬼物，那件可以让人骸骨化的手指，然后依靠那节手指以及骸骨化后带来的惊人战力，才侥幸逃出升天。而事情的真相也跟魏金鹏猜测的十分接近，只是赵天歌受到的伤势太过严重，再加上半身已经骸骨化，这种半人半鬼的状态对他的侵蚀也很大。只来得及仓促交代了一下经过，便再也支撑不住，陷入了重度昏迷中。这种骸骨化的侵蚀几乎是不可逆的，虽说并非绝对，但势必要付出极大的代价。无论如何，人活着就还有希望。对心情沉重的魏金鹏来说，这个结局好歹比他预想中最坏的情况要好许多，总算是得到了一点安慰。片刻之后，时空乱流的征兆彻底消失，一切恢复如初。看着青石板路前方再没有任何阻碍，一众 NPC 和玩家们沉默着踏上了归途。虽说仅仅只出来一天，但这场短短的旅途和任务对他们来说实在太过危险了，以至于每个人都有种经历了好几天般的疲惫。怎么会这样？赶在暗夜到来前，规模缩水的车队安然回到怀庄，随后全怀庄的 NPC 都炸了，村长也好，留守的钱高雄也好，甚至就连陈木和张晨2位符师都被惊动了。在他们看来，3位超凡者带队去接应一支商队，其中还有一位青木寨出来的2阶超凡者，不说波澜不惊吧，起码也是10拿9稳。结果闹出商队全灭，超凡者死的死，
伤的伤，简直成了几年来最大的灾难。江村长扛不住打击，当场就晕了过去。陈木、张晨两人也焦急无比，分别忙着救治赵天歌和白远之。只是两人伤势都太严重，恐怕不是一时半会能够解决的。随着详情传开，怀庄的 NPC 们一时间动荡不安，人心惶惶。原本说好回来后一起外出猎杀薛老师，也只能暂且搁置。甚至就连接下来的巡查安排都成了大问题。魏金鹏和钱高雄两人不顾疲惫，亲自坐镇不说，还首度抽调一人参与暗夜巡查任务，这才勉强稳住了怀庄的防务。受此影响，当天大部分手册玩家下线后，游戏官方论坛舆论开始迅速发酵。第63章体质破9点，周深居然死了，这可真没想到。发帖的女玩家小西今晚吃啥？因为沉迷神器之地，连续割了好几次直播，迫于粉丝们的强烈抗议，不得不专门抽了一天时间安抚他们，因此今天没能上线。等晚上登录时，他才发现自己一天没上，居然就错过了这么多事，顿时有些懊恼。哎，直播哪有玩神器之地有意思？他的发言算是起了一个头。没营养的水贴和沙发过后，下面很快多出了大量的回应和吐槽。亏我还想着刷周深的好感度呢，幸好还没找到切入点，不然投入就要打水漂了。这种重要的 NPC 也能随便死？狗策划不怕被骂吗？搞不懂。严重怀疑手册主线剧情的序章要开启了，怀庄 NPC 们的好日子恐怕要过一天少一天喽。没办法，游戏不乱一点， NPC 不惨一点，怎么能有咱们玩家的用武之地呢？不过这一波对新手村的削弱来的还是有点突然了，我本以为还要再酝酿几周的，难道是狗策划急了？不出意外，大部分玩家都将这次行动的死伤当成了狗策划的早有预谋，是官方在故意推动剧情。也有人将注意力更多放在了突然出现的黑袍人和所谓的拜鬼教身上，试图分析出更多的游戏背景内容。对游戏里的拜鬼教很感兴趣，有没有手册大佬仔细说说？本以为这游戏是人族抱团对抗诡异的，没想到人族内部也有矛盾。哎，这种烟杂事果然什么时代都有，游戏也不例外啊。神器之地里真的有所谓的神灵吗？本人对此十分好奇。可惜手册玩家虽然有50位，但直接参与到出村接应行动的人却不多。再加上黑袍人出来的太突然，起手就是幻境法术放倒了所有人，知道具体信息的人还真没几个，甚至很可能只有许飞一人。对此感到好奇的云玩家们估计是要失望了。当然，除了讨论今日的大新闻和接下来剧情的演变方向外，论坛内永远少不了催促2册开放的玩家。尤其是接引符在现实中显现，玩家无需游戏仓就能直接登录游戏后，这种呼声更是一日强过一日。可惜神秘的游戏开发方一如既往的高冷，始终没有给出任何回应，让期待已久的玩家们大感泄气。一些沙雕玩家和戒赌吧老哥甚至在论坛里为神器之地什么时候开2册开出盘口，并且很快吸引了大量闲得蛋疼的玩家参与。有人赌1周后的，有人赌1个月的，还有赌半年的，赌注也是千奇百怪，无所不包。有赌1根辣条的，有直播女装的，吃奥利给的，日舞荡风扇的，不穿衣服裸奔的，林林总总，一时间让围观看热闹的云玩家们大开眼界。另一边，由于赚了一大波生命源点数，当天深夜下线前，许飞奢侈的花费5点兑换了一张超凡符箓。虽说超凡力量的真实性已经经过接引符的验证，但这张符箓毕竟能让玩家在现实中继承游戏中的实力，意义非凡。所以许飞在下线的时候心里还是有一点忐忑的。直到回到现实，看着悄然出现在掌心中的符箓，并确认一念就能激发，许飞才吸了口气，收拾起激荡的心情。这就是超凡符箓。灯光下，这张金色的符箓看起来无比神秘复杂，绝对是许飞见过的最高品阶的符箓。纵然是今天在游戏中得到的小储物符，都远远无法与之相比。虽然很想就这么试用一下，体验在现实中成为超人是什么感觉，但5点生命源就这么无意义的浪费，实在有点可惜。他忍了又忍，最终还是按捺住了这种冲动。不过符箓是换了，该怎么保管它呢？放家里是肯定不放心的，万一家里遭了贼，损失5点生命源还是次要的，万一被怀疑到身份就不好了。贴身存放的话，又怕待得太久，让符箓出现些许损坏。这时许飞想起了游戏中 NPC 们人手必备的福袋，或许自己也可以考虑弄个类似的袋子，伪装成现实中各大旅游景点常见的护身符纪念品。最后希望不会有太快用到它的那一天。第2天，许飞早早上线。经过1天的休养，昨日被鬼物侵蚀的银锈已经消去了大半。许飞仔细打量，发现手臂部分的银锈基本消失，唯有手掌上还能看到明显的痕迹。能这么快消除负面效果，跟许飞第一次使用后果没那么严重有关，也跟他实力突破到断体后期有不小的关系。照这个势头下去，
就算银秀消去的速度已经开始放缓，最多2天内他也能完全恢复如初。见已经无大碍，许飞来到院子后面的无人空地上，准备继续演练苍元断体术。昨天在破旧村落内的战斗，虽然已经投入不少生命元，将实力提升到断体后期，但许飞手上依旧还有60多点存货。他又不是守财奴，没有存着资源不用的想法，所以准备趁这个机会尝试将实力一举推到断体期的巅峰。经历过昨天的连续危机，许飞发现这个世界比他想的还要混乱危险，能早一点接触到超凡，谁愿意在凡俗境界中待着？短暂的凝神静气后，他双腿微曲，沉身抬肘，摆出了起手式。接触修炼这些天来，对苍元断体术已经十分熟悉，再加上已经跨入断体后期，此刻再次尝试修炼，有种格外轻松娴熟的感觉。毫不费力的一路突破到第25式动作，才重新感觉到了压力。果然，人类是有极限的。深蓝，啊呸！系统给我加点！生命源的不断投入，让仿佛无穷无尽的精纯生命能量从头顶上的虚空不断灌注下来。随着许飞的不断修炼，飞快强化起他的体质。早已不是第一次经历的许飞，对这种感觉并不陌生。他丝毫不受影响，全力推动断体术练习。顷刻间，体质属性便冲到了 7.0 点。突破断体后期后，对普通 NPC 来说，每获得少许提升都要几周甚至数月的努力，但在源源不断的生命源点数面前，一切障碍都被扫清。 7.5 点 8.0 点 8.5 点，时间1分1秒的过去，许飞将苍元断体术的36式动作完全掌握，形成连贯，沉浸在变强的感觉中不能自拔。第64章雾影魔药。由于单次提升的幅度实在太惊人，就连许飞的体型都出现了肉眼可见的变化，不仅身材更加壮硕，身高也凭空长了2-3公分。当60余点生命源全部耗光后，再度遭遇瓶颈的许飞，终于在近乎沸腾的气血帮助下突破了 9.0 点大关。体质破9点，什么概念？一拳轰出，堪比1吨重物迎面砸来，足以让任何敢应接的普通人粉身碎骨。同时也意味着许飞从断体后期迈入了断体巅峰，距离普通人类极限的10点只剩下1步之遥。事实上，绝大部分 NPC 超凡者根本达不到10点的极限，他们在接近这条线，甚至堪堪超过 9.5 点后，就开始尝试突破超凡了。接下来，即便是按部就班的修炼，加上每日巡视任务给的生命源，我都有把握在2周内触摸到超凡的门槛。期间若是有什么意外收获，还能更快一些。或许现在就可以考虑魔药的问题了。在原地思索片刻，许飞准备动身去找老师陈木，借口关心赵天歌和白远之的伤势，打探一下他的口风，顺便问问魔药的获取之法。不过在这之前，或许他需要先吃点什么。这次修炼的时间长，提升幅度太大，以至于才结束修炼，许飞便有种饥饿难耐，差点要饿晕的感觉。回去连吃了4-5张加了肉的灰面饼，这才将饥饿感压下。随后，许飞用凉水冲了个澡，换了身衣物，动身前往陈木家。赶到的时候，另一位符师张晨刚好也在，两人正在书房内聊着什么。许飞对这位为人低调、平日里深入浅出的符师了解不多，也不好贸然打扰，只能在客厅内耐心等待起来。好在陈木并未让他久等，几分钟后，两人便一先一后从书房中出来。如此，便这么说定了。说着，张晨径自离去。不过他似乎对许飞的身份有些了解，从旁边路过时，目光在许飞身上停了1秒，似乎感觉到什么，露出亚色。断体后期？不，断体巅峰。张晨的神情从惊疑不定变成了震惊，随后变为了不可思议。短短几周时间，从尚未接触修炼到断体巅峰，这种实力提升速度已经完全超出了他的想象极限。虽说早就听说怀庄的人抱怨异人的天资，但直到此刻才知道究竟离谱到了什么程度。如果异人们都像此人这么恐怖，就算诡异怪绝又算得了什么？唯一可惜的是，他们人数太少了，只有区区50人。也幸好只有50人。两种情绪在他心里交织，好一会后，他才暗暗摇头，转身走了出去。我记得昨天匆匆一见，你好像还是刚入断体后期吧？待张晨离开后，陈木的声音在身后悠悠响起。老实说，他也被自己这个弟子的实力提升速度给吓到了。老师英明。许飞先小小拍了记马屁，然后解释道：昨天出去的时候，我们遭遇了拜鬼教、黑吉树魁的袭击，回来的路上又遇到了时空乱流和怨尸。你也知道我们异人比较特殊，在战斗中有所感悟，所以有幸迎来了一次突破。这番说辞，陈木大体是不信的。他盯着许飞看了片刻，叹了口气，忽然说道：周深其实是个很有能力也很有主见的人，可惜谨慎了半辈子，死在了自己的贪心上。他到死都没得到的那份魔药主材，是不是落到你手上了？这个突然的停顿以及意味深长的询问，
让许飞吃了一惊，神情都差点没绷住。瞬间的迟疑后，见陈木眼神中的莫名，许飞立刻做出决断。他抛弃了原本矢口否认的想法，转而坦白道：“老师猜得不错，赵副队长将那只诡异引开后，我找机会偷偷溜了回去，将那个魔药主材取了回来。说起来，今日登门就是想请老师帮忙长眼的。你倒是敢做敢当。”陈木沉默几秒后开口道：“不过我很高兴你能对我说实话。”此话一出，许飞心中一定知道自己的选择算是做对了。若是放到 Gale 游戏里，此时系统肯定会弹出提示陈木的好感度加10。也罢，为师终究是青木寨的符师，来怀庄也不过是奉命坐镇。只要不是你出手强抢的，我就当不知道这事好了。把那份魔药主材拿出来，我帮你看看吧。既然选择了承认，许飞就不怕自己老是会私吞。对普通超凡者来说，魔药主材或许很难弄到，价值连城。但对符师来说，许飞觉得一份下品魔药主材还没贵重到那个地步。于是他很干脆地将迷雾之术的树胶拿了出来，一并拿出来的还有那枚无序之药。既然老师已经知道了魔药主材的事，那这件异阶鬼物多半也瞒不过对方。正好许飞对这件道具的随机事件心存疑虑，可以借这个机会一并请教。看着这块紫色的果冻状的胶体，陈木脸上露出认真之色。他凝神观察片刻，又回忆了几秒，笃定的道：“这是一种比较冷门的魔药主材，名为迷雾树的树胶，可用来制作雾影魔药。”雾影魔药。许飞回忆起自己看过的魔药之里，他确定里面并没有相关的记载。陈木似乎知道他在想什么，微微一笑，道：“我都说了，这是一种比较冷门的魔药，魔药之里这种入门超凡典籍中又怎么可能有记载？”许飞无奈，只能问道：“那么，请问老师，这种魔药能赋予人何种超凡能力呢？跟怀庄的黑石魔药相比，孰好孰坏？魔药能力从无好坏高下之分，全靠如何运用，当然前提是相同品级的魔药。你拿下品魔药跟上品魔药相比，有差距是很正常的。”这样强调了一番后，陈木才说道：“雾影魔药，从名字上就能大概猜到它的能力，一个雾，一个影。前者可以制造、操控雾气，后者当你藏匿于自己制造的雾气中时，可以获得堪比隐身的效果。除非有什么特别手段，或者敌人实力远超于你，否则难以发现你的存在。”第65章，来，签了这个。制造、操纵雾气是雾影魔药的主要能力，在自己制造的雾气中隐身，充其量只能算是一个附带的被动效果。看得出来，这是一个偏向于迷惑敌人、兼顾生存的能力。怎么说呢？感觉有点鸡肋。不过毕竟是冒了不少风险才弄到的，许飞觉得自己有必要弄个明白，于是追问道：“这种魔药制造的雾气范围大吗？藏匿其中的隐身效果能否骗过同阶的超凡者？诡异怪绝。”陈木思考了一下，答道：“制造的雾气范围要看你对魔药的消化程度，也要看你本人的位阶。如果能有周身那个实力，制造出一片方圆100米的浓雾不成问题。至于隐身效果，这个我也不确定，应该还是看具体情况的。如果是一些侧重于感知方向的精神属性强大的超凡者，是有可能看穿你隐身效果的。反之，他们除非能将雾气驱散，否则拿你毫无办法。诡异、怪绝同理。懂了，关键还是看具体的克制关系。”一番咨询后，许飞对雾影魔药的效果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陈木眼神深邃，主动提醒了他一件事：超凡体系中，概念这个东西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从雾气的概念上说，灰雾也算雾。灰雾，雾影魔药能操纵灰雾？许飞有点惊讶，他一时间还真没想到这点。对这种魔药的评价瞬间从有点鸡肋变成了稀有而又特殊。或许可以考虑一下。看来你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有这种魔药的超凡者，即便不依赖浮灯，也能离开村外探险，不至于失陷在时空错乱中。在荒野外遭遇诡异、怪绝时，也有很大机会主动避开，生存率很高。顿了顿，陈木又说道：“若非这种魔药不增加任何直接战力，被很多超凡者不喜，它的价值一定远比现在高。”交流到这里，许飞对雾影魔药的了解已经十分全面。他在心里权衡片刻，问出最关键的问题：如果我想晋升为超凡者，老师觉得我应该选哪种魔药？是村子里有的途径，还是想办法走雾影魔药的路线？或者老师手上还有别的魔药可以推荐给我？陈木没有直接回答他，而是先反问了另一个问题：你应该知道怀庄掌握了2份下品魔药的配方，但你就不奇怪吗？为什么4位超凡者全部选择了黑石魔药，而不是另一种？这个问题论坛上有玩家曾经讨论过，许飞也曾感到过好奇，不过在阅读了魔药之理后，他已经知晓原因，当即答道：是因为另外那种魔药没有对应的仪式，没有仪式辅助，想靠魔药晋升超凡的成功率太低，
一个不小心就是失控成怪物。为了安全起见，怀中的超凡者才全都走了黑石魔药的路子。当然，也跟这种魔药确实很优秀，兼顾了战斗力和生存力有关。陈木点点头，说的没错。那么，你应该明白我想表达的意思了。想走雾影魔药的路子，光有一份魔药主材可不够。你有完整的配方吗？有对应的仪式？许飞心道，我要是有，还来找你干啥？但这话显然不能直说。他恭敬的道，弟子确实没有，不知道老师有没有可帮我的。陈木坐直身子，目光炯炯。身为你的老师，教授你伏尸之道是理所当然，但除此外，其他方面的帮助可不在咱们的师徒关系之内。毕竟超凡之路讲究一个等价交换，即便不选择雾影魔药，选择从怀庄寻村队这里获得魔药，或者通过陈木跟青木寨的关系，从后者那里得到青焰、斩木冰等魔药，同样要付出同等的代价。周深、赵天歌等人之所以成为超凡者后，还老老实实为怀庄效力，而不是跑到青木寨等大地方，就是他们付出的代价。许飞听出了陈木话中的隐含之意，而他也的确不想被拘束在一个 NPC 势力上，必须为其效力，不得离开。或许意外得来的雾影魔药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听老师的口气，他也的确有门路帮自己弄到相关的仪式和配方，只是需要自己付出一些代价。做出决定后，他问道，不知道老师需要弟子做什么？陈木赞许地看了他一眼，你很聪明，为师的确有一件机密之事需要你帮忙，不过现在的你实力还不够，至少要成为2阶超凡者才有最起码的资格。2阶超凡者，看来这件事比自己想的还要难一些。但面对一个摆明了的隐藏任务，身为玩家的许飞又怎么可能会拒绝？他毫不迟疑地说，弟子这边肯定愿意帮忙，只是短时间内恐怕。陈木摆了摆手，为了这件机密，我等了5、6年，期间也不是没想过找别的超凡者，只是迟迟找不到合适的、可靠的人，直到你们一人出现。你们实力提升速度极快，又拥有能复活的特殊能力，不惧冒险，而你本人又成为我的弟子，可信度也有了保证，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选。为此，我不介意再多等1、2年。1、2年吗？虽然不确定多少生命元点数才能把玩家推到2阶超凡者的境界，但1、2年的时间，这跨度足够惊人，不管怎么看应该都够了吧。既然如此，弟子这边便说定了，届时保证随叫随到。许飞一口承诺下来。陈木微微颔首，露出满意神色，抽出一张契约符录，来，签了这个。好家伙，还要签契约？这么正式的吗？还是说怕自己拿了好处以后，将来翻脸不认人？许飞虽然不觉得自己道德有多高，但认真答应了别人的事，肯定还是会去做的。不过，若是从 NPC 角度上考虑，陈木房自己一手倒也不是不能理解。毕竟在他们眼中，艺人是个奇葩的群体，做事经常不按常理出牌，实力提升又快。碰到不要脸的艺人，他们好像还真没什么办法约束。系统提示弹出 NPC 陈木向你发出一份公证契约，内容如下。有系统公告确认，许飞就无需担心这契约符录上有什么花招了。他仔细看了一遍，发现上面的内容跟陈木说的一样，对方帮自己获得雾影魔药的配合和仪式，他则要在2阶后主动找到陈木，帮对方做一件事。违背契约的人将不断受到契约力量的侵蚀，最终超凡灵性失控，沦为疯狂的怪物。这后果可以说是十分严厉了。但许飞本来也没有违约的想法，当即完成了契约。第66章，画的门也算门。两人同时完成确认的那一刻，契约符箓燃烧起来，随后化作2道辉光，分别没入许飞跟陈木体内。可能是精神属性还很低的缘故，许飞凝神感应，并没在体内发现什么异常。不过打开系统界面后，状态栏倒是很忠实地显示了这份契约的状态。完成签署后，陈木暂时了却了一件心事，看起来也有了几分轻松之色。他对许飞说道：“2天之后，我跟张晨会启程返回青木寨，具体需要几天还不好说，快则10日，慢则半月。等回来之时，你就可以得到雾影魔药的配方和仪式了。”老师要回青木寨？许飞稍微有点意外，受昨日失利的影响，怀中的超凡力量本就大损，若是2位坐镇的符师也走了，那岂不是处于空前虚弱状态？万一血老师之类的诡异趁机进攻怀庄怎么办？对了，先前张晨来拜访陈木，2人商量的不会就是这件事吧？陈木轻轻一叹，说：“还不是因为白远之的伤势，他的青玉雕像状态，我跟张晨2人尝试了1天，始终解除不了，又不能这么一直拖着，只能将他带回青木寨医治。至于村子的安全，你们无需太担心。这次商队带回来不少超凡资源，其中就包括出火祭坛的新柴。之前血老师赶在夜间入侵村庄，是因为怀中的出火祭坛接收了青木寨远程传达的谕令，为此消耗了大量新柴，直接导致火焰的威力削弱许多。昨日返回后，
新柴已经第一时间补足，村内的安全还是有保证的。既如此，许飞也没什么好说的了。他发现神器之地世界的演变还真是一环扣一环，一人降临，直接导致了青木寨传达谕令，加派商队。而护送商队出行的白远之引来了拜鬼教的注意和袭击，随后是一场两败俱伤的战斗。然后，为了救援濒死的白远之，又有了2位伏尸的行动。一点意外的因素，直接导致了后续一连串的变故，并且有理有据，可以说是无比真实。若是考虑超凡力量在现实显现的缘故，说神器之地是一个真实的世界，玩家只是意识被投影过来冒险，许飞都完全相信。在论坛上，大部分玩家几乎也都这么认为。哦，对了，老师，还有一件事。忽然想起什么，许飞打断思绪，拿出了无序之药，并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听他说完，陈木皱了皱眉，想要摸清鬼物的具体效果和使用的代价，可不是件容易事。大部分都需要反复的尝试和研究，必要时还需要让一些犯下大错的罪人亲自尝试才行。许飞早有准备，说明道：“老师不用担心，我们一人有一种特殊的手段，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探查它的用途。这无序之药的情况，我已经知晓，只是对可能触发的概率事件尚有一些不确定之处。”说着，他把无序之药的鉴定属性一并描述出来。你们一人还懂这个？陈木露出不可思议的眼神。你知道吗？青木寨为了探究一些未知鬼物的效果，几乎每月都有罪人死亡，个别年份甚至需要从其他村寨那里买。至于其他代价，就更不用说了。你们一人居然能直接鉴定鬼物的效果，到底是多么得天独厚的种族，才能获得这么多神奇的能力啊！头一次，身为服侍的陈木都对一人产生了羡慕，而许飞也是心中一动，没料到青木寨那边还有这种烦恼。毕竟怀庄太小，压根没有多余的鬼物，导致玩家们之前从没想到过这点。这么说来，日后自己前往青木寨，或许可以尝试一番，说不定能凭借鉴定能力触发一批任务，白嫖一波生命源。一时间，两人都有些走神。几秒后，陈木才继续道：“你说的情况我已经了解，就我的个人经验而言，这种概率触发的事件大都不是什么好事，你的谨慎很有必要。如果一定要尝试的话，我建议最好在村子的出火祭坛旁边，这样就算真的从门后冒出一只诡异来，也会被当场烧成灰。当然，不排除会招出一只怨级以上诡异，直接毁灭了整个怀庄。但陈木认为，区区一阶鬼物不可能影响到怨级以上的诡异，真要是触发了，概率比出门被流星砸到还低。当然，想要保险起见，最好旁边再跟着一位超凡者。最后，他这样建议道：“还有一件事。”收起无序之药，许飞有点不好意思地看着陈木：“老师赠予我的铁甲符，昨日一战便耗尽了灵力，不知道要如何才能兑换新的铁甲符。”陈木无奈地看着他说：“你倒是真的会给我出难题，登门一趟，魔药、鬼物、符箓一样不落是吧？”说归说，他还是从袖子中抽出一对崭新的铁甲符，丢给了许飞。昨日一战毕竟是事出有因，今日你又答应为师，帮忙做一件事，看在这2个原因的份上，这次就便宜你了。好爷！许飞本来都已经做好出价的准备了，没想到居然再度白嫖了一对铁甲符，不由有种意外之喜。将全新的符箓塞回锦袍的福袋内，这件伪超凡装备的效果又回来了。这次他总算没有再给陈木添麻烦。确认赵天哥的伤情已经初步稳住后，便心满意足地提出了告辞。半个小时后，许飞带着纸笔来到了出火祭坛的旁边，身后还跟着魏金鹏。出火祭坛旁边并没有房屋，许飞本以为要扛着一扇门板过来，但不久前跟老师交流中，对方提到的概念一词让许飞开了窍。既然是任意门锁，那我在纸板上画一扇门出来，应该也能行吧？你确定这鬼物没问题？见许飞开始动手画门，魏金鹏看起来颇有些紧张，毕竟村里现在的情况十分不乐观，实在承受不起什么意外。我不是说了吗？已经问过老师的意见了，他建议我这么做的。许飞头也不抬的再次安慰道。对于符师的话，魏金鹏还是足够信任的。再度得到保证后，总算是稍稍放下心。很快，一扇还算标致的门在许飞笔下诞生了。毕竟是已经就职符师的，从开始学习符箓的那天，许飞就开始有意识的抽空练习。这2周来的努力显然起到了一些效果。那么，接下来就是见证这件鬼物效果的时刻了。第67章，韭菜的自我修养。将画在纸板上的门立起来，许飞拿出了一阶鬼物无序之药。当然，在尝试之前，他已经将身上所有值钱的道具都收入了系统背包，并且特意带了一个装满了杂物的布包。就在这枚铜钥匙触及到纸上画着的门锁时，神奇的一幕出现了。明明是虚假的画，却在无序之药触及后触发了一圈圈的涟漪。咔嚓！伴随着许飞的手腕扭动，本应该不存在，
但却真实不虚的开锁声在两人耳边响起。画上的门被打开了，那一刻，不管是许飞还是旁边的魏金鹏，都屏住了呼吸，好像什么都没发生。是碰到了50%的正常概率吗？就在两人惊疑不定的时候，画上的门突然亮出微光，随后一个不起眼的盒子从画上裂开的门缝中掉了出来，落到了地面上。与此同时，许飞装满了杂物的布包微微一震，重量减轻了一些。随机事件触发了，就是不知道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低头看着这个从画上的门后面掉出来的木盒子，许飞跟魏金鹏对望一眼，都看出彼此的迟疑。算了，还是先鉴定一下吧。一道鉴定丢过去，氤氲的光芒从盒子上亮起。不知名地盒子，注：鬼物无序之药触发后获得的未知物品。3个问号让许飞有点失望。面对这种神秘事件，鉴定功能有点不给力啊。罢了，东西都已经招出来了，不开有点说不过去。他拿出摆断钢刀，将木盒子挑到了出火祭坛的火焰上，先烘烤了一会，然后才一刀劈开了盒盖，并没有诡异怪觉出现。盒子碎裂开来，从中间滚出来一块乳白色的凤纹玉佩。这玉佩长约10厘米，通体纯洁无瑕，吊扣处采用如意云头纹装饰，玉身雕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凤凰，看起来品相不凡。许飞再度丢了一个鉴定，这次总算正常了。鉴定的结果是，它就是一件普通的玉佩，没有任何特殊超凡特性。不过从玉料的品质、雕刻的工艺来看，拿到一些大地方，说不定能值一笔钱。或许今天的运气还不差。许飞也不确定开到一枚玉佩的运气究竟算好还算坏，同时又有些好奇，这枚玉佩究竟是从哪得来的？有没有可能是随机从别处某个人的手上转移来的呢？如果能弄明白这点，或许能帮助自己更好地理解这件鬼物的机制。魏金鹏就是一个大老粗，指望他对玉佩有什么了解，那是太难为他了。许飞想来想去，发现还是只能麻烦自己老师。不得不说，拜陈木这位符师当老师，是他进入游戏以来最英明的决定。知识面极为渊博的陈木，在鉴赏片刻，又回书房查了几本古籍后，对这枚玉佩的来历基本下了判断。这种玉佩，万年之前，也就是灰雾还未降临的时代，很常见。现在的话，已经流传很少。纵然有些精心收藏的珍品，其品相也很难能保存如此新、如此完好。为师猜测，这枚玉佩很可能在灰雾出现后，失陷于时空乱流中，直到今日，方才被你那件鬼物不知从哪招了出来。不是从现实的物品中召唤，而是从失陷于时空乱流中的物品召唤。许飞想了想，发现还真的很有可能。收起来吧。陈木将玉佩递了回来，笑眯眯的提点说，在怀庄这种地方，这东西既不能吃也不能用，可以说毫无价值。但放到局势稳定、人口繁荣的大城，万年前的玉佩还是有不小收藏价值的。若是遇到心仪的买主，换一套房都不是不可能。从老师的话里，许飞意识到这枚玉佩可能比他想的还要值钱。他对无序之药这件鬼物的重视程度也随之抬高了许多。虽说这种好事肯定不可能天天有，但就算隔三差五来上一回，也是一项源源不绝的生财之道啊。自己日后上线，每天要做的事情又多了一件。1天之后，经过短暂的准备后，陈木、张晨两人再加上张晨的那名追随者，护送着青玉雕像状态的白远之，踏上了前往青木寨的返程。因为人数少，又全是超凡者，他们的行进速度远比白远之来时的商队要快。星夜赶路的话，要不了几天就能抵达。目送老师离开，已经从他身上得了许多好处的许飞，还真有点不舍得，同时又有点担心。毕竟自从玩家降临以来，怀庄遇到的麻烦还真不少。他可不希望自己好不容易抱上的大腿，在途中遇到什么新的危险，以至于有去无回。不过这种情绪并没持续太久，很快被新事件引走了注意。鉴于怀庄的超凡力量正处于低谷，对此有些担忧的钱高雄、魏金鹏两人在一番商议后，决定加大对艺人们的投入，同时也准备更多依仗他们的力、炮、量、威来度过接下来一段艰难时期。具体的做法是，将青木寨商队运来的这批物资筛选一部分后向玩家们开放，允许他们参与竞拍。但问题来了，玩家们现在都还是穷鬼，身上的白石币就那么点，买不起怎么办呢？好办，魏金鹏大手一挥，允许玩家们用未来一段时间的巡查任务收益做抵押贷款消费。在游戏中也逃不过超前消费的玩家们，一时间免不了吐槽狗策划的黑心，但身体永远是诚实的，根本拒绝不了这种提前用上新装备、新道具的诱惑。更不用说魏金鹏还不收利息。当然，既然消费给安排上了，那另一手996福报当然也不能少。竞拍启动的同时，魏金鹏和钱高雄宣布，未来2周内会尽量多给艺人们安排巡村任务，这样就算超凡力量空虚，真遇到危险，最先死的也是艺人。
不过这个决定一公布，却备受玩家们欢迎，堪称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50名手册玩家美滋滋地透支了自己未来1个月的巡查任务报酬，拿着微薄的白石币，精打细算究竟要兑换哪件装备。然后他们兴高采烈地穿着新装备，开始参加巡村队给安排的任务，为 NPC 们的安全而战。心情的就像是不吃草也要产奶的奶牛，在韭菜一道的自我修养上，当真是见者伤心，闻者流泪。第68章，门后的通道，高价收白石币。在原本的市价上，本人额外加 10%， 有多少要多少。哥这里还有多余的5个白石币透支额度，想要的赶紧了。随着魏金鹏和钱高雄的动作，被惊动的手册玩家们在疯狂采购的同时，也进一步催生了白石币的交易。之前就已经被炒了一波的价格，犹如吹胀气的气球一般，再度开始膨胀。看到村里提供的琳琅满目的商品装备，再看看自己一贫如洗的背包，先前大赚了一笔的一支穿云箭不由倍感懊悔。当时他被土豪玩家们喊出的价格打动了，一口气将侥幸赚到的白石币全部出售，换来了大半年的工资。谁曾想没过多久，青木寨的商队就运来这么多道具和装备，又来了一波竞拍。若他当时没有轻率卖掉，而是留到现在，恐怕少说能再赚1倍，甚至更多。心态有点失衡的穿云箭，当天一晚上都没能睡好觉。人群中，许飞同样也参与了这次竞拍，不过跟其他玩家比起来，他的眼光要高得多。竞拍的道具虽然种类繁多，但真正跟超凡有关的却不多，大部分都是些普通装备。为数不多的符箓、伪超凡装备，要么价格高的吓死人，要么根本不实用。至于他真正想买的鬼物，不好意思，列表里面根本没有。别看许飞手上有2件鬼物，就以为这东西好像不难弄到的样子。事实上，魏金鹏、钱高雄他们尚且欲求1件鬼物而不得，又怎么可能会留给玩家竞拍呢？一番挑选之后，许飞最终购买了一双上好的牛皮靴。这种牛皮靴所用的皮革经过超凡材料的削制，不仅更加舒适耐穿，而且不会闷脚，远比他现在穿的系统赠送的新手布鞋高级。当然，它的价格也同样感人。普通的牛皮靴1个白石币就能买好几双，可仅仅是跟超凡沾了一点边，这双皮靴的价格就高达12枚白石币。也幸亏村里抛出的道具数量够多，极大分散了玩家们的注意力，所以倒也没人跟他争抢，直接以底价购到。在竞拍最后的压轴环节，许飞又看中了一把精巧的手弩。根据说明，他在制造时同样掺杂了少许超凡材料，让威力更加惊人，射程也略有些提升。搭配赤焰符，就算对上低级的诡异怪绝，都能对其造成一定威胁。可惜这玩意的价格实在太贵了，犹豫再三，就连玩家中的几位土豪，比如刀刀烈火、钱多多都没敢下决心买。如果只是手弩本身，咬咬牙的话，他们还是买得起的。但一件一张赤焰符的代价就真的太夸张了，属实是买得起用不起。甚至在怀庄当前的环境下，符箓产量有限，很可能出现有钱都买不到符的情况。魏金鹏他们舍得将这把弩箭拿出来拍卖，而不是留着自用，也是因为这点。反倒是许飞在发现这把手弩流拍后，心中一动，冒出了一点歪脑筋，能否通过自己符师弟子的身份跟2位超凡者做点交易，直接私下拿走呢？别人用不起，他这个符师可不担心。不过想来想去，还是有点拉不下脸。主要问题在于，他现在已经从村里得到了一些优待，木林之夜就是其中之一，但自己这个符师弟子却还没开始创造任何收益。罢了，那就再等几天。一旦铁甲符解析完毕，许飞能给村里绘制这种符箓，他就有底气直接开口向2位超凡者讨要了。接下来的几天，经历了波折后的怀庄重新恢复了安定。除了薛老师在夜间试图靠近一次，却被出火祭坛的力量破走后，巡村队员和玩家们再没遇到任何危险。人手新添了1-2件装备，却没找到用武之地的玩家们，游戏节奏也变得稳定下来。上线参加巡查任务，回来后修炼断体术，3.1线毫不动摇。闲暇的时间尝试触发一下任务，或者收集一些深层次的情报，一天便这么过去了。除此外，受上次拍卖的启发，几名动手能力强的玩家开始尝试运用现实的知识，在游戏中自己打造装备。只是受限于材料来源、落后的工具和工艺，他们自身的经验等因素，这种尝试还停留在比较浅显的水平。不过，随着其中的带头人物玄冥三老在官方论坛发帖，得到了不少手工方面的大佬响应和参与，群策群力下，这似乎不失为一条路。至少在不涉及超凡材料的情况下，是完全有可能成功的。跟这些玩家比起来，许飞的游戏内容还要更丰富一些，不仅每天都要抽时间研究符箓，还有无序之药得每天1赌环节。在这件事上，除了第1天小有收获外，接下来4天他的运气似乎用光了。4次中有2次什么都没发生。有一次开门之后，
后面蹦出来一只黑线蕨，不过当场就被烧得正旺的出火祭坛给扬成了灰。还有一次开门后掉出来一张画卷，刚看到它的时候，许飞还挺高兴的，想着如果是跟超凡力量有关的就更好了。可惜激动之下，刚打开就瞬间被一团黑色的诅咒呼了一脸。幸好这诅咒效果不强，仅仅是让他丧失了听觉，而且持续了3个小时后便消散了，不然许飞就得考虑主动自杀，靠重生来清除这个诅咒了。这次小小的教训也给他提了个醒，日后遇到这种情况必须格外小心，以免再度中招。而今天上线则是第6次，带着一点期待，许飞再度来到出火祭坛旁边，画门开锁，一气呵成。这次会是什么呢？没反应？还是诅咒？还是怪诀？虚幻的咔嚓声一响，许飞就知道随机事件他 Lao。 但这一次门开之后出现的动静似乎格外大，只见纸板上的门吱嘎一下打开，居然在后方虚空投影出一条黑漆漆的通道，门后居然通往一个不知名的异空间。头次见这个情况的许飞一时间也有点拿捏不准，不知道要不要冒险进去。第69章组队探索。耐心等了一小会后，许飞发现并没有危险从里面冒出来，这条通道看起来也很稳固的样子，没有消散的迹象。他试着伸手戳了戳，就在手指碰触到通道时，忽然从中获得了一些反馈信息。莫名的，许飞得知这条通道还能存在29分钟14秒时间，只有他本人以及处于组队状态下的队友才允许进入。也就是说，最多半个小时吗？发现时间有限，许飞迅速做出决定，开始在区域聊天栏里喊话摇人。我触发了一个现实任务，还有不到半小时，具体情况不清楚，愿意冒险的来出火祭坛。暂定3人，先到先得。在通道后面的空间大小未知，是否有危险也不确定的情况下，孤身冒险显然不是一个好选择。找几个人一同行动，岂不比单打独斗稳得多？毕竟许飞才是任务的发起者，就算在通道后面发现什么好东西，也必然有优先挑选权。退一步说，无序之药既然能触发这种事件一次，迟早就能触发第2次、第3次，完全没必要为了一次不确定的收益就斤斤计较，拿自己的复活次数冒险。在手册期间，神器之地的游戏内容始终是不足的，纯粹是虚拟游戏技术太牛逼，才能让玩家们沉迷不坠。此刻看到有人触发现实任务，几乎立刻就引来了一大堆人响应。我先来。精力旺盛的传火哥眼疾手快，第一个跳了出来。算我一个，保证不怕死，保证听指挥。刚上线的仗剑江湖反应也很快，从屋里撒腿就往外冲。跟许飞有点交情的大鹏的瓜一边赶路一边默默发言，人就在旁边，马上到。前职业电竞选手荧光则有些遗憾的道，接了巡查任务，正忙着呢，可惜了。在这帮眼疾手快的玩家近乎秒回后，过了几秒，更多玩家被惊动了。卧槽，你们这些牲口，等等我！既然可能有风险，3个人是不是有点少？要不再多来几个？对，多组几个人吧，我可以不要任务收益，我不做任务，就跟着看热闹行不行？面对这帮牲口的疯狂甚至是私聊，许飞只能手忙脚乱的回应，表示就是一个普通探索任务，暂时不需要太多人。如果稍后确实有需求，他会在聊天栏里再招人，这才将一帮好奇心过剩的玩家们给打发了。到了，人呢？半分钟后，大鹏的瓜冲了出来，看到许飞在朝他招手，附近没有其他人，知道自己的位置稳了，赶紧美滋滋的站了过来。只比他稍慢，仗剑江湖也从村西头的房子里赶了过来。之后，刀刀烈火这位土豪大佬不声不响现身，抢占了最后一个位置。反倒是最早蹦出来的传火哥姗姗来迟，看到人数已满，整个人瞬间变成一片灰白。见状，许飞无奈摇了摇头，算了，那就再加一个好了，反正根本没有什么现实任务，不过是他用鬼物搞出来的随机事件罢了，想招几个人同行还不是他一句话的事。好耶！收到许飞的组队邀请，传火哥瞬间满血复活，恢复了干劲。赵一老弟，这就是现实任务通向的空间吗？加入队伍后，刀刀烈火很快将注意力放到了出火祭坛旁边那条黑漆漆的通道上。许飞点点头，由于时间有限，他一简言赅的道，任务只说探索，里面究竟什么情况我也不清楚，这通道最多只能存在半小时，现在已经过去了3-4分钟，咱们要不先进去再说。好，4人都没有异议，各自亮出了武器，跟在许飞后面一起踏入了通道。姗姗来迟的其他玩家只能看着空荡荡的祭坛望洋兴叹，类似传送的失重感传来。不管是许飞还是其他4人，对这种感觉都不陌生，只是这次的持续时间似乎格外漫长，足足好几秒后，他们双脚才重新踏上地面。四周似乎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到。但许飞早在初次使用无序之药时就想到过类似的场景，早早向魏金鹏借了一盏浮灯。
柔和的光芒亮起，顿时驱散了黑暗。咦，这里居然没有灰雾！借助浮灯的火光，传火哥打量一下四周，惊讶地叫了起来：“不是没有，而是很稀薄。”大鹏的瓜仔细打量几眼，纠正了传火哥的错误。刀刀烈火拿出2根火把，放在浮灯上点燃，总算明亮起来。咱们这是处于山洞中吗？看着头顶上方几米高的洞顶，仗剑江湖好奇地问道。不过随着观察，他很快有了更多发现，甚至自己推翻了自己的决定。咦，这里该不会是一座地下宫殿或者陵墓内部吧？这个猜测很快就得到了验证。4人保护提着浮灯的许飞，顺着狭窄逼仄的通道走了几十步，前面的地形很快开阔起来。一座面积足有数百平米的前殿出现在他们面前。这座不知道修建于何时何地的宫殿，地面铺着黑色石板，殿前2侧列着各种栩栩如生的异兽雕像。许飞甚至在其中看到了疑似自家苍猿断体术所模仿的异兽苍猿。殿前左侧的空地上还立着功德碑亭、华表和牌楼，在火把光芒的照耀下，华表、牌楼看起来恢宏大气，修建时估计没少费心血。至于功德碑亭，虽说上面并未刻任何字，而是空白一片，但看到这些建筑，任谁都明白，这多半就是一座陵墓了。而且陵墓的主人非富即贵，他们先前进入的位置应该是墓室的某一段甬道。啧，这墓室修得可以啊，放到现实中，等闲的王侯都不一定有这种规模吧。传火哥溜达着，不时伸手摸摸这里，瞧瞧那里，嘴里啧有声。大鹏的瓜笑了笑，说：“这毕竟是游戏，有超凡之力存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不过话说回来，我也挺好奇的，在遍地诡异怪绝的情况下，陵墓的主人到底动用多少人力物力才将其修成？”许飞没说话，但他心里有数，知道这座陵墓大概率跟第一天那枚玉佩一样，也是来自万年以前，只不过随着灰雾降临，失陷在时空乱流中罢了。第70章，涨了，又涨了。短暂的搜索和观赏后，刀刀烈火他们发现了一件尴尬的事情。陵墓虽然看似很大，但至少在前殿，他们什么物品都没看到。若是时间足够，或许可以将这座陵墓的建材拆掉，一块块搬回去，换一点辛苦钱。但传送通道只有半小时，注定了他们根本没法打这种歪主意。一圈看下去后，没有更多发现，5人只能继续往陵墓深处探索。穿过预留的墓道，抵达了陵墓的中殿。中殿的面积相对前殿要稍小一些，但仍旧显得十分空旷。中央有一座长屏风，上面绘制着许多超凡者对抗诡异怪绝的图案，画工精湛，人物栩栩如生，想必是出自大师之手。可惜依旧是毫无卵用。大鹏的瓜终于感觉到不对了，咱们找到的这座陵墓怎么感觉是才修好，主人还没来及下葬的空墓啊？要不就是墓主人故意修建的，用来迷惑盗墓贼的假墓，不然的话没道理解释这里面如此空旷，几乎什么都没有。就算被盗墓贼光顾过，也不可能这么干净。很有可能，仗剑江湖也认可这个猜测。先前功德碑亭一片空白，能间接证明这点。此话一出，包括许飞在内的几人都有些失望。毕竟是现实任务，他们还指望能从任务空间里探索到一些好东西呢。就算许飞吃肉，他们好歹也能跟着喝口肉汤不是？如果是空墓的话，那可就要白高兴一场了。好在墓穴内并非真的空空如也。片刻的探索后，5人在中殿的一侧发现了一座面积不过20平米的偏殿，而这座偏殿中赫然供奉着一只铜皮铁骨，有点像鳄鱼的异兽石雕。前殿上已经立着许多异兽雕像了，为何要特意在这里专门再供奉一座？几人都有些疑惑。传火哥的手永远比脑子动得更快，径自走了上去，准备研究一下这座鳄鱼石雕。但还没等他碰到，仅仅是靠近3步内，这座石雕就被人类的气息激活了。他身体表面的石肤寸寸碎裂，簌簌落到地上，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随后在传火哥见鬼的眼神中，这鳄鱼异兽一跃跳了下来，凶残地朝他扑来。幸好如今的传火哥已经不是初入游戏的新人了，有断体中期实力的他反应很快，腿猛地向后一缩，堪堪躲过他的扑咬，随后一刀劈了下来。金铁交击声中，传火哥的刀被鳄鱼坚硬的皮肤弹了回来，除了在上面砍出几个火星外，没造成任何伤害。这家伙这么硬！跃跃欲试的刀刀烈火和大鹏的瓜一惊，一边准备支援，一边趁传火哥拉仇恨的机会丢过去了一个鉴定。恐恶兽，利用怪绝气息感染野兽的手段，人工催生出的护灵异兽。注：铜皮铁骨，刀枪不入，拥有长眠特性。这玩意居然还是人造的，既然它某种程度上也算怪绝，那会不会也受浮灯影响呢？许飞提着浮灯试着走上前几步，果不其然，感受到浮灯的火光，这只看起来十分凶残的恐恶兽停止了对传火哥的攻击，转身看向许飞，愤怒地做出撕咬，
恫吓举动，但却始终不敢上前。被连着逼退了好几步后，他居然晃了晃脑袋，主动跳回原来的供奉台上，重新化成了石雕。啊，这身为护灵兽，面对入侵者居然如此从心，让几人有点啼笑皆非。仗剑江湖忍不住问道：“怎么办？还要继续对付他吗？”这只怪物除了防御惊人外，似乎并无其他特殊之处。就算想办法击杀，恐怕也拿不到几点生命源，反而会浪费不少时间。五人稍加商议，便决定暂且放置不管，等将陵墓全部探查完，没有别的发现，再返回解决他也不迟。从偏殿中退出，他们沿着甬道来到了后殿。跟空旷的前中殿比起来，这座陵墓的后殿明显多了不少装饰家具，看起来总算有了几分富丽堂皇之感。这些东西能带出去吗？征询了许飞的意见，见他并未反对，刀刀烈火，他们一边接连不断的丢鉴定，一边将檀木架上的古玩、摆件、瓷器、字画等等物品分门别类的收入背包中。虽说都是些普通道具，不含半点超凡属性，但玩家们会在乎这个？管它值不值钱，先搬空再说。如此一路搜刮进来，几人有限的背包格子很快被填满。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挑挑拣拣，将自以为更值钱的东西替换进来，同时疯狂截图，准备下线后发到论坛上炫耀一番。后殿的面积比中殿更小，五人很快便找到了门户大开的主墓室。让他们失望的是，主墓室内恢复了前面二殿的空旷特点，唯有中间摆着一副空石棺。就着火把的光芒，五人在石棺后方的墙壁上看到了一幅壁画。这壁画上没有灰雾，而是日月星辰高悬空中，下方则是一座孤立于大海中的高台。不知道为什么，那海水的颜色隐隐呈现一抹血色，而高台上能看到人影在叩拜。仔细观察，壁画上方的日月周围被重重不起眼的阴影萦绕，有种压抑不祥的氛围。单看这壁画内容本身似乎有所隐喻，但又让人不明觉厉，看不出绘画者想表达什么。但几人多看了几眼后，不约而同的有了一种恍惚之感。那壁画中的日月星辰居然穿透了维度，直接照耀在他们身上，沐浴在光芒下，仿佛有种清凉的灵机，源源不断滋润起他们的精神。你的精神属性加0.1点。突然弹出来的系统提示让许飞一愣，随后又惊又喜。虽然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但这幅壁画上无疑有些特殊的机缘。比许飞稍晚了几秒，刀刀烈火、大鹏的瓜等人也先后惊叫了起来，让这里看起来不像是墓室，更像是股票交易所。卧槽，我精神属性涨了，我也涨了，这壁画是个宝贝，又涨了 0.1点。在成就超凡前，断体术的修炼几乎只能带来体质属性的提升，想要增加精神属性可谓千难万难。谁能想到他们仅仅在这幅壁画下站了片刻，观摩了一段时间，精神属性就开始不断增加。这一刻，他们早已将偏殿那只恐恶兽抛到了脑后，恨不得在这壁画下一直站到通道时间结束。第71章苍原异兽石雕。你的精神属性加0.1点。你的精神属性加0.1点。类似的提示一连弹出来5条之后，终于没有了动静。许飞能明显感觉到壁画上的日月星辰没有了先前那种特殊的能够穿过维度照耀在他们身上的能力，甚至就连这幅壁画本身都在逐渐变得模糊晦暗，最终彻底变成一片空白。这神奇的一幕让几人啧啧称奇。没有了吗？仗剑江湖恋恋不舍地摸着空白的墙壁，显然有点意犹未尽。刀刀烈火他们也一脸不舍，一口气增加 0.5 点精神，看似数字不是很大，但他们原本的精神属性也不过1点左右，按增幅来算，实际提升高达 50%。 精神饱满，感知也得到加强的他们，能明显感觉到精神属性提升后带来的好处。多谢赵一老哥，下次还有这种好事，请千万别忘了咱们。传火哥吃水不忘挖井人，第一时间向许飞道谢，随即引来其他3人的一致感谢。虽说到现在为止，他们还没捞到什么鬼物、超凡装备，但同样的，他们也没付出任何代价或者冒任何风险，因此仅仅是这幅壁画带来的提升就足以让他们感到满意。客气了，许飞摆了摆手，不过是互相利用罢了，能跟着捡到便宜，只能说他们运气比较好。由于先前搜索3殿花费了一点时间，再加上在主墓室内的壁画前站了几分钟，此刻距离通道关闭已经不足10分钟。许飞不清楚通道关闭后这里会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们会被直接弹出去，也许这片空间会坍塌，将5人免费送上西天。但不管哪一条，许飞都不想冒险。正好他们已经将陵墓基本探索完毕，许飞当即便招呼4人撤离。沿着原路返回，仗剑江湖他们还没忘记那只供奉的恐恶兽，试图回去找他的麻烦。但这只护灵异兽不知道是不是学乖了，还是觉察到福登的气息就在旁边，始终保持着石肤状态不肯出来。尝试了几下，几人发现拿这家伙
没啥办法。再加上这一趟已经长了不少见闻，也就懒得再跟他纠缠，撤向了通道入口。就在众人途径前殿时，从那群异兽雕像旁边路过的许飞，忽然隐隐有了一些异常的灵感。这种异样感让他下意识地停下脚步，凝神辨析起来。怎么啦？大鹏的瓜最先发现许飞异常，询问了一句。见许飞摆了摆手没说话，有些疑惑的几人识趣地停下脚步，耐心等待起来。约莫10余秒的感知后，许飞确定那种异样的灵感不是错觉，而是的确有什么东西在隐隐吸引他。而这种感觉先前进来的时候可没有。前后不过20分钟，这么短的时间他也没做什么，怎么就突然有了变化呢？许飞下意识地想起了主墓室内的壁画，不，那幅壁画应该不是问题的来源，或许引发异常的是他大幅提升的精神属性，也就是说异常一直都在，只是先前许飞精神属性跟普通人差不多，所以没有感觉到，现在接近1.6点才隐约发现了不对。那么这种异样的吸引到底来自哪里？许飞目光在前殿空地上来回审视，脚下缓缓踱步，最终找上了诸多异兽雕像中的某一只苍猿异兽。那种莫名的吸引感刚好来自疑似苍猿的异兽雕像，这会是巧合吗？还是说跟自己修炼的断体法有关？许飞试着伸手碰触了一下雕像，没感觉到什么变化，于是他又动用了一下鉴定，同样没发现什么有用的东西，鉴定内容是一片问号。许飞皱了皱眉，难不成要将这尊沉重的雕像整个搬出去？倒也不是不行，以自己断体巅峰的力量，完全有能力一人将它搬出去，然后慢慢研究。但就在这时，许飞福临心智，想到一种情况，他立刻拉开架势，在原地演练起苍猿断体术。起手是100，那种莫名的吸引感顿时清晰强烈了起来。有门！精神一振的许飞立刻顺着套路一招一式演练起来，随着他体内的雄魂气血也跟着流转，那种莫名的呼应越发清晰。刀刀烈火4人先前还是不明所以，一脸懵逼的神情，不知道许飞究竟在搞什么幺蛾子。但他们很快便发现，苍猿异兽雕像上居然亮起了微光，雕像在亮光，难道是我看花眼了？传火哥揉了揉眼，不敢置信地说道。大鹏的瓜摇了摇头，你没看错，这异兽雕像的确有名堂，可惜跟你我无缘啊。刀刀烈火看了几眼，也跟着摆出了断体术的修炼架势，但很快他就疑惑地停了下来，我也修炼了，为啥什么感觉都没有？还是说只有最先发现的玩家才有奖励？大鹏的瓜倒是想到了一个可能，说也许是跟任务有关，只有接了任务的才能感觉到异常。这个理由还是很有说服力的，几人心里的些许嫉妒顿时消失了。没办法，谁叫人家接了任务吗？在他们小声交流中，苍猿异兽雕像的光芒越发明亮，甚至开始轻微震颤起来，仿佛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跟许飞共鸣，要破风而出似的。这种共鸣很快达到了顶点，几秒钟后，栩栩如生的苍猿雕像炸裂开来，一团金色的虚影犹如乳焰投灵一般，飞快没入了许飞的身体。而已经沉浸在修炼中的许飞，瞬间发现自己脑海中多了一只活灵活现、更兼桀骜霸气的苍猿虚影。那只苍猿虚影对着天空怒吼了一声，随后拳势一展，闪转腾挪地开始了演武，就像在跟一名名不存在的敌人激斗。无数的战斗画面走马花灯一般在许飞脑海浮现，仿佛一瞬间他就经历了成百上千场战斗，其中大量的战斗招式都跟许飞修炼的苍猿断体术36式有异曲同工之妙。原来如此，骤然获得许多名物的许飞喃喃自语了一声。如果说先前的他修炼断体术只是按部就班，就算在生命源点数的推动下掌握了全部姿势，也不过是外力硬堆上去的，仅仅得其形。那这一刻他是真正掌握了苍猿断体术，堪称得其神。第72章天才符师的人设。这个名物一出，金色的苍猿虚影仰天怒吼一声，瞬间消散，彻底融入许飞的身体。系统提示随即弹出，你跟苍猿异兽雕像残留的真意发生共鸣，对苍猿断体术的掌握大幅提升。恭喜获得 1.0 点体质， 0.3 点精神属性的补正，该属性补正会在接下来1周内随着修炼缓缓落实，若玩家体质已经达到 10.0 点，溢出部分转化为潜能，直到玩家晋升超凡后才会突破该上限。你的抗打击能力和弹跳能力进一步增强了。意外的收获让许飞大喜过望，经历了今天这一出冒险，从奇恒行囊中得到的一阶鬼物无序之药，在他心中的地位有了进一步提升。先前许飞还说2周内就有把握触摸到超凡者的门槛，那经历了今天的收益后，这个进度再度加快了。用不了1周，许飞就能信心达到属性极限，只等老师陈木带回来好消息，就能一蹴而就，成为手册玩家中第1位超凡者。祝贺老哥了，恭喜恭喜！
能不能说说究竟得到了啥好处啊？对啊，稍微透露一下呗。许飞刚睁开眼，就收到了几人的祝贺和好奇。他想了想，就新手村这屁大的地方，自己一旦成为超凡者，想瞒恐怕都瞒不过，提前给这些人一点心理准备也好。当即说道：系统说是得到了什么苍元异兽的真意，接下来1周修炼效果大幅提升，估计能加不少属性。虽然许飞说的语言不详，但几人能想象得到，实际效果应该非常牛逼。纵然现在限定任务的说法已经被他们接受，仍旧不免再掐了一颗柠檬。好在经过这么一番波折，距离通道结束的时间只剩下了短短2分钟。在许飞提醒下，4人也顾不上纠缠细节了，纷纷加快脚步，沿着原路退出了这片空间，重返怀庄的出火祭坛旁边。不过短短10几秒，这条黑漆漆的通道便迅速消失。系统提示再度出现，无序之药触发了特殊随机事件，将陷入短暂的沉寂，1周内无法再度使用。还有这种限制？许飞不动声色地查看了一下背包，里面的无序之药果然暗淡了一些，看起来越发不起眼。如果不是提前知道它的效果，根本没人能从表面上看出它的鬼物身份。好在1周时间说长不长，如果所谓特殊随机事件能保持现有的触发概率，那许飞完全能够接受。回来了，兄弟们，现实任务空间的情况究竟啥样？找到什么好东西没？给大家开开眼。注意到许飞和其他4人回归，先前迟到1步没能上车又没舍得离开的玩家顿时围了上来。而传火哥也不好吝惜，眉飞色舞的给他们描述起了陵墓内的情形，并准备展示一些从陵墓中带出的古玩。可让传火哥失望、惊诧的是，在离开了那片空间的瞬间，他带出来的古玩、字画、瓷器等等就统统化作泡影消失，其他3人也不例外。这个意外变故让几人大失所望，幸好诸多截图还在。大鹏的瓜果断下线，登录了论坛和微博，开始精心构思一篇游记。虽说陵墓内并没什么危险，也没经历什么惊心动魄的战斗，但仅仅是陵墓本身展现的文化，以及那幅似有隐喻的壁画，就足以激起大量云玩家的讨论，让他再掐一波流量。一时间，不管是村内还是现实的游戏论坛，都热闹非凡。刀刀烈火、仗剑江湖2人更是在解除组队后，拐弯抹角地询问起许飞触发现实任务的经过，试图从中汲取经验，总结出规律，以便触发更多任务。但许飞能说啥？不希望将无序之药公之于众，引来不必要觊觎的他，只能随口瞎编，说是查阅一本古籍时无意中触发的任务。此言一出，手册玩家之中顿时刮起了一股好学风。村里为数不多的书籍成为了玩家们炙手可热的借阅对象。这突如其来的热度和风潮，让魏金鹏他们着实有些摸不着头脑，只能再度感叹艺人们的行为逻辑果然不能用常理来推断。翻阅古籍的热度来得快，去得也快。发现村里就那么几本破书，且没有人能再次复刻许飞的幸运，触发现实任务后，玩家们便迅速放弃了，一切重新回到先前。接下来的几天，重新低调起来的许飞，在继续埋头修炼苍元断体术时，很快感觉到了苍元异兽真意带来的好处。看似跟先前一致，但细微处却有诸多不同的全新断体术，让他修炼速度大增，体质属性很快超过了 9.5 点，直逼 10.0 点极限。另一边，他的抗打击能力和弹跳能力也有了明显的提升，前者效果究竟如何还不好说，毕竟许飞暂时找不到实战的机会。但弹跳能力的提升却是肉眼可见的。现在的他全力一跃，可以凌空跳起3-4米高，直接从空地跳上屋顶，飞檐走壁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若是放到现实中，展现这一手绝对能被当成武侠小说中的轻功。不过最大的变化当属精神属性的提升，先后经历了壁画和苍元异兽真意的提升，许飞的精神属性已经轻松超过了 1.8 点，而且还有少许继续提升的余地。这个提升放到刀刀烈火他们身上，或许还看不到直接的好处，仅仅只是精力更加充沛，感知能力增加，但对许飞来说却无比直观。他的金手指解析各种符箓的效率随着精神的提升得到了近乎翻倍的加强。这之前许飞解析蛮牛之体的仪式固化符箓足足花了10余天时间，若是放到现在，至多1周就能完成解析，这对许飞的意义可太重大了。无序之药的沉寂期才刚过了一半，他就比原计划提前4天完成了对铁甲符的解析，这也是许飞现如今能画出的第一种有真正实际意义的符箓。考虑到一步到位实在有点夸张，许飞接下来又花了2天时间解析了符箓初解中记载的小光明符和清洁符，足以立起自己天才符师的人设后，许飞兴冲冲地找到了魏金鹏、钱高雄，准备报喜，顺便尝试能不能把先前那把手弩给要过来。什么？你已经能画出符箓了？听了许飞的话，两位正在商议什么的超凡者大吃一惊。第73章小光明符。
在神器之地中，符箓之所以是最为尊贵的技艺，原因有很多。光是所谓的资质就能刷掉 99.99% 的人，即便是有符师资质的人，想成为真正的符师，仍旧不是一件易事。首先要掌握数以千计的常用路文，然后还要学习各种符箓的构型和绘制之法。都掌握后，还要经过持之以恒的练习，期间不知道浪费多少昂贵的超凡材料，才能制作出第一张实用的符箓。就一般而言，这个过程少说也要3-5年时间。若是悟性差的人，花费10年以上都有可能。正因此，魏金鹏和钱高雄二人在听到许飞的话后，才会如此惊讶，以至于有些难以置信。就算艺人们特殊，不管学什么都快，但这个速度还是太过惊世骇俗了。然而，看许飞的神情又不似作伪。两人对视一眼，暂且压住激动的心情，问道：“你当前掌握了哪种符箓？”“小光明符和清洁符，这2种符我都可以绘制了。”许飞先报了一个小料，待两人稍稍有了点心理准备，才继续道：“除此外，铁甲符的绘制方法我也掌握了。不过这种符箓难度太高，以我现在的精神力量，未必能够一次绘制成功。前2种符箓仅只有照明和清洁效果，连基础符箓都算不上。”听闻许飞掌握的是这2种，魏金鹏他们还勉强可以接受，但听到铁甲符的大名后，2位 NPC 超凡者不由再度失态。这怎么可能？钱高雄忍不住脱口而出。许飞笑了笑，自信地说：“2位若是不信，可以提供材料，我当场给你们演示一下。”魏金鹏跟钱高雄一愣，说道：“你是陈长老的弟子，怎么找我们要制符材料？陈长老走之前没给你留吗？”“用完了。”许飞理直气壮。“好吧，其实陈木的确给他留了一些练手用的基础材料，其中还包括一支普通的符笔。不过本着便宜不占白不占的原则，他肯定不会实话实说。”魏金鹏想了想，点头道：“那行吧，寻村队仓库里的确还有几份备用的材料，反正村里也没别的符师，就送给你用好了，仅限这一次，下不为例。”还真薅到了羊毛。许飞有点意外之喜，赶紧向2位超凡者表达了自己的感谢。不过送归送，该办的手续还是一样不能少的。一番登记后，许飞从寻村队的仓库里领到了4份制符材料，说白了，主要就是符纸和符墨。毕竟他要绘制的只是最低级的符箓，根本用不上什么辅材。材料到手，看到许飞手执符笔站在桌前开始酝酿，一旁围观的魏金鹏和钱高雄期待之余，也不由心里直嘀咕。学习符箓之道时间太短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许飞看着太年轻，跟符师给人的印象不符。若是年纪再带个10几岁，成为中年人，看起来就没那么违和了。就在2人的注视中，许飞平心静气，做好了画符前的一切准备。尽管这是他第一次亲手画符，但解析了小光明符后，这张符箓的结构俨然已经牢记于心，仿佛增精化过千百次一般。为了确保成功，许飞还在直觉的提醒下，提前沟通了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这个重生者留下的金手指，几乎瞬间让他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状态，仿佛有无量光明在眼前绽放。在这种意境的指引下，他本能地落下了符笔，在精心裁好的符纸上留下了第一笔。随后一语契合，笔走龙蛇，飞快地在符纸上留下了复杂的符线和一枚枚古老而又神秘的路纹。这些能够承载超凡力量的文字，有些由横竖曲扭的笔画组成，有些模仿天空云气变换形状，还有些来自山石河流野兽等身上浑然天成的纹路，种种形状不一而足。伴随着符笔的延展，许飞的精神力量也犹如实质般在笔尖飞快流淌，为这张符箓注入了真正的力量。魏金鹏和钱高雄虽然是超凡者，也用过很多符箓，但亲身观看符箓绘制过程却极少。此刻他俩看着许飞全神贯注，符箓飞快成型的模样，一时间竟然不由有些失神。顷刻之后，化开的符墨几乎被用尽之时，许飞骤然停笔，他身体微微一晃，脸上露出苍白之色，缓了一缓后才重新站稳身形，吐出了一口白气。画符对精神力量的消耗比他预想的还大，若非精神属性已经接近 1.9 点，之前又多次解析符箓，早已习惯了将精力耗空的状态，期间还有金手指把控，他是绝无可能将这张符箓成功绘出的。成了吗？魏金鹏跟钱高雄看许飞停笔，不敢贸然打扰他，等了片刻才放轻声音问道。凭借精神空间中灰色符箓的感应，许飞不用看也知道符箓成了，而且品相定然还不低。但为了保险起见，他还是对自己的人生第一张符箓动用了鉴定。小光明符，常用的不入流符箓，符箓之道入门者皆可绘制。品相上品，使用后可以凝聚一团光，持续照亮附近的黑暗，最多可维持1个时辰。注：由玩家照一制作，蕴含的法力至多可存留3月。居然是上品！许飞自己都没想到金手指的效果会如此好。他轻轻拿起这张小光明符，
朝两人展示了一下，看来今天运气不错，侥幸浮成上品。此刻，原本无字的符纸已经从空白变为神秘，其上符文黑红，诸多神秘的路纹和线条，在精神力量的勾连下隐然成为一体。乍看上去，恍惚间有一团明亮的火光被封印在纸上，摇曳不息，居然隐隐有符箓意象浮现。这真的是上品符箓啊！魏金鹏跟钱高雄看了又看，不得不瞠目结舌地承认，许飞在他们的亲眼注视下，一气呵成画出了一张上品小光明符。换句话说，眼前这位已经在符箓之道上入门了，自称一声准符师也并无不可。震撼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大喜。自周深牺牲后，这是怀庄得到的最好的喜讯，没有之一。第74章沉木归来。10分钟后，许飞从魏金鹏他们这里离开了。他的背包里除了剩余的3份绘符材料外，还多了先前流拍的那把手弩。在展现了自己符师的实力后，许飞就手弩的归属问题试探了一下两位超凡者的口风。不出所料，魏金鹏和钱高雄只迟疑了一下，就痛快地答应将手弩赠予他。这待遇若是传到其他玩家耳朵里，绝对能让他们酸到恰100克柠檬。在许飞拿到手弩的第2天，神器之地刚好进入了开服第4周。就在他开始尝试解析赤焰符体的时候，2条消息一先一后传来。首先是一条好消息，经过1周多的休养，赵天歌的伤势总算是基本稳定了。虽说半骸骨化的状态还没完全消退，但至少不会再扩散，关键时刻还有一战之力。只是动用超凡力量不能太久，否则情况会重新恶化。但不管怎么说，这位超凡者的初步恢复都让力量极度空虚的村内多了几分底气。而另一条消息则来自玩家。前职业电竞选手银光在白夜期间巡查时，斩杀了一只不入品级的怪绝，并且凭借奖励的生命源将体质提升到了 6.0 点，由此成为继许飞之后第2个达到断体后期的玩家。这个速度让许飞都有点惊讶。如无意外，这位实力和意识都很强的玩家也获得过一些特殊的机遇，否则的话，光靠巡查任务给的生命源是绝对不可能提升这么快的。不过进入断体后期后，继续提升消耗的生命源翻倍，银光的实力提升速度会放慢很多。除非有什么特别大的奇遇，否则想达到许飞现在的实力，他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在斩杀怪绝的同时，银光还提供了一条消息，当时在场的貌似还有一只强大的诡异。据他说，自己当时已经被那只诡异放出的气息震慑，整个人濒临疯狂，但不知道为何那只诡异突然离开了，并没有对他发起攻击。后来银光带着胆子在附近搜索了一下，只找到了一根可疑的白色羽毛。薛老师的威胁还没散去，村子周围又有未知诡异出现，至少也是游击。这对怀庄来说可谓是祸不单行。赵天歌伤势初步恢复的喜悦也由此被蒙上一层阴影。为了避免不安的情绪扩散，在银光汇报消息后，坐镇巡村队内的魏金鹏要求他不得将消息外泄，但这个禁令只存在了1天便失去了意义，因为就在第2天的巡查中，那只神秘的诡异再度现身。这一次他并没有中途离开，而是直接对巡查的小队发起了攻击。万幸的是，魏金鹏和钱高雄先前的安排没变，外出巡查的小队里仅仅只安排了1名 NPC 队员，其他全部都是异人。在玩家们的舍命掩护下，那名神智已经半疯的 NPC 队员侥幸逃脱，而代价就是4名玩家尽数阵亡，交了一次复活。这下消息再也掩饰不住了，整个巡村队大受震动，一时间人心再度惶惶。毕竟最近一段时间诡异出现的频率实在太高了，纵然是不知道所谓灰雾之潮前兆的普通村民都嗅到了一点异样的气息。好在4名玩家的死亡不是没有意义的，一方面他们舍命掩护 NPC 拿到了任务奖励的生命源点数，二来临死前丢出的鉴定让他们得到了一些基本的情报。复活之后，4名玩家的汇报很快让钱高雄和魏金鹏确认了新出现的诡异种类青羽蛮。这个名字让玩家们有点奇怪，因为不管是首次遭遇的荧光，还是之后被干掉的4名玩家，都找到或者看到了白色的羽毛，所以为啥要叫青羽蛮呢？这个问题魏金鹏和钱高雄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毕竟志怪图鉴上这么写，他们就这么叫。但关于青羽蛮的实力，他们倒是能给出确凿的答复。游击上尉，又是一只难缠的，甚至比血老师更强的诡异，而且青羽蛮可没有习惯暗夜活动的特性。换句话说，这种诡异随时可能现身，对离开村庄的巡村队员发起袭击。对此有点无奈的两人只能暂且下令收缩，再次停止白夜期间的巡查。但这个暂停巡查持续不了太久，因为距离本季的灰面草成熟已经不远，至多10天后，村内就必须组织动员全部壮劳力出村收割。就算有诡异，他们届时也必须这么做，
否则全村人都得饿死。收获迫在眉睫，却面临2只有几诡异的威胁，这让魏金鹏和钱高雄睡觉都在做噩梦。万幸的是，就在当天白夜即将结束时，离开的张晨、陈木从青木寨回来了。除了跟张晨同行的那名追随者外，2人此行还带回了一名青木寨的使者白青青，赫然是一位少见的女性超凡者。她的任务是接替白远之，暂时坐镇怀庄，观察突然降临的异人。如果有必要的话，也可以充作怀庄和青木寨之间的信使。2位长老还有白上使，欢迎回到怀庄。看到一下多了4位超凡，压力山大的魏金鹏、钱高雄都快激动的哭了。天知道，没有符师坐镇的这1周多时间，他俩的心理阴影有多大。现在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对玩家来说，2位向来神秘难以接触的符师去而复返，倒没什么特别的感觉。但新出现的白青青，这位相貌还算清秀的女性 NPC 超凡者，对玩家们来说吸引力可就太大了。而这位负责观察艺人们的青木寨使者，也很快体验到了什么叫玩家的热情。白小姐，你身上有隐藏任务吗？白青青结婚了没？是我老婆的。卧槽，有曹贼！白姑娘。片刻之后，这位原本对艺人抱有好奇的使者就花容失色，在魏金鹏的掩护下还摆脱了玩家们的热情，心有余悸的落荒而逃。而同一时间，得知老师归来，早已翘首以待的许飞赶紧主动找上了门。哟，这么心急啊！看到许飞进门，安然躺在躺椅上享受侍女垂肩的陈木就猜到了他的来意。老实说哪里话，主要是担心您的安全，所以过来探望一下。许飞睁着眼睛说瞎话，脸都不带红一下的。你呀！陈木笑骂了一句，摇摇头，从袖子里拿出了一个精致的盒子，丢给了他。第75章调配魔药。谢谢老师。道谢之余，许飞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盒子，毕竟这里面装的东西可是他能否顺利踏足超凡的关键。这做工精致的盒子虽然不大，但里面的东西却不少。除了6、7份颜色各异的超凡材料外，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纸条，一份薄薄的图册。许飞首先看向纸条，就在他伸手去拿时，纸条上有一枚树眼状的封印路纹，感觉到他的动作自动亮了起来，一股无形的力量浮现，制止了许飞。如果选择强行破开，纸条就会立刻自毁。居然还有密码，不好意思，差点忘了这个。陈木露出一个歉意神情，解释说这封印非我所加，而是拥有雾影魔药配方的那位老朋友添加的。说罢，他起身来到许飞面前，手指调动超凡之力，在封印路纹上虚空勾勒了几笔，封印路纹随即便消失了，就很神奇。折叠的纸条自动舒展开来，露出了上面记载的内容。雾影魔药的配方，需要主材迷雾之树的树胶1块，辅助材料纯水 X 1勺，幻影蝶粉末 X 1包，邪影草金须 X 3根，气灵树的果实 X 1枚。调配方法如下：注：一种少见的下品魔药。这配方的计量单位是不是有点太随意了？一眼看过去，许飞忍不住在心里吐槽：1根、1枚什么的还能理解，这1勺、1包是什么鬼？喝咖啡的咖啡勺和盛水的那种大勺，能是一个概念吗？反复看了几遍，将配方记在心里，许飞就自己的疑惑再度询问了老师：不要把魔药的调配想象成普通人在熬草药。陈木摇了摇头，还是那句话，在超凡体系中，概念很重要。1勺纯水，多些少些，其实完全不影响魔药的效果。如果某样材料你实在拿不准的话，就宁多勿少，剩余的材料自然会被成型的魔药排斥，不会混杂。见许飞似乎还是有些将信将疑，陈木无奈道：不信的话，等你实际动手配置的时候，自然就明白了。既然陈木说的这么笃定，那许飞肯定只能相信。或许他的实力提升速度比老师快很多，但在超凡的道路上，自己还差得很远。暂且收起配方，许飞查看起那本薄薄的图册，里面的内容是雾影魔药对应的仪式，其中包括一幅仪式阵图。阵图外围是一款完美的圆形，里侧有象征雾气和隐匿权柄的符号，以及许多许飞暂时还看不懂的图案。除此外，图册中还记载了一些发动仪式的注意事项和禁忌条款，密密麻麻，足足列了10几条。这么复杂？许飞粗略看了一遍，觉得头有点大。仅仅是晋级1阶超凡者，就需要如此多材料的和手续，若是将来晋级高阶超凡者，许飞都有点不敢想了。配方、仪式阵图、所需辅材都已经给你了，不过我建议你不必着急，刚达到断体期巅峰就急于冲击超凡境界，成功率势必会有一些影响，最好是能稳。你实力怎么又涨了？陈木善意叮嘱着自己的弟子，同时习惯性用感知探查了一下，语气一噎，后面的话便再也说不下去了。不是刚达到断体巅峰吗？怎么自己才离开1周多一点，实力又涨了这么多？不仅仅是体质接近极限，就连精神力量好像都变强了。
虽说具体的幅度说不准，但一下子提高了大半，这种明显的变化他还是能觉察出来的。要不要这么离谱啊？你别告诉我最近又有所顿悟，侥幸突破了吧？见许飞开口要解释，陈木直接预判打断了他的话。这……许飞摸了摸头。虽说这个网文主角曾经用烂了的动作并不讨喜，但眼下除了这个动作，他实在不知道啥动作更适合眼下的场景了。其实还真不是顿悟，而是跟无序之药有关。想了想，他还是把几天前的特殊随机事件大概说了一下。从空间里面带出来的古董变成泡影消失了，能强化人属性的壁画，壁画的内容还有日月星辰。陈木的好奇心被许飞提了起来，接连追问了好一些问题，才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但究竟想到了什么，他并没说，只告诉了许飞一点皮毛。你发现的那座陵墓，其身处的时代应该是万年前灰雾刚降临初期。同时，你们几个进入的空间应该不是真实的陵墓，只是它的一个投影。许飞点点头，在大鹏的瓜将诸多截图贴到论坛上后，无数云玩家提出了很多分析和推断，其中就有几种跟陈木的结论相近。现在算是得到了官方确认。好吧，话题扯得稍微有点远。得知许飞体质属性已然完全满足晋升要求，陈木便不再阻止许飞冲击超凡。不仅如此，他还将冲击超凡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以及自己知道的一些经验教训尽数传授给了许飞。这些经验可能乍看上去不起眼，但万一遇到，说不定就能凭空提高你半成甚至1成的成功率，晋升后的实力也更强，可以说是相当珍贵了。没有背景的底层超凡者，虽然也能从大势力那里获得这些隐秘的知识，但势必要为其卖命更久，才能恢复自由之身。在大规模公测后，玩家们或许有颠覆这种秩序的一天，但至少现在区50名手册玩家还远不足以改变这个世界。稍后，在陈木的带领下，许飞进入了村子中央那座没有门窗的神秘2层石楼。怀庄储存的大部分超凡资源、调配魔药和制作符箓所需的工具、供养出火祭坛的新柴等等，都存放于这座被重重加固的石楼中，根本不需要火把和照明工具，光这些零碎的超凡材料放出的光芒，都足以将这里照映成一片五彩的宝地。看来怀庄这么多年的积累，还是有一点家底的嘛。许飞一边打量，一边四下丢鉴定，直到被陈木催促，才跟着走上石楼2层，来到了一张酷似试验台的石桌前。第76章晋升仪式。先倒入1勺纯水。在陈木的坐镇指点下，许飞很快开始人生的首次魔药调配。高中学化学时做的各种实验，让他多少有一点底气。拿起不知道何种材质的木勺，往面前的铁锅里舀了1勺蒸馏后的纯水，随后依次往里倒入了幻影蝶粉末、邪影草金须。散发着迷离光芒的粉末和卷曲的邪影草金须刚接触，便发出了哗啦啦的声响。在许飞的缓慢搅拌下，2种超凡材料很快融入纯水中，让锅内的液体变成了粘稠的浅灰色，隐隐散发着一种奇怪的香气。做得不错，陈木赞许地夸奖了一声，也不知道是出于真心，还是仅仅想让许飞放松一些，不用那么紧张。但不管怎么说，得到一位超凡者的肯定，许飞心中的确踏实不少。他定了定神，按配方上的说明，加入了从中切开的气灵树果实。只有核桃大小的气灵树果实悄无声息地融入浅灰色的液体中，似乎并引起任何变化。许飞回头瞥了陈木一眼，见他老神在，没有任何表示，知道应该没什么问题，于是继续按配方上的说明，依次放入了余下3种材料。锅里的液体变得越发浓稠起来，甚至还像沸腾的开水一般冒出咕嘟咕嘟的气泡。然后就是至关重要的主材。眼见所有辅材都已经融合完毕，许飞深吸一口气，将那块迷雾之树的树胶丢了进去。砰！类似热油浇到火上引发的炸响声一般，虚幻的雾气猛然间扩散开来，转眼间就将2人笼罩。在这雾气之中，许飞似乎看到了许多无形之物，又似乎什么都没看到。数秒钟后，雾气重新塌缩回来，重新沉入铁锅之中。此时锅内已经没有任何材料，只剩下了一块深灰色被一层朦胧雾气萦绕的果冻状药膏，看起来忽而真实存在，忽而缥缈似无。它有着奇特的特性，彼此间互相吸引，即便人为将其分开，也会重新蠕动着融合为一块，就仿佛有生命一般。恭喜，你的雾影魔药成了。陈木的话将许飞从沉静状态中唤醒，看着眼前亲手调配的魔药，他习惯性地丢出了鉴定。氤氲光芒浮现，系统确认了这份魔药的成功。果然神奇。许飞一边在心里感叹，一边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木碗，将魔药盛入其中。接下来就是等待仪式最适宜的时间了。雾影魔药对应仪式的时间有2个，暗夜出灵或者白夜出灵均可。如果更侧重于影的元素，可以考虑在暗夜出灵举行仪式；若更看重雾，则白夜出灵更为合适。2个选择无所谓哪个更好，全看你自己的想法。在这件事上，
陈木不打算发表意见。一方面，两个不同时间的差异其实很小，可能连半成都不到；另一方面，万一将来许飞后悔了，他可是要背锅的。既如此，许飞略一沉吟，便做出决定。他觉得制造雾气的范围大一点小一点其实不那么重要，身处雾气中的隐秘效果或许更为关键，说不定就能帮他骗过一只诡异的感知。那么仪式举行的时间就定在暗夜初临之时。刚好陈木回村的时间本就很晚，再经过先前一阵耽搁，此刻距离暗夜到来已经不远，他便立刻开始着手准备仪式阵图。因为雾隐魔药仪式的举行地点必须位于空旷的野外，两人带上工具来到了村子边缘一处无人的角落。有老师帮忙护法，许飞倒也不由担心会被谁打扰。对超凡者来说，徒手化圆是基本功中的基本功，但对没专门练过的许飞来说，不借助工具还真难做到。为此，他不得不再请老师帮了个忙，剩下的活就是许飞自己动手了。借助木尺和沾了银粉的画笔，对照仪式阵图，他蹲在平整的地面上，一点点画出了复杂的图案。完成之后，许飞生怕哪里不对，导致仪式晋升失败，又反复对照了2遍才放心。出现失控变成怪物什么的还是次要的，无非是一次复活。但要是魔药没了，他可不知道从哪再凑出一份雾隐魔药出来。最后就是静待时机了。陈木也不着急，就负手站在旁边，闭着眼睛，似乎在休息。很快，村子中央的祭坛方向，火焰剧烈燃烧起来。不远的村子边界外，黑暗也骤然深沉，灰色的雾气汹涌而来。暗夜降临了。见许飞站到了仪式阵图中央，端着盛有魔药的木碗，似乎有些迟疑。陈木忽然开口：“不必迟疑，你已经准备得很好，记住我说的那些要点，直接吞服即可。越在意得失，失败的可能性反而越高。”许飞默默点头，站直身子，一仰头，将木碗里的魔药喝下。刚开始一小会，除了有些阴冷滑腻外，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但很快，一种说不出道不明的、令人想要呕吐的感觉从胃里传来。下一刻，雾隐魔药急速化开，融入他体内的每一处。许飞只觉得自己整个身体都膨胀起来，眼前也迅速变得模糊。恍惚之间，他看到无穷的雾气从自己体内冒出，朝四周扩散开来。他的精神似乎也寄托在这些雾气之上，一并跟着朝周围延展，并且很快突破了一道有若实质的束缚。莫名的，许飞有种明悟，他已经暂时打破了10点0点的人体极限。但就在这些雾气还在继续朝四周扩散时，他脚下的仪式突然有了动静。神秘的共鸣中，无形的力场将雾气牢牢约束，让他们始终围绕在许飞周围，无法彻底散开。逐渐适应了这一幕的许飞，很快回忆起陈木叮嘱的一些要点。他努力收敛着扩散的精神力量，以及那些跟他产生联系的雾气，试图将它们重新约束回体内。而就在这个过程中，魔药跟他的身体彻底融合，成为了真正的一体。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开始刷屏：你吞服了雾隐魔药，开始晋升超凡仪式；你突破了普通人体质极限，属性开始提升；你的体质增加 0.1 点；你的体质增加 0.1 点；你的精神增加 0.1 点。第77章天命雾之隐者。魔药对体质的强化幅度比许飞预想的还要高。当体质连续提高了7波，精神力量连续提高了12波后，从许飞体内溢出的雾气和精神力尽数被他收回，化作一缕缕灰色的气流，在他体内缓缓流淌。这些流转的灰色气流便是所谓的超凡之力。而这场晋升也终于接近了尾声。恭喜，成功晋升为1阶超凡者。天命激活中。作为手册玩家专属福利，你创建的首个角色的天命将必定激活，且必定跟晋升时所选的魔药契合。恭喜，激活了天命雾之隐者。雾之隐者，当你置身于自己制造的雾气中时，隐匿效果将得到大幅加强，即便进行移动、攻击、施法，依旧能保持隐匿状态。伴随着系统提示，许飞能感到自己在游戏中的身体正在发生某种变化。这种变化难以用语言描述，但确实存在，可谓玄妙非常。当这种无形的变化酝酿完成时，一道神秘莫测、包含了无穷信息的缥缈气息从他体内深处浮现。游走了几圈后，这股缥缈虚幻的气息才重新沉寂下来。许飞的手背上悄然多出了一道灰色的符箓状印记，持续数秒后，印记逐渐消退，最终化作无形。但只要他心念一动，这个天命印记随时能够再次出现。大约是从凡俗晋升超凡，实力提升跨度太大的缘故，又或者跟闻所未闻的天命系统有关，许飞只觉得自己头有些胀痛，眼前的一切也朦朦胧胧，多了许多虚幻的重影。他用力晃了晃脑袋，努力收敛着精神力量，如此适应了片刻，才逐步恢复正常。系统界面，随着许飞的召唤，熟悉的虚幻光幕浮现，但这一次上面的内容有了巨大的变化。角色姓名：
赵一。游戏年龄25岁，实力境界超凡一阶，体质10.5点，精神3.1点，掌握魔药雾影魔药下品，天命雾之隐者，当前状态正常，可复活次数5/5次。看着焕然一新的属性，许飞满意之余，也不由对突然出现的天命产生了一些疑惑。毕竟不管是看过的超凡典籍，还是陈木等超凡者，都没跟他提过这个词。难不成这是玩家专属的系统？好在系统给予了简单的引导说明，让他明白了大概情况。所谓的天命可以理解为一些网络游戏中的命格或者天赋系统。据说神器之地的每个人，包括 NPC 和玩家，降临世间时都会获得一个天命，但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其天命都是处于沉寂状态的。唯有首次踏入超凡，生命本质有了跃迁，且自己晋升时服用的魔药和沉寂的天命相契合，才有极低的几率在晋升成功的那一刻激活自己的天命。然而魔药的种类成百上千，而天命在沉寂时却没有任何手段能检测，因此两者恰好契合的概率不亚于在没概率 UP 的池子中强行抽指定 SSR 卡，而且还必须一发入魂。本身想激活天命就已经万中无一了，再加上这一发入魂的限制，跟买彩票中大奖也差不多了。整个青木寨近几十年来都没有一个激活了天命的超凡者，正因为如此稀少，比浮尸出现的几率还低，所以不管是超凡典籍还是陈木才都没提这件事。居然这么稀罕，短暂的喜悦之后，许飞心里反而有点不情愿了。天命越难得，证明手册玩家的首个角色就越值钱，对他们的变相限制也越大。万一自己用完了5次复活次数，再建的号却没有了新手礼包，也没能激活天命，岂不是血亏？从这个角度上说，自己选了一个保命能力强的魔药，反而是意外之喜了。看来自己日后游戏必须要更加慎重了，能一次不死，最好就一次不死，以免浪费了这个天胡开局的角色。一入超凡，如同鱼跃龙门，从此便海阔天空，有了主宰自己命运的可能。恭喜恭喜！见许飞晋级成功后，似乎在原地对着空气发呆，陈木以为他还没适应这种转变，笑眯眯地走了上来，送上了自己的祝贺。被陈木的话打断思路，许飞回过神来，低头打量了一下自己，这就是超凡吗？好像也没看出什么特殊之处。见状，陈木拿出一面镜子，凑到了他的面前。许飞仔细打量一番，发现变化还是有的。他的双眼变得更加明亮深邃，呼吸之间，鼻孔中也有淡淡的雾气冒出。对超凡境界有一些基本了解的许飞知道，这是他刚晋升超凡，对魔药力量掌握还不够稳固的情况，只需要过几天适应了超凡之力，这些小小的异象就会恢复如初。除此外，无形的变化也是有的。精神属性的空前强大，让他感知能力再上一个台阶，眼前的一切仿佛都清晰了许多，分辨率从 1080P 直接升级到了蓝光，听力、嗅觉等等也都有相应提升。我能在这里试验一下超凡能力吗？他试探问道。当然。陈木的许可才出口，细微的如同水流般的花声便凭空响起。随后无数浅灰色的雾气从许飞体内涌出，朝四周急速扩散开来。转瞬间，这雾气便将方圆30-40米的区域笼罩起来。几乎是同时，许飞的身形变得透明起来，存在气息也迅速消散，完美的融入了这团雾气中。天命雾之隐者悄然生效，进一步强化了这个过程。别说是同阶的超凡者，就算实力比他高出1阶，甚至2阶，都未必能发现他的存在。身处于这雾气中，许飞莫名有种安全感和亲切感。此刻，在外人眼中，这雾气浓郁而又奇怪，仿佛有无形的力量将他们压缩在当前区域，就算有风也无法吹散。而在许飞感知中，这雾气成为了他精神力量的延伸。只要他心念一动，雾气内的任何变化便都处于他的掌控中。随着自己的走动，这片雾气也在跟着缓慢移动，始终处于精神力量支配范围内。此外，雾气的范围也并非固定不变的。第78章二侧开启。方圆30-40米是许飞正常情况下的有效掌控范围。这种状态下，他现在的超凡之力大致可以维持10分钟，但在超凡之力的强行催动下，雾气范围还能进一步扩大。只不过边缘区域的雾气，不管是掌控程度还是感知的精准度都会大幅下降，超凡之力的消耗速度也会急剧增加。与之相比，将雾气范围缩小就容易多了。许飞心念一动，雾气便急速缩回到他身前，犹如外面罩了一层灰色雨衣，将他面孔身形尽数遮掩。就算是最熟悉的人，也无法透过这层雾气看清他的相貌、身材。没想到这个魔药居然还能用来伪装。除了掌控自己制造的雾气外，许飞也能掌控村外存在的灰雾。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将灰雾推开，
在自己周围形成一片安全的真空区，还可以用自己制造的雾气取代灰雾，将它们排斥开来。这样既不至于让自己太显眼，也不至于因为失去雾气的掩护而无法隐身。当然，以上这些粗浅的运用方法，只是许飞仓促间想到的。他有理由相信，随着对雾影魔药掌控的熟练，自己还能开发出更多的运用窍门。不错，刚晋级超凡就能将能力运用到这个地步，已经相当难得了。陈木亲眼目睹了许飞晋升的全过程，这声称赞可以说是发自内心。但就在许飞想谦虚几句的时候，突然蹦出来的全服公告让他傻眼了，也让全体手册玩家和论坛上无数的云玩家为之沸腾。二册开启和停机维护公告。亲爱的玩家们，由于系统检测到首位玩家超凡者诞生，触发了预设的二册开启条件，我们决定在1个小时后对游戏进行紧急停机维护。本次停机维护8小时，期间玩家将无法登录。更新之后，游戏版本将升级到 1.2 版本。主要更新内容包括以下几部分。第一部分，游戏平衡性和 bug 维护。新版本继续对游戏平衡性做了调整，并修复了若干 bug， 以尽可能的提升玩家们的游戏体验。第二部分，开放更多测试玩家名额。应玩家们的强烈要求，二册玩家总人数将大幅扩充到1000人，包括首册50人，二册邀请书50个，新发放900个名额，详情参见论坛。考虑到首位玩家超凡者实力提升速度过快，首册玩家之间实力差距过大，系统将在本次停机维护前提前发放停机维护补偿5点生命元，以供首册玩家兑换二册资格邀请书。第三部分，开放更多新手村。二册开启后，除现有的怀庄外，系统还将开放最近的4座村落，充作新手降临点，每座村落容纳玩家上限为200人。祝各位游戏愉快！公告一出，激起千层浪。继之前那次版本更新超凡符箓现世后，玩家们再一次炸了锅。二册开了，由于此刻已经是暗夜，还坚持在线的玩家只剩下不足30人。看到公告，原本安静的聊天栏瞬间犹如沸腾的开水一般，就连万年潜水的玩家都浮出水面了。糖醋排骨怎么突然就开二册了？仗剑江湖，卧槽，我正在参加巡夜任务呢，咋回事？王五，大新闻啊！玄冥三老，惊了！钱多多，哪位老哥这么猛，直接超凡了？我咋才断体中期呢？话说都二册了，为啥还不开放充值渠道啊？我还等着氪金呢。还是说这游戏不打算挣钱了？法外狂徒超凡了？谁超凡了？天外飞仙，你们没看公告吗？有玩家成为超凡者了，才触发了二册开启的条件。这下现实世界真的要变天了。仗剑江湖刀刀烈火，该不会是你吧？都是大鹏的瓜，我记得是昨天吧。荧光老哥才刚断体后期，体质属性离人类极限还差了3-4点，职业电竞选手尚且差这么多，其他人怎么可能这么快？九剑仙狗策划亲儿子实锤了。刀刀烈火仗剑江湖，别闹，我什么实力你不知道？起码还要2天才能进断体后期，更不用说超凡了。金色传说，谁先成为超凡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想好把二册资格邀请书送给谁了吗？此言一出，刷屏的聊天栏瞬间安静了一下，随后才重新恢复先前的热度。都是大鹏的瓜，策划大果然还是爱我们的，居然提前给发了停机维护补偿，不然的话我一时半会还真拿不出兑换二册资格书的生命源。玄冥三老早就想好了，回头就送给我哥，他缠着问我要10天了。钱多多，兄弟们先别急着填名字，本人高价收购二册资格，10万一个名额，起码收5个，支持现金转账和当面交易。如果对价格不满意，咱们还可以私聊。10万一个，收二册资格，放到现实中的网游，足以惊动全网的网友，成为一时的关注热点。但这个价格显然还远不是上限，几乎是顷刻间就有更多玩家开始竞相加价，甚至有玩家试图当黄牛，准备拿下资格后当黄牛，到论坛上找其他人转卖。或许普通云玩家舍不得出那个钱，但一些大的游戏公司、互联网巨头，甚至是国家势力，想必绝对愿意1掷万金，只为求一个验证超凡力量的资格。世事就是这么奇妙，如果一个东西没人追捧，那价格越降越没人买。反之，就算不断加价，卖家也会选择惜售。眼下情况就是如此。在钱多多刚发言时，在线的玩家中还有几人动了下心思，可当更多玩家争相开出高价后，居然没有一个当众表态愿意卖得了。一些玩家从商城兑换了资格书后，更是拍了截图，直接下线来到论坛，在论坛上寻找买家。毕竟手册玩家只有50人，所谓的土豪也只是相对而言，但关注游戏论坛的人数如今却早已经破亿，跟真正的买家比起来，10万、20万不过只是一个笑话。
得知二册开启的那一刻，论坛上潜伏的无数大公司、势力、神豪们的代言人就已经喊出了百万、千万的收购价格，并且发动了大量的人力，无限人工回帖置顶。在近乎实证的超凡面前，钱算得了什么？第79章夜色深沉，真是疯狂的一幕啊！下线之后，稍微浏览了一下热度爆表的游戏论坛，许飞不由发出感叹：高价求购账号的，得意洋洋炫耀刚抽到的二册资格的，因为没被抽中而气急败坏的，试图联名抗议让官方开放更多名额的，纵然现在是深夜，论坛也有了多个分区，各分区里新出现的帖子仍旧犹如瀑布般在刷屏，就连究竟是谁率先达到超凡，都被二册资格的热度给压下了。好在官方发布的二册相关说明帖子被高亮置顶显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找到。点进去看了片刻，许飞很快对二册名额的具体抽取规则有了认知。跟首册一样，新发放的900个二册名额也是从全体预约玩家中随机选取，而且同样无法交易。至于所谓的随机是真随机，还是后台另有一套筛选机制，许飞就无从得知了。但不管怎么说，在确定新放出来的900个名额无法交易的情况下，整个游戏论坛中能交易的二册名额只剩下50名首册玩家手上的那个邀请资格。需求越发火爆，但供给却大幅减少，可想而知二册名额到底有多炙手可热了。许飞在论坛中虽然设置了拒收陌生人的私信，但并非所有玩家都像他这么淡定。不止一名熟悉的手册玩家在跟人合作后，担当起前客、受人之托，通过论坛私信询问起他手上的那个资格。这种私信爆出的收购价码，往往比论坛外面的更惊人，可信度也更高，就连许飞都忍不住有点动心。不过稍稍冷静后，他很快还是压下了冲动。在超凡即将显示、现实世界大变在即的情况下，单纯的钱财其实没什么意义。就算许飞真要出卖手上的资格，肯定也要优先换取游戏里能帮助自己发展的超凡资源，比如各种鬼物、符箓和超凡典籍等等。罢了，资格摆在那里，二册结束前随时都能出手，自己没必要着急，还是先去睡觉吧。一觉醒来，正好停机维护完毕，还有很多事要做呢。打定主意，许飞去浴室洗了个澡，准备安心睡觉。远处的霓虹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黑暗静谧的屋内。今夜很多人彻夜难眠，其中就包括华国特事处的首位处长。不知道是不是错觉，这位心思缜密、观察力敏锐的男人，总觉得今天的夜晚似乎比以往要更加深沉。一夜无话，毕竟是二册开启第一天，起床解决了早饭后，许飞迫不及待地登录了游戏，准备见证一下历史。白光亮起，许飞出现在游戏中。出去逛了一圈，第一反应就是热闹和喧哗。由于怀庄寨的 NPC 们已经熟悉了异人的存在，不会将突然降临的异人当成怪物砍了，所以新创号的150名二册玩家直接降生在了出火祭坛旁边。不出意外，这些只能在论坛上看截图、头次感受虚拟游戏的玩家们被超高真实度给震惊了，做出了种种奇葩行径。一时间，怀庄被这些新玩家搞得鸡飞狗跳。不过，虽说新人们身上都穿着一样的新手布衣，但许飞注意到人群中有几位的举止明显跟其他玩家不同。他们虽然也震惊于游戏的真实，但很快便冷静下来，用锐利的目光仔细打量着四周，似乎在通过村子的各处细节推断、总结这个世界的情报。那位气质铁血干练、一举一动都有板有眼的魁梧男子，怎么看都有点像军人啊。还有那位身上的学者气质简直扑面而来，掩饰都掩饰不住。会是官方的人吗？看来国家也已经注意到这款游戏，并且有实质性的动作了，这倒不是坏事。另外，许飞还在人群中看到了几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友人。说是友人，其实也不过是戏谑的称呼罢了。真要深究起来，敌人的可能性反而更大一些。有机会的话，倒是可以顺手针对一下。除了新玩家外，50名老玩家绝大多数也都在场。他们或是看热闹，或是准备成立小团体招纳新人，还有一些将二册资格送给了自己的亲友，此刻正在祭坛旁边迎接。得知又有大批异人降临，江村长、巡村队的几位超凡者也纷纷赶来。他们的神情既惊奇又烦恼。异人们的存在虽然给他们带来不少好处，但麻烦的地方同样也不少。先前50名异人就已经让村里颇为头疼了，眼下足足多了150人，只怕远远超出了村里能接纳的上限啊。总算有之前的接待经验，江村长很快安排人开始给这些新玩家准备住所、新建房屋。平静的怀庄顿时变成了一处大型建筑工地。前来帮忙的 NPC 们也再度享受了一波被异人们骚扰、索要任务的恐怖。另一边，距离怀庄最近的4座村庄南水庄、柳村、安阳村、连家堡，其村外不远也各自降临了200名左右的异人。青木寨不得不再度通过出火祭坛进行了大范围的共鸣，同时传讯给这4座村庄，让他们组织人手出村接人，且务必要好生接待。
由于神器之地中各地消息的闭塞，这4座村庄的 NPC 们在今天之前仍旧不知道怀庄的变故。但今日之后，异人们第4天灾的大鸣将响彻这方圆近100里地域，让这些 NPC 永生难忘。稍微围观了片刻，见热闹看得差不多了，许飞婉拒了几位新玩家试图加好友或者求带的要求，动身赶往了陈木家。刚开服的前几周，由于属性低，效率太差，以至于金手指的效果并不是很明显，要耗费10多天才能解析一张符箓。但晋级超凡者后，他的精神属性大幅提升，解析符箓的效率再度暴涨。现如今，铁甲符、侧鬼符之类的符箓2、3天就能解析完毕，甚至有能力将他们亲手绘出。从重生者那里获得的金手指，才终于有了几分名副其实。许飞此次去找陈木，就是请他开放画符所需的资源。另一方面，虽然成功晋级超凡者，但对后续的超凡道路，许飞了解还相当有限，正好借这个机会请教一番。第80章，超凡道路。刚进门，许飞还没来及问好，陈木道抢先问了他一个问题：我听说又有一人降临了，这次的人数比你们那一波还要多。许飞心道，没想到你消息还挺灵通。不过转念一想，150名新玩家降临，那动静只要不是聋子，恐怕都能听到。陈木有所耳闻，还真不出奇。老师所知无误，却有一批异人降临。许飞顿了下，又补充了一条消息：据我们所知，除了怀庄的，周围4个村庄也各有一批异人降临。将我们那批也算上，现如今异人总数不下1000人。这么多？陈木有点惊讶。他回忆了一下怀庄附近的地形，忍不住问道：距离怀庄最近的村庄也有40里吧？这消息你是如何得知的？这个吗？老师可以当成复活能力一样，也是我们异人特有的本事。许飞只能这么解释道。陈木的脸上瞬间多了点无奈。你们异人族得到了神灵的祝福吗？到底哪来那么多特有能力？但许飞都这么说了，他也知道大概的确没有其他可能，便不再纠结，而是问了一个更聪明的问题：你们异人到底有多少人？既然今日能降临1000人，那日后会不会还有更多异人出现？许飞不得不佩服自己老师的敏锐，一下子就看出了问题的关键。他答道：异人的数量可能远比老师你想的要多。虽然暂时还不确定下一波异人何时何地降临，但只怕是迟早的事，远比我想的多。陈木心中大受震动，1万人、10万人，甚至100万人。如果真有那么多实力提升飞快，且人人有复活能力的异人出现，陈木有点难以想象那个情形了。他沉默了好一会，才将这个话题暂且压在心中，抬头看向许飞，关心道：一夜过去，你的状况怎么样了？还有没有异常的地方？托老师的福，晋升超凡的异常已经完全消失了。如此回答后，他表明自己的来意。不过，虽已成就超凡，但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我心里还有些没底，请老师不吝赐教。陈木微微颔首道：这个问题你不问，下次我也会主动告诉你。他组织了一下措辞，开始给许飞详细说明。想知道后续的超凡道路怎么走，首先要知道超凡体系的划分。按如今的通行惯例，掌握了一个下品魔药，便可晋级一阶超凡者。将这个魔药完全消化后，便可再吞服一种下品魔药，晋级2阶超凡。2种下品魔药之间最好是可以彼此配合，这样形成的搭配才更强。即便难以互补，也必须要保证一点，就是不能彼此排斥，否则轻则晋升失败，重则直接失控，沦为怪物。在超凡领域里，又将1、2阶超凡者合称为下位超凡。同为下位超凡，实力没有质的区别，只是掌握的魔药能力多一种。从3阶开始，超凡者便能掌握吞服中品魔药，实力大增。中品魔药的种类必须跟之前的2种下品魔药有关联，最好是他们的进阶或者扩展，否则的话同样会出现进阶失败的情况。3、4阶超凡者被合称为中位超凡。同理，从5阶超凡者开始便有了吞服高品魔药的资格，其他规则同上。5、6阶被合称为高位超凡。再往上的话就踏足了圣者的境界。即便是我对圣者也没什么了解，只有一些道听途说的情报。据说他们已经超凡入圣，实力跟传说中的神灵无异，寿命也远超常人，是我们无法企及的存在。陈木的话让许飞对超凡道路有了一个更进一步的认知。在这之前，他已经多次听说人族圣者这个概念，但圣者究竟有多强，比他高多少境界，却始终是个谜。今日他总算知道了自己跟圣者的差距，至少6阶。路线我已知晓，那我该如何消化魔药呢？玩家们可以用生命源点数加快这个过程，但 NPC 们可没有。许飞想知道的就是 NPC 们的正常方法。陈木略一沉吟，答道：这个问题没有定论。主流的方法有2种，一是多练习，多在战斗中使用魔药能力，
第二，可以尝试开发更多对魔药能力的运用方式，如果能找到某种新奇的、特别适合自己的战斗方式，或许可以大大加快魔药的消化。许飞暗暗记下老师的话，又问道：“那我如何知道自己的魔药已经完全消化呢？”陈木耸了耸肩，相信自己的灵性，当魔药消化的时候，你自然会知道。听起来好像有点唯心论的样子，不过这个世界的超凡力量真实存在，许飞也曾在游戏里感受过直觉的指引，所以倒也没有怀疑。再次感谢了一番老师的解答后，许飞话锋一转，提到了自己的第二个目的。什么？你已经能绘制小光明符、清洁符了？如同刚得知此事的魏金鹏一样，陈木的惊讶也是溢于言表。许飞默默向他展示了自己才绘制的符箓，随后说：“这次晋升超凡后，弟子有所预感，不仅仅是这2种符箓，就连铁甲符都能亲手绘制，只是还需要多尝试几次。若是再给1周时间，就连侧鬼符、赤焰符，弟子都有信心掌握绘制之法。”陈木明显是被这个效率打击到了，半天没能说出一句话。你知道我当初学会这些符箓的绘制方法到底用了多久吗？他看着许飞，最终还是没说出答案，只是苦笑着道：“看来日后是你们一人的天下了。也罢，既然你已经能绘制基础符箓，那从今日起，为师便会将相关符箓的绘制任务逐步移交给你。以陈木如今的实力，绘制这种基础符箓对他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完全是机械劳动，还要消耗自身精力。有人愿意免费代劳，真是打着灯笼都找不到的好事。哦，对了，还有一点要交代，符箓的绘制不是100%能成功的。像为师这种被青木寨派出来坐镇各地村庄的符师，绘制基础符箓能享受一个73的优惠。”第81章符箓的性价比。所谓的73优惠是什么？许飞有所猜测，但又不太确定。意思是说，怀庄提供10份制符材料，为师只需要给出7张成品符箓即可。当然，其中还有一些别的条件，比如品相为下品的符箓比例不能高于1半。至于剩下的3份制符材料，究竟是制作失败还是其他，村里不会过问。只要你有能力，将多余的材料全据为己有也无妨。合理合法的摊墨，居然还有这种好事！许飞眼前一亮，越发感觉到符师复职前途的坦荡光明。他想了下，忍不住追问道：“如果弟子绘制出品相为上品甚至极品的符箓呢？”陈木哑然失笑道：“上品符箓的话，只要制符材料精良，符师用心，还是有一点机会的。想绘出极品品相的符箓，可就没那么容易了。需要符师对这种符箓的绘制之法了然于胸，甚至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即便如此，还要讲究几分运气，才有一定几率绘出。”话音才落，陈木忽然想起，这条规律对正常符师没错，但眼前的这位可是异人啊。他盯着许飞，叹气道：“好吧，我忘了异人们是不讲道理的。一般而言，同类符箓上品的价值比中品高出2成，而极品品相的符箓价值比中品高出1倍。换句话说，如果你能保证绘制的每张符箓品相都是极品，只需要缴纳4张符箓就足以完成任务，甚至还有所超出。这么爽！”许飞又惊又喜，自己有重生者林叶霄的金手指，符成上品可谓轻而易举。纵然是画出极品品相符箓，概率也远超普通符师。有这条潜规则，或许自己日后再也不用担心画符的材料从哪来了。诺，这个就是本月怀庄巡村队所需的符箓种类，你想接哪种符箓的绘制任务，可以自己勾选，余下的是为师的。说着，陈木递过来一份清单，待许飞接过来慢慢浏览，他又叮嘱道：“有些话需要说在前面，虽说新进的准符师在制符成功率上有一些宽容和优待，但若是失败率太高的话，总归有些说不过去，而且也丢为师的脸面。所以建议你不要贪多求全，只选自己最有把握的那种。老师放心，弟子心里有数。”从清单上来看，怀庄每个月需要的符箓还是挺多的，总数不下1000张。2名符师平均每人每天都要绘制10几、20张符，才能满足基本需求。若是遇到一些突发情况，还会临时加塞一批紧急制符任务。先前遭遇薛老师袭击时，村里给巡村队员发放了一批辟邪符，就是这么来的。从这个角度上说，2位符师的任务还是挺艰巨的，也难怪周深得知许飞有符师资质后会表现得那么高兴。不过若是从符箓的种类、级别来看，这1000余张符箓其实又非常单一、基础，其中70%以上的符箓都是侧鬼符，另外2成半的符箓是赤焰符，其余所有符箓加起来才占了最后半成。至于许飞为了防身而率先解析的铁甲符，在清单里面压根就不存在。刚注意到这点时，许飞还有点意外，不明白自己的首选为啥跟 NPC 的选择存在这么大的偏差。花了一点时间思考后，他才想明白，最可能的原因只有一个：性价比太低。铁甲符能防住的诡异、怪绝，普通巡村队员只要足够谨慎，完全有机会凭借自己的力量与其周旋、逃生、
甚至反杀。而铁甲符防不住的怪物，普通寻村队员遇上几乎必死，无非是有了铁甲符可以晚死1秒，看清杀自己的诡异究竟长啥样。若是遇到必须讨伐的强大诡异，又无需普通队员送死，届时自然会有超凡者出手。黑石魔药的效果可比铁甲符好用多了。或许有人会说了，万一寻村队员大意失手了呢？提前备上一张铁甲符，总比损失1名武者外加给予抚恤金要更加划算吧。这个逻辑乍看上去没问题，但却忽略了一点，符箓并非武器装备之类的能够长久存在的道具，而是有保质期的。从化成的那一刻起，它蕴含的法力就开始流失，达到一定程度后，符箓的品相就会下跌，甚至彻底失效，无法使用。而且这个保质期还很短，一般只有2-3个月。用特殊手段封印的话，倒是能人为延长这个期限，但意义同样有限。正因此，想靠铁甲符保命，准备1张可不够，必须每隔2-3个月准备1张，全程不间断。毕竟诡异怪绝的出现很多时候是没有预兆的，说不准什么时候就突然冒出一只，这个代价可就太大了。综上可以看出，铁甲符虽好，但在怀装却并非刚需，而是锦上添花的轻奢类道具。神器之地的世界果然够真实。在这种危机重重的环境下，人命也不过是一个可以衡量的数字，只要不划算，就可以不考虑安全问题。不过对怀装的选择，许飞也能理解。每月上千张符箓，就算全都是些基础符箓，消耗的超凡资源也不是个小数目。而怀装又没有什么特产，就靠那点原石矿出口。若是不尽可能节俭，恐怕不用等到人死光，经济就先崩盘了。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迫于现实的无奈之举。而且能够想象到，在玩家降临后，随着诡异怪绝出现的频率加快，以上这些符箓的需求量恐怕也会持续增加。没办法，灰面草必须种在有灰雾的地方，再加上开采原石矿等生产行为，注定了眼下的局面。只要怀装的 NPC 们还出村，测鬼符就必不可少。心里有了结论后，许飞放下清单，对陈木说道：2天后，弟子就会着手绘制赤焰符，5天后就能绘制测鬼符。至于符箓的品相和成符率，也绝对不会让老师失望。见许飞如此有信心，陈木也就不再多说什么，起身走回自己的书房。片刻之后，他从书房里拿出一个令牌状的道具以及一根符笔，略带怀念地看了符笔几眼，将2者递给了许飞。第82章，魏金鹏的请求。这接引令牌是怀庄巡村队所发，可以让你自由进出那座石楼。不过权限虽然给你了，但里面的超凡资源却是有定数的，不可胡乱挪用，否则别说怀庄的超凡者会追责，为师也不会饶你。至于这幅笔，先前给你的那只只是普通货，供你练习用的。没想到你在符道上的进展如此之快，如今开始正式制符，再用那支符笔就有点说不过去了。这支白灵符笔曾经跟随过为师几年，勉强也可以算一件超凡装备，就赠予你好了。许飞回忆了一下，发现自己自从拜师之后，已经不知道第几次从陈木这里收到东西了。超凡典籍、鬼物、符箓、魔药配方、符笔。虽然不排除符师都是有钱人，随手关照一下弟子就跟洒水一般，也不排除对方日后有用到自己的地方，这些全当是投资。但不管怎么说，自己这个老师都是很尽职了。感谢的话，许飞已经说过多次，就不再重复了。但他心里肯定记住了对方屡次给予的好意。接过符笔，许飞打量了一下，不忘顺手丢个鉴定。这符笔的笔头用不知名的白色异兽的毫毛制成，笔杆子是某种质地纯净细腻、光泽滋润洁白的玉石雕琢而成。注入超凡灵力时，还能看到一枚枚平时隐去形迹的路纹，微微亮起毫光。不管从哪个方面看，都完爆先前那支普通符笔。白灵符笔，特殊道具，以数种超凡材料制成，绘制符箓时可以提高成功率，并有小几率绘制出更高品相的符箓。注：此符笔似乎隐有特殊之处。看完鉴定出来的结果，许飞有点惊了。他转头看向陈木，老师，这符笔不知从何而来。陈木一愣，没料到许飞会问这个问题。他回想了一下，说：这支符笔是我从青木寨的一家制符店铺中购置的。怎么，有什么不妥吗？许飞没有立刻回答，而是先凝神感应片刻，可惜始终没任何发现，只能暂且放弃探究的打算。对陈木道：我也说不准，就是隐隐觉得这幅笔似乎有些特别。如果换一个人说这番话，陈木肯定是不信的，因为这幅笔他用过好几年，期间始终没有任何异常。但许飞不同，虽说对方才昨天才晋级超凡，实力远不如自己，但就冲着艺人身份，他都不敢小视。思索片刻后，陈木对许飞说道：既如此，日后你前往青木寨，可以去天宝斋这家店铺问问。虽说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但超凡方面的交易本就不多，故而他家做的买卖
每一笔都会留下记录，或许可以问出什么有用的线索。天宝斋吗？许飞暗暗记下这个名字。作为怀庄这个新手村的上级势力，青木寨他肯定要去的，甚至可能用不了太久。希望这只伏笔隐藏的东西不至于让他白跑一趟。从老师陈木那里离开，许飞在村里逛了一圈，准备找个地方练习魔药能力，加快魔药的消化程度。不过怀庄今天新添了150名二测玩家，到处都是人，想找个安静的地方还真不容易。正迟疑时，他听到后面有人追了上来。赵一老弟，魏金鹏的声音响起，叫住了许飞。这个时候找我？许飞有点意外，不知道对方找自己所为何事。你晋升超凡了，是陈长老给你弄到的魔药吗？匆匆追了上来后，魏金鹏迫不及待问道。你如何得知？他昨天下线前才晋级超凡，今天刚上线，除了看了会热闹外，就直奔陈木家而来，别的啥也没干。魏金鹏是怎么知道的？难道是从玩家那里听来的？你前脚刚离开，我就拜访陈长老，从他那里听说的。原来如此。许飞微微颔首，问道：所以魏副队长找我有什么事吗？是这样。魏金鹏侃侃而谈，一件事是村里准备继续推动围剿薛老师和青羽蛮的行动，另一件事是知道你成就超凡后，我临时起意的想法。哦，听说要围剿诡异，许飞顿时来了兴趣，能详细说说吗？魏金鹏点点头，道：你也知道，不久后就是灰面草收割之时，但此刻村外至少潜藏着2只游击诡异，对收割行动来说实在太危险了。因此，村里打算趁收获前的1周时间，设法将这2只诡异先行绞杀，以保万无一失。咱们的实力够吗？魏金鹏自信地说：原本肯定是不够的，但青木寨不是又来了一位使者吗？我们几人的想法是不惜付出一些代价，同时请陈、张2位长老和白青青一起出手，再加上张长老的追随者，这样实力肯定够了。见许飞神情似有认同，魏金鹏继续道：不过没想到赵一老弟你这么快就晋级超凡了，现在又多了一位，把握自然更大。当然，老弟你身为符师，若对此行有顾虑，我们也绝对不会强求，这点你大可以放心。其实除了这个原因外，魏金鹏还有一个理由没说出口，那就是新降临的150名异人。想要出村绞杀诡异，最难的不是斩杀过程，而是如何将他们从茫茫的灰雾中找出来。若没有异人，只能靠寻村队员冒险搜索，势必会付出一些牺牲。但今天一下多了100多异人，而且都是一听说有任务就喜不自禁，死了还能复活的顶级工具人，这个问题就再也不是问题了。没说的，既然是村里一份子，我肯定愿意帮忙。许飞毫不迟疑答应下来，他还指望靠这次任务多赚点生命源呢，怎么可能会不同意？那太好了。魏金鹏露出果不其然的神情，他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摸清了异人们的思维方式。随即他说起了第二件事，既然赵一老弟已经成为超凡者，不知道是否有意在寻村队里任职呢？毕竟周队长牺牲后，我们迟早要推选出一人继任，但这样一来，3支寻村小队势必要少了一个领队。对寻村队副队长的职位，许飞是有些想法的，但又担心这个职位太忙，会占用他太多时间。但系统突然弹出的任务，却让他心中一喜。第83章异人的 XP 职务任务：寻村队副队长。任务内容：接受魏金鹏的邀请，担任怀庄寻村队副队长。任务奖励：任职期间可获得3枚白石蔽天的补贴，每周还可额外获得5点生命源。注：本职务的奖励可以跟日常巡查任务的奖励累加。是否接受？在许飞眼里，每天3枚白石币的补贴是次要的，给予的生命源奖励才是他最看重的。而且这玩意跟日常任务的奖励还不冲突，等于1份工领2份工资。原本不是那么动心的他，最终都被这个任务给打动了，说既然魏副队长如此盛情邀请，那我就勉为其难尝试一下好了。如果有做的不到位的地方，还请寻村队多包涵。太好了！魏金鹏露出喜色，当场表示职务的任命稍后就会下发，同时就是重提，再次说起给许飞配一套院子和侍女的事。在异人大规模降临的今天，魏金鹏其实已经意识到超凡者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巨大的冲击，不复以往那么高贵。但一来，其他异人毕竟还没成长起来，眼下只有许飞一个；二来，异人虽多，但有服侍资质的却依旧只有许飞一个。所以在魏金鹏心里，许飞仍旧值得他们大力拉拢，为此可以不惜本钱。而这一次，许飞没再推辞。之前他婉拒是不想太招摇，但今日之后，随着寻村队副队长的职务任命传开，首测玩家立刻便能确认，导致2测提前开启的超凡者就是许飞本人。再说什么低调，不过是自欺欺人。再加上他身上的秘密，底牌越来越多，也的确需要一个私密的环境。最重要的是，许飞已经成就超凡，实力远超普通玩家。就算有人嫉妒，想要搞点什么手脚，
也拿他完全没办法。见许飞同意，魏金鹏立刻征询起他的意见。村里留给超凡者的院子目前只剩下一套，位置在江村长家附近，面积不算大，内部也有些陈旧。要不这样如何？你在那里姑且屈就一下，村里这就组织人在2位服饰长老旁边给你新建一套独门独户的院子。不必了，就江村长旁边那套就好。许飞摆了摆手，否决了对方新建的提议。陈木家的装潢太过豪华，修成之后不知道要耗费多少钱财和时间。一方面浪费不说，另一边许飞在怀庄待多久还不好说呢。万一直到他动身前往青木寨，这新院子都还没修好，那可就搞笑了。这有些不太好吧？能省下一大笔钱，魏金鹏心中是很高兴的，但又担心许飞现在不在意，日后却反悔。江村长家附近那套空置的院子，我路过时曾经见过，挺好的，不必新建了。许飞再次确认。既如此，魏金鹏也就不再坚持了，当即就叫来几名村民帮许飞搬家。回到先前4人合住的那套房屋时，大棚的瓜和红烧排骨2人刚好都在。看到许飞带着几名 NPC 进来，开始往外搬被褥之类的物品，2人不由有些讶然。但紧接着大棚的瓜就猜到了什么，用半开玩笑的语气对许飞说道：赵一，昨天晋级超凡的玩家该不会是你吧？许飞知道瞒不住，索性直接点头道：先前外出接应青木寨商队时运气不错，杀了只残血的诡异，拿了不少生命源，这才侥幸成了超凡者。侥幸？大棚的瓜暗暗撇嘴，当时去接应商队的玩家可不止你一个，其他人怎么没侥幸一个？红烧排骨在确定了这个大新闻后追问道：那你现在是要搬出去吗？毕竟是超凡者嘛，村里有些优待，给安排了一套新房子。许飞故意说的普通了一些。2人果然也没多想，毕竟2位服饰的家位于村中央的禁区，普通玩家连靠近都不许，还真不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奢华，更不知道什么小姐姐的事。能让 NPC 这么关照，兄弟牛逼。最终大鹏的瓜朝他竖了个拇指，同时下定决心自己也要尽快成为超凡。说是搬家，其实真没什么东西好搬的。几名 NPC 只用了一趟，就将许飞的所有物品全部搬到了新家中。当然，在入住之前，他们少不了要将新院子也打扫一番。稍晚一些后，魏金鹏再度登门，领来了4名年轻漂亮、神情有些怯生生的侍女。能侍奉服侍大人，对他们自然是打破头也要抢的美差。若是侥幸能被看中收房，那更是乌鸦飞上枝头，摇身变成了凤凰，甚至连带着一家人都富贵发达。不过魏金鹏临来前跟他们说了，这次的服饰是艺人，而艺人们什么德行，这几周来村内的 NPC 们都见识过了，各种离谱的谣言更是数不胜数。正因此，这4位侍女才有点担心。听说艺人们都喜怒无常，且精神常有问题，万一惹得这位大人不高兴，出手重责，他们这些小小侍女可承受不起。这4位中可有中意的吗？如果都不满意，还可以再换。魏金鹏似笑非笑地看着许飞，他对艺人们的天资已经非常了解了，但对于艺人们的 XP 还真有点好奇。怎么说呢？在现代见惯了互联网上的小姐姐后，对这4名侍女，许飞心里其实是有一点失望的。怀庄毕竟只是一个封闭的村庄，以他的人口基数、营养条件，能出现绝色美女的概率，恐怕比买彩票也高不了多少。就算眼前4人已经是魏金鹏精心挑选过的，充其量也就是相貌清秀的村姑，或许化妆加美颜后，放到现实中是许飞高攀不上的小美女。但眼下的素颜嘛，只能说就那么回事吧。许飞也没指望能得到国色天香的美人，所以随意在4人中指了2下，不用换了，就这2位吧。魏金鹏定睛一瞧，发现被选中的2位都是前置装甲比较厚的妹子，顿时了然。懂了，看来艺人们的 XP 跟我也差不多嘛，果然是英雄所见略同。被选中的2名小姐姐顿时露出欣喜与忐忑间有的神情，而没被选中的2位心里就只有失落了，偶尔还投过来一个幽怨眼神，让许飞心里直呼我直呼，简直怀疑自己是否在无意中做了什么负心事。魏金鹏则全程戏谑为观，就差手中拿着一半瓜了。直到临走前才跟许飞商议了明日外出绞杀诡异的行动方案。第84章出村清剿行动。魏金鹏离开后不久，巡村队就正式下发了征召任务。原则上只有手册玩家才能报名，但众所周知，凡是原则上不行的，就意味着实际可以。如果2册玩家坚持要参与，巡村队也不会拒绝，只是万一出现伤亡，村里不会给予抚恤金。公告一出，在线的玩家们顿时沸腾。即便对手册玩家来说，出村围剿诡异也是少有的大活动，更不用说今天才刚创号的2册玩家了。还没开始修炼的他们，在收到任务提示，只要报名就有至少1点生命源拿后，根本不在意潜在的危险，纷纷争先恐后的报名参与。见人数实在太多，巡村队不得不进行了一番筛选，
这才将总人数控制在70人以内。此次任务一共出动7名超凡者，搜索阶段每名超凡者会负责带一支10人小队。一时间，即将举动的大活动成为了怀庄玩家热议的话题，纵然在论坛上也成功吸引了相当一部分注意。被实锤了超凡者身份的许飞，作为第一位成就超凡的手册玩家，同样风头无两，很多有心人都对他的崛起轨迹和现实身份展开了探究。可惜许飞从开始游戏以来就格外低调，尤为注意个人信息的保密，任凭这些有心人如何调查，都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与此同时，其他4座村庄的2册玩家也将各自村庄的风景、NPC 超凡者等进行了截图，发到了论坛中。柳庄的金刚力魔药，安阳村的双燃魔药，连家堡的树种魔药，南水庄的灰钢魔药，连带着他们的断体法一并跃入玩家们的视线，让他们对神器之地的超凡体系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2册引发的热度开始进一步扩散。第2天，白夜刚降临，包括魏金鹏、钱高雄、白青青、陈木等人在内的超凡者早早聚集在了巡村队的空地中。除了伤势还未痊愈的赵天歌不参与，负责坐镇村内外，怀庄的超凡者几乎倾巢出动。在他们旁边，除了7、8名实力比较强大、最为精锐的 NPC 巡村队员外，其他随行人员全部都由玩家组成。其中近40名手册玩家还算有一定战力，或多或少有2件武器装备，实力也清一色断体中期，更有荧光这种已经达到断体后期的玩家，还有30余位2册玩家，配置就非常寒酸了，穿着新手配发的布衣，拿着系统赠送的短刀，甚至连断体法都没修炼过。巡村队压根也没指望他们能发挥什么关键作用，完全是当成炮灰来使唤，所以连符箓都懒得配发了，只交代了一声随队搜索就行，发现诡异踪迹或者遭到袭击，大喊就完事了。此次行动先搜索血老师的踪迹，若能在半天之内将其绞杀，就继续搜索青羽蛮出没的区域。每支1人小队，紧跟着带领你们的超凡者，凡事必须请示后方可行动，明白了吗？建议人们点头。魏金鹏这才一挥手，大声宣布出发。总数70、80人的队伍，打着大量的火把和浮灯，浩浩荡荡离开了村庄，进入了灰雾之中。根据先前的调查和对袭击路线的反推，薛老师的活动区域应该还在原石矿附近没有离开。众人抱团下山后，很快在山脚下的空旷区域展开了队列。7名超凡者各自带一队人，彼此间隔数十米，刚好维持在2盏浮灯之间，彼此可以看到的最大距离，对目标区域展开了拉网式的搜索。其他6支小队倒还没什么，正常行动即可。许飞带领的小队气氛就有点不同了，毕竟都是玩家，同行的10名玩家多少有点轻松活跃。有人小声讨论着现实的事，也有人跟许飞并肩走到一起，试图从他这里得知快速晋升超凡者的攻略。这种清淡的态度让许飞稍微有点不满，倒不是说没把他当回事，而是这里位于荒野中，又随时可能遇到血老师的袭击，还是有一些风险的。这种漫不经心，绝对是拿自己和其他玩家的复活次数开玩笑。他严肃地叮嘱了几句，见其他玩家不以为然，甚至隐隐不满，许飞也只能放弃管理的想法。说到底，就算神器之地的特殊已经人尽皆知，这些玩家骨子里仍旧是抱着玩游戏的想法而来，除非吃过亏，打心里意识到重要性，否则仅靠几句批评想让他们认真起来是不可能的，说多了反而会得罪人。这里有薛老师留下的器械。片刻的搜索后，在距离原石矿入口只有不到200米的地方，符师张晨有了发现。他的确认让钱高雄和魏金鹏警惕之余多了几分欣喜，或许这次不用白跑一趟了。能不能确认他的具体位置？魏金鹏问道。让我试试。说着，张晨闭上双眼，动用超凡之力摄取了血老师残留的气息。随后他拿出一张追踪符箓，将残留的气息往符箓上一拍。下一刻，追踪符无风自燃，化作一个火焰箭头，指向了薛老师的去向。成功了！张晨稍稍松了口气。追踪符的效果其实是挺鸡肋的，首先要从诸多气息中锁定目标残留的气息，其次这种气息还必须是心境留下的，时间一长就消散难以追踪了。还有就是追踪效果很容易受到干扰和误导，并非100%准确。幸好血老师这种级别的诡异还不懂得反制。众人顺着追踪符的指引追了上去，在符箓燃烧殆尽前，追到了一座被岩石和泥土封住入口的废弃山洞前。居然没在原石矿，而是躲到了这座40年前就封住的废弃矿道内。魏金鹏打量着这座被封住入口，但不知为何却残缺了一个口子的山洞，不由有些意外。但他们都已经追杀到这里，显然不可能就此罢休。在超凡者的命令下， NPC 巡村队员和玩家们不得不临时干起苦力活，将封住洞口的石块和泥土挪开，重新清理了入口。众人又耐心等待了一段时间，待废弃矿道内空气流通后，这才依次进入。这条废弃矿道的前半段地形并不复杂，
一条直路通到底，再往里则是一些乱石和坑坑洼洼的水潭，地下不断有又苦又涩的卤水渗出。但再往后的矿道腹地，情况就不好说了，毕竟是几十年前的事了，在场的 NPC 们都没什么印象。第85章废弃矿道。轻微的脚步声和滴滴答答的水声在昏暗的废弃矿道中逐渐传开。随着众人的深入，周围的温度很快开始降低，有股阴冷的气息不断从矿洞深处往外吹。对诸位超凡者来说，这点寒气算不上什么，即便是手册玩家也能凭借4-5倍于普通人类的体魄硬抗。但那些充当炮灰的二册新人可就有点难受了，才进来没几分钟就忍不住打起寒战。阿 T， 怎么这么冷？擦，这不会是传说中的阴风吧？感觉腿都快冻僵了。不少玩家忍不住抱怨起来。早知道这废弃山洞里这么冷，他们昨天就不接这个任务了。有点不对，在村里的记载中，这条矿道是矿脉枯竭后被正常废弃的，没道理会涌出这种阴冷的气息。带队的魏金鹏等人也发现了气温的异常，微微皱起眉头。至于说是不是邪老师带来的变化，同样不太可能，因为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能力。魏金鹏不得不怀疑，这座曾经普通的矿道在废弃数十年后的现在发生了某种未知的变异，甚至可能有其他诡异误入了这里。你的猜测不无道理。陈木认可了魏金鹏的想法，薛老师盘踞在这里不肯离开，说不定就跟这种异变有关。这还真是破屋偏锋连漏雨。魏金鹏嘀咕了一声，随后对迟疑的队伍宣布道：我知道你们一人有一种突然消失庇护的神奇能力，名为下线，而且彼此间消息也很灵通。眼下情况有些预料外的变化，若承受不住阴寒之气，可以先行下线躲避，等我们解决了薛老师，再派人通知你们回来。闻言，手册玩家倒没什么异常，他们早就知道 NPC 非常智能，会主动打探了解玩家们的情报。但对才加入游戏的二册玩家来说，游戏里的 NPC 居然知道下线，还懂得利用下线功能制定战术，就着实有点太吓人了。很多人都吃了一惊。虽说他们在论坛上泡了这么久，早就听说无数遍 NPC 跟真人一样聪明的话了，但文字的描述跟亲身经历的冲击显然是两个级别。妈耶，先前的传闻不会是真的吧？咱们不是在玩游戏，是穿到了一个真实世界。鬼知道。哼哼，现在还有人不信，我也是佛了。超凡力量都在现实显现了，不用游戏仓就能登录游戏，这游戏世界是真是假还用怀疑？嘘，你们说话注意点， NPC 还听着呢。怕什么？我用的是汉语说的，只要不跟 NPC 交流，系统的无碍交流就不会翻译。算了算了，哥先下了，去论坛上等消息。你们这边要是搞定了，记得及时通知一声。一阵骚动中，陆续有玩家扛不住寒气，选择了下线。连串的白光中，原本浩大的队伍瞬间减员了近20人，但仍旧有10多名体质属性相对出色、意志力也够强的玩家坚持要跟随队伍前进。见状，魏金鹏不再劝说，一挥手示意队伍继续前行。顺着崎岖的矿道继续前进了100余步后，张晨动用的追踪符终于燃尽，停止了指引。魏金鹏稍稍放缓脚步，再度凝神感应片刻，心里有了底，但谨慎起见，还是看向身边的张晨，求证道：张长老怎么样？张晨面色严肃起来，说出自己的判断，气息更浓郁了，而且还很新，应该不远了。见他也这么说，魏金鹏心中笃定，那只袭击他们的薛老师现在就躲在他们前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再度现身袭击怀庄。备战！魏金鹏低喝一声，向随行的巡村队员下达了命令。7、8名训练有素的老人闻言立刻放慢脚步，各自抽出武器，赤焰符，不求能伤害到那薛老师，但求关键时刻能阻上他1、2下，就算帮上大忙了。玩家们也有学有样，纷纷提高警惕，做好了打 BOSS 边缘 OB 的准备。在那边，就在一行人即将进入废弃矿道中段的时候，一个暗红色的影子在前方一闪而逝。由于速度太快，再加上浮灯的光芒照不出太远，如果没刻意盯着，可能根本发现不了那个隐藏在雾气中的身影。但在场这么多超凡者，精神又都处于高度集中的状态，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们的感应，又何况是那个可疑的影子呢？队伍里的气氛瞬间就绷紧到极致。魏金鹏、钱高雄2人果断开启了黑石魔药，四肢迅速蒙上一层坚硬如铁的黑色石肤，强横的力量在上面凝聚，但却隐而不发，只等薛老师现身就爆发出惊人一击。青木寨来使白青青也抛出竹叶，幻化成锋利木兵，围绕着他缓慢飞舞，必要时随时能转手为攻。张晨的追随者向来比较低调神秘，此刻也不见他怎么动作，只是忠实地站在前者身旁，其中一只手始终揣在怀中，也不知道究竟在握着什么。2位符师动作倒是出奇一致，有这么多超凡顶在前面，
那些老师根本不可能突破防线伤到他们，所以两人并没有过早激活自己的超凡能力，而是各自扣了几张符箓，随时准备用符箓支援。身为唯一的玩家超凡，许飞看起来好像也没什么动作，但不经意间，他四周已经隐约萦绕了些许雾气，只是矿道内比较黑暗，那层雾气又薄，不仔细看很难发现罢了。这凝重的气氛持续了约莫10几秒钟，血老师惊鸿一现，却始终没有再次露头，似乎是被他们如此多人给吓到了。钱高雄脚步动了动，用询问的眼神看向魏金鹏，不要急着追。魏金鹏伸手一摆，神色看起来比队友更加冷静。如果这废弃矿道内没有异常变动的话，他们人多势众，追也就追了。但现在矿道深处的情况未知，贸然追上去，谁也说不准会出现什么突发情况。他略一沉吟，转头道：哪位新来的艺人愿意带头走在前面？倘若遭遇不测，村里可以按照首批艺人的标准给予抚恤金。剩余的10余名二测玩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时间没人露头。第86章，你们下线吧。谁都知道魏金鹏的意思，上去就是当诱饵的，基本必交一次复活。但一条命跟所谓的抚恤金交换，到底是赚是亏，没人能确定。见状，魏金鹏又重复了一遍，这次选择了加码，愿意站出来的，寻村队会额外给予5枚白石币。只要对论坛稍微有点关注的玩家都知道，在土豪玩家们的收购下，白石币的行情一天比一天高。二测开启后，价格更是再度暴涨到了近乎夸张的地步，几乎是立刻就有玩家站了出来。他举着火把，孤身一人走在队伍最前方，即便是最近的超凡者都落后10余米。一旦血老师动手，绝对可以在救援到来前将他干掉。如果血老师真的有人的智慧，肯定能一眼看出其中蕴含的陷阱，但他终究只是一只游击诡异。就在众人保持着队形，缓缓往矿道深处推进时，从废弃矿道深处涌出的阴冷气息忽然猛烈了起来。玩家们手中举着的火把顿时开始随风摇曳，有熄灭的风险。本就看不远的视野随之变得越发昏暗。来了！在场的超凡者精神一振，下一刻，趁阴风制造的黑暗和混乱，消失的血老师从矿道深处猛然冲出，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朝那名孤身走在前面的玩家冲来。他终究还是没能忍住诱惑，感觉到危险的临近，站出来勾引血老师的那名玩家当即就想掉头往回逃。但比血老师攻击来得更快的是那种令人惊恐的气息和不知何时出现在众人耳边的狂躁呓语。手册玩家和心智鉴定的 NPC 寻村队员对这种气息的侵蚀已经有了一定抵抗能力，但才加入游戏的二测萌新可没有本事抵抗这种气息，几乎瞬间就陷入了癫狂状态。没等那名当诱饵的玩家反应过来，他就已经被系统强行踢下线。操！看着死亡提示以及10分钟后才能登录的消息，这名玩家忍不住愤愤地叫骂了一声。而就在他死亡的同时，超凡者们也一起出手了。魏金鹏、钱高雄二人一左一右包夹了过去。白青青幻化的木兵犹如仙侠的飞剑一般，急速掠过空中，比2名超凡者更快抵达血老师上方，凌空斩落。只听嗤嗤的刺耳声，血老师身上接连爆起红光，跟白青青的木兵不停碰撞，挡住了他的攻击。虽说白青青的攻击没奏效，但却成功拖住了谢老师，让魏金鹏、钱高雄得以完成合围。此刻上下左右都是岩壁，前后是7名严阵以待的超凡者和大量帮手，这只诡异已经是插翅难飞。似乎意识到自己中计了，血老师身形退了2步，重新漂浮在空中。直到这一刻，玩家们才首次看清了这只诡异的相貌。他有着小孩般大小的体型，以及细长而扭曲的双臂，头部大得有些畸形，双目中散发着摄人的红光。靠近的话，还能从他身上闻到挥之不去的血腥味道。刚才跟白青青的短暂交手，看上去并没让他受任何伤害，最起码身上并没有明显的伤口。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这只诡异已经被主动杀上门的人类激怒，血色的双目中满是怨毒，盯着在场的每一个人。怎么感觉他变得更强了？魏金鹏和钱高雄曾经设下圈套，重创过他，对谢老师的实力十分了解。但此刻他们分明感到这只诡异的气息比当初厉害了许多，已经快超出游击诡异的上限了。不要留手了，大家一起上！如此大喝一声后，魏金鹏率先扑了上来。他黑石化的双手上各自捏着一张赤焰符，直接以双手为武器，激发了符箓中的火焰。白青青默不作声，配合却十分默契，飞剑再度斩落。压阵的陈木、张晨也不再留手，各自打出一张符箓。陈木打出的符箓是诛邪符，威力比基础符箓强很多，可以直接对诡异怪蹶造成杀伤。而张晨打出的则是困魔符，可以在战场周围升起一根根超凡灵力幻化的屏障，将诡异彻底困入其中，压制其实力的同时，也让他难以逃脱。
如此猛烈的攻击让血老师再度感受到了死亡威胁，他的身体以不可思议的灵活在空中转了几个圈，惊险地躲过了魏金鹏的攻击，同时再度爆发出好几团红光挡住白青青的飞剑。但诛邪符悄然而至，蕴含有寂灭力量的鹿纹炸裂开来，大范围的攻击瞬间击伤了谢老师。几乎是同时，钱高雄的攻击也接踵而至，黑色石斧的大手带着恐怖的力量拍了过来。谢老师的实力是很强，如果单独对上2名超凡者，甚至3名超凡者，或许都有一战之力。但在场的超凡者足足有7个，即便有2人还在划水摸鱼，其战力仍旧远超于他。面对这么多人不讲武德的围攻，落败可以说毫无悬念。接连受创，血老师试图故技重施，放出的气息猛然间强烈起来，随后化作红光逃离。但这一次他失算了，上次被他侥幸逃走，魏金鹏他们早已经做了检讨，眼下张晨提前打出的困魔符就是专为防范他这招。不出意外的，红光撞到了2根超凡灵力化成的银色屏障上，被狠狠弹了回来。跑路的绝活居然被破解了，让血老师瞬间懵逼，没反应过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趁这个机会，几名超凡者再度打出绝杀的一轮攻势。但就在全程打酱油的玩家们以为这场剿灭战即将结束时，变故骤生。从废弃矿道深处涌出的阴寒气息毫无预兆地中断了。随后，一个穿着白色长裙、身材曼妙似美人，但却根本没有五官的无面鬼凭空出现在战场上。只见他伸手轻轻一敲，张晨打出的困魔符屏障便剧烈动摇起来。一击居然没能破解屏障，让无面鬼似乎有点意外，随即再度伸手按了下去。但是迟了，就是这么短暂的耽搁，意识到不妙的怀装超凡者爆发出10×10的实力，将即将得救的血老师一举斩杀。自己意外找到的玩具就这么没了，让无面鬼身上的气息剧烈波动起来。随着他情绪的变化，一度消失的隐含气息以他为中心开始重新涌现，并且越发浓郁起来。感受着阴寒气息的暴涨，魏金鹏脸上露出苦涩神情。第87章，混主攻我在行。怨极诡异。眼前这只无面鬼的气息远比血老师更强，说明他的实力至少是怨极，甚至可能是怨极中位，乃至怨极上位。否则，张晨打出的困魔符绝不会如此轻易就被击破。正常情况下，一只怨极上位诡异已经是怀装能够对付的极限。错非此次行动足够谨慎，将2位符师长老、青木寨使者乃至1人超凡者都拉进了队伍。此刻他们可能已经遭遇了灭队危机，但即便如此，魏金鹏仍旧没有太多底气。然而他有避战之意，无面鬼却没有善罢甘休的想法。漂浮在空中的他骤然发出一次刺耳的尖笑，随后身形一闪，朝人群中的张晨发起了攻击。这只诡异记得分明困住了血老师，导致自己玩具没能逃脱的困魔符屏障就是来自此人。如果没有那声尖笑，他速度虽然极快，但在场众人还是能够反应过来的。但尖笑声似乎带有冲击神魂的力量，在场的普通玩家只觉得头部被锋利的锥子狠狠凿击一般，忍不住发出一连串的惨叫声。一时间天晕地旋，险些连站都站不稳了，赶紧往战场边缘退开。首当其冲的魏金鹏、钱高雄2人身体也不由一僵，没能拦住这只诡异。就在他几乎飞抵张晨面前，白玉色的手掌轻飘飘按下时，张晨的那名追随者终于摆脱了奸笑的影响，并首次展现了自己的战力。他揣在胸前的右手掏出了一枚恶鬼状的护符，下一刻，护符上的恶鬼似乎活了过来，恐怖的气息从他身上复苏。无面鬼仿佛看到了天敌，受到了莫大的惊吓，甚至立刻飞身而退，貌似是一件品阶不低的鬼物，而且效果跟自己的那枚锈蚀的银戒很像。许飞心里很快做出判断，不过这恶鬼护符的效果虽强，使用它的代价也非常恐怖。追随者持有护符的手掌几乎立刻被恶鬼气息侵蚀，变成了狰狞的鬼手，而且还在迅速向上蔓延。目睹这一幕，张晨的追随者却并不惊慌，开启了自己的魔药能力。蛇退魔药，这赫然也是一种冷门而又稀有的魔药。一旦开启，接下来一段时间内受到的绝大部分攻击都将被转嫁到褪去的人皮上，自己本身几乎不受伤害。使用鬼物付出的代价当然也在转嫁的范畴之中。它的优点非常突出，只要提前开出魔药能力，期间几乎就是不死的，除非攻击他的敌人实力远远超过魔药能转嫁的上限。但缺点也很明显，跟许飞的雾影魔药一样，无法给服用者带来任何攻击手段。许飞的魔药好歹还能靠雾气迷惑敌人，设法逃脱，但蛇退魔药连逃都没得逃。一旦魔药能力持续时间结束还没能解决战斗，那结果只有一个字：死。这名超凡者显然也知道自己魔药能力的严重弊端，所以明智的选择追随了一位符师。
遭遇强敌时，他只需要帮忙挡住敌人攻击即可。至于如何克敌制胜，自然由符师操心。此刻依靠鬼物能力破退无面鬼，无疑就是策略中的一环。张晨没有浪费追随者给自己创造的绝佳机会，从尖啸影响恢复后，毫不迟疑地开启了自己的魔药能力。来自青木寨的超凡者，最主流的魔药就是青焰，斩木兵也算是一个热门的选择。但早早被一位符师看中，收为弟子的张晨却没有选择这两种魔药，而是选择了跟符师颇为契合的一种魔药——血气者魔药。这种魔药能力的本质是以自己的血液和超凡灵性为引，加持到武器上，大大增强其破坏力，效果跟赤焰符有点像。但有一点不同的是，血气者魔药的加持范围相当宽泛，纵然是符箓也能享受它的加持。只见张晨双手齐出，分别打出一张符箓，困魔符加诛邪符。在血气者魔药的加持下，这两张符箓微微蒙上了一层暗红色的灵光，不仅催发的速度更快，威力也大幅增强。轰！诛邪符率先炸裂，威势惊人。可无面鬼伸手轻轻一按，便将符箓的力量推了回来。反倒是加强后的困魔符起到了一些效果，银色中略带一抹暗红的屏障，将他牢牢困在其中。先前的普通困魔符一击便摇摇欲坠，但这张加强版的困魔符却至少能承受住他3次攻击。干得好！看到这只强横的诡异终于被牵制住，魏金鹏总算安心了一些，跟钱高雄一起杀了上来。身为青木寨的来使，白青青不太可能只有一手斩木兵，但他却并没有全力进出的意思，当然也没有太划水，专心致志催动木兵，不断从各个方向尝试发起攻击。许飞的老师陈木也终于亮出了自己的一部分实力。只见他取下了系在腰间的许飞第一次见面时就看到过，却始终没见动用过的古朴青铜铃铛。超凡灵力注入后，陈木轻轻一晃，青铜铃铛便发出清脆的声响。这声响仿佛带有神奇的力量，在场的超凡者只觉得身体轻快灵活了许多，攻势骤然凌厉了好几分。但那无面鬼正欲反扑的身体却突然变得沉重起来。铃声每响一次，他的身形就僵硬一次，当即被抓到机会的超凡者在身上留下了好几道伤口。许飞眼前一亮，也看到了插手的机会。之前他一直划水摸鱼，并非真的不想出力，而是雾影魔药的能力摆在那里，没有任何攻击手段。再加上刚进入超凡不久，对魔药能力掌握还不够纯熟，贸然插手未必能帮上忙不说，反而可能干扰到己方超凡者的节奏。但此刻不同，这只无面鬼被控住了，正是痛打落水狗的良机。萦绕在他周围的雾气飞快弥漫开来，直赴无面鬼而去。许飞催动天命印记，借助雾之隐者的效果，隐匿在这带雾气中，抽刀上浮一气呵成，然后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平 A。 我砍打团刚正面他是业余的，但后手切入收割混铸功，许飞绝对擅长，专业程度不容置疑。第88章不是窃取，而是扭曲。神器之地中超凡者的战斗跟传统网游中的 BOSS 战士完全不同的两种模式，后者需要战法木等各职业完美配合，一场 BOSS 战打上10分钟都是常有的事，一些大 BOSS 甚至还有 T1、T2 等不同阶段的形态，只有满足条件才会释放强力大招。但前者的战斗却非常短暂，抓住机会也许只要几轮攻击就能将敌人解决。而诡异怪绝们也没有任何限制，先手偷袭，打不过就跑，开场放大招等等，都是稀疏平常的操作。正因此，看到许飞等超凡者将无面鬼联手压制，完全占据上风时，几名在战场边缘压阵的 NPC 寻村队员一度以为战斗就要结束了，脸上忍不住露出兴奋神情。但无面鬼毕竟是院级诡异，实力远不止明面上展现出的这些。之所以被7人围攻落于下风，一方面是有些大意，错失先机，惨遭了一顿围殴；另一方面，他最核心的能力其实需要一段时间的酝酿才能发动，而这种能力跟他身上散发的阴寒气息有直接的关系，也跟无面鬼的名字有很大的关联。此刻，随着他身上散发的气息源源不断侵蚀在场的超凡者们，很多人不知不觉间已经中招，身上颇为凄惨，白色衣裙都破碎了不少的无面鬼，见时机已至，朝距离最近打他也最卖力的魏金鹏伸手一点，先前潜入魏金鹏体内的阴气顿时不受控制的爆发起来。随即魏金鹏脸上露出惊骇之色，他发现自己的黑石化状态被强制解除了。不仅如此，当他尝试再度催动魔药能力时，却发现似乎失去了掌控，无论如何催动都没有了反应，反倒是无面鬼发出嘲讽式的尖笑声，随后摇身一变，原本没有五官的面孔变成了魏金鹏的模样，而他身上也瞬间多了一层黑色石肤，变得坚不可摧起来。黑石魔药，老魏，你的超凡能力被窃走了。钱高雄很快反应过来，露出震惊之色。
眼前这只诡异居然能偷窃超凡者的魔药能力，该死！没有了黑石魔药，魏金鹏实力大减，不敢再跟怪物战斗，飞速后退。看着这只诡异头上竟然顶着自己的脸孔，魏金鹏在后退之余也不由多了几分愤怒和恶心。但无面鬼好不容易才抓住机会，怎么可能放过他？仗着自己黑石化的防护，他硬抗了众人的一轮攻击，强行打破了困魔符屏障，朝魏金鹏杀来。见状，张晨赶紧再度打出一张血气者魔药强化后的困魔符，又一次被困住。无面鬼不慌不忙，转头看向了后排的白青青，朝他也点了一下。随即，白青青的斩木冰魔药居然也被窃走了，而无面鬼的脸孔一阵蠕动，变成了左边魏金鹏，右面白青青这般半男半女的模样，顿时变得极为丑陋不协调。无面鬼却根本不在乎这种变化，只在意自己偷来的能力。控制白青青的木兵掉头杀向了魏金鹏。这突然的变化让在场超凡者都有些措手不及，谁都没想到他能窃取的魔药能力居然不止一种。陈木神色不变，再度摇动铃铛，但这一次无面鬼有了黑石魔药的防御，对铃铛的效果有了一定抵抗能力，身形只微微一晃，便控制木兵继续展开追杀。关键时刻，大团的雾气涌了过来，将魏金鹏笼罩。这雾气看似没什么杀伤力，但却能一定程度上压制敌对超凡者的感知。跟随雾气一起而来的许飞更是主动迎了上去，挥舞百段钢刀，乒乓格挡了好几下木兵。在自己手臂发麻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魏金鹏的气息终于消失在茫茫雾气中。无面鬼急了，我那么大一个目标呢，怎么突然就没了？追丢了人的木兵在雾气中泄愤地乱砍了几下，只砍了个寂寞。无奈，无面鬼只能将木兵重新召回，寻找起下一个目标。但就在这一刻，无面鬼操纵的木兵突然停住了，随后重新变回竹叶飘落下来。几人还没反应过来，白青青已经摸索出了这只诡异的特点。他用极快的语速说道：大家不用慌，我已经知道他的能力，也许不是窃取，而是某种形式的扭曲。他扭曲了黑石魔药的释放对象改成自己，又扭曲了我的攻击目标改为魏金鹏。因此只要咱们完全收敛超凡灵性，不催动魔药能力，他便什么也扭曲不了了。这么长的一段话，战场上自然没那么功夫让他说完的。但白青青说到不是窃取，而是扭曲时，在场的超凡者就已经恍然明白了这只诡异的真正手段。也唯有许飞这个速成的玩家超凡，才没第一时间反应过来，一直听到最后几句话，才终于明白怎么回事。而这个时候，躲入雾气中的魏金鹏早已经做出尝试。果不其然，随着他完全收敛自己的能力，无面鬼的扭曲顿时失去了对象，身上的黑石化状态随即消退。见状，在场的超凡者都精神一振。对付诡异，最怕的不是他们的实力，而是未知的神秘手段。一旦知晓了关键情报，总有办法进行应对。还维持着魔药能力的钱高雄、张晨他们纷纷主动停止了魔药能力。但这样一来，无面鬼固然是偷不到魔药了，超凡者们却也随之失去了自己最大的优势。这次许飞的反应最快，当 NPC 超凡者不便动用魔药能力时，玩家却能依靠数量和悍不怕死的特性发挥他们的特长。他立刻看向退到战场边缘围观神仙打架却找不到插手机会的玩家们，各位老哥还愣着干什么？你们表现的机会到了。魏金鹏更果断，被许飞提醒后大喊道：寻村队一人上，战死者抚恤金双倍，所有参战者额外发5枚白石币。为了解决这只计划外的怨极诡异，他豁出去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先前玩家们实力不足，在超凡者大战中无力插手，眼下天赐良机，又有双倍赏格，玩家骨子里的冒险精神顿时被激发，把赤焰符往武器上一贴，一个个嗷嗷叫着，二哈拆家一般冲了上来。第89章，你可能血亏。看到这些弱小的人类居然敢冲向自己，无面鬼身上的气息再度波动起来，白玉般的手掌往前一推，便将冲在最前面的玩家拍得倒飞了回去。还没等落地，在空中就被免费送了回城。但这可怕的一击根本没有吓到玩家们，更多的玩家蜂拥而上，挥舞着刀剑开始一阵乱砍。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连断体后期都没到，但赤焰符的存在有效弥补了这点。纵然一剑造成的伤害对怨极诡异微不足道，但架不住玩家们前赴后继，以多摇死相。趁这个机会，两位符师安稳地在后面不断激发新的符箓，将输出补足。先前战斗中已经受到不轻伤势的无面鬼顿时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他试图利用自己的飞行能力漂浮到空中，摆脱玩家们的围攻，但困魔符形成的屏障压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而且这里位于废弃矿道内，头顶上方不远就是山壁，想飞也飞不高。杀！大家上啊！干死这只诡异！
一次任务就是10个白石币，挂了还有双倍抚恤，值了。大不了劳资今天就删号重来。冲冲冲！兄弟们别挤了别挤了，让我先进去砍一刀。转瞬间，无面鬼就如同战神一般，打死了7、8名玩家。在怨极诡异面前，断体中期的玩家比普通人也强不到哪去，都像纸一般脆弱。但玩家们仍旧没有畏惧，仿佛压根不知道死为何物。艺人们当真可怕。看着这惨烈的一幕，不管是魏金鹏等怀装超凡者，亦或来自青木寨的白青青，都忍不住发出感慨。幸好这帮艺人是站在他们这边的。似乎终于被蝼蚁们激怒，无面鬼身上不可名状的气息再度爆发，同时发出了刺耳的尖笑声。一如不久前刚开战时的情形，玩家们孱弱的精神根本扛不住精神层面的攻击。这次由于距离更近，这种伤害甚至更严重。原本汹涌无比的攻势浪潮几乎瞬间就被打垮，无数玩家们抱头哀嚎。眼瞅着这场围攻有变为溃败的迹象，陈木无奈地拿起青铜铃铛再度摇晃起来。之前的晃动他仅仅动用了这件鬼物的被动效果，而这一次他真正激发了这件鬼物。清脆悦耳的铃铛声不断在废弃矿道内回响，足足持续了3、4秒才停。陈木的脸色几乎是肉眼可见的变得苍白起来，也不知道他究竟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受此铃铛影响，无面鬼的身体仿佛被重锤狠狠锤过似的，险些当场出现变形。而头痛欲裂、被气息侵蚀发狂的玩家们却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就仿佛突然得到了净化一般，不仅异常状态被消除，体内也再度涌现了力气。来自 NPC 超凡者的增援让他们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又一次发起攻击。一把把燃烧着火焰的武器从4面8方劈砍在无面鬼身上。这些武器的主人很可能只来得及砍出1、2下伤害，就被无面鬼一击秒杀。攻击中附着的火焰也会立刻被无面鬼身上的气息熄灭。但随着量变到质变，赤焰符的火焰终于不可抑制地在他身上燃烧起来。感受到死亡威胁，无面鬼无视了玩家们的攻击，第 N 度打破困魔符屏障，试图往矿道深处逃窜。张晨对此早有防备，虽说他身上的困魔符已经用完了，但其他符箓还有一些。预判了无面鬼的逃跑方向，提前丢出诛邪符，而且是连续3张。如果是全胜状态下，无面鬼当然无惧这种符箓，敢用手掌直接隔开。但现在的他已经承受不住诛邪符的威力，更不敢被诛邪符拖延住自己逃跑的脚步，只能虚晃一枪，掉头重新飞向矿道入口。不好 ，BOSS 要跑路了！兄弟们快追！眼瞅着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玩家们怎么可能忍？一个个大呼小叫着追了上去，但他们的速度比起超凡者还是太慢了。看到无面鬼被逼着转向，陈木、白青青就做好了再度出手拦截的准备。隐藏在雾气中的许飞更是直接控制雾气涌了上来，连带着雾气中的魏金鹏一起卡住了无面鬼逃跑的方向。死！被扭曲了魔药能力，差点遇险的魏金鹏对这只无面鬼杀意十足，从雾气中跃出，朝他发起攻击。许飞更凶残，仗着身上的一对铁甲符，直接朝他撞了过去，同时继续抽刀平砍。有天命物之隐者的庇护，纵然是在攻击时，他的隐匿都没打破。这一波跳脸攻击看似很莽，实则稳的一笔。见无面鬼在许飞和魏金鹏攻击下已经穷途末路，无暇再顾及自己。白青青看准时机，重新启用了魔药能力，控制木兵悄悄飞到空中，凌空急速斩落。别，大姐留手啊！草 NPC 抢怪！不管是正重新追杀上来的玩家，还是拦住诡异的许飞，看到这偷袭的一刀，都忍不住叫了出来。虽说只要参与战斗，就多少能分到一些生命源，但如果可以，谁不希望能抢到最后一击，狠狠再多捞一笔呢？然而，不知道是怨极诡异的生命力太强，还是玩家们的正义呼声被白青青听到，木兵最后斩落的一击，虽然将无面鬼打入濒死边缘，却没让他当场溃灭。这只诡异甚至借助木兵斩击的冲击，试图加速往外逃。看到形势峰回路转，许飞眼疾手快，从储物背包里掏出了从魏金鹏那里走后门要来的手弩。超凡灵性触动，上面早就贴好的赤焰符自动激活。随后，许飞扣动了激活，弓弦带动之下，燃烧着火焰的弩箭破空飞出，发出细微的撕裂空气的声响。下一刻，这支弩箭无比精准掠过空中，狠狠将无面鬼定在了岩壁之上。箭矢上附着的赤焰符伤害，成为了击杀这只怨极诡异的最后一根稻草。赤红色的火焰猛烈燃烧，将它彻底烧成飞灰。终于死了吗？一众 NPC 们目睹这一幕，不由长出了一口气。这只意外出现的怨极诡异，给他们的压力实在太多了。若非这次行动的超凡者足有7人，又有一大堆悍不怕死的艺人当炮灰，这场战斗绝对没有那么容易结束。饶是如此，他们仍旧损失了超过20名玩家，
并且消耗了大量的符箓。虽说达成了既定目标，将谢老师和这无面鬼一并斩杀，但对怀庄来说，这一战无疑是血亏。但对玩家们来说，可就不一定了。第90章，再次强化。你参与击杀了院级诡异无面鬼，获得了9点生命元基础奖励。越阶杀敌，奖励将获得额外加成，最高不超过100%。恭喜，你获得了合计18点奖励。无面鬼的实力和黑级树葵的实力，究竟哪个更强，许飞也不好说。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击杀黑级树葵和拜鬼教教徒的战斗中，许飞做出的贡献要比本次战斗更大。而且，当时他还没有跨入超凡，实力对比也更悬殊。以上两种原因加到一起，导致许飞这次虽然抢到击杀，但获得的生命元点数却远低于当初。当然，即便只能拿到18点生命元，许飞依旧对此感到满足了。放到手册期间，这是他2周才有可能得到的收益。至于其他玩家就更不用说了，算上越阶加成，平均也只拿到3-4点生命元。甚至还有7-8名二测玩家连赤焰符都没有，战斗中没打出任何输出，只拿到了1点保底奖励。但对他们来说，这奖励依旧令人感到满意。毕竟生命元奖励是额外进账，魏金鹏承诺的白石币才是收益的大头。一时间，许多玩家脸上都笑开了花。至于在战斗中再度有亮眼表现的许飞，已经让其中不少人有些麻木了。先一步成就超凡，连其他土豪玩家都买不起的手弩都弄到了，更借助这弩箭抢到了最后一击。如此种种，让他们不由产生了一种一步快，步步快，以至于自己无论如何也追不上的念头。不过幸好，自己还不是最慢的。虽说跟许飞这种变态没法比，但跟后续入场的二测玩家比起来，首测玩家们的心态顿时又平衡了许多。今天就到这里，大家先回去吧。干掉了无面鬼后，队伍的整体状况很不佳。继续搜索剿灭青羽蛮显然是不可能了。魏金鹏只能叫来一名艺人，让他将提前下线的其他艺人召回，随后队伍提前返回村庄休整，准备等3天后再继续剿灭行动。为防止废弃矿道深处还有其他危险，临走之前，魏金鹏还让人将矿道入口重新封死。等队伍回到怀庄时，阵亡的玩家也已经复活。大把的抚恤金和白石币发下，寻村队很快便热闹起来。短短几个小时后，首测玩家中就一举多了3名断铁后期。而见识到今天战斗中艺人的表现，寻村队没有迟疑，立刻开始扩招。从首测玩家这里，新玩家已经得知，一旦加入寻村队，就必须要签订一条契约。很多不愿受约束的玩家，心里不免对此有些抗拒。但通过论坛的交流，怀庄的二测玩家们得知，其他4个新手村的情况也都一样。或许他们村里的超凡者势力不叫寻村队，而是护庄队或者其他什么名字，但大体规则要求都是一样的。想获得力量，就必须接受契约。玩家们虽然可以私下交流断体术，论坛上也早就有玩家发布的全套动作截图和说明，但问题是，寻村任务和超凡者修炼的资源是玩家们依旧无法绕过的门槛。没有生命元点数加速，玩家的修炼速度比 NPC 寻村队员强不到哪去。没有超凡资源，更是绝无成就超凡的可能。意识到这一点，二测玩家们再不情愿，也只能老老实实跟着加入寻村队，接受契约的约束。唯一不同的是，这次出面主持入队仪式的轮到了张晨这位符师。相同的流程之后，寻村队再添了100多名新成员。看着这些可爱的炮啊呸，新人们，魏金鹏的眼中充满了收获的喜悦，就像是在看丰收的灰面草。至于许飞，在返回村庄后，同样开始了用生命元加速提升实力的事。断体境界1到2点生命元就能让属性出现至少0.1点的明显提升，但晋级超凡后，属性的提升已经是次要的，魔药的消化程度才是关键。这个过程中，超凡者的属性会随着魔药消化自然而然的得到提高。不过许飞没想到的是，加速魔药消化所需的生命元点数远超他的想象。刚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试着投入了几点，但这点幅度的加强带来的效果几乎微不可察。许飞不断尝试加码，一直到投入的生命元点数满10点后，才让融入体内的魔药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他的精神属性和体内的超凡之力也随之得到了一波加强。但凝神感应片刻后，许飞不仅没有欣喜，反倒露出苦恼神情。10点生命元也只起到了这点效果。照这个效率下去，想完全消化魔药，触摸到2阶门槛，需要的生命元总点数怕不是要500点起步，甚至可能要1000点。这个数字未免有点太惊人了。更可怕的是，许飞看到了从断体期到1阶超凡所需生命元的提升跨度。如果之后进阶也都是这样5倍10倍的提升，那想要成为高位超凡者，甚至成就圣者，所需的生命元总数恐怕将是一个难以想象的数字。希望击杀高阶诡异获得的生命元点数也能随之大幅提升吧。许飞只能这样暗暗祈祷了一下。
既然剩余8点生命源点数暂时起不到明显效果，他也就没急于再强化，而是暂且留下，说不定什么时候兑换商城符箓就能用到。随后他稍作准备，拿起画笔和纸板，动身前往了出火祭坛。在先前激发了特殊随机事件，沉寂1周以后，他的无序之药又能够使用了。哟，这不是赵一老哥吗？大神，还要大腿挂箭步？嘤，求带！二测玩家太多，也不全是好处。许飞一路走出去，沿途遇到了好几个玩家，想要像先前那样低调使用无序之药，恐怕是不可能了。好在以他现在的实力，也不怕被人惦记什么。把夹着的小板凳往出火祭坛旁边一放，支起纸板，开始轻车熟路的画门开锁。吱呀一声中，纸板上的门荡漾起了一圈圈涟漪，从虚幻的门缝中掉出了一个丑丑的人偶。看到这个人偶的那一刻，许飞就知道不妙，因为他感受到了一股不弱的诅咒气息。但想要做出什么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在被出火祭坛的火焰烧成灰烬前，人偶无差别地对附近的玩家放出诅咒。虽说诅咒效果已经被极大幅度压制了，但许飞和2名看他血生的2测玩家还是不幸中招，随即失去了一只，足足持续6个小时才能消除。幸好下线时间也算及时。干！脸黑的许飞果断选择解析赤焰符，将精神力耗空大半，然后骂骂咧咧地下了线。美好的一天日常又结束了。第91章，其他新手村来人。个人房间的书桌前，许飞手执白灵符笔，在符纸上飞快地勾勒着一个个路纹，超凡灵力化作纤细的丝线，随着笔尖灌注到普普通通的符纸中，在这些路纹之间形成了连通回路。最后一笔落下之时，符箓微微亮起一抹火光，随后迅速恢复平淡。赤焰符成了！看着这张新鲜出炉的基础符箓，许飞满意的点点头。虽说还未鉴定，但他已经有了强烈的预感，必定是符成上品。将符箓小心放在一边，许飞趁状态正佳，一鼓作气继续绘制起来。如此连绘了3张，感觉精神力量有点吃不消，他这才暂时停手，将画好的符箓全部收到了盒子中，交给了侍女。稍晚一些，自然会有巡村队的队员登门，从他这里取走符箓并及时分发。你为怀庄巡村队绘制了3张赤焰符，获得贡献度60点。随着系统提示，许飞查看了一下巡村队贡献度的进度条。虽说长长的进度条此刻才走了1小节，但许飞只要保持目前的画符速度，要不了多久就能将进度条填满。到那时，他加入巡村队时签订的约束契约就会自动解除，从此海阔天空，可以随意乱跑。跟许飞相比，普通玩家参加巡村任务虽然也有一些贡献拿，但效率比他低太多了。同样是解除契约，其他玩家恐怕要多花3-5倍的时间才能做到，而且这还仅仅是成为巡村队员的代价。若玩家们需要巡村队提供成品魔药，那踏入超凡的代价还会更高昂。幸好自己当时的运气不错，抢到了魔药主材。这样暗忖片刻，许飞收敛了一下思绪，起身走到水盆前洗了洗手，随后准备动身前往旁边的江村长家。就在刚刚画符时，他听到江村长家那边传来了密集的脚步声，随后就是一阵喧哗。而区域聊天栏里也有玩家接连报信，说看到了外来的 NPC 抵达怀庄，这引起了许飞的好奇。只是先前符才画了一半，贸然停手会前功尽弃，只能继续凝神画符。此刻正式干完，他自然要过去看个究竟了。不管是在任何游戏中，玩家们永远是最喜欢凑热闹的。许飞才出门，就看到不远外江村长的院子外面围了一大堆玩家，其中2测玩家的比例尤其高，占据了绝大多数。此刻几名陌生的武士守在外面，不许玩家们靠近，但神通广大的玩家们自然有自己的办法。有人绕过正门，试图扒墙头往里观望，还有人索性爬到附近的树上，居高临下看热闹。那几名陌生武士对此也很无奈，毕竟这里是别人的地盘，身为客人的他们不可能随便动粗，因此只要不闯入正门，他们就假装看不见。肯定是有什么剧情发生了，可恨这些 NPC 不让我们进去。树上的兄弟们，看到什么没？给个话啊！看个毛！他们人都在屋里，我啥都看不见。听说是2测新开放的4大新手村之一，连家堡的人具体是来干嘛的就不清楚了。咦，赵一大神来了！哈，来的正是时候。这帮 NPC 看不起异人，不让咱们进，我倒要看看他们敢不敢看不起异人中的超凡者。大伙快让让，放赵哥进来！不知道谁先发现许飞现身，当即就有玩家嚷嚷起来。很快，围观的玩家们让出一条路。见这些玩家这么客气，许飞也不好没有表示，朝他们道了声谢，这才动身往江村长家里走去。站住！我们堡主之子正跟江村长商议要事，闲杂人等不许入内。几名来自连家堡的武者看到许飞大摇大摆地往里走，眉头一拧，厉声呵斥起来。许飞瞥了这几名 NPC 一眼，随即放出了超凡者独有的气势。与此同时，淡淡的雾气蔓延开来，
无形中平添了几分神秘，更证明了他的身份。超凡者，几名武者脸色顿时一变，恭敬道：“原来是一位身份尊贵的大人，我等有眼不识泰山，请您恕罪。”说着，几人赶紧后退一步，让开去路。许飞也不跟几个 NPC 计较，只是一边往里走，一边暗暗揣测。虽然他还未去过连家堡，为数不多的了解仅限于论坛上的消息，但从刚刚的接触来看，连家堡的上下尊卑和阶层划分似乎更加森严。相比之下，怀庄的超凡者地位虽然也很高，但还不至于这么明显。明明是紧挨着的两个势力，间隔短短几十里就能有这么大的区别，许飞不由对神器之地各地的风俗人情产生了更多好奇。早晚有一天，他会到处逛一遍。跟许飞的淡定比起来，其他看热闹的玩家可就没这么好脾气了。见这几位 NPC 武者前倨后恭，纷纷起哄嘲讽：“呵呵，我还以为连家堡的 NPC 多傲气呢，结果就这，看不起艺人是吧？别笑了，啧啧，超凡者果然还是好啊，等着，哥也要成为超凡。”这些冷嘲热讽让几名连家堡的武者大怒，红着眼怒视玩家们，只是始终不敢真动手。不过在愤怒之余，他们也从一些能听懂的言论中得知了一件事：刚才那个超凡者居然是一位艺人，这可是个大消息。他们暗暗记下了这件事，准备回去后汇报给连家堡的堡主。屋内，推门而入的许飞看到了好几位熟人，坐在上首的正是江村长本人，旁边还有伤势已经基本痊愈的赵天哥，以及两位村里似乎有些威望的普通 NPC 老者。而另一边的客人则是三名健壮的男子，为首的人年纪不大，约莫20余岁，疑似是那位连家堡堡主之子。另外2名男子年纪要大一些，许飞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若有若无的威胁。若无意外，2人应该都是随行护送的超凡者。在3人手腕上，许飞还看到了造型近乎一致的手串，这些手串用不知名的树种串成，看起来有点浑然天成的意味，这让他下意识想起了在论坛上看到的情报。连家堡拥有的魔药好像就叫树种魔药，会不会跟这有关呢？第92章借粮。这位是？看到许飞突然进来，疑似连家堡堡主之子的青年疑惑问道。怀庄和连家堡关系说不上多好，但往年还是有一些来往的，对怀庄的高层和超凡者也有起码的了解，但他却从没见过眼前这个人。这位是我们庄的艺人超凡者赵一。江村长笑呵呵地替他介绍道，同时也是一位准符师。听到前面那句话时，3名连家堡来客还只是有些意外，并没有太重视，可听到后面半句时，他们心里的少许漫不经心便迅速消失了。全是一位符师，幸会。3人一齐向许飞致意，表达自己的尊重，不仅仅是对符师的尊重，也是对怀庄的尊重。毕竟在他们这样的小村落，任何符师都足以担任长老之职，怠慢许飞就是怠慢怀庄所有人，更不用说他们此行还有求于怀庄。见许飞有模有样的回礼，江村长赶紧给他介绍起来课。正如许飞所料的那样，这名为连平志的青年是连家堡现任堡主的独子，而2名同乡的超凡者分别是连轩、王信全，前者是连平志的堂叔，后者则是连家堡相对少见的外姓超凡，2人实力都是一阶。互相认识后，许飞在一旁的空位上落座，随后看似随意地问起3人的来意，大约是觉得许飞也是怀庄高层，连平志便没有隐瞒，将先前正在跟江村长等人商议的事项重新给许飞说了一遍。借粮？许飞没想到3人居然是这个来意，疑惑道：“可是距离本季灰面草成熟，不是只剩下2-3天了吗？莫非2村灰面草的收割时间不同？”这倒不是。连平志叹了口气，有些一筹莫展地说：“连家堡的粮食本来就比较紧张，上一季运气不好，又被时空乱流接连接卷走了2片田地，导致收获的粮食十分有限。”许飞听了更加不懂了，既然不够，为何不早些借粮，也好有备无患，非要等到离收获还有2-3天这个节点？闻言，旁边的连轩替连平志说道：“这位赵长老有所不知，之前我们精心计算过，发现只要严格规划好吃穿用度，靠去年库存的一点余粮，刚好能撑到本季灰面草收割。只是没想到，突然之间从天而降了200名艺人，而且都还很能吃。所以……”许飞恍然，感情又是玩家的锅。不过仔细探究起来，这背后还是跟自己过快晋级超凡，提前触发了2册有关。毕竟正常情况下，2册开启还要再过几周，甚至1个月时间。那个时候正好是各村收完灰面草，存粮最多的时候。结果被自己一闹，2册玩家提前降临，凭空多出来的200张嘴，直接把连家堡的计划经济搞崩了。想到这里，许飞不由有点心虚，随便找了个问题问道：“只有2-3天的话，咬牙坚持一下，应该还是能扛过吧？”连平志奇怪地看了许飞一眼，不过联想到对方艺人身份，顿时又有些恍然。
解释道：“赵长老有所不知，灰面草收割后不是立即就能食用的，需要先晾干，再磨成粉，才能吃。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至少要1周，而连平治他们缺的就是这1周的时间。”连轩担心许飞的不请自来会让事情出现变故，于是再度插口，及时说明，也是强调道：“我们连家堡和柳庄、怀庄等几个村庄素来有互助协议，往年也曾互相借过不止1次粮食，故而这次才来求援。”原来是这样，受教了。搞明白了情况的许飞拱了拱手，乖乖坐一边旁听，不再发言。他对自己的身份有很清楚的认识，虽然还算尊贵，但跟老师陈木、张晨一样，都是外人。这种借粮属于怀庄的内部事务，除非江村长等人主动开口征询他的意见，否则最好不要胡乱发表建议。这个很明显的置身事外的态度，让连家堡3人暗暗松了口气，继续跟江村长等人谈起借粮事宜。许飞一边继续旁听，一边拉开区域聊天栏，将知道的情报说了出去，给外面进不来的玩家们现场直播。这种随手可为的小事，帮他挣得不少玩家的好印象，而且惠而不费。果不其然，聊天栏里很快出现大量感谢、拍马屁的发言。至于真正的聪明人，已经开始提前准备了。既然是借粮，少不得又要组织一支运粮队，有心的玩家们早已盯上了这个随行队员的职位。正如连轩先前所说那样，怀庄和连家堡早有互助协议，而怀庄得益于不久前青木寨商队运来的大量补给，刚好有足够的余粮，因此这次谈判进行得很是顺利。双方大致确认了一下借粮的数量，还粮的日期便迅速达成一致。由于连家堡需要的相当急，车队今晚就要准备好，明日一早出发。由于1个白夜就能来回，刚好不影响后日继续围剿青羽蛮的行动。没什么可说的，这次护送粮食的行动，许飞肯定也会参加，早早向赵天哥预定了一个随行名额。对此，赵天哥是犹豫了一下后才答应，而连家堡3人则是喜出望外一口应下。有符师愿意同行，返程的安全系数自然又高了一个台阶。若是能借这个机会好生拉拢一下这位符师，将他拐到连家堡，那就更是大功一件了。当然，正常情况下他们不会这么乱来，以免坏了跟怀庄的关系。但许飞一人的特殊身份，注定了跟传统符师不同，让3人不由起了疑心。大不了事后好生道歉，多赔付一些超凡资源。只要木已成舟，想必怀庄也不会为了一位艺人真的跟他们翻脸，只能主动解除跟许飞的契约。随着组建送粮队的消息传开，怀庄的玩家们很快拥挤到寻村队这里来。然而此行一共只有20个名额，早已经被先行抵达的玩家们瓜分了，这让那些后来者们大为郁闷，但又怪不到别人，只能懊恼自己没有把握住机会。就在这样的氛围中，时间来到了第2天，白夜刚到，早已准备好的送粮车队便从怀庄启程，驶向了50里外的连家堡。第93章风起。就在怀庄组织的送粮车队动身前往连家堡的同时，现实中华国东南的一座城市，没能抢到护送任务的某部居民玩家都是大鹏的瓜，骑着自己心爱的小摩托找到了一个偏僻无人的废弃建筑工地。凭借手册玩家的身份，大鹏的瓜接连几次在论坛上推出重量级游戏攻略，一度吸引了大量的关注。不过随着大批2册玩家的涌入，其中不乏有本就名气很大的主播，大鹏的瓜很快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受到了冲击。为了巩固自己先行者的荣誉，他决定今天搞一个大新闻。在废弃工地里转了片刻，找到了一处合适的拍摄地点，确定附近没有其他人后，大鹏的瓜换上提前准备好的衣物，戴上面具，架设好摄像机，随后拿出了自己从游戏中兑换出的超凡符箓现实。当然，搞噱头吸金只是原因之一，真正促使他下决心的其实还是好奇心。自从换了这张符箓后，大鹏的瓜一直心痒痒的，想知道在现实中使用游戏中的力量道具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忍了几天后，他终于忍无可忍，虽然有点浪费，不过无所谓了。这样想着，大鹏的瓜果断激活了符箓，但金色的光辉从他身上亮起，声势不算很大，但体验感却很震撼。大鹏的瓜感觉到仿佛有股无形的力量贯穿了周围的空间，随后连通了更高维度的世界。只是没等他仔细体会那种感受，眼前便突然涌现出一片灰色的、充满了死寂、衰败和疯狂的界域。强横的力量顺着这种联系从虚空中灌注进他的身体。几乎是立刻，大鹏的瓜看到自己的肌肉膨胀起来，游戏中那动手就能击飞半吨重物的体魄回来了，甚至于熟悉的系统界面、背包等功能也一并出现在感应中。他一招手便从背包中取出了熟悉的武器。你使用了超凡符箓，限时符箓剩余时间9分钟57秒。系统提示浮现在世界左上方，持续了数秒后悄然消失。感受着体内充沛的力量和气血，大鹏的瓜心里又激动又振奋，同时还隐约有一点惶恐。区区一张符箓，
居然真的让自己继承了游戏中的力量。那么，既然超凡可以存在，那些可怕的诡异又是否能够降临呢？万一他们也能？尽管这个讨论在游戏论坛上已经是日经话题，大鹏的瓜也曾数度发言过，但此刻零距离直击，他才发现自己其实没做好真正的心理准备。微微吸气后，他收敛情绪，将注意力收回，按原定的剧本表演起来。眼下的首要任务是拍摄好这个视频。至于那些诡异怪绝到底能否跟着降临，且不说至今还是没影的事，不必杞人忧天。就算真有那天，只要游戏系统还在，有无数玩家超凡能迎战，也没什么可怕的。但大鹏的瓜不知道的是，那一天的到来远比他想象的更快，甚至于直接将门推开的一条缝隙的举动，就来自他本身。南美洲热带雨林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可以在北美掀起一场风暴。而在幅员辽阔100万里的神器之地世界，这种蝴蝶效应同样存在。就在大鹏的瓜动用符箓，让游戏中的力量降临现实时，借助神器之地跟现实连通的瞬间，距离怀庄不知道有几万里外的一处阴森古墓中，一只游荡的幽浮灵被这道微弱的肉眼看不到的涟漪波及。随即他的身体从古墓中消失，突兀地穿越了遥不可及的维度，出现在离大鹏的瓜所在地足有数百公里的宣城市中心。此时正是早晨最忙碌的时候，由于宣城今天是阴天，已经从夜间苏醒的城市仍旧有不少地方亮着灯，车水马龙的公路上随处可以看到早起的上班族或是学生。光明突然从阴森古墓中出现在现实，哪怕幽浮灵几乎没有智慧可言，实力在诡异中属于垫底中的垫底，仍旧被这一幕惊呆了。他愣愣地看着跟灰雾截然不同的繁华现实，许久没有回过神。妈妈，快看天上，有黑影在飞。一个被家长早早带着上学，坐在电动车后座的小孩子，本来正一脸的百无聊赖，忽然无意中抬头看到了幽浮灵的存在，不由兴奋地指着空中大喊起来。说什么傻话呢？家长根本没有将小孩子的话当真，甚至没有抬头看上一眼的想法，而是在盘算家里的冰箱中还剩下多少菜，送完孩子回来后的时间还是否够自己往菜市场拐一趟弯。但两人的动静却将正上方飘荡着发呆的幽浮灵惊动了。他这才注意到，这个没有灰雾，能看到日月的古怪世界遍地都是两脚兽，而且身体素质全都无比孱弱，没有强大的诡异留下的气息，没有掌握了魔药的超凡者。骤然激动起来的幽浮灵忽然看到了一座属于他的天堂。在神器之地中处于诡异最底端，只能苟延残喘的他再也按捺不住扭曲的欲望，身体猛地一转，朝下方的人类扑了过来。但幽浮灵显然没有看到，也看不懂旁边高压电缆和配电箱的触电提醒标识，更不知道神器之地世界的规则跟现实的规则有诸多看似一致，实则相差颇大的不同。吱吱吱！就在幽浮灵的身体从高压电缆中穿过的那一刻，这只弱小诡异的身体被恐怖的高压电弧洞穿。附近的人们只听到一声犹如雷击的轰隆声，旋即就看到有什么无形的东西在爆炸和火光中消失。真骨灰都给你扬了！操！吓老子一跳！什么情况？打雷了？不会是哪个龟儿子做了什么亏心事吧？离个远点，可千万别连累了我！10几米外的行人心有余悸的破口大骂了出来。最新消息，今天早晨宣城中心区的停电原因已经初步查明。据市电力公司在微博上的公示，故障来自于一条高压电缆的短路，经过电力工程师的抢修，目前已经恢复电力供应，但具体的短路原因还在调查中，不排除有线路老化的原因。下面为您继续播报宣城市午间新闻。第94章，连家的拉拢。华国的电力系统在整个蓝星都是第一流的，哪怕是宣城这样的2、3线城市，上次大面积的停电也要追溯到好几年前了。正因此，往前倒推30年稀疏平常的停电故障，到现在竟然也成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只不过由于过于巧合的缘故，现在的人们根本没弄清这场突如其来的电力故障究竟代表着什么，仅仅只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点点水花，半天后这条新闻便再无人问津。但现实的历史在这一刻已经悄然拐向了另一条岔道。神器之地，距离怀庄50里外的半屏山脚下，护送粮食的车队顺着圣物修筑的青石路，波澜不惊地接近了连家堡地盘。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诡异的异常活跃，这次出行带队的魏金鹏神经全程绷紧，稍微有点风吹草动都忍不住疑神疑鬼，唯恐下一刻就有诡异怪绝从灰雾中跳出来。但他们的运气显然不可能一直那么缓，这一趟出行送粮队就没遇到任何像样的危险，仅有的2只不入流级怪绝，甚至不需要坐镇的超凡者动手，一众玩家们就兴奋地冲了上去，将他们大卸8块，以至于魏金鹏不得不心疼的连连叫人收手，唯恐浪费太多赤焰符。
终于到了。看到同样修筑在半山腰上的连家堡轮廓，若隐若现地出现在雾气中，感觉心很累的魏金鹏长出了一口气。连家堡三人脸上看起来也有同样的神情。显然，最近遇到麻烦的不仅仅是怀庄，他们这里也遭遇了一些危险的事件。正因此，担心途中出意外的他们，才在不确定怀庄是否有余粮，以免白跑一趟的情况下孤身登门，而不是直接带上自家的运粮队。吱嘎，吊桥放下，厚重的铁闸门从下方拉起，送粮队在全体通过测轨符检测后，被连家堡的护卫们迎了进来。得到消息的连家堡堡主连高卫亲自出来迎接，并向随行的怀庄众人热情道谢。不少降临在连家堡的二测玩家也收到消息，纷纷赶来。一是看热闹，二来也有不少玩家不满出生点，又心存顾虑，不想胡乱删号，打算借这个机会跟随怀庄的车队一起回去。但怀庄是否愿意接受，又要如何说服怀庄领队的 NPC， 无疑成了一个问题。一时间，车队这边热闹非凡。魏金鹏并没有在连家堡久待的打算，准备稍事休息，吃顿午饭后就直接启程返回。连家堡堡主连高卫本来也没有特别挽留，但随着连平志凑过来悄声耳语了几句，又朝许飞偷偷指指点点了几下，连高卫顿时改了想法。符师对于凭空降临的这些异人，连高卫的看法跟怀庄超凡者最初的看法差不多，多少有些不喜。即便是发现这些异人实力提升速度很快，连高卫也没有特别在意。毕竟异人实力提升速度再快，也要有足够多的魔药才能晋级超凡者。连家堡又是小地方，就算砸锅卖铁，一年能弄到的魔药也就那么几符，所以他根本不在乎异人如何折腾，甚至宁可他们数量少一点。但符师就不同了，他们绘制的符箓能以一种相对廉价的方式，让普通人也能拥有对抗诡异的能力。更不用说符师本身就是超凡者，真到了生死关头一样能拉上去战斗。如果魏金鹏现在跟他说用许飞换100个普通异人，那连高卫会毫不犹豫地同意。有这样的想法，他接下来会做什么也就不难猜了。一个眼色，连平志便明白了该怎么做。很快，连高卫找到魏金鹏，表示连家堡为了感谢他们送粮，专门举办了一场小小的宴会。虽说对连家堡平民来说，连灰面草这种基本口粮都不够吃，但若是临时准备一下，仅仅只给几位高层凑一桌简陋的酒宴，还是能办到的。毕竟任何时候超凡者都有特权，连家堡这种阶层森严的地方尤其如此。这不好吧？听说连高卫为此专门拿出了一瓶收藏好几年舍不得喝的好酒，已经许久没有痛饮过的魏金鹏顿时迟疑起来。倒也不是说真想喝酒什么的，主要是觉得手下赶了半天的路挺累的，多谢一会也无妨。哎呀，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连平志笑眯眯地说道，为了我们连家堡的事，魏队长特意跑了一趟，可谓雪中送炭，帮我们解了燃眉之急。这种情况下，要是不一尽地主之谊，还像话吗？请魏队长务必赏光。见连平志这么说，魏金鹏也就不好意思拒绝了，嘿嘿笑了笑，跟着连平志朝堡内走去。连高卫则借口招待一下一人，顺理成章地落在后面找上了许飞。听闻赵一先生有符师资质，已经在怀庄担任了长老。见这位连家堡的堡主满脸笑容，格外的平易近人，许飞第一时间有点没反应过来对方的来意，习惯性的谦虚道：符师资质确实有，不过目前还只能画些基础符箓，算不上真正的符师。已经能画基础符箓了。连高卫心中更加惊喜，没料到这位艺人才降临没多久，居然已经有了如此成就，这份资质着实令人震惊。同时他拉拢这位艺人符师的决心也更加坚定了。毕竟拉拢一位还需要培养一段时间才能有所收获的符师学徒，跟拉拢一位到手就能画符的准符师，风险和收益完全是两个概念。他眼珠一转，一边慢慢走着，一边说道：赵一先生资质果然惊人，日后在符道上必有惊人之举。不过我听闻怀庄对超凡者的待遇并不算很好，对艺人们似乎也无甚特殊关照。我们连家堡就不同了。说到这里，连高卫开始不着边际地吹嘘自家给符师的待遇，同时暗戳戳地给怀庄的情况挑刺。得知许飞才是一阶超凡者后，连高卫甚至还许下了一个承诺，表示只要许飞愿意留下，他必定会帮忙弄到另一份下品魔药，并且保证跟许飞现在的魔药相搭配。换句话说就是保送2阶超凡。至于许飞跟怀庄签订的契约，连家堡也愿意出面帮忙化解。这个条件的确相当优渥，让许飞都有点动心了。但短暂的思索后，他很快便冷静下来。不管是从利益角度还是情感角度，自己都不应该短视的答应连家堡。不过许飞也没立刻把话说死，只说自己需要考虑一下。第95章半本符箓笔记。理解理解。对许飞的拖延之词，连高卫并未怀疑。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如果许飞听自己一说就随随便便同意了，连高卫反而要怀疑许飞的居心以及艺人的可靠性了。不过出于强烈的
想要拉拢一位符师弥补自家薄弱之处的动机。连高位眼看着许飞加快脚步，就要走进宴请的屋内，一咬牙做出决定：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想要拉拢一位符师，总归要先表达一下自家的诚意。他小跑几步，再度追上许飞，从腰间系着的行囊中掏出来了半本用羊皮纸当封皮、年头看起来有些久的笔记。之所以说是半本，是因为笔记后半部分被人撕去了，依稀还残留有火烧的痕迹。这是……许飞不解地看了看连高位递来的东西。连高位压低声音道：这是老夫前年从一处时空乱流内的遗迹中逃出来的，据我堡内唯一的符师所言，里面除了一些符箓理论外，还记载了几种冷僻的符箓绘制之法。虽说是残本，但亦有不菲的价值，就当作是我连家堡给赵长老的礼物吧，聊表诚心。这堡主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有一句话叫无功不受禄，若是加入贵堡，收下这笔记倒也无妨，但眼下我尚未有决议，故而不能收。许飞的态度还算坚决。神器之地毕竟不只是游戏，想要混得长久，节操和信誉还是要有的。见许飞这么讲究，连高位反倒越发看重了几分，觉得这个异人符师可以信赖。反正这半本笔记他早就誊写过，说穿了其实没有实质性的损失，于是同样坚持道：赵一先生莫要推辞，即便之后您不加入我们连家堡，这笔记也照样赠送，绝无二话。还有这种好事？许飞不知道该说啥了，见连高位好像是认真的，便不再推辞，接过了笔记。人家话都说这个份上了，有便宜不占是傻瓜，他可不是什么迂腐之辈。见许飞收下礼物，一副对自己好感大增的样子，连高位心中欣喜。他觉得就凭自己这一番操作，再加上先前允诺的条件，拿下许飞起码有一半把握了。接下来酒宴上再好生款待，让他感受到连家堡的热情，估计就能十拿九稳。命下人上酒上菜的同时，连高位甚至已经开始在心里考虑，回头要如何跟怀庄的江村长等人解释，又要开出什么条件和解了。以现实华国的繁华来评价连家堡，用穷乡僻壤这4个字来形容，都可以算是抬举了。可想而知，他们仓促间准备的酒宴究竟能有啥水平？人手一海碗不知名的炖瘦肉，一小碟酱菜，一小碟口感有点像花生的山果，还有一点点重在出火祭坛旁边的新鲜蔬菜，干粮有烙热的灰面草饼，再加上一瓶酒，就算是宴席的全部内容了。魏金鹏他们倒是吃得满嘴流油，似乎很满意的样子。可许飞吗？在他看来，连家堡的餐饮水平跟大吃货国花样繁多、色香味俱全的酒菜相比，提鞋都不配。但神器之地里条件就这么艰苦，人家已经把好东西都拿出来了，他也不好意思挑剔什么，托辞胃口不佳，正常填饱了饥饿度了事。随后便借口疲惫，需要小憩一下，找了间客房休息起来。其实就是心里惦记那半本笔记，想急着研究一下。照例先丢了一道鉴定，但很可惜没鉴定出什么有价值的信息，基本跟连高位描述的差不多。见状，他沉下心来，翻阅起这本页数不少，但实际内容并不算太多的笔记。笔记中并没提到书写者的身份，开头就记载了一些制服的理论以及自己的一些理解。稍后几页还夹杂了一些关于现实中生活的描述，内容十分杂乱。若是有熟知历史的 NPC， 说不定能从这些零碎的描述中推测出这本笔记主人生活的时代。但许飞肯定是没那个本事了。看了片刻，没发现多少有价值内容的许飞，稍稍加快了翻阅速度，直到笔记中间部分，才终于有了收获。笔记的主人在这里面记录了一张赤焰符的构型，但这张赤焰符的绘制之法跟许飞掌握的现如今的赤焰符有着多达6处细微的不同，而笔记主人更是以这张赤焰符为主体，对如何优化符箓绘制之法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如何通过微调符箓的构型，判断符箓的哪一部分究竟起到什么作用，修改之后又能对符箓起到什么影响。看得出来，笔记主人的尝试不算成功，里面记载的内容也十分有限，只有寥寥数页。但这些浅显的尝试和一些思路却给了许飞不小的启发。符箓的构型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针对性的定制。有金手指的帮助，自己每解析一款符箓，对它的理解都能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有这种便利，先天胜过其他 NPC 符师100倍。或许自己也可以尝试修改符箓构架，甚至推陈出新，在原有构架上研究出某种新符。将这个想法暗暗记下，许飞继续翻阅起笔记剩余的内容。这之后，笔记便没有太多理论上的东西了，主要内容变成3种冷僻符箓的绘制方法，分别是纸鹤符、假身符、土墙符。这3张符箓引起了许飞的好奇，稍加研究，很快明白了它们的功效。纸鹤符顾名思义，符箓可以招出一只纸鹤，纸鹤可以在10里内飞行，但程序非常死板，只能指定地点单趟飞过去，甚至连简单的折返都办不到，除非飞得不远，处于超凡者的感知范围内，才能进行遥控。注入足够的超凡灵性后，
纸鹤还能承载一些重量比较轻的文书、信笺等物品。但鸡肋的是，纸鹤是可以被人看见的，而且飞得不快，也没啥防御能力，一张弹弓就能打下来。这玩意不太行啊！看完纸鹤符的功能，许飞算是明白它为啥冷门了，感情是真的没大用。放到现实世界，无人机岂不是完爆它？传信功能算是唯一的亮点了，也远远不如手机方便、迅捷、可靠。唯一能值得称道的地方，大概也只有学了以后在普通人面前称一下逼格了。第96章，一时白嫖一时爽。假身符同样也是很冷门且鸡肋的符箓，使用后它可以变换出跟使用者完全一致的假人，并且能在感知范围内简单的操控，做出迷惑敌人的举动。或许有人会说了，这不就是很多游戏里的分身能力吗？很有用啊，实际上还真不太一样。之所以叫假身，就是因为它除了相貌体态一致外，并不会继承超凡者的气势，也不继承任何攻击能力，且稍微被攻击就会损毁。总而言之，除了看起来像，其他毫无特点。打普通人，许飞随便碾压，根本用不到这玩意。打超凡者，人家感知一扫，立刻分出真假，根本不会上当。唯一有点用的话，可能也就没动手之前，或许能起到少许迷惑的效果。或许也可以用来刷逼格。最后的土墙符同样也是冷门鸡肋的玩意。顾名思义，激发后可以在目的地升起一面坚固的土墙，可以阻挡一下敌人。但然后呢？这玩意毕竟只是土墙，不是石墙，更不是钢铁城墙。就算有超凡之力加固，防御力终究有限。断体期的武者多来几拳都能强行打穿，更不用说那些实力强大的诡异怪绝了。何况许多诡异还能浮空、遁地、穿墙，直接是其为无物。而这土墙符却跟纸鹤符、假身符一样，都是基础符箓，绘制所需的超凡资源不少，效果却有限，性价比实在不高。果然免费无好货，能被送礼者本人都说成冷僻，不是没有原因的。合上残破的笔记，许飞暗暗摇摇头。在他看来，这几张符箓闲暇的时候可以研究一下，就当开阔眼界，无聊时娱乐了。想靠他们提升自己的战斗力，还是趁早打消这个指望吧。不过话说回来，这3张符箓似乎也不全是一无是处，设想和思路都有可取之处。若是能对他们进行一些优化和改进，许飞心中一动，忽然有了新的想法。虽说以他现在在符箓上的造诣，说什么优化还差得远，但若是再积累一些经验，借助金手指灰色符箓的帮助，或许未必做不到。这次回去后，或许可以抽空多做一些尝试和研究。盛情难却之下，魏金鹏最终决定在连家堡这里过一夜再离开。至于外出剿灭青羽蛮的事，说不得只能推迟半天了，想来是不打紧的。许飞对此无所谓，甚至还有点期待，能不能从连高卫那里再弄点好处。暗夜降临后，后者不出意外再度派来糖衣炮弹，试图腐蚀许飞的决心。糖衣吃下，炮弹丢回去。开玩笑的。许飞倒是想把糖衣吃下去，奈何玩家们有强度堪比碳锡之臂的内衣裤，根本脱不下，只能义正言辞地拒绝了小姐姐的不正当请求，然后跟他俩一起研究了一晚符箓笔记，直到白夜再度降临。不好意思，连堡主。继续蹭了一顿早饭后，许飞一脸抱歉地给连高卫发了一张好人卡。在后者错愕、失算、郁闷又不好流露出来，只能强行表示豁达的纠结神情中，许飞哼着小曲，心情舒畅地跟着宋良队踏上了返回怀庄的旅途。任务奖励照领不说，还白嫖了半本符箓笔记，这一趟可谓不虚此行。返回的途中，除了原有的玩家外，还多了坚决要同行的10几名连家堡2侧萌新。魏金鹏已经体会到玩家工具人的好使，队友一人愿意投奔，自然是来者不拒。至于说魔药的事，日后再说呗。就算这些艺人成不了超凡，能有一群不怕死的断体巅峰当炮灰，对怀庄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至于艺人们届时是否会不安分的闹事，或者直接从怀庄出走跑去别的势力，魏金鹏一时间还真没考虑过。毕竟艺人们降临的时间还是太短了点，才堪1个月出头。好不容易打发了这些连家堡2侧玩家，魏金鹏慢吞吞地找上了许飞。赵长老居然没有留在连家堡，莫非他们开出的条件不行？这名 NPC 一开口就把许飞小小震动了一下。你都知道了？魏金鹏轻描淡写的道，连家堡的小动作又不算隐秘，我若是这都看不出，岂不是成傻瓜了？许飞点点头，条件其实还不错，只是我考虑了一下，还是拒绝了。闻言，魏金鹏居然也没追问，更没说什么，笑了笑就转身退了回去。这下反而轮到许飞发问了，魏队长就不好奇他们究竟开了啥条件吗？魏金鹏露出几分无奈神色，说，我有啥好问的呢？一名符师真要想走，是我区区一个1阶超凡者能强留的吗？就算真要问，也是你的老师陈长老过问。可说穿了，陈长老也是青木寨派来坐镇的，
同样不是我怀装的人。他从一开始就很清楚这点，所以表现得一直很淡然。你倒是看得开。许飞忽然有点佩服这个 NPC 了，换成是自己，就算能理解，心里恐怕还是有点在意的。接下来两人再没交流什么，路上也没什么危险，平安返回了怀庄所在的山脚下。但就在队伍快要上山的时候，道路两侧的灰雾忽然被什么惊动似的翻腾起来，不可名状的气息和令人烦躁发狂的呓语从雾气深处传来。随后一根白色的羽毛悄然飘落，被一名眼尖的玩家刚好看到，大叫出来：羽毛！青羽蛮！魏金鹏瞬间认真起来，他一边凝神打量四周，一边冷笑道：很好，正想着之后要找你呢，居然自己跳出来了，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艺人们听着，待会只要青羽蛮现身被我缠住，你们就立刻分出几人上山求援，请前召二位副队长前来增援。请队长放心。几名反应快的艺人异口同声地应下来，他们只要进入怀庄内，就能连上村内的区域聊天栏，让其他玩家就近通知钱高雄和赵天歌，这样起码可以节省好几分钟时间。更有几名随行的二侧玩家果断异常，直接下线上论坛发帖，只要有还没进游戏的怀庄玩家看到消息，第一时间上线通知，就能连上山的时间一并省了，再快上几分钟。见艺人们很靠谱的样子，魏金鹏心里踏实不少，凝神跟那只暂时还未露面的青羽蛮对峙起来。时间在自己这边，他一点都不着急。第97章对战青羽蛮。时间一分一秒流逝，附近的灰雾越发翻腾起来，尚未现身的那只青羽蛮似乎终于要失去耐心，主动发起攻击了。就在这时，灰雾中突然传来了声音：找到你了。话音未落，大片的灰雾迅速朝四周散开，山路左侧前方10余米处的空地上顿时暴露出一只造型奇特的怪蕨。它的身体有点像一个大号的海胆，表面散发着淡青色的光，而海胆的背部长着大量的细长羽毛，这些可以拿去做扇子的羽毛本身是白色，但在光芒映衬下却显得清脆如松柏。看到它的第一眼，很多玩家心里就冒出了相同的念头，难怪这玩意叫青羽蛮。但随即而来的就是疑惑，灰雾向来是诡异怪蕨的主场，这只青羽蛮到底是如何被找到的？附近的灰雾又是怎么凭空散开的？青羽蛮自身也有些不安，不明白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惊疑地看向四周。但魏金鹏却没有任何疑惑，先前对峙的时候，他就注意到了许飞悄然隐匿于雾气中的举动。此刻看到灰雾散开，青羽蛮暴露，哪里还不清楚是许飞赶在青羽蛮出手前先发制人了？他本来并没有先手的想法，但现在机会难得，就这么错失了反而不美。于是瞬间开启黑石魔药，朝被孤立在空地上的青羽蛮扑了过去。青羽蛮的实力比血老师只强不弱，单对单的话，魏金鹏胜算很低。但青羽蛮早已习惯了灰雾的存在，此刻暴露在正常的空气中，只觉得十分别扭，本能的想重新遁入灰雾中。但暗中的许飞一直在盯着他，不管他往哪个方向退，周围的灰雾都跟着散开，就仿佛青羽蛮自带了一个驱散灰雾的光环。这离奇的一幕让青羽蛮惊慌不已，他也不是没想过附近可能还有其他敌人，但许飞激活雾之隐者天命后，在雾气中的隐匿效果实在太好了。之前废弃矿道中那只怨极诡异都没能轻易看破，青羽蛮只是游击，又凭什么能发现许飞的端倪？赵长老操纵魔药能力居然也如此娴熟。魏金鹏暗赞一声，抓住机会近身，直接将赤焰符贴在双拳之上，对着青羽蛮开始狂暴输出。最初的几拳，青羽蛮仍旧躲避，但很快他的凶性便被激发了。灰雾没了就没了，他又不是没见过人类的浮灯。背部的羽毛倒竖起来，跟魏金鹏厮杀到了一起。这只怪蕨身上的青光无规律的收缩膨胀着，不断抵消赤焰符的火焰。看到有浑水摸鱼的可能，几名玩家眼前一亮，也加入了战场。但玩家们没注意到，在青光抵御着赤焰符的时候，点滴掉落的细小光点正在附近空气中悄然散发着致命的诅咒。靠近的玩家转瞬间便被诅咒侵蚀，齐刷刷的倒了一地。卧日，剩余的玩家被吓住了，他们压根没看到青羽蛮怎么动的手，人就死光了。一时间没人敢再插手超凡间的战斗。不好！在玩家们躺到前一秒，魏金鹏也感觉到了不对，但他的实力比普通玩家强太多了，当即调动体内超凡之力，将这些可怕的诅咒隔绝在体外。但这么一分心，他对青羽蛮的压制力不免削弱了一些。就在这时，驱散灰雾的那股力量似乎消失了。青羽蛮惊喜地发现，四周的雾气在一点点恢复过来，整个过程十分自然，并没引起青羽蛮的戒备。然后许飞就从他背后的雾气中突兀下手了。雾之隐者的效果让许飞即便出手攻击，仍旧能保持隐匿。正因此，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的确让青羽蛮吃了一点小亏。可这只怪物也不是傻瓜，
终于意识到雾气中隐藏着自己发现不了的敌人。背部的羽毛立刻脱落了4、5根，每根羽毛上面都沾染了一抹青光，化作利箭朝雾气中激射开来。这一招来的有点突兀，打了许飞一个措手不及。雾气只能帮许飞隐匿身形，压制敌人的感知，并不是无敌。只要敌人能盲猜到他的位置，或者有范围杀伤法术，那破解起来其实也不难。虽说许飞反应也算很快了，极限侧开了身子，但还是被其中一根羽毛擦中。幸好老师给的第2对铁甲符忠实地履行了保护效果，帮他挡住了攻击。但羽毛上附加的青光却并未随之消失，而是顽强地附着在铁甲符的荧光上，不断对它进行侵蚀，足足将铁甲符内的超凡之力磨灭了1/3，青光才逐渐暗淡消散。这威力虽说没受实际伤害，但许飞心里还是有点后怕的。接下来的战斗中，不敢再像刚才那样贸然出手攻击，但即便如此，他的存在仍旧让青羽蛮多了不少顾虑，甚至不需要真身上前，只要远远操控雾气变换，接近就能让青羽蛮提高警惕，甚至对着空旷的雾气盲射羽毛。如此一来，魏金鹏的压力大减，而且许飞很快开始陪他玩狼来了的游戏，接连用雾气调戏了几次青羽蛮，却始终不现身后，随着青羽蛮逐渐放松戒备，许飞又会冷不丁的突然现身，狠狠砍出一刀。当然，这一次他早有准备，一击出手就立刻飞身急退，有惊无险躲过了羽毛的反扑。凭借魏金鹏的正面暴力输出，以及许飞抽冷子的几轮攻击牵制，赤焰符的伤害逐渐累积起来。青羽蛮的气息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衰弱。被天命强化后，雾影魔药赋予的能力其实已经不再是纯粹的保命类能力，运用的好了，有很多可以操作的地方。上次废弃矿道中的战斗，许飞表现的比较一般，固然是因为那只无面鬼实力太强，但也跟许飞晋级超凡后第一次介入超凡级别的战斗有关。他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一次战斗的表现以及对魔药能力的运用比上次好了许多。可惜自己的攻击手段还是太过欠缺，纯靠赤焰符那点伤害刮痧。将来晋级2阶时，或许可以考虑吞服一种攻击类的魔药。太刮痧的话，终究不是个办法，而且也影响自己在战斗中打出的伤害，继而直接影响到自己获得的生命源。许飞一边继续在雾气中寻找机会，一边暗存着。第98章中招。久战之下，没能解决敌人，自己反而受到了不少伤害，让青羽蛮焦虑起来。他虽然找不到雾气中的许飞，但面前的魏金鹏却触手可及，而且威胁也更大。当即决定不惜自损，也要将眼前这名讨厌的人类解决。青光猛然明亮起来，海胆状的身体一下子膨胀了好几圈，可怕的气息在酝酿。感觉到危险，魏金鹏迅速拉开距离，但青羽蛮却不给他机会，膨胀的身体犹如弹性十足的皮球一般，猛地在地上一撞，随后急速弹跳起来，几乎瞬间追到魏金鹏身后。下一刻，青羽蛮背后剩余的羽毛全部脱落，足有10几20根之多，化作锋利的羽毛刀阵，从4面8方朝魏金鹏发起攻击。面对无处不在的攻击，魏金鹏也算豁出去了。黑石魔药催动到极致，双臂双腿连踢带打，黑石化的皮肤跟羽毛刀阵不断碰撞，发出金铁交击般的铿锵声，密集犹如雨点。许飞也立刻给予支援，附近的雾气化作带状，急速朝青羽蛮袭来，仿佛他正隐藏其中，即将发动致命一击。这堪称及时雨的骚扰，迫使青羽蛮再度分心应对，也让羽毛刀阵步步紧逼的绞杀出现了一点迟滞。抓住这0点几秒都不到的间隙，魏金鹏硬生生以轻伤为代价，将大多数致命攻击挡下，强行从刀阵中冲出。牛逼！黑石魔药的防御能力是真的强，看得许飞有点心潮澎湃。不过刚才一轮爆发对刚后，魏金鹏的超凡之力消耗过度，看起来有些支撑不住了。双臂双腿上的黑色石肤厚重程度也明显弱了许多。但青羽蛮刚才那招消耗也不小，背部的羽毛虽然开始一根根缓慢生出，但想要恢复全盛时期，明显还需要一些时间。而就在这个过程中，玩家们的下线球员上线通报大作战取得了成功。第一时间收到消息，赵天歌和钱高雄抄起浮灯，旋风一般朝山下冲了过来。怀庄位于半山腰上，虽然海拔有几百米，对普通人来说下山还是要费一点力的，但赵天歌和钱高雄可是超凡者，全力催动下，一步踏出数丈，简直就像是人形高达59下山。许飞虽然不知道赵天歌和钱高雄已经近在咫尺，但时间每推移1分，他们胜算都大1成，这点他跟魏金鹏还是清楚的。但就在两人都以为优势很大的时候，青羽蛮真正诡异之处才刚发生。羽毛刀阵什么的威力虽然惊人，但超凡者有很多手段可以躲避，硬抗其实没那么致命，而那逸散青光中蕴藏的诅咒才是真正致命的。这些光点看似被两人的铁甲符和超凡之力挡住，但这只是表象。随着时间推移，
两人被青光诅咒渗透的逐渐深入，无形的累积也终于超过了某个无形界限。变故骤生，正要继续调动雾气的许飞，忽然感觉到背后在发痒。刚开始的时候，他还想忍住，但这种感觉很快变得强烈起来，而且扩散到了更多部位。无奈，许飞伸手抓挠了一下，但却并没碰触到皮肤，只抓到了几簇出生的羽毛。什么？许飞心中猛地一沉，完全不知道自己究竟是何时中招的，更不知道自己身上长满羽毛后会有什么后果。但不用想也知道，下场一定不太妙。比他稍晚一点，魏金鹏背上也出现了洁白的绒毛。不过他的实力比许飞更强，黑石魔药对体魄的强化也远超侧重于精神的雾影魔药，因此短时间内，魏金鹏还能凭借自身力量强行镇压，让羽毛不至于生出的太快。该死，这究竟是什么玩意？许飞一边暗骂，一边光速招出系统界面，查看了状态栏，上面明晃晃地标注了一个负面状态：羽化诅咒。背部长满羽毛的那一刻，青羽蛮的力量将完全渗透，掌握许飞的身体。羽化诅咒将会化为一枚种子，汲取许飞的气血和超凡之力。当这枚种子壮大到极致时，青羽蛮就会将它回收，许飞将会瞬间死亡，而被抽回的力量将会让青羽蛮更加强大，背部长出一根新羽。好消息，这个羽化诅咒可以被玩家的复活状态清除。坏消息，一旦背部长满羽毛，到了羽化诅咒化种的那一步，这个状态将不可逆，许飞大约非要死一次不可了。弄清了状态，许飞有点急了。早知道这青羽蛮这么危险，自己就不该表现得这么积极。看来成为超凡者后，自己还是有点飘了。也难怪陈木、张晨他们明明实力不俗，又身为符师，却不愿轻易出手跟诡异战斗，感情是真的容易出意外。还有一个念头就是《志怪图鉴》这本书，果然还是要多花点时间读。但现在后悔也晚了，许飞只能调动超凡之力，全力对抗，压制背部的羽化诅咒。可惜效果不佳，毕竟雾影魔药的能力摆在那里，先天就不擅长这个。不要慌，魏金鹏从雾气的突然停滞，结合自己的状态，猜到了许飞情况也不妙，大声提醒道：这种诡异手段来自青羽蛮本身，大部分情况下，只要将源头解决，诅咒的效果都会弱许多，能给咱们争取更多时间。咦，好像有道理。许飞立刻打起精神，左右都是死，跟这只青羽蛮拼了。借助雾气掩护，他手持百段钢刀再度杀了上来。这一次，许飞可谓是下定了决心，不再采取砍一刀就跑的游击策略，而是实打实的准备拼命了。两名一阶超凡对阵一只游击尚未诡异，纵然没有出火祭坛压制，也有一定胜算。而且两人的运气还没差到那个地步。最关键的时刻，赵天歌先行一步，从山路上冲了下来。感应到战场的动静，神兵天降般入场，强援到了。不管是魏金鹏还是许飞，都大喜过望。但下一刻，乐极生悲了。魏金鹏在超凡的道路也算资深者了，即便心中喜悦，仍旧没忘记尽可能控制情绪。许飞到底还是经验少，大喜之下，情绪剧烈波动，居然再度引来了七情菇，而且一出现就是4只。没办法，许飞毕竟是超凡者了，情绪波动散发的信号比普通玩家高很多，一下子就把周围一定范围内的七情菇全招来了。4只怪绝凭空出现，加入了战场。干！我的！属实是自己的责任，许飞也没法推卸甩锅，老老实实承认错误。幸好钱高雄稍慢2步，紧跟着切入战场。七情菇这种怪绝虽然防不胜防，恶心得很，但个体实力真的不算强，全靠数量取胜。纵然是4个加在一起，也远不如青羽蛮强大。钱高雄一拳锤扁了一个，随后又拦住了2个，只留了一个漏网之鱼放给了许飞。第99章，魏金鹏的猜测。赵天歌的身体仍旧有少量部分残留了骸骨化的后遗症，不过经历了那次生死危机后，赵天歌此刻的实力似乎比当时更强了一些。黑石魔药一开，以一人之力便从容挡住了刚刚大战一场的青羽蛮。没有了这只难缠的家伙，又有钱高雄的帮忙，魏金鹏和许飞的压力大减。纵然状态不佳，大部分力量放在镇压背后羽毛上，他们仍旧在很短时间内解决了剩余的3只七情菇。战斗终于到了终局之时，4名超凡者开始围攻青羽蛮，能够取胜已经没有任何悬念。许飞集中注意力，开始准备抢最后的补刀。魏金鹏、钱高雄他们3人最近跟玩家一起战斗的次数多了，大约也注意到了玩家们的一些细节和喜好。眼瞅着青羽蛮奄奄一息，3人有意放慢了出手速度，给许飞让了一个人情。他们已经知道许飞开始批量绘制赤焰符的消息，而且清一色符成上品。这样一位已经将资质变现的天才符师，给予破格的优待都不过分，又何况仅仅是对他们没什么用处的最后一击呢？在3名 NPC 超凡者的有意相让下，许飞瞅准时机，一刀斩出，轻松将青羽蛮斩杀。
系统随即弹出提示：参与斩杀了青羽蛮，拿到了11点生命源。怎么更少了？许飞怒了，他感觉自己这一战做出的贡献远比之前的战斗更高，而且又没有其他玩家参与，只拿到11点，属实有点不应该啊。但紧接着他就注意到，青羽蛮只是游级上位，越阶奖励的加成已经微乎其微。这11点生命源，绝大部分都是基础奖励。这个发现让许飞郁闷起来，他之前2次捡便宜捡得太大，以至于对正常的实力提升速度有了一个误解。事实上，今日的奖励才算是合理水平。在系统提示出现的同时，伴随着碎裂的青光涟漪，青羽蛮迅速化作无数羽毛被风吹散，失去了诅咒的源头。许飞和魏金鹏果然感觉到身中的羽化诅咒变得孱弱起来，或许短时间内仍旧无法消除，但随着时间推移，只要许飞不断用超凡灵力去镇压，迟早能将体内残留的诅咒灵力磨灭。确认自己的首次复活机会又保住了，许飞稍稍松了口气。青羽蛮死亡之处，一根凝聚了超凡灵性一退的青羽原地飘落下来，吸引了魏金鹏他们的注意。有超凡灵性一退，几人脸上露出些许喜色，下个月出火祭坛的新柴又多了一份。但就在魏金鹏将羽毛拾取在手中，打量几眼后，却再度露出怀疑之色，随后沉吟起来。怎么了？赵天歌疑惑问道。魏金鹏将青羽蛮遗留的羽毛递给了他，有什么感想？赵天歌接过羽毛，打量几眼，又凝神感受片刻，忽然眉头一皱，这羽毛凝聚的超凡灵性一退，似乎比正常的游击上位要少一些。钱高雄也接过羽毛感应了一下，确认了赵天歌的话。魏金鹏说：你们看法一致，看来不是我的错觉了。说着，他扭头看了一眼许飞和周围的其他玩家，小声道：我注意到一件事，但凡有一人插手的战斗，诡异怪绝死后凝聚超凡灵性一退的几率都更低，即便凝聚出来，其灵性的分量也普遍要少一些。这句话蕴含的分量还是很重的。赵天歌跟钱高雄对视一眼，都听出了魏金鹏话里的未尽之意。难道艺人们实力提升速度极快的原因竟跟这个有关？他们有某种特殊的天赋或者手段，能够掠过所杀诡异怪绝的超凡灵性？那么两人也很自然的有了一个联想，超凡者的灵性一退和诡异怪绝的灵性一退本身没有质的区别。既然艺人能通过击杀诡异怪绝快速提升实力，那么他们能够通过击杀自己等人达到同样的目的呢？虽说目前来看，艺人们还是很和善的，没有这种情况出现，但谁能保证这种事以后也不会出？见两人神色有些异样，似乎想要说些什么，魏金鹏用眼神制止了他们。这里并非说话之处。10分钟后，外出的宋良队终于安全回到了怀庄。同行的来自连家堡的2册玩家们兴奋地打量着论坛上看过多次的手册新手村，同时等待起村里的安置。其他有惊无险围观了战斗的玩家则兴奋地跟身边的玩家或区域聊天栏内吹逼，惊心动魄的情形吸引了不少人的追捧。许飞则在领了宋良任务奖励的生命源点数后，先行一步溜到了老师陈木家中。背上的羽毛虽被压制了，但这种异样的存在感还是让人很不爽的。他准备拜访一下老师，看他能不能帮忙治疗一下青羽蛮的羽化诅咒。许飞才刚进门，就看到老师抬头瞅了他一眼，随后一语道破了他的现状。这都能看出来？许飞又惊讶又佩服。要知道，羽化诅咒已经被他用超凡灵力镇压住，又在他的背后，不管是正面看起来还是气息感知，都难以发现异常。若是近距离观察片刻后被发现，许飞还能理解，但这个一眼看破也太夸张了吧？自己这位老师到底什么实力？许飞之前推断他的实力至多不超过2阶，难不成比自己想的还要高？见他惊奇的样子，陈木微微一笑，往院外一指。1刻钟前，艺人们满村里嚷嚷说你们在山脚下遇到了青羽蛮，让赵天歌他们赶紧支援，我都听见了。许飞脸上顿时冒出黑线，感情是这么看出来的，这换我也行啊。只可惜陈木终究也不是万能的，他虽然知道许飞中了羽化诅咒，但却并没办法破解。事实上，能抹除这种诅咒的符箓是存在的，但会符所需的材料却很难得，他手上也没有。不用担心，我已经看过了，以你现在的实力，压制这种诅咒不成问题。不出意外的话，3天就能让他自行消除。见老师都这么说，许飞也只好接受了这个事实。随后想起什么，拿出了自己从连家堡堡主那里弄到的半本笔记，递给了老师，既是一种分享和回报，顺便也能一起讨论一下其中优化符箓的思路。第100章灰熊镇，袭击怀庄的青羽蛮被解决了。消息传开，怀庄的 NPC 们一片喜气洋洋。先有薛老师，后有青羽蛮，这2只诡异怪绝被解决后，他们终于可以安心的收割灰面草了。只要能挺过这几天，村里就无需为接下来一季的粮食而担心。
对在这个艰难世道上挣扎求生的普通村民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让人安心的消息了。江村长等人早已制定好了收割的方案，提前半天公布了出来，基本就是在以往的方案基础上稍微做了些调整。届时，除了少量巡村队员看守村庄外，绝大部分巡村队员、普通村民和超凡者都要倾巢出动，共分为6组，各自负责一块灰面草田。顺利的话，3天内就能完成全部的收割。根据以往的经验，这样大规模的行动肯定会惊动不少游荡的诡异怪蹶。得知这点后，玩家们对这次收割行动也期待起来，希望能够借机多杀几只不入流的诡异，尽可能赚取生命源，强化自身。这个夜晚，村内的 NPC 们比往日里多了几分躁动。白夜再度降临时，包括怀庄在内的5座新手村几乎同时沸腾了。总数近1000人的 NPC 提着镰刀、提篮、麻袋，推着小推车和平板车，带着足够1天的饮水和吃食，汇集在了巡村队的驻地。绝大多数玩家都是头次看到这么多 NPC 一起行动，一时间大为好奇。在巡村队和江村长等人的指挥呵斥下，很快这些 NPC 们排成长队，打着浮灯和火把，熙熙攘攘地出了村庄。对这些普通 NPC 来说，每年几次的收获时节是他们仅有的可以离开村庄，看看灰雾中世界的情形。不过，如果给他们选择权，他们却宁可一直待在安全的村庄里不出来。毕竟万年以来，灰雾等于危险的观念，在这方世界的人心中已经是根深蒂固，难以动摇。但艺人们却不在乎，尤其是2册的新玩家，头次参与到这种大规模的集体行动，一个个表现得无比积极。可惜，一直到他们顺利下山，抵达各自负责的灰面草田，都没有遇到任何危险，这让一些玩家不免有些失望。大鹏的瓜等少数手册玩家心中倒是清楚得很，他们知道神器之地跟普通游戏不同，怪物不会不讲道理的随地刷新，就算有诡异怪蹶被他们闹出的动静吸引，也需要足够的时间。因此，头1天很可能是最安全的，收获的第2天、第3天才是最可能被诡异怪蹶袭击的时候。而接下来的情况也跟他们预料的差不多。整个白夜的上半段，几处灰面草田除了热火朝天的收割景象外，没有受到任何袭击。直到下半段降临，也陆续有几只不入流的怪蹶靠近。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玩家们一拥而上，将这些出门没看黄历的诡异怪蹶统统铲除。甚至因为人多怪少，争抢最后一击，还差点有玩家打起来。最后还是 NPC 巡村队员赶到，才将他们分开。就在玩家们差点为抢怪打起来的时候，现实中，阿美利加合众国一个神秘的军事基地中，一名花了极大代价才得到2册资格的军方士兵从游戏中退了出来。他的手上多了一张刚刚才兑换的超凡符箓，这就是能让普通人获得神之游戏中特殊力量的道具吗？一众被召集过来的科学家们看着这张充满了神秘气息的符箓，眼里充满了狂热，立刻对它展开研究。很快，符箓被送到了诸多精密的仪器中，上面神秘的路纹也经过无数倍放大后被单独识别了出来。然而，符箓之所以有不可思议的力量，固然是来自路纹，但更来自绘制符箓时符师注入的超凡灵力。没有这个，就算将符箓单独打印出来，100%还原，也无法让它有任何神意。一番常规的测试记录后，并未得出太多有用情报的科学家们决定进行更深一步的检测，让超凡降临。无数精密仪器的实时检测中，阿美利加的军方士兵紧张地吸了口气，使用了超凡符箓。下一刻，神器之地和现实的联系再度被打通。那震撼的一幕让军方的科学家们如痴如醉，似乎看到了另一种体系的真理。但与此同时，这次的超凡现实也再度在神器之地中产生了微不足道的影响。尽管这影响依旧孱弱到难以察觉，但这一次阿美利加的运道差了些。被卷入到现实的不再是愚蠢的幽浮灵，而是一只比幽浮灵更弱，但对现实威胁却更大的不入品怪蹶——血怨蛛。而它的降临地点赫然位于这座神秘军事基地西侧100公里外，左西州灰熊镇。作为经典的阿美利加西部偏僻小镇，灰熊镇的生活节奏远不如繁华的大城市那么忙碌紧凑，人流密度也不高，但却另有一种乡间的慵懒自在的情调。也正因此，不少有钱人都在这里拥有一座农庄和马场，闲暇时节会来这里度假。在左西州算得上有钱人的詹姆斯就是其中之一。他是2天前才从前主人手上买下这座马场的，昨天坐小型私人飞机抵达后，刚休息了一晚，便兴致勃勃地在雇员的带领下参观起自己新到手的产业。但就在这时，马场外的角落里，一道不起眼的空间裂缝一闪而逝，随即一个人头大小、通体暗红色、背部长着黑斑的血怨蛛从中掉了出来，跌落在松软的草丛中。血怨蛛虽说是一种怪蹶，某种程度上算是超凡生物，但它仍旧继承了大部分蜘蛛类生物的特性，比如视力微弱、
更多的是靠听觉、触觉和精神力量来感知周围的世界。所以，刚抵达现实的他，并没有像幽浮灵那样震惊于这个世界的光亮，而是在短暂的惊慌后，很快安稳下来。在他的感知中，不知怎么突然抵达的新环境，似乎有很多可供捕食的猎物。就在一墙之隔的马场内，就生活着好几个直立行走、体型较大的猎物。更重要的是，这些猎物的气息都非常微弱，甚至还不如灰雾中一些艰难求生的普通野兽。这个发现让雪苑珠激动起来，发出低低的嘶嘶声音。随即，他就在捕食本能的驱使下，以普通蜘蛛绝不可能拥有的灵敏，飞快翻过身后的马场围栏，从半场的窗户中爬了进去。片刻之后，屋内传出了接连的惨叫，随后就是低微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咀嚼声。不远外的一些马匹似乎感觉到了什么，不安地打着响鼻，但没多久后，一切便彻底安静下来。淡淡的血腥气息开始蔓延。第101章，沉寂的谣言。喂，是911吗？有蜘蛛正在袭击我们，看在上帝的份上，快来救我们！对不起，先生，我不明白您在说什么。听着，有一种恐怖的杀人蜘蛛正在袭击我们小镇，它们有人头那么大，非常灵活，手枪对它们几乎没有威胁。哦，该死，它来了！人头那么大的杀人蜘蛛，先生，您是在开玩笑吗？今年好像不是愚人节，快来救啊！短促的惨叫声后，电话那边没了动静。警局中，深夜值班的接线员疑惑地看着话筒，随后明白了什么，骂了一声 shit， 随后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怎么回事？杀人蜘蛛？旁边的同事刚刚去冲了一杯速溶咖啡，只听了一半，不由露出好奇的神情，简直就像是好莱坞大片里的剧情一样刺激，不是吗？别提了，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马惹法克，我敢打赌，肯定是个吸嗨了的瘾君子。接线员骂骂咧咧地说道，由于对方口气非常严肃，他刚开始的时候被吓了一跳，差点当成真的了。这种上头了出现幻觉的家伙，真诚祝福他们就这么嗨过去，再也起不来。但让接线员抓狂的事情出现了，先前的电话挂断没多久，新的求救电话打了进来。喂，这里是灰熊镇，我们遇到了杀人蜘蛛的袭击。接线员一愣，又是你？可声音听着不像一个人啊。明白了，这是哥那开派对呢，一群人一起嘻嗨了，真他妈晦气。接线员听都懒得听了，啪的一下直接挂断电话。几秒之后，铃声再次响起，还是刚才那个号码。我说的都是真的，啪！接线员被这群上头的瘾君子气疯了，再次挂断后，索性直接把话筒摊开放到了一边。这下终于安静了，他满意的点点头，调出先前追的剧，就着爆米花悠哉看了起来。但这位接线员不知道的是，稍晚一些的时候，西方的社交媒体上也出现了相同的求救言论，还附上了几个零散的视频片段。只可惜现在是夜晚，而视频中那个东西的速度又太惊人了，就算暂停了去看，受限于视频模糊的分辨率和拍摄者颤抖的手臂，也根本看不清任何轮廓。通篇看下来，只能听到拍摄者惊恐的声音和求救，观看的体验很糟糕。这些真假不知的求救言论和视频稍稍引起了一些热度，但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有什么所谓的杀人蜘蛛，而是将它当成一个噱头，一场恶劣的炒作。甚至还有不少人在下方留言区兴致盎然地追问，这是在替哪部电影或者游戏做宣传。只是还没等热度扩散，紧接着就被人以虚假信息、垃圾广告、血腥恐吓等理由给举报了。很快，几段视频被强调，而发言的人也没有了后续信息。灰熊镇又是阿美利加的典型西部小镇，公共监控很少，即便偶尔拍到有个什么黑影一闪而过，大概也只会被当成是流浪的野猫什么的，不会引起监控方的丝毫怀疑。所谓杀人蜘蛛和灰熊镇的无稽谣言，仅仅起了一个小小的浪花，随即就沉寂下来。但无人注意的黑暗中，危机却没有停止，而是在飞快发酵。雪苑珠虽然是不入品的怪绝，但也正因此，它还保留了部分生物特性，比如快到超乎现实的繁衍能力。在神器之地中，这种怪绝太弱，掀不起任何风浪。但在灰熊镇经历了充沛的杀戮后，没有尚未存在镇压的它开始疯狂释放自己的天性。无数比它自身弱小、不继承超凡特性，但身体素质依旧比普通蜘蛛强大很多的血蛛幼体开始飞快孵化。漫长的一夜后，灰熊镇迎来了一个安静的有点过分的清晨。而神器之地中早早登陆的许飞也跟其他玩家一起护送着怀装 NPC 们出村，开始了灰面草收割的第2日。有昨天的经历后，这一次玩家们对流程娴熟了很多，一路护送着村民们抵达各自负责的灰面草田，随后便自觉地驻守在灰面草田的边缘，不停来回巡夜着，提防着任何可能窜出诡异怪绝的方向。而 NPC 村民们的任务就简单多了，收割的收割，搬运的搬运，还有专门负责照看火把和浮灯、捆扎装车的人员。
这分工明确、热火朝天的一幕，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现实中的农忙。不少在城里长大、从没见过这一幕的玩家，只觉得大开眼界，甚至有冲动亲自尝试一下这种新奇的体验。就在这时，令人不安的气息从灰雾深处传来，小心！有玩家发现不对，大声示警起来。一听有怪打，在场的玩家们立刻骚动起来，蜂拥往这边赶。干！说了多少次了，不要抢怪，各自负责自己的防区。一旁坐镇的许飞发现情况不对，赶紧出面劝阻、指挥。没人规定同时发起袭击的怪绝只有一只，如果看到有怪绝露头，玩家们就一窝蜂的往这边赶，那其他鬼绝趁虚而入袭击村民怎么办？要知道，此刻收割的 NPC 人数很密集，以诡异怪绝的可怕，一个小小的失误，被他们闯入人群中就可能倒下一大片。有什么好急的？副队长了不起啊！草，不抢怪，你给劳资发声命源。小心是好事，过分小心就没必要了。哪来那么多怪绝同时出现啊？有玩家抱怨，也有玩家不以为然。手册玩家的还好，一方面他们已经知道轻重，也知道许飞在 NPC 中的地位有些特殊，但不少参与任务的二册玩家说起话来就没那么客气了，说好话不听，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许飞恼了，真以为他这个副队长是白当的？虽说系统并没给他，也不可能给他直接操作任务的权限，许飞也不想出手杀人立威，但他可以叫寻村队里的 NPC 超凡者出面代劳。一声吩咐，就有一支 NPC 寻村小队飞奔而去。很快，他们将魏金鹏领了过来。大约是来的路上就已经从 NPC 寻村队员那里知道了情况。魏金鹏只稍微听许飞说了几句，就立刻给予了支持。第102章，快递员杰克金。随即被许飞亲自点出来的13名玩家，全部收到了系统的警告提示，以及当日任务奖励削减 50% 的处分。若再有违背，将再也无法从寻村队这里接到巡查任务。这下一些不听劝的玩家老实了，他们可以不把许飞当回事，但系统面前人人平等，除非真敢不要奖励和接任务的资格，否则只能听话。当然，表面服气是一回事，心里是不是服气又是另外一回事。反正魏金鹏离开后，不止一位被点名的玩家暗戳戳的用眼神偷瞄许飞，指不定心里在骂什么呢。对此，许飞也只能说，亏得神器之地不只是一款游戏，由于牵扯太多，他不想因为一点义气之争就贸然杀人，以免引起一些不好的影响。否则的话，换成传统网游，他早就开红强行将这些不服的玩家屠了。但没想到的是，来自诡异的助攻或者说打脸行为，远比许飞预料的还要快。仅仅几个小时后，受这么多人的吸引，一支白离河谷区域还算常见的黑线蕨再度入侵。附近几名玩家立刻迎了上去，将黑线蕨寄生的野兽拦住，启用赤焰符与之战斗起来。就在防线其他地方的玩家蠢蠢欲动，但又碍于先前的规则不敢越界，只能原地画圈圈诅咒许飞时，这片灰面草田另一个方向的灰雾中再度出现了令人心悸的气息。这次出现了一个大家伙，尤其中位诡异，明惑之眼。它的体型有篮球大小，看起来就像是一个白色的蠕动的眼珠漂浮在空中行动，不时闭合睁开的眼珠中不仅可以射出带有腐蚀、衰老气息的辉光，还能在大范围内持续不断散发迷惑人心智的气息。手无寸铁的普通人，只要被这种气息侵蚀数秒，就会失去神智，沦为他的眼仆。若不能及时挣脱，时间稍长，这种侵蚀和迷惑就将固化为不可逆的效果，再也无法被救回。可想而知，一旦没能及时阻拦，被明惑之眼闯入灰面草田中，会出现多么可怕的后果。最坏的情况下，在场的上百名 NPC 村民乃至实力地位的二册玩家都会迅速沦为他的眼仆。一旦被他成了气候，聚拢了大量眼仆，就算魏金鹏、钱高雄亲至，也未必能轻易打败他。必须要再度集结怀庄的全部超凡力量，才能与之对抗。但万幸的是，玩家们的防线没有出现漏洞。几名第一时间发现他的玩家，尽管被明惑之眼的瘆人造型和可怕气息镇住，但还是及时发出警告，甚至象征性的发起了攻击。尽管这攻击是如此孱弱，给他挠痒痒都不配，自己反倒被侵蚀的灰色击中，迅速变成了衰老干枯的骇人尸体。但短暂的预警还是给许飞争取到了赶来支援的时间。一条雾气带急速朝明惑之眼所在的位置涌来，藏匿其中的许飞成功拦下了这只诡异。与此同时，意识到他游击中位的实力，许飞出手攻击的同时，也打出了示警的信号弹。爆炸声中，独特的超凡灵性波动传开，附近收到警告的怀庄超凡者立刻展开增援。看着几名眨眼间被送回城的玩家，看着惊恐散开的 NPC 村民，再看看努力拖住明惑之眼的许飞，先前对他心怀不满的一些玩家一时间脸色羞愧，心里不是滋味。
只是内心承认归承认，将我错了这3个字说出口，却需要莫大的勇气，没几个人能办到。一时间，灰面草田陷入了某种程度的另样寂静，直到担当救火队员的魏金鹏再度赶来。同一时间，县市灰熊镇2辆警车驶入了死一般安静的小镇，随后在小镇东侧一座小院前停了下来。随后，从车上先后下来了5、6名穿着防弹衣、人手一把警用微冲的警察。就是这家人吗？他们看了看随行的报警者，那是一名来自市里的快递员工杰克金，负责前来配送网购的商品。最初时敲门没有反应，杰克也没多想，准备直接把货物抛进院子里拉倒。但他没想的是，自己的举动似乎惊动了屋里的什么东西，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有些不安的杰克犹豫了一下，决定打个电话联系一下配送的客户。可惜电话没人接。短暂的纠结后，杰克决定不予理会，继续去配送第2件货物。但接下来的事开始变得奇怪了。以横穿灰熊镇的小河为分界线，他本次在小镇东侧配送的几份货物竟然全都无人回应，有的屋子里甚至隐隐还传来恶臭和血腥气息。更离谱的是，一直到现在他都没在河这边看到任何活人，桥也被失控的汽车给堵住了。虽说灰熊镇这地方人流不多，往日来配送路上也有看不到行人的时候，但死寂到这种程度还是头一次见。杰克终于开始不安了，得益于阿美丽家的治安以及人人持枪的光荣传统，他没有贸然闯进去调查，而是果断退出小镇，然后叫来了警局的人。有人吗？开门！警察！有人在家吗？马惹法克！快开门，否则我们不客气了。几名警察高声叫门，有人已经不耐烦地打开了保险，但正如杰克说的那样，院子里没有人回应，只是偶尔会传来一些低沉的奇怪的声音，似乎带着几分愤怒和不耐。该死！阿美丽家的警察们恼了，决定之后一定要给里面的人一点好看。不知道谁先开始暴力踹门，随后警察们端着枪冲了进去。杰克也有点好奇配送客户的情况，再加上有几分看热闹的心思，犹豫一下也跟着几名警察走了进去。毕竟在他想来，就算真有什么零元购行为，也早就连夜逃走了，根本不可能留在这里等警察上门。脚步声回荡在寂静的院子内，一种莫名的危险感觉涌上这些警察的心头。但仗着手里有枪，他们毫无畏惧，一脚踹开了半掩着的屋门。下一刻，警察们惊呆了。空旷的屋内不知何时布满了磨盘大小，犹如白色纱帐般的蛛网，而无数白色的蛛丝下方横七竖八地堆着一具具被吸食的皮包骨头的尸骸。若是有熟悉他们的人，就能从严重变形的面部和残留的衣物上认出，这些被残害的人正是灰熊镇的居民。第103章战斗升级。除了人类尸骸外，旁边还能看到几头疑似猫、狗等宠物的骨架，而屋顶的天花板上还有一束束蛛丝吊着茧状的坠物，依稀能看到里面有东西在蠕动。这足以将普通人吓疯的一幕，给闯入的警察们带来了难以想象的精神冲击。愣了好几秒，他们都没能从这一幕中回过神，直到一个个碗口大小的血猪幼体顺着蛛丝从房梁上垂下，朝他们不断发出愤怒的嘶嘶声。去死，怪物！不知道哪个警察率先忍受不住这一幕，惊恐地大叫起来，举起微冲疯狂开火。清脆的枪声打破了灰熊镇的平静。普通的手枪弹或许难以对血院猪造成伤害，但这些才孵化的血猪幼体可没有继承超凡特性。密集扫射下，几只幼体当场便被打爆。他的动作提醒了随行的警员，但也深深刺激到了这些才孵化没多久的幼猪。在其余警察纷纷开火的同时，这些血猪幼体也一拥而上，以他们想象不到的灵活冲了过来，爬到了最前面那名警察身上。警用防弹衣虽然可以帮他抵挡幼猪的撕咬，但没有被保护的手脚、面部等部位就实在没有法子了。下一刻，这名倒霉的警察发出了凄厉的惨叫声。被大群血猪幼体围攻，他的身体瞬间就被毒素麻痹，剧烈抽搐起来。随即惨叫声戛然而止，有的幼猪迫不及待地开始了进食，而其他血猪幼体根本不在意同伴的死伤，意犹未尽地盯上了其他警察。从后面跟上来的杰克刚好看到这一幕，脸色惨白，双脚一软，忍不住瘫倒在地，险些没当场晕过去。直到几名打光了弹夹却只消灭了半数幼猪的警察惊恐地夺门而逃，杰克才意识到什么，不知道从哪冒出力气，也跟着连滚带爬地冲出院子。但是晚了一步，就在即将逃出院门的那一刻，2只血猪幼体扑到了他的背上。1秒后，杰克就被更多幼猪淹没。目睹这一幕，几名警察几乎被吓疯了，甚至不敢有回头救人的想法，连滚带爬地逃回了警车，猛踩油门的同时，通过联络器疯狂向上级求援。半个灰熊镇的居民被杀掉，就连荷枪实弹的警察都出现了的伤亡。灰熊镇的灾难终于惊动了阿美丽家的官方。短短5分钟后，惨案开始逐级上报。
如果换个地方闹出这样大的事件，想要调集大量警员和重装备进行封锁，需要不少时间。但巧的是，附近100公里外就有一座军事基地。为了研究超凡力量，这里还临时提高了警戒等级，增派了大量部队。很快，一支全副武装的军队搭乘着战车，旋风一般朝灰熊镇驶来。而比他们更快出动的是用于侦察的军用无人机和一支武装直升机中队。如果有必要，这样一支强横的火力足以将整个灰熊镇覆盖，炸成一片火海。奈何，他们这次面对的敌人并非人类，而是一群蜘蛛。由于大部分血蛛幼体都还处于孵化状态，或者守着屋内的食物不出来，不管是先行侦察的无人机，还是抵达后在空中盘旋观望的武装直升机，都没看到太多可疑的东西。考虑到情况未知，基地没有让搭乘直升机的特战队员空降作战，而是在等地面部队抵达。区100公里武装行军对一支信息化部队来说算不上什么。不到2个小时，军事基地派来的上千名士兵就抵达了灰熊镇外。这里就是本次任务的目标吗？威尔中校懒洋洋地从战车上下来，拿手搭了个凉棚，打量起一片死寂的灰熊镇。更具体的情况，他在途中就已经看过了无人机传来的图像，此刻的举动更多是在装模作样。毕竟敌人是一群蜘蛛，这很有趣不是吗？一旁的参谋人员显然对上面的命令不以为然。我说，中校先生，真的有什么杀人蜘蛛吗？为什么类似的怪物合众国之前从没发现过？上面的大人物们也是，竟然会将这种荒诞的事当真，还派来了基地最精锐的部队。就算真有什么毒蜘蛛，派一个营来一死一下也就够了，哪至于要1000人？威尔的心里显然也是不信的，但还是正色道：来的路上你也看过视频了，或许那几个险些被吓疯的警察描述的情形有些夸大，但杀人蜘蛛肯定是存在的。不想我们的小伙子们发生什么意外的话，就都给我打起精神来。说罢，他看着装备精良、队列却乱糟糟的，浑然没把这次军事行动放在心上的士兵们，皱了皱眉，大声呵斥起来。在长官的弹压下，这支部队总算有了几分阿美利加合众国的列强做派，迅速进入了战斗队形。其中一个营就地构筑封锁线，阻止无关人员随意进出，其实主要是防止漏网的怪物逃脱。余下的部队则分成多个火力梯队，步坦协同，带着强大的火力和专门配置的火焰喷射器，在空中路直的火力掩护下开始分头推进，顺带救援可能还活着的幸存者。这些火焰喷射器在军事基地里存了有些年头了，最早的老型号甚至能追溯到冷战时期，是为了清理敌人战壕准备的，只是始终没用到，正好借今天这个机会清理库存。2、3梯队负责重点清剿左右街区，4梯队沿着小镇中轴往前平推，最终在灰熊镇小河的桥梁前合围，务必消灭沿途中遇到的所有可疑怪物。出于自信，威尔直接下达了一个自认为最高效的命令。部队最开始的推进显得相当平静，这也让不少本就抱怨不已的士兵越发怀疑这次煞有介事的军事行动是一场演习，甚至是闹剧。但仅仅几分钟后，推进的最快的第2梯队在快接近一家便利店时遭遇了幼猪的袭击。第一个倒霉蛋是跟在坦克后侧的一名班长。被战车动静惊动的幼猪们对从前面开过去的铁壳子怪物并不感兴趣，直到这个老兵油子从后面跟上来，才突然从旁边的树上掉下来，咬伤了他的后颈。受到了不小惊吓的他还没来及骂出口，就再也没有了开口机会。有怪物，快开火 Fire in the hole。 法克，小心误伤。后面的几名阿美利加大兵惊慌地叫了出来，开始手忙脚乱的反击。第104章，给劳兹炸！连续几发手雷爆炸，外加一连串扫射后，袭击他们的一群血猪幼体很快被消灭了。但战斗的过程却很尴尬，惊慌之下丢的手雷虽说炸伤了不少血猪幼体，但破片也误伤了最近的士兵。而第一时间调转火力的坦克和步战车，面对这些幼猪却束手无策。毕竟坦克炮对付这东西就是大炮打蚊子，车载机枪倒是有些用处，但距离如此近的情况下，一梭子下去恐怕自己人要先倒下一片。至于说提前发现、开火，车载的火控雷达等电子设备又是专门针对人类敌人的，在扫描时就已经将小动物给过滤了，根本不会识别这些幼猪。空中支援的武装直升机同理，这种空有无限火力却有力无处使的尴尬窘地让大兵们十分郁闷。收到消息的威尔也很快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他们似乎遇到了一种全新的对手，不仅需要一些特殊的武器，派出的战斗人员也不该是常规军人，而是专门处理和生化、有全身防护服的特种部队。但作战任务正在进行，他不可能因为区1、2人的伤亡就下令撤退，只能一边命人救援，一边叮嘱大家小心。负责搜救的直升机迅速降落，急救人员将被咬伤的班长抬上了直升机。然而就这么短短功夫，这个老兵已经被血猪幼体的毒素麻痹，失去了气息。
不知道是不是被爆炸声惊动，很快其他梯队的士兵们也相继遭遇了血猪幼体的袭击。这些碗口大小的幼猪从院子中、从树上、从车里、从任何不起眼的角落，悄无声息地向他们发起了偷袭。原本还对这次行动抱有怀疑的士兵们，再也不敢有丝毫放松警惕。他们收缩阵型，依托战车，背靠背打量着所有可疑的方向，任何一点风吹草动都会招来他们的疯狂开火。专门携带的火焰喷射器更是不断朝路边扫荡喷射，一度平静的村庄里到处都是枪声和升腾的黑烟。很多士兵被恐慌的氛围感染，他们觉得自己不像是来围剿怪物，反而像是陷入了怪物们的陷阱。该死！威尔恼了，意识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果断放弃了原先指定的计划，让所有士兵搭乘战车退出小镇。对付这些怪物就不该用人力进去扫荡，那是以己之短攻敌之长，直接火力覆盖他不香吗？给老子炸！全体撤出灰熊镇的那一刻，威尔对着联络器大喊了出来，让这些该死的蜘蛛好好见识一下钢铁火雨的力量。至于村内可能还存在的幸存者，去特马的吧，有这种可怕的怪物在，怎么可能还有幸存者？命令下达，早已抵达上空的4架战机立刻开始发射地狱火导弹。惊天动地的爆炸在灰熊镇中蔓延，转瞬间将它化成一片火海。随后离地一便还嫌不够的武装直升机入场，对火力不够均匀或者有残存建筑的区域进行了2次覆盖打击。熟悉的火力覆盖让一度慌乱的大兵们找回了自信。在这种恐怖的火力面前，没有任何怪物能够生还。不过动静闹得这么大，有点违背了基地那边要求低调的意思。回去后该怎么交代，又该用什么理由应付媒体，着实让刚刚出了一口恶气的威尔有点头痛。就在所有大兵都以为胜局已定，接下来就要收场的时候，一只被火焰烧伤但却依旧凶残的怪物以不可思议的速度从灰烟和火海中冲了出来。普通的血猪幼体孵化后只有碗口大小，而这只蜘蛛却有着篮球那么大，通体闪烁着晶莹红光，更散发着莫名的气息，让人看到就有种心智发狂的冲动。2名站在外围看热闹的士兵还没反应过来，就被他撕咬成了2段。毫无防备的部队顿时再度大乱。远远目睹这一幕，威尔的心沉到了谷底。他意识到先前那些可怕的蜘蛛很可能只是这种他的幼体，眼前这只异常恐怖的怪物或许才是这些杀人蜘蛛的首领，灰熊镇灾难的源头。看着血怨蛛在人群密集中飞快穿梭，几乎没人能打中它，威尔闭上眼，下达了一条痛苦的命令。短暂的迟疑后，最近的坦克主炮无视了死伤惨重的友军，向血怨蛛活动的区域覆盖开火。诡异可以无视物理伤害，怪绝却没有这种特性，更不用说血怨蛛只是最弱小的怪绝。被多门坦克炮覆盖的那一刻，纵然他已经提前感觉到危险，试图躲避，仍旧没能来及脱离火炮覆盖范围。在杀死了小半个灰熊镇的居民，又直接或间接地带走了数十名士兵后，这只凶残的怪绝终于被阿美利加的军队制裁。超凡跟现实的第一次正面碰撞也被阿美利加官方动用一切手段掩盖，对外只宣称是天然气泄漏爆炸。由于灰熊镇比较偏僻，再加上之前没有诡异怪绝入侵现实的实力，因此短时间内纵然有大国发现了蛛丝马迹的端倪，也难以联想到真相。但这一战带来的深远影响却不会就这么轻易消失。1天之后，原本隶属 FBI 的阿美利加特殊事件调查5处独立出来，成为了只属于国会老爷们，权力大得吓人的独立机构，随后开始大举扩充，足以跟华国超凡调查局抗衡的巨头超凡战略防御攻击和后勤保障局正式成立了。而这个名字有长的机构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研究血怨蛛遗留的尸骸，试图从中研究出有用的生物科技。与此同时，他们也开始想法确认这只特殊蜘蛛的来历。鉴于历史上从未有过这种蜘蛛，而它降临的时间又跟阿美利加军事基地研究超凡俘虏的时间点如此契合，地点也仅仅只有100公里，线索看起来似乎十分明朗。神器之地。不过阿美利加军方的士兵仅仅是2侧玩家，在5大新手村的地位和人脉有限。从几名 NPC 巡村队员那里没问出什么线索后，这名士兵不得不把注意打到了怀装超凡者魏金鹏的身上。然而血怨蛛并非白离河谷附近活跃的怪绝，魏金鹏一时间也没想出他的来历。于是当天白夜结束前运送灰面草回村的途中，刚好跟许飞遭遇的魏金鹏就顺口将这个问题告诉了许飞。毕竟后者的老师可是浮石沉木，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他肯定是知道的。金发碧眼的艺人询问一种有超凡特性的怪物，许飞眨了眨眼，本能地嗅到了秘密的味道。第105章和官方的接触。一共找到了11种符合描述的怪绝，不过看起来最像的无疑还是血怨蛛。合上志怪图鉴，查找了半天的许飞终于有了结论。纵然晋升超凡者后他精神属性大增，
不管是记忆能力还是查阅的速度都大幅增加，但一口气将这么一本大部头查完，还是让他有点头晕脑胀。起身活动了片刻，这才稍稍缓解了一些。随后，许飞思考起了这个消息背后隐藏的东西。西方国家的一名二测玩家在卖力调查一种白离河谷附近几乎找不到的怪蕨，不管怎么看都非常可疑啊。他们对这种怪蕨的描述非常细致，就好像亲眼看到过，甚至交过手一般。如果是无意中从哪名 NPC 那里知道的，没道理其他特征描述的这么详尽，唯独不知道名字。而且他们刻意调查这种怪蕨的目的又是什么呢？神器之地中诡异怪蕨种类成千上万，血怨蛛或者其他同类怪蕨在其中毫不起眼。如果没有特别的利益牵扯，许飞很难想象有人会有这种闲心去专门调查他们的名字。片刻思索后，许飞想出了2种可能：第一，那名追查此事的西方国家玩家触发了什么隐藏任务，从中能获得好处；第二，对方遇到了什么危机，迫切需要弄清这种怪蕨的一切情况。然而，神器之地中想触发一件任务并不是容易事，首测玩家能够出村活动概率还大一些，二测玩家才降临不久，实力地位想触发隐藏任务难度极大。相比之下，反倒是第二个可能更大一些。可游戏中的怀庄附近根本没有血怨蛛或者类似符合描述的怪蕨，难道是现世？想到这个可能，许飞心中一沉。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这个推测，而且许飞今天上线前照例逛了游戏论坛，也没看到什么特别的消息。会是虚惊一场吗？还是自己的推断哪里有不足？又或者其实发生了，只是消息被掩盖了？由于这件事的意义实在太大，许飞想来想去，还是觉得不能坐视不管。但单靠他自己去调查，实在太难了。幸好游戏里还是有渠道可以合作的。片刻之后，许飞在村南的一座简陋小院内找到了二测玩家林卫国。华国官方究竟弄到了几个二测名额，许飞不太确定。但眼前这位疑似军人出身的玩家是唯一没有任何掩饰，近乎公开立场在游戏内活动的人。据许飞所知，虽然没过几天，这位已经成功在游戏中创建了一个小团队，拉拢了7、8名玩家。见许飞在暗夜降临后还贸然登门拜访，林卫国也有点惊讶。他当然认得这位在游戏中数次出过风头，几乎被实锤的超凡者，以一己之力提前触发了二测，甚至到现在为止都是游戏内唯一的超凡者玩家。林卫国之前也不是没想过跟这位接触一下，只是许飞一直比较低调，他始终没找到一个合适的机会。没想到今天这位居然主动找上来了，没有打扰林兄吧？许飞看了一眼旁边的几名二测玩家，自己来之前，林卫国似乎在跟他们盘点总结着什么。当然没有，我们随时欢迎赵一先生前来。林卫国很热情地招待了许飞，同时朝几名玩家使了个眼色。几人会意的离开，很快屋内便只剩下2人。虽说是军人出身，但这位被华国精心挑选出来的人员，显然不只是一名单纯的军人。言谈之间，无形中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很容易产生一种好感。稍微闲叙了几句，见林卫国似乎一点都不好奇自己的来意，十分沉得住气的样子，许飞没有这么闲谈下去的兴致，直接表明了来意。林先生，就在几个小时前，我收到了一条消息。说着，许飞将血怨蛛的事和自己的分析说了一遍。可能已经有怪蕨降临现世的西方国家了。林卫国脸色微微一变，纵然以他的城府和心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不由有些失态。但变色归变色，他却并不怎么吃惊，因为在超凡调查局的推测中，早就想到了这个可能，并且一直在针对性地制定各种预案。但无论如何，许飞提供的这个消息还是非常及时的。他真诚说道：“感谢赵一先生的告知，这条消息我们还真不清楚。我这就派人下线调查，若有确凿消息，会第一时间回馈给您。客气，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许飞笑了笑，准备起身离开，但林卫国却忽然伸手拦了他一下，目光灼灼的道：“赵一先生是否另有要事？如果不急的话，能否再交流一些问题？”许飞想了想，重新坐了回来。虽然没说话，这个态度已经很明显。见状，林卫国问道：“赵一先生应该知道我们的身份吧？”官方的人？许飞明知故问道。林卫国点点头，准确的说，是才成立没多久的超凡调查局的人。由于之前从没发生过这种事，超凡调查局的编制、规章等等都还处于草创、摸索的状态，对超凡有了解的人才也十分缺乏。准确的说，一个都没有。正因此，我们对相关的人才十分尊重，待遇也非常优厚。不知这个招揽算是意外之中吧？许飞来的路上就有考虑过这件事，当即答道：“我对超凡本身很感兴趣，在游戏中的行为也以优先提升实力为重，其他方面可以合作，但暂时不考虑加入贵方。”这也很好了。林卫国已经做好被拒绝的可能，许飞的回答其实是让他有一点意外之喜的。
他当即就表态，给了许飞一个超凡调查局顾问的身份，还开出了丰厚的待遇和月薪。当然，许飞也压根没打算去领。除此外，林卫国还给了许飞一个电话号码，现实中一天24小时都有人待机，任何必要的情报都可以通过这个号码交流。若许飞现实中遇到一些麻烦，也可以通过这个电话求助，只要不涉及到原则问题，能通融的会尽量通融。对这个号码，许飞倒是记下了，说不定有用得着的时候。第106章，懂的都懂。接下来，林卫国又询问了许飞几个问题，其中最不出意外的，当属许飞如何快速晋升超凡者的了。当然，如果这里面有什么不便说的秘密，赵一先生完全可以不回答。若赵一先生觉得需要补偿的话，也完全可以提。除原则问题外，什么类型的补偿都可以商量。林卫国的姿态拿捏得相当低，丝毫没有强求的意思。许飞身上的确有不便说的秘密，比如重生者林叶萧掉落的金手指，但在晋级超凡者上，他还真没什么不能说的。主要是运气好，手册期间出村行动，通过捡漏、补刀，连续2次越阶击败敌人，拿到了好几十点生命元奖励。几十点生命元，林卫国微微有些啧舌，难怪许飞实力提升的这么快。他想了想，又问道：那您的魔药又是从何而来呢？我注意到怀中的超凡者掌握的全都是黑石魔药，但您的魔药似乎很不同。许飞耸了耸肩，含糊说道：我侥幸拜了村里的 NPC 服侍为师，跟他达成了一个交易，换来的。可能你还不知道，对方并非怀庄居民，而是青木寨派来援助怀庄的。原来如此。林卫国露出了然神色，他知道许飞的话里隐瞒了一些关键信息，但能说到这个份上，已经很给面子了。当即感谢道：多谢赵一先生的慷慨解答，这个人情我们记下了，之后有机会必然会偿还。若您在游戏中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也尽管可以打招呼，只要能帮上的，我们一定尽力而为。这个承诺听起来还是让人有点暖心的。许飞不觉得他们暂时能帮上自己，但仍旧还是领了对方的心意。临离开之前，他犹豫再三，还是决定稍微透露一点天机。林卫国先生，你应该知道，我跟 NPC 超凡者们交情还不错，从他们那里得到过不少消息。神器之地的出现，背后可能有幕后黑手存在。诡异怪绝入侵现实的问题，可能也比你们预期的更严重，请官方一定要给予足够的重视。这番话立刻让林卫国脸色凝重起来，他几乎是豁然起身，盯着许飞追问道：赵一先生，你是不是知道一些什么隐秘？能否详细说一下？这件事对我们，对整个华国乃至全人类都非常重要，拜托了。许飞心道，自己唯一能确定的只有林叶萧从后世重生，叫嚣着要改变人类灭亡命运什么的，其他的没听清。除了这句话，其他不过是自己的猜测，他也不知道更具体的东西。但该怎么跟林卫国说呢？有了，许飞踱了几步，很快想到了一个绝佳的理由。他看着紧盯着自己的林卫国，说道：林卫国先生应该知道超凡契约的存在吧？我只能说，我知道的东西真的很有限，能告诉你的都告诉你了，余下的涉及到一位伟大存在，我没法说，也说不出来，想必你能理解。用伟大存在来形容一位重生者，应该不过分吧？契约？伟大存在？难道是游戏中的一位人族圣者？他是幕后黑手，还是预知到了什么，特意找上许飞示警？既然如此，又为什么要施加契约，不允许随意告知别人？见许飞一副懂得都懂，不懂的我也不能多说的老谜语人做派，同时脸上还有一点苦衷和无奈。林卫国瞬间脑补了1000字小作文，再次看向许飞的眼神已经多了几分敬重，也不知道究竟想到了啥。注意到林卫国的神色变化，许飞心里咯噔一下，有点担心自己忽悠过头，把他带沟里了，那样自己的好心反而办了坏事。赶紧又说道：林卫国先生也不要多联想，毕竟我跟那位只有一面之缘，如今再也联系不上了，我知道的也不一定绝对正确。总之，希望你们能对诡异怪绝可能入侵现实的事给予足够的重视。我懂，我懂。林卫国连连点头。见对方似乎相信了，许飞朝他摆了摆手，转身离开了。除了精神空间中那张灰色符箓本身没提及外，借这次机会，许飞能做的都做了。将来就算现实出了乱子，他也可以说一声问心无愧。快到门口时，许飞想到什么，又转身停了下来。对了，我手上的2册邀请码还没有用，如果官方有需求，可以用游戏中的道具来换。我强调一下，只收游戏中跟超凡有关的东西，且必须对我有用，不接受现实中的交易。目送许飞再度离去，呆呆在原地站了片刻，林卫国长出了一口气，随后脸色一肃，立刻下线。今天夜里，超凡调查局又要通宵开会了。华国官方的动作远比许飞想象的更果断。先前是不知道怪绝入侵现实的情况，所以没有重视。
在得到许飞提醒，针对性的调查西方跟蜘蛛有关的灾难事件时，1天前残留在互联网上的只言片语便立刻引起了超凡调查局的重视。一旦明确了方向，之后搜集信息就很方便了。灰熊镇那么大地方摆在那里，根本挪不走，只需要调用几颗高分辨率的卫星，很容易就能锁定真相。至于说天然气爆炸什么的，真正的军事专家一样就能看出残留的痕迹明显不符，反倒更像是大量导弹、坦克主炮洗地后的情形。甚至随着调查的深入，就连100公里外的那个隐秘军事基地都引起了怀疑。许飞的示警，再加上血怨猪入侵现世，引发了灰熊镇灾难的实锤，一下子让华国官方的重视程度高了好几个等级。虽说碍于游戏名额，暂时没法做太多，但针对各地安全力量的强化培训已经提前展开。针对游戏中的已知的一些诡异怪绝，官方也开始秘密召集军工专家，研发可以有效针对他们的武器。当然，这些姑且是后话。对许飞来说，借机提醒官方后，他就将注意力重新放回到游戏中。利用灰面草收割最后一天的机会，许飞先后参与击杀了3只被惊动的诡异怪绝，算上提交任务后的奖励，累计的生命源总点数一下子突破了20点大关。连续2次强化，再加上战斗本身对魔药的促进，许飞对雾隐魔药的消化进度有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能掌控的雾气最大范围也比刚开始时扩大了好几米。但也正是这一天，都是大鹏的瓜拍摄的超凡视频终于完成了后期处理和剪辑，上传到了游戏官方论坛中。第107章全服活动失落之村。大家好，我就是神器之地手册玩家大鹏的瓜。视频一开始，一个全身穿着宽松衣物，脸上戴着面具的男人出现在镜头中。说到我做的攻略，想必很多关注这款游戏的玩家都已经看过，但真人出镜，今天应该还是第一次。为了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本瓜今天豁出去了，准备下大本钱，给大家表现一个人前显圣，现世超凡。话音未落，男子掏出了一张符箓，在镜头面前展示了一下。当当当！首先有请今天的主角，超凡符箓，现实。众所周知，这种符箓在游戏商城中一张要5点生命源，所以做本期视频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希望大家在官方论坛里多多顶帖，关注我的游戏账号，谢谢各位老铁了。那么废话不多说了，上正片。一番废话后，男子开启了符箓，镜头忠实地记录下了超凡符箓生效后带给他的变化。尽管隔着冰冷的屏幕，那种震撼效果远不如现场亲历，但仍旧让无数观看视频的云玩家看直了眼。接下来的10分钟，就是男子各种展现自己超强的实力了。5倍于普通人类的体质以及苍元断体术带来的其他增幅效果，让他可以轻松做出种种不可思议的举动，比如一跃数米高，像武侠小说中的轻功一般踏着墙壁疾行。一拳一脚的破坏力，更是让观看视频的云玩家们啧舌。借助系统背包功能，变魔术般将装备收入取出，同样吸引了大量的眼球。当这个长度约莫13分钟的视频出现在神器之地官方论坛后，超凡现实话题的热度终于达到了一个极限，开始疯狂扩散。不仅仅游戏论坛内引来无数人讨论，就算其他互联网平台都有很多玩家在隐蔽的议论分享。换成几天前的话，或许官方的态度依旧强硬，但在许飞提醒了官方灰熊镇灾难实锤后，官方对超凡消息的高压态度出现了微妙的变化。如果公然传播相关视频，堂而皇之的讨论或许依旧会被删除帖子，但不会再被封号禁言。若是讨论的隐晦些，一些网络平台就不再像先前那么严厉，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许多有心人都发现了这种细微但却不同寻常的变化。许飞同样也有察觉，相比于其他玩家仅仅停留在怀疑、猜测的层面，他本人对官方态度改变的缘由要清楚得多。显然，在确认血怨猪入侵现世后，官方意识到后续很可能会有更多诡异怪绝的入侵，与其继续高压封禁，不如逐步放宽管制，在不引起慌乱的前提下，让普通人逐渐产生心理准备，继而接受这个极具冲击性的事实。可没人能想到，诡异怪绝入侵进度的加剧远比最悲观的人预期的还要快。灰面草丰收后的第3天，许飞完成了侧鬼符和辟邪符的解析，算上先前掌握的符箓，他现在已经掌握了侧鬼符、辟邪符、赤焰符、铁甲符4种常用的基础符箓，囊括了检测、预警、杀伤、防御各个方面，还掌握了蛮牛之体、仪式这种特殊符箓，以及清洁符、小光明符等生活符箓的绘制之法。除了理论知识上有欠缺，还没掌握任意一种低阶符箓的绘制方法外，其他方面跟真正的符师已经所差无几。不过在怀庄这种小地方，若是脸皮厚一些，也未尝不可把准符师前面那个字给去掉。毕竟这种地方用的符箓99%都是基础符箓，低阶符箓1年也绘制不了几张。另外，凭借最近几天给寻村队里画符省下的材料，许飞还光明正大的昧下了7、8张符箓，
算是小有身家。接下来他没有再急于解析其他符箓，毕竟上面4种符箓已经基本够用，而是掉头研究起从连家宝那里得到的半本符道笔记，以及上面记载的甲申、纸鹤和土墙3种符箓。这3种符箓虽然看似鸡肋，但不管是符箓的构架还是思路都有可取之处。许飞觉得，若是能将它们掌握并尝试进行改进，说不得能让自己在符箓一道上有更大的提升。但就在全新的研究才刚开始时，在2册开启公告后一直沉寂的系统冒出了一条轰动全服的活动公告。全服公告，开服后首次大型活动失落之村即将开启。亲爱的玩家们，鉴于玩家们一直以来对更多游戏内容和玩法的呼声，以及对实力提升速度过慢的不满，我们决定在下一个白夜到来后开启一次持续3天的大型活动。活动内容简介：随着灰雾的异常波动，一座1000年前神秘消失的大村即将重现在怀庄南部10里外的荒野上。村庄内有大量弱小的诡异怪蕨，狩猎后玩家可获得大量生命源、多种5大新手村魔药对应的材料，更有当年一同失踪的超凡者遗留的鬼物、超凡装备，等待勇敢者和有缘人前来冒险。活动规则如下：第一，村庄随时空乱流降临，最多只存在3天，超过期限仍旧停留在村庄内，将永远视现在时空乱流，复活亦无法回归，仅删号重来可解除。第二，活动难度较大，请玩家做好充分准备再冒险。2册玩家可酌情参加，建议只在失落之村外围组队行动。第三，作为全服首次活动的福利，官方将在商城开放活动道具和回收功能，玩家不需要的超凡材料可以回收成活动点数，以兑换活动专属道具符箓。此类道具仅可在活动场景内使用，在失落之村外或者超出期限后自动消失。第四，活动结束后，综合排名前20的玩家均可获得一份排名奖励，综合排名前3的玩家可获得额外神秘奖励。祝各位游戏愉快！公告一出，不管是游戏中还是同步更新了公告的论坛，全都激动的炸了锅。开服以来的首次大型活动，而且活动奖励看起来非常丰厚，生命源、魔药材料、鬼物等等应有尽有。排名靠前的还有额外奖励。一时间，那些受限于游戏内容、不满意实力提升速度的玩家，全都看到了一条短时间内狂飙途径，甚至一夜追平许飞，成就超凡的光明坦途。第108章 NPC 们也要参加全服首个大型活动失落之村。短短几分钟后，这个话题就成为了游戏区域聊天栏和官方游戏论坛中最热门的话题，就连都是大棚的瓜先前发布的视频都被这个话题的热度碾压。很多玩家都在煞有介事的分析公告中透露的消息，以此推断活动副本内可能遇到的情形。也有不少玩家则早早开始喊人，邀请熟悉的游戏好友组队。当然，更多的玩家则在抗议，这次活动不管是地点还是活动副本的难度，明显都侧重于手册玩家所在的怀庄。其他4大新手村的玩家，不要说实力是否够冒险，单说如何在活动开始前赶到，都是一件麻烦事。不知道策划怎么想的，摆明了是针对2册玩家啊！新人活该被针对。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只要给各新手村设一个传送点就行，或者提供一个玩家直接传入副本的通道。但策划脑袋有坑，硬是不给安排。不仅没传送，还没提变更复活点的事。怀庄的玩家近一点还好说，其他4大新手村的玩家进副本探索的时候最好小心点，一不小心死了，搞不好还得原路再跑回来。操！游戏而已，有必要搞得那么真实吗？我真是服了。2册玩家们不要急嘛，这个活动就是给我们老玩家准备的，你们跟着打打酱油划划水就可以了。等下次活动到来，你们实力强了，自然有资格参与了。大片的抗议中，也有人在说风凉话，或者云玩家在煽风点火，反正他们也玩不到，看热闹不嫌事大。但游戏官方仍旧一如既往，没有给出任何回应，爱玩玩不玩滚。几次更新下来，玩家们对官方的做派或多或少有了预期。片刻的抗议无果后，真正的玩家很快便将注意力移开，商量起如何集结下本的问题。其他4大新手村的玩家如何跟 NPC 商量的，许飞不太清楚，但怀庄这里很好办。刀刀烈火，大棚的瓜，他们直接找上了许飞，请他出面跟 NPC 沟通。对此，许飞倒也没有拒绝，毕竟怀庄的玩家里，不管是实力、身份，还是跟 NPC 的交情，都只有他最合适。什么？明天会有一处大型时空乱流降临？听完许飞的话后，魏金鹏吃了一惊，既惊讶于消息本身，也惊讶于他究竟是如何预知此事的。毕竟时空乱流的出现向来毫无规律，至少魏金鹏从没听说有人能够预知这种事。对这个问题，许飞还是那句话，你知道，我们艺人总有些特殊的能力。行了，不用说了。魏金鹏伸手扶额，叹息一声，狗屁的特殊能力，明明是你们不想说。好吧，不说就不说，
他也不是很在乎这点，只是追问道：“所以你们一人想做些什么？”知道这个消息的不只是咱们村，连家堡、柳庄等4村的艺人也都会来。届时，我准备带咱们村的艺人进去冒险，希望村里能给予一定的支援。等时空乱流消失后，艺人可以用时空乱流内的部分收益来偿还，甚至给予一定的利息，让村里不仅不亏，还能小赚。哦，让我想想。魏金鹏露出异动之色，思索了几秒后，他试探问道：“你们想要什么？如果时空乱流内一无所获，又该怎么办？”关于这点，许飞来之前已经跟刀刀烈火他们谈好了。此刻不慌不忙的道：“具体要什么，巡村队可以给一张清单，让艺人们自己选。不过据我个人判断，主要需求还是福灯和赤焰符这2种。至于说某位艺人的偿还的收益不足以抵消村里给予的支援，那之后可以让他免费给巡村队做活，直到偿还了村子的收益为止。如何？”片刻之后，魏金鹏微微颔首，认同了许飞的提议。不过在敲定细节之前，他看着许飞又问了一个问题：如果村里组织人手，也就是你们口中的 NPC， 随艺人一同进入时空乱流冒险，你意下如何？啊！许飞没料到 NPC 居然也想参加系统给玩家准备的活动副本，一时间颇感意外。不过转念一想，这个世界的真实，他又毫不奇怪了。可是活动副本里的资源不太可能是无限的，尤其是公告中提到的超凡者遗留的鬼物、超凡装备，恐怕更是限定就那么几件，取走一件就少一件。等 NPC 进去，就等于多一伙人来分羹。许飞心里是有点不情愿的，但一时间又不知道该用什么合理的理由来反对。不过话说回来，让 NPC 同行也未必全是坏事。倘若所谓的副本难度太高， NPC 倒是能够有效帮忙分担压力。见许飞的神情似乎有些纠结，好一会没回答，魏金鹏就知道了答案。他露出狡猾神色，笑着拍板道：“这样吧，到时候村里组织人手护送你们过去。如果你们能靠自己的实力解决，我们就不参与；若不能，我们再进入帮忙。”许飞只能说还是 NPC 会玩啊，懂得让玩家们进去替他们打前站。要是以玩家的实力都能随便解决，证明这时空乱流内大概率没什么好东西。要是玩家们损失惨重，魏金鹏也能看情况决定是参与还是直接改主意跑路。稳赚不赔了，属于是。最终他只能说赤出口吧。敷衍点 JPG。 跟魏金鹏这边谈妥后，许飞打开区域聊天栏，马不停蹄地将消息公布出来。对 NPC 也要参与，其他怀装玩家的反应基本跟许飞差不多。不过具体到首册和2册玩家2个群体又有微妙的不同，前者基本上以不满为主，后者中有些玩家反而表示支持。以他们的低微实力，就算组队进去，多半也难有收获。但要是跟 NPC 一起行动，说不定反而能跟着喝点汤。就在这种氛围中，魏金鹏和巡村队很快拟定了一份兑换清单。由于村里资源也很有限，因此清单上的符箓、道具、价格和需要偿还的资源整体偏高，而且不针对玩家个人开放，必须组成一支多人团队才能限量兑换。总的来说，性价比很低，不建议兑换。第109章前奏。如果是其他玩家缺乏对付诡异怪谲的手段，自身实力也不够，就算明知性价比不高，多半也要硬着头皮兑换。或许有人会疑惑了，活动开启后，商城不是会推出活动道具吗？直接从商城兑换不就完了吗？理论上是这样没错，但前提是玩家手上要有多余的超凡材料。但现实显然是否定的，不排除少数手册玩家有存货，但绝大部分玩家肯定是没有的。所以玩家们才需要从村子这里获得启动资金，等击杀了诡异怪谲，有了超凡材料，就能从商城那里换来更多活动道具，继而滚雪球，形成良性循环。随着清单公布，巡村队的仓库外面很快排起了长龙。我们小队需要1盏符灯，4张赤焰符。哥们，不是我说你，这么抠抠索索能干啥大事啊？ NPC 老哥，来2盏符灯，15张赤焰符，2张辟邪符。我去，你们疯了吧？这么大的投入就不怕亏本？不懂了吧？要玩就玩一把大的，投入多，赚的才多。最坏情况也不过给村里白打1个月的工，但全服首次大型活动的机会可绝对不能错过。好像有些道理，要不咱们也多换几张？不好意思，各位艺人，巡村队里有明确要求，你们能兑换的道具总数有限，不可超过这个额度。还有这种狗屁限制，怎么怕咱们还不起是不是？抱歉，规矩就是规矩，不满归不满，但玩家目前在 NPC 面前还是太弱势了些，根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退一步说，就算他们有那个资本，巡村队也根本拿不出足够几百人使用的符箓。这毕竟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游戏，任何数据不过是一个数字，后台敲几下键盘就能无限修改。饶是限量供应，为了满足玩家们的需求，
怀庄库存的各种符箓、道具仍旧消耗掉了绝大部分。若非时空乱流只存在3天，不管玩家们收益如何，村里都稳赚不赔。魏金鹏他们是绝对不敢这么搞的。为了尽量弥补亏空，让 NPC 巡村队不至于没有符箓可用，村里还不得不紧急向2位符师下了订单。就连许飞都收到了加急业务。为了调动符师们的积极性，这次村里特地降低了要求，原先10份材料能出7份成品即可，现在临时降低到了6份。考虑到许飞近乎100%的制符成功率，而且张张符成上品，1张顶俩，他只需要上缴3张画好的符箓，就能独吞剩余的7份材料，利润率简直高的发指。要不是知道这次活动难得，许飞险些有种窝在家里连画3天符箓的冲动了。至于他自己要不要从巡村队里兑换，答案显然是不必。最常用的4种基础符箓自己就能画，背包里也有存货，用来驱散灰雾、稳固时空的符灯，许飞也能用自己雾影魔药的能力代替，完全可以自给自足。在2测玩家眼中，这次全服活动是给首测玩家准备的，但深究起来，许飞才是最可能从活动中受益的那个，简直是给他量身定制一般。1天的热闹后，暗夜即将结束，算好时间的怀庄玩家们在魏金鹏等超凡者的带队下，浩浩荡荡从村里杀出，奔赴了活动即将降临的地点。其他4个新手村的玩家依据距离的远近，出发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毕竟只有10公里不到的距离，即便是照顾了2测玩家的身体素质，队伍仍旧没用太久就步行抵达，期间并没遇到任何诡异怪绝。就是前面不远了。收到系统提示的玩家纷纷停下脚步。虽说已经见过很多次异人的神奇，但对于他们能提前预知时空乱流降临的能力，魏金鹏仍旧有点将信将疑。不过他很快就相信了村里诸多异人的话，因为前方不远的空地上已经有其他村庄的异人提前抵达，正在同行 NPC 的指挥下忙碌地建造着临时营地。他们毕竟要在这里待3天，就这么露宿在荒野外，实在太不安全了。虽说一个临时营地也起不到什么效果，但配合预警类符箓的话，多多少少能提高一些安全系数。只比他们稍晚一些，陆续又有2个新手村的人抵达。上千人汇聚在这里，彼此间隔一段距离，连成弧月般的分布。海量的火把、符灯将这里照耀的灯火通明，有若白昼，就连灰雾都被驱散出了相当一段距离。玩家们倒还没什么感受， NPC 们却很少见如此热闹的一幕，一时间感触万分。还真是5村齐治。看着这场盛事，魏金鹏这下不得不相信异人们的话了。由于这里离怀庄最近，他来之前还没想过建临时营地的事。此刻见其他4个村庄的人都在做相同的准备，自己这边的人却无所事事，不免有些尴尬。当即也吩咐其他玩家和随行 NPC 队员就近砍柴，准备装模作样的拉起一道栅栏。200号玩家一起行动，效率还是很高的。顷刻间，一道歪歪扭扭的栅栏便成型了。只是这个手艺吗？与其说是营地围栏，看起来倒更像是猪圈，丑的一逼。不少其他村落的玩家注意到这边的情况，忍不住发出哄笑声。魏金鹏也替玩家们的手艺感到尴尬，有心让他们休憩一下，奈何时间已经不足。眼瞅着白夜即将到来，他也只能假装看不出异常，翘首等待起来。在玩家们的嗡嗡议论声中，前方空地上出现了时空乱流特有的光怪陆离之景。随着时间推移，那斑斓的犹如油画般抽象的色块越发浓郁，灰雾也剧烈震荡起来。任谁都能看出，一次大型的时空乱流就要降临了。全服首次大型活动失落之村即将开启。倒计时10、9、8，倒数归零的那一刻，雾气再次剧烈震动。透过灰雾的边缘，依稀可以看到大量迅速由虚化时的建筑轮廓。当这座1000年前失落在时空乱流中的村落彻底降临的那一刻，不知道谁先带头冲了上去，上千名玩家兵分5路，争先恐后的涌入了雾气中的古老村庄。第110章，特别的机智。跨过某道无形隔膜的那一刻，眼前的景色骤然一变，从充满灰雾的旷野变成了一座完好的充满了人气的大村。许飞是跟随怀庄的玩家第一批进去的，在进来之前，他也曾想过里面会是什么情形，甚至考虑过如果一进去就遭到多只诡异怪绝围攻，自己该如何应对。唯独没想到，这座大村内不仅看不到任何诡异怪绝，反而一片祥和。前方不远处就能看到好几位吃惊的村民。你们是谁？好多外乡人。强盗？不好，有强盗啊！看着大批挥舞刀剑、神情亢奋的玩家涌入，这些村民惊慌地叫了出来。有人立刻就往村里逃，也有人慌不择路地躲进了最近的房屋中，关上门窗，从缝隙内惊恐地往外窥视。什么情况？怪呢？目睹这些活生生的村民，玩家们傻了。眼前的一幕跟想象中的、跟系统活动简介上的内容可不太一样啊！有人反应很快，接连朝还没逃太远的村民丢出鉴定，试图借助系统的力量判断他们的身份。
但很遗憾，鉴定得到的信息只说他们是本地村民，其他一片。什么垃圾鉴定功能，关键时刻没一次给力过。有玩家忍不住吐槽起来。就在他们正茫然不知所措中，远处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一队类似巡村队的武者听到动静赶了过来。远远看到数以百计还在不断往里涌入的玩家，这些武者一愣，也傻眼了，不知道从哪冒出这么多人来。但职责所在，他们又不能就这么退缩，只能抽出刀剑，硬着头皮迎了上来。其中领队的一人隔着几十米远远喊道：“你们是谁？为什么突然闯入我们的村庄？”这玩家们面面相觑，不知道该如何答复。有说自己是外乡人的，也有说自己是异人的，还有说是不小心误入的。种种说辞，莫衷一是。对面的武者听得头大，同时也越发起了疑心。这些来历不明的人，不管怎么看都是一伙的，但彼此说法却差得这么多，摆明了居心叵测，来者不善。需要找个代表出面跟他们交涉。终于有玩家意识到这样下去不行，大声喊了出来：“对，找个玩家出头。”更多玩家认同了这个观点。说到代表，毫无疑问，手册玩家们一致推举许飞。只是200名玩家几乎都涌了进来，现场混乱得很，仓促间根本找不到许飞在哪。有人索性直接喊起许飞的名字。许飞及时现身，来了。如果形势的发展能保持下去，让许飞跟这些村民好好交涉一番，或许能够对这个奇怪的活动副本有一些更详细的认知。但玩家们这种生物，在人数多到一定程度后，就从没有秩序可言。总有人自作聪明，或者想要出风头，跳出来搞事。二册玩家花母鸡就有一颗当小丑的心。见手册玩家们一众推举许飞，跟副本里的村民交流，花母鸡顿时一阵不爽。不就是最早进入游戏的手册玩家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也就是当初手慢了一步，没抢到手册资格，不然全服首个超凡者说不定就是他自己了。抱着这样的想法，花母鸡带着小队中混得比较不错的几名队员从人群中冲了出来。别以为你们披着人皮，我就不知道你们的真身了，都是诡异怪绝变的吧？大胆妖孽，我要你现出原形！这样叫嚣的同时，花母鸡又担心自己实力不够，不敢直接冲击对面的武者，于是就近一转，杀向了躲在最近房屋内的普通村民。看到这鲁莽狂妄的举动，不管是副本内的武者还是玩家们都急了。住手！操！你们在干什么啊？搞毛！快停下！然而花母鸡他们根本不理会，接连几刀劈开门，抢在其他人阻拦前冲了进去，对惊恐的村民手起刀落，血光四溅。被击杀的村民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那一刻，空气仿佛凝滞了，一股恐怖的气息突然从这座大村的中央传来。不只是许飞他们这个方向，从其他几个方向进村的玩家也都发现村内出现翻天覆地的变故。所有村民和武者都僵在原地，身体开始迅速腐化，沦为了类似怨尸般的怪绝。但更可怕的是，每个村民转化的怨尸身上都诞生出了一种千奇百怪的怪物，其中有些犹如幽灵般的诡异，漂浮在怨尸们的身后；有些诡异的下半身直接附体在怨尸身躯中，也有怪绝则干脆直接生长在怨尸的腹部、双臂乃至眼眶中，简直如同群魔乱舞一般。种种恐怖凶残的气息混杂在一起，源源不断冲击着玩家，让所有目睹这一幕的玩家都勃然变色。花母鸡却还浑然不觉，兴奋地指着他们大笑：“哈哈，怎么样？我就说他们都是诡异怪绝变的吧？服不服？我服你马！”刀刀烈火等手册老哥目睹这一幕，差点没被这家伙给气死。现实中没看过灵异片吗？明知道副本内有很多诡异怪绝，进来后却全都是活人，这摆明了有某种机制啊！结果这家伙倒好，二话不说上去一刀把人砍了，结果直接触发了机制，这还交涉个屁！没等花母鸡嚣张的笑声停下，他就看到自家小队的成员惊恐万分，畏惧的向后退开，同时连连对他使眼色。怎么了？花母鸡第一时间还没反应过来，但紧接着他就感觉到脖子一凉，一个只有头颅和手臂的飞头蛮悄无声息地从窗户中飞进来，从背后抱住了花母鸡的头，轻轻一扭，便将他脑袋摘了下来，免费送回城。随后飞头蛮将自己的脑袋反手按在了花母鸡的身体上，摇晃了一下，带着瘆人的怪笑看向了花母鸡小队的几名成员。这举动似乎是一个讯号，所有怨尸和跟他们伴生的诡异怪绝都被刺激起了凶性，朝玩家们蜂拥而来。干！花母鸡小队的几名玩家大骂一声，掉头就逃。拥堵在副本入口处的玩家们见状也慌乱起来，分成了2个群体。有人惊恐之下往后逃，也有人觉得玩家人多势众，眼前的诡异怪绝看似可怕，实则数量不多，便主动涌上来。第111章孤身潜入。想要后撤的玩家和想要上前跟怨尸怪绝交战的玩家在人群中出现了冲突，以至于玩家们的阵型都被影响，混乱了许多。
幸好村子外围的村民并不多，除了玩家们最初遭遇的几人外，就只有随后赶来的10余名武者，加起来也不超过20人。由他们转化成的怨尸，加上半生的诡异怪绝，数量也不过翻一倍，而玩家们却有整整200人。虽说二侧玩家们跟怨尸怪绝的交手几乎是一触即溃，但人数的绝对优势让战线并没有轻易被突破。借助他们争取的时间，实力普遍有断体中期乃至断体后期的手册玩家小队开始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他们人人都有跟诡异怪绝交手的经历，少则3、5人一组，多则7、8人一组，各自找上一只怨尸和半生的诡异怪绝。其中有人带了盾牌，专门负责防御，其他人则手持激活了赤焰符的武器，专门负责攻击。如此分工明确，再加上提前进行过一些演练，这些手册玩家表现出的战斗力还是相当可观的。如果是普通的怨尸，恐怕几次攻击就被他们消灭了。但这些有诡异怪绝半生的怨尸不同，他们不仅对赤焰符的火焰有更强的抵抗力，还继承了一些半生诡异怪绝的能力。比如玄冥三老面对的那只怨尸，就半生了一种能够操纵幽寒气息的诡异。这种幽寒气息不仅能压制赤焰符的火焰，更能在玩家攻击时透过武器的接触反渗透到玩家的身体内，让他逐渐受到幽寒气息的侵蚀。若是只接触少许气息倒还罢了，若是被反渗的多了，体魄不够强大的玩家很可能会当场衰竭而亡。再比如都是大鹏的瓜，他带领的小队遇到的怨尸继承了半生怪绝的恐惧气息。虽说类似令人癫狂的气息诡异怪绝基本都有，但这种半生怪绝的气息格外浓郁，而且越靠近它受到的影响越大。诸如此类的特殊能力让一度有些拖大的玩家们着实吃了些小亏。好在这些半生了诡异怪绝的怨尸虽然难杀，但击杀后的奖励也更丰厚，不仅有双倍的生命源，凝结出超凡特性一退的概率也更高，其中不乏5大新手村对应魔药所需的调配材料。付出了1名玩家的牺牲，率先拿下斩杀后得到收益提示，玄冥三老大喜的叫嚷出来。他言辞中提到的收益顿时鼓舞了其他玩家，一时间怀庄的玩家们士气大振。当然不是所有玩家的战斗都这么吃力，手册玩家中的佼佼者，比如职业电竞玩家荧光，以及既有实力又有超能力的刀刀烈火，表现的就相当勇猛。他们的实力更强，准备更充分，只是为了避免损失，出手时更加谨慎，才没有拿下首杀。饶是如此，他们俩的小队也只落后玄冥三老一步，随后便斩杀了第2、第3只怨尸和半生怪绝，然后寻找起新的目标。而就在玩家们逐渐适应战斗，怨尸的数量开始不断减少时，村内深处逐渐涌现出更多的怪物，源源不断地填补了空缺。大伙杀呀！兄弟们别急，往房间这边引，靠地力打。小心，这只怨尸半生的怪绝拥有诅咒和腐烂能力。哈哈，爆了！一时间，村子外围沦为了激烈而又喧哗的战场。至于其他几个方向，由于他们清一色全是二侧玩家，整体实力肯定是远不如怀庄这边。不过，引发了村民怨尸化的根源来自怀庄这边的玩家花木鸡。村子深处的存在对怀庄这边也更重视，所以其他4个新手村遭遇的怨尸数量要少一些。除了毫无防备的南水庄玩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被迫全员退出重整旗鼓外，其他3个新手村的玩家在付出一些牺牲后都稳住了阵脚，并且开始不断猎杀怨尸和半生的诡异怪绝，收获生命源和掉落的超凡材料。另一边，许飞在第一时间出手斩杀了一只怨尸，帮怀庄的玩家们分担了压力后，便暂时停下了举动。被拍到村外的怨尸对断体武者来说可能比较难对付，但对超凡者来说只能算是小角色。哪怕许飞的魔药并未赋予他任何攻击手段，但凭借雾气的隐匿和天命物之隐者的加成，他仍旧可以单方面吊打这些怨尸。不管是在现实的网游中，还是在超凡的领域中，有一条规则都是相通的，那就是敌人的实力跟掉落的超凡灵性一退是挂钩的。以许飞超凡者的身份，已经看不上击杀这种普通怨尸的收获，因此他完全没有跟其他玩家抢怪的想法，见局势稳住，便不再停留，在雾气掩护下，沿着石板路向村内深入。一大片深沉的雾气在村内东飘西荡，乍看上去还是挺怪异的。如果是有智慧的人类目睹这一幕，肯定能猜到里面有鬼。但村民所化的怨尸却不会，他们除了本能外，几乎没有智力可言。只要感觉不到许飞的气息，这大片的雾气对他们来说就跟石子、树木无疑。除非许飞作死，一定要用自己身体卡住他们去路，否则根本不用担心会被察觉。天命物之隐者真的太好用了。眼看着轻而易举地溜进村内，一只怨尸从旁边路过，却视若无睹。许飞忍不住感叹道：若没有这个天命的强化，普通的雾隐魔药效果可不会这么好，更不可能在他移动攻击的时候仍旧能保证隐匿效果。
咦？先后绕过好几排房屋，逐渐深入到这座大村的腹地时，许飞忽然注意到前方一座院子似乎有些不同。不仅院子周围活动的院尸更多，像是在保护什么，又像是被里面的什么东西吸引。院子上空也笼罩着一层淡淡的辉光，让这座还算坚固的青砖大院多了几分神秘色彩。有问题！许飞瞬间来了精神，控制雾气朝这座院落靠近。但这一次，屡试不爽的雾影魔药似乎出现了一点问题。第112章神秘仪式。在许飞试探着靠近到这座院子10米后，他的超凡灵性猛然间被触动，隐隐有了一种被恶意盯上的感觉。院子外面漫无目的游荡的院尸也在突然间有了动静，变得活跃了起来。感觉到不对劲，许飞反应极快，立刻后退。得益于他进入村子后一直没有太过放松，再加上天命印记的效果，院子里的东西大约仅仅只是怀疑，并没有真的确认许飞的存在。在他立刻退出10米距离后，外面活跃的仿佛在搜索什么的院尸没过片刻便重新恢复正常。居然能觉察到我的靠近，许飞还是有点惊讶的。难不成这里面存在一位院级以上的诡异怪绝？这也太可怕了。但仔细一分析，许飞又觉得不可能。院级诡异就已经很强大了，需要多名超凡者联手。院级以上就更不用说了，根本不是现阶段玩家能对抗的，普通人再多也没用。所以不是高阶诡异怪绝，而是另有什么特殊之处吗？一时间，许飞陷入思索中。可惜他在超凡方面的见识不足，眼前的线索也几乎没有，实在不清楚里面有什么。就这么贸然闯进去，危险实在太大了。要是能透过院墙看清里面究竟有什么就好了。这个念头一起，许飞心中一动，打开了商城。这之前，商城内仅有3样孤零零的道具，分别是让玩家直接登录游戏的接引符、超凡符录和2册邀请书。但这次活动开启后，上面新增添了整整1排道具，都是仅可在副本内使用的限定道具。其中有赤焰符、侧鬼符、符灯等道具，也有铸造时添加了一些超凡材料的刀剑、防具等准超凡装备，而且兑换价格普遍比较低廉，性价比极高。除此外，还有2种道具，神行符和烈焰符。神行符顾名思义就能猜到效果，而烈焰符看似跟赤焰符一字之差，实则区别还是挺大的。从商城的说明来看，它无法像赤焰符那样可以贴在武器上持续杀伤敌人，而是一次性的使用后引发猛烈的火焰。如果用它烧掉院子紧闭的大门，许飞摩挲着下巴，觉得可行性还是蛮高的。从原地消失片刻之后，许飞在不远外的另一间房屋内干掉了一只落单的院尸，并从他半生的怪绝身上成功得到了一份超凡材料。通过商城回收后，材料从许飞眼前消失，一张烈焰符凭空出现在原处，就很神奇。许飞虽然有意识地动用感知，但根本没发现任何端倪，更没看清到底是如何回收发放的。只能说系统的伟力还是强大。他也没多想，收起烈焰符，迅速赶回了那座神秘的青砖院落前。雾气展开，将烈焰符贴在剑矢身上，随后许飞对准院子的正门扣动了扳机。剑矢脱离雾气的那一刻，附近的院尸们再度有了骚动，但这一剑速度太快，他们根本来不及阻挡，就看到剑矢嗖的一下狠狠定在了院门之上。烈焰符轰然爆发，炽热的火焰熊熊燃烧起来。在超凡灵力的加持下，这扇沉重的院门简直就像是泼了火油一般，顷刻间就烧成了灰烬。失去了院门的阻挡，雾气中的许飞终于看清了院内的情形。平整的土地上用血色的颜料刻着一个复杂的仪式，仪式的中间插着一根有点像旗帜般的白色鼓棒，鼓棒的顶端挂着一张刻绘着复杂路纹和符号的灰色兽皮。这仪式明显还在运作着，不时亮起微弱的明灭不定的光芒。在他的引导下，白色鼓棒顶端不断冒出辉光。许飞先前看到的院子上空的神秘辉光就来自于此。越过仪式往里眺望，院子的堂屋内隐约能看到一个端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影。限于角度缘故，许飞只能看到一个侧影，或许他就是镇守这座仪式的人形 BOSS 怪。烈焰符把院门烧了，这 BOSS 都没反应的吗？还是说必须自己亲自靠近才能惊动他？好吧，这个先不提，这仪式又是做什么用的？许飞惊疑不定地观察片刻，以他贫瘠的超凡知识，只能认得有限的符号，根本无法判断整个仪式的效果。看来还是要指望鉴定功能了。希望这次系统给力点。打开系统界面，许飞对着院子中间的仪式发动了鉴定功能。不知道这次是副本的关照，还是他的运气好，鉴定功能终于给力了一回，让他得知了这个仪式的完整名称和功效。神秘转化辅助仪式5，一个完整而邪恶的仪式法阵的一部分。仪式的主持者似乎希望将神秘约束到人类身体中，继而让普通人也能驾驭诡异怪绝的力量，形成某种程度的完美共生。可惜他浅薄的知识远不足以支撑圣者都做不到的伟业。
这个狂妄的想法最终被扭曲，变成了一个残害了村内所有人的邪恶仪式。破坏该辅助仪式，可以让怨尸和半生诡异怪谲变得更加不稳定，后果未知。注：即便是强大的超凡者，也要抱有敬畏之心。这副本内的情况，居然是人为催生的。看完鉴定，许飞吃了一惊，亏他先前还以为这种情况是某个特殊的诡异造成的呢。沉吟几秒，许飞尝试鉴定堂屋内的人影，可惜限于角度，只能看见侧面衣袍的一角，鉴定没有成功。许飞只能将注意力收回，重新放到这座仪式上。从名字上看，类似的辅助仪式在当前副本内至少有5处，村子最中心区域应该还有一处主仪式法阵，副本内最强的怪物搞不好也在那里。如果自己能破坏掉眼前这座辅助仪式，想来一定能够大大增加贡献度和最后的评分。但随后提到的后果未知4个字让许飞有点介意，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形？比如让副本的难度进一步提升，而且后面的也让他心存疑虑。片刻的迟疑后，许飞还是决定动手，即便为此冒一点风险，也是值得的。第113章破坏仪式。虽然决意动手，但究竟要怎么打，还是值得斟酌一下的。直接闯进去强行破坏掉那座仪式法阵，风险还是很高的。许飞觉得自己可以稳妥一些，先将这座院子附近游荡的怨尸消灭掉。如果里面那个疑似人形 BOSS 的家伙始终不为所动，那自然最好。若是他被自己的行动惊动，主动追杀出来，许飞也能进一步摸清他的特征和规律，并视情况决定是战是逃。于是他开始利用雾影魔药的效果，不断斩杀起游荡的怨尸。全程隐匿状态，对付普通村民转化成的怨尸实在太好用了。这些没什么智慧的家伙根本发现不了许飞的存在，只有在被攻击时才会惊怒地拍打着雾气。但熟悉他们攻击节奏的许飞，只需要稍微注意一下，就能躲避掉他们的攻击。顷刻间，他就干掉了6、7只怨尸。期间唯一有些棘手的是一只半生了极魂花的怨尸。极魂花跟手册玩家们刚降临时遭遇的陆星草差不多，都有一定植物特点，但它的危险程度比后者要高很多。陆星草需要割破人类的皮肤，才能发挥其诡异的能力，让其心脏破裂而亡。极魂花就不同了，它会持续散发跟附近环境相近，让人不易察觉的气味。一旦不慎吸入，身上就会冒出极魂花的图案，每多一朵，距离死亡就越近1分。实力一般的断体武者身上出现3朵花图案时，基本就要 GG 了。超凡者的抵抗能力要强不少，但至多也不过承受5到6朵。不过许飞一方面始终保持着谨慎，隐约感觉到了异样，另一方面他身为玩家，有状态蓝这个大杀器。稍微瞥了一眼，许飞立刻发现不对，然后不断催动雾气流动，将极魂花散发出的气味排开，同时屏住了呼吸。一旦有了防备，极魂花的威胁就小多了，毕竟他半生的对象仍旧只是普通怨尸。许飞根本不需要专门处理他，只需要将半生怨尸击杀，自然就能让他一并衰亡。顺利干掉这只怨尸和半生的极魂花后，许飞拿到了击杀奖励的生命源，还得到了凝聚的超凡材料极魂花的花瓣，这是连家宝数种魔药的辅助材料。相比于先前掉落的普通材料，这种魔药所需的辅材在商城中的回收价格更高，足以兑换3张烈焰符。不错不错，意外小赚一笔，许飞心情很好。考虑到他先前已经回收了好几分超凡材料，暂时不缺兑换商城道具的积分，因此并没急着将这份魔药辅材一并回收，而是先将它丢进了背包，准备最后再觉得如何处置。就在许飞持续清剿青砖大院附近的怨尸时，5大新手村的玩家也逐步在村子外围站稳了脚跟。摸清了常见怨尸和半生诡异怪谲的战斗方式，又用获得的生命源不断强化自身后，一部分实力出色、配合默契的玩家团队开始不满足于外围的收益，尝试朝村子深处进发。许飞所在的位置已经能够听到隐约的喊杀声，不过这座大村内的怨尸数量远超他的想象，不论玩家们击杀了多少，始终有怨尸源源不断地从村内涌出来，填补上空缺。而且玩家团队推进的越深，遇到的怨尸数量就越多，很快达成了一个新的动态平衡。可预见的一段时间内，其他玩家团队根本触摸不到许飞所在的位置，更不用担心最后关头会被别的玩家抢怪。确认了这点，许飞放心大胆地继续清理起附近的怨尸。但不久后，让他不爽的事情发生了。眼瞅着一番操作，将青砖大院附近的怨尸消灭了大半，一部分朝村子外围进发的怨尸竟似收到了无形命令一般，掉头青砖大院的方向涌来。什么情况？眼看着附近的怨尸数量一下子又涨回来了，甚至隐隐比先前还多，许飞脸色一黑。如果这不是某种巧合，那自己想要将外围的怨尸消灭，再从容进去毁掉一世的想法，恐怕是行不通了。要不要再次尝试一次呢？许飞想了想，觉得再来一次大概率还是这样，于是果断改变了主意。其实没必要非得将他们都消灭不是，将他们引开一段距离
也完全可行嘛，而且效率还更高。想到这里，许飞主动取消了天命物之隐者。随着天命印记从他手背上消去，雾隐魔药的隐匿效果顿时恢复了下品魔药应有的水平。许飞只是在雾气内稍微走动几步，自身气息便再也无法完美隐匿，缓慢地泄露开来。附近的院师果然感受到什么，再次活跃起来。见自己的计划似乎可行，许飞动作更大了一些。这下青砖大院附近几乎所有的院师都迟疑不定地朝他所藏身的雾气内涌来。机智如我，许飞忍不住夸了自己一句，随后保持着现在的幅度，引着这些院师朝远处的院落走去。如此一番精心操作后，许飞总算将这些院师引出了100米外，将他们拐进了一座疑似谷仓的地方。随后许飞天命印记重开，瞬间让这些院师失去了感应，再将谷仓的门一关，掉头朝青砖大院的方向狂奔。天知道这招能拖延他们多久，所以他必须尽可能争分夺秒，抢在这些院师回来前将问题解决。往回狂奔的途中，许飞还不忘打开商城，接连不断地兑换起烈焰符。迟疑了一下后，他又用最后一份超凡材料兑换了一张神行符，并且直接选择了使用。神行符化作轻灵的风，缠绕住许飞的身体，让他有种瞬间脱离了地心引力束缚，可以一跃8米高的错觉。下一刻，他仿佛开启了火箭助推器一般，急速暴涨，身形甚至在空气中拉出了一抹幻影。短短2秒时间，他便跨过了最后几十米距离，直接闯入院中。事实上，在他再次接近院子10米时，堂屋内那个坐在地上一动不动的人影就已经有了反应。但开了神行后，许飞速度实在太快了。这位看守仪式法阵的人形 BOSS 还没来及起身，就看到许飞嗖的一下出现在院子中央的仪式旁边，刷刷刷刷一连激发了4张烈焰符。突出的就是一个果断，根本不跟你多逼逼。第114章千丝魂。猛烈的爆炸声中，炽热的火焰冲天而起。这座神秘转化仪式明显是有一定防护能力的。鼓棒上方挂着的灰色兽皮第一时间放出了无形的结界，挡住了烈焰符的火焰。如果只是一张烈焰符，还真未必能突破仪式的防护。但许飞一口气抛下4张符箓，近乎同一时间的激发，还让引爆的火焰气浪产生了叠加效应，进一步放大了符箓的威力。转眼间，熊熊燃烧的烈焰突破了防护，落到地面上。原本稳定运行的仪式顿时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和破坏，明灭不定的光芒急剧闪烁，眼瞅着就要被烧毁。堂屋内那个人影终于急了，发出一声愤怒的咆哮，朝外面冲了出来。破坏仪式，找死！这名保持了生前人形，实际上同样跟诡异形成半生的超凡者，眼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恶意，一边断断续续地说着生疏的语言，一边起手朝许飞发起了攻击。在这座仪式没被摧毁前，他能够准确锁定雾气中的许飞。超凡之力波动下，许飞立刻感受到了强烈的困意和疲惫，仿佛下一刻就要睡去。就连周围凝聚的雾气都因为失去主持，开始缓缓消散。催眠类的魔药，许飞心中一惊，一边集中精神竭力抵抗这种困意，一边在神行符的效果下迅速后退。见许飞想逃，这名超凡者犹豫了一下，没有追击，而是立刻调动起仪式法阵的力量，试图压制烈焰符的火焰，挽救即将被彻底摧毁的仪式法阵。这怎么可能让你得逞？许飞赶紧退了回来，掏出手弩，对着这只怪物就是一发。在附加了赤焰符的效果下，这一剑还是能造成不小威胁的。对面的人形超凡者被迫停止举动，躲避许飞的攻击。就这么短短的耽搁，燃烧仪式的火焰重新猛烈起来，就连鼓棒上的兽皮都被引燃。这下局势有点难以挽回了。被激怒的怪物彻底放弃了拯救仪式的想法，全力对许飞出手。一方面，他再度发动了先前那种催眠魔药能力；另一方面，跟他半生的一直没显现的诡异，以许飞意想不到的方式朝他发起了攻击。在毫无防备的情况下，许飞感觉到自己的手脚缠绕上了一条无形的锁链。在锁链的牵制下，他不管做出任何举动都无比吃力，甚至整个身体的控制权都有被剥夺、为人所控的迹象。尽管这个时候旁边的仪式法阵已经彻底被摧毁，许飞重新获得了雾气的隐匿庇护，但面前的怪物仍旧能凭借这种联系继续对他发起攻击。这是千丝魂。尽管头脑被催眠，身体控制权也被一点点剥夺，但许飞并没轻易放弃，一边竭力调动超凡之力与之对抗，一边拼命回忆着自己看过的志怪图鉴。得益于最近一段时间的努力，他已经将小半志怪图鉴上的内容全部记下，尤其是院级以下的诡异怪诀。所幸的是，其中就包括今天遭遇的这种。尤其下位诡异千丝魂可以逐渐控制敌人身体，将其化作自己的人偶。不过同一时间只能控制一人，而且效率比较低，一旦被打断就要重头开始。回忆了这段信息后，许飞迟缓的头脑终于想到了破局方法。
老师赠送给自己的那件一阶鬼物锈蚀的银戒。调用超凡之力，勉强从手指上挤出一滴鲜血，涂抹在银戒上后，许飞激发了这枚戒指。不可名状的癫狂气息从他身上爆发。努力跟许飞争夺身体控制权的千丝魂被鬼物爆发的气息冲击，立刻受到了莫大的惊吓，中断了对许飞的操控。就连催眠许飞的这名超凡者，由于他跟鬼异半生，本质上也变成了怪物，因此同样受到了戒指的影响，催眠同样被中断了。感觉到束缚手脚的锁链，精神上的催眠被一扫而空，许飞顾不上理会银秀的反噬，抓住机会飞快后退，同时全力催动天命印记，彻底隐匿在雾气中。这下面前的怪物抓瞎了，一世法阵被毁，千丝魂的操控也断开了链接，他已经无法锁定雾气中的许飞，只能愤怒地在原地咆哮着。果然，一旦先前的链接断开，他就再也勘破不了雾之隐者的隐匿了。信心大增的许飞没有就此撤退，而是趁锈蚀银戒爆发的气息还没结束，操控雾气卷土重来，将面前这只怪物困于雾气中。后半段战斗才刚刚开始，被雾气包围，不断遭受攻击的超凡者愤怒地对周围发动漫无目标的攻击，但根本找不到许飞的身形，反倒是不停有上了赤焰符百段钢刀和剑矢，从各个方向发来攻击。几轮攻击下来，这名跟千丝魂半生的超凡者身上就伤痕累累起来。错非他已经不是人类，没有了常规意义上的要害，此刻的伤势都足以要了他的命。眼瞅着形势正变得有利，远处响起了院师们杂乱的脚步声，这些被引走的怪物正在朝这边赶来。只要隐匿不被看穿，许飞并不怕这些院师，他们来了也帮不上忙。但眼前的这名超凡者却并非只会被动挨打。愤怒到极点后，他那不太灵光的脑袋似乎终于想起了什么，不只是许飞有鬼物，他生前也有。只见这只怪物从破烂的口袋中掏出了一根弯曲的不断散发着热量的暗红色兽角，朝许飞所处的雾气中一指。不好！虽然不知道这玩意有啥用，但许飞的超凡灵性已经本能的在示警。就在他飞快躲避的同时，暗红色兽角朝前方喷射出大片火焰。在这名超凡者的操控下，这兽角向左右方向偏转，足足扫荡了正前方120度的扇形面积，才终于停息下来。受超凡火焰的灼烧，许飞控制的雾气几乎瞬间被蒸发。尽管周围的雾气在迅速朝这边补位，新的雾气也在源源不断涌出，但终究需要一点时间。他本人有铁甲符防护，又第一时间躲开，没被火焰烧伤，但身形却不可避免短暂暴露出来。抓到你了！这名超凡者盯着许飞，眼睛里的恶意浓郁的令人毛骨悚然。第115章新的鬼物。那名超凡者话音未落，他半生的千丝魂再次锁定了许飞。趁雾气将许飞遮蔽前，一道道无形锁链重新拉住许飞四肢，剥夺起了他对身体的控制权。与此同时，熟悉的催眠感也再次涌来，让许飞感觉到了极度的疲惫和虚弱。由于跟这只怪物的战斗持续了一段时间，他的超凡灵性已经消耗许多，此刻许飞抵挡起来只觉得更加吃力。该死！许飞心中焦急，没想到第一只碰到的人形怪物就这么克制自己，不仅有千丝魂这种恶心的半生诡异，还有能够克制雾气的火焰类鬼物。若非如此，他的处境绝对不会这么艰难。算了，豁出去了。暗叹一声后，许飞下定决心，动用超凡之力，从指尖挤出一滴血液，第二度激发了锈蚀的银戒的效果。这枚一阶鬼物最多只能动用3次，之后银锈的侵蚀将无法逆转，除非许飞肯为此付出一次复活。正因为有这种限制，从得到它后，许飞使用时极为谨慎，只有之前对付拜鬼教徒和黑吉树葵时用过一次，没想到今天居然在一场战斗中连续用掉了全部次数。希望这一战的收益能够弥补付出的代价吧。恐怖的气息从许飞身上爆发，不超过游击的诡异怪绝，根本没办法抵抗他的威吓。尽管心中十分不愿，这名超凡者和半生的千丝魂还是再度退开，并被迫中断了对许飞的控制。雾气迅速合拢，让许飞重新隐匿其中，终于安全了。但代价却是2次的银锈反噬几乎形成了叠加，可怕的银锈从他手臂上急速蔓延，迅速传遍了全身，就连脸颊部位都被银锈覆盖，让他外貌看起来比许多院士还要可怕。仅仅只有胸口部位一小块位置还没有被银锈覆盖，艰难地对抗着鬼物的反噬。被侵蚀的剧烈疼痛更是险些让许飞昏厥过去，但凭借超凡者强大的精神力量，他还是咬牙顶住了这一波反噬，没有被系统强行踢下线。最艰难的几秒钟过后，雾气中的许飞总算恢复了一点行动能力，但他并没有因为空前的虚弱就放弃战斗，而是彻底豁出去了。都打到这个份上，若是就此罢手，之前的付出将全部打水漂。此刻不是你死，就是我亡。许飞捡起掉落刚刚松手掉落的手弩，吃力的上弦，
朝对面的怪物扣动了击扩。贴有赤焰符的箭矢又一次射中靶心，在鬼物气息的压迫下，对面的超凡者难以做出有效的反抗和躲避，身上很快燃烧起了火焰。这只怪物之前就已经被许飞打过一轮，伤势不轻。再度叠了2-3张赤焰符的火焰后，身上的气息迅速衰弱起来。感受到死亡威胁，他转身试图逃走，但灰色的雾气如影随形，将他团团包围，不仅无法看清周围情况，连感知都被干扰，始终难以脱困。赢了吗？眼瞅着胜利近在咫尺，对面怪物发出意义不明的哀嚎，许飞兴奋之余也不由有点担心，生怕他临死反扑，再度动用先前那个能喷射火焰的鬼物。越是到最后一刻，他心里就越警惕。幸运的是，那件鬼物似乎有某种限制，无法连续动用。当许飞一口气把手头上的赤焰符全部打光后，这只人形怪再也无力支撑，赤焰符的火焰瞬间蔓延到全身，连同他身上半生的千丝魂一并被火焰烧成了飞灰，原地留下了一块迷幻的，看上去就让人昏昏欲睡的紫色金块。除此外，仅有那件兽脚状的鬼物没受火焰影响，跌落到地上，翻滚了几下才停在原地。系统提示随即响起：你独立击杀了失落之村一名超凡者，一阶化成的人鬼，获得了17点生命源。基础：由于该怪物拥有半生诡异千丝魂，该次击杀获得双倍奖励。恭喜，你获得了34点生命源。检测到你独立摧毁了一座辅助仪式法阵，失落之村内的怪物出现未知变化，你获得了大量活动积分。34点生命源，这个数字还是很高的，只比当初许飞越阶击杀败鬼教徒黑级树葵稍低，也是他近期最大的单笔收益。但相比于其他收益，生命源反而不是大头了。许飞瞥了一眼商城界面，之前回收超凡材料获得的积分都已经被他兑换成烈焰符等符箓，积分数为0。但系统提示响起后，这个数字一下子变成30，换句话说，等于30张基础符箓。看来自己接下来在活动副本内不用愁没符箓用了。当场兑换了10张赤焰符备用后，许飞快步上前，将这名超凡者死后掉落的紫色金块和暗红色兽脚捡了起来。鉴定之后，他脸上露出几分喜色。被污染的魔药主材，下品魔药困倦的主材，但遭到了部分诡异灵性的污染，无法直接使用，可在商城内回收获取大量活动积分。赤心泥之角，诡异物品，一阶，使用后可以朝前方扇形范围内喷射出大片具有超凡灵性的火焰，持续烧伤敌人。代价是携带此物品时会持续遭受星火的炙烤，出现燥热、烦闷的症状，并产生较为强烈的口渴之感。且每次激发后必须贴身携带一段时间，实力越强的超凡者所需时间越短，方可再次使用。注：一只由极诡异赤心泥死后意外凝聚，时刻朝外散发着热量。魔药主材，一阶鬼物。前者倒也罢了，毕竟有个被污染的前缀，对许飞的实力没有直接提升。但后面这件鬼物可相当难得，它是一件纯粹的攻击类鬼物，而且负面效果远比锈蚀的银剑要小。只要平日里将它收入系统背包，有战斗危险时再将它拿出，即可将其规避。唯一不足的地方就是使用后需要充能，以许飞一阶超凡者的实力，必须贴身携带它超过1个小时才能再次使用。但即便如此，这仍旧一件强大的，对许飞目前十分有用的鬼物。用它和其他收益来换锈蚀的银戒2次使用机会，许飞觉得自己不仅不亏，还要血赚。第116章，连结，燥热，烦闷，口渴。躲在青砖大院内休息1刻钟后，贴身携带赤心泥之角的许飞心里只剩下了这3个想法。幸好他此行准备得很充分，背包里就有好几罐清水。忍不住一口气闷了1罐后，清凉的泉水终于让他心中的燥热和干渴消去了一些。而这个时候，2次银锈的侵蚀也度过了最猛烈的阶段。虽说叠加后的反噬十分严重，还需要好几天才能完全消退，但在超过10点的体魄支撑下，至少已经不影响他活动。稳妥起见，许飞并没有立刻行动，而是继续休息了片刻，直到消耗的超凡灵性也恢复大半后，才重新招出雾气，朝失落之村深处赶去。沿途随手击杀了几只落单的怨尸，许飞很快发现了细微的不同。这之前村民化成的怨尸跟半生的诡异怪绝几乎是连为一体的，只有很特别的个例才能分开活动。但在他摧毁那座仪式法阵后，半生的诡异怪绝跟怨尸之间的联系变得松散不稳定了起来。由于幅度不大，许飞暂时还看不出这种变化是好是坏，但心里却暗暗记住了这个变化。片刻探索后，他再度往村内深入了数百步。这里距离大村的中心已经很近了，怨尸的密度也明显高了起来，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罕见的畸形。兽形怨尸看起来比普通怨尸强许多。注意到这点，
许飞暂时没有继续深入的想法。既然外围的辅助仪式法阵都能看穿他的隐匿效果，那村子中心那座主仪式法阵肯定也能，甚至更加危险。现在才活动第一天，他完全没必要着急去硬刚那里。在附近绕了一圈后，许飞拐向了村子南侧，也就是连家宝玩家进入的方向。找到了！短暂的寻找后，他很快找到了建筑样式相似、上方同样笼罩着辉光的青砖大院。没猜错的话，这里面也会有一座辅助仪式法阵，以及一名人形 BOSS 坐镇。这次自己的运气应该没那么差了吧？虽说心里这么想，许飞仍旧没有冒进，一边在周围随手消灭着普通院师，一边耐心等待片刻，直到赤心泥之角充能完毕。有了新的鬼物做底牌，他这才开始了行动。按先前的做法，先用一张烈焰符烧毁大门，确认了里面的情况跟预料的一样，随后泄露了一丝自己的气息，将附近的院师一波引走。没有了干扰，许飞兑换了神行符，急速赶回，直接闯入了院子中。由于手头宽裕了很多，再加上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次许飞足足兑换了5张烈焰符。坐镇堂屋内的另一名失落之村的超凡者同样没来及做出反应，就看到5张烈焰符接二连三的被激发，猛烈的火焰冲天而起，将整个院内化作一片火海。这座神秘转化辅助仪式3比他的前辈更快步上了后尘。之前那位超凡者至少还尝试救了一下，但这次他就都来不及，眼睁睁看着仪式在火海中被摧毁。死！这名年纪看起来更轻一些的超凡者无能狂怒，立刻开启魔药能力，对着雾气发起了攻击。他的魔药能力不再是困倦，而是一种类似武侠小说中全境的特殊魔药寸芒。这种魔药让服用者可以打出极具破坏力的寸芒气劲，某种程度上它是下品魔药中攻击力最猛烈的一种，或者至少也是之一。就连怀装的黑石魔药都挡不住它的连续攻击。若将这种魔药完全消化，它的有效距离最多可以延伸出1丈远。许飞超过10点的体魄，在这种魔药面前并不比普通人更强。正面挨上一下，不死也得残，但前提是他要找得到许飞。在这只怪物的闷头狂攻下，许飞操控的雾气被打出一片片的真空，但这种攻击除了少许消耗许飞的超凡灵性外，本身对他并没有任何影响。狂暴的输出最终全部垂了个寂寞，始终找不到许飞真身，让他气得连连怒嚎，却又无可奈何。毕竟不是谁都有赤心泥之角这种能迅速破除雾气的鬼物的。眼看局势尽在掌握，许飞一点都不着急，慢慢陪他耍猴。寸芒魔药有着极致破坏力，但它的消耗也很大。片刻爆发后，这只怪物的超凡灵性便有些支撑不住了。看到机会到来，许飞这才亮出手弩，不断射出一发发上了赤焰符的箭矢。受到许飞的攻击，他半生的怪绝终于现身。许飞没认出这种游击怪绝的来历，但他的能力却显而易见是偏防御性的。在他的无形防护下，赤焰符的伤害被极大削弱了，难以造成致命的威胁。而这名超凡者却抓住许飞攻击的机会，试图通过箭矢攻击的方向判定许飞的方位，不断尝试反扑。但许飞怎么可能让他得逞呢？每一箭出手后，他都会无规律的变换走位。为了确保不被他抓住，许飞甚至奢侈的再度兑换了一张神行符。这下这只超凡者终于拿许飞没办法了，打是打不着了，索性放弃了攻击，依仗着半生怪绝提供的防护，全力防御许飞的攻击。他不信许飞剑史上附着的那种符箓是无限的，一旦自己撑到那种符箓耗尽，这种被动的局势就将逆转。对耗下去的话，自己已经不是人类，不需要吃喝休息，可以跟对方耗到死。这防御力还是有点难搞的。许飞不得不承认，对方虽然没有勘破隐身的手段，但这手防御同样令人棘手。还是那句话，雾影魔药太缺输出了。不过幸好自己刚刚得到了赤心泥之角，虽然这玩意让许飞吃了个大亏，但也因此让他多了一手进攻能力。为了让这只怪物麻痹大意，许飞故意换上普通箭矢，接连射了几箭。没有赤焰符的加成，普通箭矢几乎完全无法造成伤害。对面的超凡者注意到这点后，果然放松了许多。刚开始时还有躲闪的想法，后来甚至直接站在原地不动了，用断断续续的话嘲讽许飞。看到机会来了，许飞露出得意之色，拿出油渍散发着热量的暗红色兽角，对准了他。下一刻，炽热的火焰喷薄而出。第117章怪物的变化。赤心泥之角喷射的火焰杀伤力相当惊人，对面的超凡者根本没料到许飞还有这种手段，身体顿时淹没在炽烈的火焰中。不过眨眼间，这只怪物就受到了严重的伤害，忍不住发出愤怒而又痛苦的嚎叫。所谓趁你病要你命，许飞抓住机会再度射出3发附着赤焰符的弩箭，将它彻底解决。系统提示随即响起，你独立击杀了失落之村1名超凡者，一阶
化成的人鬼获得了18点生命源。基础，由于该怪物拥有半生怪诀，该次击杀获得双倍奖励。恭喜，你获得了36点生命源。检测到你独立摧毁了第2座辅助仪式法阵，失落之村内怪物的变化加剧，你获得了大量活动积分。这次击杀的系统提示跟先前基本一致，唯一让许飞有点意外的是，本次的击杀收益比先前那只还要高了2点。看来在系统判定中，这只有寸芒魔药的怪物实力更强，但在许飞的感觉中，真正打起来反而是第一战最凶险。只能说，神器之地的战斗体系跟很多传统网游不同，战斗力不是绝对的，魔药能力和鬼物的克制才是最重要的。暗忖之余，许飞上前拾取了掉落。这次的超凡者没有鬼物，仅仅只掉落了寸芒魔药的主材，而且同样是被污染过的。好在许飞也不贪心，将魔药主材收起来后，迅速从原地离开，在附近找了个冷僻的房间再度休整。之前的2次激战，再加上击杀的大量怨尸，让他眼下累积的生命源总数超过了90点。如此庞大的积累，肯定要先强化一波，再继续战斗。打开系统界面后，他将生命源以10.1比的幅度不断投入到雾影魔药的消化进度中。大量的生命源注入下，许飞的魔药消化进度开始飞快提升。无数细微的雾气随着呼吸从身体中溢散开来，萦绕身体片刻后又重新被吸入。这云雾缭绕的一幕，为闭目凝神的许飞平添了几分神秘和缥缈之感。随着这个过程继续，他的体质和精神属性也各有增加。当90点生命源尽数消耗后，许飞对自己魔药消化的速度终于有了一个明确的感知，刚好超过了1/4的进度。对这个效率，许飞还是相当满意的。他是2册开始前晋升的超凡，短短半个月就提升到这个地步，绝对算是神速了。换成神器之地的 NPC 超凡者，没个2-3年想都不要想。果然还是活动给力啊！感受着已经突破11点的体质和接近5点的精神属性，许飞露出几分兴奋神情。眼下失落之村的5个辅助仪式法阵，才刚被他摧毁2个，接下来机会还有很多。若是能将这部分收益完整独吞，他有信心能将魔药消化进度突破过半。继续休息了半小时，吃了些干粮后，看着又快要充满电的赤心泥之角，许飞长身而起，赶向了失落之村的另一个方向。仗着雾气的掩护，一路无视了沿途的怨尸，许飞很快在对应位置找到了第3处辅助仪式法阵。同样的青砖大院，同样有不少怨尸在附近游荡。许飞也没多想，当即就要故技重施，将这些怨尸引走。这个过程开始还是很顺利的，但就在许飞开着神行符折返回来，用烈焰符将第3处辅助仪式法阵也烧毁时，负责镇守此处的超凡者仿佛刚注意到他似的，缓缓起身从堂屋内走出。这个年约50岁、半生了一只夺灵霄的超凡者，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而是用充满恶意的眼眸冷漠地打量着许飞，似乎在审视着这名入侵者。许飞从他的举动中感觉到了智慧的存在。这之前，这些由失落之村超凡者转化来的人鬼，虽然也能断断续续说话，有一些思考能力，但那更多的是残留的本能和兽性。眼前这位老者却真正有了几分人的味道。虽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许飞本能地感觉到有些不妙。不过此地仪式法阵已经被毁，仗着雾影魔药和天命物之隐者，许飞又很快镇定下来。管他什么变化，先动手了再说。操起手弩就是一发呼脸剑。虽说有雾气遮掩感知，但老者似乎依旧预感到什么，皱了皱眉，突然一拳打出。无坚不摧的寸芒气劲刚好预判了弩箭轨迹，将箭矢摧毁。对掉了许飞的攻击后，他并没有展开反扑，而是仍旧停在原地跟他对峙，似乎根本没有被许飞的攻击激怒。许飞心里那种不对劲的预感愈发强烈起来。这个活动副本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他迟疑了一下，变换方向再度攻击，但2次都被对方的寸芒气劲预判挡掉。而就在这时，这名老者似乎终于等到了什么消息，脸上露出阴森诡异的笑容。他用嘶哑断续的声音说道：“外来的年轻超凡者，感谢你摧毁了这些仪式。”感谢？许飞懵了一下，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干掉你们村的超凡者，摧毁了3座仪式法阵，难道不应该是仇恨吗？为什么是感谢？不好！灵光一闪间，许飞忽然想到一个可能。他操控雾气，掉头就往院外逃。就在他刚转身时，另一名超凡者的身影从院门方向现身，堵住了许飞的撤退路线。已经猜到了大概的许飞神情凝重起来。自己摧毁了3座仪式法阵后，这些超凡者和半生诡异的联系越发松动。没猜错的话，这固然让他们彼此牵制，没有了先前那种默契的配合，但也让这些超凡者逐渐摆脱了诡异的侵蚀，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记忆和思考能力。这之前他们只是受限于本能，死板的守护仪式，但有了智慧后，他们自然不会维持原状，
坐等许飞各个击破。于是就有了这名老者的刻意拖延，以及失落之村内的其他超凡者默契增援。许飞不确定自己的猜测一定正确，但大概率很接近真相。他甚至怀疑赶来增援围杀自己的可能不止这一人，只要自己被稍微拖延片刻，还会有更多人鬼赶来。第118章提前的决战。发现局面变得危险起来，许飞果断决定开溜。院门被挡住算不上什么，身为修炼苍元断体术的超凡者，又从苍元异兽石雕中得到了断体术的真意，许飞如今的弹跳能力远超普通人，飞檐走壁不在话下。这院墙高度顶多也就2米多，对他来说不过是轻轻一跃就能翻过。想走？赶来增援的那名超凡者似乎猜到了许飞的想法，堵住院门的同时，就立刻拿出了一件鬼物，迷幻的光芒化作一道光圈，朝四周扩散开来。许飞反应已经很快了，只差一点就跳出院墙，但就是这短短2步距离，让他被扩散开来的光圈笼罩。许飞只觉得精神一阵恍惚，随后周围的情况开始急速变换，仿佛被堕落腐朽的气息侵蚀一般，附近的墙壁急速分化，甚至笼罩上了一层肮脏恶心的暗红色血肉。可怕的触手破土而出，肆意扭曲抽动，对许飞发动攻击。天空之中更是有恐怖存在睁开双眼，朝地面投下足以令人扭曲发狂的癫狂目光。一瞬间，许飞觉得自己头痛欲裂，身上的血肉一块块腐化掉落。原本足以庇护他的雾气，在天空中的恐怖目光注视下也失去了响应，根本无法起到任何隐匿效果。这是短暂的惊骇后，许飞很快感觉到了不对劲。如此惊天动地的情形，就算院级以上的诡异多半都搞不出来，怎么可能出现在活动副本中？幻象！念头一起，许飞立刻明白过来，自己应该是被那件鬼物的效果拉入幻境中了。换成其他玩家，此刻或许只能等死。如果只靠自身的超凡之力，许飞同样也无法挣脱，但他却毫不惊慌。当初跟拜鬼教徒交手时，对方也曾动用过幻境，然而在重生者林夜霄的金手指面前，区区幻境弹指可破。回想了一下那次脱困的经验，许飞闭上双眼，精神力量空前集中，尝试跟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沟通起来。幻境的阻隔让许飞跟灰色符箓的沟通仿佛隔了一层屏障，显得略微有些吃力。但他如今的精神属性已经接近5点，远超当初断体时期。稍加尝试后，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便跟许飞建立了联系，微微震颤起来。明明只是轻微的摇晃，在许飞精神层面却无异于一声惊雷炸响。他只觉得自己的身体一颤，再次睁开眼时，幻境中的一切虚妄都已烟消云散。反倒是发动了鬼物的那名超凡者，在幻境被许飞破除后，受到了鬼物的反制，发出了一声凄厉的惨叫。可惜了，如果早些遇到这只人鬼，或者换个场景，眼下绝对是拿下他的好时机。但旁边还有一位拥有寸芒魔药的老者在虎视眈眈，许飞又担心更多人鬼赶来增援，最终还是果断撤离。一跃跳过院墙后，许飞借助雾气的遮蔽，急速消失在村中。也就在他离开不到10秒后，村子中央方向新的人鬼抵达。可惜终究来晚了一步。保险起见，这次许飞一直撤退到村子外围，跟大队玩家会合后才放下心来。那2位失落之村超凡者化成的人鬼，若是不追也就罢了，若是真敢追来，有这么多玩家帮忙，许飞不介意让他们感受一下什么叫第4天灾。咦，这不是赵一大神吗？怎么出来了？有玩家注意到许飞突然出现的身影，不由好奇问道。出来休整一下。许飞也不好装高手不回答，于是随意找了个理由，心里却在考虑活动副本的变化和接下来的攻略办法。若里面的人鬼真的恢复了部分智慧，懂得联手行动，那对他来说可不是件好事。要跟其他玩家合作吗？还是借助 NPC 超凡者的力量？就在他正权衡利弊时，村内的人鬼主动做出了调整，源源不断朝玩家涌来的怨尸，不知何时逐渐停止了。这个变故很快让玩家们骚动起来。什么情况？怎么没怪了？不会被咱们杀光了吧？说好了持续3天呢？怎么半天都不到就没怪了？其他几个方向的情况呢？有没有人出去问问？一片惊疑中，有刚上线的玩家带来了其他方向的情况。5大新手村遭遇的怨尸，貌似是全部都收缩回去了。这很多玩家懵逼了，不知道这次活动究竟在搞什么幺蛾子。要不是知道这游戏有真正的超凡力量，说不定已经有人在骂狗策划了。但许飞得知这个消息后，却很快猜到了真相。不会是那几只人鬼联合起来，让怨尸全部收缩到村子中央了吧？原本持续3天的活动，被自己独立拆了3座仪式后，直接快进到了最后1天的大决战。想到这里，许飞心里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了。按正常的节奏，玩家们应该还能在村子外围刷上1-2天，等实力再进一步，怨尸的数量被进一步削减，战线不断往里推进，才会触发决战。
但他仗着雾隐魔药，一个人在村内乱搞，直接打破了正常的副本流程。手册玩家倒还好，接下来的决战中还能发挥不少作用。二册玩家恐怕是捞不到多少好处了。可许飞也没办法说什么，毕竟他也不是有意的。现在也只能希望事情的走向跟自己预计的不一样了。但半分钟后，系统再度弹出的提示打消了他的侥幸心。检测到失落之村的5座神秘转化辅助仪式全部被摧毁，怨尸和半生诡异怪绝的关联将彻底解除，由此导致时空乱流出现不稳定，将提前2日消散。活动当前剩余时间18小时34分，5座辅助仪式全没了。许飞自己只拆了3座，另外2座是谁毁掉的？其他玩家？不太可能啊。联想到怨尸们的收缩，许飞猜到了一种可能：坐镇的人鬼恢复智慧后，发现当初举办的仪式害了村里所有人，索性主动把剩余的2座仪式法阵拆了。当然，也不排除里面还有别的原因。但不管怎么说，这条系统提示一出，无疑是证实了许飞先前的推测。这次活动的最后决战环节被提前了。第119章不妙的局势。在活动提前2天结束的公告出来半小时后，乱哄哄的玩家们终于初步达成了一致。5大新手村的玩家约定了时间，齐头并进往里推进，最终在村子中央合围。小半天的战斗打下来，原本近1000名玩家现在已经挂了一半。除了怀庄的玩家复活后能第一时间赶来，其他几个新手村的玩家复活后都要凑够一定人数才敢冒险往这边赶。正因为这条限制，导致相当一部分玩家还在赶路的途中，暂时来不及参与这场大战。真正在现场的玩家至多不超过700人。不过相比于活动开始前，这700名玩家的实力平均提高了一个档次，战斗经验也丰富了很多。单论战斗力，搞不好比之前还要强。冲冲冲！大家加把劲啊，争取赶在那些复活的玩家返回前结束战斗。保持阵型，不要散。伴随着不时响起的叫嚷声，怀庄玩家大队越过了许飞先前探索的边界，进入了失落之村真正的中心区域。相比于村子外围，这里的建筑明显稀疏了一些，看起来也更加坚固和精致。就在玩家们好奇打量着1000年前的建筑风格时，其他方向忽然响起了连绵的爆炸和喊杀声，是安阳村玩家的方向。有玩家立刻做出判断。刚听到声音时，怀庄的玩家们还很激动，以为其他村的玩家先一步抵达，正在朝怪物们发起进攻，生怕落后的他们直嚷嚷着要大队加快速度。但眨眼过后，他们就意识到不对，远处传来的声音很快变得惊慌和杂乱起来，还夹杂着1-2声惨叫。根本不是安阳村的玩家先手进攻，而是主动收缩的怨尸们赶在玩家5路合围前抢先出击，对其中1路动手了。感觉不妙啊，难道是意外？总不能这些怪物懂兵法吧？好家伙，游戏版的管你几路来，我只1路去，还愣着干啥？赶紧增援啊！不知道谁先喊出增援2字，怀庄玩家们迅速掉头赶向了安阳村玩家的方向。由于这里距离村子中央已经很近，如果只考虑直线距离的话，两方玩家很可能只有100-200米，无人阻拦的话分分钟就能会合。但那些人鬼们都已经懂得先收缩诱敌深入，再集中力量歼敌一路，又怎么可能没有防范其他方向的增援呢？毕竟单论数量，玩家们反而是劣势一方。掉头增援的玩家们才刚拐了个弯，就遭到了提前蹲守在这里的大量怪物狙击。在5座辅助仪式全部被毁后，这些怨尸和半生的诡异怪绝已经完全断开了联系，他们的单体实力变得更弱，更容易对付，但数量却翻了1倍。原本必须依附在怨尸身上的诡异怪绝，攻击方式也变得更加花样。有的怪绝钻入地下，专门刺穿玩家们的腿脚；有的诡异趁乱潜入玩家后排，附体寄生，操控玩家内斗；还有的躲在怨尸群中，远远扔诅咒。战斗瞬间进入了白热化。面对花样繁多的攻击，各个玩家小队明显有些不适应。被趁乱干掉了10几人后，余下的玩家才逐渐稳住阵脚。这些诡异怪绝和怨尸的实力毕竟不强，他们只要稳住阵型，凭借赤焰符等符箓，完全有得打。毕竟能存活到现在的手册玩家，实力几乎全部达到断体后期，过半数的2册玩家也触摸到了断体中期的门槛，跟半天前已经不可同日而语。这时其他几个方向也相继响起战斗声，被狙击的显然不止怀庄一边。情况越发不妙，别管怪物们付出多少损失，但其他几路玩家赶去增援安阳村玩家的意图，还是被失落之村的人鬼有效地阻止了。战斗结束的远比所有玩家预想的都要快。没等怀庄这边分出胜负，安阳村玩家的方向就彻底平静下来。许飞有心借助雾气掩护过去看个究竟，但迟疑了一下，还是没敢冒这个险。他大概能猜到失落之村余下的人鬼应该出动了不止1位，有这些超凡者带队，对付一帮2册玩家简直就是一刀一个小朋友。甚至光凭那种堕落扭曲令人心智发狂的气势，
都能让很多二侧玩家不受控制的战力根本没办法正面战斗。局势发展到这一步，很多面对 NPC 始终抱有优越感的玩家，才终于意识到他们这次拖大了，或许就不应该图省事，搞什么5路齐头并进。最稳妥的办法应该是全员撤出失落之村，在活动副本外面的荒野中汇合成一路大军后，再集中兵力主攻一点。但这个时候后悔也迟了。玩家们的区域聊天栏只在有出火祭坛的人类据点内才能使用，荒野之外是没用的。上下线去论坛传讯是一个法子，但玩家们事先没有充分的组织和协调，临时采取这种办法需要消耗一些时间。放到平时，这几分钟、10几分钟的延误可能无伤大雅，但眼下激战中，短短1分钟都可能让局面截然不同，这种程度的延迟就太致命了。可惜这场活动来的还是早了点，要是等我的纸鹤符箓解析改进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就好办多了。许飞有点无奈，但眼下的他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加紧出手，帮助其他怀庄玩家尽快消灭这些负责狙击他们的怨尸。在无力顾及其他方向友军的情况下，这是许飞能采取的最明智的行动。1刻钟后，许飞所在的怀庄玩家跟南水庄、连家堡2个方向的玩家成功汇合，总人数只剩下了400余人。而柳庄玩家则步上了安阳村玩家的后尘，成为第2个遭到重点打击的方向。在他们第一时间选择撤退后，最终有半数玩家成功逃出这片时空乱流，而失落之村的人鬼们也没有追击，先后围歼击溃了2个方向的玩家团队，已经是他们能做到的极限了。而且为了拖住其他几个方向的玩家，怨尸也出现了不少损失。此刻剩余的怨尸被他们全部召集起来，依托村子中央祠堂中的主仪式法阵进行最后的守备。同一时间，在心中推测了一下玩家剩余力量和失落之村怪物的实力后，许飞心中冒出不好的预感。倒不是说担心失败，而是打到最后，玩家们的实力很可能啃不下这块硬骨头。那样一来， NPC 们入场收拾残局，顺便分走最大的一块肥肉，恐怕是势在必行了。第120章 NPC 入场。许飞的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当3方玩家组成的大部队稍作整编，向失落之村中心的祠堂发起试探性进攻时，400余名玩家遭遇了怨尸们的迎头痛击。在这之前，由村民转化而来的怨尸们实力其实很一般，一名断体中期的玩家只要战斗意识好一些，很容易就能将其击败。但这些簇拥在祠堂前的怨尸不同，他们似乎受到了祠堂内主那个神秘的主仪式的影响，实力有了一个全面的提升，不仅身手更加灵活，力量大了很多，对赤焰符的抗性也更高了。而失落之村超凡者的贱货出手，更是让玩家们首次感受到直面超凡的可怕。尤其是其中一名掌握了寸芒魔药的胖子人鬼，他有着生化游戏中暴君的体魄和力量，冲入人群中简直就像是人形高达，势不可挡。无坚不摧的寸芒气劲，每一次出手都能让附近好几名玩家筋骨寸裂，被一击秒杀。玩家们的先头部队短短10几秒就被他凿穿出一条血肉模糊的通道，这恐怖的杀伤力彻底打爆了玩家们的心理防线。试探进攻的玩家团队眨眼间就陷入了崩溃，许飞也只敢用雾气帮忙拖延一下，不敢现身正面交手，生怕引得其他人鬼围攻。在这次试探性的进攻付出了70-80名玩家的代价后，剩余的玩家终于意识到他们踢到了铁板。类似的结论，许飞先前就已经跟他们说过，奈何他的威望更多局限于怀庄和手册玩家之中，其他新手村的玩家进入副本后几乎全在跟怨尸打，没有人跟失落之村的人鬼正面交战过，不知道这些人鬼的可怕，自然也就不会对许飞的话完全信服。但亲自吃过亏后，这些玩家想必会知道谁的话才是最可信的了。距离活动开始超过8小时后，玩家们全体撤出了时空乱流。某种程度上，这是无奈之举。他们一方面要退出副本休整，一方面要等待大量复活的玩家赶来。而几个新手村随行的 NPC 们似乎也趁玩家们进攻期间达成了某种默契，此刻看玩家们损失惨重，主动找上了门。短暂的商议后， NPC 们将和玩家们组成联军，一起进攻失落之村。诡异怪绝死后凝聚的超凡材料，谁击杀的就归谁。如果是打扫战场后的其他收益， NPC 们和玩家们5-5分成。看起来这似乎是一个很公平的协议。但5家新手村联合起来有7名 NPC 超凡者，玩家们这边却只有许飞一个。而且 NPC 们早有合作，彼此知根知底，利益很容易达成一致，许飞跟众多玩家的利益却难以协调。这种情况下，谁能捡到最多便宜，不用猜也能想到。好在许飞对 NPC 们黄雀在后，收拾残局的举动早有心理准备。为了维护自己的一份利益，他主动找上了魏金鹏他们。虽说是异人，但许飞眼下好歹也是怀庄的符师，就冲这一点，魏金鹏就不可能不支持他。与此同时，许飞手里还有一张最大的底牌。
诸多玩家中，只有他对失落之村中的人鬼知根知底。我也不贪心，击杀他们掉落的超凡材料，我可以一份都不要。唯一的要求是，击杀这些人鬼时，尽量让我多打出一些输出。如果可能的话，最后一击让给我。这对你们来说毫无损失，却能换取我知道的所有情报，这很划算，不是吗？面对魏金鹏和其他几位汇聚在这里的超凡者，许飞侃侃而言，语气十分自信。连家宝派来随行的超凡者是之前来怀庄借粮食的王信全，他知道许飞服侍的身份，早就有意交好，此刻第一个站出来，看似质疑，实则给许飞助攻道：若所言为真，那这个交易当然做得。只是你果真能提供时空乱流内人鬼们的情报？将王信全表态，魏金鹏也点头道：我觉得可以。其他村庄的几位 NPC 超凡者见状纷纷点头。既然原则上达成一致，许飞也就不再遮掩，将自己知道的情报抛了出来。五座被摧毁的仪式法阵，困倦魔药的特点，寸芒魔药的特点，能够制造范围幻境的鬼物，3名坐镇辅助仪式的人鬼，祠堂中心至少还有2名主持的人鬼。普通玩家或许也能说出1、2，但绝对没有许飞这么准确可靠，更没有这么足的干货。一番听起来，7名 NPC 超凡者对时空乱流区域内的怪物情况已经有了一个全面的认知，甚至有人心中已经当即拟定出了一份作战计划。相反，若没有许飞的情报，别的不说，光那一件能制造幻境的鬼物突然启用，就能让他们吃个大亏。要知道，除了许飞外，其他玩家可没人知道这条绝密情报。果然很有价值。南水庄的超凡者高逢听完后，忍不住发自内心的感叹了一声。魏金鹏眼珠一转，说道：怎么样，我们村的一人超凡者没有让你们失望吧？对诡异造成的攻击和最后一击，对你我并没什么用途，光靠这一点就换来如此情报，我觉得对赵一老弟未免有些不公平，毕竟他可是用掉了自己的鬼物，又差点死了一次，才换来这么多情报。我觉得起码再补偿他一件鬼物才行。不成不成，柳庄的超凡者连连摇头。就算时空乱流内的人鬼人手一件鬼物，在他们面前也是狼多肉少的局面，根本不够分。若是再给许飞一件，他们哪还有多少收益可言？为什么不成？接下来我也是要参战的好吗？涉及自己的切身利益，许飞据理力争，甚至拿出了之前单杀2只人鬼的战例来举例，还隐晦地扯其他玩家的大旗，表示自己可是一人中唯一的超凡者，要是利益分配不公的话，其他一人只怕不会做事不管云云。这当然是许飞给自己脸上贴金的话，但问题是这些 NPC 们可不知道啊。一番争论后，许飞跟7名 NPC 超凡者达成协议，如果最后收获的鬼物大于3件，就允许他无条件任选1件。反之，许飞可以选择放弃鬼物，换取其他 NPC 给予的物资、超凡知识的补偿，或者坚持索要1件鬼物，但必须给每个村庄免费绘制1批符箓，具体数量视情况而定。第121章总攻。距离活动结束还剩8小时30分，绝大部分复活后的玩家都已经从各自的村庄赶到了副本外的营地。800多名一人，数量已经足够，不用再等了。稍微统计了一下最新的人数后，魏金鹏、王信全他们做出了决定。不等了吗？集结出击的消息传开，一些玩家脸上露出疑惑，少数有朋友还在路上没赶到的玩家更是大声抗议，试图说服 NPC 超凡者们再等一会。他们的理由很简单，起码还有100名玩家没赶到，再等片刻的话，总攻的胜算会更高。但这些呼声被魏金鹏毫不犹豫地否决了。如果参战者全部都是无法复活的自己人，他们肯定会这么做，以尽可能提高胜算。但艺人们能复活，还有卷土重来的机会，情况就不同了。魏金鹏跟王信全他们早已算好时间，做好了万一这次进攻失利，等6个小时后刚好还能再来最后一波的准备。在 NPC 超凡者们的坚持下，玩家们纵然有些不情愿，也只能照做。很快，一支空前庞大的部队完成了集结，超过850名艺人，再加上总数不下100人的 NPC 队员和7名 NPC 超凡者，沿着怀庄先前进攻的路线，浩浩荡荡杀进了失落之村。这不仅是玩家们头次参与如此大规模的作战，就算是 NPC 们也没见过这种架势。失落之村内的人鬼们似乎都被艺人们势不可挡的队伍吓住了，毕竟他们可不知道玩家们能复活。先前成建制的消灭近2路玩家后，他们还以为这些人类短时间内组织不起新的进攻了。正因此，看到短短半天不到就再次闯入的近1000人大军，他们受到的震动和惊吓才格外强烈。在一队院师试探性的阻拦，直接被人海战术碾压后，失落之村的5名人鬼就再也没有派出任何阻拦力量。人类和诡异怪绝半生，还是超凡者主动用仪式转化的？竟有如此丧心病狂之辈！大约是1000年前失陷于时空乱流中的村庄。由于进军的途中出乎预料的顺利，魏金鹏等7位居中坐镇的 NPC 超凡者
一边好奇打量这座风格差异颇大的村落，一边跟许飞交谈起来。从许飞这里得知了一些更具体琐碎的情报后，南水庄的超凡者高逢忽然轻咦了一声，露出若有所悟的神情。魏金鹏刚好注意到了他的小动作，问道：“老高，都说你祖上出过符师，传下来的古籍多，不会是知道什么吧？”听到魏金鹏的话，王信全他们也纷纷转头看向了高逢。后者迟疑了一下，开口道：“我不确定，但的确有些猜测。”安阳村的超凡者郭正仪是个老暴脾气了，闻言不耐烦的道：“废啥话，直接说呀！”高逢对郭正仪的暴躁早有耳闻，之前也不是没见过，因此不以为意。说起自己知道的内容，整个村庄失陷时空乱流的灾难有很多，但限定到1000年前，并且涉及到人类超凡者利用仪式进行竞技试验的，我知道的就只有一个了，位于黑山域边缘，常年遭受诡异怪谲侵袭的黑岗村。从进村以来的情况看，可能性还挺大的。黑岗村？难道他才是失落之村的真名？竖着耳朵偷听的许飞暗暗记下这3个字。然后呢？郭正仪继续追问道。高逢摇了摇头，没了，我祖辈留下的书里对这件事讳莫如深，只随意提了几句，随后就切换到了别的话题。后来我去青木寨的时候，特意问过一位博学的符师，才从他那里得知了一件机密。他曾怀疑黑岗村失陷于时空乱流，其实不是意外，而是某位人族圣者愤怒之下亲手放逐的。什么？这个密文让魏金鹏他们吃了一惊，就连偷听的许飞脸色都微微变了一下。神器之地开服后的首次大型活动，其副本居然不是意外失陷于时空乱流的，而是被人主动放逐的。这一句轻飘飘的话让许飞感受到了圣者这2个字的分量和强大，同时也让他想到了一个可能，既然圣者能将一座村庄放逐，那是不是也能主动把他从时空乱流中拉回来呢？那这次活动，倘若这不是许飞的过度联想，而是恰有其事，那失落之村活动可就没那么简单了，背后水深的一笔。一时间许飞都有点不敢多想了，反倒是不清楚艺人和活动相关事宜的 NPC 超凡者们在短暂的惊讶后便恢复如初，神色轻松地继续讨论起这座村庄的事，直到打头的玩家先锋部队接近村子中央，再度跟院士们交上手。战斗打响的那一刻，7名 NPC 超凡者神情重新严肃起来。战争就是战争，哪怕最先参战的是艺人，他们也不可能再像路上那样懈怠拖大，一边接连下达命令，对玩家部队做出调整，一边主动上前观察起来，既是在评估艺人们的表现，也是在评估院师们的战力。杀呀！怪有点多，来几个有弓箭和弩的掩护一下。擦，谁他妈乱射箭？别打友军！说了多少遍了，这游戏没有团队免伤。此起彼伏的喊杀声中，玩家先锋部队很快跟院师们展开了激烈的厮杀，两边各有损失。不过玩家们数量够多，因此很快还是顶着院师的防御，一步步将战线推进到了村子祠堂的墙外。这里已经是先前玩家们进攻到的极限距离，再往前的话，院师们就能享受到那个神秘仪式的增幅，几名超凡者人鬼也随时可能下场。所有艺人注意，将祠堂三面合围，给我全力进攻！魏金鹏运足气力，大吼起来。到了这个时候，什么战术战法都已经是浮云，右键 A 上去就行了。在几名 NPC 超凡者的指挥下，玩家们士气高昂地涌了上去，对祠堂外的最后防线发起猛烈的进攻。而失落之村的人鬼们也将所有怨尸和还能影响的诡异怪谲都调了过来。但失落之村的怨尸是由曾经的村民转化而来，数量虽然惊人，终究是有限的。经过先前半天的激战，此刻还能用来阻拦的怨尸数量已经不比玩家多。第122章情报的力量。看起来这似乎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战斗，怨尸们凶残而且不怕死，但玩家们更加不怕，而且他们击杀了怨尸后还能用获得的超凡材料现场兑换商城里的道具，可以说是越打越强。眼瞅着一张张赤焰符、烈焰符被兑换出来，不要钱一般砸在怨尸们身上，坐镇的5名人鬼终于绷不住了。虽说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当初的仪式失败了，但被转化成人鬼后早已适应了新的身份，不愿意就这么被人类击杀。面对快要被突破的防线，这些人鬼的想法只有一个，那就是杀回去。很快，曾经出手过的那名胖子人鬼再度冲出，动用寸芒魔药的能力，在玩家中大开杀戒。终于忍不住了吗？见状，魏金鹏、王信全他们脸上露出信心满满的笑容。按照事先商量好的，王信全和高逢、郭正仪3人假扮成普通玩家，悄无声息地接近了战场。他们准备出其不意，一举秒掉1名人鬼。这之前NPC 超凡者们从未参与过战斗，唯一出手的只有许飞。在毫无预料的情况下，得手的可能性很高。为了迷惑对面的人鬼，许飞还故意开启了雾影魔药，假意在不远外逡巡，但又不敢正面出手阻拦。
这个装模作样的举动果然起到了不错的效果。胖子人鬼压根没想到，这些实力低微但却悍不怕死的人类中，居然暗藏着比他们还多的超凡者。除了偶尔分心关注一下许飞外，其他时候注意力都放在了杀戮中。终于，许飞似乎按捺不住了，上前几步，招来一团雾气，用来拖延他的攻击。区区雾气，胖子人鬼根本没放在心上。他的寸芒气劲无坚不摧，随手打出一拳就能将雾气击散。但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不知何时出现在附近的3名超凡者，趁他感知被雾气遮掩的瞬间暴起发难。最先出手的是安阳村的郭正仪，双燃魔药一开，白色的冰霜在他手上凝聚成型，随后迅速化作一团苍白的火焰，飞向了胖子人鬼。明明奇寒无比，但这团白色的火焰却违反物理定律一般，附着到胖子人鬼身上后，开始急速燃烧。极度的寒冷和冻伤，偏偏又能带来大片的灼烧，这奇诡的一幕看得附近玩家们大感稀奇。在双燃魔药能力生效的同时，王信全和高逢也相继出手。来自连家堡的王信全动用的是传承自青木寨的树种魔药。只见他指尖凝聚出一枚虚幻的绿色树种，往前方屈指一弹，随即一条长满了荆棘的藤蔓就从胖子人鬼身体内萌发出来，汲取他的血肉，迅速生长开来，缠绕住他的全身。高逢的灰罡魔药则有点类似怀庄的黑石魔药，都是作用于自身的增幅。只见他的双臂迅速化形，左掌变成一面小巧的钢盾，护住自身要害，右手化为一把足有2米长的灰色钢枪，赤焰符一开，便朝胖子人鬼身体刺来。双燃魔药的冻伤加烧伤，树种魔药汲取血肉加控制，再加上灰罡魔药加赤焰符的伤害，3大超凡者一出手就是雷霆一击。如果胖子人鬼掌握的是某种防御类魔药，或许还能拖延一下，但他的寸芒魔药是纯粹攻击类魔药，也没有能保命的鬼物，对这次围杀更是毫无防备。可想而知最后的结局。如果还是人类超凡的时候，这胖子人鬼必然当场横死。饶是他已经化成人鬼，成了无法用生物常理衡量的存在，仍旧在围攻下受了重创。如此痛打落水狗的好机会，许飞怎么可能错过？抬起手弩就是一发。而高逢3人也立刻发起第2轮攻击，是要将他彻底击杀。这场突如其来的伏击激怒了祠堂内剩余的几只人鬼，4名人鬼齐刷刷冲了出来，试图对胖子人鬼展开救援。拥有大范围幻境类鬼物的那名人鬼一马当先冲在最前面，看到他的瞬间，魏金鹏等7人就认真起来，做好了应对幻术的准备。在王信全的树种魔药继续生长，将重伤的胖子人鬼一举击杀时，手持幻境鬼物的那名人鬼姗姗赶来，在愤怒的喝嚎中发动了鬼物，迷幻的光圈迅速朝四周扩散。但这一次，这名人鬼不知道是不是学乖了，担心再次被许飞破除，反是居然故意绕过了许飞，没将他一并拉入幻境中。可惜了，许飞有点无奈，他已经做好了沟通精神空间中灰色符箓的准备了，奈何敌人也不是傻瓜，不会在同一个地方连吃2次亏。另一边，早有准备的高逢则在光圈蔓延开来，要将他们拉入幻境的那一刻，就动用了祖辈留给他的一件鬼物——扭曲之种。这件鬼物发动后，可以让目标的精神层面充斥混乱、扭曲，且扭曲的程度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掌控。程度越强，使用后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严重。用来攻敌时，是一项相当强大的软控场技能。可惜的是，想要起到足够效果，它的负面效果太惊人，甚至可能让使用者本人当场失控，陷入疯狂。正因此，高逢从祖辈那里继承了这件鬼物后，用它直接攻击敌人的时候并不多。但若是控制好施术的力度，且让友军提前做好准备，放空心灵，没有杂念，这件鬼物反而可以起到绝妙的正面效果。被扭曲这种效果影响的那一刻，魏金鹏他们只觉得心中充斥着强烈的欲望，种种恶念被激发，甚至有种想对附近的艺人们出手的冲动。就在这种情况下，幻境降临，7名精神被扭曲的 NPC 超凡者几乎立刻便意识到了幻象的种种不协调，随后便借助格外活跃的精神波动，主动从幻境中挣脱。随后，高逢便主动收起鬼物。由于激发的扭曲程度不算强烈，他此刻承受的后果也不严重，等于用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曲线化解了对方最具威胁的一件杀手锏。这个结果无疑大大出乎了几名主动出击的人鬼预料。原本想利用幻境鬼物将敌人困住，然后救人并反攻的他们，顿时陷入了人类超凡者的精心算计中。第123章尝试偷家。事先知道敌人情报的作用，在这一刻体现得淋漓尽致。仗着8对4的绝对人数优势，许飞和7名 NPC 超凡者对主动送上门的4名人鬼展开了全方位的攻击。战斗的节奏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样，分成4组以2打1。这样人类方虽然一样有优势，但远远算不上最优化的配置。实际上，许飞这边派出3名超凡，各自拖住失落之村的一只人鬼，
而仅剩的那只人鬼自然遭到了余下5位超凡的联手围攻，这才是最快解决战斗的方案。同阶超凡者对决1打2就相当难了，除非携带了某种强大的鬼物，1打5就更不用说了。反正许飞想不到该怎么赢。双燃魔药、树种魔药、灰罡魔药、黑石魔药，再加上许飞的雾影魔药，几乎一轮围攻下去，先前跟许飞照过面的那名老者人鬼就被打成重伤。下一击大概就是他身死之时。好！另外几只人鬼忍不住发出既愤怒又惊恐的嚎叫声。其中疑似头领的那只人鬼在迟疑了一瞬间后，拿出了一张古老的有点像契约类的符箓。随着这张符箓被激活，剧烈的超凡灵力波动向四周传开。不管是许飞还是魏金鹏他们，全都紧张起来，凝神提防着可能出现的异变。但战场第一时间并未有任何变化。难道是虚惊一场？就在许飞和 NPC 超凡者们惊疑不定的时候，后面不远的祠堂中，那座神秘的主仪式法阵爆起一团深沉的辉光。随后4只曾经跟他们有半生关系的诡异怪蹶重新降临。这之前，随着辅助仪式法阵被摧毁，这种禁忌的半生关系已经随之解除。但眼下到了生死存亡关头，这只失落之村的头领人鬼顾不上那么多了，动用了某种手段，将他们强制召唤而来，短暂的再度结成半生。真以为我们当初布下一事会没有任何后手约束吗？半生诡异重新出现在身上，尽管他们的理智重新被诡异的疯狂压制，但4名人鬼的战斗力却随之大涨。原本一边倒的局势狠狠朝失落之村的人鬼那边扳回一大片。不好，快来人帮忙！3名原本还能跟人鬼有来有回的 NPC 超凡者，面对实力大涨、手段更加丰富的对手，顿时有种支撑不住的感觉。如果4只人鬼一开始就动用那种手段，不惜重新失去理智也要强行恢复半生关系，那许飞他们这一战会艰难很多，付出牺牲都不是不可能。但万幸的是，由于抢到了先机，许飞他们至少将那名老者人鬼打残。纵然他实力大涨，但所受的伤势却不会随着半生诡异的到来而恢复，这就给了他们一个绝无仅有的突破口。到这个时候，5名还在围攻老者的超凡者也没什么好留守的了，纷纷亮出了底牌。比如高逢就再度动用了一件名为猎人之斧的鬼物，狠狠给了老者人诡异斧头。许飞也亮出了赤心泥之角，对准老者喷射出了火焰。如此猛烈的爆发，让这名垂死挣扎的人鬼陷入了必死的命运中，再没有任何意外可能。而且许飞新鬼物喷出的火焰很幸运地抢到了最后一击，大约是参战的 NPC 太多，分走了大量贡献的缘故，这次拿到的收益低了不少，但仍旧超过了20点生命源。少了一只人鬼，人类超凡者这边顿时宽裕起来。在魏金鹏的临场调度下，局面随即变成2组2对1，余下4人则重点围攻那名头领人鬼。超凡者们激战的同时，普通玩家和院士们的战场也逐渐分出了胜负。没有了人鬼的插手，玩家们对付无人操控的院师，很快便依靠智慧占据了上风。随着一支支玩家团队将院师们分割包围，距离将他们彻底消灭只剩下倒计时。眼瞅着形势对人类方越来越有利，有玩家忍不住小心思，打上了祠堂中心那座主仪式法阵的主意。如果能将它摧毁，想必一定能获得大量的活动积分吧。于是一支玩家团队趁战场一片混乱，没人注意他们，悄悄挪到了距离祠堂入口最近的方向，然后对视一眼，争先恐后的冲了过去。你们想干什么？有人要偷家？趁大家还在卖命，自己吃独食？这支玩家的行动很快被其他玩家发现，并激怒了所有人。有人当场破口大骂，也有玩家团队顾不上眼前的院师了，立刻掉头跟着往祠堂内冲。原本已经稳占上风的局势，因为玩家的胡乱动作，差点重新崩了。也就是院师们没人指挥，没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不然反过来将部分玩家包围歼灭都有可能。然而作为村子最核心的区域，祠堂内又怎么可能没有任何布置呢？最早冲进去的那对玩家兴奋地掏出符箓，试图摧毁面前这座宏大的仪式法阵，但还没等他们靠近，地面上就突然冒出一根根锋利的地刺，将他们整个人刺穿。一瞬间，这对玩家就被当场秒杀。后续追上来的玩家刚好看到他们化作白光消失的一幕，顿时被吓了一跳。不要进去，里面可能还有怪！当即就有人大喊起来。但也有人不信邪，认为击杀玩家的可能是某种法术类的陷阱。在前面的玩家已经将陷阱烫平的情况下，只要沿着他们的路走，就不会遇到危险。奈何短短几秒后，一排排地刺再度破土而出，带走了第2对头铁的玩家。直到这一刻，眼尖的人才在地刺破土而出的那一刻，看到了罪魁祸首的影子。那是一只浑身长满了畸形肉块和肿瘤，身体半埋在地下的土黄色怪蹶。4名人鬼主动杀出来的时候，并没有忘记对基地的照看，刻意留了这样一个后手。
看着这只实力至少有游级的怪绝，玩家们傻眼了。而就在这时，这些玩家们的偷家尝试提醒了许飞，先前几只人鬼都脱不开身，而他们强行恢复半生诡异怪绝的手段，似乎也跟这座最后的仪式法阵有关联。自己为啥不抓住机会试试呢？第124章活动结算。以此为理由，跟魏金鹏三人说了一下后，许飞的举动立刻得到支持。趁他们还在不断压制杀伤这只头领人鬼，许飞重新遁入雾气，飞快朝祠堂方向赶去。最开始的时候，由于许飞分出一部分雾气遮掩，头领人鬼并没发现许飞的动向。直到几秒后，许飞已经闯入祠堂院墙内，他才感觉到不对，骤然焦急起来，拼命想要突围。他急了。魏金鹏眼前一亮，看来许飞的行动是找准了命脉啊！当即加大力度，跟另外2人死死拦住了这只人鬼，让他始终无法回原。短暂的耽搁了2秒，许飞已经赶到了主仪式法阵前，掏出了提前兑换好的烈焰符。有雾气的遮蔽，附近那只守家的怪绝能感觉到有人进来，但却无法确定许飞的位置。急怒之下，只能对着空旷的地面胡乱发动地刺，试图靠这种盲目的攻击侥幸杀伤潜入进来的人类。许飞当然不可能被他得逞，凌空一跃跳出数米，躲过了脚下恰好冒起的地刺，随后一口气将6张烈焰符全部激发。炽热的火焰迅速在仪式法阵的各处燃烧起来。这座仪式法阵同样有一定的自我防护能力，而且还很强。6张烈焰符的燃烧效果都没能一举突破他的防护。见状，许飞毫不迟疑的再度兑换了5张烈焰符，开始不断加码。操，又是赵一这家伙！大神，这也要抢的吗？给咱们留点好处呗。日了狗了，仗着自己实力强就能独吞好处，一点不给新人留。一群堵在祠堂外不敢进来又不甘心离开的玩家，看到标志性的雾气出现，立刻明白了来人的身份，忍不住情绪上头了。这也叫抢吗？许飞有点无语了。你们实力不够进不来，只能在外面看着，这也能怪我？但他也懒得跟这群2测玩家废话，将新兑换的5张符箓全部用完。当烈焰符超过10张后，这座规模宏大的主仪式法阵也终于无法挡住如此猛烈的火焰。顷刻之间，仪式的一处处区域就被烧毁，陷入了崩解中。当主仪式法阵彻底毁灭的那一刻，所有还存活的院尸全部停止了行动，摇晃了一下，彻底失去了气息。而3只还在抵抗的人鬼身上的气息也猛然变得狂乱起来。显然，3只人鬼受到了某种程度的反噬，正处于空前虚弱的状态。太好了！魏金鹏知道许飞得手，替他狠狠拍了几下巴掌。高逢、王信全他们脸上也终于露出轻松神情。局面发展到这个地步，任谁都能看出他们胜券在握了。但没人知道的是，就在7名 NPC 超凡者和匆匆折返回来的许飞正准备做最后一击时，失落之村上方的高空中，一名脚踏在虚空中的白衣老者，眼神似乎透过重重灰雾和时空乱流，看到了地面上的一切动静。他似乎在侧耳倾听着什么，脸上露出恭敬的神情。片刻之后，白衣老者恢复如初。他从右手的戒指空间中取出一件东西，带着回忆之色反复摩挲片刻，最后长叹一声，将它奉到了虚空之中。下一刻，那件东西不见了。白衣老者也在低头看了一眼后，瞬间从原地消失。8名超凡者的围攻下，最后一只土黄色的怪绝摇摇欲坠。在许飞的提醒下， NPC 超凡者们如约退开，给了许飞从容补刀的机会。击杀完成的那一刻，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在全体玩家眼前浮现。检测到失落之村内所有怪物被清除，全服首次大型活动正式完成。距离副本场景消失还有6小时21分，期间玩家可以在副本内自由探索，但务必在结束前离开，否则后果自负。玩家身上多余的道具和活动积分可以按比例折算成白石币。活动综合排行榜现已开放，恭喜！综合排名前20的玩家均可获得一份排名奖励，综合排名前3的玩家可获得额外神秘奖励。在针对所有玩家的提示之后，就是个人的具体收益提示了。许飞顾不上跟 NPC 超凡者们商业吹捧，直接打开了排行榜。不出意外，上面他的名字高居第1，而且还是红色高亮标注，足足497积分的超高分数，独占鳌头，亮瞎了全场。与之相比，排名第2的荧光95积分的战绩虽然也很高了，但仅仅只有他的零头。第3名刀刀烈火老哥也不错，砍下78积分。前3之后的积分就有点不够看了，一直到第10名，加起来都没有许飞的多。其他玩家看到这个排名会有什么想法？许飞倒是挺好奇的，但眼下对他来说，吸引力最大的无疑还是活动给予的最终奖励。打开背包，此刻里面已经有了2份礼包。第一份礼包是前20都有的排名奖励。借助雾气掩护，打开这个大红色的礼包后，许飞一连收获了4样道具，分别是一件2阶鬼物、一块奇特的血色浴巾、
一小叠超凡符箓、限时以及一张随机种类的下品魔药配方。最先引起许飞好奇的，无疑是魔药配方。由于是系统赠送的道具，无需鉴定就能直接看到属性。锋锐魔药，顾名思义，施加之后可以让武器更加锋锐。这个锋锐不仅仅是物理层面，更附带一些超凡层面上的概念，对付防御力出色的怪绝尤为好使。单从描述上看，这魔药虽然有用，但还是挺单调的。不过，若是考虑到锋锐效果可以长时间存在，而且能对友军的武器施加，它的团队价值会大许多。许飞个人或许用不到它，但若是落在某个村庄势力的手上，专门培养一位，效果还是非常可观的。只可惜，以他如今掌握的超凡知识来看，这魔药配方中的材料似乎有几种比较稀有，很难收集到。而且，奖励只给了魔药配方，却没给配套的仪式，挺让人头疼。不过本着多掌握一种算一种的想法，许飞还是当场记下了配方内容。实在不行的话，日后还可以拿去跟别的玩家、NPC 势力做交换。第125章，吓人的神秘奖励。许飞接下来查看的是那块血色的晶玉，生命晶元。绑定道具，系统出产的某种特殊晶石，蕴含了大量纯净的生命元，使用后可以立刻获得50点生命元。50点吗？感觉少了点。把玩了一下，许飞脸上露出些许失望。这可是排名第一的奖励，还不如许飞击杀2只人鬼来的多。不过转念一想，自己能击杀超凡者级别的人鬼，是因为远超其他玩家的实力。如果不考虑自己这个特例，对普通玩家来说，50点生命元确实是一笔庞大的奖励了。好在这只是排名的奖励之一。收起晶元，许飞查看起第3件奖励，一叠超凡符箓，限时，共有7张，效果跟商城兑换的超凡符箓没有任何区别，都可以让玩家在限时临时调用游戏中的力量。光这些符箓就相当于35点生命元了，这下限时中不用担心没有符箓用了。随后，许飞查看起排名礼包的最后一件道具，它也是礼包中价值最高的物品，没有之一。橡树木偶，诡异物品，2阶，一个栩栩如生的木偶，似乎时刻在盯着你。注入超凡之力后，橡树木偶会化作一名实力堪比1阶超凡者，拥有橡树魔药能力的士兵，帮你击败敌人。取消召唤或木偶士兵被摧毁后，橡树木偶会自动回归持有者手中，但后者情况下，再次召唤时必须一次性消耗大量超凡灵性，之后恢复正常。木偶士兵没有存在时间限制，可以使用常见符箓和武器，但战斗时会持续消耗持有者的超凡灵性。使用代价是每召唤一次，持有者身体都会变得更加僵硬木化。在不超过5分钟的情况下，这种僵硬和木化效果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解除。拥有体质类魔药的超凡者对此有更强的抵抗力。若僵硬木化效果累积到超过一定限度，持有者将彻底死亡，并完全化作木偶，该过程无法逆转。玩家复活可以完美清除该状态。注：一位疯狂的超凡者临死前的杰作，召唤类的鬼物。从描述上看，相当于多了一个不怕死的1阶超凡者打手。对于急缺战斗力而言的许飞来说，这件鬼物出现的非常及时，而且它比赤心泥之酒之类的鬼物用途更广，一些危险的不便直接出面的场景都可以让这只木偶先上。如果不是场合不对，许飞都想立刻将它放出来测试一下这木偶的战斗力了。赤心泥之酒、橡树木偶、无序之药、锈蚀的银戒，这么算起来，我居然也是有4件鬼物的超凡者了。收起心里的一点小小自得，许飞查看起仅活动排名前3才有的神秘额外奖励。打开神秘礼包，并没有想象中的多件物品出现，而是突然跳转到商城界面。此刻，原本对商城物品最下方出现了一个限时抽奖的选项，下面还有一行小字说明：神秘抽奖，失落之村活动排名前3才有的抽奖，奖池囊括普通杂物、超凡材料、符箓、魔药配方、神秘知识、鬼物、圣物等等，排名越高，抽出高阶道具的概率越高。注：每人仅有1次抽取机会。卧槽，抽卡！许飞惊了，第一反应是狗策划终于堕落了，要伸出他的万恶黑手。随之而来的就是沮丧和郁闷。他玩过的手游也不算少了，绝大部分情况下10连抽、100连抽也不过是一堆蓝天白云，月见黑成就更是稀疏平常。想拿金色传说唯有硬保底，更不用说这回只有1次抽卡机会了。能不抽中杂物、基础符箓之类的安慰奖，他就十分满足了。慢着，看这描述，奖池里还有圣物。呵呵，骗傻子呢？肯定是狗策划摆在那里给你看的，实际上想都不要想。恐怕只有究极欧皇、天命之子才能一发入魂，抽中那100万分之一的概率。罢了罢了，听天由命吧。许飞连转运仪式都不想做了，直接选择了抽奖。
无数虚幻的道具走马花灯一般从他眼前闪过，差不多6、7秒后，抽奖转盘缓缓停了下来。看样子好像是侧轨符 X5。许飞居然一点都不意外，但就在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的时候，抽奖转盘居然缓慢而坚定的又往前走了一点点。侧轨符 X5从他眼前飘过去了，下一刻，璀璨的金光亮瞎了他的狗眼，无数虚拟的礼花炮炸裂开来，劣质特效差点没让许飞当场懵逼。没等他看清发生了什么，系统提示弹了出来：恭喜，抽中1件圣物。金色的光芒终于消散，许飞也终于看清了自己背包中心出现的那件道具，真是圣物。瞬间的狂喜之后，许飞的脸色逐渐凝固下来，取而代之的是不安，甚至恐慌。换个不知道圣物详情的玩家，收到这个奖励或许只会兴奋，不会想太多。但他已经从老师陈木那里知道圣物的大致情况，需要人族圣者亲自出手，付出不小的代价洗炼，才能获得的特殊鬼物。就算是庇护怀庄的上级势力青木寨，也只有1件圣物而已。眼下区区一次开服活动，就给玩家发出圣物奖励，这可能吗？更不用说，这还不是系统直接给的，而是抽奖抽出来的，那就更离谱了。许飞对自己的运气很有逼数，就算把他自己献祭了，都换不来一发入魂的可能。这圣物该不会是内定的吧？许飞嗅到了一点暗中操作的气息，随即联想到活动最后阶段 NPC 超凡者高逢等人透露的信息。失落之村的人鬼们在搞出禁忌的试验后，有可能是被一位人族圣者主动放逐到时空乱流中的。先前他就有些猜测了，现在居然又毫不做作的抽到了1件圣物，要说其中没有内幕，许飞自己都没法说服自己，感觉有点哈人。许飞脸色几次变换，最后无可奈何的叹了口气。就算心里不安，以他现在的实力，也完全没办法忤逆幕后者的安排，只能接受这份善意。毕竟是1件圣物呢，多少 NPC 超凡者卖命追逐都得不到的东西。许飞也只能希望将来偿还这份善意的代价不会太恐怖。第126章圣物银之镜。在心里做了一番自我安慰后，许飞初步平静下来。无论如何，圣物都给了，想不要估计都不行。他也只好认真查看起这件圣物，希望能从中找到一点赐予者的想法端倪。银之镜，圣物，罕见道具，曾经是1件具有可怕负面效果的6阶鬼物，经伟大的圣者洗炼而来。可以在一面银镜或镀银镜上设定镜面坐标，每天最多可以设定3个，银之镜最多可维持9个镜面坐标同时存在。持有者只需在其中任意一面银镜前发动圣物，便可瞬间传送到其他镜面坐标所在的位置，无需消耗超凡灵性，传送没有冷却间隔，但传送之后对应银镜会自动破碎。使用该圣物的代价是必须在10分钟内吃下1颗黑蛇果，若没有黑蛇果，也可以使用任意酸甜味道的水果代替，否则会随机出现饥渴、呕吐、眩晕等不适症状。注：很显然，刚刚成熟、口味偏酸的黑蛇果口感最佳。拜。传送类的圣物，许飞脸上终于露出几分惊喜之色。涉及到时间、空间类的能力，就算是在诸多圣物中，想必也是极为强力的那种吧。而且使用它的代价低到几乎没有，完爆他见过的所有鬼物。但给自己这面镜子的用意是什么呢？自己又该如何使用它？除了直接的传送外，略一思索，许飞搭配自己的能力，很快想到一些比较特殊的运用。比如依靠纸鹤浮空投一面小镜子，然后他直接传送入场，打完后再传送到提前定好的镜面坐标，瞬间跑路闪人。比如借助多个镜面坐标，同一时间在不同地点的多个战场现身，甚至是在游戏和现实2个不同世界中穿梭。又或者需要做什么不便见光的事时，先在众人面前露个脸，然后偷偷传送到现场搞事，之后再快速传回来，露面消除自己的嫌疑。就是不知道这玩意除了传送自己的本体外，是否还支持传送别的道具，比如他刚得到的橡树木偶或者假身符。倘若这些也能受控传送，那银之镜这件圣物的用途可就太惊人了。以上这些还仅仅是许飞稍微思考一下就想到的方式，若是深入开发它的用途，等日后实力更强，手段更多，他觉得这面银之镜或许能在自己手上玩出花来。但正因此用途如此广，许飞一时间反而把握不住幕后者的心态了。看着背包中的这面有着繁复精致花纹、大小一手可握的古朴银镜，许飞陷入了纠结的思索中。全服首次大型活动失落之村在几个小时后终于落下帷幕。眼看着大片的时空乱流消失，这片荒野重新恢复如初，徘徊在这里的玩家们久久没有离开。有人还在讨论先前的战斗，有人在猜测着排名靠前的手册玩家们获得的奖励，还有人在交换活动中的收获。曾经以为要在这里停留3天而修建的临时营地，摇身一变成为玩家市场，一时间附近热闹非凡。唉，只拿到了21积分，也太少了。知足吧，我才拿到8积分。
好在最后在失落之村里找到了一点超凡材料，总算是不至于一无所获。求求你们做个人吧，别凡尔赛了。真正惨的二测玩家是像我这样的，进场就死，复活后好不容易跑过来，刚参与决战又死了一次，一积分都没拿到。马德一共就5次复活，我这号都用了3次了，悲剧啊！这哥们，要不你还是直接删号重来吧，真心的。听说刀刀烈火大神从礼包里开出1件1阶鬼物，还开出了5张能清除魔药材料污染的净化符箓，这下发达了。鬼物算什么？荧光大神开出了魔药配方，据说生命源点数也够了，回去后很快就能晋升超凡者。真的？全服第2名超凡者就要出现了吗？不止第2名，这次前20名或多或少都拿到了好处，要不了多久就能诞生出一大批超凡了。我有预感，玩家的超凡时代要到来了。这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啊。而且咱们2测玩家被拉开的太多了，谁说不是呢？希望过个把月或者3测开启的时候还能再来这么一次活动，到那时恰柠檬的就是3测玩家了。树种魔药的辅材换金刚力魔药的辅材，有换的吗？不接受其他交易方式。高价求购能净化魔药主材污染的符箓，支持现金交易，价格保证让你满意。种种吆喝声此起彼伏，就连一些停在旁边看热闹的 NPC 都忍不住下场做了交易。至于许飞，还在旁边等7位 NPC 超凡者统计出最后的收益以及自己应得的分成。就在这时，他注意到有人朝自己走来，不是别人，正是有过一面之交的华国官方玩家，疑似军方人士出身的林卫国。看到他朝向自己的那一刻，许飞就猜到了他的来意。赵一先生，恭喜恭喜啊！全服排名第1。在他面前站定后，林卫国笑眯眯地送上了祝贺，看起来心情不错的样子。看林先生的情况，贵方这次收益应该也不小吧？有军方的精英带队，除非运气极差，否则收益肯定会比普通2测玩家团队高很多，这点许飞毫不怀疑。林卫国微微一笑，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道：虽然比不过赵一先生，不过好歹是有了一点积累。说着，他略一停顿，拿出一张清单，不知道赵一先生先前想交易的2测资格邀请书是否还在？这是我们能拿出的所有可交易资源，赵一先生看中什么可以自己选，如果实在没有中意的，也可以提出具体的要求，我们可以帮忙留意收购一下。既然已经找了贵方，自然还给你们留着，本人向来信守承诺。这样半真半假的说着，许飞接过清单，一目十行的看了起来。从上面列出的东西来看，官方这次弄到的资源的确不少，其中应该还有不少用现金从其他玩家手上收购的资源，但总的来说层次都比较低，大都是些基础的超凡材料、成品符箓、寻常装备等等，对超凡者意义不大。当然也不能排除官方手上其实有好东西，只是不肯为了一个名额拿出来交换。一番挑挑选选后，略带嫌弃的许飞最终圈定了3件物品。第127章燃血的古代钱币。3件物品中有2份可以用来制作符墨的材料，除此外还有一本从失落之村副本中翻出来的超凡典籍，典籍上的大部分内容都被涂抹，难以辨识，只剩下寥寥10几页，记载了一些东西。其中部分内容提到了那个让人和诡异怪绝半生的仪式法阵，还有失落之村曾经的超凡者们如何完善改进这个竞技仪式的思路。许飞随意翻了翻，看到了不少残酷到没有人性，让人十分不适的血腥内容，顿时摇了摇头。若非清单里实在没有价值更高的东西，他是不会选这个的。或许有人会问了，既然没啥想要的，为何还一定要交易呢？最主要的原因只有一个，2测资格这东西终究是越放越贬值的，万一3测一开，2测邀请码直接失效，那可就砸手里了。既然如此，还不如趁这个机会卖了。至于买家的选择上，如果愿意收现实中的财富，许飞倒是不愁找不到大金主，但超凡资源方面，短时间内他还真想不到有谁比官方更多更合适做交易。算了，就当为国家做贡献吧，就拿这3样换吧。他对林卫国说道。后者从许飞手上拿回清单，看了一眼，当即提出异议。这2份超凡材料貌似都价值不菲吧，再加上这本超凡典籍，总价值应该超过了一个2测名额。这种交换，我方有点吃亏啊。吃亏？林先生认真的吗？我倒是觉得我亏了。许飞手上的名额很可能是现如今唯一的2测邀请资格，独门生意在手，他毫不担心卖不出去。林卫国面色不变，解释起他的理由，仅仅一个2测名额的话，能做的其实有限，何况谁也不知道3测什么时候开，又会开放多少名额，万一2周后就直接开了呢？许飞语气悠闲说道，神器之地开放到现在，我相信贵方应该对这个世界的真实性有足够的了解。怀庄和附近村庄能容纳的玩家提供的魔药已经接近了极限，短时间内我不觉得游戏官方会开放3测，即便开放，
名额也一定不会有想象的那么多。顿了顿，他似笑非笑的继续道：何况我选的3样道具中，这本典籍可并非消耗品。我相信贵方在将它放入交易清单前，多半已经将全本截图保留了吧。从这个角度上讲，对方实际上只付出了2份超凡材料罢了。见许飞这么说，林卫国也就不再坚持。好吧，虽然我依旧保留观点，但谁叫赵一先生是我们想要交好的重要头部玩家呢？您开的价格，我们答应了。他本来也没有一定要许飞让步的想法，之所以要讲价，就是为了铺垫后面这段话，试图拉近双方的交情。当然，许飞如果真的好说话，让步了，那更好，大不了找个理由再赠送回来，还能让许飞倒欠一个小小的人情。随着细节谈妥，双方很快完成交易。几分钟后，许飞就收到了3样道具，而林卫国也将需要邀请的人员姓名和身份递给了他。在许飞当场兑换填写后，林卫国脸上露出笑容：赵一先生，合作愉快，希望日后还有更多交易的机会。跟林卫国的交易结束后，许飞在玩家的市场内逛了片刻，相继出手又购买或是交换了几种超凡材料。这时，魏金鹏等7名 NPC 超凡者终于拿出了一份详细到极致的利益分配方案。许飞虽然是艺人身份，但也是超凡者之一，所以方案公布前，他也有审议和1票否决的权利。不过 NPC 超凡者做的分配方案还是很公平的，至少表面上许飞挑不出什么毛病。大体翻阅一遍后，他便点头表示了同意。于是这份利益分配方案彻底通过，5大新手村都拿到了自己的一份收益，7名 NPC 超凡者和许飞也各有一份分红。具体到许飞本人，主要是收到了几份超凡材料和魔药辅材，这也是失落之村一战中掉落最多的东西。此外，最重要的当属一件鬼物了。最后击杀的几只人鬼合计掉落了3件鬼物，刚好没超过许飞先前跟 NPC 们达成的协议，这让许飞有点无奈。毕竟按当时的约定，掉落的鬼物必须大于3件，他才能任选1件。但许飞又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决定履行协议的备用条款，坚持选择1件鬼物，代价是接下来一段时间要给5家村庄各自绘制一批符箓。对此，高逢、王信全等人同意了。不过这种情况下，许飞想要挑选效果最强、能发动大范围幻境的那枚鬼物是不可能了。即便其他 NPC 超凡者续，他也不想沦为全自动人形符箓印刷机，只能退而求其次，从剩余2件一阶鬼物中挑选了1件有些特殊的鬼物——染血的古代钱币。诡异物品1阶，一枚不知道什么年代的古老铜钱，背面依稀可以看到一点血迹。擦掉血迹可以激活该鬼物，让持有者接下来获得少量的好运，持续时间1至10分钟。代价是好运效果结束后，必须用持有者本人的血液将钱币涂满，否则将持续遭受惊人的厄运。注：每天最好只使用1次，否则需要付出的代价将极大提升。能提供好运的鬼物一般品阶都不会低，向来也比较受超凡者的追捧。不过这件鬼物提供的好运十分有限，而且每次都要消耗血液，所以才是1件1阶鬼物。不过也正因此，它才能落到许飞手中。他甚至已经想好了这件鬼物要怎么用，跟每天1次的无序之药简直是绝配。虽说提供的好运是少量，但次数多了，总归能够再撞上那么1-2次大奖吧。魏金鹏他们对许飞的选择不置可否，按方案领到了自己的收益后，便召集各自的队员和己方的艺人，拆除营地，踏上归程。得益于路途最近，怀庄的玩家们再次捡了个便宜，第一个回到新手村。先前在荒野外，玩家们顾虑重重，不敢随意下线，还要时刻注意控制情绪，不能大喜大悲。此刻回到安全区，一部分玩家们便再也按捺不住了，或放飞自我，肆无忌惮地展开讨论，或光速下线到论坛上大肆吹嘘起副本内的经历。本就热闹非凡的游戏论坛，这下彻底沸腾。一片喧哗中，许飞默默返回了自己的房间，盘点起本次活动的所有收益。第128章危险的尝试。身为现阶段唯一的玩家超凡，许飞盘点之后，发现自己在这次活动中的收益极为可观：多种超凡材料、海量的生命源点数、锋锐魔药的配方、7张超凡符箓、现实、3件鬼物、1件圣物，以及最后交易来的一本超凡典籍。超凡材料就不用说了，一部分他暂时用不到，全当是储备；另外一部分可以用来制服。生命源点数，他已经在失落之村内消耗过1次，将魔药消化程度推进到了1/4。但即便如此，在后续战斗中，许飞再度获得了80加的生命源。若是算上排名奖励的生命金源的50点，就是足足130点生命源。我能取得现在的成就，全靠我自己的努力。以我无敌的天资，深蓝加点，仍旧是10点生命源一次。许飞一口气将130点生命源全部用于加速魔药消化。伴随着连续的提升，魔药的消化进度堪堪过半，许飞的身体属性也再度迎来一波暴涨。
系统界面。当强化的余波终于结束后，许飞查看起了个人面板。角色姓名赵一，游戏年龄25岁，实力境界超凡1阶，体质12.5点，精神6.1点，掌握魔药雾影魔药下品，天命雾之隐者，当前状态正常，可复活次数5/5次。看着已经突破6点的精神属性，许飞满意的点点头。他能感觉到，随着魔药消化进度的加快和精神属性的大幅提升，他对雾气的掌控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关掉个人界面，许飞的目光从3件鬼物赤心泥之酒、橡树木偶、染血的古代钱币上掠过，最后停在了银之镜这件圣物上。先前考虑的一些运用方式中，他也许能打通现实和游戏的间隔。虽说直接用接引符就能登录游戏，用圣物尝试看似有些多此一举，实则不然。毕竟他用接引符登录游戏的只有意识，但这件圣物却有可能让他用现实的身体直接登录游戏。许飞觉得这个想法十分值得尝试和验证。说做就做。从书房内走出来后，他叫来了侍女，让她帮自己找来了一面银镜，又送来了一筐酸甜味的水果，以便试验成功后及时支付代价。以怀中的匮乏物资条件以及无处不在遮蔽了日月的灰雾，新鲜水果还真不容易弄到，更不用说限定酸甜口味了。好在怀庄附近有一小片类似酸山枣的变异植物，结出的果实勉强也算符合要求。在许飞开口后，这点小小的要求很快便得到了满足。眼看准备就绪，许飞拿出了圣物银之镜，超凡灵力激发，银之镜爆出了一抹银色光华，在许飞的精神力量引导下没入了侍女送来的普通银镜中。这个过程持续了半秒不到，随后便恢复正常。乍看上去，那面普通银镜没有任何变化，唯有持有银之镜的许飞才能感觉到这面镜子上已经被固定了一个牢固的坐标。他只需要一念激发，就能借助圣物内蕴含的伟力，瞬间进入镜中界域。只是缺乏另一个镜面坐标当出口，所以还无法完成传送。非常好用的传送手段，唯一的缺点就是有点费镜子。那么接下来就是验证猜想的时候了。许飞退出游戏，返回现实，顺带将活动送的超凡符箓现实一并带了出来。习惯了游戏中越发强横的力量，骤然返回现实，受困于孱弱的身体和精神，这种强烈的反差足以让人发疯。但许飞已经有过多次体验，对这种巨大的落差早已适应。轻按着太阳穴，在床上缓了片刻后，便度过了最难受的阶段。从床上跳下来，翻箱倒柜，找到一面刚搬家时带来的镀银镜子后，他拿起了一张超凡符箓，选择激活。这还是许飞头一次在现实中借用游戏中的超凡力量。随着璀璨的光华亮起，无形的力量贯穿了维度和空间，让现实和更高维的神器之地世界有了瞬间的连通。那一刻，许飞恍惚中看到了一片灰色、衰败、疯狂的界域。随后，强横的超凡之力从虚空中灌注而来，一瞬间便充盈了许飞的身体，让他找回了游戏中熟悉的感觉。强大真好！体验着这种仿佛无所不能的感觉，许飞忍不住感慨了一声，操纵雾气在屋内玩了一小会，然后才开始忙碌起正事。操纵圣物银之镜，在面前的镀银镜子上留下了第二个镜面坐标。站在这面镜子前，许飞借助圣物的力量，感应起了始终两个坐标。近在咫尺的镜面坐标极其清晰，但神器之地中的坐标却仿佛隔了无穷远的距离，即便借助圣物的加持，许飞也只能隐约感觉到一个模糊的信号。这种情况下，强行发动传送会怎样？随着他心念一动，银之镜爆发出一团夺目的银色辉光，将他身体笼罩。光芒消失时，许飞的身体也随之在外界消失。但一瞬间之后，许飞又狼狈地从银镜中弹了回来。咔嚓！虽说传送没成功，但面前的镜子还是付出了代价，碎裂成了无数块。刚才那个空旷荒芜的黑暗空间就是镜面界域吗？明明已经进去了，却因为难以锁定另外一个坐标，被圣物的某种保护机制给弹回来了。如果没有这种保护机制，我是不是直接迷失在那个镜面界域里了？回想起刚才的瞬间经历，许飞心中生出一点后怕。他忽然意识到，刚刚的尝试其实是有相当风险的。毕竟这可是现实，不是游戏，万一出了什么意外，很可能会付出小命的代价。早知道这样，自己就该再次登录游戏，尝试从游戏中传送到现实的。好像也不对，自己从游戏中传送到现实，如果成功了，出来的是自己的意识呢，还是意识加游戏中的身体？若只有意识传送出来，那他的意识是直接回到现实的身体中，还是直接灵魂出窍？若是后者，那自己现实中的身体又该怎么办？这些充满了危险的可能，让许飞彻底意识到了自己的莽撞。在对超凡和神器之地这款游戏有更多了解前，许飞是不太敢贸然做第二次尝试了。
但这次尝试也不全是失败。许飞借试验确定了一点，利用圣物的力量在游戏和现实穿梭，绝对是可行的。只是他现在的精神属性还不够强，无法准确感应到游戏中的镜面坐标罢了。果然，还是要变得更强才行。他有种模糊的预感，等有一天能直接在两界穿梭时，或许就能明白神器之地的诸多谜团和真相了。第129章黑色油纸伞。只有断体实力的普通玩家在现实中动用超凡符箓引起的波澜，都能让诡异怪绝降临现实。那么，换成一名拥有圣物的真正超凡者呢？在许飞尝试超凡符箓的同时，20公里外的定阳市郊区，空旷的公路隔离带上空，空间悄无声息地裂开了一条缝隙。跟以往几次相比，这次的缝隙更加稳定，能承载的力量层级也更高。伴随着神器之地世界独有的灰雾涌现，一把油纸伞啪的一声从裂缝中掉了出来。直到这把黑色的油纸伞出现近1秒后，裂缝才快速消失。由于动静不算大，再加上位置偏僻，从旁边路过的司机并没有谁看到那短暂的一幕。直到黑色油纸伞不甘寂寞地主动漂浮起来。老公，快看！路过的轿车中，一名正在玩手机的少妇无意中一偏头，终于看到了这把奇怪的、看起来有些莫名瘆人的纸伞。被他一提醒，担当司机的男子也惊了：卧槽，有伞在飞？什么情况？不过短暂的惊讶后，他马上猜测到应该是风吹的吧。不过外面的风没那么大，有点奇怪。少妇却压根没考虑这个，而是举起手机对准车窗外，管他怎么回事，先拍个短视频发到快音和抖手上再说。哎，你倒是开慢点啊，那把伞要飞没影了。视频最后还是没能拍成，只拍到了一个模糊的影子，让少妇很生气。但他却不知道能跟那把黑伞擦肩而过究竟是多大的幸运。很快，黑色油纸伞晃晃悠悠飞到了最近的一座农家乐上空。先前那些快速驶过的铁盒子让他有种陌生的感觉，不知道是否要袭击。但眼下这座庄园里的人类实力孱弱，又没有出火祭坛的庇护，无疑是他最喜欢的猎物。随即，这把黑伞悄然飘落。哪来的一把伞？喝了不少酒，出来透透风的小王正准备在附近散散步，没想到突然就有把伞从天而降，不由颇感惊奇。他抬头看了看天色，今天风不大呀，也没有雨，就很奇怪。但小王不知道的是，在他感到奇怪的时候，油纸伞也很奇怪。眼前这个人类看到自己居然没跑，甚至都没有害怕的意思，是自己没有放出气息的缘故吗？在两边都很奇怪的时候，看着这把黑伞径自落向自己，仿佛认准了他一般，小王也没多想，顺手握住了伞柄。那个瞬间，他身体僵住了，恐怖的、癫狂的气息从黑伞上涌出，冲击着他的心神。小王只觉得自己被传说中的恶鬼盯上了一般，身体一动都不能动。随后，他绝望地看着黑纸伞的伞面一点点合拢，将自己整个人吞了进去。从头到尾没有任何动静传出，短短1秒后，小王就凭空从这个世界上消失。随后，这把黑纸伞重新漂浮起来，寻找起了下一个猎物。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的伞面边缘比原先隐隐多了一抹红光。一张超凡符箓只能维持10分钟，未免也太短了点吧。自己的房间内，兴致勃勃做着新的尝试的许飞，眼看着符箓效果即将结束，不由无奈地摇了摇头。余下的几项测试看来是来不及做了，只能等下次。不过他还能做最后一项试验，如果自己将游戏中的道具从背包里取出来放到现实中，那么当超凡符箓效果结束后，这件道具是会跟着一起消失呢，还是直接留存于现实？假如是后者，那自己可以考虑多留几张符箓，一是便于防身，毕竟遇到危险时先用超凡符箓召唤出游戏中的力量，再设法应对，总需要一个过程。尽管这个过程短到1秒就能完成，但有些特别危急的情况恐怕不会给他这个时间。相比之下，随身携带铁甲符无疑更加安全。第二，自然是更加节省了。如果要解决的问题很严重，必须动用全力，那倒也罢了。反之，若是遇到一些不大不小，一张基础符箓就能搞定的问题，那从游戏中现取道具就势必要多浪费一张超凡符箓，现实十分划不来。基于这样的考虑，许飞将手上现有的几种符箓各挑了一张放在面前的书桌上，耐心等待起来。几秒钟后，超凡符箓效果彻底结束，加持在他身上的超凡力量潮水般退去，将许飞重新打回原形。这实力的大起大落也太刺激了，一阶超凡者的反差都这么明显，将来若是实力更强，许飞有点难以想象。难道游戏官方就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吗？还是有考虑，但时机未到。再度适应了现有的身体后，许飞看着桌面上并未随之消失的5张符箓，脸上露出了几分笑容。拿起一张不值钱还不如一把手电筒有用的小光明符，随手一弹，被激发的符箓瞬间燃烧起来，化作一个明亮的光球，漂浮在他面前。
看起来跟游戏中的小光明符一致，但也有一些细微的区别，比如许飞能感觉到小光明符的能量消耗速度更快，能支撑的时间恐怕没有游戏中那么长。与此同时，他操控小光明符的光团跟随自己一并行动时，也明显更加吃力。其中固然有他现实中身体太弱的缘故，但显然也有两个世界存在本质不同的原因。咦，为什么感觉有点头晕、饥渴？忽然感觉到什么的许飞，这才意识到自己还有一件事没处理呢，使用圣物银之镜的代价。先前在现实中体验超凡，做了种种尝试，玩得太嗨，差点把这个给忘了。但他马上发现了一个新问题，要在哪里吃水果呢？在现实中吃，还是在游戏中吃？亦或者必须两个世界都要吃才能解除代价？道具是游戏里的，但使用时是在现实，感觉有点难搞哦。不过考虑到神器之地的特殊，许飞怀疑他在现实和游戏中随便哪里都可以，毕竟他在游戏中的身体也是现实的意识在控制嘛。罢了，毕竟游戏中已经准备好了，还是游戏里解决吧。这样想着，他往床上重新一躺，闭上双眼，沟通了接引符。下一刻，恢宏的登录界面浮现在意识中。第130章超凡萃取仪式。这酸山枣的口感也太差劲了吧。坐在自己的书房内，许飞一边翻阅起从失落之村活动中获得的典籍，一边慢慢啃起了面前的枣子，脸上频频露出嫌弃之色。但是没办法，为了圣物银之镜，忍了。一颗下肚，先前那种越发强烈的头晕、呕吐等感觉果然消去。确定负面代价已经支付，许飞当即就要让侍女把剩余的酸山枣拿下去。不过考虑到日后可能还要用，他又改变主意，抓起一把收入的储物背包，这样就不愁日后没得吃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在他的缓缓翻阅中过去。这个仪式还真是有够邪恶的。快要看完的许飞越发厌恶起失落之村那个半生仪式，甚至都有点不想看完了。只是本着不能浪费邪恶的知识或许也能被用到正道上的考虑，他才硬着头皮将最后几页内容翻完。但看完之后，这几页中记载的另一个仪式却给了许飞一个很大的惊喜。超凡萃取仪式。这个仪式也是失落之村及曾经的黑岗村超凡者搞出来的。他们最初的目的是想利用这个仪式将诡异怪绝的癫狂气息分离，然后再将纯粹的超凡灵性提取出来注入到人类体内，继而让人类直接成为超凡者。但这很明显是做不到的，他们才转而求其次，让人类驾驭诡异怪绝。这个级别不高的萃取仪式正是上面研究的副产品，一个无意中发现的技术结晶。它的效果是从普通材料 A 中萃取出特性和概念，再注入从超凡材料 B 中提取出的纯净超凡灵性，融合之后就能合成普通材料 A 对应的上位超凡材料 C。 举个具体的例子，就是某人想获得秘银，但又没有门路，于是就从一堆普通白银中提取出了银的特性和概念，再加上从其他带有秘字特性的材料中抽出的秘，从而合成了秘银。如果还没看懂，可以近似理解为神秘领域的化学反应方程式。但这个想法很好，如果能成功，也必然会带来超凡领域的革命，但实际上研究出来的效果却远远不尽如人意。经过反复尝试，这个萃取仪式的确能将普通材料转化成超凡材料，但仅限于比较低级的超凡材料，且过程中有很大的损耗，需要浪费几倍同品级的其他超凡材料。此外，仪式本身也需要一些材料才能运作，这些缺点其实还可以忍受，毕竟有些超凡材料特别难找，而其他同品级的超凡材料却相对容易获得，就算有几倍的损耗，很多时候也能接受。真正让这个超凡萃取仪式被放弃的是，转化后的超凡材料品相比天然的要差一些，而且很不稳定，只能单独使用，想拿来合成魔药或锻造超凡装备，失败率会大得吓人。花费几倍的其他材料生成的产品只有正常的90%，甚至可能还不到，还不能拿来进一步合成魔药和锻造超凡装备，而且仅能合成低级材料，如此大如此多的弊端，也难怪黑岗村的超凡者会看不上他了。按典籍上的说法，当时的超凡者们费了很大的力气，甚至付出代价，托人请教了几位高阶超凡者，得到的回应都是不可能，无法合成高级超凡材料。或许还跟萃取仪式本身的水平有关，但代价高昂，品相缩水，性能不稳定，就实在没办法了。这是基于某种神秘层面的定律，跟具体的技术无关。几次收到相同的答复后，黑岗村的超凡者们这才不得不放弃。不过也正因为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导致记录典籍的那人最终还是出于不舍，将它一并记录下来。对别人来说，这玩意几乎无用，但对我来说，好像刚好能用上啊。许飞盯着这个超凡萃取仪式，越看就越觉得有搞头，眼里冒光。蛮牛之体仪式，这个系统赠送给手册玩家的福利，除了需要用到仪式固化符箓外，唯一的辅助材料就只有蛮牛之血。而蛮牛这种特殊的异兽，
如今在白离河谷区域已经很难找，不管是怀庄还是青木寨附近都没有。据他的老师陈木所说，这千里河谷所在的区域中，仅有白离山城还人工驯养了一批蛮牛。这个情报一度让许飞有些失望。他早早解析了蛮牛肢体的仪式固化符箓，就是想等后几批玩家降临后，高价转卖给他们，狠狠赚上一笔。但没想到，光会画符箓，没有蛮牛之血，让他的指望落了空，至少短时间内是不可能了。然而，今天这个超凡萃取仪式却让许飞看到了可能。所谓的蛮牛，也不过是普通野牛接触超凡后进化而来。如果自己从野牛体内萃取出牛血的特性和超凡概念，再补足几倍的超凡灵性，是不是就能将它转化成蛮牛之血呢？诚然，这样做的代价可能不低，而且人工转化的蛮牛之血效果肯定比系统送的要差，但那又如何？反正买单的是其他玩家，又不是许飞。对二测后加入的玩家来说，他们最缺的不是钱财、普通装备，毕竟这些都可以用现金来买。对他们来说，最缺的正是提升实力的方法，是生命源。而蛮牛肢体仪式却可以让玩家获得足足2-3点体质属性的提升，堪比好几十点生命源。许飞毫不怀疑，只要自己能试验成功，放出风声，就算是超级劣质的蛮牛肢体仪式青春版，也一定能让其他玩家疯狂。没想到这次活动都结束了，最后还能有一个意外之喜。收起这本典籍，许飞立刻开始了尝试和验证。如今的神器之地，野牛也是十分罕见的生物，反正怀庄附近没有。但同样是牛，没道理不能用家牛替代，大不了效果再缩水一点。实在不行的话，许飞还能从现实中获取野牛之血。既然超凡领域概念最重要，那既然同为野牛，想必应该也能替代吧。吩咐外面的 NPC 武者帮忙弄来了一大盆牛血后，剩余的超凡材料反而不难找。第131章定价策略。设置超凡萃取仪式所需的材料，大都是布置低级仪式的常用材料，即便偶尔有几种比较少见，也能在怀庄的那座2层石楼内找到。至于将普通牛血转化成蛮牛之血用到的超凡材料，这个更加容易弄到。反正没有限定种类，只要蕴含的超凡灵性跟蛮牛之血一个级别，有相似的超凡概念即可。稍微用心找找，都能找到10余种。以许飞如今的身份，调用一些超凡材料还是毫无难度的，大不了给村里多画几张符箓打工。一切准备就绪后，许飞在自己的院子里开始了试验。有之前晋升超凡的经验，再加上2测开启后的研究，如今的许飞对绘制仪式阵图已经有了一些心得。借助木尺和掺杂了仪式所需材料的特殊墨水，许飞在地面上一点点绘制出了复杂但又极具象征意义的图案。首先仍旧是象征一切可能，没有起始也没有终点的圆，同时也起到将仪式内外分割的作用。之后就是各种神秘的路纹和许飞至今都似懂非懂的功能模块。仅仅为了绘制这个阵图，就耗费了他足足1个多小时的时间。当阵图绘制完毕，许飞反复检验无误后，他将需要萃取的那盆牛血以及转化过程需要的超凡材料放在了天平符号的一端，随后注入超凡灵性，启动了仪式。明亮的光芒冲天起，仪式上的无数路纹一个个亮了起来，在无形力量的作用下，那一大盆牛血开始咕嘟咕嘟冒泡，无数淡红色的气息开始升腾，眨眼间一大盆牛血就蒸发掉了4/5，只剩下了盆底1指深的暗红色粘稠胶体。与此同时，用来萃取超凡灵性的那大批材料也迅速化作飞灰消散，只剩下了纯净的超凡灵性，犹如无数细小透亮的光点，被仪式的力量约束在原地，不允许它消散。见萃取过程十分顺利，许飞暗暗点头，催动仪式进行了最后一步。被萃取的超凡灵性在仪式的控制下注入了盆里的暗红色牛血，并开始了融合和升华。剧烈的超凡灵性波动似乎引来了什么怪绝的窥视，不过他才刚从虚空中钻出来，就被出火祭坛的力量察觉，瞬间被烧成飞灰。许飞瞥了一眼，不为所动，继续控制仪式，直到10几秒后，仪式的路纹暗淡下来，自己停止了运作，许飞才缓缓收工，快步走了上来。暗红色散发着狂躁的超凡灵性，味道苦涩呛喉，很像蛮牛之血。所以第一次尝试就成功了吗？有点不太自信的许飞果断动用了鉴定。蛮牛之血为通过超凡仪式转化而来的特殊材料，拥有跟正常蛮牛之血相似的超凡特性，但具体品相仅有 75% 左右。受限于种种原因，该材料的状态十分不稳定，用于炼制其他药物、锻造装备等行为时，失败率会极大增加。注：该材料的超凡特性仅能保持1周，超期后会急速流逝，请尽快使用。看来的确成功了，就是成品的效果差了点。看着氤氲光芒上的属性说明，许飞倒并没有什么不满，毕竟是第一次尝试嘛。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跟当初新手礼包里那个容器大小相仿的瓷瓶，将盆里的蛮牛之血倒了进去。
最终装满了4瓶半左右的瓷瓶。虽然不知道白骊山城内一小瓶蛮牛之血能值多少钱，但总感觉我造出来的这些劣等品成本着实不低。即便不考虑我这位符师的人力成本，只考虑全过程用耗掉的超凡材料，都足以绘制20张基础符箓。平均算下来，一瓶蛮牛之血的硬核成本就堪比5张赤焰符，这还没算配套的仪式固化符箓。所以，假如我想要稍微赚点，就至少要把一套蛮牛之体仪式的价格定到10张赤焰符上，会不会有点太高了？现在的玩家恐怕没几个能消费得起啊。但话说回来，这种超凡领域的独门生意，利润率还不到100%，属实有点不够看。按许飞最初的想法，这么高端的玩意，起码也要有个3-5倍的净利润才行啊。想来想去，果然还是超凡萃取仪式的效果太拉胯了。但以许飞现在对仪式的了解，别说改进了，连完全弄懂这个超凡萃取仪式都做不到。好吧，毕竟接触超凡领域时间还短，这种注定只能靠积累，急不来。这样安慰了一下自己后，许飞袖子一挥，用一道雾气将地上的仪式核心部分抹除，起身回到了书房。先定价15张赤焰符或者等价的超凡材料，看看情况吧。如果能卖得动，就继续制造；若实在没人买，再考虑降价促销不迟。稍加权衡后，许飞敲定了最终的定价策略。随后，他拿起老师送给他的白灵符笔，开始绘制蛮牛之体仪式配套的固化符箓起来。以他现在6点以上的精神属性，绘制仪式固化符箓已经算不上什么难事。没用多少时间，4张符箓便新鲜出炉。有金手指的加持，他绘制的符箓品质可比造出来的蛮牛之血高级多了，完全能够跟系统送的新手礼包媲美。接下来就是找人推销了，2册玩家肯定买不起，首册玩家大半也是买不起的。许飞想了想，觉得还是先找荧光、刀刀烈火、钱多多他们几个吧。这几位老哥要么本就实力强大，在失落之村活动中大放异彩，要么就是特别有钱的土豪玩家，是许飞能想到的最有可能的买家。可当他拉开区域聊天栏，准备喊这几位老哥来自家院子坐时，却赫然发现几位老哥刚好都不在。奇怪，许飞有点意外，钱多多老哥现实里有生意要忙，这个时候不在还情有可原。可曾经的电竞职业选手荧光，还有刀刀烈火这个常年通宵的大神，那可都是恨不得一天24小时泡在游戏中的，现在居然都没在线。不过这种事也说不准，可能是比较巧，遇到了什么意外。许飞也没多想，反正蛮牛之体仪式在他手上也不急着卖，早一天晚一天没区别。于是收起4套成品，转而拿起从连家宝那里获得的那半本笔记，研究起纸鹤符、假身符和土墙符。第132章，调查局首战，定阳城郊，三阳农家乐。短短几个小时前，这里还是一片充满了农家闲情逸趣的平和之地，但现如今早已经沦为了一片死寂之地。当时在这里的几10名客人和农家乐的员工，除了反应最快的2个人第一时间开车逃了出来，其他人全部从这个世上消失了。就连农家乐养的土鸡、狗、山羊等牲畜，也尽数被那把不起眼的黑色油纸伞吞噬。该死，这究竟是什么鬼东西？第一时间接到警报赶来的特警，在试探攻击付出惨重代价后，如今已经不敢靠近。他们在几公里外拉起了封锁线，一边用无人机远远侦查，一边不断向上级申请增援。万幸的是，不知道是不是一次吞了太多，这把黑色油纸伞暂时失去了攻击欲望，在农家乐上空漫无目的的飘荡，让增援有了从容赶来的时间。很快，6架武装直升机从远处急速飞来。终于来了吗？看着这些武装到牙齿的直升机，特警们松了口气。普通的小口径轻武器对那黑纸伞没有任何用途，这些火力强大的直升机总该能消灭掉那个怪物了吧？但让他们惊恐的一幕发生了。匆匆赶到的武装直升机很快对黑色油纸伞发起了攻击，但不管是直升机的机炮，上面搭载的狙击手，亦或者发射的对空导弹，统统都拿油纸伞无效。普通的子弹、炮弹直接从黑纸伞身体上穿过，无法对它造成任何伤害。对空导弹爆炸后的灼热火焰和高温似乎对它有一点效果，但杀伤力同样不明显。而且在吃过一次小亏后，黑色油纸伞很快意识到了这玩意的威胁，在下一波导弹袭来时，提前撑开伞面，在周围张开了一道黑红色的光圈。这道黑红色光圈有着强大的防御能力，在直接的物理伤害无效的情况下，仅靠对空导弹爆炸引发的火焰和高温不足以突破光圈的防护。而这只被攻击激怒的诡异很快开始了反击。一直以来，它慢悠悠的飞行速度不过是一种假象，成功麻痹了士兵们。抓住一架直升机无意间靠近的时候，这把黑纸伞突然加速，在空中划过一道黑色的轨迹，伞尖瞬间洞穿了直升机的驾驶舱。这凌厉而又突然的反击把其他5架直升机吓了一跳。
他们一边猛烈攻击，一边迅速拉开距离，拉升高度。然而，即便是将所有机炮和机载导弹打光，编队的攻击仍旧没能奈何这把黑纸伞，反倒将他彻底激怒了。在直升机无奈飞离后，黑纸伞不再停留原地，而是掉头飘向了定阳市的市区。这下，不管是前线维持封锁的特警们，还是后方的指挥以及等待消息的高层，全都紧张了起来。一方面，一旦被他闯入市区，诡异、怪谲现世的消息恐怕就难以封锁，势必会在民众间引起强烈的恐慌。另一方面，这支黑纸伞展现出的特性和攻击性太强，天知道到时会死伤多少无辜的人。有那么一小段时间，高层们甚至在讨论是否要对定阳市的人员进行紧急疏散和撤离了。就在最危急的时刻，真正分管超凡领域的机构超凡调查局从首都的总部姗姗赶来。从超凡调查局正式成立以来，这还是他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站。不管是随行的调查局成员、初代特殊装备测试员，亦或是亲赴现场的副局长庞星，对此都无比重视。然而，尽管在飞来的途中就一直在接收最新的情况，但真正赶到现场后，他们才发现情况比途中预计的还要糟糕，有几诡异。错不了，担任首席调查员的林卫国冒险靠近，稍微感受了一下黑纸伞的气息，便确定了这支诡异的实力。有没有信心消灭它？庞星虽然没有游戏资格，但也清楚有几诡异的意义，脸色凝重地问道。很难。林卫国沉默了一秒，说，没有真正的超凡者牵制，仅靠咱们局的几位断体玩家，几乎是不可能消灭他的。如果能等到编外成员荧光、烈火他们赶到，组成一支10人以上的讨伐小组，或许还有一点可能。庞星叹了口气，道，他们还在路上，最快还要1个小时，咱们恐怕等不到他们来了。林卫国又沉默了片刻，那就只能希望武器部门研究的特殊装备能够发挥一些效果了。所谓特殊装备，大都是能量武器，目前一共有4个研究方向：激光、电磁、次声波和火焰冰霜。上次阿美利加遇到血怨猪袭击，付出不小代价后，超凡调查局意识到了现有武器的不足，进行的未雨绸缪的研究。由于没料到诡异出现的如此突然，4类正在研发的装备中，只有几件早就有技术积累的装备算是初具雏形。此刻，车载高能激光发射器、高压电磁防护网以及无人操控的聚集火焰喷射器、液弹喷射器等设备已经随他们一起抵达，正在进行紧张的调试。空军的 EMP 电磁炸弹、燃烧弹、温压弹等武器也做好了空投支援的准备。但这些大都处于研发状态的设备，对诡异的实战中究竟好不好用，能不能用，谁心里都没底。报告，代号0002的诡异生物距离定阳市区已经不足10公里了。对黑色油纸伞来说，如果真想要全速前进，不过是转眼间的事情。这最新的情报让庞星、林卫国他们坐不住了。再不动手，油纸伞随时可能冲入市区，做下不可言的惨案。让我们几个先试试吧。林卫国一咬牙，主动请战。虽然他知道就凭随行的5名断体期玩家对付一支机动能力超强的游击诡异，实在是凶险至极，但从穿上军装的那一刻，他就已经立下保家卫国的誓言，为此不怕牺牲。好，庞星也知道他们别无选择，批准了行动。5名已经被总局收编成为正式调查员的玩家和林卫国一起不约而同地拿出了超凡符箓，现实一旦切入战场，就立刻激发迎战。他们搭乘速度最快的战车，在大量实验性武器的掩护下，冲入了黑色油纸伞的攻击范围。随着2发狙击枪的枪响，被挑衅的黑色油纸伞很快转头，朝调查员们主动飘来。现实和超凡的首次正面战斗即将打响。第133章科技 vs 诡异。一辆外形类似货车，实则经过大量加固改装的特种车辆中，负责测试新武器的技术员和士兵们紧张地关注着正在飞快接近的黑色油纸伞。不是他们不想远程遥控，而是这场实战来得太突然，还在试验改进中的激光武器根本来不及加装遥控系统。报告，现有雷达信号无法捕捉，识别0002号目标只能靠目视追踪，启用2号方案，切换手动操控。是。注意，目标正在快速接近。水平300米，垂直高度27米，水平250米，高度24米。车载高能激光发射器，开火准备。激光武器受大气层的影响非常大，功率不足的话，距离稍远一些，激光的杀伤力都会大幅衰减。正因此，尽管这台武器的有效射程远不止200-300米，但为了确保第一击的杀伤力，他们还是决定冒险将它放进了打。毕竟那只诡异之前不可能见过激光这种武器，出其不意之下，第一击的打击效果很可能是最好的。若等他有了准备，后续攻击还能否有效就不好说了。200米，在黑色油纸伞跟特种车辆、林卫国等调查员的距离拉近到200米标尺时，指挥终于下达了攻击命令。
庞大的电能接通后，早已经开始缓缓预热的激光器核心骤然亮起，耀眼到堪比太阳的光芒。一道足以将钢铁气化的激光瞬间打中了黑色油纸伞。光速是这个世界上最快的速度之一，那黑纸伞在激光器启动时就已经预感到了危险，却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不过，黑纸伞周围亮起的黑红色光圈忠实可靠地将激光隔绝在外，激光束的瞬间伤害仍旧不足以突破它的防御。但这只黑色油纸伞明显感觉到了强烈的威胁，立刻开始机动躲避。手动操控激光器的技术员竭力调整着激光器的角度，对有纸伞进行持续追踪照射。然而，黑色油纸伞的全向机动实在太快了，1秒钟轻轻松松突破数十米，而激光器受限于车载的固定装置，却只能在有限的角度内调整。一旦目标偏离一定夹角，就必须通过调整车辆方向来重新修正射界。对一位特种部队出身的专业老司机来说，这个过程其实很短，仅只要几秒钟就能做到。但黑色油纸伞怎么可能给他们几秒时间呢？这只诡异拿出了先前击坠那架武装直升机的速度，伞面重新合拢，急速朝搭载了激光发射器的车辆冲来，试图重演先前的贯穿一击。面对这一幕，车内的人员虽然有些惊慌，但并未绝望放弃抵抗。早在超凡调查局设计这一套对诡异特工的武器体系时，就早已经考虑到了一击未能消灭目标的情形。旁边的其他武器和调查员就是为了掩护他们，争取第二次开火机会而配套设立的。高压电磁防护网准备，指令下达，这辆特种车辆四周立刻升起了一排高压电网。随着电流接通，这个宛若铁丝笼的防护装置便不亮起噼啪的电花，将车辆和里面的技术员保护起来。不过受限于车载的功能装置，目前这高压电磁防护网和激光器无法同时运作，唯有超凡调查局总部依托永固工事级别的堡垒和一座电站的功能，才能做到2套装置同时运行。在电磁防护网生效的同时，旁边的聚焦喷火器和液弹喷射器也在遥控下开火。首先是技术更加成熟的聚焦喷火器，在高压的推动下，粘稠的复合燃料从细长的喷口急速喷出，轻松射出80米长的线形火焰，试图阻拦黑色油纸伞的进击。黑红色的光圈闪烁，再度将火焰挡在外面，同时微调角度，不断躲避超高温火焰的灼烧。短短2秒后，它的距离就拉近到了车队20米距离，留给他们应对的时间窗口实在太短了。无奈之下，聚焦喷火器只能紧急停止攻击。随后，大量的液弹朝前方密集喷射而出，这些温度极低的液弹足以瞬间将前方一切生物冻结成冰雕。然而，面对低温，黑色油纸伞却似乎比应付激光、火焰时更加轻松，仅速度稍慢了一点，随后就强行穿过液弹范围，朝车载激光器发起攻击。显然，在他心里，这玩意的威胁度是最高的。轰！油纸伞撞上高压电磁网的那一刻，银色的电花跟黑色油纸伞的诡异气息交织在一起，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黑色油纸伞的黑红色光圈在狂暴的电流下摇摇欲坠，隐然有了破碎的迹象。它自身也被冲击力震得倒飞了回去，没能将这辆加固过的车辆一举贯穿。但受到这场爆炸影响，车载激光器的功能装置也出现了不小的损坏，武器没有了再次开火的可能。不好！车载激光是相对最成熟也最可靠的能量打击武器，眼见这个实验武器只来及发出一轮攻击就被破坏，不管是远处的预备部队还是后方的指挥人员都露出了严峻神情。万幸的是，他在损坏前还是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趁黑色油纸伞似乎受到一定伤害，对电磁防护网有了些忌惮的时候，林卫国带着5名调查员开启了超凡符箓，正式加入战斗。他们的主攻手段仍旧是来自神器之地的赤焰符，但身上的装备和武器却充满了科技色彩。头上是战术头盔和护目镜，身上是针对断体武者大幅加强过的重型外骨骼装甲，武器是特制的合金战刀，腰间还挂着肾上腺素和加料版的闪光弹。考虑到常规的手雷对诡异几乎无用，闪光弹这种有点偏能量性质的武器反而可能起到一点效果。这一套装备或许比不过真正的超凡装备，但绝对比怀装 NPC 寻村队员的标配强，而且是强很多。杀！6名调查员顶着不远外的火焰和残留的液弹，按照曾经的训练，勇敢地向油纸伞发起围攻。其中带队的是2名被收编的手册玩家。经过失落之村活动后，他俩的实力已经接近断体巅峰，也就是体质破9点的地步。再加上外骨骼装甲的加成，就算正面硬汉一些一阶超凡者都不是不可能。第134章，快去西方请。林卫国4人是2册玩家，实力至多只有断体中期，但在装备加成下也是小超人级别。如果黑色油纸伞还是刚降临到现世的时候，或许还真不是他们的对手。然而诡异怪绝的实力有些是固定不变的，但也有部分是能够进化的。这把黑色纸伞就是后者。
这种诡异在伞面纯黑的时候，实力仅有游级中位。随着不断吞噬其他有灵性的生物，伞面颜色会逐渐染红，实力也会逐渐提升。当他的伞面由纯黑变成纯红之时，就将正式晋升院级诡异。眼下这把油纸伞虽然还是黑红相间，但实力已经接近了游级上位。纵然受到现世的无形压制，那种不可名状的气息被削弱，仍旧不是6人能够对抗的。才刚交手一轮，黑色油纸伞就将林卫国右侧的调查员抽飞了出去。若非有加强版的外骨骼装甲最大限度分担了伤害，这一击搞不好就能让他重伤。即便如此，伞尖上附着的黑色气息还是趁机缭绕在那名调查员身上，不断侵蚀身体的同时，也在他耳边响起种种癫狂呓语，令人心神烦躁，机遇发狂。而2名手册玩家抓住时机的攻击，虽然终于将黑色油纸伞的黑红光圈打破，甚至依靠赤焰符的火焰给黑色油纸伞造成了一些伤害，但转瞬间那溃散开的光圈就开始缓缓融合，最多10余秒钟就有恢复如初的迹象。目睹这一幕，在场的士兵、指战员们都有些绝望。现实科技才刚涉及到能量武器的领域，对诡异有效，但还不够。超凡调查局招揽的调查员同样也能伤到这只诡异，但实力还是差了太多。纵然击破了光圈，短时间内也根本不足以杀死这只可怕的怪物。边外的调查员荧光、烈火他们还要多久才能赶来？庞兴副局长急得满头是汗，照这样下去，搞不好刚组建的调查局第一站就要全军覆没了。手下的通讯员一直在跟荧光等人保持联系，闻言立刻汇报道，接应他们的飞机、车队已经在全速往这边赶了。但就算是最快的荧光，也要10分钟后才能到。10分钟？来不及了呀！庞兴忍不住长叹了一声。而且，就算他们来了，以这黑色油纸伞展现出的实力，难道就一定能将他击败吗？毕竟据他所知，荧光虽然已经满足了晋级超凡的条件，也正在筹备魔药和仪式的事宜，但起码还要1到2天才能跨出这一步。换句话说，就算增援抵达，也不过是加强版的断体武者，难以起到决定胜负的作用。看来必须要做最坏的打算了。庞兴一边关注着战场，一边跟后方的指挥人员快速沟通。眼下情况必须要对定阳市进行紧急疏散了。盘旋在上空的空军轰炸机也降低高度，做好了空投、EMP 炸弹和温压弹等武器的准备。只是这些武器杀伤范围都太大，很容易误伤友军，甚至波及不远外的定阳市区。退一步讲，就算不顾代价动用，这几类武器也未必一定能生效。所以，空军的轰炸注定是万不得已的最后手段。为了避免局面无法收拾，能否尽快请玩家中唯一的那位超凡者出手？如果断体武者真的无法解决的话，与其到时被迫请他出手，不如及早发出邀请，以免局势恶化到不可收拾的地步。电话那边传来一位大佬的询问，可是那位未必会同意现身帮忙啊。庞兴有些迟疑，他当然知道林卫国曾经试图招揽许飞，但被后者婉拒的事。他答不答应是他的事，但为了定阳市100万民众的安全，但凡有一线可能，咱们都要尽力争取。你可以转告那位玩家，只要他肯出手，什么条件都可以谈，请他务必相信我们的诚意。电话那边的声音铿锵有力，很有决断。好，庞兴知道这件事的急迫性，挂断电话后立刻开始安排。一个电话过后，还在途中的荧光老哥立即闭上双眼，利用接引符登录了游戏。从白光中出现后，荧光第一时间拉开区域聊天栏，私信了许飞：在吗？10万火急的大事，请赵一先生看到立刻回答。所谓重要的事情说3遍，荧光担心许飞忙于其他的事，忽略了自己的私信，于是一口气连刷了3条，本人也在往许飞的院子狂奔。刚刚解析完了纸鹤符，正尝试改进符箓构造的许飞，被接连的私信打断了思路，本来是有一点点不爽的，但拉开聊天栏看了一下后，他从荧光的话里感受到了对方的焦急。印象里，这位曾经的电竞选手干啥都是从容不迫，就连游戏的风格都是很稳的那种。怎么今天这么急？不会真出了什么大事了吧？有些意外的许飞当即回复道：我在，发生什么事了？太好了！看到许飞刚好在线，且立刻给出回应，荧光心里松了口气，用最简单的语言飞速将定阳市发生的灾难告诉了许飞。什么？有几诡异入侵现世？就在定阳市城郊？许飞大吃一惊。先前谢院珠降临到阿美丽家的灰熊镇，他同情无辜平民之余，还有点看热闹不嫌事大的感觉。但这次灾难居然降临到自家头上，许飞坐不住了。赵一先生，我是受国家的超凡调查局和上面的首长们所托，请您出手斩杀那只诡异，拯救定阳市的100万民众。只要你肯出手，不管怎么条件都可以谈。不必多说了。书房内的许飞豁然起身，开始为即将到来的战斗做准备。同为华国人，他不可能对这件事放任不管。
更不用说这场灾难就发生在自己家周围。古人尚且知道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的道理，他又怎么可能不明白呢？但荧光没反应过来，误以为许飞不想帮忙，还在焦急的劝说，请不要这么轻率的拒绝，我来之前我同意帮忙了。许飞知道他误会了，迅速回了一句，你答应了。荧光还在想着该如何劝说许飞同意，没料到对方如此痛快的同意了，不由大喜过望。你现在在哪座城市？我这就跟官方联系，请他们派人接你。如果赵一先生你心有疑虑的话，只告诉我们一个接头点也行。第135章雾气降临，派人接应，何须那么麻烦？许飞看向了背包中那面之前准备好却没能用到的银镜，忽然想到了幕后黑手将圣物银之镜赐予他的一个可能缘由。所以给我这玩意是让我在现实担任工具人和灭火队员的吗？还是没有加班费的那种？虽然但是预付的圣物酬劳都收了，想不给人打工可能吗？他只能再叹了一口气，对荧光回道，我给你一面镜子，你自己也好，安排其他人也罢，将他用超凡符箓带入现实即可。当这面镜子出现在现实时，就是我从镜中降临之时。镜子？荧光看得一脸懵逼，从一面镜子中出来，都这个时候还有心情开玩笑吗？但荧光回想了一下跟许飞打过的几次交道，感觉对方不像是这种轻浮的人，所以这不是玩笑，而是某种强大的超凡手段吗？莫非是对方从失落之村活动中得到的？不得不说，荧光这位前职业电竞选手的头脑是真的好，稍微一转便将真相猜了个大概。随之而来的就是惊喜，既然有这种手段，那赵一岂不是立刻就能参战，定阳是无忧了。10余秒后，荧光赶到许飞的院子前，从他这里拿到了那面小巧的镀银镜，稍微喘了口气，急促说道，我这边马上就到现场了，请赵一先生立刻准备降临事宜。对了，这银镜有什么说法或者使用说明没？或者你有什么要叮嘱的？无需任何要求，你将它从游戏中召唤出来，我自然能感应到。许飞沉稳说道。好。话音落下，荧光的身形便在白光中迅速消失了，显然形势已经急迫到他1秒钟都没法多待的地步。目送他下线，许飞拿出圣物银之镜，不停感应起镜面坐标。此刻圣物银之镜共设置了2个镜面坐标，一个是他交给荧光的镜子，另一个是他在现实中的跨界穿梭试验失败之后返回游戏重新设置的第2面镜子，刚好将1天3个镜面坐标名额全部用完。但这2个镜面坐标眼下都模糊到难以感应，不管是他自己背包里的镜子，还是被荧光收入背包里的那面镜子，若按下线前的物理距离算，明明都近在咫尺，但在许飞的感应中，这2个镜面坐标却间隔了极远的距离，似乎还被某种机制屏蔽了信号，难以定位。他唯一能确定的是，这2面收入系统背包的镜子都还在神器之地中，所以这种特殊的机制跟玩家下线后的身体去向、系统背包的原理有关。许飞觉得自己又发现了一个深层次的游戏秘密，同时也有点好奇，如果哪天自己破解掌握了这些秘密会怎样？神器之地的 GM， 新世界的卡密，貌似不太可能，毕竟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玩家们感觉的游戏机制也许只是幕后黑手给玩家套了一层 UI， 打了一个 mod， 但获取一些特殊的权限想必还是没问题的。就在他下意识的发散思维胡乱联想时，圣物感应到的镜面坐标忽然出现了变化。虽然2个坐标依旧模糊，但他赠予荧光的那个明显已经从此方天地中出现在重重维度之外的现实。终于来了吗？许飞神色严肃起来，光速下线，身体在白光消失，重新出现在现实卧室中的那一刻，他顾不上适应实力来回变换的虚弱感，抽出超凡符箓现实。下一秒，游戏中的超凡力量降临，浓郁的雾气从许飞身体内涌出，将他包裹其中。凭借着能够屏蔽感知的能力，就算是热成像仪等设备都无法透过雾气扫描到他的身体轮廓，更不用说看穿他的真实相貌。雾气遮蔽住身形后，许飞从背包里拿出第2面设立了镜面坐标的镜子，激活了圣物的力量。一团璀璨的荧光将许飞身体吞没，随即他从原地瞬间消失。定阳市郊，战场的情况恶化到了极点。超凡调查局的6名调查员已经有1名不幸牺牲，还有1名受了重创，被担当预备队的普通士兵冒死抬了回来，正在后方的救护车上接受紧急抢救。但2名勇敢的士兵却因此受到诡异气息的侵蚀，情况同样不妙。还能坚持战斗的4人几乎也人人带伤，先后注射了肾上腺素，靠着药剂的效果强行支撑。与此同时，第一批贴在武器上的赤焰符也早已耗尽了能量，换上了备用的符箓。错非是关键时刻，高能激光发射器的随行技术员用携带的备件对损坏的功能装置进行了紧急维修，让他勉强恢复了一击能力，再度打伤了那把黑纸伞。此刻局面可能已经完全崩盘。
即便如此，被收编的几名非军人出身的玩家也有了动摇、逃跑的念头。这不能怪他们软弱，毕竟不久前他们还是普通人，没经过任何训练，能死战到现在已经是超常发挥了。就在情况有点难以挽回的时候，一架警用直升机从远处急速飞来。荧光到了，匆匆从邻省赶来的守卫编外人员让副局长庞星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位的实力在眼下的玩家中可以稳居第2位，只差一步就能成为超凡者。有这位生力军的加入，就算不能击败黑纸伞，想必也能稳住阵线，让调查员们从容撤退吧。直升机上的荧光同样看到了局面的危急，不等悬停的直升机落下，便从上面一跃跳了下来，奔向战场的同时启用了超凡符箓，然后从系统背包中拿出了那面镜子。不管是庞星还是在关注战斗的任何人，看到他手中那面镜子时，第一反应都是惊愕，随之而来的就是疑惑不解。这是一件超凡装备吗？但看起来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啊。短暂的2秒钟平静后，在荧光自己都有些迟疑不定时，他手上的那面镜子爆起一团荧光，咔嚓！清脆的镜子碎裂声中，一团浓郁的雾气从荧光中涌现，凭空降临在世间。哪来的雾气？紧盯着镜子的庞星愣了一瞬间，马上联想到什么，身体激动得微微颤抖起来。任何对神器之地有一定了解的人都会知道雾气代表着谁，迄今为止唯一的玩家超凡。那位以这种不可思议的方式提前到了吗？第136章痛击。是他。除了庞星外，现场和后方的官方人员同样有人认出了雾气的象征，惊讶不已。那位游戏名为赵一的玩家，也有人后知后觉，得到提醒后才意识到什么，居然能从镜中降临，这是什么手段？部分对超凡力量缺乏了解的高层露出了震撼的神情，无数复杂难言的目光注视中从境域中传送而来的雾气打量了一下四周，随即锁定了不远外的战场。浓郁的雾气急速朝那边蔓延，转瞬间便将伤痕累累的4名调查员和黑色油纸伞分隔开来。注意到超凡者的现身，黑色油纸伞显得警惕了许多。虽说许飞给他的感觉并不强，但他经历先前的战斗后，自身也受创不小，当即无视了被雾气掩护撤退的调查员，全力感应起雾气中的敌人。但在雾之隐者得天命加护下，这把黑色油纸伞无论如何也发现不了许飞的气息。就在他正不安中，攻击骤然而至，百段钢刀带着加持的赤焰符从黑纸伞上方凌厉劈落。这攻击手段虽然跟林卫国他们一致，但威力却不可同日而语。一方面，许飞有雾气遮蔽身形，直到攻击降临前，黑色油纸伞都无法察觉；另一方面，许飞用的赤焰符也不是凡品，这是他近日给怀庄绘制大量赤焰符还债时，福临心智绘制出的第1张极品品相的符箓，然后理所当然的被他当成了私藏品。毕竟我只是一个才入门的准符师，画不出极品品相的赤焰符也是很合理的。林卫国他们的中品赤焰符火焰是橘红色，而许飞亲手绘制的极品赤焰符火焰的颜色中隐隐带着一抹青色，其特性和威力已经有点接近青木寨的青焰魔药。几刀下去，赤焰符的火焰就让黑色油纸伞重新凝聚后的光圈震颤起来。这只诡异当然不会坐以待毙，虽然无法锁定许飞的准确位置，但却能通过撑开伞面将黑红色光圈的范围放大，来驱散周围一片区域的雾气。这个小小的调整会稍微削减光圈的防御能力，但的确给许飞的近身攻击带来了不小的麻烦，让他出手时更容易被发现。才砍出第4刀，这黑色油纸伞的反击就堪堪摸到了许飞的衣角，差一点将他抽飞出去。虽说有铁甲符的保护，这一击就算抽中也未必能伤到他，但许飞还是立刻做出了调整。现在的他可不是2册刚开始那个手段严重匮乏的超凡者了，完全没必要冒险。他后退几步，从背包中拿出失落之村活动排名奖励的木偶，注入超凡之力，往前方轻轻一抛。还在空中，这个活灵活现的木偶就已经迅速变大，等落地时，俨然已经化成一个1米9高、用橡树木制成的壮汉木偶。不需要什么武器，他强悍的体魄，表面一层柔韧结实的橡树皮和一双老拳，就是战斗力的最好证明。对付怪绝，靠拳头肯定是够了，但诡异不吃你这套啊！许飞心中暗道一声。好在他从得到这木偶的那一刻起，就开始考虑如何将它运用到实战中，也为此做出了一些准备。比如花费了不少白石币，委托寻村队的铁匠为他打造了一对特殊的武器——拳刃。有了这个，再配套赤焰符，对付诡异就是绝佳组合了。这个想法其实还是受到了怀庄利刃黑石魔药超凡者的启示。虽说现任的魏金鹏他们对这种冷门的武器不太感冒，但并不介意许飞拿来给自己的鬼物人偶使用。将上好赤焰符的拳刃丢过去后，橡树木偶在他的遥控下自动接过，装备在双拳上，随后同样在许飞的雾气掩护下悍然冲杀上去，
跟黑色油纸伞厮杀到了一起。有雾气压制感知，黑色油纸伞第一时间还真没发现换了个敌人，只是奇怪于雾气内的家伙突然变得力量更大，更加生猛和悍不怕死。但诡异会怕这个？他在光圈掩护下和这只橡树木偶激烈厮杀起来，在外人眼中只看到雾气剧烈翻滚，高标号的水泥地面都被力量余波震出一道道裂缝，心中为许飞捏了把汗之余，也不由暗暗为之啧舌。这就是一阶超凡者的力量吗？果然恐怖。随时准备支援的荧光更是有点被打击到了。他知道许飞的魔药能力是操纵雾气，偏向精神属性的，但就连体魄也这般强，难道自己真的跟他差距那么多？在战场边缘的荧光怀疑人生时，见橡树木偶利用橡树魔药赋予的吸收伤害和强大的再生能力，稳稳拉住仇恨，许飞知道机会来了。他一边抵御着召唤木偶的负面代价侵蚀，身体变得越发木质化和僵硬，一边绕到雾气另一边，从黑色油纸伞的侧后方突然现身，配合木偶发动了夹击。雾气中突然出现的第二名敌人打了黑纸伞一个措手不及，再度被百断钢刀上的火焰斩中。但不等他愤怒反击，许飞已经快速退开，一边继续游走，不时抽棱子砍上一刀，一边拿出手弩不停射击起来。在一根根上了赤焰符的弩箭杀伤下，黑色油纸伞越发虚弱，承受不起许飞的砸钱留符箓打法，而橡树木偶的拳刃更是不断击打着他的光圈，上面附加的赤焰符力量逐渐将这道黑红色光圈再度击溃。如同先前一样，黑色油纸伞立刻操纵诡异气息，让防护的光圈重新愈合。然而许飞怎么可能给他这个机会？抓住光圈破碎重组的短暂真空，他拿出了第二件鬼物赤心泥之角，超凡灵性沟通鬼物。下一刻，这件暗红色的兽角朝油纸伞喷出了猛烈的火焰。鬼物喷射出的带有超凡之力的火焰，对诡异的杀伤力显然比普通火焰更强，再加上没有了光圈的防护，火焰狠狠打在黑色油纸伞的伞面上，迅速燃烧起来。下一刻，附近所有人都听到了黑色油纸伞传出的凄厉的有点类似婴孩啼哭的尖笑声，似乎受到了莫大的伤害。虽说隔着雾气看不到战场的现状，但观战的调查局成员们能想象到那只不可一世的诡异被玩家超凡痛殴的凄惨画面。第137章，坏消息接踵而至。轰隆！雾气笼罩的战场迅速转移，似乎那只黑纸伞终于感受到了恐惧，试图逃走。但那位玩家超凡者却稳稳压制住了他，甚至用难以想象的力量直接将他撞飞到路边的水泥护栏上。一瞬间，坚固无比的护栏就四分五裂，飞溅出无数碎裂的水泥块。目睹这一幕，再度吃惊于许飞实力的同时，调查员们也不由大为解恨。雾气又是一阵剧烈的翻滚后，一切彻底平息。一度遮蔽了战场的雾气急速收缩，很快从方圆数10米范围缩小到只有区1米左右。眼尖的人甚至能隐约看到一个人影轮廓，但仔细看时，分明又看不清任何细节。赢了吗？就在他们心中猜测时，雾气一步步朝庞星、林卫国这边移动过来。随后，一件东西从雾气中抛了出来，落在他们脚下。那是一节黑红相间的伞骨，是这只诡异被击杀后留下的超凡灵性一腿。雾气依旧沉默，里面的人没有说话，但这节散发着超凡灵性的伞骨足以说明一切。赢了，我们赢了，万岁！定阳的危机解除了。一度被绝望气息弥漫的战场响起了调查员和士兵们的欢呼声。尽管在场的人并不多，但热烈程度却犹如几百上千人在山呼。赵一先生，万分感谢您的援手。紧张万分的庞星此刻终于放下心来，快步来到许飞面前，向他表示谢意。林卫国等人也走了上来，感谢许飞的援护之恩。雾气中的人影仍旧保持沉默，只是依稀点了点头。随后，灰色雾气再度如水波般扩散开来，急速向周围蔓延。庞星、荧光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怎么回事，就看到深沉的雾气突然消失一空，连带着那位玩家超凡者一并失去了踪影。现场安静下来，唯有激烈无比的战斗痕迹，无声述说着先前发生的战斗。足足好几秒后，这份安静才被士兵们、调查员们的哗然取代。从镜中现身，轻松击败了他们倾尽全力也难以打败的敌人，然后飘然化作雾气消散。这神乎其技的手段，这高深莫测的实力，简直如同传说中的仙人一般。尽管他们从头到尾都没看到战斗的真正过程，也没看清许飞的身形容貌，但就是这么短短几分钟的出场，让许飞在他们心里留下了一个强大而又神秘的印象。逼格拉满了，属于是。而许飞在这一战中展现出的种种实力和手段，也让关注这次灾难的首长们进一步意识到了超凡者的强大和对抗诡异时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看来有必要加大对超凡调查局的资源倾斜力度。对这个好消息，庞星等人自然是乐见其成，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感受到了深沉的压力。毕竟享受多少权力和待遇，
就要做出相应的成果，否则上面可不会让他们白吃白喝。但超凡调查局成立以来的首战，不能说表现多差，但庞星也绝对不敢说满意。各种能量武器的研发改进还是要继续，甚至加紧推进。收编更多调查员，提升他们的整体实力，培养出调查局自己的超凡者，也势在必行。另外，还必须对种种诡异怪绝有更多的了解。怀庄巡村队虽然有派人教导他们，但教导的诡异怪绝的情报仅限于怀庄附近常见的种类。而不管是降临在阿美丽家灰熊镇的血怨珠，还是这次的黑色油纸伞，都是巡村队所没有提及的。他们必须想办法收集更多更全面的情报。就在庞星在心里初步总结时，调查局总部打来的紧急电话让他神情愕然。什么？定阳市附近又发现了一起诡异？今天这是怎么了？要么一次都没降临，要么一天内出现2起入侵，而且还都发生在一座城市，这也太巧了吧！他看了看伤痕累累的调查员们，心中闪过几分不忍。但敌情就是军令，别无选择。幸好银光这个生力军还在，烈火也马上就要到了。有这样2位高手在，只要新发现的0003号诡异没有黑纸伞这么强，那他们还是有办法解决的。可就在他要召集调查员们，下达再次出击的命令时，刚挂断的总部电话再度打来。就在1分钟前，定阳市中区定阳市西南50公里外的爱湖镇同时发现了新的怪绝入侵。爱湖镇附近的那只怪绝威胁相对较小，仅仅死伤了4人，其他镇民目前已经紧急疏散，武警部队也出动了。市中区那个就麻烦了，你们要有打硬仗的心理准备。后面的话庞星甚至没有听清，他只觉得自己脑袋嗡的一声，差点炸了。第2只诡异还没来及解决，紧接着又接连冒出来2只怪绝。定阳市到底怎么了？接二连三的遭到诡异怪绝入侵，到底是这座城市有什么特殊之处，还是世界末日的号角已经吹响，神器之地内的怪物要全面降临现世了？但这也太快了吧！这之前超凡调查局内部的分析人员早就考虑过这个可能，但所有人都认为，从神器之地开服后的情况来看，幕后主使者明显是有精心计划的。就算真的有诡异怪绝入侵现世，也必然会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但今天这是怎么回事？银光和其他几名正在接受医疗的调查员收到消息，也一脸震惊。总部电话里介绍情况的接线员忽然顿了一下，插播了一条新消息：庞副局，很遗憾通知你们一条坏消息。就在刚刚，我们再次收到警务平台转来的报警电话，定阳市东城区出现小区断水的情况，有人报警发现怪物踪迹，疑似是新的怪绝降临，暂定编号0006。第3波坏消息。庞星握住手机的手指因为用力过猛已经有些发白了，脸上反而面无表情。一连串的噩耗将他打击到麻木的地步了。如果只有第2只诡异入侵，他和调查员们还能勉强再战，这一口气又冒出好几只，甚至可能还有更多在后面，已然完全超出了超凡调查局的现有能力。第138章，令人绝望的未来。当庞星自己都不知道怎么放下的电话时，已经是2分钟后的事了。然而这位精挑细选出来的超凡调查局副局长终究是华国最顶尖的精英之一。短暂的迷茫、困惑、丧气之后，他很快重新恢复了镇定，并且从密集的降临中发现了一点暗藏的规律。如果只考虑入侵次数增加这件事，还有可能是自然情况，但这次新出现的诡异怪绝高度集中在一座城市，从概率学上来说，这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原因只可能有2个：第一是这座城市出了什么问题；第二就是有什么特殊的原因，或者我们做了什么，导致了诡异怪绝在定阳市附近降临。在庞星看来，这座城市本身出了问题的可能性相对较小，反倒是第2个原因可能性更大一些。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他们做了什么举动，导致了诡异怪绝的密集降临呢？排除掉一些明显不合理的选项，庞星很快找到了正确的答案。难道是超凡符箓？有人在现实中使用这种符箓，就会触发诡异怪绝的入侵。所以刚刚几起密集出现的怪物降临，源头是林卫国他们先前一起使用的超凡符箓导致。如果是这样的话，庞星立刻做出推断，除了刚刚连续发现的4起新事件外，接下来应该还会有不多于2只的怪物降临。不对，应该是不多于3只，因为超凡者赵一也动用了符箓。可若是这样的话，黑色油纸伞又是从何而来？这个疑惑刚浮现，庞星马上想到了答案，多半是定阳市内有一名玩家存在，而且不久前动用了超凡符箓，这才将黑纸伞招来。真相到底是不是自己猜测的这样，庞星暂时还不敢确定。但如果后续出现的诡异怪绝不超过3只，那庞星觉得应该就大差不离了。咦，慢着！还在为自己推理出答案而高兴的庞星忽然脸色一变，想到了一个令人绝望的未来。为了消灭入侵的诡异怪绝，他们必须动用超凡符箓。可每用一张符箓，
又会招来新的怪物，如此循环往复，现世恐怕将永无宁日。如果有一天降临的诡异怪绝实力越来越强，每一只都需要大量的调查员动用超凡符箓才能联手消灭，那后续出现的怪物岂不是将指数级增长？甚至当现世被诡异怪绝渗透到一定程度后，可能根本不需要再借助超凡符箓的契机，他们就能自由进出降临。到那时才是真正的末日，现世将被诡异怪绝占领，沦为跟神器之地一样的绝望世界。一想到那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未来，庞星就忍不住眼前一黑，头脑也有些眩晕，差点没能站稳。庞副局，不知道谁注意到了庞星的异常，赶紧小跑过来扶住了他。没事，只是稍微有些疲惫。庞星勉强稳住心神，甚至有点自欺欺人的安慰自己，他的推断也许只是一种毫无根据的臆测，事实根本没有那么绝望，不必杞人忧天。但就在这时，他注意到荧光脸色有意地走了过来，迟疑再三，鼓起勇气对自己说道：局长，我刚才想到了一个有点荒诞的可能。荧光才将自己的推测说了一半，就看到庞星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然后打断了他的话，替他将没说完的部分说了出来。荧光愣住了，他定定地看着庞星，说：庞局长，难道你也这么认为？庞星没有回答，只露出了一个苦笑。一时间两人对视无言。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么认为，或许还有很大错谬的可能，但两个思维敏锐的人独立思考，却得出了相同的推断，那这个猜测的真实性就大大增加了。跟这个可怕的未来相比，眼下出现在定阳市内的几只诡异怪绝反而算不上什么了。庞星甚至有了一个念头，干脆不去处理这些诡异怪绝，让神器之地对现实的侵蚀就停留在眼前的程度。但这个天真的念头才刚冒出，就被他自己否决了。诡异怪绝放着不处理，他们的实力可能会越来越强，对现实的威胁也越来越大。更可怕的是，神器之地的出现绝对是有幕后黑手主使的，他能从现实随心所欲的接引玩家，自然也能派一个分身降临，利用超凡符箓的机制帮人类招来诡异怪绝。退一步讲，就算有某种限制让他不能随意降临，利用一些小小的超凡手段迷惑人类，就像邪神蛊惑邪教徒一样，让他们代为搞事，难道很难吗？之所以不这么干，庞星猜测无非是他不想这么早跳到前台来罢了。若是现实的人类不配合，激怒了对方，届时会发生什么可就不好说了。太难了。想来想去，庞星只想到了这3个字，这是他此刻心情的真实写照。荧光反而没想到这么深的层次，他的思维还停留在如何破解浅层的困局上，即如何防止诡异怪绝越杀越多，而且已经想到了几条听起来可行的办法。庞局长也没必要太担忧，我觉得还是有些办法处理的。他竖起3根手指，首先，所有的怪绝都能被物理伤害击杀，咱们的军事力量最不怕的就是这个。以后对付所有怪绝类的入侵时，调查局可以尽量动用常规手段解决，实在不行的再动用超凡符箓，这样可以先天减少一半的新事件。其次，集中超凡资源，优先栽培出少数几名实力强大的超凡者，日后对付入侵现实的诡异，争取只派出1人就能解决，甚至可以一箭双雕，尝试将2只或多只诡异引到一处，让超凡者利用1张符箓同时解决。最后，将动用超凡符箓的后果告知所有的玩家，让他们不要在现实动用符箓，即便遇到必须要用的危机，最好也能在事后第一时间通知官方，让咱们提前做好准备，继而做到早发现、早解决，将诡异怪绝入侵的危害降到最低。这3项条理分明的建议让庞星陷入沉思。片刻之后，他微微颔首，凝重的神情总算稍微放轻松一些。随后，他看向荧光，说道：新的入侵事情解决后，我想带你去面见首长。咱们今天推断的真相太过重要，即便总部的其他人也有可能想到，咱们也必须第一时间汇报上去。当然，这次回来后，你先前的编外人员身份可能就不太合适了，要做好加担子的心理准备。我去见首长？荧光惊了，他的自我认知还停留在曾经的职业电竞选手身上，暂时还没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他看向庞星，只从对方的眼中看到了鼓励的目光。第139章，赵一也很可疑。在庞星等人正在为新降临的诡异怪绝烦恼时，顺利返回自己房间的许飞总结起先前一战自己的表现，好像没有什么明显的疏漏和不足。满意的点点头，许飞将关注的重点放到了另一个问题上，那就是生命源。游戏中击杀诡异怪绝可以获得生命源，那现实中呢？好像不能。许飞回忆了一下，发现骑马战斗过程中没感觉到异常。他想了想，再度登入游戏，打开个人界面确认了一下，发现生命源点数的确没有变化。果然，只有在神器之地内才能获得击杀奖励。但就在许飞无意间感知了一下魔药的消化进度时，他的身形忽然一愣。比起1个小时前，
他的魔药消化进度起码提高了半成。这是什么情况？许飞又惊又喜。莫非现实中击杀诡异怪绝也能获得收益？只是现实中没有游戏系统的量化，所以获得的生命源直接转化成了魔药进度。不对，感觉没这么简单。许飞很快从击杀收益的具体数值上否决了上面的想法。黑色油纸伞的实力虽然强大，但还没超过游击上位。如果按游戏中的标准，在其他人已经造成不少输出的情况下，许飞击杀他的奖励顶多也就10级到20点的生命源。但想要将魔药的消化进度提升超过半成，需要的生命源点数比这多至少1/3，所以里面一定还有什么别的机制，是自己尚未弄清的。是游戏跟现实的区别，还是现实中没有游戏系统的伤害贡献判断机制？一时间许飞也无从判断，但原因暂时不重要，能确定结果就好，即现实中击杀诡异怪绝的收益比游戏中还要高一些。当然，考虑到现实无法复活的巨大风险，没有100%的把握，最好还是不要轻易涉险。就在他还在思考这件事时，区域聊天栏逐渐热闹起来，有不少玩家在刷着什么。被惊动了的许飞随意瞥了几眼，忽然看到了一个让他惊讶的内容：现实遭到诡异怪绝入侵了，大事不好，蓝星要完蛋了！快看官方游戏论坛上的视频，据说是定阳市中心区有怪绝公然现世了，其他网站视频也有，但都被和谐了。开玩笑的吧？今天可不是愚人节啊！这种大事怎么可能开玩笑？定阳市遭到游戏中的诡异怪绝入侵，许飞当然是知道的，甚至那只诡异还是他亲手解决的。但市中心区那只怪物不是在定阳市郊吗？而且也不是怪绝，而是诡异。关注游戏论坛的新人和云玩家，有时候可能搞不清这两大类怪物的区别，但真正的玩家怎么可能不懂？难道说……许飞想到一个可能，入侵现实的怪物不止自己解决的那一只。接下来玩家们的讨论也证明了这点，聊天栏里一片惊慌，说什么的都有，甚至还有身处定阳市周围的玩家嚷嚷着组队过去打怪救人。一片混乱中，林卫国再度上线，在论坛中强势刷屏。二册开发到现在，林卫国有官方背景的事几乎已经人尽皆知，毕竟他做事是公开的，从不遮遮掩掩。见他代表官方通报这件事，聊天栏内瞬间安静下来。情况就是以上这些，希望大家不信谣，不传谣，更不要发布一些耸人听闻的言论。须知游戏内也不是法外之地。最后，我代表官方再次恳请大家，如非迫不得已，绝对不要在现实中动用超凡符箓了，否则一旦现实沦陷，变得跟游戏一样，大家谁都逃不掉。对了，这里打个广告，超凡调查局眼下急需人手，欢迎任何玩家报名，有意者请私信我，保证待遇从优。一连串的发言刷屏后，短暂的沉寂片刻，见林卫国没有再继续说话的意思，聊天栏内群情激愤。好家伙，超凡符箓居然是引怪降临的罪魁祸首！狗策划，你站出来，我知道是你干的。我先前就觉得这符箓挺可疑的，没想到居然问题这么大。哥们，事后诸葛亮谁都会，之前怎么没见你说？这个游戏是幕后黑手的阴谋，想祸水东引，让诡异怪绝去入侵现实。妈耶，没想到居然有这种黑幕。话说，我记得第一个动用超凡符箓的，应该都是大鹏的瓜吧？这位老哥还拍了个视频，但他那次动用符箓，为啥没听说招来诡异怪绝？还是说招来的那只诡异怪绝到现在还没被发现？我操，你别吓我！一只已经成功隐藏起来的诡异，大家别那么慌，官方也只是说推断，这不是还没实锤吗？实锤？事情都这么明显了，你还想怎么实锤？幕后黑手跳出来告诉你，是我搞的鬼。完了完了，世界末日要来了。其实仔细想想，不止狗策划可疑，还有一个混在玩家群里的人也很可疑，那就是赵一。他实力提升的也太快了，你们不觉得有问题吗？啊，我先前还没想到，被你这么一说，这家伙好像是有点可疑。有没有这种可能，赵一就是狗策划开的小号？一个猜想，不一定对。别闹，要真是这样，他怎么会故意把自己搞得那么高调，引人注意？换我的话，肯定是低调混在玩家群中窥屏。怎么感觉你们两边说的都有道理，我该听谁的？居然还能怀疑到我头上？观察了片刻聊天栏，许飞忽然发现有人带节奏带到自己头上了，不由有点无语。但仔细想想，在普通玩家眼里，他好像还真挺可疑的。毕竟别人可不知道他捡了重生者的金手指。唉，无奈，这种事情许飞没法解释，也不可能出面解释，那样只会被人当作此地无银300两，只能听之任之了，等有机会再想办法引导下舆论。不过在他为此有些困扰的时候，有人主动找上门帮他分忧了，正是林卫国。再度向许飞表达了一番对他先前无私援手的谢意后，林卫国主动提及了少数玩家在带节奏的事，并表示如果许飞在意，
官方可以出面帮忙澄清名誉。第140章，做个大人情。澄清名誉就不必了，毕竟不是什么大事。许飞对此表示无所谓，一方面清者自清，另一方面他实力摆在那里，就算不清，你能奈我何？真要有谁一直闹腾，让他不爽了，早晚找个机会废了他的号。谢过了对方的提议后，许飞顺势询问起定阳市中心遇袭的事。事情正如您知道的那样，现在光已经确定的入侵就已经多达了5起。林卫国没有任何保留，将总局发来的情报详细转述了一遍。竟然这么严重了！许飞脸色有点不太好，他想了想，主动说道：“新出现的诡异怪绝，你们有把握解决吗？若有必要，我可以再次出手。在现实击杀诡异怪绝的收益比在游戏中还要高。”发现这点后，许飞动手的积极性大幅提升。再加上他家就在定阳老城区，这么多诡异怪绝就在旁边晃悠，不解决的话，晚上睡觉都睡不踏实。哎，如果可以，我们当然想请您出手，但真要出手了，新的诡异怪绝又来了，总不能无限劳驾您吧？林卫国也很纠结无奈，最后回道：“不过请赵一先生放心，调查局正在竭力组织人手清理这些诡异怪绝。真要是有解决不了的，我们会再次请您出山的，届时还要多多麻烦您。”对方说的似乎也很有道理。许飞想了想，自己有空时可以帮忙，但总是靠他出手也不是个事啊。或许可以从别的方面入手，稍微帮扶一下。毕竟在见识过神器之地的凄惨后，他是真的不想自己生活的世界也变成这个鬼样子。短暂沉吟后，他问道：“林先生，超凡调查局这边现在遇到的困难都有哪些？”这话隐含的意思让林卫国心中一喜，他半开玩笑的试探道：“要说遇到的困难，那可太多了。第一就是缺个镇场子高手。林先生不必打我的主意。”发现对方的意图，许飞果断打断了对方的施法。之前给我的那个超凡调查局顾问的头衔就挺好，但正式加入就算了。还是那句话，一个人自由惯了，不习惯受人约束。当然，继续合作还是可以的。对这个答复，林卫国并不意外，但再次遭到回绝，他的心里还是有些失望的。但林卫国也知道，这种事从来不能强求。很快打起精神，继续道：“是我唐突了，请赵一先生不要在意，我们充分理解并尊重您的决定。”然后是第二个难题，就目前而言，受限于玩家的整体层次，我们对超凡领域的知识和诡异怪绝的情报严重缺乏了解。若能有更多的情报，日后对付他们或许能少许多牺牲。情报啊，这个我知道的还真不少。许飞之前在官方论坛上发过几个攻略贴，透露过不少情报。不过当时公布的只是一些他认为对普通玩家有用的情报，相对零散不成体系，层次也不高。既然官方急缺，那借这个机会送出去也不迟。当即道：“我这里有一本志怪图鉴，记载了目前大部分诡异怪绝的情报。此外还有几本关于超凡领域的基础典籍，可以无偿给你们借阅。不过有一个小小的条件。”什么条件？欣喜之余，林卫国立刻追问道：“你们拿去后，所有内容要在官方游戏论坛上也公布一份，让所有玩家都能查阅。既然打算做人情，索性做大一些，光给官方岂不是太亏了？当然要让所有玩家都领他这份情。至于说是否会导致其他玩家追上他的脚步，许飞只能说，以他如今领先的幅度，有十足的信心不会被超越。别的不说，光符师资质这一条，就是其他玩家无法逾越的鸿沟。何况以眼下诡异怪绝对现实的威胁来看，许飞宁可玩家的整体实力强一些，也不希望他们太拉胯，不足以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林卫国也猜到了许飞的想法，果断表态道：“虽然这件事还需要请示一下局长，但我原则上完全同意，相信上级也不会反对您的意见。当然，我们公布内容后，会明确说明所有内容来源于您，绝不会贪天之功。”那就好。许飞点点头，问道：“还有别的困难吗？”林卫国略一沉吟，回道：“自然还是有的。局里目前应对入侵的初步计划是集中资源，先打造出几名超凡者，然后再逐渐普及超凡力量。但目前而言，除了荧光有望在未来1-2天内成为超凡，其他玩家或多或少都差了一些进度。虽然所缺不大，快则1周，慢则2-3周也能成为超凡，就怕缓不济急啊。”这样吗？许飞心道，看来自己的蛮牛肢体一事不用愁买家的事了，根本不需要找其他人，直接跟官方谈就完了。关于这个，我有一笔生意想跟林先生面谈。林卫国自然不会推辞，问清地点后，很快便风风火火地赶来，吩咐侍女上茶后，许飞在林卫国啧啧有声的侧目注视下，面不改色地从背包里拿出了一套蛮牛肢体仪式，推了过去。这是手册玩家的专属福利。林卫国虽然是2册才进来的，但他对游戏的了解显然很充分，刚看了一眼便讶然地道破了他的来历。但他马上注意到了名字后面的伪字，以及仪式固化符箓备注上的制造者。玩家赵一。
这是你自己制作的？林卫国大吃了一惊，许飞居然能制作这种级别的符箓，这个大新闻带给他的震撼，远比1个小时前亲眼目睹许飞的实力更强烈，以至于若非是亲眼所见，有系统属性背书，他压根不敢置信。是我自己做的，就是代价比较高，目前只制作了4套出来。许飞信心十足的道，他的效果，想必林先生你是知道的。虽说我自己搞出来的比正版的差一些，但使用后一举增加 2.0 至 2.5 点的体质，并些许提升精神属性，还是问题不大的。你应该清楚这代表着什么。林卫国重重的点了点头，呼吸都有点粗重。他当然明白这4套仪式道具意味着什么，放到其他时候或许还没那么关键，但眼下他可以帮玩家省下那至关重要的2-3周时间，让调查局立刻获得4位准超凡，说是有战略性的意义都毫不过分。第141章新的尝试。那么这一套蛮牛之体仪式的售价是多少呢？动心之后，林卫国不得不面对现实，东西是好东西，但他很担心现在的超凡调查局买不起。单论现实中的势力，调查局几乎无所不能，但神器之地中，玩家们被局限在5座新手村中，能获得的资源上限就这么多，砸钱都没用。价格嘛，暂定的是一套仪式道具15张赤焰符或者同级别的其他符箓，当然也接受超凡材料兑换，不过会有一定的溢价。许飞报出了自己精心计算过后的售价，这么高？林卫国脸色微微一变，半真半假的说，这个价格不止我们超凡调查局，恐怕目前所有的玩家都没人能买得起吧。许飞耸了耸肩，决定稍微透露一些消息，确实很高，但这个定价是有道理的。其中的仪式固化符箓是系统赠送手册玩家的独有福利，目前除了我以外 NPC 都没有掌握。但符箓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里面的蛮牛之血。怎么说？林卫国感兴趣地追问道。许飞笑了笑，说道，我问过 NPC 超凡者，整个白梨河谷区域目前只有白梨山城才驯养了少量蛮牛，除此外别无渠道。我弄出来的这份蛮牛之血是通过某种超凡仪式人为造出来的，就算不考虑人工，它的成本也高得惊人。我明白了。林卫国点点头，脸色有些严肃。他知道许飞报出的价格肯定有不低的利润率，但事情倘若真如对方说的那样，那这个价格还真不算坑人。请赵一先生稍等，让我考虑考虑。林卫国甚至没有尝试讲价，他开始默默在心里计算超凡调查局的现有资源，想将4套仪式道具全拿下，看来是不太可能了，但能拿下1-2套也是好的。见林卫国似乎一脸为难，许飞忽然似笑非笑地抛出一个提议，要不这样吧，既然调查局现在这么困难，我将这4套仪式道具赠送给贵方如何？他说这话有一点试探的意味在里面。当然，林卫国若真敢收，许飞也不是不敢给，只不过之后再跟超凡调查局的合作嘛，可就要仔细斟酌1-2了。赠送？林卫国盯着许飞看了一眼，正色道，赵一先生，您愿意借阅志怪图鉴和其他超凡典籍，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我们将来绝不会忘记这份友谊。至于这4套仪式道具，您的好意我们心领了，不过它们价值太贵重，跟同样昂贵但又可以无限分享的情报不同，我们肯定不能收的。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下，再次诚恳说道，而且您应该知道，从创立的那一天起，我们就有严格的纪律要求，不能拿群众一针一线。以前年代是这样，现在也没变啊。对方话说得如此郑重其事，反而让许飞有点不好意思了。他拿起茶杯慢慢喝了几口，借机理清接下来的思路，再度开口道，既然如此，那就按正常的生意来谈吧。不过作为第一批试用品，我可以给贵方一个优惠，这4套仪式道具价格按7-5折来算，而且允许你们先付一部分账，余下部分可以慢慢筹措。可以赊账？林卫国眼前一亮，他也不是不懂变通的人，当机立断道，既然如此，那这4套仪式道具我们全要了。回去后我们就会紧急调派一批超凡资源当做预付金，不足的部分我们会在未来几周内补全，并且每拖1周我们都会支付总价半成的利息。可以。许飞认可了对方的提议，并在最后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对了，我有个尝试，希望调查局能提供一点小小的便利。林卫国很干脆地说，您尽管开口，能帮忙的我们一定帮。我在想一件事，既然游戏中的道具可以带入现实，那么现实中的物品是否可以带入游戏呢？比如利用超凡符箓将枪械、手雷等武器通过系统背包带入神器之地。这个想法许飞很早前就有了，只是他觉得没必要因为一次尝试特意浪费一张超凡符箓，毕竟怀装是类似计划经济的存在，普通的物品就算带进去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何况玩家的背包容积太小，用来装粮食、金属等常规资源的话，根本装不了多少。相对于新手村内几千号 NPC 的需求来说，无异于杯水车薪。
也只有现代化的枪械、手雷占用的空间小，说不定能起到一些特殊作用。至于这次借助圣物降临帮官方击杀诡异，倒是一次良机。不过许飞的注意力都被诡异降临在定阳这个噩耗给吸引了，第一时间没想到这点，等意识到错过机会时已经迟了。林卫国眉头微微一挑，似乎有些意外，随后他笑了笑，从系统背包内拿出一把手枪，推到了许飞的面前。您不用尝试了，我们已经试过了，可以带入游戏。不过受限于物理常数、空气成分的细微差别以及可能存在的神秘领域影响，枪械的杀伤力被削弱了不少，弹药的保存期限和稳定性也受到了一些影响，更具体的还在进一步测试中。调查局已经做过实验了。许飞一愣，倒也没怎么意外，毕竟是集合了一个国家的精英人才，自己能想到的，他们大概率也能想到，甚至是测试的更周全。不过许飞索要手枪，并非看中了它的直接威力，而是想利用神器之地中的超凡资源，对现代化的武器进行一些改进，让其变成很多猎魔人小说里对怪物也有效的超凡枪械。除此外，利用俘虏对武器、枪弹进行临时性的加持，也不失为一种备用的选择。若能改造成功，这种设想中的超凡武器或许能极大增强许飞的战力，从另一种层面上弥补他魔药能力输出不足的缺点。到时候配合手上的几件鬼物，像某些网络小说主角一样越尖战都不是不可能。林卫国并不清楚许飞的思路，但难得对方有一项需求，他自然要尽量帮忙。很快，许飞从他这里得到了一把警用手枪、4个手枪弹夹以及2枚高爆手雷。至于不要在现实中动用之类的叮嘱，林卫国更是提都没有提。毕竟以许飞超凡者的实力，真要是想搞事，根本不需要用枪械这种显眼的武器。他相信在这点上许飞应该拿得住轻重，不会随意显摆乱用。第142章银光晋升。由于有官方游戏论坛这个特殊的网站，再加上定阳市接连降临的诡异怪譎闹出的动静太大，因此怪物入侵现实的消息一夜之后便在国内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而官方的态度也越发微妙，除了新闻中插播了一条天然气爆炸的消息外，其他社交媒体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不发现场视频，讨论时用上一些隐晦的代称，官方就当作看不见。这种不断加大开放的态度，也让越来越多迟钝的人嗅到了异常气息。一时间，诡异怪譎、超凡力量、神器之地、游戏等关键词成为了国内民众现实中讨论的焦点。很多西方国家的平民也注意到了发生在定阳的密集入侵，对末日到来的担忧开始在整个蓝星蔓延。官方游戏论坛上呼唤3测开放乃至直接不限量公测的声音也越来越响亮，虽说还是一如既往的没得到回应。这种情况下，只差一个合适的契机，官方就能顺理成章地公布超凡现实的事宜，并顺势推出超凡调查局。也正是在这一天，银光终于搞定了魔药配方和配套仪式，晋级成为许飞之外的第2个超凡者。一时间，这位在玩家群中本就有不少人气的前职业电竞选手名声大噪。对于银光能成功晋级，许飞并不意外，他惊讶的是银光选择的魔药。最初时，他以为对方走的路线是怀装的黑石魔药，毕竟这是最容易得到的，而且攻防都很不错。但银光不知道如何跟青木寨的使者白青青搭上了关系，并且说通了对方，从他手上获得了青焰魔药。同为下品魔药，青焰魔药可以看成是赤焰符的加强版，对诡异有非常好的杀伤效果。许飞不得不怀疑，这背后可能是超凡调查局在推动，因为华国现在的确急缺一手能对抗诡异的超凡能力。至于银光觉醒的天命是什么，这个许飞就无从得知了。毕竟这种事肯定是个人的最大机密，轻易不会外传。在官宣晋级后，银光也光速调整了职务，从原本的调查局编外人员一跃成为跟林卫国相当的调查小组组长。这位超凡者的诞生，意味着调查局终于有了可靠的属于自己的超凡力量。而且银光还只是个开始，接下来不久，调查局还能再次获得好几位超凡者，一跃成为现实最强的超凡势力。对于维护现实的秩序和安全来说，这无疑是个好消息。不过对于一手推动了这个局面并乐见其成的许飞来说，也的确有了一丢丢的紧迫感。自己的实力提升速度也必须要加快了。远的不敢说，先定个小目标，尽快获取第2种魔药，晋升2阶超凡者。当然，这种事向来说说容易，做起来难，毕竟他现在每天要忙的事实在太多了。一方面要给村里绘制符箓，同时履行巡村队组长的坐镇职责，要猎杀诡异怪譎，获取生命源；另一方面还要进一步扩充自己的超凡知识，尝试改进纸鹤符等符箓，改造现实的枪械手雷。此外还有每天1次无序制药加染血的钱币。一整天下来，忙得脚不沾地，几乎没有半点空余时间。就在这种忙碌的充实中，转眼间1周的时间就过去了。期间，刀刀烈火老哥第3个晋级超凡，这次没出意外，他走的是怀装的黑石魔药路线。在银光、烈火2人的努力下，配
配合军方的大量现代化武器，入侵定阳的这波诡异怪绝终于被他们压制了下去。这期间需要一点运气，那就是动用超凡符箓后，新降临的怪物是现代武器可以消灭的怪绝，而非诡异。两人也是尝试了好几次，并且借助荧光的天命、祭灵之焰和之前留在现世的赤焰符，节省了一次超凡符箓的使用，这才险象环生的结束了诡异入侵、消灭再入侵的死循环。不过这样一来，他们在活动中获得的超凡符箓也基本耗光。接下来若是再发生意外，短时间内恐怕就真的无能为力，只能再次请许飞出手了。为了尽快度过真空期，现在两人做日常巡村任务获得的生命源都不敢拿来加快魔药消化，而是存起来，以便从商城中兑换新的超凡符箓备用。没办法，两人享受了超凡调查局的待遇，家人也获得了很多好处，获得魔药配方时又得到了官方力量的协助，自然要为此付出一些代价。相比之下，许飞虽然忙，却是为了自己的超凡之路而忙碌，实则远比两人更加潇洒。新一周的周一中午，在书房中忙碌了半个白夜的许飞，似乎终于研究出了一些成果，发出得意的笑声。随后，一只栩栩如生的纸鹤咬住一面精致的银镜，从窗户中振翅飞出。纸鹤越飞越高，很快到了出火祭坛能庇护的高度上限。在许飞感知的遥控下，这纸鹤在村庄上空旋转飞行起来，不时做出俯冲空投的战术动作。经过他这段时间的改进，新版的纸鹤符不仅飞行速度比原版更快，滞空时间更长，可供操控的范围也大了许多，而且单向定点飞行功能依旧得到了保留。当然，代价是制作纸鹤符时需要的超凡材料要多一些，成本提高了30%，需要消耗的超凡灵性也高了一些。但跟改进后的性能比起来，这点代价算不上什么。满意的测试片刻后，许飞操控纸鹤符飞了回来。他能感觉到眼下的新版纸鹤符并非他的极限，自己对纸鹤符的改进还有继续优化的空间。大约是一法通万法通的缘故，受反复研究改进纸鹤符时收获的思路和方法，许飞对如何改进假身符、土墙符也有了一些灵感。接下来就是改进这两种符箓，让他们能更好地融入自己的战斗体系。不过在继续研究前，许飞需要小小的休息一下，顺便把今天的日常做了。提起画板，许飞轻车熟路地来到了村子中央的出火祭坛旁边。为了减少被其他玩家围观，以前他都是现场作画，但最近这段时间，许飞改成了提前画好，到祭坛旁边后直接开锁。之前一周的运气实在不怎么样，用了染血的钱币这件鬼物都不行，希望今天的运气能好一些。这样嘀咕了一句，许飞拿出钱币，拇指抹掉了上面的血渍，激发了运气增幅。做好了前奏准备后，他拿出无序之药，对准画板上的门锁，轻轻一扭。第143章，要当球监吗？带着微光的涟漪一圈圈闪过，伴随着虚幻的吱呀声，画板上的门开了。许飞一手握着染血的钱币，一手捏住符箓，随时准备应对从门后出现的危险或者诅咒。虽说有钱币的幸运加持后，危险事件出现的频率的确降低了，但正因此，还能出现的诅咒反而更加危险了。但这一次，门后并没有什么危险的东西，反倒在空气中投射出一道真正的门户。终于又触发特殊事件了吗？许飞精神一振，立刻想起了手册期间触发的地下陵墓空间。积攒了这么久的运气，看来就在今天爆发了。在他期待的注视中，门户主动打开，一个奇怪的生物从里面掉了出来。这怪物下半身没于一口粗劣的土质陶瓶中，上半身则是一个长着6条粉红色触手的章鱼头，面部还有2对大眼睛，眨呀眨的，看起来很有克系的风格。卧槽！许飞惊了，这是什么鬼东西？一眼看过去，他觉得自己散值都要掉了。就在许飞已经准备动手的时候，章鱼头居然说话了：“哦，我居然看到了一个人类，真是太幸运了。为了感谢你将我从灰雾中召唤出来，我决定让你满足我3个愿望。”3个愿望？这莫名的既视感让许飞忍不住想要吐槽：难道你是登什么？慢着，作为感谢，不是满足我3个愿望，是让我满足你3个愿望。好家伙，你就是传说中的逻辑鬼才吧？嗨啊，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们人类还是一点都没变，一点幽默感都没有。章鱼头2对眼睛一起眯了眯，6条触手无规律地摆动了几下，一副十分无趣的模样。许飞虽然有点无语，但眼前这位好像能交流，直觉也没感到敌意和危险，或许他真的不是怪物。这样暗忖着，他问道：“所以你是谁？真的是被我的鬼物召唤出来的吗？”“当然是被你召唤出来的，不然呢？”如此反问后，章鱼头挥了挥触手，说：“我是一名古老的神秘商人，你可以叫我贝琼斯。之前不小心失陷在灰雾中的一处险境中，靠你的召唤才脱身。所以，为了表示感谢，我决定给你一次交易的机会。当然，这次我是认真的。”神秘商人，这个庸俗的设定，好像很多网文小说里都有啊。
许飞打量着这只章鱼头，好几秒后才点头道：“那么，你都卖些什么呢？最好是具体些，有详细的货物清单。”贝琼斯清了清嗓子，说道：“我的主业是经营一些超凡相关的知识、物品，偶尔也进行收购。至于具体的清单吗？”他的触手深入了身体下面的陶罐中，摸索了片刻，吃力地卷出来一本厚厚的、堪比牛津词典的超大部头典籍。章鱼头的2对眼睛打量了一下，这不比《志怪图鉴》还要大个几倍的典籍，满意的点点头：“主要的货物都在这上面了。”许飞看着这个货物清单，只觉得心中有头草泥马呼啸跑过。你他喵的在逗我吗？当我打出问号的时候，不是我有问题，而是觉得你有问题。话说回来，你下半身那个不起眼的陶罐，貌似直径还没这部书大吧？到底是怎么装下这玩意的？好吧，我的朋友，也许上面的内容是多了些，不过不要紧，你可以告诉我你最需要的，由我来为你推荐，怎么样？章鱼头的触手挥舞着这部书，看起来十分的热情。只有他能交易吗？我能不能买东西？旁边突然有人插话。许飞招出来的章鱼头太显眼了，引来了从旁边路过的玩家。当然可以，章鱼头矜持地说道，不过要等我跟这位朋友做完交易后。好吧。那名2侧玩家稍微有点失望，瞥了许飞一眼，终究没敢在这位超凡者面前造次，后退几步围观起来。他本想着在区域聊天栏里刷一下自己的大发现，但马上便改变了想法，开始从各个角度疯狂截图，准备发到论坛上扬名。许飞跟章鱼头并未受到小插曲的影响，略作思考后，许飞说道：“我想买的东西还挺多的，不过在交易之前，我想先确定一点，交易收取的货币是什么？准确的说，我可以用什么东西从你这里购买商品？”面对一个突然跳出来的素不相识的奇怪玩意，许飞可不敢傻乎乎的跟对方交易。万一对方一开口就是寿命、灵魂之类的东西，那许飞岂不是血亏？虽说有游戏系统的保护，玩家可以复活，危险应该没那么大，但稳妥起见，还是先问清了最好。你倒是小心。章鱼头眼中似乎闪过几分嘉许，说道：“作为一位古老的、很有耐心的商人，没有什么货币是我不收的。本地村落的钱币、超凡装备和资源、隐秘的知识，都可以在我这里换东西。”说着，他审视着许飞。那个瞬间，许飞有了种被精神力从内到外扫描一空的感觉，所有隐私都被看光。你身上还是有件好东西的吗？比如那件圣物。章鱼头用最上面的粉红色触手挠了挠头，有些不确定的道：“但除此外，我感觉你身上还有秘密，可惜看不穿。”这章鱼头一开口，就把许飞吓到了。你能看到我系统杯我身上的那件圣物？章鱼头的2对眼睛露出笑意。银之镜吗？好东西。许飞心中一沉，他感觉这个章鱼头好像比自己想象中的极限还要可怕，居然能看穿系统背包中的物品。那自己玩家的身份？章鱼头似乎看出了许飞的想法，忽然开口道：“当然，除了银之镜外，你们一人所在世界的坐标也是非常值钱的东西。怎么样，要不要做个交易？你帮我把一件能定位的小玩意带回你的世界，我就再送你一件圣物。”许飞勃然变色，他是真的被吓到了。你到底是谁？许飞沉声说道：“无序之药的能力，恐怕不足以召唤出您这尊大神吧。”第144章，跟章鱼头的交易。首先，你们一人的出现，对一些人来说，其实并不是什么秘密。章鱼头微微一笑。其次，区区一阶鬼物，也想召唤出一位神秘商人。若非是我在灰雾那边拼了命的响应，就算你再用这玩意1万次，也绝无可能。不过话说回来，还要多谢你那件能增加幸运的鬼物。我从你得到这玩意开始，就一直在想办法，可惜做不到就是做不到。直到今天这次，你运气极佳，才临时构建起了稳定的通道。若没有他的帮助，搞不好我还要再试几十上百次才行。原来这次不是意外，而是处心积虑，早有预谋。许飞心里的警惕越发浓烈，他说道：“感谢您的说明，不过我现在没什么想交易的，可以请您回去了吗？”章鱼头一脸无所谓的道：“世界坐标换一件圣物，你真的不考虑一下吗？毕竟我对你们的世界没有恶意。有没有恶意，你心里知道，我怎么知道？”圣物很诱人，但许飞还没有做求奸的想法，一个搞不好直接把自家泉水白给了，可就遗臭万年了。不用考虑了。许飞坚决拒绝，请您麻溜的圆润的离开。好吧。章鱼头点点头，转而看向旁边跃跃欲试的2侧玩家。怎么样，刚才的交易对你也有效，要不要考虑下？举手之劳就能换一件圣物哦。哦，你可能不知道什么是圣物吧？就是一件特别强大、高阶超凡者都愿意为之拼命的神器。懂了没？那名2侧玩家的确不知道圣物是啥，但神器这个词却简单易懂，顿时眼前一亮。哥们，你冷静点。许飞赶紧劝说起来。按对方的说法，圣物既然如此贵重，
那他愿意拿来换世界坐标，说明后者的价值肯定更昂贵，图谋极深。这种情况下，最理智的就是回绝。这名二测玩家有些纠结起来，他也不傻，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疑似带路党，而且这次卖的不是国家，而是把整个星球打包了。但那毕竟是一件圣物啊，你手上有一件，当然可以站着说话不腰疼。这位朋友看来没那么坚定啊。章鱼头转头看向许飞，笑眯眯地说道：“就算他拒绝了也无妨，你们一人有这么多，我一个个找过去，总有人抵制不住诱惑，不是吗？与其便宜他们，为什么不把圣物留在自己手上呢？”他微不可察地看了那名二测玩家一眼，再度说道：“如果你担心这件事被别人知道的话，也没关系，我可以帮你保守秘密。”他说这话的同时，不知道是动用了什么超凡手段屏蔽了那名二测玩家的感知，对方居然没有任何反应，还在自顾自的纠结中。你倒是很懂人性。许飞盯着章鱼头，心中已经给这家伙贴上了居心叵测的敌人标签。只是他的实力很可能超乎想象，许飞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再次拒绝。谁愿意同你交易，你就去找谁好了，反正我不干。这种事无异于与虎谋皮，跟恶魔合作，干了一次就会被拉下水，再也别想跳船。别说一件圣物，就算再来5件、10件，许飞也分得轻轻重，绝对不干。在这种底线和原则上，他就是这么明确。可惜了。章鱼头叹了口气，似乎遗憾于许飞的选择，但紧接着又说道：“既然你不愿意做这笔交易，我也不勉强。但身为神秘商人，我有自己的规矩，就是从不空手而归。这样吧，我收你1枚白石币，回答你一个问题，就当是替代交易了，如何？”许飞想了想，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忽然说道：“你不是可以找其他艺人交易吗？为什么要执着于我？莫非这里面还有什么限制不成？”章鱼头不置可否，沉默以对，意思是你自己猜。见状，许飞这才确认道：“好吧，那我问了，神器之地得幕后黑手是谁？他的目的什么？”章鱼头人性化的脸上顿时露出危险的神情，竖起2根触手。首先，这是2个问题；其次，你确定自己要知道？有些隐秘，仅仅是听到都会死人的，可别怪我没提前警告你。这么危险？许飞不确定对方是危言耸听，故意吓唬自己，其实并不知道答案，还是真的如同对方说的那样，答案可能非常危险。权衡了1秒后，他觉得遵从心的指引，收回这个问题。那么，我还是问问魔药的问题吧。劳驾您将适合我的后续魔药路线列举一下，综合契合程度和获取难度，从高到低排列。许飞转而问出了自己的备用问题。章鱼头脸上再度露出了危险的神情，这叫一个问题？小子，我警告你，耍小聪明对你没有好处。许飞，好吧，他只能退而求其次，第3度提问：你觉得我晋级2阶超凡时服用的第2份下品魔药选什么好？这还勉强像话。章鱼头点点头，我的建议是，魔药名称里面有云或风这2个概念的。云、风，风的话或许还有一定杀伤力，但云这个概念感觉跟自己的物差不多呀，都没什么杀伤力。选这个的话，自己的正面战斗力岂不是越来越弱了？对方难不成在坑自己？他心里嘀咕一声，还是决定先听听对方的推荐理由。章鱼头晃了晃触手，一副你小子不识好歹的样子。云跟雾还是有很大区别的，而且2种魔药的能力可以转化组合，比如形成腾云驾雾的进阶，让你早早获得飞行能力，1日之内游遍3山5岳5湖4海。在这基础上，风更进一步，当你有了操控云雾的能力后，搭配风就可以呼风唤雨，再配合带有雷、电这2个超凡概念的中高品魔药，就是驱雷测电。前面的腾云驾雾、呼风唤雨其实已经很强了，不过对诡异可能确实差了些意思。但驱雷测电可是对诡异怪绝最强的克制手段，甚至没有之一。就算是放到万年之前的时代，都是惊天动地的能力。更难得的是，这些魔药除了2搭配，还能交相呼应，融合成一个无比强大的。说到这里，他卖了个关子，后面不肯再说了。魔药组合，许飞从陈木的交流中的确听说过魔药路线不能随便选择，最好是能形成搭配的说法。即便不能搭配，也绝对不能彼此对立排斥。但如此具体直白的说明，他还真不清楚，忍不住追问道：“融合成什么？”章鱼头嘿嘿笑了笑，就是不肯说，等你成为圣者之后，自然就知道了。我打死你这个喜欢有话说一半的家伙！许飞最恨的就是这种喜欢吊人胃口的人。哦，对了，这家伙是章鱼，那没事了。第145章神秘商人的市井。既然问也问过了，交易也完成了，那么我该回去了。章鱼头看了一眼背后那道已经摇摇欲坠的门户投影，知道自己停留的时间到了上限，于是将粉红色的触手伸到许飞面前，比划了一个要钱的动作。走好，不送。
虽说对方告诉了自己不少隐秘和高端的魔药知识，但他言语间泄露的心计，让许飞对他只有忌惮，没有好感，巴不得对方立刻离开。用生平最快的速度拿出了一枚白石币，塞到了对方的触手中。章鱼头朝他礼貌的点点头，慢吞吞的转身钻回了虚幻的门中。但就在离开前，他忽然停下脚步，状似无意的对许飞说道：“既然已经做过交易，那你也可以称作是我的老客户了。我准备送你一件信物，下次若你还有什么想要的，可以通过信物联系我。”说着，他的触手再度深入身下的陶罐中，掏了几下，卷出来一块小巧的符石，朝许飞抛了过来。“不好意思，不需要。”许飞挥手甩出一道超凡灵力，将符石凌空推了回去。“免费的，不要钱。”章鱼头露出疑惑的神情，强调了一遍。许飞哼了一声，鬼知道这信物有什么用，如果你能通过它定位我的位置呢？章鱼头的表情微不可见的一致，随即伤心的说道：“怎么可能？我绝对不是那种人，这是赤果果的污蔑啊！对，你不是那种人。”许飞一脸敷衍，心道：“但你是那种鱼，可能你对我有些误解，我真的是一个很诚信的商人，有良心的那种。”章鱼头挥舞着6条触手，努力辩解。然而，商人要是有良心这种东西，母猪都能上树了。见许飞不为所动，一番表演打了水漂的章鱼头只好垂头丧气地收起符石，转而取出一张羊皮纸。“既然你对此有所疑虑，那这样吧，我给你一份可以召唤我的超凡仪式，虽然不一定100%响应，但总比你那个全看脸的钥匙强。”许飞接过羊皮纸，飞快地扫了几眼，确认上面记载的是一个仪式法术，这才暂且收下。虽说他并不打算再次召唤对方，但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商人不失为一条后路。他没必要意气用事，把自己的后路全部堵死。如果有一天，现实的人类必须在坏与更坏之间做选择，说不定就能多一个选择的余地。见许飞收下了羊皮纸，章鱼头触手挥了挥，做出一个白白的姿势，转身钻入门后。眼瞅着这位让人压力山大的存在终于走了，许飞松了口气。但就在这时，这只章鱼头居然又回来了。许飞额头上冒出黑线：“你到底还走不走了？”这话到了嘴边，终究还是没敢说出口，生怕惹怒了大佬，只好咽了回去，在心里小声逼逼。忘了一件事，章鱼头这次严肃了一些：“你们一人所在的村庄并不安全，很快就会卷入一场危机，小心点，我可不希望自己的新顾客就这么记了。”危机？许飞心中一惊。就在他想进一步追问时，章鱼头已经再度走回了门内，只留下了5个模糊不清的字眼：“小心黑山芋。”没有了他的力量支撑，下一刻无序之要招出的这扇门户便溃散消失。这次章鱼头是真没了。那个神秘商人呢？怎么一眨眼就不见了？还在当球监和不当球监之间来回纠结的那名2侧玩家突然惊讶的失声。在他的感受中，自己明明只是恍惚了一下，那么大一只章鱼头就没了。不知道，可能是召唤时间到了，自己消失了。许飞一脸无辜，表示自己也不知情。这名玩家狐疑地打量着许飞，最终还是没看出什么端倪，不知道是松了口气，还是遗憾地叹了口气，然后光速下线，上论坛发截图炫耀去了。许飞则默默思考了一下“小心黑山芋”这5个字。没记错的话，黑山芋不在白离河谷这片广阔的区域内，而是位于跟白离河谷相邻的横断山脉以北，同样是一片辽阔万里的地域。而且跟有人类定居的白离河谷不同，黑山域是纯粹的无人区，是诡异怪绝的天下，远比被人类超凡者一代代清理后的白离河谷危险100倍。手册期间，许飞首次参加巡村队遇到的那只巨型凶极怪绝石之灾，就有可能来自黑山域。当时许飞实力还不够，没资格了解真相，还是晋级超凡之后，一次跟老师陈木聊起这件事，才得知了一些隐秘。小心黑山域，莫非真的是如老师他们当时猜测的那样，是黑山域内出了变故，亦或是几十上百年一遇的灰雾之潮正在酝酿中？这可不是什么好消息。一旦真的发生，无数诡异怪绝会从人类未曾涉足的疆域之外，成群结队地向人类控制的腹地发起进攻，几乎每一次都会有大量的村落、城镇沦陷，或者被迫搬迁，最终损失惨重。为什么我居然一点都不惊讶？许飞在心里吐槽了一句，将这件事暂且记在心里。毕竟除了给村里通报一声外，在这种席卷世界的浪潮面前，他区区一个一阶超凡者什么也做不了。硬要说的话，无非就是提高警惕，加紧提升实力这种老生常谈的话了。稍稍收拾了一下心情，许飞拿起小刀割破手指，娴熟的放血涂抹着金币。幸好游戏里的痛觉有被屏蔽一部分，而且超凡者的气血十分旺盛，不然光每天的放血环节都是一个折磨。支付完了获取好运的代价，许飞收起这件鬼物，转而取出章鱼头给的那张羊皮纸，仔细看了一遍上面记载的仪式，又用系统的截图功能截了一份图片备用，之后便立刻将这羊皮纸烧掉了。这样一来，即便羊皮纸上有什么布置，
许飞也能将影响扼杀在萌芽中。随后，他打开区域聊天栏，联系上了林卫国，将章鱼头的事大致说了一遍。涉及到跟自己魔药路线相关的具体知识，他自然是隐去不谈，只是用一位神秘的存在代称章鱼头，将他对现实有图谋，甚至愿意用一件圣物来换的消息，以及最后的事情通知给了对方。然而，许飞这么做也仅仅只是问心无愧了，他并不认为以超凡调查局现今的实力，能在这件事上做出什么防范未然的举措。第146章黄蜂魔药。知道咱们来自现世，连系统背包里的道具都能看穿的未知 NPC。 听完许飞的通报，林卫国心中的震惊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如同许飞所料的那样，这份震惊很快被沮丧取代。首册加二册玩家共有1000人，但超凡调查局能核实现实身份的玩家到现在还不足20%，连身份都查不清，更别说什么严厉管控了，根本就做不到。这也是为什么之前超凡调查局仅仅只是呼吁玩家们不要随意在现实用超凡符箓，而不是直接严令禁止的缘故。在无力执行的情况下，贸然颁布法令，只会凭空损耗自己的威望。我知道了，多谢您的消息。挂断联系的那一刻，林卫国因为定阳市入侵事件被解决而稍稍放松一些的紧迫感，马上又绷紧到了极点。联系完了官方，许飞马不停蹄，又跑到了自己老师这里。论对超凡领域的了解，怀庄内就没有谁能比陈木这位符师更博学。神秘商人。听完许飞的描述，正跟另一位符师张晨一起对弈的陈木露出疑惑神情。我之前从未听说过。别看我也未曾听闻。张晨同样摇了摇头。两位符师居然也不知道。看到许飞神色，陈木说道：听你的描述，那位神秘存在的位格应该很高，高阶超凡者都不太可能，我怀疑可能是一位圣者。我跟张兄虽然知道的比普通超凡者多一些，但终究还是下位超凡，除非机缘巧合，否则怎么可能了解这种级别的存在呢？闻言，许飞话题一转，提了一下小心黑山玉的事。这下两人脸色变了。身为神器之地的土著，他们对一位疑似圣者存在的事情比许飞更加重视。下棋是肯定下不下去了。两人交谈了几句，随后张晨便匆匆起身去找江村长、魏金鹏他们了。许飞正想着是否要换个时间再来呢，见对方离开，这下没了保密方面的顾虑，继续跟陈木说起魔药路线的选择。章鱼头虽然说得好，但许飞不确定是否要相信他，更不知道要从哪寻找云、风两类魔药，所以第一选择肯定是找老师参谋。腾云驾雾，呼风唤雨，驱雷测电。陈木沉吟片刻，道：我曾在超凡典籍中看过类似的描述，结合那位存在的行事风格和自称，我觉得他给你推荐的魔药路线还是可信的。带有雷、电两个概念的魔药也的确最为克制诡异怪绝，但仅限于理论上。他强调了这么一句。什么意思啊？许飞没听明白。这魔药路线本身没问题，有问题的是魔药的配方和主材。陈木微微一笑，点拨徒弟道：这方天地遍布灰雾，天象早已不复万年前，虽然还有些雨雪等变化，但雷电已经极其罕见，相关的魔药主材也十分难找，更不用说配套的仪式了。如果你靠自己的力量找不到晋级所需的魔药配方和主材，那么后续该怎么办呢？许飞心中一惊，明白了陈木想表达的意思。凑不齐所需的魔药和仪式，自己的超凡之路就会断绝。要被迫放弃这个看起来十分美好的路线，选其他的魔药凑合，要么就只能向章鱼头这位神秘商人求助，然后任由对方提条件，随意拿捏。他神色变幻，起身在屋内踱了几圈，再次问道：老师，后续的魔药路线真的有那么难找吗？陈木点点头，据我所知，的确很难。不过他想了一会，又补充道：但也并非绝对找不到。据说在白离河谷以东万里的天烈峡谷中，还有超凡家族掌握有相关的雷电魔药能力，但也仅仅只是据说，我并不确定这消息的可信度。原来如此。许飞继续权衡片刻，心中逐渐有了决断。既然章鱼头拿这个路线吊自己胃口，老师也给予了确认，那就证明这个晋级方向后期的确很强。许飞倾向于走这条路，他有自己的考量。一方面，如同老师所说的那样，后续的魔药虽然难凑，但并非绝对找不到。另一方面，即便找不到，自己也可以尝试获得其他圣物级道具，或者别的能引起章鱼头兴趣的道具，代替世界坐标去跟他做交易。再者，偌大的神器之地，类似章鱼头这种神秘商人的存在，不可能只有他一个。最后，现实被诡异怪绝入侵，看起来已经是定局。神器之地中充斥灰雾，很少见雷霆闪电，但现实可多的是。也许随着诡异怪绝入侵到一定程度，对应魔药主材在现实中就能直接获得，不费许飞吹灰之力。实在不行的话，还可以进时空乱流碰运气，或者寻找无序之药这类特殊的鬼物，说不定能创造奇迹。总之，
备选的路子其实还是挺多的，姑且就这么定了。随着许飞打定主意，后续的魔药路线瞬间清晰起来。晋级2阶超凡的下品魔药就在云、风2种之间选择。选云的话，能早早凑出腾云驾雾的搭配，获得飞行能力。但神器之地中危险重重，又有灰雾遮蔽视线，飞行能力的意义没那么大，乱飞反而可能招来危险。而现实中出行的话可以坐飞机，更不用说许飞还有圣物银之镜可以镜面穿梭，这不比飞行牛逼？反倒是风系相关的魔药有可能让许飞获得最缺乏的直接攻击能力。所以你确定要选一种超凡概念中包含有风的下品魔药？陈木确认道。不错，许飞笃定地说道。陈木想了想，如果是这样，你可以考虑去找安阳村的符师。据我所知，他掌握的魔药能力名为黄风，发动之后吹出的黄风颇为凌厉，不仅可以迷人双眼，杀伤敌人和怪绝，就连实力弱一些的诡异都无法完全免疫，会被黄风吹飞。黄风魔药？听陈木说完，许飞有些感兴趣了，追问起一些细节。这黄风魔药的范围有多大？力道究竟如何？陈木回忆了一下，说普通1阶超凡者招出的黄风可将普通成年男子轻松掀飞10几步，落地后就算摔不死，也会被黄风中夹杂的灵沙刮出许多伤口，失血而亡。范围的话，大致成一个狭长的扇形，可能不如你的雾气那么大，但也还算可观。第147章，早做准备。黄风魔药中吹出的黄风带有灵沙，这是什么东西？许飞继续追问道。陈木耐心解释道，你的雾隐魔药能操控雾气，又能在雾气中隐匿，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2种领域的能力。而黄风魔药也一样，它所需的魔药主材来自一种能够同时操纵风沙的怪绝，所以魔药能力吹出的黄风中才会夹杂有超凡之力凝聚的沙粒。许飞点点头，露出恍然神情，但又有些不确定地问，如果是这样，黄风魔药混杂的沙粒概念是否会对我的魔药路线造成干扰？并不会。陈木笑了笑道，腾云驾雾、呼风唤雨，这些其实是在你2种魔药能力的基础上融合延伸出的概念。黄风魔药不仅不会影响这些延伸能力，反而会赋予它额外的特性。有句古话叫水无定形，随物复形，但你却可以让柔润的雨滴像黄风中的灵沙那样锋利尖锐，还带有超凡概念的加持，直接杀伤风雨之中的敌人。说到这里，他随意描述了一个场景，给许飞举例道，或许你可以想象一下，雨水如刀，每个雨滴都是一把从天而降的超凡利刃。听老师你这么一说，这个魔药好像的确很适合我。许飞是真的有点动心了。即便不考虑章鱼头描述的后续魔药路线搭配，单说黄风魔药本身都是一种相当优秀的超凡能力。可惜上次失落之村活动，安阳村带队的是普通 NPC 超凡者，那位符师没有随行，不然的话他就可以亲眼见识一下黄风魔药的效果了。那位魏符师也是来自青木寨，跟我交情一般，但好歹也算相熟。如果你有意获取这种魔药，我可以给你一封信，帮你牵个头，但剩下的为师就帮不上忙了，只能靠你自己去谈。陈木不紧不慢地说道。那太好了，多谢老师。许飞担心的就是平白无故找上门，人家根本不理你。毕竟魔药配方是一个村庄势力的底蕴之一，等闲不会轻传。现在老师愿意帮忙引荐，大家又都是符师，想必那位魏符师多多少少会给自己一些面子。咱们师徒不必客气。陈木一边起身走向书房，一边说道，何况你早日晋级2阶超凡者，也能早一些帮我的忙。他这是在暗示许飞不要忘了当初签订的契约。请老师放心好了。许飞拍了拍胸脯，他从对方这里得了许多好处，该回报的时候自然也不会吝惜力气。陈木点点头，脸上闪过些许欣慰。片刻之后，他拿着一封书信从书房中走了出来，又叮嘱了几句魏符师的性情癖好，这才挥手示意许飞可以回去了。从老师家里离开，许飞在路上思索片刻，决定尽快动身前往安阳村。虽说他现在离完全消化魔药还有不少距离，但搜集魔药材料可不是件容易事，本身就需要消耗相当长的时间。他肯定不可能等魔药完全消化，事到临头才去张罗。另一边，章鱼头临走前提醒他的话还犹在耳边。如果玩家所在的新手村不久后真的遇到危机，诡异怪绝会从横断山脉西北边冲出来，5大新手村要么覆灭，要么搬迁，到时候肯定会出大乱子。不提前弄到魔药配方的话，万一到时联系不上那位魏符师，或者对方干脆死在混乱中，那可就搞笑了。不过许飞现在在怀中的身份也算十分尊贵，仓促间无法动身。他先花了1天时间，加紧绘制了未来几天的符箓，又履行了巡村队副队长的职责，顺便领到了本周的生命源奖励，这才找上了魏金鹏，说了请假去安阳村的事。你要去安阳村做什么？魏金鹏有些意外。
涉及到自己魔药路线，许飞也没打算随意泄露，只说受老师之命去拜访一位符师。原来是这样。魏金鹏点点头，没有继续追问。涉及到符师之间的事，不是他这位一阶超凡者能随意过问的，只是略带担心的说道：“你是打算一个人去，还是？安全起见，我建议还是带一队艺人，或者另找一位超凡者陪同。不过村子最近连续又遭到几只诡异怪绝的袭击，全靠你们一人撑着，才没出现死伤，暂时压力不小，恐怕抽不出超凡者护送你。不用那么麻烦。”许飞自信道：“我的雾影魔药，你又不是不知道，别的不说，保命能力还是很强的。除非遇到比我更强，又刚好克制我的诡异，否则根本伤不到我。而且我们艺人还有下线大法，只要有1-2秒安全时间就能下线逃离。带了人的话，遇到危险反而会拖累我。”也对。魏金鹏想了想，也就不再坚持了，只是顺势提了一个小小的请求，帮他捎带一封家信和一笔白石币给安阳村的一位亲戚。正常的世界，区区几十里根本算不上多远，就算同样在现实的古代，也很容易走动往来。但在这方天地，几十里已经是天堑般的距离，即便是超凡者，几年才能探访一次都是常事。若是普通人，远嫁过去，可能一辈子都难再见面，只能靠偶尔的商队、超凡者往来，用书信报个平安。没问题。对许飞来自，这种小事随手可为，不过是多跑几步路的功夫，自然不会拒绝。等待片刻，从魏金鹏这里拿到了托人代写的书信后，许飞不做停留，直接出发。正常情况下，应该是白夜一到就出发，最大限度利用安全时间。但许飞孤身出行，又没打算步行回归，而是提前在书房里准备好了营境，即便现在已经进入白夜下半段，他也不怕。雾影魔药发动，普通的雾气弥漫开来，将灰雾从他周围数十米内隔绝。这种情况下，许飞出行连浮灯都不用，打着普通火把，扬长离开了怀庄。顺着山路来到山脚下，许飞很快找到了白离山城动用圣物修建的青石板路官道，辨别了一下方向后，沿着相对安全的石板路开始狂奔。第148章，听不懂的语言。在茫茫灰雾的荒野上，孤身一个人赶路是件很无聊的事。稍远一些的地方便灰茫茫一片，什么都看不见，四周也一片寂静，没有声音。偏偏又不能放松警惕，因为灰雾中随时可能蹦出一只危险的诡异，对你发动袭击。除此外，玩家的情绪也必须保持平静，不能大悲大喜，以免凭空招惹来一些对此敏感的怪物。才赶了10几里，许飞刚出来时的自由感就被无趣取代，他只能尽量收敛情绪，保持警惕，闷头往安阳村的方向赶。幸好有青石板路作为指引，倒无需担心会迷路的问题。如此继续跑了4-5里后，许飞正准备停下来喝点水，无意间一瞥，忽然看到官道西侧数十米外出现了一抹抽象的色彩和斑斓，时空乱流。许飞心中微微一紧，迅速后退了一段距离，在边缘范围遥遥观察了片刻，他才确认偏离官道的荒野上的确有一处时空乱流区域正在形成降临。而且从规模来看，这次的时空乱流很小，连失落之村活动的1/10都没有。我运气这么好，还是说时空乱流在荒野外发生的频率其实比想象的要高，只是玩家们一直待在有出火祭坛镇守的村庄内，轻易接触不到。许飞摩挲着下巴，心中暗暗思考着这个疑问。所谓艺高人胆大，如今他身怀多件鬼物，更有圣物银之镜傍身，随时可以通过镜子传送跑路。正因此，面对一处新成型的时空乱流，许飞并没有主动避让的想法，反倒有些跃跃欲试，准备冒险进去探索一下。由于这片时空乱流区域不大，随着灰雾的剧烈波动，眼瞅着就要彻底降临。一只不入品级的怪绝不知道怎么被动静吸引而来，刚好从许飞身边经过，却没有发现隐藏在雾气中的许飞。咦，还有意外惊喜！许飞也没客气，掏出一张赤焰符附在武器上，将这只怪绝随手消灭，然后收获了可怜的0.3点生命源。怎么感觉还亏了？许飞无奈叹气，只当是用钱买经验了。好在赤焰符他随手就能画，材料还能从寻村队那里白嫖，倒不用担心成本问题。砰！灰雾中隐隐传来无形的震荡声，偏离官道数十米外的那处时空乱流彻底降临了。许飞谨慎地打量几眼，确认他短时间内不会消散，这才快步走了过去。穿过无形隔膜的那一刻，眼前情景骤然变幻。前方空旷的土地上赫然出现了一座有些破败的寺庙。这寺庙的建筑有点像许飞现实的风格，但又杂糅了一些异域风情，还算平整的。外墙上用褐色的燃料绘制了一些怪物杀戮人类、神灵拯救世人的壁画，充满了强烈的宗教崇拜色彩。里面好像有动静，难不成有人？许飞凝神感应片刻，心中一动。进入游戏以来，他首次经历的时空乱流中就遭遇过被卷入时空乱流中的活人。眼下这座寺庙看起来还算完整，
说不定还真可能有人在。当即关掉了天命印记，取消物之隐者的效果，稍稍泄露了一些气息，加重脚步走了过去。与此同时，他也做好了遭遇突然袭击的准备。但一直到他走到寺庙院门前，都没遭到任何危险，反倒是听到他的脚步声后，里面的声音一下子消失了，变得死寂无声。有人吗？许飞敲了敲门，大声道。里面还是没动静。许飞等了几秒，见始终没有反应，再次敲门道：没人回答的话，我可就进来了。说着，许飞就要推门而入。直到这时，寺庙内才传出畏畏缩缩的声音：谁？是人类还是诡异？但许飞傻眼了，对方说的话并非白离河谷附近的通用语言，超出了系统免费赠送的无碍交流功能的范围。除了对方的口音很怪，发言跟五大星守村的通用语大相径庭外，他根本听不懂任何词汇。但不管怎么说，这个回应证明里面的确有人。他抱着一线侥幸心，大声说道：我来自白离河谷的怀庄，是一名路人，并无恶意。说话的同时，他适当收敛了雾气范围，并且打出一张假身符，让假身顶在前面，自己躲在后面的雾气中。虽说还没来及改进，原版的假身符还很僵硬，一看就知道不对劲。但许飞的雾气刚好可以跟他形成互补，遮住他身形的同时，压制其他人的感知。外人只能透过雾气看到这尊符箓化成的假身的轮廓，细节什么都看不到，自然也就难以发现他的真实身份。更想不到这假身后面还藏着一个人。里面的人果然也没听懂许飞的语言，重复了一遍自己的问题，随后又更换了一种语速更快的方言，跟许飞鸡同鸭讲一阵，结果双方谁都听不懂谁。日了狗了！许飞有点泄气，偶遇的时空乱流居然无法跟视线其中的人沟通，这还怎么玩？联系到这寺庙院墙外的壁画风格，他心里隐隐有了猜测，这处时空乱流内的区域很可能来自极其遥远的地方，反正不在白离河谷区域附近，不然语言和风俗不会差这么大。虽然双方无法交流，但寺庙内的人大概也意识到外面的人没有恶意，不然早就强闯进来了。片刻后，里面传出轻微的脚步声，有人透过寺庙的院门门缝往外瞄了几眼，随即被偌大的一团雾气吓了一跳。多看了几眼，他才意识到这应该是某位超凡者的能力，于是小心翼翼地拉开门，朝许飞做了一个万界通用的招手，随我来的动作将许飞放了进来。随后这人探头往外看了几眼，见附近没有诡异怪绝活动的迹象，赶紧将门重新关上，似乎这才感觉到一些安全感。站在院内，两人彼此打量了一番。眼前这名男子年约40余岁，额头高耸，眼瞳碧绿，头发亚麻色，看着不像是东方人。身上穿着一身肮脏的白袍，胸前部位纹着一只沙蝎图案。男子也在打量许飞，可惜正如许飞刻意呈现的那样，他什么也看不出来。皱了皱眉，男子不知道从哪拿出来一张符箓，啪的一下用力贴在了自己的脑门上。第149章，发现一位老古董。贴在自己头上生效的符箓，许飞还是第一次见。尴尬的是，贴了符箓后，男子嘴唇微动，似乎默念什么，但什么也没发生。男子惊疑地看着许飞，见他似乎没有任何表示，嘴唇又动了动，在无声说着什么，但许飞还是啥都没听到。男子挠了挠头，似乎怀疑到什么，指着许飞身体周围的雾气，手舞足蹈说了起来：怎么？难道问题出在我的雾影魔药？不对，应该是出在假身符上。许飞大概猜到了问题所在，心里有点无奈。没想到他的谨慎行为居然给自己带来了一点小小的麻烦，当即打了个响指，让符箓幻化的假身自然消失，随后显出了真身。男子惊讶地看着这一幕，再次尝试开口。这一次，许飞的心里突然响起了一个声音，类似系统的无碍交流那样，明明对方说的语言未变，但许飞却莫名能听懂他想表达的意思了。你是谁？怎么进入我们城堡的？男子这样问道。这个突兀在心里响起的声音还是有点吓人的。好在许飞反应很快，意识到这应该是某种精神交流的法门，试着在心底做出回答。我是偶然路过这里的路人赵一，你又是谁？这里是哪里？男子皱了皱眉，也不知道是听懂了还是半懂不懂，亦或对许飞的回答不满意。片刻后，他再度开口道：我是卡伦，这里是蝎尾城，城主是伟大的阿卡纳瑟德蝎神麾下的神使纳瑟。能听懂就好。不过阿卡纳瑟德蝎神是哪位？许飞回想了一下自己看过的超凡典籍，从未听说过有这么一个拗口的名字，不由好奇追问起详情。阿卡纳瑟德是一位创始之初就有的神灵，神力无比庞大，只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地下沉睡。而纳瑟是他麾下唯一的神使，得到了神灵赐予的神药，获得了无穷神力，并仁慈地庇护了包括蝎尾城在内的3座城堡，使我们免受邪恶的侵袭。听到许飞问起自己信奉的神，名为卡伦的男子开始给许飞介绍起来，而且越说越激动，很快进入了忘我的模式，甚至试图向许飞传教布道。然而许飞可是来自现世，
神器之地的超凡领域也有了不少了解，怎么可能会被一个连超凡者都算不上的 NPC 随意忽悠？他随意问了几个问题，便意识到所谓的神使不过是一个实力强大的超凡者，对方也会受伤，也要休息，还要庇护的城邦供奉漂亮女人，哪有神灵会要这种神使？至于所谓的阿卡纳瑟德神，多半也不过是这位超凡者忽悠平民，随口杜撰出来的虚假存在，为的是给自己这位神使披上一层神圣的外衣，这样不管对内如何压榨，都可以宣称是神灵的要求，不会让下层的怨恨转移到自己身上。但这种事情，许飞心里想想就好，没必要当着对方的面戳穿，只是在心里说道：“对不起，我暂时没有改信的想法。而且我有一个问题，既然那位神使如此强大，你们所在的城堡想必一定非常安全吧？但我刚才看你的样子，可不像是安全无忧啊。”这话顿时让卡伦脸色一僵，滔滔不绝的宣传再也说不下去了。他有些恼怒的道：“神使大人的强大不容置疑，只是他同时庇护着好几座城堡，一定是先去救援其他城堡了，所以收到我们城堡的求救后，才没能第一时间赶到。”许飞也不争辩，假装信了，又问道：“你们是如何求救的？”卡伦奇怪的看了许飞一眼，不明白对方为什么会问这种白痴问题，理所当然的说道：“当然是用神火坛啊！”在许飞的要求下，他描述了一下神火坛的情况，立刻就让许飞找到了既视感。果然，所谓的神药就是魔药，神火坛就是出火祭坛。这不知道位于神器之地哪个角落的蝎尾城，或许表面的风俗和正体跟白离河谷不同，但实际上的超凡体系和构架几乎一致。想问的东西都问得差不多了，许飞也就不再跟卡伦废话，而是直接点醒他：“你知道自己身处何地吗？”失陷于时空乱流内的人，时间是停滞的，直到重新降临现世才会恢复流动。这位信奉蝎神的底层神职人员，恐怕根本不清楚之前发生了什么。何地？这里难道不是蝎尾之城吗？卡伦疑惑地问了一句，但被许飞点醒后，他凝神回忆起先前的情况，脸色很快出现了变化。似乎意识到什么的他，快步从寺庙院门冲出，但片刻之后就脸色煞白地走了回来，看起来失魂落魄。见许飞似乎有些不放心地追了上来，卡伦嘴唇动了动，好一会才问道：“这里其实已经不是卡哈里荒地了，是吗？”得到许飞确认，他心里的侥幸彻底消失。果然，神火坛已经被攻破了，我们没能等到神使赶来，就不幸遇到邪恶的侵蚀，被放逐到了无垠灰雾中的十支间隙。喃喃自语了片刻，卡伦才冷静了一些，看向许飞：“所以阁下其实是闯入十支间隙冒险的神灵从者，能否告知我，这片十支间隙落到了哪片地狱？现在又是什么年月？”虽然对方的用词迥异，但许飞还是明白了对方想表达的意思。这里是白离河谷怀庄地界，时间的话我还真不太确定，只能告诉你，从灰雾降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万年了。白离河谷，没听说过的地名。卡伦回想片刻，遗憾地摇了摇头。当他听到灰雾降临万年左右后，脸色瞬间煞白。神啊，神典上记载，我所在的时代，邪恶入侵才6300多年。好家伙！许飞吃了一惊，眼前这位居然是从3000多年前过来的货真价实的老古董了。这可比首次时空乱流遭遇的几百年前过来的那几位牛差太多了。只能说，时光的力量真可怕。当他出现错乱之时，居然能让不知道多少代之前的古人活蹦乱跳的重现后人眼前。第150章，旧日提灯。眼下情况，这位叫卡伦的男子肯定是回不去了。不仅家人早就没了，就连庇护他们的神使纳瑟多半也已化成灰灰。按老师陈木所说，就算是超凡入圣、寿命大幅增长的圣者，也没有能活过1000年的。那卡伦他们信奉的纳瑟是不是圣者还不好说呢，不排除只是一位高位超凡者，绝无可能活3000多年，属实是有点惨。见卡伦陷入茫然低落，迟迟无法自拔，许飞凝神感应了一下这片时空乱流的稳定程度，催促道：“事已至此，伤心也无用，不如考虑一下将来。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要不要跟我一起回去？”对3000多年前的一帮风情历史，许飞还是挺好奇的。陈木、张晨两位符师想必也很感兴趣。除此外，许飞还有点馋他那张耐够无碍交流的符箓，想偷师一手。能学会的话，日后再遇到这种情况，就不用担心无法沟通了。随你一起离开。卡伦迟疑了片刻，最后长叹了一口气，也只能如此了。无论如何，就算蝎尾城已经覆灭，我都有责任将伟大神灵的荣光传下去。啥玩意？他的话让许飞一愣。你们神使都完了，你还想着传教？这他妈不会是个狂热的宗教信徒吧？许飞忽然感觉到自己可能也许捡了一个麻烦，不过转念一想，他又镇定了下来。这种情况如果放到现世，或许的确是个隐患，但在神器之地根本算不上什么。原因很简单，
神器之地中有真正的超凡之力存在，而卡伦所谓的阿卡纳瑟德蝎神却大概率是个噱头。在展现不出真正神迹的情况下，卡伦所谓的传教又怎么可能骗来信众呢？更不用说他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不通的问题。再退一步，就算真的让卡伦搞出一点事情，村里的超凡者也不是吃素的，直接扣个诡异附体的帽子对你人道毁灭。最后的最后，就算真乱了起来，吃亏的也是 NPC， 跟我这个好心救人的艺人有啥关系呢？这样想着，许飞便不再多问，等待起卡伦收拾行李。在许飞的要求下，不需要带太多水和食物，只需要考虑带走超凡物品、材料和所有类型的典籍。但这名底层神职人员貌似只获得了一些断体修炼法，不是真正的超凡者。而寺庙内最有价值的鬼物、符箓等等，又在诡异怪绝入侵蝎尾城的战斗中被寺庙内的真正超凡者带走了。这种情况下，卡伦能带走的东西十分有限，满打满算也就10多本书籍，其中大半还是所谓的神典，此外还有寥寥几张符箓，其中就包括他先前贴在自己额头上的那种神奇符箓。走吧。看着打包好的物品，卡伦露出留恋不舍的神情，但最终还是跟许飞一起迈步离开了寺庙。就在两人已经走出院门时，卡伦忽然微妙地愣了一下，随后一言不发，扭身走了回去。片刻之后，再次出来的卡伦手中已经多了一盏供奉在寺庙桌案上的青铜提灯。这提灯看起来就是普通的照明工具，大约是使用的年头有些久了，表面还有些残破和斑驳，许飞先前甚至没注意到它。此刻见卡伦特意跑了一趟将它带出来，才习惯性的顺手丢了一个鉴定。旧日提灯，封印中6阶鬼物。注：一盏在圣者级别的战斗中被损坏的古老提灯。6阶鬼物，许飞差点以为自己看花了眼，确认之后顿时大吃了一惊。除了圣物银之镜以外，这是他进入神器之地后见过的品阶最高的鬼物。要知道，鬼物的阶位大致跟超凡者的阶位是对应的。换句话说，转化为这件鬼物的超凡灵性一退，曾经的主人至少拥有高位超凡者的位格。如果他的能力强大，使用后的代价又特别惊人，甚至已经够资格列入圣物的备选洗练列表了。许飞立刻看向了卡伦，重新审视起了这位貌不惊人的普通 NPC。他知道这盏青铜提灯是被封印的6阶鬼物吗？如果不知道，为什么都出门了，还能这要巧回去带走它？如果他知道这盏提灯的特殊，许飞重新警惕起来，卡伦的身份或许没有看起来这么简单。先前照面的时候，他就已经第一时间丢了鉴定，但并没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对此许飞早已习惯，丝毫没有奇怪。但现在想想，也许不是卡伦太过普通，鉴定没有什么反馈，而是对方隐藏了什么东西，导致系统鉴定不出来呢？考虑到这里还是对方的地盘，许飞没敢贸然拆穿，而是假装没发现异常，跟对方一起来到了时空乱流的边界。穿过隔阂的那一刻，两人重新回到官道附近的荒野上。回望身后的时空乱流征兆，比起许飞刚进入时已经松散了许多，距离彻底消散也用不了多久了。果然是掉入了时之间隙吗？卡伦自语了一声，忽然想起什么，紧张地问道：你有没有携带富有神火的火把？没有那个驱散灰雾，咱们就算脱离这片时之间隙，也可能不幸被卷入新的间隙。如果没有先前的发现，许飞肯定会直接说明自己可以操纵灰雾，无惧时空乱流。但心里有了戒备后，他肯定不会直说，只说自己先前遭遇诡异袭击，携带的道具在战斗中毁掉了。这……卡伦露出紧张神情，虽说没有神火庇护，也不代表一定会迷失，但运气这种事谁能说得准呢？他忍不住催促许飞道：咱们还是赶紧离开这里，返回安全的定居地吧。许飞嘴上说好，但行动却一点都不急，仿佛步履蹒跚的老年人，慢吞吞的在附近划水。卡伦虽然急，但在陌生区域却两眼一抹黑，只能跟着许飞亦步亦趋。如此直到确认这片小型时空乱流彻底消散，许飞才突然停下脚步，看向了不明所以的卡伦。你到底是谁？许飞神情严肃，沉声问道。开口的同时，深沉的雾气已经弥漫开来，再度激发了一张假身符。我就是卡伦啊。男子露出了疑惑不安的神情，看起来十分正常。那这盏旧日提灯又是怎么回事？你没有什么想解释的吗？开口的同时，许飞已经悄然退回，手中握住了银镜，并将假身推到了前台。第151章，熟悉的小说套路。旧日提灯，这个明明陌生却莫名有种熟悉感的名字，让卡伦愣了一下。他的神情再度恍惚了片刻，等清醒下来时，虽然人还是那个人，但给许飞的感觉已经截然不同。看着这个眼神锐利、气质骤然变得野蛮而危险的家伙，许飞下意识地后退了几步，随时做好了动手或者跑路的准备。没想到随便遇到的一个超凡者居然都能认出旧日提灯，当真让我意外。卡伦，不应该说是卡伦，缓缓开口，
就连声音似乎都有了细微的不同。终于不演了吗？许飞心中的警兆越发强烈，又一次询问起他的身份。他其实已经做好了对方不予理会的准备，但没想到的是，卡伦居然回应了，其实并没有演。之前跟你对话的人的确是这具身体的主人，只不过现在被我接管罢了。至于我是谁，或许你可以猜一猜。你他妈一个3000多年前的老古董，我怎么知道你是谁？许飞对当年的歇尾城又没了解，于是从先前跟卡伦的对话中听到的几个名字里，随意挑了个名头最响的。我猜你是阿卡纳瑟德歇神，现在是神将，或者你是他的神使纳瑟。本来只是信口胡猜，没想到对方居然露出意外神情。他摊开双手，以一种居高临下的姿态说道：居然被你猜中了，没错，我就是伟大的歇神神使，3座歇城的主人，卡哈里荒地的庇护者纳瑟。报完了名号，他好奇地打量着雾气内的许飞假身，虽然不知道你是如何看出端倪的，但能发现这点足以证明你的不凡。几千年后的下位超凡者，观察力都像你这么敏锐吗？不好意思，我就随口一猜。许飞状似无意地冒出了一句隐含有挑衅意味的话，不过他的心里却远没有表现得这么从容，还是有点小怕的，毕竟是一位几千年前的大佬。听到许飞的话，纳瑟的神情顿时一变，多了几分生气的神情，但他居然没有第一时间出手攻击，而是对许飞说道：你先前不是追问我的身份吗？现在本神使已经满足了你的要求，卑微如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什么意思？点破了你的身份，这就要动手灭口了吗？如果对方还是卡伦口中那位不可一世的神使，许飞肯定二话不说直接跑路，但眼前这位的状态不管怎么看都很可疑啊。躲在别人的身体里需要食材出面接管，再联想到歇尾城都已经被诡异怪诀打破，许飞不由联想到了很多修真玄幻小说中常见的套路，强者陨落，夺舍重生。许飞读过的超凡典籍中并没有相关的记录，但世上如此多的魔药能力，就算是圣者都未必全部知道。如果有一种魔药能够让人死后以某种形式复活，许飞丝毫不会奇怪。但重生归重生，就凭借眼前这具连超凡者都不是的身体，这位曾经的高位超凡亦或一位圣者还能发挥多少实力，无疑值得斟酌。他先前的些许挑衅，就或多或少有一点试探对方的用意。如果我说先前的约定算数，我代表村庄继续欢迎你加入，如何？许飞露出一个略带讨好的笑容，继续试探观察。哦，真的吗？纳瑟眼神中似有些喜色，看起来并没有跟许飞翻脸的想法，但下一刻他就悍然下了杀手。一道数丈高，看起来有若实质，但却格外暗淡的杀蝎虚影，带着无穷的威严出现在纳瑟背后。这位货真价实的人类，俨然化身为一只真正的巨蝎，从古老的神话中降临现实。这是纳瑟的圣者本质，也是他被击杀时能够借助魔药之力抛弃身体，在信徒身上转生的关键平一。对普通人和低阶超凡者而言，这种圣者本质的展露不亚于一位凶极甚至灾极诡异放出的气息，在强烈的精神冲击之下，只需要直视一眼，就会轻而易举地陷入扭曲疯狂的状态，甚至直接失控沦为怪物。然而在纳瑟信心十足的注视中，对面雾气内的确传来了凄厉的惨叫声，但也就叫了那么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死了？不可能啊，对方的超凡能力明明还在维持，但如果没事的话，一名下位超凡者怎么可能抗住圣者本质的展现？虽说他这个圣者已经徒有其表，巅峰时期的自己一只手能打现在的100个，但位格摆在那里呢。颇有些惊疑的纳瑟不知道，他的圣者本质的确可怕，奈何眼前的人不是神器之地的土著，而是玩家。有系统的规则保护，玩家就算死亡尚且能够复活，更何况还没死，只是面对圣者本质的一点冲击。当然，如果换一个玩家，就算真实的灵魂没事，游戏中的身体多半也会瞬间失控，被系统强行踢下线。在上线的时候，不出意外已经免费回城了。但许飞情况比较特殊，先前用无序之药招出章鱼头后，许飞找老师陈木咨询时就询问过，如果遭遇一位强大的疑似圣者级的超凡者，该如何应对？而陈木的回答是无解。当一位圣者肆无忌惮展现自己本质时，普通超凡者看上一眼都会发疯，更不用说打了。当时问这个问题，也只是抱着以防万一的态度，谁曾想这么快就有了用武之地。而这位神使大约是被人高高膜拜太久了，又或者面对一位一阶超凡者太有自信，因此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恶意。在明知道一位高位超凡甚至疑似圣者的敌人要对自己动手的情况下，许飞又怎么可能没有防备？从头到尾，雾气中的他都没敢直视对方，而且是稳稳躲在自己放出的假身符箓后面。在超凡灵性预感到强烈的危险疯狂示警时，许飞更是第一时间闭上双眼。饶是如此，他仍旧受到了一些圣者本质的冲击，忍不住发生一声惨叫。但那种精神冲击也就只限于这么一点了，
在许飞完全低头后，隔着厚厚的雾气和假身的遮掩，NASA 的圣者形态便再也冲击不到他。第152章，优势在我。局面对 NASA 来说很尴尬。身为一名曾经的圣者，他对自己使用魔药能力转生后的恢复情况，自然是留了很多后手的。被封印的旧日提灯仅仅只是其中之一。蝎尾城内寺庙周围的隐蔽处还有不止一处安排，但命运的无常和戏剧性，就算圣者也无法预料。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刚转生到选中的信徒身上，蝎尾城就被攻破了。没有了出火祭坛的庇护后，时空乱流又刚好降临，将他所在的寺庙卷入其中。准备的其他后手就这么统统打了水漂。对眼下的 NASA 而言，重伤转生后的他丢失了所有的鬼物和道具，魔药能力也因为转生者的孱弱身体无法动用，唯一能展现的自身能力就只有曾经的圣者本质。但问题是，断体武者的身体如何能够承受得住圣者本质的压迫？这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在伤害许飞的同时，对他自身也是一个巨大的负担。眼瞅着许飞惨叫一声后，似乎很快抑制住了冲击，越发承受不住的 NASA 不得不主动取消了圣者形态的展示，重新恢复了普通人形。但这样一来，他就没有任何特殊之处了，只是一名断体武者。该死，为什么我的运气会这么差？难道那头不可知极怪绝水银之蛇的厄运诅咒还没完全消失吗？眼看着对面的雾气涌动起来，有发起反击的迹象，纳瑟傍不住了。许飞的特殊让他没有信心驾驭一尊断体武者的身体击败他。在圣者本质似乎无效的情况下，纳瑟能想到的手段只剩下一个，那就是旧日提灯。在心里叹息一声后，他再度催动自己的圣者本质，将提灯的封印松开了一道。几乎是同时，许飞的凌厉反击已经到来。鬼物赤心泥之角，炽热的火焰从雾气中喷涌而出，直奔纳瑟而来。这位曾经的圣者没有半点惊慌，从原神卡伦携带的寥寥几张符箓中抽出了唯一有防护能力的石符符。有了这层石符做保险，他仍旧嫌不够，青铜提灯当作盾牌挡在了身前，似乎丝毫不担心这件已经破损的鬼物被烧坏更多。而事实上，这件六阶鬼物也的确极为坚硬，根本不怕灼烧。有了石符符和青铜提灯的缓冲，纳瑟一边后退躲避，一边迅速激活了这件强大的鬼物。灯罩内原本燃烧着的普通火焰骤然变成了婆娑迷蒙的充满了历史迷雾的光焰。受着光焰吸引，这片土地上的时间流速似乎突然之间放慢了无数倍，空气中投影出的时光画面甚至开始向过去倒转。1日、10日、100日、1年、5年、10年，转瞬间，一位历史上从这片灯光照亮区域经过的人类超凡者被灯光的光影投影出来。他没有感情的目光扫了一眼现场，便催动超凡之力帮纳瑟挡住了赤心泥之角后续的火焰，随后在提灯的驱使下朝许飞发起攻击。完整的旧日提灯足以同时投影出6名高位超凡者或者同级诡异怪绝的投影，但破损之后又被重重封印后的旧日提灯威能大减。此刻的纳瑟仅仅只投影出了一位3阶人类超凡者的投影，能持续作战的时间也极大缩短。不过足够了，看着这位3阶超凡者现身，纳瑟信心十足。毕竟3阶超凡者已经掌握了中品魔药，其实力跟1、2阶的超凡者有了质的差距，就算只能维持百息时间，也足以吊打眼前这名古怪的人类。优势在我。局势的发展看起来也正如纳瑟预料的那样，这位3阶超凡者的投影一出手就是中品魔药能力地裂。只见他伸手往雾气中一探，假身所在的大地便剧烈摇动起来，伴随着刺耳的声音，大地猛然裂开了一道2-3米宽、10余米长的裂缝，更有炽烈的地火和岩浆从裂缝中喷涌而出。许飞的假身符还没反应过来就跌落下去，被地火烧成了灰烬。发现死的居然是个假人，投影出的3阶超凡者一言不发，面无表情地看向雾气深处。他手掌又是一抬，屈指朝前方弹出一道道柔韧的火焰细丝，随即这一道道火焰丝线彼此交织成一道牢不可破的火网，在雾气中拉网搜索起来。这一手火网是2个下品魔药的能力延伸，不仅集合困人，烧伤敌人于一体，还能在捆住敌人后将其拖入中品魔药生成的地裂沟壑中，进一步受地火的烧蚀。若没有针对性的能力，同阶超凡者都很难躲过这一套组合的攻击。不过许飞在依靠假身符骗过对方的地裂攻击后，就立刻意识到了这名投影的强大，不可力敌。他反应也很快，对方摆明了是那件6阶鬼物招出来的，一定有持续时间限制，自己完全没必要正面交手，想办法拖过这段时间就完事了。于是许飞立刻放出一只纸鹤符，让他带着一面附加了镜面坐标的银镜朝远处飞去，同时放出了鬼物橡树木偶，让这个木偶在雾气的遮掩下伪装成自己，
进一步牵扯住这个未知超凡者投影的注意力。战局的发展正如许飞预料的那样，被火网笼罩的橡树木偶很快沦为了三阶超凡者投影的猎物。那坚韧无比的橡树表皮甚至都在火网的灼烧下燃烧起来。但那名三阶超凡者的投影属实是人狠话不多，没有半点怜悯或者玩弄的想法，伸手一招，将火网拖到了地裂的缝隙中。短短几秒钟后，正面战斗力还在许飞之上的橡树木偶就被彻底烧成灰烬。然而这名投影很快发现雾气还没散，感受着提灯那边传来的急促和强令，这名投影开始疯狂地倾泻超凡灵力，对着任何疑似许飞出没的地方制造出一道道地裂的沟壑，并再三编织出火网，眼瞅着要把附近这片区域彻底化为死地。就在躲无可躲的那一刻，许飞不再迟疑，拿出了一面银镜。经过过去1周多时间的积攒，他早已储备好了9面银镜，将银之镜的镜面坐标设立到了极限。有如此多的准备，此刻用起来自然一点都不慌。只见银光一闪，许飞身影就从原地消失。清脆的镜面碎裂声中，他瞬间出现在数百米外。有荒野上的天然灰雾阻挡，那名三阶超凡者已经不可能找到他的新位置。保险起见，许飞没有停在原地，继续移动起来。同时纸鹤符从他这里叼住第2面银镜，转身飞回战场上空。一旦投影消失，许飞就将立刻传送回来反打。他已经确认这位曾经的圣者眼下极度虚弱，手段也匮乏到可怜的地步，纵然为此冒一些风险，也120个值得。第153章衔尾追杀。跑掉了。发现那位三阶超凡者投影的火网始终找不到人，而召唤持续的时间却在迅速流逝，拉瑟的心里越发不安起来。那种瞬间脱离战场的能力究竟是什么？看起来有些像传送，但下位超凡者怎么可能掌握跟空间能力相关的魔药？纵然曾经身为圣者，拉瑟都没见过像许飞这么特殊的一阶超凡者。要不还是先撤一波。短暂的权衡后，拉瑟心中的退意占据了上风。以他圣者的本质，只要能找个村庄安顿下来，很快就能重新成为超凡者，甚至再度攀升到曾经抵达过的境界。到那时，他有100种办法可以找到这个自称赵一的家伙，并让对方为今日的举动付出永生难忘的代价。打定主意，拉瑟通过旧日提灯让投影出的三阶超凡者继续搜索许飞，自己则迅速逃入雾气中。这倒不是他怕了，而是战略转进，不寒碜。他现在只希望一件事，就是那头不可知极怪绝的厄运诅咒已经结束了，自己能在碰到更难缠的诡异怪绝前，找到一座安全的、愿意接纳他的村落。但才刚跑出没几步，那色圣者级别的本质就传达来一种被窥视的警觉。他心中顿时一惊，四下打量起来。很快，拉瑟注意到头顶上方，借助灰雾掩护，正紧跟着自己的纸鹤。可恨，这次仓促转生的代价实在太大了。不然，如果圣者级的感知能力还在，又怎么会被一只纸鹤接近到这种距离才发现？暗骂之余，拉瑟也知道不能放任许飞这么监视下去，必须尽快斩断对方放出的耳目。奈何现在的他根本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只能稍稍放慢逃走的脚步，同时遥控三阶超凡者投影全速追了上来。三阶超凡者出手毁掉一只低空飞行的纸鹤，自然是易如反掌。尽管发现不对后，许飞已经立刻让纸鹤拉升高度，但还是慢了一拍，被那名超凡者投影放出的几根火焰细线切断烧毁。啪的一下，纸鹤叼着的银镜从空中掉了下来，摔成了无数块。不愧是重生的强者，我明明都这么小心，让纸鹤符贴着世界边缘飞了。许飞着实有点无奈。好在过去1周的研究改进中，他用寻村队画符任务的回扣和从官方那里得到的大量超凡材料，绘制了许多纸鹤符，储备数量丝毫不比设置了镜面坐标的银镜少。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这次他一口气派出了3只纸鹤，一前两后，互为备份。就算今天把圣物银之镜的9次传送全部用光，他也绝不能放走这个隐患。纸鹤振翅飞出，经过他的改进，新的纸鹤飞行速度更快，转瞬间便来到了视野消失前拉瑟最后的位置。这名敌人也算狡猾，干掉了监视的纸鹤后，立刻改变了逃跑的方向，并命令那名3阶超凡者的投影故意制造动静，掩护自己的撤离，直到旧日提灯的投影时间结束为止。这些小伎俩的确给许飞带来了一些麻烦，但凡派来追踪的纸鹤少一只，飞得慢一点，可能都被他溜掉了。然而3只纸鹤来得实在太快，又降低高度，齐头并进的追踪，很快便在偏离青石板路关道100米外的空地中重新锁定了拉瑟的位置。之所以能这么轻松地找到他，还要多谢一只不知道从哪冒出来的鬼草人。虽然这鬼草人只是一只初入游级的怪绝，而且动作比较笨拙，普通的断体器武者遇到都有一定几率逃生，但偏偏就是这只怪绝，巧合的迎面撞上了拉瑟，跟他发生了短暂的冲突。这一次旧日提灯投影时间结束的拉瑟可再没有帮手了。
六阶鬼物非常强大，但负面代价也更恐怖。能解开一道封印勉强使用，已经是他圣者本质威能的体现了。若是短时间内强行动用第二次，以纳瑟现在的情况，绝对无法镇压连续的反噬，根本不需要别人追杀，就会直接死在鬼物的反噬下。纳瑟也很清楚这点，勉强跟鬼草人周旋了一下，便想摆脱他继续逃走。不巧的是，从附近掠过的纸鹤符刚好发现了转瞬即逝的动静。这位转生的圣者怎么感觉有点倒霉啊？先是转生的后手刚好失陷于时空乱流，几千年后好不容易逃出来，又被许飞这位异人超凡者盯上，使尽浑身解数暂时摆脱后，居然又被一只游荡的怪蕨给挡住了。点背到这种地步，以至于许飞都品出一点异样的味道了。但这对他来说可是好事啊！假装怜悯了一下对方，许飞便开开心心的遥控纸鹤，将叼着的银镜空投。该死！发现又一面银镜从空中落下，拉瑟终于急了，感觉到了死亡威胁在急速逼近。但这一次，他已经没有能再次转生的后手。在镜子即将落地摔坏前，银色光华爆裂开来，清脆的破碎声中，许飞从银光中一跃而出，雾气急速蔓延，将拉瑟包围。这位曾经的圣者一狠心，再次展现出了圣者本质。古老神圣的巨大蝎子虚影第二次在拉瑟身后浮现，只是比起先前那次，这次的虚影更加暗淡了，甚至很多地方出现了肉眼可以直视的裂纹。抛弃身体，被迫转生，又连续受到重创，已经让他圣者本质难以维持，位于了崩解的边缘。其他修真小说里，重伤顶多是掉境界，养好伤后还能重新修炼回来。但神器之地终不同，一旦跨入圣者境界，形成的圣者本质就已经跟本人的神魂融合为一。一旦圣者本质破碎，圣者将直接陨落。某种程度上，梅开二度，强行展现圣者本质，已经是纳瑟的亡命一搏。也许身后追来的那名超凡者，由于杀心急切，再加上年轻缺乏经验，这一刻疏忽防备，直视了自己的圣者形态呢？但很可惜，并没有。降临后的第一时间，许飞就刻意加厚了雾气，可不仅仅是用来封锁纳瑟的，同样也是为了防范可能的拼死反击。在超凡灵性示警后，许飞比先前那次更快闭眼，低下头。他甚至还有余力掏出手弩，朝记忆中的方位盲射了一箭。许飞的手弩来自寻村队，锻造中掺杂了少量超凡材料，杀伤力比普通手弩高很多。纵然对付人类，赤焰符没有额外效果，但仅靠箭矢本身也足以让纳瑟再次受伤。第154章机关算尽。停手！感受着胸前箭伤带来的痛苦，纳瑟在自己身体崩溃前被迫收起圣者形态，急促地大喊起来。他知道，如果自己什么都不做的话，下一刻就是死亡之时。但曾经身为神使，享受了无穷荣华富贵，纳瑟又怎么可能接受默默无闻死于荒野的命运？为了改变这个凄惨的命运，他决定趁自己还有最后一点筹码，跟对面的赵一做一笔生意。然而许飞根本没有理会他。虽说对方看似已经穷途末路，但天知道一位曾经的圣者是否还有什么底牌。反派死于话多这个 flag 又太过深入人心，虽说许飞并不觉得自己是反派，所以稳妥起见，还是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直接干掉对方了事。纳瑟似乎也感受到了许飞的杀心，语速极快地继续说道：“你不想要这件六阶鬼物了吗？上面有我用圣者本质施加的3道封印，杀了我，你永远别想解开它们。”即将发出最后一击的许飞，权衡了一瞬间后，暂且停了下来。旧日提灯的确是一件威能强大的鬼物，让人动心。随后，一个飘忽不定的声音从雾气中传来：“不好意思，我认识一位神秘商人。”对他来说，一件圣物都算不上什么，区区6阶鬼物的封印，自然更不在话下。纳瑟正庆幸于自己的极致，并且在考虑该如何说服许飞放过自己，没想到突然听到了神秘商人4个字，脸色顿时一僵。他难以置信的道：“这不可能，能拿出圣物的神秘商人，根本不是你这种小人物能接触到的。”许飞懒得跟他争辩，只说道：“如果你想说的只有这个，那我劝你可以消停一下，等死了。”凌厉的杀意再度从雾气内传出。见许飞很有信心，不似作为，拉瑟心中沉到了谷底，但他仍旧没有放弃希望，再次开口：“或许你的确认识一位强大的神秘商人，但想要打动他替你解除封印，却并不是件容易事，你未必能拿得出足够的代价。而且，除了这件6阶鬼物外，我还知道无数超凡领域的知识，古老的历史隐秘，甚至是如何成就圣者。难道你对这些不感兴趣吗？”纳瑟的话戳中了许飞的心思。他的确对高阶的超凡知识和神器之地的隐秘历史感兴趣，但是许飞也不觉得自己能随便拿捏一位曾经的圣者，只要自己给对方任何机会，他都有可能极限翻盘。我怎么知道你传授的超凡知识和隐秘历史是真是假？如果你以此拖延时间，借机恢复实力怎么办？这个好办。
那瑟忍着身体各处的痛苦，快速说道：“你既然是神灵从者，也就是你们口中的超凡者，就应该知道超凡仪式的存在。我恰好知道一些仪式，比如见证契约的仪式，或者将超凡知识转授的秘契仪式。只要你愿意跟我举行契约仪式，确认事成后会放我离开，且不得以任何形式伤害我，我就会将所有知道的超凡知识传授于你，并为你解除那件6阶鬼物的封印。”他强调道：“有契约仪式的见证，我不可能骗你。而且秘契仪式是一种非常高效的神秘知识交换仪式，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让你掌握大量的超凡知识。”这个极具诱惑力的承诺让许飞陷入思索中。片刻后，他假意动心，说道：“这荒郊野岭的地方，我可拿不出太多布置仪式的超凡材料。”那瑟眼中闪过一分不易察觉的狡猾，诚恳道：“布置这2种仪式，其实不需要什么高阶材料，秘契仪式尤为如此。契约仪式的话，难度相对高一些，主要是需要一位位格足够高的强大存在见证。”位格够高的强大存在？许飞问道：“我先前提到的那位神秘商人行不行？”那瑟很坦然地说道：“当然可以。”说着，他做出了一个请的姿态。如果许飞真能召唤出一位神秘商人，并且跟对方交情不错，那瑟就认了，老老实实跟对方签契约，只求能保住一命。如果交情一般，那瑟甚至可以考虑跟对方做一笔生意，反过来把赵一卖了。毕竟，就算是落魄的圣者，能拿出来当筹码的东西和知识，也远不是一名1阶超凡者能比的。而神秘商人的节操嘛，只要你给的价码够高，他们就可以没有节操。如果赵一只是胡吹法罗，根本招不出神秘商人，那就更好了，对方将完全落入自己的圈套。在那瑟的偷偷关注中，许飞故作为难了一下，最后表示如非必要，轻易不想浪费这一次机会。果然，这小子在唬我。那瑟心中立刻踏实下来，但脸上仍旧无比诚恳，说：“如果你不想召出那位见证的话，我这里也可以提供几位强大存在的尊名，可以请他们作为见证。当然，都是几千年的老古董，我不确定他们现在是否还能回应，可能需要你挨个尝试一下。”“不必了，真请他们见证，愿意帮谁还不好说呢。”许飞继续回绝，他准备看看眼前这位究竟想玩什么花招。好吧，那瑟露出为难的神情，心里却在偷笑。实在不行的话，用一件位格足够高的鬼物也能替代，只是效果可能差一些。哦，许飞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你的意思是让我用你这件6阶鬼物旧日提灯做见证？不，现在这件6阶鬼物已经是您的了。那瑟看起来十分谦卑。隐匿在雾气中的许飞微微垂下头，开始认真思考起这件事。用高阶鬼物或者圣物做契约的见证，的确是可行的法子。手册期间，许飞和其他玩家加入怀庄寻村队时，签订的契约就是用青木寨的一件圣物见证的。只不过当时他们用的手段不是仪式，而是契约符箓罢了。但这只是方式的不同，本质是一样的，殊途同归。对方将话说到这一步，许飞其实已经猜到了他谋划的主意。那瑟在这件6阶鬼物上一定布置有什么后手。如果自己真的贪婪中计，用这件6阶鬼物见证契约仪式，那最后一定会被坑得很惨。但是啊，内瑟你机关算尽，恐怕想不到我手里有比你这件鬼物更高阶的玩意吧？又或者，其实你笃定了我这位1阶超凡者拿不出圣物，才会急中生智弄出这么个计划。想到这里，许飞微微一笑，说出了让那瑟遍体生寒的话：既然6阶鬼物的效果差了点，那就不用它好了。我这里恰好有件高位格的圣物，你看怎么样？第155章，签约者赵一。圣物。那瑟只觉得今天受到的震撼和打击一波接一波，一位1阶超凡者能接触到神秘商人就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居然还有一件圣物。要知道，就连自己这位曾经的圣者都没有圣物傍身，这种东西什么时候这么廉价了？他心里仍有怀疑，但许飞仅仅是将银之境的气息稍微泄露1、2，那瑟就再也说不出话来，只能勉强分辨道：“你怀疑我能通过旧日提灯影响契约仪式，但你凭什么保证自己不会这么做？”许飞早已想好理由，不假思索的道：“这件圣物不过是一位强者临时赐予我防身的，我拿它做不了什么。你不会以为那位真的会将一件圣物赠予我吧？就算我之后找那位强者帮忙，但契约已经完成，无法更改，而且到时候你也早就跑远了。这当然是谎言，但有些时候谎言反而比真相更有说服力。至少那瑟是相信了，不然实在没理由解释一个1阶超凡者能拥有圣物。同时也不由暗暗羡慕许飞背后那位强者，居然敢将圣物借给一位如此弱小的晚辈防身，难道就不怕出了什么意外遗失了吗？自己当年怎么就没有这样的靠山？瞬间的羡慕后，打消了疑虑的那瑟在许飞的严密监视下，在地面上一点点绘制起了契约仪式。他每绘制一部分，许飞都会打断他，让那瑟讲解起这部分仪式阵图和所用路文的含义，并跟自己掌握的知识互相印证。
确认无误后，再将那瑟已经绘制出的那部分仪式抹除，然后自己动用超凡材料亲自绘制。整个过程，许飞的防范之周密严格，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就这，许飞还担心不够保险，再度给那瑟送了几箭，将这名曾经的圣者打到了重伤的边缘。如此对待，那瑟心里肯定充满了怨恨，但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更让那瑟不安的是许飞赤果果的威胁。你知道我为什么能认出你的旧日提灯吗？是因为我有一件特殊的鬼物，可以鉴定它的来历和真假。在契约仪式上，你最好仔细一些，否则出现哪怕半点错漏，我都会当你是别有用心，当场格杀勿论。命运把握在你自己的手上，最后走向什么结局，自己想清楚点。那瑟不确定这番话的真假，但他能听出了许飞言语中的杀意和决心。他确实不敢拿自己的命赌许飞的话是诈唬自己，毕竟这位一阶超凡者实在给了他太多惊喜，连圣物都拿得出，一件能识别来历、鉴定真假的鬼物又算到了什么呢？契约仪式并不算复杂，更不用说许飞本就有相当的超凡知识基础。一番现场教学后，许飞很快在地面上刻绘出了一个用于公证的契约仪式阵图。根据我掌握的仪式相关内容来看，这个契约仪式的确没问题，没有哪怕一部分多余。不过到底可不可靠，果然还是要靠系统来确认。鉴定，氤氲的光芒从仪式上浮现，上面浮现出的小字说明让许飞放下心来。看来你是个聪明人。许飞笑了笑，目光里的意味让内瑟心中又是一跳，暗暗庆幸自己刚刚的选择。然而看到已经完成的仪式以及许飞的无声催促，手捂伤口瘫坐在地上的奈瑟并没有轻易就范。在之前的谋划被许飞勘破后，眼前的契约仪式已经是他唯一能自保的手段了。所以在开始契约之前，他必须就契约的条件跟许飞谈个明白。首先，我可以将我知道的所有超凡知识、历史隐秘通过秘契仪式传授给你，且帮助你解除六阶鬼物旧日提灯的封印。但作为回报，你不可以用任何方式限制我的自由，或对我做出任何有威胁、伤害和敌意的动作，也不可以通过任何手段暗示其他人对我不利，或者引来诡异怪谲，间接坑害我。此外，你不得通过任何手段跟踪、定位、预言我的位置和下落。同时，为了保险起见，你还必须履行以下条款。不愧是曾经主宰了3座城堡的圣者，这位一开口就列出了15条限制，包括但不限于各种可能威胁到他的方式。其中有些离奇的方法，许飞甚至想都没想到过，不由啧啧称奇。基于对等的原则，他当然也不甘示弱，反过来提出种种要求。作为放过你的代价，你必须保证秘契仪式的完整、正确，传授给我的超凡知识和历史隐秘不得包含任何能够威胁、伤害、污染我的手段。同时，必须清除掉6阶鬼物旧日提灯中任何可能存在的后手，完全解除对它的影响和控制，并且确保解封后的旧日提灯不能威胁到我，能被我正常使用。一番讨价还价，在内瑟感觉自己身体发冷、要失血过多而昏厥的时候，许飞终于跟他敲定了契约的全部条款。同时，双方还在最后明确了签署者的身份、见证者和违约的代价。见证契约仪式的是圣物银之镜，违约的代价是死亡。也只有这个代价，奈瑟才能相信许飞会真的履约。否则，不管多么苛刻的诅咒、惩罚，只要人没当场死亡，总有办法削弱或者化解。当然，除此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摧毁用于见证的圣物银之镜。但奈瑟觉得对方还不至于丧心病狂到这种地步，就为了事后追杀自己，毁掉自己的一件圣物。真要是这样，那他也认了。至于签署者的身份，纳瑟当然是自己的真名。除了内瑟这2个字后，后面还有长长一串姓氏。许飞报出的则是自己的玩家 ID 赵一。对此，纳瑟自然很惊讶，他没想到许飞的姓氏如此简短，但却并没怀疑许飞会谎报。如果这个名字是假的，之后的契约根本不会响应，许飞的这番表演将毫无意义。随着最后的准备完成，双方一起进入契约仪式中。许飞将银之镜的气息注入仪式阵图，跟本次契约建立了超凡概念上的联系。在这件圣物位格的见证下，仪式开始运作，大段的金色文字在空中亮起，陈述的正是双方事先约定的内容。第156章，写作秘契仪式，独作神交。为了确保无误，双方还各自检查了一遍，这才正式确认自己的猜测到底行不行，就看这一招了。站在仪式中，许飞有些紧张。他签署的名字是赵一，但这仅仅是游戏中的角色名。如果违约，死的自然也是游戏中的角色。但如果这个契约仪式不认可他的小聪明，必须要报现世的名字，那许飞肯定不会跟他签订这种约定，而是会立刻翻脸杀人。宁可没有多余的收获，也坚决不能放过一名潜在的圣者及敌人。只是一名一阶超凡者的他，根本承受不起那个代价。
但幸运的是，契约仪式顺利给出响应，认可了许飞报出的名字，毕竟这是他降临这个世界时就确认的 ID， 而且经过系统认证。在神器之地的规则中，赵一就是这个角色的真名或真价实的那种真。成功了！看着这些金色的契约文字，一式二分，同时化作光芒没入双方身体，计谋大成功的许飞心中暗喜。另一边，拉瑟也松了口气。这个叫赵一的年轻超凡者，虽然无比谨慎小心，但对超凡知识的贪婪，终究还是让他抓住了机会。眼下契约一签，除非对方不惜跟自己同归于尽，否则就必须放他离开，甚至还要给予一定的安全保证。而只要能度过这一次劫难，拉瑟有信心迅速找回曾经的阶位。届时，嘿嘿，拉瑟心中冷笑，脸上却仍旧保持谦卑，请许飞履行部分约定，先出手帮忙稳定伤势。毕竟以他现在的情况，别说勉强支持秘器仪式了，就算单纯拖延片刻，都有可能彻底死亡。这对许飞来说自然不是难题，从背包里取出几包止血药粉和一卷绷带，丢给了对方。拉瑟无奈，只能继续自己动手。好在这具身体终究是断体武者，比普通人还是强很多的。拉瑟费了一点功夫，便给自己完成了包扎，止住了失血。然而还没等他喘口气，许飞就开始催促他履行秘器仪式。有圣物见证的契约，这次倒不用担心拉瑟继续搞鬼了。不过本着有备无患的态度，许飞还是让他一边绘制，一边详细讲解了一遍，最后依旧亲自出手填充。先前说过，比起需要圣物或者高位存在见证的契约仪式，秘器仪式更加简单。他只需要用超凡灵性创造一个相对封闭、安全的环境即可，剩下的就交给了秘器仪式中实力更强的那一方主导。正因此，这种仪式的风险其实很高。如果仪式进行期间，高位超凡者想对另一方做点什么，简直就像喝水一般轻松。也就是抓住了一位圣者落魄到濒死的绝境，迫使对方签订了公正契约，再加上这里是游戏内，有系统的伪力保护，就算出了问题，顶多账号清空，不至于影响现世，许飞才敢这么做。而风险对应的回报却格外丰厚，可以让他瞬间获得一位圣者的所有超凡知识和历史隐秘，并能执掌一件拥有强大手段的六阶鬼物，说是一步登天都不过分。眼瞅着秘器仪式绘制完成，许飞压住内心的激动，跟拉瑟一起进入仪式中。同时，为了确保即便出意外也能有一个后手反制，许飞还不惜消耗大量超凡灵性，将先前被摧毁的橡树木偶重新召唤了出来，在旁边担当警卫。做完这一步，他才正式启动了秘器仪式。随着超凡灵性在四周构筑起一面无形的封闭屏障，许飞感觉到自己的意识开始迅速发散拔高，有点灵魂出窍的意思。很快在仪式的引导下接触到了拉瑟的意识体，某种程度上说是神交也没问题。唯有如此，才能用最高效、安全的效率传授那些隐秘而又危险的知识。轰！意识接触的那一刻，许飞只觉得自己的精神都要爆炸了。无数浩瀚的超凡知识，几千年前的古老隐秘历史，甚至是当年拉瑟留给自己的后手和埋藏的宝藏地点，统统都从意识链接通道中传了过来。只一瞬间，许飞就有种被撑爆的感觉，头胀欲裂。目睹这一幕，拉瑟心里又是幸灾乐祸，又是郁闷惋惜。幸灾乐祸的是，一位圣者掌握的知识，哪里是那么容易掌握的？就算有仪式捷径，也要吃点苦头。郁闷和惋惜的是，受限于契约仪式，他没办法做任何手脚，否则根本不需要什么恶意污染，仅只需要加快一些传输的速度，就能直接把许飞脑袋撑爆。但现实是，他不仅不能加快，反而还要主动减速，维持在高效但又不至于威胁到许飞安全的极限上。眼瞅着自己200年辛苦掌握的知识就这么付诸东流，白白便宜了敌人，天知道拉瑟有多痛心。宝宝心里苦，但宝宝不说。意识交汇传输信息的效率高效到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在许飞的主观感受中，涌来的知识仿佛无穷无尽，足足过了几十分钟，甚至几个小时一般漫长。但事实上，外界仅才过去几秒钟，然后他的精神就再也支撑不住这种恐怖的消耗了，本人能承载的知识也达到了一个极限。见状，拉瑟不得不主动断开了传输，秘器仪式提前结束了。许飞只觉得自己脑袋突然间重了几公斤一般，有些不适应的用力晃了晃，感觉昏昏沉沉，就像是一台笔记本电脑的内存中塞满了未清理的数据，稍微跑个小程序都在卡顿一般。他努力适应着这种感觉，梳理着10几倍甚至几10倍于自己先前掌握的超凡知识，随后皱着眉问道：秘器仪式完成了吗？这就是你掌握的所有知识？许飞觉得有些不对，因为他接收的超凡知识绝大部分都是5阶超凡以下，在网上的内容就很少了，涉及到圣者境界的更是只有一些基础常识。拉瑟看着许飞，露出在看白痴的眼神，连超凡知识是有重量的这句话都不知道，眼前这个家伙还真是蠢得可怜。但更可怜的是，就是这么白痴的家伙把自己打败了，
逼得他不得不签了一份屈辱的契约。第157章胜者陨落。事情就是这样。稍稍解释了一番后，拉瑟总结道：所以不是我不想告诉你，而是契约中不得威胁到你安全的条款限制了我的传输。实话告诉你，眼下传授给你的超凡知识顶多只是我掌握的1-2成，但这已经是你现在能接受的极限了。说完，他还不忘投来一个鄙视的眼神。别说也不告诉你，是你太弱了。被一个将死之人鄙视，许飞自然不会生气，而是大度地接受了这番说辞，同时也不由庆幸自己的谨慎和把握机会的能力。仅仅是对方1-2成的超凡知识，都让他感受到了超凡领域的浩瀚博大。若是对方掌握的全部，许飞简直不敢想象能渊博到何种地步。幸好对方的状态实在太差，而且运气也背到了极点，更在命运的抉择路口选择了与自己为敌。但心中满意归满意，他脸上还是摆出一副不爽的神情。但这样一来，契约岂不是无法完全履行了？拉瑟不慌不忙说道：你没能获得的那部分知识，是被契约自身阻止了传输，不是我不履约。所以除了关于旧日提灯的部分外，其他需要我做的内容均已经完成。如果有异议，你可以去跟自己的圣物商量，看他愿不愿意执行契约惩罚。这么嚣张的吗？这是觉得有契约保护，所以又有恃无恐了？许飞嘴角抽了抽，也不知道该说啥，索性直接催促道：既然密契仪式也完了，请你履行最后一项条款吧，之后我就会放你离开。这副颐指气使的语气让纳瑟越发怨恨，但都已经到了这一步，他同样也没什么想说的，只想赶紧完全契约，然后摆脱这个必须死10000遍的家伙。一言不发，拿起青铜提灯，再度动用圣者本质，解除起上面的封印，同时心痛到滴血的亲手抹除了自己留在提灯内的印记。整个过程看起来波澜不惊，也没见什么光影特效，就看到纳瑟将旧日提灯当作破烂一般抛了过来，随后扭头就走。许飞面无表情接过这盏青铜提灯，再次丢了一个鉴定。封印解除后，这件已经归属于他的鬼物，鉴定后的属性果然详细了不少。旧日提灯破损，6阶鬼物。一位掌控了投影、魔药极其强大的古代高位超凡者，被一只灾疾诡异诅咒所杀后，超凡灵性一退，滚落到旁边的青铜提灯上，机缘巧合下形成。激活之后，这盏提灯可以投映出灯光照映区域内历史上曾经途经的强大存在，包括人类超凡和诡异怪绝，让他们为你而战。同时投映的超凡存在越多，实力越强大，回溯的历史越久，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当前状态下，受损的旧日提灯最多可同时投映出5名存在，实力上限为中位超凡3、4阶。每召唤一次旧日历史中的投影，都需要汲取大量的超凡灵性，作为维持提灯光焰的燃料，在消耗不超过一定程度且不连续使用的情况，被汲取的超凡灵性可以逐渐恢复。同时还需要支付一定的时间，持有者的寿元，用来偿还被回溯的历史。需偿还的时间比例为：当投影的数量为1时，投影实力相当于1阶超凡的情况下，偿还1个月时间；投影2阶偿还4个月，投影3阶偿还9个月，4阶偿还16月。此外，投影的数量每增加1名，需偿还的时间额外加1倍，即最多16乘以5等于80个月。通过可以降低投影所需的代价。注：一盏在圣者级别的战斗中被损坏的古老提灯。一目十行扫了一眼，虽然这次鉴定仍旧没得到全部属性，但已经能看出这件6阶鬼物的功能和需要支付的代价远比许飞想的还要强大。既然他的封印已经解除，那你可以放心的去了。对待这种威胁巨大的敌人，斩草除根永不过时。许飞平日里虽然不会滥用武力，但该下杀手时绝不手软。他控制雾气急速蔓延，跟橡树木偶一起追了上去，同时不忘在原地抛下一面银镜。你想干什么？纳瑟虽然第一时间拔腿就走，但其实一直有留意许飞的动作。此刻意识到不对劲，他顿时警觉起来，厉声喝道：我警告你，契约还在，你对我出手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死。死！雾气中的许飞冷笑一声，他的5次复活机会1次还没用呢。之前百般珍惜节省，就是为这种关键时刻准备的。1次复活换1名圣者，值了。不过出手的机会只有1次，若一击不能杀死他，那许飞必然会立刻遭到契约反噬，直接免费回城。所以他没有用手弩，而是冲到纳瑟身前，摆断钢刀和橡树木偶同时发出了最强攻击。纳瑟的伤势虽然经过包扎止住了失血，但也仅限于能正常行走的地步。此刻面对许飞只攻不守，摆明了同归于尽的架势，他还真没有什么手段。瞳孔中闪过刀光时，绝望的纳瑟还在疑惑自己到底哪里出了疏漏。然后他就看到了许飞的刀和橡树木偶的拳刃同时袭来，一击刺穿心脏，一击打碎了头颅。这一次纵然是有圣者的本质，他也死定了。但在圣者本质彻底崩解前一刻，
纳瑟看到了许飞身体被反噬，瞬间也被契约摧心破炉的惨状。哈哈，蠢货，一起死吧！纳瑟的疑惑得到了释疑，终于没有了遗憾。我没错，错的是遇到了一个神经病。这位3000多年前成名的圣者，在刚脱离时空乱流不到1个小时后，就此陨落。一道水银之蛇的虚影从他尸体上漂浮出来，吐了吐蛇信，化作烟尘消散。战场彻底平静下来。死了。被弹回登陆空间的许飞看着面前需要等待10分钟才能复活的提示，无奈地耸了耸肩，但也没完全死。感谢系统爸爸给予的复活机会。另外，初次复活的体验还是挺奇妙的，大约是知道自己不会真死，居然意外的没有恐惧感，而是以一种冷静超然的状态经历了最后一幕。左右等着也是无聊，他索性下线弄了瓶冰阔落，悠哉悠哉的喝完，又去官方论坛逛了一圈，算着复活时间刚好到了，这才重新上线。第158章，生命源和圣者的一退。白光亮起，许飞出现在怀中的出火祭坛旁边。复活的第一时间，他便查看起系统提示：你参与击杀了圣者纳瑟，转生虚弱厄运诅咒，获得了101点生命源。越阶杀敌，击杀将获得额外奖励，最高不超过100%。恭喜，你合计获得了202点生命源。稳了。看到击杀提示，许飞总算是彻底放下心，这下纳瑟再也不可能咸鱼翻身了。没有了后顾之忧，他才注意到击杀给予的生命源，怎么才刚过100点？系统，你给老子出来！之前击杀一只怨级怪绝都有20-30点生命源，怎么击杀一名圣者才堪堪过100？是不是你把老子的生命源吃了回扣了？震怒点 JPG。但紧接着，许飞注意到系统提示中自己是参与击杀，而非击杀，也就是说，在系统的判定中，有人或者他自己在此战中混了助攻，分摊了贡献。而且这圣者后面明晃晃的3个状态也让许飞看得眼角直跳。所以其实我只是打了个酱油，助攻击杀了一只空有圣者模板的精英小怪。如果是这样，101点生命源还能接受，而且好歹有翻倍呢。这样安慰了一下自己，许飞又重新高兴起来。不管怎么说，多了这么一笔意外收获，冲到2阶超凡算是稳了，甚至可能还有一些剩余。之前去安阳村找那位卫服师寻求魔药配方，只是稳妥起见早做准备，谁能想到世事无常，原本的未雨绸缪这么快就变成刚需了呢？咦，这不是赵一大神吗？许飞盯着系统界面正感叹，没想到背后突然传来了惊讶的声音：仗剑江湖。许飞对这位手册玩家有些印象，刚开始的时候还是相当活跃的。刚得到无序之药，触发了地下陵墓的特殊事件时，许飞还曾拉他一起组队，让其跟着分润了一些好处。可惜后来发展平平，失落之村这次大活动中更是运道一般，于是逐渐掉队了。在手册50名玩家中，他的实力可以稳入前10名，不过是倒数的。是仗剑啊，你这是？许飞瞅了瞅仗剑江湖，不会也是刚复活吧？仗剑江湖明白了许飞眼神的意思，叹气道：别提了，外出做巡村队日常任务，没想到被一只游击诡异偷袭了。唉，他的语气里很有点一言难尽的味道。许飞没说什么，拍了拍他的肩膀，算是安慰。仗剑江湖其实也就感叹一下，他虽然混得惨，但也只是相对而言。抛开手册玩家几十人，他比余下2册玩家乃至现世无数连游戏都进不来的云玩家还是强太多了。别的不说，只要愿意投靠超凡调查局，立刻就能吃香喝辣，成为人上人。所以稍稍发泄了一下情绪后，他马上关注起眼前这位玩家中的最强者赵一大神。你不会也……去安阳村做个任务，途中遇到了一点意外，挂了。复活一次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许飞没必要隐瞒，坦率地承认了。随后心中挂念战利品的他就借口要回去复命，匆匆离开了。目送这位大佬离去的背影，仗剑江湖发现自己无意间撞上了一条大新闻，果断截了个图下线到论坛吸流量去了。震惊！最强玩家首交复活，这个标题一出，立刻引来无数热度。一时间，欲进游戏而不能的云玩家们蜂拥而来，开始吃瓜讨论。有多少力顶看好许飞的，表示复活一次无所谓；哪个首次玩家没死过，就有多少唱衰和幸灾乐祸的，叫嚷着这是赵一陨落的开端，荧光将取而代之，某人要退版本了。两派闲得无聊的玩家由此在论坛中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厮杀，没有人能说服对方，唯一的结果就是帮许飞的名气又扩散了一些。同一时间，许飞自然不知道论坛上的人已经吵爆了，就算知道也不会在意。他只是匆匆找了个隐蔽地方，抛出一面银镜，再度发动了镜面穿梭。骤然亮起的荧光消散后，许飞瞬间跨过数十里距离，重返战场。短短10余分钟过去，原地似乎并没有任何变化。许飞扫了一眼，快步赶到了纳瑟陨落的地方。
他的尸骨甚至都还未完全失去温度。找到了！一位圣者挂掉后遗留的超凡灵性遗退是如此醒目，以至于无需特意去辨别，都能轻易发现。没想到居然会是一节蝎子尾巴，许飞多少有点意外，同时也有点失望。毕竟超凡陨落后遗留的遗退是有小几率变成鬼物的，这一点不管是人类还是诡异怪绝都一样。若是那瑟挂掉的遗留也能变成一件强大的鬼物就好了，那样许飞等于是一击3尺。好在就算没变，他也不亏。圣者级的遗退是这个世界上最顶尖的超凡材料，光秘器仪式中传来的知识里都有不下数十种的利用方式，不管是日后留着自用，还是交易卖掉，亦或者单纯的处理后当成出火祭坛的新柴，都有偌大的价值。这一小节充满了超凡灵性，甚至有某种圣者本质残留的些尾，若是拿到大成，就算换一份高阶魔药成品都绰绰有余了。除了圣者的超凡灵性遗退外，许飞还在那瑟身上找到了3张残存的符箓，其中刚好还有能帮助人无碍交流的神启符箓。那瑟虽然是圣者，但圣者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他没有符师天赋，对如何绘制符箓自然也不太懂。给许飞传授的知识更多的来自其他方面，比如战斗经验、诡异怪绝的情报、超凡仪式、各种魔药和鬼物的能力、隐秘存在的尊名和历史等等。所以对这张神启符箓，许飞还是挺在意的。只要用金手指解析一下，他日后就能行走天下，无需再担心语言问题。为了确保没有遗漏，许飞还沿着先前追逃的路线一路搜索了回去，将先前卡伦带出来的书籍和包裹找了回来，确保没有遗漏任何战利品。随后他才在雾气遮蔽下，一边继续往安阳村的方向赶路，一边详尽梳理起这一战收获的超凡知识和旧日提灯属性中的疑问。第159章抵达安阳村。圣者纳瑟通过秘器仪式传来的超凡知识，许飞在接受完成的同时，心里就已经有了一个大概的章程，但由于数量太多，因此稍微具体一些的情况他都说不出来。直到此刻，前往安阳村的后半程中，许飞花了足足1刻钟时间分门别类的进行整理，才有了一个详细的认知。总的来说，收益超乎想象的丰厚，但其中也有许多超凡知识是许飞短时间内用不到或者已经过时的。比如拉瑟记忆中的很多诡异怪绝的知识大多来自几千年前的卡哈里荒地，距离许飞所在的白离河谷不知道多少万里。纵然是纳瑟传来的信息中，也找不到关于白离河谷或者黑山域的记载，这就导致纳瑟记忆中的很多诡异怪绝都是卡哈里荒地那边常见，白离河谷这边根本见不到的，就连许飞手上的志怪图鉴都没有收录记载。自然，与这些诡异怪绝掉落的超凡灵性材料相关的诸多魔药配方，也成了暂时用不到的珍贵废物。这其中，许飞最在意的跟风云雷电4个概念相关的魔药配方，同样没有发现。雷电2个概念是完全没有，跟风这个概念有关的魔药配方最多，足有4、5种，跟云这个概念相关的魔药也有1种，可惜还是上面说到的那个问题，配置所需的魔药材料或多或少都来自卡哈里荒地附近的诡异怪绝，白离河谷这边根本找不到对应的材料，这就让许飞很无奈了。魔药配方这么精密的东西，最为讲究平衡和稳定，哪怕只是其中一位不起眼的辅助材料，更换后都可能引发大问题。继承了许多圣者知识的他，倒是可以尝试改进魔药配方，用白离河谷附近有的超凡材料进行替换，但这是个大工程，需要反复试错，短时间内同样指望不上。所以许飞晋升2阶超凡需要的魔药，最好的选择还是黄蜂魔药。除了无效的魔药配方外，拉瑟记忆中的一些强大存在的尊名和沟通仪式，放到几千年后的现在，还有多少能够有效，同样也是个未知数。这些暂时用不到的超凡知识和过时的情报，占据总篇幅的分量还不小。看来自己吸收利用这些知识时，有必要进行一些筛选和辨识，不能毫无保留的盲信。暗暗提醒自己一下后，许飞收回思绪，关注起6阶鬼物旧日提灯。他的投影能力毋庸置疑的强大，但负面代价也很恐怖，不仅会汲取超凡者的超凡灵性，还会消耗寿命。最糟糕的情况下，全力使用一次就要燃烧好几年的寿命，普通超凡者根本烧不起。正因此，许飞才格外重视属性中的2处未知描述，尤其是最后那句通过，可以降低投影所需的代价。深究起来，这一处的未知其实不难推断，因为 NASA 的举动给了许飞足够的提示，那就是封印。通过某种封印手段，可以有效压制负面效果，降低使用后需要支付的代价。而详细梳理了 NASA 的超凡知识后，许飞对此有了更明确的认识。普通封印可不足以压制一件6阶鬼物，必须是一位圣者出手，用自己的圣者本质镇压，才能让6阶鬼物臣服。而这种封印镇压的手段，本质上和圣者将鬼物洗炼成圣物是一样的，只不过后者是永久性的过程，需要圣者付出极大的代价，而前者是临时性的，付出的代价会小很多，
但这种临时性的封印同样也有很大的缺陷。可惜我就算知道也学不来啊。许飞摇了摇头，他可找不到一位圣者帮忙。章鱼头商人应该能办到，但许飞未必能付得起价格，而且他也不想再看到对方，所以降低使用代价的办法暂时是没指望了。许飞只能转而推测起第一处未知描述，从他出现的位置来看，介于使用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提灯的具体效果之间。想来想去，许飞也没有确凿的推断，只能猜测也许是某种警告或者隐性的使用限制。比如实力弱小的超凡者如果试图动用这件鬼物的全部威能，可能会有很严重的后果。也许是投影失败，也许是支付不起代价当场死亡，亦或者死亡的同时提灯部分执行了投影命令等等。当然这也只是他的猜测，究竟是不是这样暂时还不好说，但稳妥起见，最好还是不要随意投影出实力远超自己的历史投影。这条规则不仅仅适用于旧日提灯这件鬼物，对其他同类鬼物也是如此。这里或许有人会疑惑了，为啥圣物银之镜到手后属性都是全部可见的，一件6阶鬼物鉴定后反而没有得到全部说明？这里就不得不提一下玩家们总结出的系统鉴定的原则了，大致有3条。首先，系统直接出品的基本都可以获得全部说明。其次，位格跟玩家相差越小，且玩家对相关领域超凡知识有更多储备的，鉴定出来的属性也就越详尽。最后，已经被玩家获得的道具往往也能获得更多的说明。如果玩家对一件道具或者诡异毫无了解，也没接触或者战斗过，更没有类似的超凡知识储备，那盲丢鉴定基本什么都得不到，或者顶多只得到一个名字，属性描述里全是问号。反之，满足条件越多，获得的也就越详细。类似的总结手册期间就有，只是当时还不够完善。2册之后，玩家们对游戏了解越发深入，才确定出了这样3条原则。当然不是所有都适用，总有一些特殊的例外。圣物银之镜是活动排名的奖励，无疑满足其中的第1条。至于旧日提灯能鉴定得到这么多说明，已经是许飞继承了大量超凡知识的结果，否则以他1阶的阶位，想鉴定6阶的鬼物，得到的问号绝对不止这短短2处。白夜快要结束之时，因为这场大事件凭空耽搁许多时间的许飞，终于透过雾气看到了安阳村的影子。谁？看到有人在这个时间接近，守卫安阳村入口的巡村队 NPC 和几名玩家十分警惕。一番交涉后，通过测鬼符验证的许飞才被安阳村的 NPC 允许入内。当然这其中还要多谢几名玩家的担保，他们显然是认出了赵一的身份。第160章许飞的筹码。赵一大神怎么有空来安阳了？是做什么任务吗？偶像还缺大腿挂肩部？会卖萌，会暖床，会嘤嘤嘤。卧槽，嘤嘤怪！想跟大佬截图留念一下，几秒钟就好，求求了！几名玩家涌了上来，热情迎接，各种求截图求签名。正热闹时，忽然有人过来揭了许飞的老底。咦，论坛上不是说你挂了吗？怎么跑我们村来了？什么？赵一大神挂了？几名刚参加完巡村任务回来还不知道发生啥事的玩家大吃一惊。你还不知道？论坛上现在正热闹呢，一堆人在争论这个。假的吧？他的魔药能放雾气，保命能力这么强，也能死？好像不是假的，我也在论坛上看到了。很多人都说这是赵一不败神话被打破的开端，在那里唱衰呢。消息传得如此快，让许飞有点意外。难道当时有玩家在现场直播？不过他马上便反应过来，应该是刚好撞见自己的仗剑江湖将这件事发到了论坛上，这才瞬间传遍武村。你们倒是有够闲。许飞有点无奈，成名人了，果然也有很多不便之处，随便一点点小事都会引来无数关注。得亏他们只知道自己挂了，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否则若是让人知道自己干了一名圣者，怕不是整个论坛都要爆炸。左右许飞也没打算今晚回去，便抽了一点时间回应了支持崇拜者们的热情。眼瞅着人越来越多，他才不得不找理由脱身。问清魏服侍的住址后，遁入雾气，快速赶了过去，让许多想让近距离瞻仰一下当前第一超凡却来迟一步的玩家们大失所望。5分钟后，许飞来到了安阳村中央的符师居所，跟外面守护的一名 NPC 武者说明来意后，对方很快进去通报。随后，一名神情淡漠、喜怒不形于色的符师从里面走了出来。魏符师您好，在下奉老师陈木之命前来拜会。虽说同为符师，但人家的年龄摆在那里，自己也算有求对方，因此许飞上来就摆了个低姿态。魏符师上下打量许飞一眼，点点头，原来是怀庄的陈师弟子，请进来吧。两人顺着装饰奢华的宅院和里面的小花园，一路走进大屋的客厅。魏符师在主位坐下后，让侍女上茶，随后平退了侍从，这才率先问道：我跟陈木并无什么交情，他为何会突然派你来拜会我？是有什么事吗？
许飞没想到这位如此干脆，正考虑着如此开口的他，当即省了些遣词造句的心思，直接掏出信件递了过去。魏福师倒是谨慎，居然没直接接过信件，而是先用感知扫了一下，没发现问题，才接过拆开，一目十行的查阅起来。信的内容不长，开头的寒暄后便点明了许飞的来意，因此魏福师短短10几秒便看完书信，思索了几秒，对许飞道：“你的来意我已知晓，黄蜂魔药也不是不可以卖给你，甚至就连黄蜂魔药的主材，我手上都有一份多余，但不知道你能拿出什么条件跟我换？”他有些怀疑地看着许飞，如果是你老师出手，拿出足以打动我的东西，或许不足为奇，但你只是一名艺人，接触符道也没多久，我不觉得你能拿出足以换取这些的筹码。先说明，我愿意给你机会，已经是看在你老师的面子上了，所以不要试图跟我讨价还价或者谈人情，肯换就好。许飞心中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如果是几个小时前的他，或许还会担心筹码的问题，但继承了圣者纳瑟的知识后，他现在能拿出的超凡知识太多了，随便挑选1、2都是魏福师现在层次无法接触到的。哦，看起来你很有信心。注意到许飞神色的细微变化，魏福师淡漠的脸上多了几分好奇。许飞想了想，先报出自己之前准备的筹码之一：我手上有一份锋锐魔药，能力很不错，再加上半本符箓相关的笔记，里面还包括3种比较特别的基础符箓，用以换取黄蜂魔药的配方。不知道您意下如何？这是许飞从失落之村获得中得到的奖励之一，其具体内容他早就记在心中，等于是无本的买卖。锋锐魔药，魏福师追问了一下此种魔药的细节，略一沉吟道：“单论价值，你这份报价也算有诚意了，但问题是，锋锐魔药虽好，于我却无用。你所言的那3种基础符箓，虽不乏新意，实用价值却不高，顶多是用来做些研究。”如此评价之后，他摆了摆手，所以还不足以打动我。许飞有点意外，这位魏福师的胃口果然很大。幸好他来之前就得到陈木的指点，知道这位符师喜欢收藏一些蕴含有历史气息的古代字画，而自从获得无序之药以来，许飞还真从门后得到过2张满足要求的普通字画。此行来之前就做好了献宝的准备，当即从中选出1张赠给对方。这是存世超过1000年的字画。魏符师似乎有判断物品上历史气息的手段，稍加感知便确定了字画问世的时间，不由露出几分欣喜。欣赏片刻后，他满意的收起字画，道：“这画我很喜欢，这样吧，就按你先前的条件交换好了。不过魔药配方毕竟是无形的知识，与你交易倒也罢了，但我手上那份多余的魔药主材却是来之不易，我准备留给青木寨中后辈的。你接下来的筹码分量如果不够足，我是不会轻易换给你的。”许飞看着魏符师，不慌不忙地说道：“魏符师，您的黄蜂魔药应该也是侧重于精神属性的吧？”魏符师点点头：“不错。那如果我告诉你，我手上有一种安全可靠的仪式，能够在极短时间内大幅提升自己的精神属性呢？顺便一提，这种仪式对高位以下的超凡者都有效。”许飞亮出了一个重量级的筹码，他不信有超凡者能够抗拒这种诱惑。果不其然，听了许飞的话，魏符师眼神立刻锐利起来：“你莫不是在说笑？我从28岁那年跨入超凡，至今已经20载，还从未听说过世上有这种仪式。”第161章寇瓦克之凝视。超凡领域如此广袤，纵然一位人族圣者也不敢说自己无所不知。魏符师不会以为自己从未听闻过，世上就真的不存在这种仪式吧？许飞的语气听起来略微有些不逊，但魏符师这个时候已经顾不上在意这些小节，他紧盯着许飞问道：“你当真没有诓我？”许飞正色道：“此等大事，我又怎么敢妄言欺骗一位符师前辈呢？如果您不信，我可以先将寇瓦克之凝视这个超凡仪式赠于您，验证无误后，再将黄蜂魔药的主材交于我。可以先验货。”这个承诺让魏符师有些动摇了。他的情感告诉自己，许飞没理由骗自己，但理智上又觉得不太可能真有这种安全高效的仪式。不要说青木寨，就算是白梨山城那种大地方，有多位高阶超凡者坐镇，都从未听说过有此类仪式。低眉垂眼，权衡片刻后，他开口道：“如果真有这种仪式，且确有效果，那我将那份黄蜂魔药主材给你又何妨？”他虽然看好那位后辈，但再怎么也不可能比自己的实力更重要。于是乎，双方初步达成了协议，由魏符师提供了一份契约符箓，签订后，许飞按照对方的要求介绍起名为寇瓦克之凝视的仪式。寇瓦克据说是一种凶极尚未诡异，实力极其强大。他的外表酷似一条长满了眼球的触手怪，每一只眼球可以轻而易举地将一人拉入幻境，还能将敢于直视他的人异化成长满眼睛的怪物。但若是有人能抵抗住他的目光注视，并挣脱幻境，就能从中获得一些益处，让精神力得到立竿见影的提升。
而寇瓦克之凝视就是利用仪式定位召唤一只寇瓦克，但打开的裂缝通道又不足以让对方降临，仅只允许对方投下来一束目光关注，再辅以可以抵抗幻象和异化的仪式阵图，让主持仪式的超凡者可以在清醒的状态下跟幻境对抗。如此持续的时间越久，挣脱幻境的次数越多，提升的精神力幅度就越大。许飞的描述让魏福师听得十分入神，好一会后，他才若有所思的道：“听你的描述，在超凡理论层面上似乎是可行的，但我有2个疑问。其一，为何我从未听过名为寇瓦克的诡异？魏福师跨入超凡领域这么多年，志怪图鉴不说倒背如流吧，起码也算烂熟于心。而寇瓦克又是凶极尚未诡异，特点鲜明，他若是看过，绝不可能没有半点印象。魏福师记得没错，这的确不是白离河谷这边的诡异。”肯定了对方所言的同时，许飞也不由暗暗佩服对方的记性。原来如此，魏福师微微颔首，又问道：“其二，涉及到凶极尚未诡异，普通的仪式真的能限制住他吗？光是他外泄的气息，恐怕都不是你我能承受起的。”魏福师对超凡仪式的研究很深吗？见对方直接问到点子上，许飞不由有些侧目。没错，寇瓦克之凝视这个超凡仪式，为什么明明安全高效却又罕见，就是因为有不止一处严苛的限制。想要压制寇瓦克，要么使用非常高级的超凡材料举行仪式，但这样势必会极大提高成本和普及的难度；要么就必须请一位高阶超凡者主持，或者借用高阶鬼物和圣物的位格进行镇压。这3个条件，许飞刚好满足其中之一。他的6阶鬼物旧日提灯和圣物银之镜都可以用来作为仪式的镇压物。也正是这个原因，许飞才不介意将仪式拿出来，因为他根本不怕别人偷师。说白了，图纸给你，一般人也学不会。当然，这种话许飞肯定不会直说，只告诉对方，这涉及到我异人族强者的一宗机密，请恕我无法告知。但您可以相信，这件事上我有绝对的把握，不会出任何问题。又到了将那位不知名异人族强者拉出来背锅的时候了。这个回避了答案的含糊之言，换一个情况下是无法说服魏福师的。但大幅提升精神力，这个选项太诱人。如果真能做到，魏福师有信心在短时间内将剩余魔药消化，再晋升一级。这个诱惑让他最终决定道：既如此，我没什么疑问了，还望你出手，帮忙绘制仪式阵图。放心吧。许飞拍了拍胸脯，一脸热情。他为什么将这个仪式当筹码，而不是用别的？不就是想借机练练手，为自己将来亲自绘制做准备吗？当然，他对这个几千年前的古老仪式能否生效，是否真的那么安全，心里也有一些疑虑。毕竟这个仪式需要主动沟通一只凶极尚未诡异，万一出现差池，可是会酿成一场大灾难的。所以才需要一位自告奋勇的人当小白鼠。如果实操之后，这个仪式确实安全可靠，回去后再给自己筹备也不迟。仪式需要以下材料，分别是阿斯曼的血液 X1 瓶，鬼术斜眼的眼球 X1 对，不宁之泪 X5滴，气灵树的树叶 X2枚，真实之血 X1瓶，纯白之花 X1朵。许飞一口气爆出了足足20余份超凡材料，其中不乏有比较稀有的物品。这也是他举行过的仪式中所需材料最为复杂的一种。如果是普通的下位超凡者，几乎不可能凑够这些材料，也唯有一位符师人脉广泛，身家丰厚，才有可能凑足。怎么这么多？让我想想。魏符师听得头都大了，一边墨迹，一边手忙脚乱地从储物的行囊中往外掏取各种材料。报完一长串的名字后，许飞想了想，又说道：其中真实之血如果没有，也可以用宁静之心或者湖中恶灵之类代替，妖蜻蜓的翅膀可以用鬼面鸮的死亡之语代替。他又一连爆出了4、5种可以彼此取代的材料。原本脸色有些难看的魏符师闻言总算神色轻松了一些。如果是这样，那倒还好，毕竟其中有几种材料真的很难找。如此一番拼凑，最终还是只凑出了21种超凡材料，这已经穷尽了一位老牌符师的收藏。有些不甘心的魏符师交代侍女一声后，匆匆跑出了家门。第162章，交易达成。足足半个小时，许飞喝光了一壶茶后，魏符师才面带喜色地赶了回来。他从安阳村的其他超凡者以及安阳村巡村队库房中凑齐了剩余所需的3份材料，为此还欠下了一笔不小的人情。这样就可以了吗？魏符师将新到手的超凡材料放到桌上，蜥蜴地看着许飞。如果这个时候许飞敢回答个不字，恐怕会立刻惹得这位符师暴怒翻脸。所幸他说出的回答是如此足矣。魏符师的脸上当即露出喜悦的神情。他亲眼看着许飞娴熟地开始各种材料的炮制，既是在验证，也是在偷师，但越看就越心惊。许飞展现出的种种手段和对超凡材料的理解，根本不像是普通超凡者能拥有的。但与此同时，这成竹在胸、有条不紊的举动，也让魏符师对他平添了几分信心。
直到这一刻，他才相信许飞提到的仪式是真有可能生效的。当然，他不认为许飞真有本事搞到这种仪式，只认为这仪式是陈木研究出来，或者从哪位强者那里学到的。许飞只是表现好，被陈木重视，才被破例传授了这种级别的仪式知识。由于用到的材料太多，光炮制处理好这些超凡材料就用掉了许飞半夜时间。在暗夜进入到下半段，安阳村中央的出火祭坛燃烧最旺盛的时候，许飞起身休息片刻，随后开始最关键的仪式阵图绘制。基色灰白带着迷幻紫色粉末的线条，随着许飞右手稳如磐石的绘制，缓缓出现在地面上。在针对性的练习过后，许飞终于也能做到超凡者的基操，徒手画圆了。随后，大量神秘的图案和路纹依次填充于这个巨大圆形的内圈。按照记忆中的知识，内圈之中的仪式部分主要是用于呼唤寇瓦克，引起他的注意，但又不能让他真的降临，同时也约束寇瓦克的气息，使其不至于外泄，引起村中出火祭坛的注意。而外圈的仪轨则是用于抵抗异化和幻象，让仪式主持者时刻保持清醒。最后还要额外附加一条保险机制，一旦仪式有任何不稳，或者寇瓦克气息有外泄的迹象，就会自动切断仪式，确保不会出现重大问题。当一切完成后，3部分内容完美的融合于一体，有种说不出的神秘美感，但给人的感觉还是少了些什么，有种莫名的不协调。许飞当然知道缺了什么，但这一步就不能让魏服师看到了。他心念一动，无数雾气从身体中涌现，朝四周扩散出来，暂时隔绝了魏服师的视线和感知。随后许飞动用银之镜，以他的位格作为仪式的镇压物，完成了画龙点睛的一笔。直到建立了神秘学上的联系，他才重新解除了灰雾。应该是成功了。再次审视，许飞甚至不需要检查，仅凭超凡灵性的判断就足以得出这个结论。不过稳妥起见，他还是反复校验了2遍，确认没有任何错漏，这才朝一旁等得有些心焦的魏服师点点头。可以开始了，记住我叮嘱的几条内容，绝对不要贪多，遇到任何意外都必须及时切断仪式。魏服师当然也知道重要性，将许飞的话牢记于心，随后才跨入仪式内圈，取出了许飞提前配置好的药剂。这种药剂可以临时增大超凡者的灵感，并散发出寇瓦克喜欢的气味。吨吨吨，一口气将苦涩的药剂喝光后，魏服师将药瓶往空地上一抛，深吸一口气，启动了仪式。仿佛有无形的震颤响起，随着药剂迅速化开生效，一道强烈的眩晕感冲上他的脑海。恍惚中，魏服师只觉得自己的精神迅速发散，四周的院墙更是犹如烤热的蜡烛般在变形融化，诸多明灭不定的路纹犹如天上的星辰般亮起。随后一条稳固但狭窄的通道被打开，几乎是立刻，一道带着强烈恶意的目光从仪式的上空通道的尽头投射下来。一只古老的凶极尚未诡异，寇瓦克从不知道多远的空间之外朝这边看来。被这恐怖的目光注视，魏服师身体本能的轻颤起来。意识到什么的他大着胆子抬头向上方望去，充斥着灰雾的空中不知何时被一片黑色的混沌取代。一只足有数十米长，长满了无数眼球的触手怪带着浓郁的恶意俯瞰着他，不可名状的癫狂气息从虚空中垂落，瞬间让魏服师失去清醒。但就在他即将陷入疯狂，被目光拉入幻境时，仪式的外圈仪轨稳稳运转起来，立刻将魏服师重新唤醒。就这么短短的沉沦，清醒一瞬间，魏服师就感觉自己提升越发缓慢的精神力量猛然暴涨了近半成。他精神一振，强压住喜悦，在仪式的辅助下跟寇瓦克的目光对抗起来。发现常规的气息侵蚀无法生效，寇瓦克的触手上的眼球愤怒的闭合睁开着。很快，新的眼球投射下来可以将人异化的光芒，但这足以让中位超凡者都异化的目光仍旧被仪式阻挡。愤怒的寇瓦克似乎意识到自己无法隔空杀死那个被仪式保护的人类，不满足被利用的他准备顺着这条莫名出现的通道强行降临，干掉那名胆大妄为的人类。然而这个想法才刚冒出，本就狭窄的通道立刻变得更加紧固起来。而仪式中的镇压物银之镜更是用圣物的位格对寇瓦克的力量进行了制衡，让他无法隔着不知道多远的距离降临安阳村。就在这个对抗的过程中，魏服师一次次从幻境中沉沦清醒，纵然提升的幅度随着次数增加变得越发微弱，但他的精神属性还是比之前足高出了30%还多。可以了，收手吧。眼瞅着魏服师的状态消耗极大，脸色变得肉眼可见的苍白，却还想咬牙坚持，雾气内远远旁观的许飞忍不住出声提醒起来。沉醉于变强中难以自拔的魏服师这才惊觉自己的状态已经快到了难以为继的程度。疯狂的一语在耳边响起，有当场失控化为怪物的可能。这个仪式安全高效的评价没错，前提是必须严格遵守种种规则。大为后怕的魏服师
赶紧按许飞的交代主动结束了仪式。在寇瓦克愤怒到极点的挣扎中，建立的降临通道被切断了。一瞬间，恐怖的眼球触手怪消失无形，视线中仿佛扭曲融化的院墙也恢复了正常。平静的院子中仿佛从未有过凶极诡异的气息出现。一切结束后，魏副师朝许飞投过来一个感激的目光，随后便再也支撑不住身体，不顾形象地瘫坐到地上。第163章，一阶超凡的顶峰。片刻之后，重新回到魏副师客厅中的许飞，在稍微等待片刻后，从魏副师这里得到了黄蜂魔药的主材。那是一团淡青色中带着一抹暗黄光晕的风沙。这团风沙带有神奇的力量，每隔10余秒钟都会犹如一道超小型的旋风一般，原地旋转流动，数秒后才停息，如此无限循环反复。它也是许飞看到过的最漂亮、最瑰丽的超凡材料，没有之一。想找到这种超凡材料，说实话还是很难的，白离河谷内很少见到。要到白离河谷跟南面万里荒漠的交界处，才有很小的几率碰到。我在青木寨的家族，每隔几年都会派人去那边碰运气，但大多数时候都收获寥寥。魏副师大约是对许飞提供的仪式效果很满意，投桃报李，将魔药配方、对应仪式和魔药的主材送出后，还专门讲了一下这种魔药主材的来历和获取的方法。其中一些见闻对现在的许飞来说都大有裨益，开阔了不少眼界。随后，魏副师又指点了一些黄蜂魔药其他辅材的获取途径，以及服食魔药仪式需要注意的地方，这才逐渐收敛话匣。见该得到的都得到了，魏副师也没有再讲述更多的意思，许飞便识趣的主动提出告辞。婉拒了安阳村 NPC 的挽留后，许飞孤身离开。脱离了村子范围后，他丢出一面银镜，身形消失在荧光中。再次出现时，已然回到了自己在怀中的书房中。黄蜂魔药得辅材、寇瓦克之凝视仪式所需的材料，加起来接近30种，想要靠自己一人之力搜集，还是太难了。坐在书桌前，许飞陷入沉思。看来有必要借助自己老师陈木和那位青木寨使者白青青的力量了。荧光和超凡调查局都能跟白青青达成某种程度的合作，自己继承了一位圣者的超凡知识，换一些超凡材料，想必也不在话下。另一边，数量众多的玩家其实也是很好的工具人，只是他们目前的实力还是太弱了，发挥不出人数和不怕死的优势。而且二册开放到现在，又经过失落之村的活动，很多玩家的5次复活机会应该快用完了。一旦他们被迫建立新号，重头开始提升实力，短时间内只怕更加帮不上忙。有必要稍微加强一下他们的实力，让他们早点晋级超凡，为自己打工了。念及于此，许飞想到了蛮牛之体仪式和超凡萃取仪式。这之前可以人工合成蛮牛之血的超凡萃取仪式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严重限制了产量和普及程度。但自从他接受了秘器仪式的那一刻起，这些缺陷就再也不是问题。以许飞如今对超凡仪式的理解，可以从高屋建瓴的角度对其进行优化。虽说一些根本性的缺陷还是无法改变，比如合成材料的不稳定性，无法用于魔药合成和超凡装备锻造等等，可至少成本这一块已经能大幅降低。换句话说，这套从手册开始就牵扯了许飞不少精力的蛮牛之体仪式道具，如今终于可以大规模的量产了。想到这里，许飞对自己接下来的行动有了明确的规划安排。与之相比，原定的对符箓的解析和改进都可以暂且放缓1-2。不过在这之前，他首先要把魔药消化进度冲到一阶巅峰。打开个人界面，仍旧是10.1比的幅度，将击杀圣者纳瑟获得的所有生命源全部投入到了魔药消化进度中。如此大幅度的强化，很快让雾影魔药的进度不断飞涨。由于单次提升幅度太大，难以精准把握骤然增强的属性和魔药能力，许飞体内不断开始有雾气溢出，缭绕在他周围，久久没有散去，映衬的他简直犹如神仙中人。顷刻之间，魔药消化进度推升到了 90%。 过了这个门槛后，提升的速度明显放慢了一些，所需的生命源点数也增加了不少。最终，当所有生命源耗尽时，许飞的魔药消化进度定格在了 98% 左右，距离彻底消化只剩下一步之遥，居然还差了 2%。 将逸散的雾气重新收回体内，许飞端坐于坐垫之上，稍微有些意外。好在这点进度不碍事，毕竟他收集魔药材料还需要一段时间，期间靠日常任务的积累和斩杀诡异怪绝获得的生命源，足以将进度彻底拉满，保证魔药配成时可以当场晋级，跨入2阶。个人界面在眼前招出光幕，许飞查看起最新的属性。晋级超凡后，由于雾影魔药是偏向于精神属性的，体质的增长已经放缓了很多，从先前不到13点提升到了14.6点。精神属性提升的幅度比较大，从先前的6.5点左右暴涨到了9.2点。看着这份属性，许飞摸了摸下巴，心里有了预感，如果不能提升2阶超凡，
自己的精神属性恐怕很难超过10点，会一直被卡在这个门槛上。初步适应了新的身体属性后，许飞动身来到院外的空旷处，全力催动魔药，测试了一下最新的作用范围。这一次，外放出的雾气足足覆盖了方圆100余米的区域，在偌大的怀庄内划出了一个明显的圆。就连职业的寻村队玩家都被这么大的变故惊动了。好在许飞的雾气太具标识性，有人马上猜到了正主，在区域聊天栏里问了一句，得到许飞回复才放下心，确认是虚惊一场。这么大的范围，如果是在空旷的战场上，应该足够发挥了。除非敌人有那种超大范围的群攻能力，否则几乎不可能威胁到我。一番测试后，许飞满意的收起能力。他重返书房，本想下线休息，但又没有什么困意，于是便转而研究起超凡萃取仪式的改进路线。凭借大量的超凡知识储备，他并没花太多时间就有了几个初步的想法。拿出笔，在纸上勾勾画画起来。当这个略显漫长的暗夜终于结束，白夜再度到来时，一个跟原版超凡萃取仪式比起来至少改变了1/3布局的全新仪式诞生在纸上。虽说它还有不少细节需要修改和进一步完善，但大体框架上已经达到了许飞眼下能把握的上限。第164章2笔交易。稍加休息，吃过早饭后，许飞拜访了自己的老师陈木。这是刚从安阳村回来，事情还算顺利吗？看到许飞登门，陈木有些意外。如果按正常的速度，不可能回来这么快啊，除非是冒险连夜赶路。刚回来不久，托老师的福，魔药配方弄到了。许飞也没拿自己当外人，随意找了个位置坐下，将途中大部分经过简略说了一遍。当然，关于圣者纳瑟的事，他还是隐瞒了一些，只推说在时空乱流中发现一名濒死的高阶超凡者，从对方那里得到了一些好处。一次寻常外出，竟然就能碰上如此离奇的经历。陈木脸上有着不加掩饰的惊讶，这些不知道从哪出现的艺人，果然一个个运气非凡，随便都能遇到大机缘。这就是我从那位超凡者手上得到的，之后跟卫服师做了交易的寇瓦克的凝视仪式。大概说明情况后，许飞抽出一份来之前才画好的仪式阵图，递给了陈木。他接过复杂的阵图，稍微翻看几眼，脸上露出严肃神情，提醒道：能大幅提升精神属性且能保证安全的超凡仪式，其价值可能远超你的想象，最好不要随意示人。许飞笑了笑说：老师又不是外人，对我也一直颇多关照，这份仪式阵图就当是一直以来的谢礼好了。这番话让陈木脸上露出温煦的笑容，他扬了扬手上的仪式阵图，这份心意很好，但未免太贵重了些，让老师我都有点惶恐啊，还请老师万勿推辞。许飞语气坚决：送出去的礼哪还有中途收回来的？见许飞是诚心要送，陈木也就不再客气，将仪式阵图收起。随后许飞又抽出了卡伦带出的几本书籍，这是从那位高位超凡者手上得到的几本典籍，有些记载了3000多年前一处名为卡哈里荒地上的历史，有些记载了一些当地的超凡知识。我已经将书籍内容截图留影，这里一并分享给老师了，顺便请老师帮一个小忙。对许飞拿出的书籍，陈木的确很感兴趣，不过听到许飞后面的话，顿时露出似笑非笑的神情。他点了点许飞，道：让我猜猜，你小子想找我帮什么忙？是收集黄蜂魔药的材料吗？又或者你对寇瓦克的凝视这个仪式也有想法？老师明鉴。许飞也没什么好隐瞒的，拿出一张早已列好的清单，弟子所需的材料都在上面，只是苦于没多少途径，所以想请老师帮忙搜集。以黄蜂魔药的辅材为优先，其次才是余下材料。如果那几本超凡书籍不足以抵价，余下的差价弟子之后会设法补足。对这个要求，陈木没有拒绝。他拿起清单扫了几眼，又从袖子中抽出一支笔，很快在材料下方画出一个个，也有些则是圈出了一个个红圈，随后将清单推了回来。有号标识的都是很常见的超凡材料，青木寨内能够直接买到，甚至咱们怀庄寻村队的仓库里就有现货。画了红圈的则是为师有一定把握帮你弄到，但不能100%确定的。至于余下的材料，我可以用自己的人脉帮你问问，但不要抱太多希望。许飞心中默数了一下，差不多一半材料打了号，另外还有6种材料标了红圈。仅仅是陈木一人就能帮自己解决黄蜂魔药所需绝大部分辅材，寇瓦克凝视仪式的材料也能弄到很大一部分。多谢老师的帮忙。致谢之后，许飞誊写了一份新版的清单，马不停蹄前往了白青青暂住的庭院。男性超凡者可以有漂亮的侍女，那同样道理，身为青木寨使者的白青青也能得到2位可爱的侍从少年。许飞过去拜访的时候，白夜已经到来很久了，大致等于蓝星日上3竿的时候，但白青青似乎才刚关爱过2名少年，发丝有些凌乱不说，慵懒白皙的脸上还残留着一抹妩媚。就是辛苦了2名少年，毕竟普通人的体质跟超凡者的体质还是有很大差别的。本来就有没有犁坏的地，只有累死的牛的说法，现在这地变成了深不可测的水田，牛却只是出生的牛犊，
别说2头，就算再来2头，也照样炸成牛肉干。啧，这一幕要是被论坛中云玩家里的老婆党看到，恐怕要炸了。许飞目不斜视，坐在椅子上耐心等待，心里却不知不觉想到了108000里外。毕竟这位女性 NPC 超凡者在官方游戏论坛中的人气还是很高的。不好意思，久等了。进内时换了套衣物，稍微梳洗一番后，白青青才再度露面。客气招待的同时，白青青心里也在猜测着许飞的来意。她虽然早就认识许飞，出村剿灭血老师那次行动中还曾一起战斗过，但除此之外，平素没有来往。此刻突兀登门，难免有些好奇。是这样的，我从艺人荧光那里得知，白上使并不介意跟艺人做交易。许飞问这句话，既是一个引子，也是在顺势验证自己的推测。而白青青的回应似乎比他预想的还直截了当，又或者他从一开始就不觉得这种事有什么大不了的，没想过要隐瞒。哦，你是说青焰魔药的是吧？荧光背后有一股艺人势力，他们给我开出了一个难以拒绝的价格，所以他朝许飞眨了眨眼，意思已经很明显。既然如此，事情就好办了。许飞敞开天窗说亮话，我这次来也想跟白上使做一笔生意，愿闻其详。白青青捋了捋额头上的发丝，一副我很期待的样子。简单点说，就是我有一些超凡知识，想用它们交换一些超凡材料。说着，许飞拿出了一份专门针对白青青，料定他无法拒绝的筹码。这是一种将普通植物定向培养成准超凡植物的法门，根据使用的超凡材料和手法的不同，可以赋予某种特定的性能。比如培育出的特殊竹叶，以其为斩木兵魔药的施法对象，可以让幻化后的木兵更具杀伤力。真有这种法门？你愿意将它卖给我？白青青大喜，这种能够立竿见影提升魔药能力的手段，不管付出多大代价，他都愿意买。你想多了。许飞用几个菜啊的眼神白了对方一眼，这种法门是我们异人族绝密，概不外传。不过培育出的成品还是可以出售的。第165章，怎么才7成啊？啊，只出售成品？确定不再考虑一下吗？我可以开出很高的价格。白青青很清楚这样一个法门究竟值多少钱，试图再争取一下，但许飞态度很坚定，说什么也不肯卖。这种培养植物的法门握在自己手上，就是一棵源源不断的摇钱树，而出售的话，就只是一次性的生意。一顿饱和顿顿饱的区别，许飞还是懂的。退一步讲，就算真要出售，他也不会卖给白青青，而是直接找青木寨的三屠司。作为统帅青木寨所有官方超凡者的唯一势力，三屠司能开出的价码可比白青青高多了。好吧，那就谈谈培育出的成品吧。不过，如果哪天你改变主意了，一定要优先找我。白青青不得不接受现实。关于具体的合作，我是这样想的。许飞娓娓道来，说出了自己在路上就想好的方案。我提供一份培育所需超凡资源的清单，有意者只需按图索骥提供一份材料，再支付一笔辛苦费，就可以拿到培育好的植物了。白上使若是愿意帮我联系青木寨的其他超凡者，每介绍一位，收取的辛苦费都可以分你3成。怎么才7成啊？白青青露出不满的神情。少了。许飞脸一黑，7成是人家，啊呸，7成是我的，你只能拿3成。见白青青柳眉倒竖，试图争辩，他果断叫屈道：身为培育者，我需要消耗大量的时间、精力和超凡灵性，收取7成不过分吧？许飞的这番话，白青青半个字都不信。他哼了一声说道：辛苦费恐怕吃小头吧，真正大赚的是你提供的超凡资源清单。谁知道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真正要用的，有多少是你鱼目混珠偷偷加进去的？我们自带资源，自掏腰包，怕不是最后都便宜了你自己？你怎么凭空误人清白？许飞表示，宝宝生气了。我是那种人吗？但没办法，对方一眼看穿自己的打算，在青木寨中又另有人脉渠道，还是潜在顾客之一，不做出一点让步，看来是没办法让对方帮忙，兼拉他上船了。一番激烈的谈判后，许飞做出了大幅度的让步，辛苦费5开，条件是白青青必须帮他收购黄蜂魔药剩余的几种辅材。如果限期内收不到，那不好意思，分成的比例不仅会倒退，甚至连原本的3-7开都别想了，只有1-9分成。某种程度上也算一个简约版的对赌协议了。整体的合作框架谈妥后，接下来的具体细节反而容易了。许飞拿出了严重掺水过的培育所需资源清单，介绍了定向培育的植物大致能有多少种可能，以及培育出成品的周期。白青青也列出了自己有把握拉到的订单数量，为此他还需要特地回青木寨一趟。既然如此，你顺便帮我个忙吧。许飞心中一动，掏出一面镜子，随便找了个盒子装好。麻烦你去青木寨的时候，帮我把这面镜子带到老师陈木的家里，就说是弟子送的礼物。他早就想去青木寨逛逛了，只是路途遥远，途中危险，
往返一趟要浪费很多时间，而且怀庄这边的巡村队契约还没解除。现在难得有机会，自然要借白青青之手，在那边先安插一个传送点。这样一来，只要有必要，他随时可以在一念间出现在青木寨中。这镜子，白青青有点狐疑地打量着布袋里的镜子，不明白许飞这么做是想干啥，但他感应来感应去，也没发现任何问题。这似乎就是一面普通的银镜，不是什么鬼物，也没附加什么特殊的仪式，最终只能归结于是一人奇怪的习俗。好在这种小事随手就能为之，他也没有拒绝，一口承诺保证送到。那么合作愉快。许飞跟白青青对视一笑，心中的小算盘都打得啪啪响。白青青当然知道，就算自己能拿到5成辛苦费，其实也就那么回事，但通过这笔交易，他却能进一步扩展自己的人脉渠道，甚至可以暗示培育的植物数量有限，继而排挤跟自己关系不对付的超凡者，或者迫使他们加价。届时究竟加多少，还不是自己说了算。就算日后被异人拆穿，他也可以翻脸不认这件事，甚至推脱是异人超凡者自己没说清。毕竟异人这个群体实在太离谱，什么匪夷所思的乐子都能做得出。但凡对他们有些了解，会选择相信谁的话都不言而喻。至于许飞吗？只能说你可以血赚，我永远不亏。斩木兵魔药用到的竹叶、植物之叶可是半消耗品，复用次数有限。只要这波生意打开了名声和渠道，日后就有了一座能稳定出产黄金的金矿，净利润300%的生意，谁又能不喜欢呢？搞定了2笔交易，黄蜂魔药各种材料的筹备已经走上正轨，接下来就是耐心等待晋级的时刻到来了。白青青大约是很急于赚这一笔，跟许飞谈妥的第2天，就打着回青木寨汇报一人最新状况的旗号，早早离开了怀庄。许飞则利用这段时间和手头上已有的材料，提前开始培育少量墨玉竹。这是最简单、成本最低廉，相对也最速成的一种准超凡植物。或许它的竹叶幻化的斩木兵只比普通竹叶稍好一筹，但成本低这一项因素，注定了它将成为青焰魔药掌控者最受欢迎的成品。与此同时，花了3天时间持续完善了超凡萃取仪式后，许飞正式开始了蛮牛之血的量产。经过改进后，许飞仅一次仪式就一举转化出了足11瓶蛮牛之血，而用到的超凡材料却比第一次转化4瓶时还要少。不仅如此，就连新一批的蛮牛之血的质量看起来也比之前那批要略高一些，对应到具体的仪式上，起码能多增长 0.1 至 0.3 点左右的属性。如此连续举行2次仪式后，看着桌上摆着的一瓶瓶蛮牛之血，许飞脸上露出满意的笑容，随后拉开区域聊天栏，开始疯狂摇人。已经成为超凡者的荧光烈火就没必要再召唤了，毕竟蛮牛之体仪式的系统说明上明晃晃的写着，强化效果无法突破凡俗极限10点体质，不然的话，许飞早就先给自己用上了。但林卫国代表的超凡调查局肯定有兴趣继续竞购。第166章，你这仪式道具保值吗？还算宽敞的客厅内，满满当当坐了10好几名玩家。被许飞选中的客户清一色来自手册玩家，而且都是实力离断体巅峰还差了些的那种。比如都是大鹏的瓜、仗剑江湖、狂徒张三、小西今晚吃啥、老哥传火部等等。这些人平素里都有些交情，此刻骤然被召集而来，倒也并不生疏。一边喝着茶，嗑着不知道谁从现实带进来的瓜子，一边说说笑笑地讨论着许飞召集他们的目的。也许是触发了什么大型任务，需要人帮忙。传火哥单纯从战力和人数的角度上做出了猜测。如果是这样，为啥荧光和刀刀烈火他们没来？大鹏的瓜一边嚼着茶叶，一边慢吞吞的道：赵一之前据说挂了一次，也许跟这有关系，他想姚人报一箭之仇。有没有可能赵一想建立一个自己的势力呢？除了这些猜测外，也有玩家将注意放在了宽阔的院子和2名相貌还不错的小侍女身上，在那里挤眉弄眼，一副懂得的神情。片刻的等待后，林卫国掐着时间匆匆赶来。对许飞最为重视的他，反倒是最后一个赶到。从疲惫的神情就能看出，超凡调查局最近在现实的事务并不轻松。虽说明面上超凡者们已经默契停用了超凡符箓，但各地仍旧有诡异怪绝零星入侵的情况出现。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诡异已经开始自发入侵，还是有人明知故犯，在暗中恶意动用符箓。为了平息这些入侵，调查局动用超凡符箓时又会引起新的入侵，运气稍微差些都可能衍生出一连串的入侵事件，期间不乏有发生在大庭广众、众目睽睽下的战斗。可想而知，林卫国等人的压力有多大。不管怎么说，随着林卫国到来，被邀请的玩家全部到齐。许飞不再遮掩，姗姗出场，坐在了上手的位置。这次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个机会要送给大家。先声夺人的同时，许飞从储物背包里拿出了一个暗红色的瓷瓶，打开了瓶塞。
熟悉的包装以及里面冒出的苦涩呛喉的味道，唤起了一些玩家的回忆。林卫国更是眼前一亮，急切说道：“赵一先生，你做出第二批成品了吗？”许飞点点头道：“由于我优化了相关的仪式，这次的成品不仅质量更好，数量更多，成本也比之前低了1倍不止。低了1倍还多。”林卫国大喜，立刻把心中刚冒出的数字翻了1倍，有多少？如果足够的话，我们超凡调查局至少需要8套。看到林卫国如此重视，几名先前还有点漫不经心的玩家也郑重起来。有人猛地一拍大腿，终于想起这是什么；也有人更干脆，直接上了鉴定。卧槽，居然是蛮牛之血！这不是系统给手册玩家发的福利吗？难道这该不会是赵一大神你自己制的吧？光有蛮牛之血恐怕不够吧？我记得当时还有一张配套的符箓来着。不知道谁的质疑还没说完，玩家们就看到许飞再次拍出了一张不能说十分相似，只能说完全一样的符箓。连这种符箓你也能画？大鹏的瓜眼睛直了，他原本以为自己跟许飞的差距仅仅停留在超凡境界和战斗力上，现在看来双方的差距似乎远比他预想的还要大。这就是先发者的优势吗？我要1套，价格好商量。我也要1套，能订2套吗？我的2册资格送给了我弟，他昨天才刚断体中期。震撼之后，一众手册玩家们立刻开始争抢。在许飞、荧光、刀刀烈火等玩家率先晋级超凡后，如今成为超凡者的玩家人数已经接近10人。在现有地盘和超凡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玩家们很快发现，超凡者越多， NPC 们能给出的好处和福利就越少。再这样下去，最后晋级的玩家超凡者恐怕连汤水都捞不到了。眼下好不容易看到能够追赶进度的道具，这些还有野心的手册玩家怎么可能错过这次机会呢？没看到连超凡调查局的那位代表都如此重视吗？各位不要争抢！许飞挥挥手制止了他们。这种道具虽然制作不易，但我已经有能力批量生产，只要你们能提供足够的超凡资源，不敢说要多少有多少吧，起码能做到人人有份。这霸气的发言立刻让一众玩家们脸上笑开了花。他们最怕的就是货物数量有限，或者假装数量有限，必须出价竞拍。那样的话，想要得到就势必要砸锅卖铁了。现在看来，赵一大佬办事还是敞亮。那如今的报价多少钱一套？林卫国问起最关键的问题。许飞微微一笑，伸手比了一个6的手势，6张赤焰符或者溢价一些的对等超凡资源，可以换取1套蛮牛之体仪式，保证可以让你们一举提升 2.5 点左右的体质。没有赤焰符的话，其他基础符箓也行。6张赤焰符，一众玩家们倒吸一口气，不管是真心觉得还是装出来的，反正表面上都嫌贵。但林卫国却更加惊喜了，瞥了嫌贵的玩家们一眼，决定送许飞一个顺水人情。助攻道：“你们知道吗？超凡调查局先前从赵一先生这里拿货时，原价是15张符箓一套。当然，许飞给调查局打了75折，还允许分期付款的事就没必要说了。有了这个参照价格，被召集来的玩家们立刻明白这次的售价有多良心了。许飞更是伸出食指和拇指，捏了一个微小的弧度，强调道：目前的成本已经被压缩到极致，每售出1套仪式，我只能挣一点点辛苦费。别说2册期间，就算3册，价格都不会再降了。有了这个保值承诺，一众玩家们再也没有了顾虑，纷纷慷慨解囊。但即便如此，6张赤焰符或者对等的超凡资源，也不是每个玩家都能立刻掏出来的。当即就有人联系自己的好友借款，或者紧急变卖手上的白石币，拼凑资源。当这场几乎榨干了众人口袋的盛大交易终于完成后，许飞看着桌上摆着的满满当当的超凡资源和厚厚一叠符箓，其中很多都是来自失落之村活动的奖励，露出了简单而又朴素的喜悦神情。这就是有钱人的快乐。 JPG 第167章小沙坝遇袭。将第2批蛮牛之体仪式道具全部卖光的第2天，一大早登录游戏的许飞照例查看院子里才开辟没几天的试验田时，看到了刚刚破土而出的一抹灰绿色笋尖。移植来的灰雾竹总算发芽了。灰雾竹是神器之地一种很普通的变异植物，随处可见，是许飞用来定向培育墨玉竹的原材料。怀庄所在的山头上就有灰雾竹生长，只是寻找起来比较麻烦。如今的许飞已经不愿在这种琐碎的杂物上费时间，于是果断选择发布委托。由于任务没什么技术含量，他仅仅开出1枚白石碧珠的价格，就轻松招来了好几名愿意帮忙的玩家。是时候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一番检查后，许飞拿出了精心配置好的灵液，均匀浇灌起来。随后他又启动了一个提前布置好的小型仪式，可以人为加速灰雾竹的生长和异变的几率。通过这种灵液加仪式的组合，将灰雾竹定向培育成墨玉竹的周期会极大缩短，只需要短短1周时间就能收获第1批可堪用的墨玉竹叶。完成了这个新日常后，
许飞继续返回书房，给寻村队绘制新一批符箓。眼瞅着实力即将进入2阶超凡，怀庄这边能提供的成长空间已经越来越小。许飞需要尽快积累足够贡献，以便早日解除加入寻村队时签订的契约，继而无牵无挂前往青木寨。得益于符师的特性，他目前积累的贡献远超其他手册玩家，距离解约线已经很近了。忙碌的上午过后，书桌的案头上多了一叠新鲜出炉的符箓。稍事休息，吃了午饭后，许飞照例前往出火祭坛，开启每天一次的无序之药。熟悉的流程中，他启用了染血的钱币，给自己带来了幸运增幅，随后画门开锁，一气呵成。可惜今天的运气也很一般，门后啪嗒一声掉出来一盘不知从哪弄来的水果，看起来还挺新鲜。系统鉴定之后，确认是一种名为青氏果的普通水果，无毒可吃。已经习惯失望的许飞看不出有什么表情波动，只是做了个猫猫叹气的表情，随后便随意捡了一枚青氏果，用清水冲了冲，品尝起来。这种水果的果肉十分紧密，果核很小，吃起来口感意外的不错，每一口咬下去都有清脆的咔嚓声。如果能移植到现世，再打上来自神器之地的噱头，想必一定能成为新一代的网红水果大热门。就在许飞半开玩笑半认真的考虑这件事时，旁边的出火祭坛亮起了复活的白光。咦，又有玩家挂了吗？许飞抬头看了一眼，也没太在意。200名玩家，每天都有不少出村参与寻村任务，而诡异怪蕨又越发活跃，这种情况下出现伤亡实在太正常不过了。那名刚复活的2册玩家却没这么淡定，刚登录游戏就看到许飞的他愣了一下，随后大喜过望。大神，你来的正是时候。许飞说话能说明白吗？你这样会让人误会的好吗？那名2册玩家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不好意思地说出了关键内容，村外的小沙坝可能出问题了。这句话很简短，但却足以牵动怀庄所有 NPC 的心神，因为它涉及到怀庄的水源。正常情况下，怀庄内的几口深水井是可以勉强满足村内人畜饮用的，但水井的水位会随着地下水脉的变化偶尔产生波动，遇到这种情况时就需要从山脚下的小河人工取水了。除此外，天旱时浇灌灰面草田的用水也要从这条小河里取。但是神器之地的水中也是有诡异怪蕨的，而且很多时候比地上更危险。为了避免取水时被诡异怪蕨袭击，怀庄很多年前便修建了一条引水渠和拦水坝，方便村民安全取水。进入游戏几个月来，许飞对此事并不陌生，闻言便立刻明白了问题的严重性。他追问道：究竟怎么回事？你在小沙坝附近遇到了诡异袭击吗？那名2册玩家似乎想起什么，心有余悸的点点头，道：我所在的小队巡查时发现山南的那处灰面草田过于干旱，便准备组织人取水浇田，没想到刚接近小沙坝就遇到了好几只诡异怪蕨的袭击。我运气最差，被第一个秒了，几名队友应该是被打散了，眼下情况不明。好几只？许飞忍不住打断了他，你确定这个描述没问题？至少3只。这名玩家笃定的道，而且实力很强，搞不好可能进入游级的层次了。我复活登陆后正准备找寻村队求援来着，没想到正好遇到赵一大佬你。不知。他期期艾艾地看向许飞，不确定对方是否愿意管这件事。我这就过去看看。许飞毫不迟疑地答应下来，同时说道：你继续去找寻村队告急，人肯定要救，击杀奖励也要拿，但若是能顺手再刷个救援任务，那岂不更好？话音犹在，许飞已经消失在大片的雾气中，急速赶向了山下，只留下了这名刚重生的2册玩家，羡慕地看了几眼，随后急匆匆赶向了寻村队驻地。一路疾驰，许飞现在的实力和境界已经能跟曾经的寻村队长周深相比，都是达到了1阶巅峰，进无可进，只需要吞服第2种下品魔药就能直接晋级。这种实力，全力奔驰下，不亚于一头暴起发难的猎豹。转瞬间就从数百米高的半山腰上冲到了山脚下，靠近小沙坝的区域。隔着雾气阻隔，感知敏锐的许飞已经能隐约听到小河的哗哗流水声，但除此外却没听到任何打斗声和人类的动静。而他下山的路上也没发现任何玩家回去的踪影。不会吧？许飞心中一沉，想到了一个最坏的可能。不对，玩家是可以下线避难的，那支寻村小队里的玩家未必就被全灭了。算了，还是先侦查一下再说。伸手往空中一拖，许飞先后放飞了2张纸鹤符，分别沿着小沙坝上下游的方向展开了搜查。他自己则雾气遮掩下，小心翼翼地靠近了前方的小河。随着距离接近，溪水声越发明显，但与此同时，空气中的血腥味道似乎也更加浓烈起来。第168章，新的危机。循着血腥气息的来源，许飞很快在附近找到了一处战斗的痕迹，以及一把仓皇中被主人遗失在地上的兵刃。现场没看到玩家的尸体，
应该是已经在系统机制作用下刷新了。会是已经复活的那名2侧玩家吗？许飞正凝神观察着现场，似乎从痕迹中找出更多线索。这时，他的超凡灵性忽然有所触动，转头朝背后看去。一只通体由黑色水藻组成，身上散发着不祥黑烟的奇异怪蕨，不知何时从水中爬出，看向了许昭处的雾气。他似乎感觉到这片雾气有些特殊，但又发现不了许飞的存在，疑惑地在附近绕来绕去。这是什么怪蕨？志怪图鉴对水中鬼物的记载相对较少，许飞回忆了一遍，也没认出这只怪蕨的来历，只能根据它逸散的气息以及微弱到不明显的威胁感，断定它是一只游级下位怪蕨。即便是跟其他游级下位相比，实力都是垫底的那种。看来还是要借助系统的鉴定，希望这次能给力点。默念中，这只怪蕨身上亮起的氤氲光芒上浮现出一片属性说明：腐化之魁，游级下位怪蕨，得腐化气息感染的怪物可以缓慢散播腐化诅咒，注：无法离开太远。这只游级怪蕨居然是被某只强大鬼物感染生成的。看到鉴定出的属性，许飞吃了一惊，立刻想起了手册期间曾经遭遇过的怨级怪蕨黑级树葵。联想到那名复活的2侧玩家所说，至少遇到3只诡异怪蕨，许飞知道这下问题严重了，搞不好这又是一场需要调集整个寻村队力量才能对付的大危机。幸运的是，玩家们今日的整体实力比手册时强太多了，光超凡者都能拉出10人，外加40名断体后期和断体巅峰武者，就算真有黑级树葵级别的鬼物来袭，也不足以威胁到整个怀庄的安危。还是先称量一下他的实力吧。这样想着，许飞关闭了天命雾之隐者，将自身的气息稍稍泄露一些。在雾气外围乱转的腐化之魁立刻感觉到什么，转头看向许飞所在的方向，快步游荡过来。但不等他靠近，许飞就亮出武器，遥遥锁定了目标。除了从寻村队那里得到的手弩外，他手上还有从灵卫国那里得到的手枪。之前许飞对如何用超凡知识改进现实枪械还有些缺乏头绪，但继承了圣者纳瑟的知识后，许飞对于如何改进已经有了不止一条思路。其中一些比较高阶的复杂的改造暂时还无力尝试，但一个最简单的思路，用超凡仪式为子弹附魔，却是现在的许飞力所能及的。此刻他手枪的弹匣里装的就是经过超凡灵性处理的子弹，理论上经过处理之后的子弹杀伤力能大致恢复到现实枪械的水平，并且对诡异也有一定威胁，但实战中具体好不好用，许飞还不确定。正好借这一战的机会验证他的改造思路。砰！清脆的枪声中，一发微微亮着荧光的子弹从枪膛中飞出，划破了浓郁的雾气。腐化之魁似乎感觉到了危险的逼近，但子弹出膛的速度太快，他身形才刚动就被精准击中，身上顿时多了一道肉眼可见的焦糊枪口。改造有效，但观察了一下造成的实际伤害，许飞又不由暗暗摇头。这只通体由水藻组成的腐化之魁根本没有所谓的要害可言，更不会失血而亡。经过超凡灵性处理的子弹造成的伤害微乎其微，远不如弩箭加赤焰符的传统道路。这固然跟目标的特性有关，但这种最普通的附魔手段果然还是有很大的不足，要持续改进。扣动扳机，连开了几枪后，发现这只腐化之魁仍旧没受太大影响。许飞决定不再浪费，收起手枪，换成手弩。超凡灵性激发赤焰符，射击。随着许飞扣动手弩的击扩，一发发箭使呼啸射出，附着在上面的赤焰符立刻在腐化之魁身上燃烧起来。许飞如今用的赤焰符基本都是他自己画的，最次也是上品品相。一只游级下位怪蕨还不足以抵抗这种程度的攻击。仅仅几发箭矢之后，附着的赤焰符火焰便突破了腐化之魁身上的黑烟压制，急速扩散燃烧起来。这只怪蕨顿时陷入疯狂，冲入雾气大肆破坏，试图找到重新隐匿起来的敌人。但这怎么可能？达到1阶巅峰后，许飞的雾气已经能笼罩方圆100米的范围。这腐化之魁又没有远程攻击手段，在雾气中简直就像是一只无头苍蝇般乱撞，永远不可能伤到许飞。短短10余秒时间，这只游级怪蕨便被多张赤焰符叠加后的威力焚烧殆尽。系统的击杀提示弹出。如今的许飞对寥寥1-2点生命源的入账已经无感，随意瞥了一眼便不再关心。他在继续寻找另外2只鬼物的位置，并试图找到那只疑似制造了他们的感染母体。往下游方向飞行的纸鹤符很快有了新的发现，确认了一下方位后，许飞快速赶去，在纸鹤盘旋的区域内找到了第2只鬼物。他的实力同样是游级下位，但这次却不再是水藻化成的怪蕨，而是一只披头散发看起来酷似水鬼的腐化怨灵。许飞故技重施，隐匿在雾气中远远攻击，硬生生靠财力将这只怨灵击杀。连续干掉2只诡异怪蕨，
似乎惊动了那只催生出他们的幕后黑手。几乎是顷刻间，许飞的超凡灵性发出示警，预感到强烈的危险在逼近。他脸色微变，从心的飞身而退，同时拿出银镜，随时准备传送跑路。做好防备后，许飞遥控纸鹤朝直觉示警的方向飞去，准备溯源追查。降低高度的纸鹤符很快从小沙坝上飞过，来到了河面上空。透过灰雾，许飞看到了让他毛骨悚然的一幕：起码十几只，不，起码几十只各种各样的腐化之鬼，正在不知道谁的命令下，蜂拥朝自己的方向赶来。那密集的队形让许飞下意识想起了失落之村内的无数怨尸。只可惜，没等他借助纸鹤的视野看清情况，一道黑光从就河面下方急射而来，将他的纸鹤符摧毁。第169章黑色花粉包子。几十只腐化之鬼。回想着纸鹤被击落前传来的最后画面，许飞脸色凝重起来。如果他们的实力跟自己先前灭杀的那两只相仿，都有游级的实力，那问题就真的严重了。当初的黑级树葵虽然可怕，但他操控的普通树葵绝大部分也只是不入品级。难道感染他们的腐化母体实力比黑级树葵还要强，甚至可能超出院级，达到了第3级别的凶级？就在他心中忧虑时，大群腐化之鬼已经越过隆起的小沙坝，冲入了许飞控制的雾气外围。但许飞的雾影魔药有压制感知的效果，能有效断绝母体和这些腐化之鬼间的联系。下一刻，闯入雾气的腐化之鬼就有大半失去了目标，迷茫的乱窜起来。只有寥寥几头比较特殊的腐化之鬼似乎能模糊感觉到许飞的位置，犹犹豫豫地朝中心方向推进。感知这么强，许飞眼中有些讶然，果断将气息收敛到极致，又借助雾之隐者天命的加成，这才彻底隔绝了他们的探查。确定自己的魔药仍旧能提供可靠的保护，许飞稍稍安心，掏出手弩，开始对那几只特殊的腐化之鬼逐个点名，争取在其他玩家和巡村队的 NPC 超凡者赶来前，先将这些威胁最大的家伙解决。战斗的动静和腐化之鬼的吼叫似乎给其他怪物提供了一个方向标，一些失陷雾气较深的怪物开始疯狂地奔走冲击，但许飞不断操控雾气调整方位，不给怪物们任何找到自己的机会。短短时间又有3只腐化之鬼被解决，这么短时间就有超过10点生命源进账了吗？看着一条条击杀提示，许飞心里的担忧似乎突然间就被收获的喜悦取代了。如果那感染母体就这么老老实实躲在暗中不出来，一直刷腐化之鬼给他送经验，好像也挺不错的。美中不足的是，这种安逸高效获取生命源的方式成本高了点，需要消耗大量的赤焰符。如果不是身为符师又有种种际遇，普通玩家超凡者绝对玩不起。这一刻，许飞不由越发想念起还没到手的黄蜂魔药，也不知道白青青那边筹备的怎么样了，进展是否顺利。在许飞思维稍微有些发散时，一队玩家身影争先恐后的从山脚那边的方向冲了过来。人呢？在那边。赵一老大坚持住，我们来了。比这些玩家稍慢几步，仓促集结的 NPC 巡村队员也在魏金鹏和钱高雄的带队下赶来增援。之所以走在后面，一是集结时浪费了一点时间，另一边他们不像玩家那样能够复活，击杀诡异怪绝也没有特别的好处。虽说不惧出村作战，但有人愿意走前面冒险，他们自然是乐见其成。在巡村队之后，还有更多的2侧玩家远远跟随。如果急爆中的怪物十分强大，这些打酱油的玩家就远远加油助威；若是怪物没那么强，数量又不少，那不好意思，说不得就要上来混个助攻了。一连串增援的抵达，让许飞的底气足了许多。光率先赶来的手册玩家加 NPC 巡村队就有50-60人之多，还有不下10名超凡。这么多人足以解决这些被自己困在雾气中的腐化之鬼了。前提是那只隐藏在暗中的感染母体不出手。他当即收缩雾气，解除了对其中几只腐化之鬼的压制。感知骤然恢复正常后，这些腐化之鬼忽然发现雾气外凭空冒出了大量人类。没什么可说的，这些怪物立刻冲了出来，朝刚刚抵达的玩家们发起攻击。战场瞬间被分割成2片，一片是仓促抵达的玩家和被许飞放出去的第一批腐化之鬼，另一片则是仍旧失陷在雾气深处的剩余腐坏之鬼。目睹这一幕，许飞忽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开发出了一个魔药能力的新用途。这种大规模的战斗，雾影魔药居然能起到分割战场的效果，说是软控场都不为过。看来雾影魔药的潜力比自己原本想象的还要大。当然，能起到这种效果，最关键的因素还是它的魔药消化进度接近了100%，能操控的雾气范围足够大。否则，若还是只有方圆几十米区域的时候，腐坏树葵只需要随意朝一个方向闷头狂奔，就能轻松冲出雾气范围。但范围扩大到方圆100米后，里面的怪物在感知被压制、视线一片黑的情况下，想冲出来可就没那么容易了。更不用说还有许飞的居中操控引导，
随时调整雾气的覆盖范围。搞定了！操，别抢劳资的怪！由于人数足够多，许飞放出的第一批腐化之魁很快出现减员。赵一大佬听得到吗？怪物不过分啊，你雾气里还有没有啊？再放出来几只成吗？有玩家不满地叫嚷起来。不过这个时候已经无需许飞主动控制，玩家们的叫嚷和打斗声惊动了更多被困在雾气深处的腐化之魁。新的战斗随即爆发。看来雾气的分割战场还是有很大不足的，没法有效隔绝声音和气味。许飞再次陷入思索中。关于这一点，他能想到的弥补之法还是黄蜂魔药。只要在雾气范围内多来几道强劲的黄蜂，到处是风沙吹过的呜呜声，就足以干扰声音的传播。至于气味，可以考虑制作一些具有强烈辛辣、恶臭气息的药粉，甚至是超凡领域的毒药，借助黄蜂魔药的能力扩散传播，不仅可以混淆血腥气味，更能杀人于无形，让强大的敌人阴沟翻船。这么看来，自己选择黄蜂魔药来晋级2阶超凡，还真是选对了。就在许飞如此暗存，甚至准备再度参战收割生命源时，没人注意到被他们击杀的这些腐化之魁，每一只死亡时都会有淡淡的黑烟溢散，悄然没入这片地狱。刚开始的时候，由于数量稀少，这些溢散消失的黑烟并没引起任何变化。但随着数十只腐化之魁被陆续消灭过半，这些消散的黑烟似乎终于突破了一个限度。它们悄然汇聚起来，重新幻化成一小捧细如针尖的黑色花粉包子，无风飘飞起来。诡异的是，就算近在咫尺的玩家都对这些黑色花粉包子视若无睹，仿佛它压根不存在于世间。第170章，试图混入。一连飘过了数十米远后，这些黑色花粉包子似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目标。那是一名跟在大队后面来的2侧玩家，实力在现场中算是垫底级的存在，但叫嚷的嗓门却比其他人都高。而他激动的情绪和相对薄弱的精神属性都成为了最佳的载体。短暂的盘旋后，黑色花粉包子尽数飘落向这名2侧玩家的鼻尖，而这个角色名为相位猛冲的2侧玩家却同样没注意到这些奇诡的黑色花粉包子，呼吸之间毫无察觉地将这些黑色花粉包子吸入体内。那个瞬间，相位猛冲的身体微微僵硬了一下，随即便恢复正常。他若无其事地打量了四周一眼，见没人注意自己，便悄悄退到众玩家身后，然后沿着上山的路朝半山腰上的怀庄快步赶去。除了眼中黑暗无神，动作略显不自然外，没有其他明显的破绽。就连几名闻讯刚上线，从村里赶来凑热闹的玩家擦肩而过时都没发现问题。但同一时间，县市华国的一座3线小城中，毫无预兆就被系统踢下线的相位猛冲，或者说青年黄明，在短暂的懵逼后，终于嗅到了一点不对劲。10分钟的登录间隔，我这是挂掉了。但是我的站位不是位于玩家中后排吗？附近根本没有腐化之魁，到底是怎么被杀的？惊疑不定的黄明竭力回想着死前瞬间的情形，却一无所得。但正是如此，反而让他感觉到了强烈的不安。有什么看不见的怪物混入人群中把我杀了？不，如果是直接杀了，附近的玩家一定能发现异常。怕就怕那个未知诡异怪绝没有直接杀人，而是附体寄生混在玩家之中，这才是最危险的。2侧开发到现在，黄明对超凡知识已经不是一无所知，立刻嗅到了这个猜测背后隐藏的巨大危险。这里不得不感谢一下许飞贡献出的几本超凡典籍和志怪图鉴，在超凡调查局帮忙传到论坛后，引起了很大的关注度，也让大量2侧玩家对超凡领域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黄明就是其中之一。该死！如果那只怪物真的如此狡诈，等我复活后再上线，恐怕来不及了。急得团团转的黄明在屋里绕了好几圈，最后冲到电脑前，登录了官方游戏论坛，开始疯狂发帖，将自己能 AK 到的手册、2侧玩家都召唤了进来。10万火急！可能有看不见的诡异混入玩家群体中，把我击杀了！大家快帮忙扩散！不管是手册玩家还是2侧玩家，论坛的名称都是有系统认证图标的。这个帖子刚发布，立刻引来无数云玩家的关注。如果换个时候，可能分分钟就有真正的玩家注意到这个帖子内容，立刻上线示警。但不巧的是，不久前小沙坝遇袭的事件已经在论坛内转开。除了实在抽不开身，没空关注论坛的人外，其他玩家基本都已经上线凑热闹去了，刚好错过了他的帖子。眼瞅着帖子发布，迟迟得不到正式玩家回应，黄明越发焦急起来。万幸的是，还有超凡调查局。对于官方游戏论坛这个特殊的网站，调查局自然是24小时全程监控的。拥有游戏资格的正式玩家账号更是被重点关注，所有发言全部记录。黄明的帖子才刚出现不足3秒钟，就被超凡调查局发现，然后紧急上报。20秒后，坐镇现场的一位副局长就做出了决定，宁可虚惊一场，也不能错过时机，
以至于酿成不可挽回的大祸。消息传达又花了5秒钟，然后安排在林卫国和严平勇身边的人对他俩进行了紧急唤醒。玩家依靠接引符进入神器之地，但对现实中的身体并非完全失去感应，具有威胁性的攻击和猛烈的摇晃都能让其惊醒。随着玩家成就超凡，精神属性不断提升，这种感知也越发明显。照这个趋势发展下去，当玩家的实力提升到一定程度时，恐怕仅仅有人恶意接近，游戏中的玩家都能有所感应，立刻惊醒。超凡调查局很早便想到了利用这个机制传递告急信息的办法。用力摇晃一下，间隔几秒再摇晃第2下，意味着现实中出现了重大变故。连续摇晃2下，意味着游戏中出现重大变故。如果连续摇晃3下，意味着10万火急，不管游戏中在干什么，都必须立刻强行下线，哪怕要为此交一次复活也在所不惜。此刻，林卫国和严平勇就是遇到了第2种模式。正在参与围杀一只腐化之魁的林卫国感受到现实中的变动，迅速交代了队友一声，随后后退到人群中，化作白光消失。片刻之后，再次上线，他的脸色无比凝重，大喊道：“相位猛冲，谁看到了他了？这位玩家可能被诡异附体了，大家小心！”同一时间，留守在怀庄内做研究的严平勇学者也再度上线，并立刻通过区域聊天栏将自己得知的事情紧急通报给了所有还留在怀庄内的玩家。短短几秒内，随着消息同步公布，不管是山下战斗的玩家，还是留守村内没出去的玩家，全都被超凡调查局的消息调动起来。相位猛冲，谁看到了他？哎，我对他有点印象，刚才还搁这呢，怎么一眨眼人没了？刚才上山的那家伙是不是他？一片混乱中，擦肩而过的那几名玩家，有人不确定地说了出来。几乎是立刻，惊慌起来的玩家乃至魏金鹏他们这些 NPC 就开始拼命回援，而村内被惊动的玩家也开始了行动。有人高声示警，提醒 NPC 防范；有人奔向了出火祭坛，以防不测；也有聪明人直奔村口的哨点和吊桥而去。如果被诡异附体的相位猛冲真的想混进村里作乱，那里或许是截住他的最佳时机。而就在这时，动作极快的相位猛冲已经赶到了半山腰的怀庄村口之前。一场巨大的危机距离爆发已经近在眼前。如果是 NPC 巡村队员这个时候回来，看守的其他 NPC 肯定会提高警惕，因为这不合规矩。但前后2批艺人到来后，规矩早就乱套了。尤其刚刚山下出了乱子，看守的 NPC 也看到了大量玩家涌了出去。此刻有人无功而返，实属正常。他们只是例行做了检查，让相位猛冲将侧鬼符贴到身上。眼看过了几秒并无变化，几名 NPC 舞者便放松了警惕。毕竟进进出出的次数太多了，人总归会松一些。就在这个紧要的关头，几名玩家急促的大喊声从村内传来。第171章腐化黑莲，快停下！他可能被诡异寄生了，千万别放吊桥！急促的警告声把几名 NPC 舞者吓了一跳。意识到这些艺人喊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后，他们脸色骤变。外面这名独自返回的艺人被寄生了，一股子寒气瞬间从脚底冲到了脑门，让这几名 NPC 舞者心中涌起强烈的后怕。只差一点点，他们就把这家伙放进村里了。一个搞不好，这就是整个怀庄沦陷的开端。类似的灾难，过去万年里发生过太多了，每个 NPC 都听过很多凄惨的例子。好，玩家相位猛冲似乎没料到自己的好事在最后关头被阻止了，一时间居然僵在了原地没动。过了好几秒，眼瞅着赶来的玩家和守门的 NPC 舞者纷纷拔刀相向，他不应该说是他才终于确定自己暴露了，不再掩饰，发出低沉的怪吼声，带着腐化的黑烟从他身上冒出，散发着令人心悸的不祥。在这浓郁的黑烟中，相位猛冲的身体急速膨胀，很快变成了一个5米高，上半部分是看不出人形的血肉囊包，下面长着莲藕状根须的怪物，而且还在急剧的蠕动着。这是什么怪物？最先赶到的那几名玩家惊呆了，他们一边震惊地看着这一幕，一边拼命在区域聊天栏告急求援。反倒是守门的 NPC 舞者更加冷静，几乎立刻从震撼中恢复过来，拿出弩箭，贴上了赤焰符，朝这只怪物远远攻击起来。然而他们配发的手弩只是寻常弩箭，打造时没有掺杂超凡材料，用的赤焰符也只是中品品相，威力自然远不如许飞的那一套。第一轮弩箭射出去，仅仅只刺穿了血肉囊包的表皮，随后就被黑烟腐化成了碎屑。不等惊恐的舞者们发起第2轮攻击，这只怪物已经完成了体型的变化，身体上半部分的血肉囊包犹如花瓣一般裂成8瓣，从中盛开出一朵充满了堕落、腐化气息的黑色妖花。在普通玩家们根本看不到的视角中，大量的黑色花粉孢子飘飞散落起来，飞向了村内的玩家。但就在他们越过吊桥进入村内的那个瞬间，出火祭坛的力量被猛然激发。
神异的火光一闪而逝，将这些黑色花粉孢子烧成了飞灰。玩家们虽然看不到这些孢子，但他们被烧毁时的火光和超凡灵性异动还是能感受到的。瞬间的惊慌后，一些反应快的玩家立刻意识到，他们刚刚已经遭到了外面这只恐怖诡异的攻击，只是被出火祭坛的力量给挡下了。不要出村，退后！几名 NPC 舞者的反应也不慢，紧跟着大喝起来。但外面这朵黑色妖花在试探性的攻击无效后，很快变换了手段。他更改了黑色花粉孢子的目标，不再让他们试图寄生村内的玩家，而是让他们飘散到附近的树木、野草，甚至是不起眼的虫豸身上。在腐化气息的侵蚀下，这些没有生命的树木、杂草被急速催生成一头头腐化之葵。其中最为强大的一棵灾祸树葵，足有2人合抱粗，10余米高。用力一挣，便拔出树根，迈着让大地都为之震动的步子，率先冲入怀庄。它的根须和树枝轻而易举地烫平了深沟，拉断了挂起吊桥的铁索，给后续的腐化之葵提供了一条杀入村庄的坦途。随后，这些带着浓郁恶意的腐化之葵就如同狼犬一般蜂拥杀了进来，准备迎战。快去敲响告急钟，最高级别的9响，死战不退，杀！尽管每个 NPC 舞者脸上都有惊恐和绝望，但他们很清楚自己退无可退，就算不考虑家人亲朋的安危，只顾虑自己，他们也不能跑。一旦村子的出火祭坛被毁灭，到时候大概率还是死在荒野中。唯有死守，拖到全村超凡者赶来，或许才有一线机会。急促洪亮的钟声中，生与死的厮杀瞬间就到了白热化。当初谢老师能够闯入怀庄内袭击寻村队员，一是因为处于暗夜期间，灰雾力量的波动更为剧烈，另一边是因为出火祭坛跟青木寨那边进行了共鸣，消耗了大量的新柴，自身处于衰弱期。但今天的情况不同，眼下时间是白夜，灰雾处于低谷，而出火祭坛的新柴又足够，燃烧正旺，足以庇护村庄安全。这些疯狂的腐化之葵才刚闯入怀庄，就受到了极大的压制，并且要不断承受原初之火的灼烧。也就是同时闯入的腐化之葵数量太多，又清一色都是游击，严重分散了出火祭坛的威能。否则，若只有1-2只怪物，光靠出火祭坛的力量都能将他们磨灭。看到村内的人类还敢反抗，似乎还真拖住了进攻的脚步。村口外的黑色妖花对此似乎有些不满，只见他的8瓣花朵齐齐摇曳了一下，扩散出了一道浓郁的光环。这光环完全由腐化的黑烟构成，波及到的每一只腐化之葵身上都犹如多了一层狂暴 buff 增益，瞬间凶残起来。而所有被影响的玩家和 NPC 舞者却受到了一个名为腐化侵蚀的诅咒。此消彼长之下，短短几秒钟，原本还能勉强维持的防线就有崩溃的趋势。幸运的是，得益于玩家们的提前示警以及9连响的告急钟声，村内所有的玩家和 NPC 舞者都知道了大难临头，在拼命往村口方向赶。这些零星抵达的玩家和 NPC 舞者虽说只能起到添油的效果，根本无力挽救危局，但却成功拖延了一点时间。而就是这么至关重要的6-7秒后，一只纸鹤急速飞来。看到似曾相识的纸鹤，黑色的妖花摇晃一下，黑烟凝聚起来，化作一束黑光，再度将纸鹤击落。但这一次，许飞有了防备，在纸鹤被摧毁前，一面银镜就被投下。咔嚓的破碎声中，无数璀璨银光从镜面中爆裂而出，从中显出一名人影。在最危急的时刻，许飞率先抵达，一眼将战场的情况收入眼底，无数雾气便如潮水般扩散开来，将险象环生的玩家们囊括其中。帮队友缓了一波节奏的同时，许飞看向了不远外那只巨大的黑色妖花。无需鉴定，许飞便从读过的志怪图鉴中回忆出了大量相关的信息。怨极尚未诡异，腐化黑莲。第172章激战。这种强大的诡异拥有不止一种可怕手段，它能够四处传播带有腐化能力的黑烟，并在短时间内活化大量的腐化之葵，还能通过散发的肉眼不可视的花粉孢子对不小心吸入的敌人进行寄生操控。回忆着这些可怖手段的同时，许飞目光还在花瓣的数量上扫过。没记错的话，当腐化黑莲的花瓣达到9瓣之时，他将突破怨极位阶，跨入凶极；而当他拥有12瓣花瓣时，将跨入灾极。志怪图鉴上唯一的评价是，这是一种拥有极其可怕潜力的至凶诡异，一定要在发现他的初期尽快将其扼杀，否则将遗患无穷。只差1瓣就能成为凶极诡异。确认眼前这家伙就是小沙坝变故的幕后黑手，许飞只觉得自己压力山大。这种级别的诡异已经接近了怀庄能应对的极限，这还是把诸多玩家的战力算上后的结果。若只靠 NPC 们的超凡力量能死守住出火祭坛，就已经是妖天之幸了，普通村民只怕会死伤无数。
但眼下不是思考这些的时候。现身之后，许飞立刻对腐化黑莲发起攻击。然而，区区一阶超凡者，腐化黑莲显然没放在眼中。他仅仅是摇了摇花瓣，便再度活化出了4、5头诡异怪绝，其中甚至包括由泥土变成的黑泥傀儡。许飞才刚打出一击，就看到这些诡异怪绝不讲武德的朝自己发起围攻，脸色顿时一僵。向来都是玩家对怪物正义的群殴，今天自己居然被怪物群殴了。他只能一边飞身后退，一边操控雾气将这些腐化之魁困入其中，准备故技重施，挨个将他们消灭。可惜这个手段对付普通腐化之魁好用，但当着这腐化黑莲本体的面施展，就有点想多了。这只距离凶极只有1步之遥的诡异，其强大的精神力量已经能在近距离穿透雾气的屏蔽，像一架预警机一般对深陷其中的腐化之魁进行引导。发现雾气压制感知的效果似乎失效了，许飞皱了皱眉，再度后退拉开距离。当他几乎退到雾气另一端的时候，双方距离超过100米，腐化黑莲的那种强横感知能力终于有些力有未逮，无力再引导腐化之魁。但这样一来，许飞自己也难以再对他发起攻击，就很尴尬。好在被许飞稍稍拖延这么一下，10万火急的魏金鹏、钱高雄和赵天歌他们相继也赶到了现场。远远打量一眼，几名 NPC 超凡者就大概明白发生了什么，心中一阵庆幸。不过从山下回原的魏金鹏他们也有一处尴尬的地方，那就是唯一返回村庄的入口被腐化黑莲和他的腐化之魁堵住了。村内的玩家和 NPC 武者可以享受出火祭坛的压制，他们却没有这种待遇。拥有一定智慧的腐化黑莲似乎也立刻意识到了这点，他一边放任已经攻入村内的腐化之魁继续跟村内的玩家和 NPC 武者战斗，一边不惜主动燃烧了8朵花瓣中的其中1朵。这固然会让他的位阶跌落，但也会在短时间内带来大量的腐化气息。转瞬间，腐化黑莲再度催生了大量的腐化之魁，操控他们堵住了魏金鹏他们回村的路线，迫使回原的 NPC 和玩家将战场放在了村外。该死，这只诡异也太狡猾了吧！难道先前的战斗是一场诱使我等下山的陷阱？几名 NPC 超凡者惊疑不定，但事已至此，后悔也无用，只能开启黑石魔药，悍然加入了战斗。相比于手册期间，魏金鹏最近的实力似乎又有了一些精进，不仅四肢全部能够黑石化，就连躯干的要害部位也有一小部分覆盖上了黑色石肤，战力得到了极大的加强。他一马当先闯入腐化之魁最密集的地方，全力一击便将一只植物化成的怪绝击飞。这种勇猛凶残的攻击让战场边缘的许飞不由有些眼馋，但没办法，这个世界的魔药体系就是这样，选择了一种就注定要放弃其他，没有谁能够全能。紧随魏金鹏之后，钱高雄和赵天歌也纷纷打出一波爆发。这一幕落在村内的玩家和 NPC 武者眼中，顿时让他们精神一振，开始加紧反攻。可惜的是，双方距离最近处只有寥寥几十米，厮杀的声音更是听得一清二楚。但就是这么短短几十米距离，被堵门的腐化黑莲分割成了2段，彼此难以呼应。好在局势只维持了短暂时间，就再度迎来变化。荧光、刀刀烈火、钱多多等玩家超凡者也加入了战场。他们的魔药能力相对来说要丰富一些，除了黑石魔药外，荧光有青焰魔药，而钱多多更是不知从什么手段搞来了连家宝的数种魔药。一时间8仙过海，各显神通，村子里面的形势看起来也在向玩家这边倾斜。浮尸沉木、张晨2人被爆发的战斗惊动，携带鬼物和大量符箓赶到，2大浮尸的救场极大增强了村内玩家的实力。腐化黑莲催生出的数十只诡异怪绝居然开始一点点掉入劣势，被逐个围杀。没办法，出火祭坛的主场优势还是太大了，而且随着入侵腐化之魁的数量减少，出火祭坛的力量也相对更加集中，施加给每只诡异怪绝的压制和灼烧变得更加猛烈。少数盲目乐观的二侧玩家甚至觉得他们已经胜券在握了，但参战的超凡者们却远没有那么乐观，尤其是看过志怪图鉴，认出这种怪物能力的人很清楚，真正的战斗还没开始。然而腐化黑莲似乎始终没有亲自下场的打算，他甚至再度脱落，燃烧了一半花瓣，跌落到了6朵花瓣的位阶，同时第 N 度召唤出了新一波腐化之魁。他在消耗我们，消耗村里的符箓和出火祭坛的新柴。陈木发现情况有些不对，观察片刻，率先做出了判断。但这只腐化黑莲的谋划比陈木想的还要深一层。随着一波又一波的腐化之魁被击杀，大量腐化之魁的尸体不断污染着这片土地。不知何时，原本正常的土壤颜色已经变成了沾染腐化气息的黑壤。最初这些黑壤还只是东一块西一块，零碎不成体系，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腐化的黑壤越来越多，开始逐渐连成一片。在驱使的大量腐化之魁
给自己争取了足够的时间，创造了合适的条件后，只剩下6瓣的腐化黑莲终于不甘于继续在原地等待，他将自己身体下半部分的莲藕状根须用力插入地面之下。大地轻微震颤中，惊人的异变在怀庄入口区域诞生蔓延。第173章冲关。这是什么？不管是 NPC 还是玩家们，看着村口外的变故都惊呆了。在腐化黑莲将它的莲藕状根须扎入地下后，一块块零碎的黑壤居然开始急速蔓延，很快连成一个整体。浓郁的黑烟从黑色的土壤下面冒出，升腾，形成了一片以腐化黑莲为中心的黑域。这种黑域一旦成型，便自发向四周扩散。边缘处接壤的正常地面在侵蚀下缓慢变质，让黑域面积不断扩大，直到跟出火祭坛的庇护范围相撞，才被迫停下。更可怕的是，在这黑域内被击杀的腐化之魁会迅速逸散成黑烟，重新归入腐化黑莲的身体内，随后再度被它活化出新的怪物，仿佛能够无限循环，永不枯竭。系统的击杀提示也证明了这点，在黑域成型后，玩家们能收获的生命源点数瞬间锐减到了正常情况下的1/10。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在黑域之内战斗的话，这只腐化黑莲几乎能无限催生腐化之魁跟他们厮杀了。这就是接近凶极诡异的真正实力吗？之前盲目乐观的部分玩家发现形势瞬间逆转，情绪瞬间走向了另一个阶段，陷入了极度的悲观。关键时刻，陈木的声音从村内传来，眼下之际，在村外战斗已经不可能胜，还请早做决断。清朗的声音点醒了魏金鹏。没错，在黑域成型的情况下，腐化黑莲几乎无法战胜，就算付出再多代价，也必须退回村内。唯有依托出火祭坛的力量，才能压制黑域，抵抗腐化黑莲的进攻。瞬间做出决断后，魏金鹏大声宣布了自己的命令：所有实力低微的二侧玩家暂且下线避难，余下1人和巡村队员随超凡者一起出手，务必要在腐化之魁的阻拦防线上打出一个缺口，强行冲回村庄。至于有多少人能闯回村，又有多少人要牺牲，这已经不在魏金鹏的考虑范围内了。毕竟对抗一只实力接近凶极的诡异，总归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下令之后，魏金鹏还对陈木隔空喊道：情况紧急，陈副师，我以怀庄巡村队队长的名义，允许你灵机调动祭坛的本源之力。这个授权让陈木脸色多了几分凝重，知道魏金鹏这是打算拼命了。他回应了一声，从袖中取出了一枚模样普通，只是戒指背面刻有特殊印记和路纹的指环，它代表着怀庄最高的权柄，可以在村庄内调用出火祭坛的本源，临时加强祭坛的威能，甚至直接驾驭原初之火攻击入侵的敌人。代价是会消耗大量的新柴，若是过度透支，甚至可能导致出火祭坛彻底熄灭，必须花费巨大的代价重新引火。顺带一提，利用出火祭坛共鸣，跟其他势力远程传递信息，也必须要借助这种权柄才能开启。正因为如此重要，祭坛的权柄一般至少有2人持有，最常见的就是超凡势力的首领、巡村队长和坐镇的符师各自执掌。不过怀庄没有自己的符师，只能请青木寨派遣符师坐镇，等于是让一个外人执掌了自家超凡力量的最高权柄。这样一来，情况就比较微妙了。魏金鹏也知道这点，此刻授权就是为了避免出现陈木不愿犯忌讳，在用和不用之间迟疑不决，以至于错失关键时机。激战之中，人类这边根本没有多少调整的时间。知道情况危急，在魏金鹏下令后，玩家们都很给面子。短短几秒，出村的数十名二侧玩家就纷纷化作白光消失。腐化黑莲微微摇晃的花瓣忽然停了一下，似乎在怀疑鬼声。那么多人类呢？怎么突然就不见了？没等他搞懂状况，魏金鹏、钱高雄、赵天歌、荧光、刀刀烈火不下10名超凡者，组成了一个强大的攻坚梯队，朝堵住他们去路的腐化之魁发起了新一轮的攻击。那些精锐的 NPC 巡村队员以及一众断体巅峰，只差魔药就能晋级超凡的手册玩家也跟着悍然杀了上来。许飞也全力进出，帮助队友们冲关。用雾气干扰腐化之魁的同时，他还相继动用了橡树木偶、赤心泥之角等鬼物，一张张符箓也毫不吝啬，不断激发。如此多超凡者的卖命攻击，很快将阻拦的腐化之魁打穿。但越过这条防线后，他们不得不横穿腐化黑莲的黑域，然后才能冲过吊桥，进入怀庄的范围。好在腐化黑莲的本体始终没表现出太强的战斗力，也没怎么见他亲自出手攻击敌人，所以魏金鹏还是有些信心的，只是反复强调了一条，一定要捂住口鼻，绝对不可以吸气。这个办法可以有效防止被腐化黑莲的花粉孢子寄生。然而这种防护并不是绝对的，超凡者们实力强大，又有超凡之力护身，屏住呼吸后确实可以不被寄生。断体期的玩家就不同了，闯入黑域的他们面对浓郁的腐化黑烟侵蚀，只觉得身体无处不痛。
腐化黑莲放出的不可名状的气息，更是源源不断冲击着他们的精神。才跟着超凡者们冲出10几步，就有手册玩家扛不住了，忍不住惨叫出声。视线看不到的地方，早已漫天弥漫的黑色花粉孢子立刻钻入他们的口鼻中。转瞬间，就有好几名手册玩家被寄生。在腐化黑莲的操控下，他们立刻朝附近的其他人发起攻击，拼死也要拖住他们的脚步。一时间，阵型后排迅速陷入了混乱。但打头的超凡者们已经顾不上那么多了，全力抵抗住腐坏之魁的围攻，不断往前冲。眼瞅着带头的魏金鹏一只脚已经踏上吊桥，看到了冲回怀庄的曙光。先前那只10余米高、2人合抱粗的灾祸树葵再度站了出来，他蠕动着自己的狰狞根须，缠绕向坚固的吊桥，试图破坏掉这条生的通道。即便无法彻底阻止超凡者们回归，也要给他们增添极大的麻烦。目睹这一幕，村内随时准备接应的陈木暗叹一声，发动了底牌。但他动用的不是出火祭坛的力量，而是自己的防身底牌。一张强大的中阶符箓。第174章僵持。符箓发动的那一刻，灾祸树葵所处的地面上凝聚出一道明灭不定的圆形神秘印记，是灵之魔印。成型的瞬间，魔印便散发出恐怖的吸引力，犹如长鲸吸水一般，疯狂汲取起灾祸树葵的超凡灵性。如果是对付身形灵活的超凡者，这是灵之印符箓可能没那么好用。毕竟灵性的汲取总归需要一些时间，除非你能事先将敌人困住，否则不等魔印成型，敌人早就跑开了。但灾祸树葵这种体型笨重的怪绝，刚好被噬灵之魔印完克。旁边另一位符师张晨也配合的打出镇魔符箓。虽说这镇魔符箓对灾祸树葵效果一般，仅仅只能拖延1、2，但就是这么短短几秒时间，已经足够决定这只怪绝的生死。这只在诸多腐化之葵中都算厉害的灾祸树葵，就这么轻而易举的被吸干灵性，变成了一堆扭曲腐烂的朽木。由于噬灵之魔印的特殊，纵然灾祸树葵位于腐化黑莲的黑域内，都无法被后者重新吸收，再度催生，等于是彻底死亡。这个变故让腐化黑莲愤怒起来，少了他的阻拦，魏金鹏、钱高雄他们终于闯过吊桥，冲入了村庄内。尽管杀入村庄的那批腐化之葵立刻掉头拦截，但已经位于出火祭坛庇护范围内的众人自然再没有任何惧怕，悍然迎战起来。多谢符师元首。厮杀的同时，魏金鹏头也不回地致谢道。他当然注意到了陈木的举动，知道为了节省出火祭坛的力量，宁可动用了自己的底牌。对怀庄上下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起大恩，无需客气，不过是职责所在罢了。陈木语气淡然，似乎刚才的元首只是举手之劳。说话间，更多的玩家和 NPC 巡村队员闯过黑域，顺利回归怀庄，但也有不下10名手册玩家和 NPC 因为种种原因被凄惨地留在黑域中，再也没能活着回来。这个数字虽然还在魏金鹏的预料和承受范围内，但仍旧让他脸色一暗。但没等他说点什么，就看到村子外面先前2册玩家下线的地方突然有白光出现，随后一名紧急上线的玩家大喊道：魔界人肥宗也被祭。他话还没说完，就被附近的腐化之葵击杀。但想传达的消息却很明显了。魏金鹏大惊，立刻看向了不知何时退到队伍边缘处，看起来若无其事的那名女玩家。先前闯过黑域的时候，所有被黑色花粉孢子寄生的玩家都立刻现身阻拦其他玩家。有这个心理定势在，不管是其他玩家还是 NPC 们，都以为能逃过来的玩家应该都是没被感染的。再加上回来的过程太艰难，根本顾不上先用测鬼符检测，因此还真被腐化黑莲算计到了。万幸的是，最后被干掉的那名手册玩家准备登录论坛汇报一下最新战况时，刚好看到走在自己前面顺利逃回村庄的熟人在论坛里不断发帖，无能狂怒。然后他就惊了，肥宗这家伙明明已经逃回去了，怎么可能比自己死的还早？跟对方确认了一下后，那名手册玩家就立刻明白了过来，赶紧将情报公开，让先前下线的2册玩家上来告急。然后才有了刚刚的一幕，居然又被阴了一手，不可能还不止这一个。魏金鹏眼神危险，立刻下令对所有回归者就行纠察。腐化黑莲的位阶太高，普通测鬼符已经检测不出异常。不过幸运的是，被他寄生的人类虽然看起来没什么明显的异状，但细究起来还是能看出眼神不同的。此外，被寄生者的语言能力也退化不少，只需要两两一对，仔细辨别一番，就能查出可疑者。意识到自己再次暴露了，腐化黑莲散发的气息看起来越发暴躁，当即不再隐瞒，操控3名被偷偷寄生的玩家和 NPC 巡村队员发起自杀袭击。然而村里有出火祭坛压制，可是人类的主场，区3名寄生体如果能顺利潜伏，偷偷找到并摧毁出火祭坛，或许能起到奇效，一举覆灭怀庄。但还没离开现场就暴露了身份，注定他们最终的徒劳结局。
得亏这些异人有如此神奇的能力，不然这次劫难恐怕怀庄是渡不过去了。就算能，也要损失惨重，搞不好最后只能跟其他村庄合并，沦落他人檐下。想到这里，魏金鹏心中不由再度涌出强烈的庆幸。不管怎么说，随着下山的主力顺利突破阻拦返回村庄，战场的天平重新向人类这边倾斜。有出火祭坛在，有10多名超凡者和符师，怀庄这边可以死守到底。而腐化黑莲虽然立起了黑域，但想要依靠它侵蚀出火祭坛的领域，显然也是一个漫长甚至几乎做不到的过程。在试探性的一轮进攻无果后，腐化黑莲暂且偃旗息鼓，选择了收兵。但他也没离开，而是一边继续堵门，一边朝山下的方向扩张黑域，活化更多的腐化之魁，为下一波进攻积蓄力量。一时间，局势就这么僵持了起来。腐化之魁攻不进来，怀庄的超凡者也不敢打出去，双方隔着村口的吊桥远远对峙，大有看谁先忍不住的架势。这么耗下去，恐怕不是办法。虽然暂时安稳下来，但魏金鹏、钱高雄他们心中的焦虑可一点没少。村内食物水源都不缺，能支持一段时间，但符箓之类的超凡资源却消耗极大。另外，那腐化黑莲催生的腐化之魁数量也在不断增加，谁也不知道究竟多少才是他的掌控上限。要不动用出火祭坛的共鸣，向青木寨求援？赵天哥提出一个建议，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办法，只是这么做的代价同样不小。若非迫不得已，最好还是不要请他们帮忙。这时，许飞开口道：“我们可以通过其他异人帮你们联系安阳村、连家堡等4村。”这个提议顿时让魏金鹏他们眼前一亮，怎么把异人的这种神奇能力给忘了？他一拍大腿道：“这可太好了！这腐化黑莲盘踞此地，对大家都有威胁。一旦我们怀庄顶不住，之后必然轮到他们遭殃，可谓是唇亡齿寒。只需要付出一些代价，我有把握说动他们4家派人来援。”第175章空降青木寨。然而，除了另外4家新手村外，许飞其实还有一条求援的门路，那就是他之前请白青青带回青木寨的那面银镜。许飞当时的本意只是多安插一个传送点，日后想去青木寨的时候可以一步直达。谁曾想怀庄这么快就遇到了致命危机，迫切需要援军。这个不经意的想法就有了无心插柳柳成荫的味道。他看着有些振奋的魏金鹏，再度说道：“我还有一个办法，不用出火祭坛，也能立刻联系上青木寨。如果魏金鹏队长觉得有必要，我这就可以帮忙传讯。”什么？当真？魏金鹏、钱高雄他们吃了一惊。身为小地方的一阶超凡者，几人的见识到底还是有限，一时间居然想不到许飞究竟如何能做到。但这并不妨碍他们相信许飞的话，毕竟异人们展现出的神奇能力实在太多了，死而复生这种奇迹都能诞生，这点手段又算得上什么呢？但动心归动心，魏金鹏和钱高雄商议后，还是再度否决了这个门路。虽说许飞的方法能省下大量的新柴，但其他问题没法解决。青木寨离这里毕竟太远，远水难救近火。相反，其他4村却很近，用不了半天就能赶来。在已经有援手的情况下，他们将许飞的提议当成了最后的备用方案。既然 NPC 们有自己的考量，已经尽了责任的许飞也就不再多言，耐心等待起来。片刻商议之后，几名 NPC 超凡者敲定了请4村派出援手的条件。单从利益的角度来看，其实说不上丰厚。不过附近的村庄本就有守望相助的约定，之前其他村庄遇到危险或者粮食不足的时候，也曾来怀庄寻求过帮助。正因此，所谓的答谢和条件，更多的是给其他村一个出兵的理由。魏金鹏做出决断后，剩下的就是玩家们的事了。很快，辛勤的艺人们不断上线下线，在5个村庄之间担任起信使的职责。在堵门的腐化黑莲完全想不到的情形中，柳庄、连家堡、安阳村、南水庄4家同时派出了超凡者增援。按照商定，4村每家各出2名超凡者，其中3家还携带了较为强力的鬼物。如此只需要几个时辰后，怀庄就能多出8名强援。他们会潜伏在怀庄山脚下，等待战斗再度爆发，信号发起时再从山脚下突然冲上来，打腐化黑莲一个措手不及。这样一来，胜算应该够大了。可相应的，参战的超凡者会超过20人。这种大场面，以我现在的实力，想要多混点生命源恐怕会很难。许飞暗忖片刻，忽然有了一个想法。白青青抵达青木寨应该也有一段时间了，老师陈木的信件他也应该帮忙转交了。不知道帮自己收集的魔药材料如何了？如果已经兑换齐全，又刚好还没动身回来，那自己是不是可以直接空降青木寨，配出魔药后立地晋升2阶超凡？算算时间，只要动作快点，完全来得及赶上最后的大战。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后，许飞觉得不是没有可能，果断找了个借口先行告退，随后拿出圣物银之镜，感应起镜面坐标。此刻
他能够清晰定位的坐标有2个，一个近在咫尺，就在自家书房中，算是常备的传送点之一；而另一个位于直线距离几百公里外，之前一直处于移动中，几天前才重新固定下来。如无意外，那里应该就是老师陈木在怀庄的故居中。关于这件事，许飞已经含糊地跟陈木报备过，对方也并未追问，不仅大度地允许了他借用一下房间，还给了他一面青木寨的身份木牌。持有这面木牌，即被视为超凡者的亲眷家人，在青木寨内有很高的地位，可以在夜间出行，还能自由出入许多平民无法进出的区域。若没有他，许飞一个陌生的超凡者在青木寨乱逛，搞不好会引起不小麻烦的。希望白青青和老师的人脉够给力。暗暗祈祷一声，许飞果断发动传送。耀眼的荧光中，他的身影消失在原地，再度出现时，已经置身于一座装饰典雅的书房中。最先映入眼帘的就是2排堆满了各色书籍的书架。他随意扫了几眼，发现书架上堆满了各种杂书、游记，甚至此世的通俗小说之流。超凡典籍似乎极少，只有一些入门的知识。不过也能理解，真正贵重的典籍应该都被老师随身携带了，不可能这么大大咧咧的摆在老家的书柜上。不愧是符师，知识量就是广。怀庄全村的书籍加起来，恐怕都堆不满这书架的一层。就在许飞暗暗钦佩，正准备随意抽一本翻阅时，外面忽然传来了轻微的脚步声。吱呀一声，书房的门被推开了，一名穿着黄色布裙、身材丰腴的侍女走了进来。刚刚他隐约听到书房内传来什么东西摔碎的声音，还以为是不是老鼠窜进来了，于是赶紧进来查看。没想到一进门就看到一个可疑的陌生男子，呆了呆，立刻尖叫了起来：“有贼啊！来人啊！”这嗓音是如此高，以至于起码能传出几百米。几乎是立刻，外面就响起了动静。贼？贼在哪啊？好家伙，敢进符师的宅子偷东西，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给我抓住了，狠狠打！闲了好几年，始终没有表现机会的护院们激动起来。许飞被陈木侍女的反应吓了一跳，赶紧出言辩解：“哎，别叫啊，我不是贼。”但空口白话，侍女肯定不会听。好在许飞机智，立刻拿出了从老师那里获得的身份木牌。一番辩解后，总算是在被人当贼抓起来之前消除了误会。许飞也得知了对方的身份，陈伟被青木寨派往怀庄坐镇前新收的侍女梅莎。因为路途遥远，怀庄地方又小，才没有带他同行，而是留在这里打理宅子。原来是主人在外地收的弟子，那您一定也是符师了。梅莎好奇打量着许飞，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脸蛋上微微闪过一抹红晕。众所周知，符师一定是超凡者，如此年轻英俊的符师，前途简直不可限量啊！若是……不经意间，梅莎丰腴娇嫩的身体似乎贴许飞近了些。第176章见闻。然而梅莎的小心思最后还是做了无用功。许飞一心挂念自己的魔药材料，哪有功夫关心其他？随意客套了几句，便借口有急事要办，匆匆离开了。这让某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侍女满心幽怨，暗骂某人是不解风情的木头。但他哪里清楚，女人只会影响超凡者拔剑的速度，更不清楚，如果是在游戏中无法脱裤的艺人们，就算有心也是无力的。从陈木的宅子里出来，许飞才算真正走进了青木寨。这座足以容纳数万人的城寨修建于山丘之上，从山顶向下依次划分为3片区域。山丘最顶部是最尊贵者的住所，陈木的宅院和庇护整个城寨的出火祭坛也位于此处。每当暗夜降临时，燃烧的火焰高达10数米，火光在城寨下区都能清晰可见。稍微往山下一些是青木寨的上区，一些地位较高、小有家资以及三屠司的断体武者们就居住在此处。青木寨唯一的商业街区也位于这里，能看到一些酒肆、饭庄、布店、铁匠铺等等。虽说跟现实没法比，但在这方圆几百里内已经是数一数二的繁华之地了。最靠近城寨外围的是下区，普通平民和一些地位低下的人居住在这里。若遇到诡异怪谲入侵，他们往往也是最先遭殃的人。最后就是青木寨独具特色的城墙了。从许飞所在的位置往下眺望，虽然看不清具体的情况，但他早已听老师介绍过，光凭描述也能想象出大体的模样。那是一面由无数巨木藤蔓交织成的环形树墙。毫无疑问，催生这些树木的过程动用了某种超凡手段，让它们的坚固程度丝毫不亚于普通石墙，而且被破坏后还能自我恢复，极为神奇。整个青木寨就是这样一座环环相扣、泾渭分明的城市。或许底层的平民日子过得并不好，但若是跟怀庄之类的小村庄比起来，他们又是幸运的。多少小村庄过来的游民，辛苦半辈子也未必能在青木寨中得到一片属于自己的栖身之地。如果不是头顶仍旧看不到日月星辰，而是依旧笼罩着灰雾，说这里是一座封建时代的普通城镇，或许都有人信。打量着这座古色古香、
跟自然融为一体的城寨，许飞暗暗感慨。好一会后，他才收起视线，找一旁的 NPC 舞者问清了路线，随后动身朝白青青的家走去。白家在青木寨中也称得上世家了，光现存的超凡者就有5人之多，其中甚至有一位3阶超凡者坐镇。曾经来过怀庄，但又被拜鬼教徒重伤的白远之就是5人之一。随后被派来的使者白青青也是白家人，跟白远之算是表亲关系。正因为家族地位不凡，白家也位于青木寨的顶层，离陈木家并不算太远。顺着整齐干净，每隔一段距离都燃着火盆的石板路，走过几条环形街道，又先后经历了2次盘查，许飞总算找到了白家的府邸。报出身份和来意后，那位年纪不小的门房吃了一惊，一边赶紧招呼仆人款待，一边快步赶进去通报：白青青还没回去吗？确认了这个消息，许飞稍稍安心。若是自己来晚一步，对方已经办完事回去了，那这趟可就白跑了。再不敢随意动用超凡符箓，没法从现世带来足够银镜的情况下，神器之地本地的银镜还是挺难弄到的。这一来一回就要浪费2面，不得不让许飞精打细算一些。慢吞吞地喝着侍女送来的香茗，又随意吃了几块青木寨出产的茶点，许飞眼前一亮。这疑似豌豆糕的茶点不知道加了什么材料，吃起来酥嫩可口，还带着一股特有的清甜香气，让人不由胃口大开。看来这趟回去时有必要再从白青青这里捎带一些土特产了。没多久后，许飞就看到了匆匆赶来的白青青。你怎么来青木寨了？白青青一脸惊讶。刚听门房汇报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听错了，此刻才确认许飞是真的来到了青木寨。但是没理由啊，怀庄遇到了一头接近凶极的诡异袭击，目前十分危险。许飞一开口就是一条大新闻，竟有此事。白青青吃了一惊，误以为许飞是赶来求援的，当即起身道：我这就带你去三图司找几位大人派人。他话音没落，被许飞拉住了。暂时还不必。许飞解释道：我们一人已经通知了其他4村，很快就会有不下8名超凡者赶来增援。听许飞简略描述一番，白青青心中稍宽，但先前的疑惑又回来了。既然不是求援，怀庄情况又那么危险，那你不帮忙守家，千里迢迢跑这里来干嘛？这你就别问了，我是通过一点特殊手段过来的，很快还会回去。许飞含糊回答了他，随后问起最关心的事：我委托你办的事怎么样了？听许飞提及这个，有些得意的白青青眉飞色舞地说：我白家的人脉你可以放心，这次回来后我第一时间帮你张罗，你老师陈木委托的信件也早就带过去了，就在不久前，需要的超凡材料已经帮你集全。至于培育超凡植物的事，他迟疑了一下，说道：这个还需要一点时间，我已经帮你预定了5名客户，不过毕竟没有实物，其他斩木冰魔药的超凡者没亲自体验效果之前，对此多少有些疑虑，所以5名已经很好了。许飞一点都不急，他对从圣者纳瑟那里继承的知识有足够的信心，只要第一批生意能打响，后续自然会有人主动找上门。跟白青青继续商议了一会生意的事，许飞从他这里提前要来了所需的辅材，又明示了自己对豌豆糕的满意后，才起身告辞，马不停蹄地动身拜访陈木的好友韩财生。对方虽然只是一名2阶超凡者，在青木寨算不上最强者，但跟陈木的关系莫逆，据说是曾经有过命的交情。在怀庄外派的这几年，他有事需要动用青木寨这边的人脉时，都是委托韩财生帮忙操作。这次帮许飞收购魔药材料也不例外。但许飞没想到的是，他才刚从白家的宅院离开不久，前方一处规模不比白家逊色多少的院子中，就突然爆发了喊杀和爆炸声，几乎是转瞬间，朝向他这边的那面院墙被恐怖的蛮力撞破。一个穿着黑衣的人影急速冲出，慌不择路地朝许飞这边逃来。数名超凡者从烟尘中紧随冲出，锲而不舍地展开了追杀。第177章，在遇拜鬼教徒。突然爆发的战斗和追杀让许飞有点惊讶。这里不是青木寨的顶层，相对最安全，守卫也最严密的地方吗？怎么自己第一次来就能碰上这种事？因为不清楚追逃双方的身份和具体恩怨，许飞倒也没有胡乱掺和的想法，当即就往路边退开，摆明了不管不问纯路人的姿态。但后面几名追杀者的喊话让他改变了主意，抓住这个拜鬼教徒，三图司办案。朋友，能帮忙拦一下吗？拜鬼教徒。自从当初那一战了解了拜鬼教徒都是些什么玩意后，许飞就对他们没有任何好感，二话不可说，立刻出手。灰蒙蒙的雾气弥漫开来，急速朝那名已经近在咫尺的黑衣人萦绕而去。他自己则后退2步，迅速遁入雾气中。敌人毕竟是一名不知底细的超凡者，顺手帮忙可以，但没必要过于正直勇敢，以至于让自身犯险。与此同时，一位橡树木偶凭空出现在黑衣人的必经之路上。在许飞的命令下，橡树木偶凶悍的迎面冲了上去，闪烁着寒光的拳刃划破空气，发出撕裂布帛般的射人声音。找死！
那名黑衣人癫狂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杀意，身体横跨2步，躲过橡树木偶攻击的同时，伸手往前一推，发动了自己的魔药能力。拜鬼教最臭名昭著的魔药血瘟疫，暗红色的瘟疫气息呈波纹状急速扩散开来，触及到的瞬间，橡树木偶的身体便为之医治，变得沉重迟缓起来。除此外，还有股莫名的邪恶力量试图渗透到他的体内，污染他的血液，造成更严重的恶疾。如果中招的是人类超凡者，恐怕稍微沾染一些就要被重创。但橡树木偶是召唤物，体表的橡树皮肤又极为坚固柔韧，刚好克制血瘟疫的能力，因此并未被一击打倒，反而在稍缓一些后再度发动攻击。一击未奏效，让黑衣人有些意外。他并不怕这只木偶，但眼下情况想要解决却不是3、2招内能办到的，偏偏自己最缺的就是时间。眼瞅着追兵将至，他一咬牙，将手腕上缠绕的散发着不可名状气息的无面神像挂坠取了出来。不好！已经追到10步内的那名3图司领队看到神像挂坠，脸色顿时一变。他伸手取出提前备好的防护符箓，但不知道是紧张之下手滑了，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动作稍微慢了一拍。黑衣人的施法速度又极快，默念了一个奇异拗口的音节，便立刻激活了无面神像挂坠的效果。迷幻的光芒以黑袍人为中心，朝四周急速扩散开来。追人心切的几名3图司超凡者，除了落在最后面的那位侥幸躲过外，其他人都瞬间停下动作，陷入了不可自拔的幻境。当然，借助高位格力量释放这种大范围幻境法术，或多或少要付出一些代价。追兵被拉入幻境的瞬间，这名黑衣拜鬼教徒身形便微微摇晃了一下，险些没能站稳，双目中依稀流出血泪，惨白色的脸上有肉眼可见的痛苦神色。不过，终究是将这些追兵和喜欢多管闲事的蠢货给控住了。他咳嗽一声，顾不上对付这些陷入幻境的人，抬手打出一张狂风符咒，吹散了许飞的灰雾，挣扎着继续往前逃。只要能拐过这条环形街道，逃入青木寨上区，就能得到同伴的接应。然而，黑衣人没想到的是，他身形才刚动，被狂风符箓吹散的灰雾便迅速弥合，重新将他困住。就连短暂停止攻击的橡树木偶都恢复了行动，再度发起攻击。怎么可能？难道？黑衣拜鬼教徒大吃一惊，他忽然发现自己的幻境法术对那名挡路的陌生超凡者居然没有生效。这可是借助了神像挂坠施展的法术，就算中位超凡者都有可能被影响，为什么会？很疑惑。雾气中传来的略微有些失真的话语打断了黑衣拜鬼教徒的惊诧思绪，他能够从中听出对方的得意。告诉你你也不懂，同样的招数对圣斗士是无用的。许飞心情愉悦的玩了个梗，手册时遭遇的那名拜鬼教徒就是用这一招迷惑了在场的所有超凡。若非许飞身为玩家，又有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侥幸破除了幻境，否则搞不好要被对方一波团灭上高地了。吃过那么大的亏后，许飞对这一招自然有了防备。刚刚看到这名拜鬼教徒拿出了一模一样的神像挂坠，他就第一时间提高警惕。被拉入幻境的瞬间，就再次沟通灰色符箓，当即将其破除。圣斗士是什么？黑衣拜鬼教徒果然不懂，难道是某种魔药或者鬼物？只是名字也太奇怪了吧。但橡树木偶接踵而至的攻击让他没有闲心去想这些，只能被迫迎战。灰雾中抽冷子射出的一发发弩箭更是让他十分难受，企图夺路而逃的步伐都被连续打断。这时落在最后的那名3图司超凡者终于赶了上来。多次跟拜鬼教徒打交道的他们对如何破解这种幻境法术并不算陌生。超凡灵性凝聚的浓烈杀意在中招的同僚身上一扫而过，很快便将他们惊醒。明明有防备，还是不小心中招了，该死！冲在最前面的那名3图司领队抢先自责了一句，脸上似乎有些懊恼。随即话锋一转，幸好有人帮忙。自觉丢了脸面的3人迅速冲了上来，将拜鬼教徒团团包围。局势到这一步就没许飞什么事了，他及时收起橡树木偶，在一边帮忙压阵。动用鬼物毕竟是要付出代价的，虽说橡树木偶的代价不算太严重，但没人喜欢自己的身体一点点变僵硬的感觉。没有了底牌后，那名拜鬼教徒根本不是3图司超凡者们的对手，很快就被一顿吊锤，直到打了个半死才上前将他抓捕起来。趁手下忙碌，那名超凡者领队朝许飞这边走了过来，欠身行了一礼表示感谢，同时有意无意地问道：多谢朋友鼎力帮助，这份情谊3图司记下了，我王瑶日后也必有回报。没看错的话，朋友的魔药似乎是一种挺冷门的雾隐魔药，咱们青木寨可不多见啊。第178章万事俱备，这是在打听我身份来历。许飞不知道对方在想什么，又或者单纯是出于职责的习惯，考虑了一下，将陈木给的身份木牌抛给了对方，状似无意地说道：我才到青木寨不久，
刚从白家出来，要去拜访韩财生，阁下还有什么事吗？名叫王瑶的三徒司领队仔细观察了一下身份木牌，神色顿时有着一闪而逝的阴翳。他注意到木牌后面的暗记属于一位陈姓符师，不管在什么地方，符师的地位都是极其尊贵的，而且对方似乎还提及了白家，就连相对最不起眼的韩财生都是一位实力不弱、人脉颇广的二阶超凡者。没想到此人在青木寨的背景这么硬，种种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一圈。王瑶将木牌重新丢给许飞，脸上不知何时换上了几分笑容。朋友不要误会，本人询问身份，只是想稍后送上一份谢礼，除此外别无他意。毕竟这拜鬼教的恶徒非常狡猾，我们费了不小力气才将他调上来，朋友的援手着实帮了大忙，不可不谢。谢礼？什么谢礼？许飞顿时来了精神。不是，我就随口一说，你还当真了？你背景那么硬，还缺我这点东西？王瑶脸色有点绷不住了，但又不能矢口否认，急中生智道：类似的谢礼一般没有定数，都是随机给予，主要是聊表心意。若是想要什么贵重物品的话，可能会让朋友失望了。许飞额头上不由冒出警号号，他本以为能讲点什么好东西，最不济给几张符箓也行啊，但听对方的口气，搞不好就只有一张奖状和一朵小红花了。不想给就直说嘛，这样就没意思了。算了，谢礼你们留着吧，告辞。许飞摆了摆手，扬长离去。王瑶也没挽留，目光悠悠盯着许飞离去的背影，似乎是要将他记下。但没曾想，一转眼对方又绕回来了。你咋又回来了呢？他心里是这么想的，不过嘴上没说出口，只疑惑问道：有什么问题吗？许飞还真有问题想问，正色道：青木寨的拜鬼教徒很活跃吗？这里可是青木寨顶层，都能被他们混进来。王瑶微微一笑，只是笑容背后有些难以觉察的讥讽。放心，拜鬼教徒就是一帮见不得光的老鼠，成不了气候。这次是我们收到举报后主动下饵，才将他们引出来。平日里青木寨里安全得很，容不得这些宵小放肆。他本以为这话应该能让许飞放心，但没想到的是，对方脸上竟似乎露出失望之色。这是什么意思啊？唯恐天下不乱。王瑶顿时有点摸不懂对方的心思了，还是说自己刚才看到的是错觉？他有心跟这个陌生超凡者多接触一下，但对方这次却没有再做停留，径自离开了。可惜。王瑶摇了摇头，低声叹息，没人知道他究竟在可惜什么。随后他脸色恢复如常，转身对手下道：收队，这次咱们立了大功，回去后我做东，大家一起去醉红楼，不醉不归。一起出任务的超凡者和三徒四武者们顿时发出热烈的欢呼声。片刻之后，被意外事件耽搁了几分钟的许飞顺利拜访了韩财生。这是一位身材削瘦，看起来有些病样的中年超凡者。由于超凡者的体质向来强大，眼前这位还是头次给许飞留下这种印象的人，不免多看了几眼。韩财生似乎知道许飞在看什么，自嘲道：几年前跟一只诡异战斗留下的老毛病了。虽说侥幸没死，但那只诡异留下的诅咒却一直没能根除。原来如此，许飞心中恍然，赶紧露出敬仰神情，表示打小就钦佩对方的勇敢和庇护平民的侠义之心，只恨一直无缘见面。这一番马屁拍得韩财生哑然失笑，他到底为了什么而战，自己心里会不清楚。不过失笑归失笑，眼前这个年轻人看着还是很顺眼懂事的，而且他生平最喜欢说话实诚的人，真不愧是陈服师的高徒啊。一番商业互吹后，许飞这才拐弯抹角地询问起老师的信件。韩财生似笑非笑地看了他一眼，道：你老师的信里让我帮忙收集各种材料，其中有不少一看就是下品魔药所需的辅材。若我没猜错，他应该是帮你筹备的吧？你倒是个急性子啊，几天都等不及，要上门来找。晚辈也是没办法。许飞做出一脸严肃的神情，说道：怀庄这不是遇到了一只腐化黑莲的侵袭吗？他再度将情况简述了一遍，以示自己并非心急，而是情势所迫，他不得不赶紧晋级回去参战。八瓣花瓣的腐化黑莲。韩财生脸色微微一变，怀庄那边连这种级别的诡异都能遇到了。我记得之前一段时间不是才有一只巨型的凶极怪绝石之灾从你们旁边过去吗？确实如此，晚辈当时就在现场，离那只石之灾最近时可能只有几百米。许飞肯定了对方的话，莫非那个传闻不是空穴来风？韩财生神情顿时有些恍惚，又有些难看，走神了片刻，他才意识到什么，露出一个歉意的笑容。不好意思，想到了一些事。对了，你老师信件中提到的超凡材料，我已经帮你收集了绝大部分，只是还有几种暂时没有头绪。说着，他起身走进书房，拿出一口木香以及一份清单，递给了许飞。许飞也没客气，当面翻看起来。木箱内分门别类地放着10好几种超凡材料，蕴含的超凡灵性光芒，足以将人的眼睛晃花。
许飞动用系统鉴定，迅速确认了一遍，又跟清单对照后，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喜意。不知道是巧合，还是自己近期的运道不错，老师陈木的渠道和白家的渠道联手，很给力的将所有辅材凑齐了。再加上从安阳村魏副师那里拿到的魔药主材，黄蜂魔药所需的全部材料齐备，晋级2阶就在今天。从韩财生家里离开后，许飞通过镜面穿梭，迫不及待传送回到了怀庄。之前虽然说是立地晋级，但那不过是一句戏说。须知魔药晋级仪式不能受到干扰，若论安全，肯定还是自家地盘上可靠。更不用说他还需要借用村里一些配置魔药的仪器。第179章2阶超凡。以许飞如今在怀庄的权限，已经可以自由进出那座没有门窗的2层10楼。不过稳妥起见，许飞还是先跟老师打了个招呼，然后才传送进10楼，开始了人生第2次魔药配置。按照魔药配方的说明，许飞将各种超凡材料分门别类的处置好，然后在容器中加入了纯水，开始加热起来。随着一样样材料加入，原本清澈的纯水很快变得混沌粘稠起来。由于黄蜂魔药用到的辅材比雾影魔药要多几种，因此前期的流程也更繁长。终于，随着所有辅材添加完毕，容器内的粘稠液体已经变成了青黑色，仿佛有生命一般，不时莫名震颤波动。看起来还算顺利，接下来就是主材了。许飞擦了擦汗，拿出了那团淡青色、带有暗黄色光晕的灵性风沙。砰！轻微的炸响声中，这团神秘而又朦胧的风沙跟容器内的粘稠液体融合到一起，随后犹如星河漩涡一般自发旋转起来。封闭的石屋2层仿佛突然之间有了风在吹动，不时响起呜呜的声音。数秒后，风声才停止，一切异象消失。此刻，容器内只剩下了一块青黄色、外表被一层浅青色气流包裹的琥珀。同雾影魔药一样，这份成品黄蜂魔药也有着非凡的特性，彼此间互相吸引，即便人为将其切开，也会重新蠕动着融合。审视着自己亲手调配的作品，许飞满意的点点头，随后丢出了鉴定。氤氲光芒在魔药上方浮现，上面的属性说明确认了这份魔药的成功。拿出提前准备好的木碗，将魔药盛入其中后，许飞将略显凌乱的10楼2层快速收拾了一番，腾出一片空旷的区域。随后用早已准备的工具就地绘制起黄蜂魔药所需的仪式。跟雾影魔药需要天时不同，黄蜂魔药的仪式没有时间的要求，但却另有一个要求，那就是必须在无风的封闭环境下举行。巧的是，这座收纳盛放怀庄超凡材料的10楼刚好满足条件，可以一步到位，帮他省很多麻烦。之前晋级超凡时，许飞为了绘制仪式费了不少功夫，唯恐手抖一下就毁了阵图。但现在的许飞已经多次举行过仪式，不仅对力道的控制更到位，还继承了圣者纳瑟的知识和经验。等闲的下品魔药仪式不过是信手拈来，短短1刻钟后，一个复杂的仪式阵图便犹如复印一般，分毫不差地出现在地板上。检查一遍，确认无误，许飞休息片刻，将状态调整到最佳，随后大步跨入到仪式阵图中央，一口将魔药吞服。刚开始的片刻并没有明显感觉，但很快燥热狂暴的感觉从身体内传来，黄蜂魔药急速化开，融入他体内的每一处。许飞只觉得自己身体犹如充足了气的皮球一般，开始迅速膨胀，大量细微的清灵沙粒从他口鼻中涌出，在面前发光、漂浮、飞舞。但这只是他的错觉。许飞勉强约束暴走的灵性，用眼睛查看了一下自己的身体后，发现实际上没有任何变化。随着超凡的风沙被一点点掌控，重新约束回自己身体内，晋升2阶超凡的过程也开始急速推进。相比于第一次吞服魔药，许飞感觉到这次晋升好像要容易一些。他甚至没怎么借助仪式的力量，仅靠自己的超凡灵性就成功压制了消化魔药的后遗症。一连串的系统提示开始刷屏：你吞服了黄蜂魔药，开始晋升2阶超凡的仪式。你的体质增加 0.1 点，你的精神增加 0.1 点，你的精神增加 0.1 点。晋升2阶超凡对身体属性的提升，比从凡俗跨入超凡的提升还要大。当最后一波精神属性提升终于结束后，因为吞服魔药而溢出的黄蜂被他尽数收回。2种不同种类的下品魔药逐渐融合交织在一起，将原本灰色的超凡之力气流变换成了不起眼的灰黄色，但其中蕴含的力量却更加惊人。恭喜，成功晋升为2阶超凡者。由于晋级后体内的超凡灵性暴涨的缘故，许飞头有些胀痛，眼前视觉也朦朦胧胧，多了许多虚幻的重影。仔细听时，耳边似乎还有什么诡异的响动和令人毛骨悚然的风声。好在这种感觉已经不是首次，他凝神静气，闭眼休息片刻，努力平复着躁动的灵性，很快便初步控制了幻象和幻听。系统界面随着许飞的召唤，虚幻的光幕亮起。角色姓名：赵一，游戏年龄：25岁，
实力境界超凡2阶，体质 18.0 点，精神 13.2点，掌握魔药雾影魔药下品，黄蜂魔药下品，天命雾之隐者，当前状态正常，可复活次数4/5次，体质涨到18点，并不出乎许飞预料。让他有些惊喜的是，精神属性终于突破1阶超凡者的10点极限，一跃涨到了13.2点。对普通的 NPC 超凡者来说，这个精神属性已经相当强悍了。他尝试性的抬了抬手，只见指尖瞬间缭绕出一道道狂暴的黄风，一念之间，这道混杂了锋利灵杀的黄风就会急速吹向前面的敌人，可以将他们击退，可以将他们掀飞，甚至通过超凡灵性约束成锋刃，直接切割杀伤敌人。由于黄风内夹杂的灵杀，这锋刃连诡异都能杀伤，哪怕效果不如专门克制诡异的青焰魔药那么好，但终究是让许飞有了一种直接攻击手段。终于不用纯靠符箓砸人了，熟悉着新获得的能力，许飞一时间内牛满面。不容易啊，不容易，咱也算熬出头了。10余次的练习后，许飞对自己的新实力有了一个初步的认知，2个字：很强。他挥手一拂，击出一道湍急的气流，不费吹灰之力将地板上的仪式擦除，随后哈哈一笑，踏足离开了10楼。判断了一下时间，发现距离约定的时间已经不远，意气风发的许飞直奔村口寻村队而去。刚晋升2阶，正缺少生命源点数来加快消化进度呢。从这个角度看，腐化黑莲的入侵或许还真未必是坏事，反而可能是送货上门。古人有言，祸兮福之所以，诚不可欺。第180章再战。许飞重返寻村队驻地的时候，魏金鹏、钱高雄等人都在，正依靠一人的下线大法，跟已经相继抵达的4村援军隔空交流，做最后的布置。注意到许飞进来，魏金鹏招呼道：“你来的正好，马上就……你晋升2阶超凡了。”他话才说了一半，忽然发现了什么，顿时停住了。没记错的话，对方从晋级超凡到现在还不到2个月吧？这么顷刻时间就超过了自己10几年的努力，这个速度是如此恐怖，以至于直接颠覆了魏金鹏的3观。放眼神器之地的历史，就算从1万年前开始算，都没有任何强者能有如此恐怖天资的。虽说他对异人的神奇已经有足够多的认知，但今天这个还是过于有冲击力了，以至于一度为之失声。钱高雄、赵天歌等 NPC 超凡者表现的也没好到哪去，他们打量着许飞周围忽而出现，忽而又隐去的青黄色气流，一边暗暗震撼，一边揣测着许飞究竟服用了哪种魔药。玩家超凡者也有不少人在场，比如刀刀烈火，他的眼中同样有着不可思议。自己好不容易晋级超凡，以为暂时追平了进度，将来或许还有反超的机会，谁能想到这才过去多久，这位玩家中的第一人就再度迈出一大步，将他们重新甩在身后，让人不禁有种望尘莫及的无力。侥幸从魏符师那里弄到了黄蜂魔药的配方，看着这些复杂的眼神，许飞笑了笑，简洁一句话概括了自己最近的努力。这句话似乎回应了他们所有的疑惑，但仔细想想，又似乎什么有用的消息都没说。好，大战在即，我们新增了一位2阶超凡者，这无疑是一个吉兆。接下来讨伐腐化黑莲，咱们必胜。短暂的震惊后，魏金鹏冷静下来，一开口就给这件事定了性。对，好消息啊，这下稳了。在场的寻村队 NPC 和超凡者们回过神来，也跟着点头称是。之前一度凝重的气氛被这个好消息冲散了许多，众人神色都轻松不少。魏金鹏再度招呼许飞落座，由于符师资质的缘故，之前他对许飞就不敢有轻视，此刻脸上更多平添了几分尊重，真正把许飞当成了实力超过自己的高手。注意到魏金鹏的细微转变，不少人脸上露出若有所思的神情。待许飞入座后，魏金鹏继续起先前被中断的思路，进行最后的战斗布置，并且特意征询了许飞的意见，见他没有异议，才继续执行。随着几名玩家上线下线，通过论坛将消息完全传达后，魏金鹏看了一下时间，豁然起身，宣布主动出击。大量的 NPC 寻村队员和玩家开始集结，为了击败这只堵门的强大诡异，村里这次也算豁出去了，将剩余的库存符箓尽数下发，可谓做足了动员。腐化黑莲也很快注意到了村内的动静，将活化的大量腐化之魁尽数调集而来，推到了黑域和出火祭坛领域的交界处。这半天时间，他并非什么都没干，除了扩展黑域的面积，催生更多腐化之魁外，他还控制部分不知疲倦的怪蕨，不停搬运泥土石块，将怀庄石墙外的深沟彻底填平。原本交战的战线仅限于村子入口吊桥那一小块，但填平之后，足够腐化之魁进攻的战线顿时扩展到数十米宽，沿着山势起伏的一段弧线。某种程度上，这方便了腐化黑莲的进攻，但也让玩家们的人数优势有了用武之地。普通寻村队员和异人负责对付腐化之魁，
切记绝对不可主动进入黑域。其他超凡者依命行事。重复一遍命令后，魏金鹏一挥手，带头冲了上去，中断了小半天的战斗再度爆发。在先前的进攻没能拿下怀庄后，腐化黑莲有点顾及出火祭坛的力量，主动压住了腐化之魁的进攻欲望，而玩家们同样也不敢杀入黑域。交战的双方便很有默契地沿着双方领域的交界处，在这里展开了犬牙交错的厮杀。超凡者们表现得更是勇猛无畏，各展神通，在诸多玩家的辅助下斩杀起一只腐化之魁。先前的第一场交手中，许飞除了出手救人外，在大战场的存在感比较低。虽说依仗赤焰符的输出打出的伤害并不少，但给人的感觉就是输出单调乏力。但这一次，许飞终于扬眉吐气了一回。位于深沉雾气中的他，一挥手便吹出狂暴的黄风，将攻势最凌厉的那只怪绝抛飞到空中。强风之中更夹杂着一道道压缩后的锋刃，辅以风中的灵性杀力，轻而易举地在怪绝身上切割出了恐怖的伤口。短短3轮攻击，许飞便从容斩杀了一只由极下位怪绝。赤焰符？那是什么？不好意思，关系不熟。除了直接攻伐外，黄风魔药的能力运用巧妙了，同样能用来救人。刚找上第2个目标的许飞，正准备再度出手，余光忽然瞥到旁边的战场，2名断体巅峰的手册玩家正联手围攻一只腐化之魁。激战之中，他俩没注意到一条藤蔓化成的鬼灵藤正悄悄伸出散发着黑烟的枝条，从侧面朝他们腿部缠绕而来。下一刻，突如其来的力量就将2人拉倒，拖向了黑域中。这鬼灵藤的藤条在捆绑住人身体的同时，还有特殊的效果，可以束缚人的灵魂。即便周围队友相救，立刻切断藤条，这种束缚灵魂的效果仍旧能延续几秒，让中招者犹如植物人一样，无法做出任何动作。而充满了腐化气息的黑域中，几秒钟不能动弹，会有什么下场？不用想都能知道。可以说，一旦中招，除非实力远在鬼灵藤之上，否则大概率只能等死。更惨的结果是被那种黑色的花粉孢子寄生，死亡后还会被用来掉头对付自己人。正在这关键时刻，许飞接连出手，先是击出锋刃，切断了鬼灵藤的枝条，随后反向招出一阵旋风，将半个身子已经被拖入黑域中的2人掀飞。2名正绝望的手册玩家还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就看到自己身体腾云驾雾般越过其他人头顶，摔落到了己方战线后排。虽然摔下来的样子有点狼狈，但跟一次复活机会比起来，却又算不上什么了。当然，如果许飞有意控制，完全可以让下落的力道更加缓和一些，但能救人就不错了。许飞不可能在这种小事上额外消耗超凡之力，何况玩家们的体质远超普通人，痛觉又被削弱过，摔一下不痛不痒。就这，他们还得对许飞说谢谢呢。第181章全军出击。在许飞救人的同时，其他超凡者也没闲着，各自施展魔药能力，带领附近的玩家的 NPC 巡村队员斩杀腐化之魁，但并没有贸然杀入黑域，直接攻击腐化黑莲。随着时间推移，两边各有伤亡，战线也逐渐稳固下来。一直在观察局势变化的魏金鹏意识到，等待的机会就要到来了。他回头看向后排的浮尸陈木，朝对方点了点头。收到信号的陈木面色肃然，再度拿出了那枚代表怀庄超凡最高权柄的指环，手指摩挲一下，注入了超凡之力。下一刻，他的精神力量借助指环的增幅，跟村子中央的出火祭坛建立了联系。在陈木一念遥控下，出火祭坛仿佛突然被人浇了好几桶火油一般，本来不算太炽烈的火势变得猛烈而又狂暴起来。一瞬间，村内的温度就仿佛升高了好几度，每个玩家都能感到从祭坛方向传来的暖意。伴随着出火祭坛火势的暴涨，祭坛能庇护的范围也一下子扩大了许多。和腐化黑莲牺牲了大量腐化之魁才建立起来的黑域再度发生了碰撞冲击，在不计代价的新柴燃烧下，黑域居然被短暂的压制了，范围在一点点消退。时机已至，随我杀！魏金鹏很清楚这种状态下的出火祭坛消耗有多大，仅仅1分钟都足够正常情况下一整天的消耗，他们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浪费。随着这位巡村队长身先士卒杀入黑域，直奔腐化黑莲而去，所有超凡者都紧随其后，一起杀向了这只强大的怨疾。尚未诡异，几乎在发起攻击的同时，一连3枚信号弹就相继升空，剧烈的超凡灵性波动迅速传开，远在几百米外山脚下潜伏的4村超凡者援军都能轻易感觉到变化。攻击信号来了！曾经跟许飞有过一面之缘的连家堡堡主之子连平志，在8人中第一个起身。毕竟是年轻人，血性未消，他对这次增援也是最为积极的。南水庄的超凡者高逢面色有些犹豫，磨磨蹭蹭地说：“听说那只腐化黑莲之前可是有8瓣花瓣，距离凶吉只有1步之遥，不好惹啊。”安阳村的超凡者郭正义的暴脾气又来了，盯着高逢一眼：“你什么意思？这就怕了？之前怎么没看出来
你胆子这么小？高逢皱了皱眉，道：“我也没说不救，只是要不要稍微晚几步，让怀庄的人多卖点力气？毕竟路上可能有腐化之魁埋伏，咱们上山慢一些也情有可原。”闻言，连平志心里顿时有些鄙夷，但他好歹也是堡主之子，多少理解高逢的顾虑，便没有再开口。郭正仪却没考虑那么多，我只能说，说话前先想想日后自己。将来若是你们南水庄也被凶吉诡异袭击，发信号时援军却迟到了，自己会是什么心情？说完，他看也不看其他人，直奔山上而去。这个有点不留情面的举动，让其他超凡者有点尴尬。迟疑了1秒后，连平志第二个跟上。这下其他村庄前来增援的超凡者也不好说什么了，纷纷跟了上来。唉，高逢脸色有些无奈，接近凶吉的诡异是那么好对付的吗？万一自己村庄的超凡者出现折损，怀庄就算给予一些补偿，又如何能弥补得了他们的损失？但事已至此，高逢也只能一跺脚，跟在众人后面奔向了半山腰的战场。在8名超凡者援军迅速增援的时候，围绕腐化黑莲的大战已经爆发，开启了黑石魔药的魏金鹏等人和玩家超凡者凶悍地冲在最前面。他们的身高有点够不到腐化黑莲的上半段花瓣囊包，便重点攻击他的下半段莲藕状根茎，同时也在用自身的攻击吸引腐化黑莲的注意，给其他超凡者争取空间。其中最出风头的不是魏金鹏、赵天歌等老牌 NPC 超凡者，而是第3名晋级玩家超凡的刀刀烈火。作为手册玩家的特殊福利，刀刀烈火当然也觉醒了自己的天命。他的天命是10之加护，能动用黑石魔药之力，在身体周围额外凝聚出2面不断绕自身旋转的黑石护盾。黑石魔药提供的防御能力本就惊人，一旦开启，防御近乎翻倍，生存能力会提升到一个夸张的地步。当然，这个强大的天命也有不足之处。黑石化之后，超凡者本身就会变得比较笨重，再多2面黑石护盾会进一步牺牲机动能力，在战场上很容易变成被动挨打的靶子，需要相应的符箓鬼物弥补缺陷，才不会被人刻意针对。除此外，10之加护还有一个隐性的缺点，那就是开了护盾后，刀刀烈火整个人看起来就像是一个臃肿的黑色石球，平添了几分滑稽。不过滑稽归滑稽，刀刀烈火的表现是真的猛，仗着黑石护盾的额外防护，跟腐化黑莲贴脸厮杀，半步不退。其刚猛之程度，就连赵天歌这种硬汉都不得不为之心服。得益于他们的冲锋在前，拥有远程攻击能力的许飞、荧光等超凡者得以拉开一定距离，在后排从容输出。面对这等扎根于地下的庞然大物，黄蜂魔药的常规吹飞效果是没法用了。许飞只能不断将吹风的黄蜂约束，压缩成青黄色锋刃，依靠无形但有质的锋锐锋刃来不断切割。荧光则将青焰附加到自己搞来的弓箭上，纯粹将青焰将赤焰符来用，接连射杀目标。常规的青焰在燃烧片刻后，很容易被诡异怪绝自身的气息压制，只有累积到一定程度，才能造成致命的伤害。但天命祭灵之焰进一步增强了青焰的持续燃烧效果，让它犹如枯骨之躯般难以熄灭，更具威胁。不过祭灵之焰也不是没有缺陷，许飞的天命物之隐者开启时几乎没有明显的消耗，但荧光的这个天命每一次攻击都要消耗超凡之力，用传统网游里的术语来说，就是用蓝耗来换法伤。青焰魔药的消耗本身就是比较大的，再开启天命，恐怕一场高烈度的战斗还没打完，自身的超凡之力就先耗光了。这就注定了荧光没办法全程开启，只能在关键时刻动用。第182章，是人是鬼都在秀。然而别看玩家和 NPC 超凡者合计10余人，声势浩大，打得极其猛烈，但具体到对腐化黑莲的伤害上，却远没有看起来那么有效。最主要的原因当然还是诡异的特性，物理攻击近乎无效，偏偏怀庄又是黑石魔药为主。这里不点名批评一下某位烈火同学，全场超凡者里就属他冲得最猛，打得最凶，仗着天命加持，原地对着腐化黑莲的根茎一拳拳锤的山响。但如果有团队 DPS 统计面板就能看到，全团的有效输出同样属他最低。不管一拳下去有多猛，他真正能造成的伤害还是自己拳头上的赤焰符，品相还是中品。这种基础符箓对付游击诡异还凑合，对付腐化黑莲这个级别，只能说跟刮痧也差不多了，甚至可能连刮痧都不如。同理，魏金鹏、赵天歌他们这些黑石魔药服用者，比刀刀烈火也好不到哪去。唯一的不同是，他们身为怀庄 NPC 高层，手上多少有些好东西，能拿得出上品品相，甚至许飞偶尔上缴的1-2张极品品相赤焰符。刨除这些抗伤害拉仇恨的超凡者外，真正能对腐化黑莲造成大量伤害的只有4人：荧光以及许飞家陈木家张晨的3符师天团。尤其是后两者身为 NPC 符师，2人身家丰厚，各种鬼物符箓层出不穷。从玩家降临以来，
怀庄经历的几次危机，两位符师从来都没有底牌进出过，纯粹是出于符师责任才帮一下忙。此刻一旦认真起来，很容易便让其他人见识了一把什么才叫真正的大佬。不过腐化黑莲也不是吃素的，在这之前他始终没有真身参战过，仅仅是召唤腐化之魁或者放出一些花粉孢子之类的手段，不禁让人误以为他没有直接战力。但在被怀中的超凡者们斩首时，这只被激怒的怨极诡异终于展现出了真正的手段。一根根莲藕状的根茎从深深扎入的黑色土壤中拔出，随后庞大的身体摇晃着站起，挥舞根茎朝超凡者抽打过来。那一根根足有碗口粗细的柔韧根茎，抽打时有着可怕的力量，可以轻松拍碎成吨重的巨石。刀刀烈火仗着自己防御力高，第一时间没有躲避，硬是被这根茎凌空抽飞出20多米远。就连天命招出的黑石护盾都被当场抽碎了一面，可想而知他的惊人威力。若非许飞反应及时，一道狂风帮他缓了一下，差点就直接摔下山了。当然，物理上的伤害虽然可怕，还不是威胁最大的。真正让众人色变的是从他莲藕根须的孔径中突然喷出的浓郁腐化黑烟。这些浓郁的腐化黑烟在喷射出来后，迅速化成击落许飞纸鹤符的黑光，以超乎想象的速度击中了参与围攻的超凡者们。首当其冲的就是两位符师。面对腐化黑莲的攻击，陈木不敢托大，也不知道他动用了什么手段，身形瞬间从原地消失，横移出5米开外，躲过了这一击。张晨则不慌不忙，发动了右手腕的鬼物，在身前招出了一只面目凶厉的游魂。那游魂以自身灰飞烟灭为代价，硬生生帮他挡住了黑光的攻击。许飞更是一点都不慌，全程隐匿在雾气中的他，身前一直有假身符挡着。发现自己成为目标，许飞立刻进行了闪避，只留在假身在原地挡枪。唯有荧光是真的惨，青焰魔药加天命祭灵之焰，让他拉足了诡异的仇恨。身上虽然也有一件鬼物，其效果却不足以在眼下情况解围。虽说荧光已经很努力在躲避了，身上还有一对超凡调查局帮忙弄来的铁甲符，但还是没能完全躲开，被那道黑光擦中了左侧肩头。在一击摧毁了铁甲符后，黑光造成的直接伤害已经微乎其微，奈何那黑光中蕴含着浓郁到可怕的腐化气息，成功顺着伤口侵蚀到他体内。一瞬间，荧光皮肤上就蒙了一层黑气，身体开始急速朝腐化之魁转换。超凡领域的交手就是这么残酷，没有保命的魔药能力和鬼物，面对更高位格存在的攻击，很可能中招就是死亡。这位曾经的电竞选手也算一个狠人，瞬间的惊愕后，果断将青焰魔药用于自身，灼烧起自己的伤口。虽说玩家的痛觉经过系统削弱，远没有现实那么痛，但被青焰灼烧的感觉也绝对好不到哪去。可即便如此，他的果断反应也仅仅只是稍微延缓了一下腐化气息的侵蚀，没办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这让荧光有点绝望，难道要再交一次复活吗？手册当天他就被陆星草收去一次复活，之后跟诡异战斗时又挂了一次。若今天再死一次，5次复活就只剩下2次了。正在这生死关头，旁边的赵天歌叹息一声，将一截白色指骨丢给了他。这件鬼物可以让人短暂骸骨化，不管多么严重的伤势都能阻止，期间自身战斗力还会大大增加。但代价就是一旦骸骨化超过一定程度，其效果几乎将不可逆，永远成为半人半鬼的状态。当初赵天歌能从周深死后化成的怨尸手上逃脱，就是靠这件鬼物的保命能力。此刻之所以愿意暂借给荧光，一是他看出荧光的青焰魔药在此战中不可或缺，不能让这样一位强力输出就这么轻易挂掉。另一方面，赵天歌自身已经骸骨化过，后遗症经过治疗，至今还未完全消失。这件保命鬼物就算保存在自己手上，也没法再次使用。是他？荧光对这节指骨的印象很深，立刻认出他来。在使用代价和一次复活之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前者。下一刻，苍白的骨质从他手上开始蔓延，迅速朝全身扩展。入侵的腐化气息几乎立刻被骸骨化过程被压制了。反正情况已经如此，荧光倒也光棍，借助骸骨化状态的加持，对腐化黑莲发起更猛烈的攻击。就算死，也要拿了击杀的生命源点数再死。自己暗藏的一手没能干掉人类超凡者，让腐化黑莲有些惊怒，感觉到身上的伤势在加剧，并且首次出现莲藕根茎被切断的情况，焦急的他开始尝试召唤腐化之魁回原。第183章，又到了捡漏时间。不好，这些腐化之魁要回原，拦住他们！发现正在交战的腐化之魁忽然不管不顾地抛下对手，掉头往回冲，玩家们反应很快，开始拼命拦截。一部分腐化之魁的确被玩家们拦住，但也有些怪物突破了玩家们的阻拦，顺利退回腐化黑莲附近，从超凡者们背后向他们发起攻击。这些拼死回原的怪物的确给许飞他们带来了一点麻烦，牵制了超凡者的不少注意。但几乎是同时，
急促的脚步声从下方的雾气中传来。莫慌，我等来了！杀！中气十足的喊杀声中，郭正仪一马当先，从雾气中冲了出来，率先杀入战场。连平志、王信全等4村派来的支援也相继加入了战斗。或许是想用行动洗脱自己先前所言的负面印象，高逢的表现尤为卖力，一入场就激发了自己的魔药能力，并且动用了随身携带的2阶鬼物贪婪油壶。这件有些特殊的鬼物，每次使用后都需要吞噬大量的油脂和油料，起码需要1水缸的量才能满足。若持有者在使用后无法在一定时间内满足需求，自身就会成为代价被油壶吞噬。在这个生产力相对落后、物资匮乏的世界，这个代价还是相当高昂的。但这件鬼物在对付特定诡异、怪绝的时候也确实给力，一旦发动，可以朝目标泼洒出大量具有强烈粘性的燃油，且极难被清除。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引发一场持久的、伤害惊人的火灾。高逢出行前之所以从村里选中这件鬼物，就是看中了它对腐化黑莲这种体型巨大、带有一定植物特征的诡异的克制。啪嗒，散发着怪异香气的黑色粘油从贪婪油壶中喷出，化作无数雨滴，滴落在腐化黑莲的身体上。无需特意去点火，超凡者们使用的赤焰符以及荧光打出的青焰，就瞬间引燃了这些黑色油脂。猛烈的火焰传遍全身，对腐化黑莲造成了空前惊人的伤害。在痛苦刺激下，这只诡异疯狂地攻击着附近的超凡者。连家宝来的王信全仅仅是躲避时稍慢了一步，就被莲藕根茎抽断了双腿，还是在连平志眼疾手快的救援下，才侥幸退回到后方。同样参与进攻的玩家超凡钱多多也差一点就被腐化气息侵蚀，吓得他背上瞬间冒出一身冷汗。不过怪物越疯狂，意味着众人的攻击越有效。虽说受到了一些反扑，但任谁都能看出，随着新出现的8名超凡者参战，原本还称得上有来有回的局势，正在不断朝人类超凡这边倾斜。腐化黑莲没想到区区一个人类村落居然会有这么多超凡者，更没想到仅仅半天不到就又冒出来8人，这跟他印象中的小型人类村庄完全不同。如果早知道他们实力如此强大，他是绝对不会贸然进攻这个村庄的，更不会狂妄到公然堵门，顶着出火祭坛的力量强攻。但这个时候后悔也晚了，在疯狂反扑的势头过后，合计超过20名的超凡者从前后2个方向发起合围，形成了里外2层战圈。黑石魔药、青焰魔药、黄蜂魔药、双燃魔药、树种魔药、金刚力魔药、灰罡魔药，种种魔药加上多件鬼物的效果，种种超凡灵性辉光此起彼伏，交相呼应。在剧烈的超凡灵性波动影响下，就连无处不在的灰雾都被远远逼退了上百米。很快，腐化黑莲身躯上的伤痕越发密集，气息比最开始时不知道虚弱了多少。感受到近在咫尺的死亡威胁，腐化黑莲终于决定战略转进。脸面这种东西对诡异又没用，不过想从20名超凡者围攻中强行脱身，难度实在有点高。最现实的办法还是用先前寄生玩家黄明在隔空降临的手段，但这个手段并没有看起来那么容易，而是有严格的限制。更要命的是，附近围攻他的全是超凡者，对他的花粉孢子寄生手段都有防范。别无选择之下，腐化黑莲散发出大量花粉孢子，同时再一次主动脱落了一半花瓣。花瓣化作大量腐化气息涌现，加持到这些肉眼看不见的花粉孢子身上，悄无声息地飘向了黑域之外，附着在距离最近的几名玩家身体上。几秒钟后，3名双眼失神的玩家身形暴起，分头朝山下和灰雾深处冲去。这个突然的变动顿时引起了超凡者们和众多玩家的注意。先前那朵花瓣主动脱落的时候，众人就已经提高了警惕，以为这腐化黑莲要故技重施，强行召唤更多腐化之魁。虽说接下来的情况跟预想中的不太一样，但两者间毕竟只有短短几秒间隔，任谁都能联想到这几名艺人一定出了问题，且很可能跟腐化黑莲的诡计有关。附近一些反应快的普通玩家当即就想追杀，但旁边的腐化之魁早有准备，帮忙阻挡了一下。就这么短暂的耽搁，就让那3名逃窜的玩家消失在雾气中。该死！魏金鹏猜到了腐化黑莲的意图，陷入困难的抉择中。如果派人分头追杀，若是人少了，腐化黑莲降临过去后，怕不是主动给他送菜；可若是派多了，又会极大分散超凡者的力量，让腐化黑莲本体的压力大减。何况谁能保证这3人不是腐化黑莲故意放出的诱饵呢？瞬间的纠结之后，魏金鹏下达了一个略显保守的命令：全力猛攻腐化黑莲。只要在你的3个寄生对象逃远，在你本体降临过去之前，先一步把你打死，自然就不用纠结要不要追哪个的问题了。平心而论，这个决定不能说错，但也绝对不能说完美无缺。但许飞有改进过的纸鹤符这种好东西，自然就无需纠结这个问题了。他当机立断激发了3张符箓，
让这些速度极快的纸鹤携带银镜展开了追踪，自身则协助其他超凡者对腐化黑莲展开了最后的猛攻。然而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只腐化黑莲最强时毕竟是接近凶极的存在，而战斗这么久后，怀装超凡者们的超凡之力消耗极大，不免有些力乏。在他拼命顽抗的情况下，在场的超凡者们还真没办法在短时间内将他彻底斩杀。第184章特别的战利品。在腐化黑莲的操控下，顷刻间速度最快的一名玩家就逃到了离山脚只剩几十步的距离。虽说这里仍旧不算安全，但腐化黑莲实在撑不住了，他不再迟疑，发动了降临。庞大的身体犹如壮观的山崩一般，从内到外主动崩裂，化作无数蠕动着的黑色碎片，缤纷落入地面，随后消失无形。就连覆盖了整个怀庄入口的黑域也随之失去源头，开始极其缓慢的消散。在腐化黑莲身体崩解降临到寄生体的那一刻，在场的众多超凡者们全都急了。陈木动用了自己的青铜铃铛，试图打断干扰腐化黑莲的降临，张晨则动用了早已准备好的镇鬼符箓，其他人也各自打出最凶猛的攻击。然而这个令人震撼的降临过程是近乎瞬发且难以被打断的。尽管众多超凡者最后一轮的爆发险些将腐化黑莲彻底消灭，但他最终还是从战场上消失了，以空血状态降临到了几乎逃到山脚下的那名玩家身上，随后直奔小沙坝方向而去。追！尽管知道能追上的可能性不大，但魏金鹏还是断然下达了追击命令。若不能斩草除根，而是放任这只诡异逃掉，日后迟早是一个巨大的隐患。但在魏金鹏下令之前，有个身影已经先一步从原地消失了。如果是状态完好的时候，腐化黑莲必然能发现头顶上方追踪的纸鹤符，然后一道黑光将它击落。但如今的腐化黑莲连怨极诡异的位格都快维持不住了，实力更是空前虚弱，以至于完全没注意到头顶上的纸鹤。下一刻，一面银镜从天而降，还在空中，这面银镜就轰然破碎，一个身影从银光中现身，随后凌空击出青黄色的锋刃，朝腐化黑莲发起攻击。这只一心逃跑的诡异没料到许飞瞬间追了上来，不由大急。他勉强挥舞仅剩的2根莲藕根筋，堪堪挡住了锋刃的攻击。但等他想要继续跑时，却发现许飞已经卡在了他逃跑的去路之上。生路被堵，腐化黑莲别无选择，在疯狂和凶力的支配下，朝孤身追击的许飞发动同归于尽般的攻击。要不干脆动用旧日提灯灭了这家伙。见这只诡异比想象的还顽强，许飞心中蠢蠢欲动。这件破损的6阶鬼物目前最高能召唤出5位4阶超凡者，区区一只重伤的怨极诡异随手可灭。但他最终还是按捺住了冲动，动用旧日提灯一时爽，之后偿还回溯的历史投影时付出的可是自己的寿元。许飞可不会天真的认为燃烧的只是游戏中角色的寿元，跟现实无关。若情况真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用了也就用了，但眼下很明显没到那个地步。罢了，还是用常规手段慢慢磨吧，反正是丝血，多打几轮伤害总归是能打死的。这样暗存的同时，他一边迅速遁入雾气，躲避腐化黑莲的垂死反击，一边不断催动超凡之力，凝聚出一发锋刃。在许飞的精准控制下，锋刃接连击中同一处部位，将腐化黑莲仅剩的2条莲藕根筋再去其一。到了这个地步，这只诡异已经插翅难飞。丢出一张假身符，让假身吸引了腐化黑莲仅剩根筋的同时，许飞急速上前，发动了鬼物赤心泥之脚，灼热的火焰喷射而出，完成了最后一击。系统提示出现的同时，腐化黑莲化作漫天的黑烟消散，但他的超凡灵性一退却并未直接吸出，而是在附近绕了一圈后，在无形吸引下涌向了许飞的雾影魔药控制的一团普通雾气。这……许飞一愣，他还是头次看到这种情况，但头脑里的超凡知识让他并不陌生，立刻意识到发生了什么。机缘巧合下，一件新的鬼物形成了，只是这件鬼物的形态似乎有点特殊。参与击杀腐化黑莲得到的生命源点数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毕竟之前杀圣者也才堪过100点，眼下这只诡异可是20名超凡者围殴，许飞能分润到几十点已经是难能可贵了。他的注意力全放在了正在急速演变定型的鬼物上。转眼间之后，腐化黑莲的超凡灵性一退跟那团雾气完成融合，最终化成了一团漂浮在原地不动，周遭不时冒出一丝丝不祥黑气的黑雾，好像有点奇怪。许飞的超凡灵性告诉他，这玩意的确是一件鬼物，但同时也是一团雾气，还跟自己存在某种超凡概念上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极为微弱，但却切实存在，所以我能直接操控这玩意。他疑惑地朝这团黑雾招了招手，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件鬼物居然自行飞回到他的手中。腐化黑雾，3阶鬼物，
一件形态极其特殊的鬼物，由一只实力接近凶极的诡异死后凝聚而成。激发之后，腐化黑雾可以将目标笼罩其中，对其造成具有腐化效果的气息侵蚀。若目标在被侵蚀期间死亡，将短暂沦为听命于你的腐化之魁。被转化的腐化之魁实力上限为3阶，且无法高于持有者的超凡位阶。同一时间仅能维持一只腐化之魁存在。使用该鬼物的代价是每用一次，自身亦会被腐化气息侵蚀。超过一定次数后，将不可逆转地沦为腐化黑雾本身的傀从。玩家复活可完美清除该状态。特别备注：由于玩家赵一和腐化黑雾存在超凡层面的关联，可豁免部分代价。具体效果为：无需激发便可持续使用该鬼物，期间自身依旧会受到腐化气息侵蚀，但不管用多久都不会沦为腐化黑雾傀从。注：腐化雾气 X 造召化雾气。感觉这件鬼物好像很厉害啊！一遍浏览下来，许飞眼前一亮。不考虑旧日提灯和银之镜这2件来历特殊的道具，这团3阶的腐化黑雾是许飞如今能拿出手的最强鬼物了。关键是还能豁免部分使用代价。这种极其罕见的情况，纵然是圣者纳瑟传来的超凡知识和秘文中，也仅仅只出现过2-3起，无疑不是特别罕见巧合的情况。不需要激发也能使用鬼物的效果，那岂不是可以随时开启？偏偏这玩意也算是一团雾气，那么我是不是可以将它藏在雾影魔药的雾气里，用来阴人呢？一个绝妙的主意涌上了许飞的心头。如果真如他猜测的那样，那这件3阶鬼物对他的战力提升可就太大了。第185章全服第2次活动。就在许飞正暗暗惊喜，想要找个地方试验一下新鬼物的威力时，怀中分3路追杀腐化黑莲的超凡者们姗姗赶到。看到许飞站在这里，现场没看到腐化黑莲的踪影，从其他4村赶来，对许飞实力不够了解的超凡者露出失望神色。他们第一反应是许飞失手了，或者追错了方向。但负责这边的赵天哥对许飞的实力可太了解不过了，扫了一眼现场残留的战斗痕迹，他的眼中便露出惊喜，看向袖手而立的许飞，确认道：“那只腐化黑莲已经被我解决了。”没等他话音落下，许飞就给出肯定的答复。现场的超凡者们寂静了一下，大约是确认许飞没开玩笑，随后一个个露出了振奋惊喜的神情。真的解决了？太好了，差点以为要被他逃掉了，这下可以放心了。赵天哥也长出了一口气，上前几步，在遗留的战斗痕迹上打量几眼，忽然疑惑问道：“腐化黑莲难道没留下超凡灵性一退吗？”虽说这种事是有概率的，而且死于玩家手上的诡异怪绝，吸出超凡灵性一退的概率比 NPC 还要低一些，但这毕竟是一只实力接近凶极的诡异啊。面对询问，隐瞒和承认2个念头在许飞心里飞快转了一个圈。这只诡异终究是多位超凡者联手击杀，私吞了不太好，万一日后鬼物暴露了，引起别人的联想，恐怕会影响到自己的形象。何况这终究只是一件3阶鬼物，不值得。他的超凡灵性一退，机缘巧合下跟我的一件物品融合成了鬼物。这般说着，许飞挥手一招，让腐化黑雾显形。雾气形态的鬼物？赵天哥一愣，他也是头次见到这种特殊的鬼物，而且超凡灵性隐约告诉他，这件鬼物的确跟许飞有些特殊联系。稍稍展示一下后，许飞将腐化黑雾重新收起，用平淡的语气道：“这件鬼物跟我有些特殊之处，所以我就收下了。不过赵副队长可以放心，之后我会给村里相应的补偿。”赵天哥立刻回过味来，对方这是在通知，而非跟自己商议。不过许飞还真有这个资本，如果腐化黑莲在众人围攻下被杀，许飞想独吞，当然是要犯众怒。但实际情况是，腐化黑莲从包围中逃走了，是许飞孤身追上击杀的，现场没有其他人。换一个不讲究的人，真私吞了，他们也很难能怎么样。更不用说，许飞如今还是一位2阶超凡者，又有符师身份。赵天哥沉吟了几秒，点头道：“也好，既然这件鬼物比较特殊，那何该归你所得。”随行的其他超凡者心里或许未必认同，但他们毕竟是受邀而来给怀庄助拳的。赵天哥都这么说了，他们这些客人自然也不好再出言争辩，只是言语之间不免有些艳羡、嫉妒。对此，许飞全当没听见。最大的好处都拿了，还不许人家酸几句，过分了。半个时辰之后，腐化黑莲的威胁虽然解除，但他活化的腐化之魁那么多，难保附近没有漏网之鱼。趁8位强援还在，诸多超凡者们联手将怀庄外围扫荡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后，又将小沙坝附近也巡查一遍，这才彻底结束了这次行动。这时白夜已经接近尾声，怀庄的超凡者们在村长家中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宴会，宴请前来支援的8位 NPC 超凡者和参战的玩家超凡，庆祝这场艰难的胜利。
一时间觥筹交错，好不热闹。玩家论坛上，这一场大战也不出意外成为了讨论的焦点，丝毫不亚于先前的失落之村大型活动。参战的玩家们绘声绘色描述当时的情况，不时附上一张张截图。很多连游戏都进不去的云玩家们也跟着热议不休。更有一件在手的王者在论坛中血战数千楼，争论着哪个魔药更强大，哪个鬼物最神奇，哪位超凡者发挥最亮眼， NPC 们采取的战术又是否有瑕疵和优化余地等等。看那指点江山挥斥方遒的气势，仿佛自己才是最懂的。其他的吃瓜群众们也乐得看个热闹，不时跟着两头点火，唯恐乐子不够大。直到第二天，来源的8名 NPC 拿到了怀装送的谢礼，各自返程后，相关的讨论热度才稍微降下一丢丢。不过这场突如其来的恶战虽然结束了，造成的影响却还在发酵中。不知道哪个 NPC 说漏了嘴，关于灰雾之潮正在酝酿的传闻在5大新手村的玩家之间迅速传播开来。兴奋于这个大新闻的同时，玩家们也不约而同地产生了紧迫感。尤其是那些借助许飞的蛮牛肢体仪式早早达到断体巅峰，却因为村里能提供的魔药主材有限，迟迟无法跨入超凡境界的玩家，更是心焦无比。但受限于神器之地中超凡体系的特殊，他们又无可奈何，只能一边积攒生命源点数和寻村队贡献，一边继续等待时机。不过所谓的时机来得比玩家们预想的还要快，而且带来的冲击也比他们想象的更猛烈。它并非是怀装的 NPC 们突然搞到了更多的魔药主材，而是自从失落之村活动后，一直沉寂的系统突然再度发布了重量级的公告，不仅带来了全服第2次大型活动，更双喜临门，为论坛上无数翘首以待的云玩家们带来了3册开启的预告。全服公告，开服后第2次大型活动虚实之间即将于1周后开启。亲爱的玩家们，鉴于诸多手册玩家对于迟迟无法晋升超凡的不满，我们决定在1周之后开启一次特殊的大型试炼类活动。活动内容简介如下：虚实之间是1万年前灰雾刚降临时，一位圣者陨落后形成的特殊空间。后有未知强者出手，将这片混乱而又危险的空间改造成了特殊的场地。本次活动期间，玩家仅可进入虚实之间的第1层空间，通过试炼后即可获得一次特定的奖励机会，包括但不限于魔药主材、鬼物、配方等等，欢迎全体玩家前来挑战。第186章3册开启预告。活动规则如下：第一，活动开启后，系统商城内将上架可以直接进入虚实之间起始点的挑战门票，售价1生命源点数张，每个玩家最多可以兑换3次。第二，本次活动难度依旧较高，故而允许玩家组队挑战，但通关评价会相应降低。此外，玩家在虚实之间内死亡时不会消耗复活次数，可以放心参与活动。第三，每个玩家经历的试炼内容可能都不同，且最终评价越高，越有可能获得额外奖励。第四，虚实之间活动结束后第2天，游戏将进行停机维护更新。本次更新后，游戏将开启第3次内测，届时将会开放全新 1.30 版本《灰雾之潮》前奏。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提升自己实力。祝各位游戏愉快！系统每一次重要公告都会在玩家群体中引发巨大的反响和波澜，但没有哪一次能比这次的影响更惊人。一方面，这次公告的干货太多，大型活动叠加3册和版本更新，其影响力自然是远超之前的单一内容更新。另一方面，所有玩家都注意到系统公告的倒数第2句话，希望大家把握机会，抓紧提升自己实力。这是什么意思啊？可能每个玩家对它的解读都不同，但不管是哪一种解读，都让人细思极恐。本来在诡异怪绝入侵现实后，玩家们对这款游戏的心态就相当紧张了，眼下又冒出这样一个提醒，不得不让他们联想到一些令人不安的内容。看来之前传言的灰雾之潮是真的了，我有预感，3册开启后，类似腐化黑莲的袭击会越来越多。擦，这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事，还用你预感？这版本更新可千万不要影响到现实啊！我想起了仙侠小说里常见的一句话：不成某某，终为蝼蚁。哎，这次打腐化黑莲算是见识到了，不是超凡者，连跟腐化黑莲近身战斗的资格都没有。希望这次虚实之间活动能让我弄到黑石魔药的主材吧。靠怀装寻村队的门路，怕是排队到下个月都等不上。为了新活动，提前组建团队，有意的私我。仅限手册玩家，实力最好是断体巅峰。跟正式玩家们整体凝重、严肃的气氛相比，连游戏都进不来的论坛云玩家就相对轻松多了。对他们来说，什么灰雾之潮都是浮云，最关心的只有一个，那就是3册究竟开放多少名额，自己又能否抽中。手册50人，2册1000人，多了20倍，所以我合理推测3册有2万人。好家伙，把这方圆百里地的所有 NPC 都算上，都未必有2万人。
你在想屁吃呢？根本没有那么多粮食和超凡资源好吗？2万不可能，能有1万都要烧高香了。个人态度比较悲观，也许3册只能新增几千个名额。清北大学的学神据说用计算机建立了一个模型，根据已有的情报推演，就算把青木寨和方圆几百里内的 NPC 村庄全算进去，能承载的玩家极限也不过8000余人。这还只是玩家的总基数，其中能得到足够资源晋升超凡的只会更少。除非开放更多地图，或者能从现实大批量输入资源，否则最多才8000。干，看来是没指望了。哎，明天就去报国寺烧香拜佛，希望能保佑我抽中一个名额。我觉得还是拜一下狗策划更有效，万一他一高兴就把3册名额给我了呢？帖子到了这里顿时歪了楼。不过一片歪风邪气中，也有云玩家无意中发言，我记得2册开启好像是跟赵一跨入超凡有关吧。昨天跟腐化黑莲的战斗中，赵一好像也晋级了2阶超凡，然后就有了新活动和3册开启的预告，这应该不是巧合吧？这番话似乎戳中了盲点，当即就有玩家回应道，你的意思是玩家能达到的超凡位阶每高1阶，游戏官方就新开一轮测试？有道理啊。其他的云玩家若有所思，那这次虚实之间活动就是为了拉平其他玩家和赵一之间的差距的。这游戏摆明了强者恒强，就怕这次活动后赵一跟其他玩家的差距变得更大了。嗨呀，想那么多干什么？反正你们连游戏都进不去。有人嘲笑道，从这个角度上说，我倒是希望赵一的实力提升得更快点，最好一步到位，直接超凡入圣，然后全服公测，大家就都能玩到游戏了。啊，这居然意外的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很多玩家当即就这个角度新颖的话题讨论起来。对于新开启的虚实之间活动以及近乎明示的新版本名字，许飞同样也非常感兴趣。不过活动毕竟要1周后才开启，他也没有跟人组队行动的想法，因此只稍微关注一下，便暂时将注意力挪开。对现在的他来说，在晋级2阶超凡并解决了腐化黑莲的危机后，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履行跟老师陈木签订的契约。这个契约的效力从他跨入2阶之后就开始了，只是时间才过去1天，期间又确实有紧迫的事要做，所以效力还不算明显。但若是拖延不处理，那随着时间推移，契约的约束力只会越发严格，直至让人超凡灵性失控。许飞自然不会等到迫在眉睫时再处理，正好他最近几日也没别的事，便主动找上了陈木。才短短2个月吧，就算从你们一人降临开始算，好像也才3个多月。见许飞登门提示要履约，陈木神情颇有感慨。最初的时候，他以为自己搞不好要等待几年时间，但现在看来，当时的预测已经不是保守2个字能形容的了。也好，毕竟对那里感兴趣的超凡者不止我一个，指不定哪天就有其他人也发现了入口，早一天到手，就能少一份夜长梦多。说着，陈木露出振奋之色，他为这一天已经等太久了。能不能先告诉我一下，到底要做什么？许飞终于忍不住好奇，追问道。第187章，怀庄就旨。从跟老师签订契约，换取对方在雾影魔药上帮忙起，许飞对契约的真正内容就很感兴趣。可惜老师的口风太严，始终对此保密，以至于许飞至今都不知道自己要帮忙干啥。这件事干系重大，我又不确定你什么时候能晋级2阶，自然不能轻率告知。如此解释了一句后，陈木一拂衣袖，打出一张隔绝超凡灵性感知的符箓。待符箓生效后，他看向已经竖起耳朵准备聆听的许飞，不过事到如今，已经可以告诉你真相了。我需要你帮忙探索怀庄搬迁前的旧址。话说到大半的时候，陈木故意拖了个长腔，让许飞听得一愣。这里不就是怀庄吗？就这么大的地方，有什么好探索的？难不成还存在别的叫怀庄的村庄？直到对方把最后半句话说完，许飞才恍然明白陈木的真正意图。原来他指的是几十上百年前的那个老怀庄。怀庄搬迁过这件事并不算什么秘密，很多对游戏剧情感兴趣的玩家都知道。说起来，搬迁的时间和缘由也很巧，刚好是上次灰雾之潮爆发的时候。为了躲避从黑山域那边入侵的大量诡异怪蹶，当时的怀庄不得不匆匆离开了原址。在今日之前，许飞对这个消息并不在意，单纯当成了一段历史背景。但陈木堂堂符师居然会对搬迁前的怀庄旧址感兴趣，这就证明那里必然不简单。况且他先前的话中好像还提及了什么入口，这就更加惹人遐想了。或许当年的怀庄搬迁背后另有隐情，亦或者怀庄旧址里遗留有什么宝物。传闻中当年的怀庄还是相当强大的，不依靠青木寨就能自保。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个猜测好像不是不可能啊。许飞甚至瞬间联想到了更多东西。陈木被派往怀庄坐镇5年，莫非也不是偶然，而是陈木有意为之。只瞥了一眼许飞神情，
陈木就能猜到自己这位艺人弟子脑袋里不知道在脑补多少东西。眼下对方已经履约，陈木也没有继续隐瞒的意思，便将详情和盘托出，只保留了一些最关键的情报。你知道吗？当年的怀庄意识到灰雾之潮爆发，靠自身的力量已经守不住的时候，支持搬迁的意见其实不是主流。有不少人认为，灰雾之潮持续期间，即便搬迁到他处，也未必一定安全，不如继续坚守村庄，并请白骊山城的高位超凡者来援。还有这种密文，那他们请到了吗？许飞忙猜应该不太顺利，不然就没必要搬迁了。但陈木的话出乎了他的预料，当时的怀庄超凡者不知道许下什么条件，居然真的打动了白骊山城。仅仅几天后，就有一位高位超凡者、4位中位超凡者携带了多件鬼物前来增援，其中至少有一件5阶鬼物。这么厉害，这个豪华阵容让许飞吃了一惊。既然如此，为啥怀庄最后还是搬迁了？他不由越发好奇后续的发展，但具体的情况已经是历史的隐秘，陈木也无从得知细节，只能根据自己收集的情报和一些支离破碎的消息拼凑出了一个大致脉络。战斗过程外人不得而知，只知道怀庄旧址上最后发生了一场巨大的爆炸，进攻怀庄的大批诡异怪绝固然被消灭了，但怀庄的超凡者也损失惨重。白骊山城派来支援的5位超凡者，那名高位超凡当场死亡，就连携带的5阶鬼物都遗落了。只有2名下属在那名高位超凡临死前的庇护下侥幸逃了出来，其中还有1人伤势太重，在半途中就不治而亡，仅1人顺利返回白骊山城。在那场爆炸之后，半个怀庄被凭空吞噬消失，疑似被卷入了一片不可知的空间。在那之后，怀庄的其余幸存者们才不得不放弃了死守的想法，匆匆从原址迁移。讲完了这样一个离奇曲折的秘文后，陈木看向许飞，笑眯眯的道：“这下你应该知道里面有多少好东西了吧？”他给许飞稍微算了一下，1名高位超凡，2名中位超凡的随身物品，自身的超凡灵性一退，以及1件5阶鬼物。除此外，还可能有半个怀庄的遗留，随便找到一些都足以让人一夜暴富。也难怪一位家资颇丰的符师都会对此感兴趣。不过事情经过虽已知晓，但许飞心里的疑惑可不少。他敏锐地问道：“这么大的损失，白骊山城难道没派人调查吗？搬迁后的怀庄难道对此也不感兴趣？还有，不管怎么看，那个孤身回到白骊山城的超凡者都有嫌疑啊！其他人全死了，5阶鬼物也遗落了，就你一人安然无恙地逃回去，别人怎么想，许飞不知道，反正他肯定会有一点怀疑，除非有什么明确的证据能证明自己的清白。你看得很准吗？”陈木朝他投来一个赞许的眼神。第一，那个逃回去的超凡者人虽然没事，但超凡灵性已经被污染，濒临失控。白骊山城的强者们才刚讯问，他就发狂堕落成怪物了。因为涉及秘辛，那头怪物据说没有被消灭，至今还被镇压在白骊山的地下超凡牢狱中。第二，怀庄搬迁后不是对当年的旧址不感兴趣，而是每隔几年都会派人去查，只是他们的实力越来越弱，到如今连2阶超凡者都没了。别说在旧址上看出什么端倪，就连路上的危险都可能要他们的命。所以最近20年来，他们已经对此漠不关心了。原来是这样，许飞算是初步明白了，感情亲身经历的超凡者死的死，疯的疯，当事人怀庄这边又有心无力，所以时间一久也就成了悬案。但老师你一个外人，又是如何发现秘密以及那个不可知空间的入口呢？我只能说，当年白骊山城派往怀庄旧址的调查队中，有人发现了一些端倪，但并没上报，而是想私藏。虽说最后他不幸被诡异寄生，秘密被永久带入了地下，但这世界上就没有不透风的墙，终究还是有些风声传了出来。至于更具体的，为师就不能透露了。陈木露出高深莫测的神情，显然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涉及到了一些不可告人的机密。第188章，冒雨出发。既然老师不愿说，许飞自然不会不识趣，去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些问题或许找到当初的旧址，自然就能得到答案。如果实在好奇，日后他也可以自行调查。于是许飞开始询问起何时动身探索，自己又需要做些什么准备。不需要你做什么准备，2阶超凡者和你一人的身份就足够了。陈木为此筹谋已久，胸有成竹的道：“至于动身时间，我这边要先跟怀庄巡村队通个气，就定在下个白夜到来之后吧。”许飞点点头，忽然想到一个问题，问道：“不知道这次探索大概需要多久？不会耽搁1周后的虚实之间活动吧？”陈木想了想，道：“如果顺利的话，3-5天就能返回；要是不顺利的话，就不太好说了。怎么，你近期有什么事吗？我们异人族1周后有件重要的大事，性质跟上次时空乱流降临，所有异人都去探索那个村子差不多。”许飞拿失落之村活动做了个类比。1周吗？
陈木沉吟道：“按说应该是足够了。如果1周都解决不了，那就算时间再多一些，估计也无济于事。既如此，许飞也就没什么好担心的了。回去后开始为明日的探索做一些准备。虽说陈木说了用不着，但有备无患，肯定还是没错的。”一夜过后，在现实中吃完早饭的许飞早早登录了游戏，但才刚进入村庄，就看到怀庄居然久违的降雨了。丝丝雨滴透过灰色雾气，从空中坠落到地面上，冒出了一丝丝令人发寒的白气，天地间犹如多了无数细密的珠帘。纵然身处出火祭坛的庇护范围内，许飞都能感觉到一股深沉的凉意。全是雨天，这可巧了。手册期间，第一次出村巡查的时候，许飞就从 NPC 巡村队员石头那里得知，雨天在这个世界相当危险。雨水中不仅蕴含了对普通人来说堪称致命的阴冷气息，容易让人生病，还有几率出现一些平日里不会出现的特殊诡异怪谲。除非有必要，一般情况下所有人都会待在屋内，就连巡村队的巡查任务都会暂时终止。这要不要推迟行动呢？许飞在屋檐下打量一番，露出踌躇的神色。他正准备拿了雨具出门，忽然灵光一闪，在自己头顶上空制造出一道微弱的扇形旋风，就像风扇一般围绕自身不断旋转起来。消耗不大，但效果却意外的不错，犹如一把快速旋转的无形雨伞，将所有雨水甩到了边缘垂落。除了控制起来需要费点心思外，简直完美。超凡之力还能这么用，感受着魔药消化进度莫名加快了一点，虽然幅度不大，但许飞却相当满意。随后他顶着这把雨伞赶往了陈木的家。此刻白夜才刚降临，本就是玩家在线人数比较少的时候，再加上难得的降雨，进一步减少了外出的人数。走在空旷寂静的怀庄内，居然有种村庄已经空无一人的错觉。放到现实，可能是一幅令人心静的空灵雨景，但放在这个特殊的世界，就莫名给人一种不安、心慌的感觉。许飞不由暗暗加快了脚步，直到进入点满了蜡烛和油灯，看起来灯火通明的老师家中，才重新踏实下来。来得正好，咱们这就出发。陈木似乎早已做好准备在等他了，见许飞进来，只稍微看了一眼他头顶上的雨伞，评价了一句有点想法，可惜花里胡哨后便决意动身。雨天也出发吗？要不要等雨停了再走？许飞心里多少有些疑虑，明知道雨天危险还外出，可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陈木语气淡淡解释道，跟你们艺人那里不同，这里要么不下雨，要么一下就很大。据我观察，这雨没有1-2天是停不下来的。虽说雨天出行的确危险了一些，但正因为如此，才更加出人预料。见许飞似乎有点没反应过来，他顿了顿，干脆明说道，还记得我昨天说的吗？对怀庄旧址感兴趣的超凡者不止我一个，你不会以为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后手吧？所以这场雨来的不仅不坏，反而很好很巧。况且你昨日找上我定下时间，今日便刚好下雨，这分明是天意在我，不可错过良机。还有其他超凡者要提防。许飞本以为只是单纯的单机探索解谜副本，没想到搞不好还要开联机对抗模式，这可比自己想的还要危险。不过当初魔药收的有多爽快，今天要还的人情债就有多多。没啥可说的许飞快步跟上了老师的步伐。给你这个。陈木从储物背包里抛出备用的雨具，不仅做工精致，伞面、伞柄上同样贴了符箓，不仅更加坚固耐用，还能彻底隔绝雨水和寒气。许飞也没推辞，自己搞的小手段虽然好，但长途跋涉积少成多的话，消耗的超凡灵性还是挺可观的。雨天出行又这么危险，肯定是能省一些是一些。于是打着雨伞的两人很快离开空旷的村庄，绕过村口至今还未完全消除的黑壤，一路下了山，拐上了通往北方的青石板路官道。怀庄的旧址离这里还是挺远的，就算超凡者体力惊人，想要赶过去也要1整天的时间。这还是建立在连夜赶路，而且全程高速跋涉的情况。好在两人如今实力都非同凡响，一个资深符师，一个2阶超凡，短短1个小时便轻松跑到了怀庄30里外的地方。到了这里的岔路口后，陈木便别了一下方向，正准备重新上路，超凡灵觉就向两人传来了微弱的示警。随后一名披头散发、看不清相貌的绿衣女子不知何时出现在他们后方，朝两人一步步逼近。不知道是下雨的缘故还是另有缘由，这绿衣女子湿漉漉的身上居然在不断往外涌出浑浊的雨水，跌落到脚下形成水泽。但更神奇的是，她脚下的那滩水泽不管注入多少，面积仿佛永远不变，就像是新滴落的雨水凭空消失了一般。好多水啊！目睹这一幕，许飞忍不住在心里感叹了一句。此刻不用老师说，他已经认出这个诡异的身份了。虽然平日里也有出没，但雨天中却最容易遇到的尤其中位诡异与魅妖，在雨天加成下，这种诡异还是有点难缠的。可惜他今天出门没看黄历，碰错了对象。第189章突然响起的声音。这场战斗
只持续了半分钟时间。看到羽魅妖接近，陈木就拿出了自己的青铜铃铛，准备给他一记狠的，尽快解决战斗，好上路。先让我试试吧。许飞有心试验一下自己新得到的三阶鬼物的威力，于是劝阻了陈木，随后全力出手。一道黄风击退了这只试图靠近自己的诡异后，雾气急速弥漫开来，隐藏其中的腐化黑雾神不知鬼不觉地笼罩住了这只诡异。在羽魅妖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浓郁的腐化气息侵蚀进了他的身体。感觉到危险，羽魅妖身上涌出的浑浊水滴拼命对抗其腐化气息的侵蚀，同时他发出尖锐刺耳的叫声，带着阴湿腥臭的气息朝许飞冲来，试图釜底抽薪，先把腐化气息的源头解决。但许飞激活了天命雾之隐者，身形隐匿于雾气中，让他迅速失去了目标。不过雨天的天气对羽魅妖很有利，借助天时，他将自己身上的浑浊水滴融入漫天雨水中，直接来了一次超大范围攻击。这一招对于获得黄蜂魔药前的许飞有效，或许不足以威胁他的生命，但受点伤恐怕在所难免。奈何此刻的许飞已经对此无惧，他挥手一招，一道湍急的黄风再度高速旋转起来，将头上落下的所有雨水弹开。另一边，腐化气息的侵蚀效果比许飞预想的还要霸道一些。短短4-5秒后，这只羽魅妖就再也挡不住腐化气息，身体开始加速朝腐化之魁转变。惊恐之下，羽魅妖掉头就逃。想跑？许飞随手打出一张困魔符箓，这是他之前抽空解析掌握的新符箓，陈木和张晨他们都曾用过，效果相当不错。这张品相为上品的困魔符，效果还是很不错的。一直到被彻底侵蚀前，羽魅妖都没能打破屏障，沦为了听从许飞控制的腐化之魁。杀伤性的3阶鬼物效果果然强大，如此轻易干掉一只游击中位诡异，让许飞对自己眼下的战力有了一个真切的认知。当然他自己的情况看起来也有些差，动用腐化黑雾这么久，许飞也遭到了腐化气息的侵蚀，不仅身体表面笼罩了一层朦胧不定的黑气，超凡灵性也隐隐被影响，让他心中滋生了不少阴暗的念头。如果不是可以豁免掉最严重的代价，这样的侵蚀只需要多来几次，就会让许飞彻底沦为这件鬼物的傀儡。届时少不了要交一次复活来清除代价。所幸腐化黑雾在形成时机缘巧合地跟许飞建立了联系，只需要意志坚定，支撑一段时间，这些腐化自身的腐化气息就会自行消散，不会对他造成任何影响。即便如此，感觉还是尽量少用一些。许飞一边压制着阴暗的念头，一边暗忖道：他被你控制了？注意到安静站在原地的羽魅妖，陈木有些吃惊，随后想到了什么，这应该是你击杀腐化黑莲得到的那件鬼物的能力吧？许飞点点头，顺势收起雾气。注意到他身上的黑气，陈木神情凝重起来，这件鬼物似乎有很强的负面代价，你最好少用为妙。老师不必担心。许飞将期间详情大概给陈木说了一遍，得知许飞居然可以豁免代价，陈木惊奇之余才放下心中的担忧，随后从袖中拿出了一张金色符箓递给许飞，这种符箓应该能对你有帮助。接过符箓，许飞暂且禁止了金手指试图自动解析他的冲动，先丢了一个鉴定。净化符咒，低级符箓，使用后的一定时间内可以净化目标受到的超凡污染，包括精神和身体层面，但净化效果比较弱。注：用过的都说好，就是有一点点副作用，期间会让人进入贤者状态。好东西！看完属性，许飞眼前一亮。一方面，这张符箓似乎对腐化黑莲的使用代价有效；另一方面，他掌握的基础符箓已经不下10种，比如赤焰符、侧鬼符、困魔符、纸鹤符、假身符等等。但基础之上的低级符箓，由于绘制难度大，需要材料多，日常要忙的事又太多等等，暂时还没怎么投入精力。正好借这个机会掌握了，日后也能光明正大的自称正式符师。道谢之后，许飞给羽魅妖下了跟随的命令，这才跟老师继续踏上行程。多了一只由集中位诡异在前面探路，两人赶路的速度和安全性又提高了一些。可惜腐化黑雾转化的腐化之魁存在时间有限，短短几个小时后，这只拥有游击中位实力的怪物位阶就跌落到了游击下位。照这个速度下去，恐怕再要小半天就彻底消散了。这让许飞略感失望，他本以为再怎么短暂，维持个1-2天还是不成问题的，没想到满打满算也就半天。他只能猜测，也许这跟腐化黑莲被消灭前连续脱落了好几瓣花瓣，导致位阶跌落有关。如果是8瓣状态，接近凶极的巅峰状态下被杀，或许凝聚出的鬼物效果会更强。白夜下半段，许飞跟老师陈木冒雨前行，抵达了一处名为阴河谷的地方。按陈木的说法，到了这里，他们就大致走过了1/3的路途。由于雨势越来越大，探路的腐化之魁刚好消失，再加上期间两人几度遭遇了诡异怪谲的袭击，虽然实力都不算强，
但还是浪费了不少体力和超凡灵性，因此陈木决定在这里稍事休息，过半个时辰再继续上路。没记错的话，这附近有个山洞。陈木曾经去过怀庄旧址不止一次，对阴河谷周围的地形印象颇深。带着许飞在青石板路的沿途搜索了一小会，两人很快在周围一处100余米高的荒山下面找到了那处天然的山洞，高约2米，深6、7米，大致成一个葫芦状，足以容纳一支巡村小队的人在里面歇息。里面居然还挺干燥的，许飞有点惊喜，抬手打出一张小光明符，借助光亮打量着山洞内的情况。是啊是啊，咱们的运气不错啊。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许飞和走在前面的陈木正要回应，忽然意识到什么，脸色齐齐一变。第190章，大胆诡异，我要你现出原形。陈木以许飞从未见过的速度瞬间转身，左手扣上了符箓，右手握住了青铜铃铛，脸色12分凝重。能瞒过他俩的感知，悄然接近到这种地步的诡异，实力必然超乎想象，说不得就要遭遇一场生死危机。只是转过身后，他神情一愣，随即愕然，仿佛看到了什么不可思议的东西。豁然转身后，许飞也看到了那个熟悉到每天都能听到的声音的主人，跟自己不能说一样帅，只能说完全一致，赫然是另一个许飞。卧槽！许飞惊呆了，如果这里不是山洞，他简直要怀疑自己正在照镜子。对面的许飞也惊了，指着他，我擦，你鸡巴谁啊？怎么跟我一模一样？许飞，坏了，我成替身了。陈木也惊疑不定地看着身后两个许飞，他本能地觉得最后那个跟进来的嫌疑比较大，但任凭感知如何扫描，两个许飞的气息都很真实。让我想想。他定了定神，对许飞道：莫慌，为师在志怪图鉴上见过这种能模仿人的诡异，比如近身鬼、倒影鬼等等，种类不多。眼下最符合情况的应该是水中灵。水中灵常见于雨水和湖泊中，通体由一种稀有超凡材料无定之水组成，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换成任何人，包括气息、魔药能力、鬼物，甚至是道具，连目标的一些浅层记忆都能复制。如果在场的其他人能拆穿他的模仿，这种可怕的诡异会在短时间内受到重创，更容易击杀。若拆不穿他的模仿，甚至将被模仿的正主杀了，这只诡异就能完美替代原主人，混入人群中继续作恶。到那个时候，除非掌握了特定魔药的高阶超凡者出手，或者有克制他的鬼物，否则很难能再拆穿他。这么危险！对面的许飞急了，老师，你快想想办法呀！许飞嘴角一抽，头次经历这种超凡事件的他，自恃底牌多，且玩家不会真的死亡，倒没有多少惊恐的感觉，反倒觉得十分神奇。他想了想，试探性地丢出一张假身符，瞬间之后，场上又多了一个许飞。经过许飞改进之后，新版的假身符已经逼真多了，场上看起来仿佛同时有3个许飞在。然后对面的许飞有模有样，居然也抛出一张假身符，这下四世同堂了。目睹4个许飞在那里面面相觑，陈木脸色一黑。然而没等许飞继续试探水中灵的能力极限，对面的许飞倒学会反攻了。他一挥手放出了雾气和黄风，证明了自己的魔药能力。行，你牛逼！许飞朝对方竖起了大拇指。他有心直接亮出圣物银之镜，就不信区区诡异连圣物也能模仿出来。不过圣物的来头太大，惊到老师就不好了。幸好一人还有独特的证明办法。老师，我下线试一下。许飞朝陈木汇报了一声，后者顿时眼前一亮。这话一出，他已经大概确认了真伪。毕竟异人的独门招牌能力，过去1万年里就从没有任何人和诡异怪绝拥有过，只是稳妥期间才没有贸然指认。毕竟只要指认错了一次，就可能会出大问题。通知了老师后，许飞朝对面的许飞挥了挥手，身体化作白光消失了。然后对面的许飞懵逼了，这是什么能力？他试着像许飞一样招了招手，身上冒出一团白光，但白光散去后，他还在原地没动。不仅如此，由于完全失去了变身对象的气息，这只水中灵居然被迫变回了原形。看着对面这个丑陋的水人，陈木忍不住笑出声来，哈哈，想不到吧？有本事你连异人的能力也学去啊！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就像是被卡住脖子的鸭子，后面的笑声戛然而止。对面的水人气急败坏了，然后摇身一变，变成了陈木。先前说过，要在场的其他目击者拆穿他的变身，才能让水中灵被重创。现在情况是，水中灵的确露馅了，但现场只剩下了1个人，而且他也不是被陈木指认后被拆穿的，而是先一步解除了变身。于是5秒钟后，许飞再次上线，看到了2个一模一样的陈木在对线。一个陈木大怒，都被拆穿了，还敢继续骗人？不扬了你，我陈木的名字倒过来写。另一个陈木见许飞上线，淡定道：不要慌，为师自有办法解决他，你看着就好。许飞，
短短时间，这已经是他不知道第几次无法克说了。幸好，除了下线大法外，玩家还有一手绝活。系统，给我加啊呸，给我鉴定。普通玩家就算动用鉴定能力，也绝对鉴定不出水中灵这种级别的诡异，得到的反馈信息必然是完全一样的。但许飞不同啊，他已经是2阶超凡，又继承了圣者 NASA 的超凡知识，跟陈木的关系也非常亲近，完美满足了鉴定的规律，远非普通玩家能比。所以他鉴定左侧的陈木时，得到的是完整的浮尸陈木的信息；鉴定右侧时，得到的是陈木水中灵，只有一个名字，下面全是问号。但足够了。赶在2个陈木开打之前，许飞伸手往右一指，大胆诡异，还敢在本艺人面前班门弄斧，我这就让你现出原形。右侧的陈木一愣，露出不敢置信的神情。但许飞的指认没有任何疑虑，认定了他是假的，所以这只水中灵根本没来及做任何辩解，就瞬间被打回了原形。同时，受限于某种特殊的规则，他身上的气息瞬间衰弱了下去，急速跌落到游级下位境界。哈哈，干得漂亮！正版陈木又惊又喜，不等水中灵逃跑，就跟许飞一起联手将他解决，显然是真的恼了。随后他才迅速拿出几个葫芦，将水中灵死后落下的大量无定之水收集起来，同时好奇问道：你是如何看穿他伪装的？许飞神情矜持，老师您知道，我们艺人总有一些稀奇古怪的能力。懂了。玩家的鉴定能力在很多 NPC 眼里都不是秘密，他忍不住叹气道：平心而论，水中灵这种诡异一旦出现，往往会带来巨大的麻烦，一些极端的势力甚至会选择将2者一起击杀。这只水中灵碰到你们艺人，算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如此轻松解决一只威胁巨大的诡异，还收获了好几份稀有的无定之水材料，陈木和许飞的心情都很不错。2人在这山洞中继续休息片刻，直到外面的雨势稍小一些，这才一路向北，继续赶向怀庄旧址。第191章旧址。第2天白夜的上半段，经过1天多的冒雨跋涉，期间遭遇了多次诡异怪谲的袭击后，许飞跟陈木终于来到了怀庄旧址所在的丘陵之上。见得多了后，许飞发现了一条规律，这个世界的村庄城镇好像都很喜欢建在地势隆起的地方，想来多半还是出于安全的考虑。注意控制雾气，遮住咱们身形，跟紧我不要乱走。陈木看了一眼已经小了不少的雨势，提醒道。随后2人放慢速度，往这片丘陵中最中央的那座进发。不知道是不是雨天果然有奇效，亦或许飞的雾影魔药也起到了一定效果，一直到半个钟头后，2人抵达了怀庄旧址的村口废墟，都没遇到任何意外。咱们到了。站在入口前，陈木抬头打量着前方，虽说隔着雨幕和雾气根本看不出多远，但陈木的目光却似乎能看清村子深处的情形，好一会才收回视线。许飞也在打量着这座废弃的村庄。经过至少60-70年的时光后，这座曾经的村庄几乎已经看不出当初的模样，不管是建筑、村民的遗留物品，亦或者当初那场大战的痕迹，统统都被时间的伟力抹除。只有寥寥几座半坍塌的、长满了青苔的石屋，还顽强地屹立于丛生的杂草树木之间，无声地说明着什么。跟我来。陈木招呼一声，率先走进村庄。还没走出几步，他就眉头一皱，似乎发现了什么。许飞的感知顺着雾气弥漫开来，也在附近的路边发现了异常。不远外的废墟中，有一个幽魂模样的怪物在徘徊游荡。乍看上去，它有点像是一只不入品级的诡异。陈木却似乎清楚它的根底，不要惊动它，它是被人控制，放在这里观察情况的。闻言，许飞秒懂，这就是其他竞技游戏里的视野眼位，只不过是能活动的。其他对怀庄旧址感兴趣的超凡者，凭自己的见识找不到入口，又不可能一直守在这里，于是就留了这种警戒手段。一旦被发现行踪，搞不好就要有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了。对其他超凡者来说，想要绕过这只幽魂，可能还要费一点心思，但对许飞来说可太简单不过了。他操控灰雾遮蔽住自己和陈木，悄无声息地溜了进去。从头到尾，那只幽魂都没发现任何异常，无非是远处一团雾气稍微浓郁了一些而已。这点风吹草动远不足以触动他的示警机制。继续往前深入，两人再度避开一个类似的手段后，前方视线骤然开阔起来，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深坑。这深坑的半径足有70-80米，仅肉眼可见的垂直高度就不下10米，底部积满了浑浊的雨水，看不出究竟有多深。深坑的上方萦绕着终年不散的阴云，里面不时会冒出一道道肉眼无法察觉，但又似真似幻的扭曲气息。普通人只需要稍微接触1-2，就会不由自主地沉入梦境，再也无法醒来。这就是那个摧毁了半个怀庄旧址的大爆炸遗址吗？许飞站在坑边几米开外的安全距离，打量着附近的情形。可惜任凭他如何观察、感知，都没发现任何异常。不过也对，
如果他一个二阶超凡者都能轻易发现问题，过去几十年来对这儿感兴趣的超凡者，恐怕早就将其看破，拿到里面的好处了。不要着急。见许飞视线看向自己，陈木笑了笑，没有立刻着手打开入口，而是先围绕着这座深坑漫步一圈，第三度找出其他超凡者遗留的手段，某种超凡仪式。这个超凡仪式布置的时间看起来还挺近的，顶多也就几个月前。里面注入的超凡灵性虽然已经流失了大半，但仍旧还在正常运行。以许飞继承自 NASA 的知识，稍微观察一下，便弄明白了这个超凡仪式的效果。它仅有一个功能，就是检测附近的超凡灵性波动。一旦发现强烈的波动，就会自毁。届时留下这超凡仪式的人，自然会知道这里出了异状。还真是阴险啊！一处几十年都没人能破解的遗址，居然就有至少3处手段。虽说可能并非来自同一方人或势力，但这次简短的经历还是让许飞有种眼界大开的感觉。陈木倒是一副理所当然的语气，这里面可是有好几名中高位超凡者的随身物品，还有一件5阶鬼物。不要说中位超凡者，就算高位超凡者都会动心。你看到的3处还是少的，放到怀庄刚搬迁后的那几年，这里的各种布置少说是现在的几倍。说完，陈木还有意无意瞥了许飞一眼，心道如果不是弟子身份加不死之身的一人，换一个别的合作者，他说不定都有拿到后反手灭口的打算了。这就是5阶鬼物的价值和吸引力。许飞倒没想那么多，毕竟玩家能复活，他不怕会被谁背刺，只看着这个遗超凡事说道：“这个咱们要怎么处理呢？”他心里其实已经有了眉目，不过还是想先看下老师的处理方法。好办，陈木的办法很简单，他拿出一些提前准备好的超凡材料，在这个简单的超凡仪式外布置了一个更大的仪式，俗称套娃。这个更大的仪式只有一个效果，就是隔绝内部的超凡灵性波动。虽然简单粗暴了点，但不失为一个实用的办法。许飞一边观摩，一边跟继承自 NASA 的超凡知识对照，自觉又有收获。很快，用于隔绝的仪式完成。正常运作之后，陈木观察几秒，点了点头。虽说不排除附近还有其他超出他水平的超凡手段，但陈木已经将自己力所能及的都做了，剩下的就是看天意了。再次回到先前的位置，他拿出了更多事先备好的超凡材料，开始绘制一个全新的宏大的仪式。在许飞见过的诸多仪式中，唯一能够稳压这仪式的，仅有寇瓦克的凝视这一种。帮忙是肯定帮不上了，许飞一边在旁边帮忙警戒，一边暗暗偷师。不对，浮尸的事能叫偷吗？这是光明正大的学。第192章，不存在现实。随着陈木的绘制，地面上的仪式逐渐成型，但许飞看的也越发迷惑。最初时，他以为这是个有传送、定位功能的法阵，可以将2人传送到那个爆炸形成的不知名空间。但仔细看到最后，许飞才发现，这个仪式的效果跟他预想的完全不一样。似乎有放大超凡者感知和情绪波动的效果，有隐匿和保护仪式主持者的功能，还有某种激发超凡灵性波动形成共鸣的模块。花了大半个小时后，终于完工的陈木稍事休息，将仪式法阵检查一遍后，指了指仪式的中央，示意许飞跟着进来。虽然没完全看懂，但许飞还是依言照做。随即，陈木启动了这个庞大的仪式，不算显眼的灰色光芒亮起，将2人笼罩其中，然后什么也没发生。许飞等待片刻，神情有点懵，他能感觉到自己的感知和情绪波动被放大了，但然后呢？陈木则不慌不忙，一边不断调整着仪式的运行，一边说道：“耐心，开门的时机还没到呢。”这一等就足足等了好几分钟。终于，随着仪式法阵持续运行，明灭不定的路纹似乎终于跟深坑上方的阴云建立了某种联系。随着时间推移，这种联系的紧密程度还在迅速增加。先前那种似真似幻的扭曲气息，顺着这种联系弥漫扩散而来，形成澄澈的梦境，将2人笼罩。来了！几秒钟后，这种联系达到极致，陈木忽然抬头看向空中，对许飞道：“不要迟疑，跟我来。”说着，他用力一跃，直接跳向了深坑上方漂浮的阴云。这些密集的阴云很明显是没有实质的，按照常理推断，陈木跳过去会直接坠落到深坑底部的积水中。但神奇的是，在陈木凌空跳过去，碰触阴云的那一刻，竟似钻入了一个不存在的空间，身形瞬间消失在原处。可当许飞惊奇地用感知扫描时，却仍旧没发现任何问题。更让许飞吃惊的是，他转头扫了一眼陈木先前的位置时，却赫然发现自己的老师还在原地。原来如此，许飞一愣，随即恍然。结合那种似真似幻、让人坠入梦境的气息，许飞猜测那个神秘的空间很可能并不真实存在。自己老师是借助了仪式的法阵，以灵体的方式进入了那片空间。灵魂出窍啊！许飞啧了一声，难怪那么多对这里感兴趣的超凡者始终都发现不了旧址的秘密。
他不再迟疑，模仿着陈木的动作一跃跳了过去。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在无形的吸引下，许飞觉得自己身体瞬间轻灵起来，挣脱了某种桎梏，仿佛羽化飞升一般，奔向了那片阴云。瞬间的黑暗之后，许飞觉得眼前亮起五彩斑斓的流光，随后他一个恍惚，发现自己已经踏上了实地。四周是一片黑蒙蒙的空间，除了地面是坚硬的泥土外，四周仿佛位于虚空之中。很多没有生命的物体，比如石块、泥沙、残破的衣物、折断的兵刃，甚至诡异怪绝的尸骸，都违背物理定律一般直接漂浮在空中。但许飞抬了抬脚，却分明能感觉到重力的存在。这种对比十足的画面带给了许飞强烈的冲击感。他看向前面不远的陈木，这就是那场大爆炸后形成的空间，位于梦境中。陈木微微颔首，看来你已经猜到了。没错，这片不知名的空间的确位于一片梦境。准确的说，是当初那名高位超凡者遗留的超凡灵性一退，和那件五阶鬼物共同作用，借助大爆炸的力量，意外形成的空间。这里非常特殊，看似封闭，自成一体，但每隔一刻钟又有短暂的几秒时间会跟外界产生交互。只有在特定的时间跟这里空间产生共鸣，才能抓住那几秒的短暂机会，暂时进入这里。看来自己老师知道的比预想的还要多啊。许飞暗暗点头，忽然问道：这里面还残留有危险吗？咱们所处的这部分区域没有。陈木简短的回答道，言下之意其实还是有危险的。由于之前曾经来过这里，陈木对空间内的情况并不算陌生，稍微打量几眼，便带着许飞向其中一处方向走去，同时不忘叮嘱道：接下来不管看到什么，都要牢记他们是梦境的投影，切记切记，杀呀！轰！许飞才刚跟着走出几步，就发现周围的情况突然一变，瞬间从黑漆漆的空间出现在一片惨烈的战场上。好几名超凡者从许飞身边越过，动用魔药的能力跟迎面闯来的强大怪绝厮杀到了一起，其中不乏有许飞熟悉的黑石魔药。强横力量对撞引发的爆炸和冲击波从许飞耳边呼啸吹过，看着着实有些吓人。这是怀庄当年搬迁前的那场大战。有陈木的叮嘱，许飞很快意识到什么，从些许慌乱中冷静下来。那些凭空出现的光影本来已经有从梦境中映入现实，真正伤害到他的迹象，但随着许飞弄清他们的本质，这些当初那一战的影像又重新变得虚幻起来，很快彻底消散。梦境、虚幻、虚实之间，许飞心中一震，忽然想到了数日后的全服第二次活动。在虚实之间活动前，他跟老师先经历了一个似乎跟梦境、虚实有关的探索。虽说这次探索是他在成为超凡者之前就约定的，至少2个月前的事，看起来跟活动内容只是巧合，但这真的只是巧合吗？难道我又被人安排了？不会吧，现在断言有问题，好像还为时尚早。许飞觉得自己没必要风声鹤唳，当即定了定神，询问其老师关于这个梦境空间的情形。陈木对此并未拒绝，甚至许飞不问的话，他本就打算要主动说明一些情报。我托人从白帝山城那里得到了一些情报，这件遗失的5阶鬼物其名为真实的梦境，那名高位超凡者掌握的高品魔药名为念慧，而他死后遗留的超凡灵性一退，恰好跟这念慧有关。第193章，这设定我熟。念慧魔药是一种非常强大的魔药，只要是本人足够了解，且自身超凡灵性能够支持住消耗的，就能将其短暂汇出来。可以是任意物品、高阶鬼物、强大的诡异怪绝，甚至是人类超凡者的影像。了解的越细致，自身的超凡灵性越强，念慧出的存在就越接近真实，甚至可能超越原身。可惜假的终究是假的，念慧出的东西只能存在片刻，之后就会消失，任何手段都无法将其留存于世。那件5阶鬼物真实的梦境，可以将周围一片区域化为梦境，在梦中创造东西，可比真实中创造容易太多了。配合念慧魔药，可以成倍增幅后者的威能。如今这件鬼物和那份超凡灵性一退，已经跟这片梦境空间融为一体。先前你看到的那些似真似幻的梦境投影，其力量的根源就来自于这两者。陈木一番简洁的说明，让许飞对这片空间有了一个粗略但全面的认知。如此强大的魔药能力搭配鬼物，居然还会当场生死，许飞不由对当年怀庄遭遇的灰雾之潮感到了几分恐惧。希望不久后即将形成的新一轮灰雾之潮，玩家们的5大新手村能不重蹈覆辙。这样暗忖的同时，许飞跟着陈木先后穿过了好几道梦境投影，最后抵达了这片梦境空间的中心处。这里空旷如也，仅有一座被炸得4分5裂，但依旧能看出几分雏形的出火祭坛。显然当初的怀庄已经到了背水一战，被诡异怪绝杀到最后防线前的绝境了。在这座残破祭坛的基座前，一份散发着强大超凡灵性波动的墨色晶体正不安分地漂浮在上方，忽而左右往复，
忽而反复翻转，不时还投影出一幅幅虚幻不定的画面。每一幅画面都记载了怀庄旧址当初最后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战。只有这一份超凡灵性一退。许飞看了看四周，惊讶地问道：“其他物品呢？那件五阶鬼物呢？不会被人捷足先登了吧？”陈木在残破祭坛前站定，对许飞道：“你不会以为进入这里就算破解了这片空间，可以直接拿到所有的好处吧？如果这么简单，我为何还要寻求其他人的帮助？”许飞身形一滞，立刻意识到自己把事情想得太简单了。他凝神观察着四周，尤其是那份残留有念慧威能的超凡灵性一退，诸多超凡知识在脑中闪过，很快有了推断。莫非咱们所处的这片空间只是这片梦境空间的表层？那件五阶鬼物真实的梦境和其他物品都在梦境的深层。说着，他指了指这份灵性一退上投影出的一幅幅画面。这你都能看出来？陈木这次是真的被许飞惊讶到了，脸色有些失态。早在首次进入这里之后，他就在思考这个难题，足足花了半年多的时间，期间还拐弯抹角地求助了好几位实力更强的超凡者和符师好友，这才推断出真相。自己的一人弟子一眼就看出来了。如此夸张的反差，让陈木一时间有种不真切的感觉。一点点运气加直觉。许飞谦虚了一下，但实际上这个问题对玩家来说还真不算很难。经典的表里世界设定嘛，多看几部好莱坞大片，迟早能联想到这一层。更不用说他还有继承自圣者纳瑟的部分超凡知识。运气和直觉吗？陈木却把许飞的谦辞当真了，沉思了一秒，露出笃定的神情。看来这次带你来是选对了。那么咱们具体要怎么做呢？看着近在咫尺的无主之物，许飞有些跃跃欲试地问道。虽说自己是来帮忙的，但老师如果能大口吃肉的话，分自己一口肉汤总不过分吧？被许飞的话惊动，陈木回过神来，叹道：“知道怎么做，其实不算难，实际去做才是最难的。这一步不仅困扰了我好几年，连其他几位可能知道入口的超凡者，也都被困在了这最后一步前。”说着，他伸手轻触了一下超凡灵性一退上浮现的无数画面，神情很有感触。想要得到真实的梦境和其他物品，就必须主动进入梦境的深层，而这个梦境深层记录的内容，刚好是当初那一战的无限重复。我们要做的是，在那名高阶超凡者战死后，大爆炸发生前，抓住那短暂时机，将这件五阶鬼物收容。但问题是，一旦进入梦境深层，随即附着在当初任意一名战士身上，你的认知就会被梦境改写，误认为自己就是被附体者本人。你会忘记自己进来想要做什么，而是按附体者原来的思维方式和心意行动。除非你能抗拒梦境对认知的改写，主动醒来，否则不管是多少次，最后都是失败。此外，能进入梦境的仅有你的意识和魔药能力，任何鬼物、符箓等物品都无法带进去，不然的话，为师也不至于束手无策。还有这种限制？许飞眉头皱了皱。先有梦境空间的入口关卡，难度就够高的了，没想到后面还有个梦境深层关卡，双重挑战摆在这里，难怪这么多年都没人破解难关。他想了想，追问道：“如果直接将这份超凡灵性一退收容，会有什么后果？”这是不可能的。陈木摇了摇头，我先前说了，他和那件五阶鬼物真实的梦境已经跟这片梦境空间融为一体，单独收容他的话，这份超凡灵性一退只会换个地方重新出现。唯有你在梦境深层，我在外面，将两件物品同步收容，切断他们彼此之间以及跟这梦境空间的联系，才能将他们真正得手。这也是为什么想要搞定这里至少要两人联手才能做到的原因。听懂了的许飞又问道：“如果我在梦境深层失败了，会有什么下场？”陈木耸了耸肩，轻则精神萎靡，静养几天即可恢复；严重的话，意识可能受到创伤，需要休息很长一段时间，甚至需要一些超凡手段和物品来治疗。最坏的结果，直接消散都有可能。许飞点点头，这倒是跟自己猜测的差不多，当即低头盘算起来。第194章，狗就完事了。从陈木的描述来看，冒险进入梦境深层确实非常困难，但玩家的特殊之处或许能一定程度克制梦境，而且普通鬼物无法带进去，但自己精神空间中那张神奇无比的灰色符箓呢？这东西游戏系统都没检测出来。神秘章鱼头也只是隐约感觉到他身上有些特殊，但没发现任何端倪。若他也能被带入，那这个梦境深层就好办了。见许飞正判断着这次行动的把握，陈木误以为他感到为难，倒也不意外，当即从袖中不舍地拿出一瓶深红色、散发着瑰丽光芒的超凡灵液。这瓶灵树之血是一件4阶鬼物的产物，可以永久提高超凡者的精神属性，加快精神层面的伤势恢复，是为师特意弄来的好东西。不管这次是否受伤，这灵树之血都赠予你了，还有意外收获。许飞本来没别的想法，
但老师给都给了，自己总不能回绝人家的好意不是？先收了再说。随后，他对陈木道：“除了这个梦境深层的认知改写外，还有其他难题，或者需要我注意的地方吗？”陈木想了想，说：“进入梦境深层，得到真实的梦境后，你只需要用超凡灵性约束它，我在外面自然会同步收容这件超凡灵性一退，其他的应该就没什么了。既如此，那咱们这就开始吧。”许飞很干脆的道：“这种事宜早不宜迟，万一拖得久了，其他超凡者用什么办法凭空赶到，可就不妙了。”好，陈木露出满意和激动兼有的神情，示意许飞坐在这份超凡灵性一退前，努力用感知跟他沟通。短暂的尝试后，无数遥远古老的画面投映进许飞的脑海，他只觉得轰的一声，有什么力量在他精神层面炸开。下一刻，本就是以灵体形式进入这里的许飞，身体化作虚幻的流光，没入了那一幅幅画面中。希望能成吧。陈木默默祈祷了一句，随后也盘腿坐下，耐心等待起来。天旋地转，时空变迁，一瞬间，许飞出现在梦境中60多年前的怀庄旧址内。冲天的喊杀传入耳畔，不时还夹杂着猛烈的爆炸和武者的惨叫声。曾经平静的村庄，在大量诡异怪绝源源不断的进攻下，已经损失惨重。不仅仅超凡者们在死战，就连稍微练过一些三脚猫招式的普通村民都被迫赶上战场，就凭一张赤焰符跟涌来的凶残怪绝死战。而战场最中心，那名异常强大的高位超凡者，更是跟3大凶级上位诡异厮杀在一起。这些凶级诡异放出的气息是如此可怕，以至于普通超凡者连靠近100米内都不敢，稍微沾染一些力量，都可能被侵蚀到当场失控。但即便如此，那名强大的超凡者依旧面无惧色，他手中托着一团朦胧不定的梦境，肆意催动着念会的力量，在身前凭空绘出一件又一件强大的鬼物，甚至是他曾经亲手斩杀过的诡异怪绝，操控他们跟对面的3大凶级诡异自相残杀。一件又一件奇诡难防的能力和法术轮番出手，让最中央的战场成为一片绝地，战斗的余波将大地崩裂出一片又一片的裂缝，仿佛末日已经到来。余下的老弱妇孺等村民只能惊恐地闭上眼睛，捂住耳朵，躲在村子最里侧的一小片还算安全的区域中，瑟瑟发抖地等待着他们的命运判决。要么超凡者胜利，他们被救赎，要么所有人一起沦为诡异怪绝的口粮。我这是在哪里？混乱战场的一角，一名满身伤痕，实力至多只有断体后期的寻村队青年，脸上突然露出茫然的神情。他打量着熟悉而又陌生的村落，以及这极度危险惨烈的战场，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劲。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啥不对的。我叫许飞。不对，我叫阿来，年纪28岁，是寻村队里数得上的年轻武者。村里的超凡者大人说，这样练下去，或许35岁前我就有望成为超凡。没想到危险的灰雾之潮突然到来，为了守护村庄和家人，必须跟这些诡异怪绝拼了。想到这里，阿来心中突然涌现出强烈的恨意，不顾身上的伤口，挥着刀再度冲了上去。杀杀杀！灰雾之潮涌来的诡异怪绝，实力强大的都被超凡者大人们拼死挡住了，剩下的诡异怪绝大都是些游级甚至不入品级的小怪。拼命之下，借助赤焰符的力量和出火祭坛已经摇摇欲坠的压制，纵然阿来只有断体后期，也能将他们斩杀。系统提示：你参与斩杀了一只不入流级诡异，获得了 0.1 点生命源。怎么才 0.1 点？这么少？就算是在梦境里也……系统是啥？生命源又是啥？梦境又是怎么回事？莫名冒出来的提示和潜意识的吐槽，让阿来感觉到了更加强烈的违和和不协调。但梦境对认知的改写是极为强大的，纵然他感觉到不对，却再度被忽略，继续扑向第2只诡异。这样下去，恐怕最多再斩杀1、2只诡异怪绝，他就要因为伤势过重当场死亡了。但随着第2度击杀，系统提示又冒出来了。到底怎么回事？危险的战场上，这个疲惫的身影终于停了下来，努力开始思索什么。就在他无意中感觉自己的精神空间有异，顺着联系感知过去的时候，许飞的精神力量终于沟通上了精神空间中的灰色符箓。一如曾经被拜鬼教徒拉入幻境时的情况，灰色符箓仅仅微微震颤了一下，其超乎想象的位格就帮他突破了梦境的认知改写。无数的记忆和超凡知识瞬间回来了。我想起来了。眼神一片清明的许飞看着趁自己发愣即将杀死他的那只鬼草人，微微一笑，身形迅速遁入雾气之中，从战场中消失了。还是阿来的时候，他只是断体后期武者，当然没有超凡能力。但当许飞意识到自己是许飞时，魔药能力便与生俱来一般，迅速恢复如初。不过鬼物和其他道具还是如同陈木说的那样没能带进来。系统的储物背包也还在，只是里面的物品刚取出就化为虚幻泡影，无法使用。不过无所谓了，梦境深层
只要能清醒过来，就已经赢了90%，剩下的就是苟到最后即可。对掌握了雾影魔药和天命物之隐者的许飞来说，生存恰恰是最拿手的选项。第195章，当年情形。战斗还在继续。这种级别的战场上，一名连超凡者都不是的断体武者，重要性也就那么回事，少一个不少，多一个也没啥明显的影响。因此没人注意到一个叫阿来的年轻人不知道何时从战场上消失了，又或者就算有人发现，也只会觉得他已经牺牲了吧，反正没有人顾得上何时。就在这种情况下，躲到了战场边缘的许飞隐匿于雾气中，开始在相对最安全的地方从容关注这场战斗。最初的看热闹后，他很快注意到一个问题，那名白离山城派来增援的高阶超凡者实力极为强横，硬刚三大凶极诡异，丝毫不落下风。尽管从整体来看，当年的怀庄被诡异怪绝打得节节败退，损兵折将，但在高端战力上得到白离山城支援的他们可一点都不差，甚至于在随行几位中位超凡者偶尔的帮衬下，其中一只凶极诡异还率先受到不轻的伤势，战力进一步削弱。奇怪了，如果是这样，这位高阶超凡者最后是咋死的？就算是力战到最后，超凡灵性枯竭，至少跑路的能力还是有的。看来后续应该是还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变化。关于这点，陈木也不知道。他几次试图潜入梦境深层，都因为无法主动醒来，根本撑不到最后时刻就战死了。除了这个问题外，许飞还有一个有趣的想法。现在的他在这个不断循环的梦境中应该是一个变量，如果想办法搞出一些事情，幅度大到足以影响结局走向的地步，那最后会有什么情况发生？比如许飞不惜燃烧寿元，冒着被6阶鬼物反噬的风险，全力动用旧日提灯，一口气招出5名中位超凡者投影，帮怀庄抗住了局面，这梦境会如何？因为凭空出现的 bug 直接崩溃，还是自行演化出一个全新的结局？有点好奇。不过心动归心动，他最终还是压下了这个乱来的念头。在能稳定拿到5阶鬼物和诸多收益的情况下，没必要冒险，万一不小心把这个梦境空间玩崩了，最后竹篮打水一场空，可就不好了。这毕竟是陈木主导的探索，若是换成他独自探索，或许还可以考虑一下。就在许飞的按捺中，这场历史上的大战越发惨烈。不知道是在梦境深层待得久了，适应了这里的特性，还是过于激烈的战斗耗费了这片空间的太多力量去演化，许飞逐渐看出了这里的虚实。所谓的怀庄旧址也好，诸多诡异怪绝也好，与之激战的怀庄超凡者们也好，不管看着多么真实强大，其本质都是虚幻的，来自于这片梦境空间。许飞能不受影响的感觉到这点，还得多谢自己精神空间中的金手指。放眼整个战场，唯有白离山城那名高阶超凡者的气息最接近真实，尤其是他手上的那件5阶鬼物，真实的梦境，明晃晃的超凡灵性波动，更是向许飞无声证明，他就是这梦境深层的唯一真实，一切的根源。看来这件5阶鬼物确实是真货，但奇怪的是，这位高阶超凡者的其他物品呢？还有那4名中位超凡者为啥也是虚幻的？按老师陈木的说法，不是应该至少有2人死在这里吗？就算他们没有携带任何鬼物和超凡道具，自身的超凡灵性一退，总该有吧？许飞心中越发担忧，他忽然发现这次冒险的收益搞不好要严重缩水了。在他的疑虑中，战局进一步推演，终于接近了尾声。尽管进攻怀庄的诡异怪绝也损失不少，但剩余的大部队还是顺利击垮了防线。其中一部分继续围剿残存的超凡者和抵抗力量，另一部分则冲入怀庄深处，开始大肆杀戮。各种惨绝人寰的一幕开始上演。纵然许飞明知道是假的，此刻都忍不住有种上去战斗救人的冲动和愤慨。唯一可能逆转局势的人，白离山城来源的那名高阶超凡者，虽然优势逐渐明显，但想要彻底斩杀那只受伤的凶极诡异，仍旧还需要一些时间。更不用说，就算他解决了这只，后面还有2只凶极诡异，短时间内根本腾不出手。眼瞅着怀庄的普通村民就要在诡异怪绝的攻击下惨死，怀庄当年的村长似乎下定了什么决心。他用小刀割开手腕放血，在地上迅速绘制起一个简洁的泄气仪式。彻底崩盘的战场上，一个老者突然这么做，动作还是挺显眼的。一直在观察情况的许飞很快发现了他，这是在干什么？许飞有些疑惑，他本能地感觉到自己好像发现了什么重要的线索，但又从心的没有第一时间过去。要是还能用道具就好了。许飞无奈叹了一下，那样的话，他只需要一张纸鹤符飞过去，就能知道那个老者究竟绘制了什么。但很快他就明白那名老者想干什么了。在泄气仪式完成的最后一刻，村长看着满村的诡异怪绝，露出悲愤狰狞的神情，随后拿出了一个貌不惊人的紫色葫芦。他用沾血的手掌摩挲了一下葫芦，下一刻葫芦口上冒出一团摇曳不定的紫色火光，幻化成了模糊的人形轮廓。
这位村长似乎对着葫芦许下了一个愿望，人形的紫色火焰摇晃了几下，仿佛在点头。随后，地上的血气仪式冒出刺眼的红光，犹如长津吸水一般，瞬间汲取了村长身上的全部血液。作为回馈，邪恶而又恐怖的气息从枯瘦如柴的老朽躯体上冒出，就连已经近在咫尺的几只怪蕨都被吓得落荒而逃。好！村长化作的怪物发出凄厉的吼声，朝附近的诡异怪蕨发起猛烈的攻击，并将所有被他打败的怪物生吞活剥。场景之血腥凶厉，看得许飞直皱眉。最初的时候，他的气息还只有游级，但随着时间推移，吞噬的数量不断增加，他的气息居然在迅速攀升，很快达到了院级，甚至在朝凶级逼近。但与此同时，他也彻底失去理智，沦为了纯粹的怪物，不仅攻击诡异怪蕨，连人类超凡者也不放过。本想牺牲自己换来救赎，最后却酿成了更大的灾难。第196章，意外之外的隐秘。看到这里，许飞已经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怀庄当年的村长无疑是个狠人，不知道从哪弄来了一个许愿道具和配套的仪式。为了许愿获得守护村庄的力量，不惜用血气仪式牺牲自己，从紫色葫芦那里换来了足够的力量。可惜了，神器之地早已被诡异怪蕨的气息污染，根本不存在任何完美的许愿道具。这是圣者那阿瑟传承知识中的一条超凡铁律，任何试图许下的愿望，即便最后被完成，也一定是以一种极度扭曲堕落的方式，最终害人害己。接下来的情况，许飞大概已经预料到了，而且之后上演的也的确跟他预期的一致。村长许愿堕落成的怪物，将周围一圈诡异怪蕨吞噬完毕后，盯上了被那名高位超凡者重创的凶级诡异，将他一并吞噬后，村长所化成的怪物也晋级成了凶级。唉，这又是何苦呢？那名手持真实的梦境，脸上露出怜悯之色的高位超凡者叹息一声，当即就准备带着几名下属撤离。他已经意识到势不可为，怀庄的覆灭已经是定局，再继续战斗下去也毫无意义。但是他想走，村长化成的怪物却不想让他走，竟然主动发起了攻击。另外两只凶级诡异都被局势的骤然变化弄晕了，愣了一下才意识到人类内讧了起来。本来已经打算撤退的他们再度加入战斗，两只凶级诡异，一只村长化身的凶级怪蕨，一位手持5阶鬼物的高阶超凡者，三方4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杀。一片废墟中，终局之刻到来。许飞小心翼翼地躲在雾气内，一点点接近了战场中心，随时准备冲上去捡东西。这时，已经在激烈大战中耗尽了超凡灵性，满身伤势的那名白梨山城高位超凡，心里已经没有了任何侥幸。他知道，如果自己再优柔寡断，必然会横死当场。当即一咬牙，激发了自己持有的另一件4阶鬼物，迅速恢复了大量超凡灵性，同时动用念绘魔药，绘制出了一头许飞没见过，圣者纳瑟记忆中也没有记录的异兽。那异兽有着土黄色的皮肤，头部有些像传说中的龙兽，躯体块头四四方方，瞧着倒有几分像棺材。此外没有4肢也没有尾巴，外形实在奇葩。但就是这样一只奇怪的异兽，居然在成型后瞬间钻入了地下，速度之快，连周围的凶极诡异都来不及阻止。眨眼间，这只异兽就出现在另外几名白梨山城的中位超凡者前，将他们一个个接上了棺材，然后重新沉入地下，急速朝村外而去。这是什么异兽？赶路方式好拉风啊！先起个外号，就叫棺材龙吧。许飞心中好奇不已，所幸即便是梦境中，系统的截图功能还是能用的，赶紧先截了一张留念，准备出去后找机会查一下。与此同时，先前一个疑惑得到了解答。为啥他感觉4名中位超凡都是虚幻的？原因很简单了，因为他们都逃出去了，没人死在这里，自然也就没有任何真实的遗物留下。但新的问题冒出来了，照眼下的情况下来看，那4名中位超凡者除了1人重伤外，其他3人状态都不算太差。既然已经搭上了那只棺材龙的车，逃出村庄，按理说半只脚已经逃出升天。为什么陈木从白梨山城得到的信息却是仅有2人从村里活着逃出来，其中1人更是半途中就挂掉了？这前后的消息对不上啊！难道念绘出的棺材龙消失后，这4名中位超凡者在归途中又遇到了其他的致命危机？究竟是不是这样，许飞也无从得知，更没办法追出去验证。先前观战中，他已经尝试偷偷离开这里，但却发现根本做不到。梦境空间只演化了怀庄旧址这方圆数里面积，一旦出村，就会瞬间回到许飞刚降临梦境时的位置。他只能暂且压下疑惑，继续等待起最后的落幕散场。目送随行的下属们逃离，白梨山城的这名高位超凡者也准备润了。他身上有一张极其稀有昂贵的高阶符箓——乾坤挪移符箓，可以瞬间挪移出100里距离。即便是可以将空间封禁隔绝的强大仪式，都难以阻止这种符箓，堪称是第1等的保命道具。
但就在乾坤挪移符箓生效，将空间撕裂出一个口子时，大爆炸毫无预兆的突然发生了。懵逼的许飞完全没反应过来，就被狂暴的空间乱流拍得粉身碎骨。瞬间之后，脸色惨白的许飞重新出现在了梦境浅层，残破的出火祭坛基座前。直到此时，他都没弄明白怎么突然就炸了。没道理啊！看到许飞突然出现，脸色茫然，盘腿而坐的陈木意识到了什么，稍稍有些失望，但还是打起精神道：“怎么，没能成功吗？”倒也无需气馁，第一次没有防备，失败是很正常的。许飞只觉得精神极度萎靡，一时间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摆了摆手没吱声。定神休息片刻，才稍稍恢复过来，皱眉将自己的经历说了一遍。“你说什么？”听完许飞的描述，陈木失态地叫了出来。听到前半段许飞顺利觉醒意识的时候，他还在疑惑最难的一关都过了，为啥最后还是失败了？但听到最后时刻，陈木脸色也严肃了起来，陷入沉思。半晌之后，他才开口：“看来怀庄当年那场灾难背后的隐秘比咱们预想的还要惊人。”许飞点点头，又说了一个自己的疑惑：“那件紫色葫芦，您觉得会是什么鬼物？当年的怀庄村长又是如何得到它的？能许愿的鬼物等阶就没几个低的，而且就算侥幸得到了，也未必能知道如何用。有没有可能村长背后另有什么幕后黑手呢？”陈木沉吟几秒，道：“我也说不准，但平心而论，这件事的背后的确很可疑。想要知道的话，或许要等到你下次进入梦境了。你们一人不是有种特殊的能力吗？”许飞解释了一句，那种鉴定能力不是每次都有效的，但眼下情况，想要解开谜团，拿到奖励，只能等2周目尝试了。第197章2周目开启。眼下情况，考虑到靠自然恢复需要的时间太长，许飞拿出那瓶灵树之血，一仰头咕嘟咕嘟喝了下去，略带甜腥的味道弥漫开来。很快，火辣的气息传遍全身。在这种气息的剧烈刺激下，许飞的精神属性开始迅速提升。虽说增长的幅度不算太大，也就区 0.7 点，但先前在梦境深层死亡受到的些许精神创伤和萎靡的超凡灵性却随之恢复如初。感受着灵树之血滋润的余韵，许飞只觉得自己又行了，当即开始跟老师谈论起2周目的攻略方式。如果我抢先下手干掉村长会怎样？类似的想法之前就有了，只是1周目内为了求稳没敢实施。现在有人帮忙参谋，许飞有点按捺不住冲动了。干掉他绝对不行！陈木立刻否定了许飞的想法。照你所说，村长的行为决定了这场梦境的最后走向。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干扰他，但若是直接将他杀掉，梦境将无法演化出原有的结局，必然是立刻崩溃。果然如此吗？许飞心道，自己1周目没乱来，还真是正确的决定。但既然大事不可改，那在小事件上究竟要如何微调，才能确保那名高位超凡的死和爆炸不会同步发生，而是之间有一点间隙，让许飞能顺利拿到真实的梦境呢？两人讨论了好一会，才初步商议出有一定可行性的方案。梦境深层2周目。激烈的战斗中，一名普通的巡村队员在斩杀了一只怪蹶后，忽然陷入了茫然。虽然身份换了个人，实力似乎比上次的阿来还要弱一些，但凭借精神空间里的金手指，许飞还是成功挣脱了梦境的认知改写，恢复了意识。还算及时。瞥了一眼战场，发现还没到战局崩溃，村长动用泄气仪式的时候，许飞松了口气。浓郁的雾气弥漫开来，他的身形再度从战场上消失。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许飞重复了1周目的行动，一直隐匿在安全的角落，直到战线彻底崩溃，村长再度绘制起泄气仪式时，他才有了新动作，借助雾气掩护，悄然接近了对方。在村长悲愤地拿出紫色葫芦，单膝跪地开始许愿时，许飞从他背后悄然靠近，挥手刮起一道黄风。突如其来的强风吹得村长的身体一个趔趄，差点没摔倒，许愿过程自然是被打断了。而这道黄风中还夹杂了2道锋刃，神不知鬼不觉地摧毁了血气仪式。等村长试图重新许愿时，却惊怒地发现血气仪式不知道怎么被破坏了，地面上只留下2道疑似利刃劈砍过的痕迹。这难道是天要亡我怀庄？村长脸上闪过几分绝望，但他很快咬了咬牙，在附近空地上再次绘制起新的血气仪式。这一次许飞倒没有再阻止，反倒随手帮忙消灭了几只被惊动的怪蹶，以防他们彻底破坏仪式的进程。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通过一个小小的意外推迟村长变成怪物的时间。这样一来，等他吞噬其他怪物成长起来时，白梨山城那位高阶超凡者可能已经将第1只凶极诡异击杀。即便没有，许飞也会伺机参战，总之确保那只凶极诡异不会被村长化成的怪物所吞噬。错过这个关键的环节，村长化成的怪物就没办法立刻跨入凶极，必须要吞噬更多诡异怪蹶，
才能让这个无限轮回的梦境重新演化到原有的结局。也只有先搞出这个变数，许飞才有了进一步干涉后续结局的可能。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基本跟他和陈木两人探讨的一致。被拖延了片刻后，村长化成的怪物再度疯狂，但这一次确实没能赶上时机。在他的实力终于成长到院级上位，想要吞噬那只凶极诡异时，白离山城的那位高阶超凡者已经抢先一步，将重伤的凶极诡异打死了。哦豁，终于来了吗？许飞精神抖擞起来，搬好小板凳吃瓜，准备坐看接下来的剧情怎么演。这又是何必呢？白离山城的高位超凡者又一次怜悯地看向了村长化成的怪物。尽管这次他没晋级凶极，但在剧情惯性作用下，这名高位超凡者还是认为怀中到了这个地步已经没有继续救援的必要了，于是依旧决定撤退。他再度动用念会能力，绘出了异兽棺材龙，准备让他接应4名手下先行撤离，自己随后就走。而村长化成的怪物也不出意外的再度向他发动攻击。看起来剧情就像是一周目的复刻，但不同的是，这次围攻阵容的实力降低了一个档次。院级上位和凶级之间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有了这么一个突破口，白离山城的高位超凡者压力明显小了很多。这次他似乎没有了直接动用乾坤挪移符箓跑路的想法，而是试图将村长化成的怪物击杀掉，然后从缺口处强行突围。好，随时准备出手干涉剧情的许飞忍不住在心里大声给他加油鼓劲，要的就是你不用这张符箓，以免莫名其妙引发大爆炸。不过加油的同时，许飞心里也有些没底，这种程度的干涉应该还在可接受的范围内吧，可千万别玩脱了，让这位高位超凡者真的逃走，导致2周目剧情直接崩溃啊！想在2个结局之间玩平衡，就像是高空中踩钢丝，着实不是一件容易事。说到底，许飞2阶超凡者的实力到底还是弱了些，很难在这种高端局搅风搅雨。就在这时，那名高位超凡者念绘出的一件强大鬼物，一击将村长所化的怪物重创，眼瞅着就要从缺口中强行闯出。关键时刻，那个就算变成怪物后依旧被村长细心收起来的紫色葫芦忽然冒出了强烈的光芒，似乎是以它为媒介，又或者借助了这件鬼物的力量。下一刻，一道强横的意识降临到村长化身的怪物身上。是你！白离山城的那位高阶超凡者感受到这股气息后，本来正准备突围的脚步顿时停了下来，面沉如水的道：黎宽，原来背后是你在借机作怪，我早该想到了。第198章，真正的历史隐秘。黎宽，新出现的陌生名字让许飞一愣，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次遭遇的很可能才是历史上真正的隐秘。在白离山城那名高位超凡者叫破这个名字后，村长化成的怪物身上突然响起了一个阴冷尖锐、不男不女的声音：李成英，你现在想到也不迟吗？这时发现战况出现新的变故，2只凶极诡异也踌躇起来。新降临的气息丝毫不弱于跟他们战斗半天的人类。瞬间的迟疑后，2只凶极诡异居然掉头逃离了战场中心。弱小的人类还有很多，没必要非跟这2个强者死磕。只剩下新降临的叫黎宽的意识操控着村长化成的怪物，在跟这个叫李成英的白离山城高阶超凡者对峙。果然是新的隐藏剧情。许飞没想到自己的一番试探性操作居然真的有了大发现，一时间又惊又喜。真实的历史上，这个叫黎宽的超凡者没有现身，但肯定就在怀庄旧址周围暗中窥视。唯有如此，这片梦境空间在成型时才会将它一并投影演化出来。只是正常情况下，它始终是一个隐藏单位，不会直接出现。唯有梦境深处的剧情轮回被干扰到一定程度，才会作为剧情修正者登场。这样想着，许飞尽全力收敛气息，躲在远处，唯恐被新来者看着不顺眼随手解决了，同时偷偷关注着最新的变化。李成英憎恶地打量着降临在怪物身上的黎宽，片刻后轻叹道：神降魔药果然如同传闻中一样强，所以就因为无意中发现了你的秘密，就要杀我灭口吗？黎宽嘿嘿阴笑一声：你果然知道了，本来我还只是猜测，这下我就更加不能放你离开了，乖乖束手就擒吧，还能留个全尸。呵，李成英眼神轻蔑，不屑道：就凭你，先不说你能不能办到，单说我这次被派出来执行救援任务，难道你以为我会没有后手吗？我要是安然无恙回去也就罢了，要是回不去，哼，你就等着消息传开，自己身败名裂吧。现在滚，我可以当做今日没有此事。虚张声势有用吗？我黎家在白离山城什么地位，你不会不知道吧？黎宽根本没把对方的恫吓放在心上，他今天既然现身，就绝不可能让李成英活着回去。见事情没有了善了的可能，李成英也就不再废话，假意出手，突然拿出了乾坤挪移符箓，做事要动用。我擦，怎么还用？许飞急了，没料到他谈判还没结束呢，
就毫无预兆的突然跑路，想阻止都来不及了。难道这次还是要失败？虽说发现了这么重要的隐藏剧情，再来一次也不是不能接受，但许飞还是有点郁闷。然而，事情的走向迎来了一个急转弯。李成英在动用符箓的最后一刻，忽然主动停下了。上次中招是因为从头到尾黎宽都没现身，李成英没有刻意防备。这次已经明牌了，他自然会多想一些。冷笑一声，对黎宽道：“你虽然佯装想阻止，但神情还是太假了。”说着，李成英居然将这张符箓又重新收了起来。这个骚操作不仅把许飞戏耍了一把，连带着黎宽也陷入愕然，随后恼羞成怒。哟，他急了，他急了！李成英嘴角闪过讥讽，朝黎宽勾了勾手指，说说呗，你为我这张符箓准备了什么后手？我挺好奇的，毕竟乾坤挪移符箓可不是随便什么手段都能干扰的。找死！黎宽暴跳如雷，悍然出手发动了攻击。在他的气息加持下，村长化成的怪物实力暴涨，带着滔天的凶焰杀来。李成英嘴上虽然调侃对方，心中却远没有看上去那么轻松。催动念会魔药的能力，毫无保留地出手迎击。剧烈的超凡之力波动中，一道银色洪流以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气势轰然撞向了黎宽控制的怪物。新的大战随即爆发。黎宽虽然只是意识降临，操控了这只怪物，但那种不知名的神降魔药似乎非常强大，连鬼物也能隔空带来。强烈的超凡力量碰撞下，一道道冲击波涟漪朝四周扩散开来，逼得许飞不得不再度后退。两名高位超凡生死相搏，彼此间似乎又知根知底，场面比先前对抗三只凶极诡异更加凶险。狂暴的银色气息遮掩下，许飞甚至根本没看清发生了什么，就感到两名超凡者的气息同时骤跌。哈哈，跟我换伤，这种降神容器要多少有多少，你以为我会怕吗？黎宽得意的叫嚣声远远传出，似乎已经稳占上风。李成英沉默以对，只是拼命催动魔药能力与之对抗。除了念会这种高品魔药外，他还掌握了2种中品和2种下品魔药，各有奇效。此刻轮番用来，或防御，或干扰，让一度占据上风的黎宽迟迟无法扩大战果，奠定自己的胜势。战局进行到这里，许飞已经猜到梦境空间演化的结果了。在被自己干扰，上演了隐藏剧情后，只要最终结果不变，倒推过程实在不难。李成英肯定还是死了，但他死之前大概率也动用了某种手段，将降临于此的黎宽一并灭杀。唯有如此，他携带的5阶鬼物真实的梦境才可能被遗落于此，而不是被获胜的黎宽带走。虽然过程曲折，差点出了意外，但最后的走向还是很符合我心意的。咦，慢着，这件事背后搞不好会招来大风险。想到一个可能的许飞忽然迟疑起来。这起60、70年前的旧案很明显涉及到了白离山城的内部争斗。李成英肯定挂了，但黎宽只是用神降魔药降临于此，他是否当场死亡还是个未知数，甚至大概率没死。而高阶超凡者的寿命已经比普通人高出不少，活到现在完全有可能。一旦自己跟陈木取走鬼物和超凡特性，这片梦境空间崩解，其动静搞不好会惊动黎宽。就算此人在超凡道路上止步于当年，依旧是一位强大的高位超凡者，不是现在的许飞和陈木能对抗的。万一能更进一步，说不定能超凡入圣，成为圣者。虽说这仅仅只是一种可能，但却不得不防。许飞甚至觉得自己可以考虑主动放弃这次行动了。等出去后，跟陈木确认一下，再决定是否要取走奖励。除非陈木确认黎宽已死，或者他有绝对把握能够抹除留下的痕迹，否则最理智的决定还是就此罢手。第199章无限期借语。片刻之后，梦境空间的表层，破败的出火祭坛基座前，许飞身形在无数光点下凭空凝聚，出现在原地。这一次，由于他并没有在里面挂掉，而是主动退出，因此并没受到太多损伤，只是精神稍微有些萎靡。又失败了吗？陈木有些疑惑，又有些拿捏不准。看许飞的样子，跟刚才那次截然不同。但如果成功了，为啥自己在外面没有任何感应？可以算成功，只是最后一步时我放弃了。许飞稍稍坐直身子，将自己在最后阶段发现的隐藏剧情告知了对方。先前守周木发现的隐秘，就已经让陈木为之惊讶了。此刻得知这起旧案居然涉及到白离山城的内斗，还涉及到了当时的高位超凡者，脸色顿时一变。神降魔药，黎宽。他皱眉回忆片刻，脸色变得愁苦起来。你知道吗？这位当年的高位超凡者，在30年前已然成就圣者了。他也是整个白离河谷近100年来诞生的唯2圣者中的一位，当年可谓是如雷贯耳般的存在。真成圣者了？许飞也大感惊讶。从他掌握的超凡知识来看，从高位超凡成就圣者，想跨出那一步会非常艰难。正因此，10个高位超凡者中，
都未必能诞生出一名圣者。没想到黎宽还真就成了，这下不好办了呀！一个徒有其表，不知道被打残成啥样的圣者，拉瑟都那么难对付。若是全盛状态的圣者，恐怕动动手指就能灭了现在的自己和陈木。陈木看起来也有些灰心，显然不想因为一件五阶鬼物招惹来一名圣者的潜在关注和敌视。毕竟这起旧案涉及到了他成圣前的黑历史。但陈木已经被怀装旧址里的东西筹备了多年时间，就这么放弃，又实在有点不甘心。反复权衡片刻后，陈木下定了决心。他对许飞道：“我思来想去，觉得还是可以拿。”啊，真的要拿？许飞看向陈木，等待着他的说明。你可能不知道，白骊山城并没有圣者常驻。那名叫黎宽的圣者，在成圣几年后就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了我人族的天之殿在大陆西南设置的分部。那里距离咱们这里少说也有10万里，纵然是圣者，都未必能感应到这边的些微变故。陈木一开口就说出了一条许飞不知道的机密情报。天之殿，拉瑟的记忆中好像也有提到过这个名称，只是因为涉及到圣者，当初传承的情报有限，仅只有一句描述。陈木也是听其他服饰偶尔所说，对此所知寥寥，只补充了一句：天之殿还有个俗称叫圣者殿堂，是万年前的诸位圣者前辈牵头成立的。这万年以来，我人族能够在这方天地苟延残喘，不至于被那些灾疾不可之极的诡异消灭，全靠天之殿在鼎力支撑。许飞点点头，心中生出几分钦佩之意，同时也明白了陈木想表达的意思。黎宽去天之殿的分部坐镇，离怀庄这边太远了，鞭长莫及。可是老师，新一轮的灰雾之潮已经在酝酿了，届时如果这边出现大乱，把黎宽重新引来怎么办？就算这次灰雾之潮不来，将来哪天他心血来潮想回来看看，届时意外发现怎么办？许飞倒不是太担心，但自己这位老师恐怕就……你的担忧我也有考虑过，所以就看你胆子大不大了。陈木露出狡诈的笑容，本来我是想将真实的梦境和超凡灵性一退收入囊中，将其他中位超凡遗落的物品分给你的，但眼下情况，梦境空间里只有这2件物品了，所以我临时改了主意。许飞一怔，隐约猜到了对方的想法。陈木指了指他，我知道你们一人有某种神奇的储物手段，可以隔绝感知探查，外人根本无法发现。如果你胆子够大，不怕麻烦，我可以将5阶鬼物真实的梦境无期限的借予你使用。等到哪天你实力足够跟黎宽对抗，又有了更好的鬼物，看不上他了，再将这件鬼物还我，如何？这……许飞大为异动。所谓的无限期借予，实际上跟赠送也没啥区别了。而且只要平日里将这件鬼物收入背包里，不随便拿出来，他的确不怕被黎宽发现。圣者虽然强，还违背不了系统的规则。不过许飞也知道，陈木愿意割舍这件5阶鬼物，并非是纯粹出于善意，而是借此机会让自己帮忙分担压力和责任。日后万一真被黎宽找上门来，他也逃不掉被清算的可能。那么自己要不要接呢？他看着神情有些矛盾，似乎期盼自己同意，又似乎要他回绝的陈木，说：老师，你倒是对我有信心，圣者这个级别是那么容易成就的吗？哼，这话其他人都可以说，唯独你们一人没资格说。陈木平日里看似没啥，实际上心里其实也是有酸气的。区3个月，从普通人成为2阶超凡者，照这个速度，圣者很难吗？也不过是再高5阶罢了。许飞耸了耸肩，低阶超凡的晋级速度和高阶能是一回事吗？但片刻的迟疑后，他最终还是做出了决定。既然老师这么说，那弟子就暂且收下了。真实的梦境这件鬼物，效果还是非常强大的。许飞虽然有旧日提灯在手，但这件6阶鬼物其实是破损的，威力降了一个档次。真比较起来，两者如今的威能谁更高，还真不好说。而且这件鬼物跟许飞的魔药能力也很般配，比如它可以将雾气覆盖的区域拉入梦境，制造各种可真可假的幻象迷惑，杀伤敌人；也可以在黄蜂魔药的锋刃中掺杂大量虚假的锋刃，久虚一时，让敌人既不敢全当成假货，又没办法全部防御，继而进退失据，最后被硬生生玩弄致死。只要实力提升速度够快，别说 NASA 那个水货，就算真的圣者，又有何惧？他在心里这样低语道。退一步讲，黎宽什么时候能发现，是否还记得，这里都是个问题。搞不好人家已经忘了这茬，他们俩在自己吓唬自己呢。半天的休息之后，抱着这样的想法，许飞第3度进入梦境深层。这一次有前2周目的经验，许飞对时间节点的把握更加精准，顺利走到了最后一幕。抓住李成英垂死反杀黎宽的神将在体，这片梦境空间即将重新轮回的几秒间隙，飞奔上前，从即将消散的李成英手中夺取了那团朦胧的梦境。5阶鬼物到手。第200章
真实的梦境。在许飞用超凡灵性将真实的梦境这件五阶鬼物收容时，这片梦境空间顿时变得极度不稳定起来，开始出现剧烈的波动。几乎是立刻，梦境表层的陈木感应到了这种变化，神情顿时一喜。他知道许飞得手了，当即按照预定的计划，同步收容起面前那份遗留有念会能力的超凡灵性一退。唯有这两者被一起收容，他们才能被真正带出这片空间。仿佛是几秒钟，又仿佛一瞬间，破败的出火祭坛基座上空投影的无数画面消失了。随即许飞身形再次出现，看着许飞手上的那件散发着虚幻梦境气息的鬼物，陈木脸上露出几分羡慕、激动，甚至是些许极度混杂的神情。但无论如何，自己为此谋划这么多年，付出大量的心血，终于是得逞了。哪怕他暂时还只是名义上属于自己，好在以异人们的实力提升速度，那一天不会太久，况且他也并非一无所获。这件有念会能力的高位超凡者的灵性一退，同样有着极高的价值。只此一份收益，自己这些年的努力就没有白费，足以帮自己在后续的超凡道路上更进一步。不好，这片空间要塌了。大约是2件核心道具被收走的缘故，不仅梦境深层的轮回被彻底终止，梦境表层空间也越发不稳定。先前无数漂浮在空中的无生命物体纷纷坠落，这片不存在于现实的空间开始一寸寸分崩瓦解，场面看起来极为震撼。走，立刻脱离这里！陈木对许飞招了招手，两人沿着外界身体的指引，迅速化作流光，从这片即将坍塌的空间离开了。再次睁开眼时，许飞已经回到了现实怀庄旧址的深坑旁边。除了外界的时间从白夜变成暗夜外，一切看起来跟进去时没有任何变化，唯有手中依旧存在的那件五阶鬼物，以及记忆中60多年前的那段历史隐秘，证明他在梦境空间中的经历并非虚幻。另一边，陈木也从梦境中醒来，顾不上休息，他立刻开始着手清除现场的痕迹。幸运的是，外面的这场雨至今还没有完全停歇，雨水的冲刷以及其中蕴含的大量阴寒气息，可以有效遮掩他们的行踪，继而让身份泄密的可能性降到最低。等到时间一长，除非谁手上有类似旧日提灯这种可以回溯过去历史的特定高阶鬼物，否则没有任何人能发现端倪。当彻底扫除了痕迹后，两人才在雾影魔药的掩护下连夜匆匆离开。或许是他们选择的时机不错，又或者保密的手段很到位，一直到两人离开怀庄旧址10几里，进入空旷的旷野，都没有其他超凡者赶来。到了这里，两人才可以说是基本安全了，前提是不考虑圣者黎宽对这里的关注和敏感。也是在返程的路上，许飞才抽空鉴定了这件鬼物的属性。真实的梦境5阶鬼物，来自于一头凶极诡异食梦貘，拥有将现实拉入梦境的神奇能力。激活之后，这件鬼物可以将周围一定范围内的区域短暂拉入梦境中。此时你将临时获得梦境的主宰权，随心所欲创造种种梦境幻象。但若想将虚假的幻象变为真实，则必须消耗相应超凡灵性。梦境的范围越大，持续时间越久，需要付出的代价就越高。持有代价，使用代价，每使用一次，超凡者对梦境世界的感知都会更敏锐一分。相应的，再次使用该鬼物时，威力会更强大。当使用超过一定次数时，超凡者将不可逆转地被拉入梦境世界，再也无法返回现实。玩家复活可清除该效果，但仅限一次。再次被拉入梦境时，唯有删号重建可完美豁免。通过的方式可降低部分使用代价。注：看着它久了，你会混淆梦境和现实的边界。看完属性，许飞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件鬼物比他想的还强大。其次就是惊讶，玩家的复活居然不能无限豁免他的代价了，仅一次有效，有点棘手。意识到不能像其他鬼物那样随心所欲的使用，许飞稍稍有点失望，目光随后看向属性中的2处未鉴定出来的内容。一是持有代价，一般来说，使用鬼物的代价是最高的，持有代价相对较低，不会太致命，这个可以慢慢摸索。二是可以降低使用代价的手段，如果是凭空得到这件鬼物，想推测出来并不容易。但几次经历过梦境深层的剧情后，许飞心里已经有了猜测。那名高位超凡者李成英可不是玩家，却似乎不怕被拉入梦境世界，敢不断催动他，这就证明他势必有减免代价的办法。也许使用者有念会这类魔药时，可以减免部分代价，又或者有高位超凡者的位格本身也能减免代价。当然，不排除李成英身上还有其他手段能够帮助他减免代价。许飞在梦境中见过李成英的全部战斗手段，包括他的几种中低级魔药和其他鬼物，因此完全可以慢慢尝试，直到摸索出对方敢于随意使用的依仗。这当然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好在至少首次复活还是有效的。在第一次被拉入梦境之前，他还不需要太担心这个问题。接连3天的阴雨过后，第4日，
怀庄终于迎来了大晴天，浑身快发霉的玩家们欢呼雀跃，终于又能满新手村撒欢了。也正是在这一天，许飞跟陈木奔波劳顿后，顺利返回了怀庄。才刚回城，陈木就跑进书房，埋头写了好几封长长的信件，准备等有人下次回青木寨时，委托他帮忙捎带。至于里面写了什么，又分别写给谁，许飞就不好妄加揣测了。比他俩稍晚半天回来的，是因为下雨而被耽搁了路途的白青青。经过一番努力，他一口气帮许飞揽下了整整15份订单，全都来自青木寨的斩木兵魔药服用者。为此，才刚回来的许飞顾不上休息，便马不停蹄开始定向培育订单中所需的职务。好在其中有半数都是预定了最低档的那种竹叶，显然是对宣传中提到的那种手艺将信将疑，准备先花点小钱试验一下，再进一步定制自己真正心仪的准超凡植物。这样一来，许飞先前的提前培育就显得很明智了，节省了大量时间，让他在忙碌的同时，还能抽空为即将到来的虚实之间全服活动做准备。